大夏战神陆晨因故退伍，回乡休养。不想他开局直播卖笋，竟然被只熊猫崽子给夺笋了。当他在网上爆火后，小小的靠山村来了个带着娃的绝美女神。什么？女神怀里的娃竟然是自己的？战神系统就此变成了乡村奶爸直播系统。陆晨有一点懵，他直播救助受伤的野生大熊猫，不想最后大小团子直接赖在他家里不走了。夜半狼嚎声响，退役军犬大黑独占狼王，英姿飒爽。只是为什么之后家门口总是出现没断气的猎物？果园里，蠢萌可爱的松鼠在树上嬉戏打闹，活泼好动的金丝猴闻香而来。金钱豹跟华南虎成了乖巧的大猫，白狼王成了跟在大黑身后的跟班。而属于陆晨、沈路遥、糖宝的悠闲生活还在继续。糖宝的爸爸妈妈是最好的爸爸妈妈。爸爸，今天滚滚他又被困在树上了。爸爸妈妈，大黑他生崽崽了。第1章开局被神兽夺笋，卖笋了卖笋了，天然无公害，新鲜采摘的春笋啊，3元1斤，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买回去不论是煲汤还是爆炒，味道都是巴适的很啊。直播间开启，陆晨坐在小马扎上，面前是一筐筐码放整齐的春笋，可直播间观众们的关注点明显就不在他的笋上。哇，小哥哥好帅，我想给你生猴子。卧槽，主播你这是在哪儿？你身后的风景简直太美了吧。就是，这漫天的晚霞跟雾霭掩映的群山简直了。就是，我还听到了潺潺的流水声跟虫鸣鸟叫声。哈哈，这是仙境吧？看到弹幕的陆晨唇边漾起浅笑，他本就长得极为英俊帅气，剑眉星目，鼻若悬胆，真担得起风神俊朗这4个字。此时陆晨微长的丹凤眼里漾开了些微的笑意，更是让人移不开眼来。我在秦岭山脚的一个小山村里，地方比较小，估计你们没听过，总共也就10几户人家，连村民都是随便取得，就叫靠山村。你们现在看到的村后山就是秦岭自然保护区了。哇，自然保护区，那是不是能在主播直播间看到珍稀动物了？就是，比如什么金丝猴啊、大熊猫啊啥的，估计够呛。近些年环境恶化严重，再加上滥砍滥伐、偷猎者猖獗，估计保护区里珍稀动物也没多少只了。是啊，陆晨叹了口气，确实没几只了。我也就是小时候遇到过一次大熊猫下山，跑到家里竹林偷吃竹笋的事儿。说着，他拿起竹筐里的一根竹笋，对着手机晃了晃。诺，像这种刚刚冒出头的鲜嫩竹笋，就是大熊猫的最爱。大熊猫偷跑下来吃竹笋，求细讲。就是，主播你多讲点呗。那只大熊猫除了偷吃竹笋，还做了什么？别推销竹笋了，我们对你的笋不感兴趣。加10086，我只想听大熊猫的故事。就是偷吃笋啊。我说完了。陆晨在一众网友们哀嚎的弹幕中，神色自若地将手里的竹笋剥了开来。白嫩的笋心刚刚露头，就被陆晨给一口咬掉了。不止如此，他还微眯起了眼睛，做出了一副极其享受的样子。鲜嫩脆甜，唇齿留香。你们真的不考虑一下吗？保证吃了一次还想吃第2次。可以啊，主播。看到这条弹幕的陆晨眼睛一亮。哟，这位家人你要多少？我这就给您装上。哈哈哈，我不要笋。我的意思是，主播你这个演技可以啊，简直秒杀现在的小鲜肉。刚刚那个瞬间，我都以为你身上要冒出小当家的专属特效了。哈哈哈，笑死，主播白高兴了。主播呀，我们对你的笋没兴趣，都是来看你人的。不，我对主播的人也没兴趣，我是来看风景的。看着这帮子抖机灵的网友们，陆晨也是无奈了。他从来不知道直播竟然这么难做，要不是系统因为就自己能量耗尽陷入沉睡，只能通过这个方式来唤醒，他也没必要死磕直播了。自家童子虽然有时候不太靠谱，但是好歹算是他的救命恩宠了，他还是得努力帮那家伙的。陆晨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好好的一个战神系统，竟然会在能量耗尽之后变成了乡野直播系统。想到这里，陆晨的视线瞥向了自己的抖加粉丝503，就这点粉丝还是冲着他的颜值来的。至于卖笋的收益，1周内竹笋总共卖出去5斤，总收益15块，勉强也就够大城市一顿午饭的钱。按着这个速度来，等粉丝正常涨到1W，不知道要猴年马月了，有点难搞啊。陆晨陷入沉思，打开系统面板。第一，子系统为您服务，主系统能量耗尽，正陷入沉睡，唤醒条件：抖加粉丝503-10000，要不找东子来刷点礼物，反正那家伙刚继承的家业也不差钱。不出意外的话，意外就来了。就在陆晨思索时，直播间中却是出现了变故。准确来说，是有什么东西看上了陆晨，
那一筐筐鲜嫩脆甜的春笋。直播间的网友们看得清清楚楚，一只黑乎乎的小爪子从装竹笋的筐子后面伸出，目标明确地抓住一根竹笋后，就迅速地缩了回去。没过1分钟，那个小家伙就又伸出了罪恶的爪子。陈哥，你笋被偷了！哈哈哈，真就是夺笋呗！这毛茸茸的小手臂，让我猜猜是什么动物？黑色的手臂，黑色的爪爪，还这么爱吃笋。卧槽，你这么一说，我就知道了。真是说曹操，曹操到，难不成是野生大熊猫？陈哥，喂，陈哥，快别发呆了，快看看你身边是什么东西啊！完了，陈哥他不知道在想什么呢，根本就不看弹幕啊！有办法了！东边的云给直播间送出一个火箭。陈哥，你快点看看你身边的东西是个啥？绚烂的礼物烟花在直播间中绽放。陆晨被手机提示声惊醒，忙看了过去，自己的身边有东西。看清楚了弹幕内容的陆晨一偏头，就看到了纸背对着自己的小家伙，一团毛茸茸的小家伙乖巧地坐在地上，背影是个极其标准的等边三角形。等边三角形和花花，我为花花举大旗。小家伙圆乎乎的小脑袋一动一动的，明显就是在啃东西。那黑白相间的配色直接就将他的身份暴露了彻底。陆晨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竟然是只野生大熊猫幼崽。第2张手感好极了，特别好入啊！这竟然是只野生大熊猫幼崽。震惊过后，陆晨立刻就拿起自己的手机，刚想将镜头对准那个小家伙时，他想到了什么，忙第一时间将手机转换成了静音模式。野生大熊猫可不多见，自己面前的这只看体型最多也就2至3个月大，要是因为任何一点的声音而受到惊吓跑掉的话，那可就有点亏了。这可是国宝大熊猫啊！圆滚滚的身体，黑白相间的毛色，还有那2个一晃一晃的黑色耳朵，只是个背影而已，就轻而易举的让陆晨下意识放缓了呼吸。而当手机的拍摄的画面实时转播到直播间时，整个直播间的网友们都惊呆了。卧槽，是大熊猫！哎呀呀，好可爱的大熊猫幼崽！天，这是在吃竹笋吗？哈哈哈，这个角度根本就是个等边三角形饭团吧？因为太过震惊，我手里的紫菜饭团掉地了。这是我的午饭啊！都什么时候了，还惦记着你的紫菜饭团？快截图录屏分享一条龙啊！这可是货真价实的野生大熊猫幼崽啊！在直播间网友们的一通截图分享与呼唤亲朋好友一起来观看大熊猫幼崽之后，陆晨直播间的人数在短短的几分钟内涌入了数万人。要知道，各大视频网站上小鲜肉跟大明星天天都能看到，但是这野生大熊猫幼崽可是难得一见啊！眼见着那只萌哒哒的团子再次将黑乎乎的爪子伸向自己的竹笋筐，陆晨动了。哎呀呀，主播你别动，你让我们的团子吃啊！就是，这只团子好小一只，是不是因为在山上找不到吃的才跑下来的？难道是跟妈妈走散了？这么小的熊猫崽子独自在外，很危险的呀！陈哥你就别惦记笋了，我全包了，都给这只团子吃。东边的云在直播间送出10个火箭，小团子你可净吃，哥有钱！这条金色加粗的弹幕之下，是整个直播间绚烂无比的礼物特效。哥也有钱，姨姨也有钱，伯伯也有钱。整个直播间里瞬间掀起了一阵礼物狂潮，全是喊着让陆晨别打扰团子吃笋的。陆晨瞥了眼手机，心里有些无奈，他可没说要阻止小家伙干饭，就小家伙这身板，就算敞开了吃，也吃不了他几根笋。陆晨从拿起一根竹笋，动作极其迅速地将笋给剥开，紧接着将白嫩嫩脆生生的笋心往小家伙的身边递了递。肉眼可见的那个原本沉迷干饭的三角形黑白毛团子就动了起来，黑乎乎的小鼻子顺着笋心的位置就移了过来。见小家伙有了反应，陆晨笑着开口：竹笋可是要剥皮吃的，你家里熊没教过你吗？到这时候，直播间的网友们才发现，小团子身边的那些个碎渣都是连皮啃的。哈哈，家里熊可还行。说到家里熊，陈哥你可得注意了，指不定等会儿大团子就下来找崽子了。快看小团子！哈哈哈哈，我赌他这么咬肯定咬不到。果然没啃到，不过他上爪子抓笋心了。好聪明的一只小团子，好想用麻袋装回家。楼上的醒醒，这是牢底做川兽。闻到诱人味道的小团子，先是张口朝着笋心就咬了一口，然而奈何小家伙没有脖子，哪怕拼命的往那边够了，也只咬到了空气。诺，给你。陆晨看着心急的小家伙笑出了声，忙将笋心递了过去。小团子当下就开心的用2个爪子抱住了笋心，低头啃了起来。笋渣顺着他的嘴角落在了白色的小肚皮上，可可爱爱的样子简直能将人的心给萌化了。陆晨当下就朝着小团子毛茸茸白胖胖的小肚皮伸出了手，
主播住手！对，你快住手啊！这么可爱的小团子，怎么可能就你一个人摸啊？这么可爱的小家伙，我也想摸摸，木了。果然没有一根笋是白吃的，原来陈哥是打着这个主意呢。据说大熊猫的毛都是硬的，我才不羡慕呢。要碰到了！小团子，我被两脚兽给碰到了，我不干净了。真正摸到小团子的胖肚皮时，陆晨的眼睛眯了起来，看到弹幕的他露出了一脸享受的表情，很蓬松，也很软乎，跟猫狗摸起来一点都不一样，手感不是很好形容，总之就是手感好极了，特别好入啊！这下子直播间的网友们全炸锅了，这才叫真正的夺笋呢！主播你这是人干事儿啊！我酸死了！主播你之前说你在哪个村来着？我现在就开车过去。我也想摸熊猫崽的胖肚皮，哭了。陆晨之后又喂了小团子不少的笋，小家伙倒好，开始时还乖乖巧巧的坐在那吃，后来不知是吃累了还是犯困了，他吃着就抱着竹笋躺了下来，两个小脚丫还极为舒适的晃来晃去，简直不要太可爱。录屏了，小团子简直太可爱了，就是这是什么神仙大熊猫幼崽啊，直播效果满满的呀！陈哥你别停啊，继续喂笋，让小家伙放开了吃。对，让小家伙们放开了吃，哥有钱，直接把你的笋给包圆了。小家伙就是放开了吃，也吃不完我这的笋。陆晨看到这条弹幕叹了口气，我这次收获了足有将近1000斤的笋，竹林中还有不少呢。要是再卖不出去，恐怕我当什么事儿呢？不就是笋吗？陈哥你麻溜的赶紧上架，我家做餐饮的，一天消耗的食材最起码180斤的，你快上，我也来个10斤。孩子前几天还说想吃春笋炖鸡来着。看到这些弹幕，陆晨立刻在直播间中上架了500斤的春笋，不到10分钟，那些春笋全被抢购一空，简直可怕。第3章，团子敞开了吃。而等陆晨将注意力从直播间页面上移开时，他直接懵逼了。我笋呢？我那么一大箱满满当当的笋呢？现在他面前的那个竹筐里一根笋不剩，只有一只仰躺在里面的黑白配合的奶团子。小家伙吭哧的，两个小爪爪扒拉着竹筐边上，明显正在想要从筐里爬出来。目标明确，小眼神紧紧盯着旁边那筐满满当当的竹笋。你这小家伙个头不大，倒是挺能吃的。陆晨失笑，伸手戳了下熊猫崽子的头。嘤，小熊猫崽子被戳的头往后仰了仰，当下就叫出了声儿。直播间的网友们全被这波小奶音给萌化了。陈哥，笋子才几个钱，你都给小团子吃呗，我买单。就让小团子吃呗，我们给你报销。陈哥，团子敞开了吃，可别饿着了。随着弹幕，一个个火箭、城堡、飞机在直播间中炸开了绚烂多彩的烟花，贱货还夹杂着不少的小礼物。陆晨看小家伙爬得费劲，无奈伸手将小家伙给抱了起来。卧槽，陈哥你住手，怎么就抱起来了？啊，我也想抱小奶团子，这可是熊猫啊，熊猫啊！国宝，有组团去基地看熊猫的吗？我控制不住了，想入啊！基地的熊猫可不能随便入啊！你在想屁吃？而且月亮房的那帮子小家伙不是在睡觉，就是在睡觉的路上，哪有这么活泼可爱？这就是住在秦岭山下的好处嘛！我都想搬过去了啊！无敌可爱的小家伙，可太想入奥了呀！嗷呜！这时天色渐晚，从深山中传出了几声狼嚎声，陆晨的眉头直接就皱了起来。按理说，这小熊猫崽子是野生动物，是肯定要送回山上的。但是太阳已经西斜，狼群也已经出没，现在上山肯定不是明智之举。他将手机固定到了架子上，把镜头对准自己。兄弟们，你们帮我做个见证，这小家伙可是自己跑下来偷吃我的笋的，可不是我去山上偷的。这会马上就要天黑了，刚刚的狼嚎声你们也听见了。今天晚上我就不送小家伙回去了，先让他在我这住一晚，等明天天亮了再送回去。兄弟们，先下播了，明天见。不等直播间的网友们反应过来，陆晨十分干脆地关闭了直播。你这个小家伙，晚上就睡这吧。陆晨简单用稻草给小家伙垫了个窝，然后在窝上放了不少鲜香可口的春笋。看小家伙没什么反应，他拿起一根笋给切了切，顺着竹筐与稻草窝之间铺了条路过来。这下小团子立马就哒哒哒地跑了过来。目标明确，完全就是冲着笋来的。陆晨用手机录下这一画面，简单剪辑了下，发到了自己的抖加账号名下。想要大熊猫幼崽乖乖地朝着自己跑过来吗？你只缺一根鲜嫩的春笋。简单吃了点饭后，他又去看了下小家伙，还贴心地用铁盆给他倒了盒舒化奶。躺到床上后，陆晨很快就睡了过去。殊不知，此时的各大短视频平台上正疯狂转发着他跟熊猫崽子下午直播的视频。
惊！真就夺笋呗，熊猫崽子赖上帅气小哥哥。野生熊猫幼崽跑下山，竟然是为了一口笋。兽人永不为奴，除非包吃包住。第二天，陆晨起床简单洗漱了下后，就去看门廊下的小家伙。小家伙趴在窝中，睡得香甜极了，还打着小呼噜。而昨天陆晨特意放在窝边的几个春笋，都已经只剩下笋皮了。陆晨从房间里拿出一盒舒化奶，给小家伙倒到了缸盆里。他走到院中，刚打开自己的抖加账号，就被99加的私信与夸张的播放量给惊呆了。最火爆的视频，当然就是他昨晚最后发出去的那个大熊猫幼崽边吃着笋边朝着自己跑过来的那个。视频拍摄的角度选得很好，观众们看着视频的时候特别容易带入进去。Duan 的小团子短胖的四肢，各跑各的，摇摇晃晃的。关键他还时不时地停下来，先把身旁的笋块给吃了之后再继续跑。随着小家伙越跑越近，那呆萌的小样子简直的是萌翻了。视频在小家伙的大脸暴击之下戛然而止。陆晨打开评论，大致看了下，我们缺的是笋吗？缺的明明是这么可爱的大熊猫幼崽好吗？就是，说起来刚发现这个主播还在卖笋，看着小家伙吃的那么香，我没控制住我的手，刚刚下单了3斤。来迟了，不但没有大熊猫幼崽，连笋也没抢到。我也就连续播放了10遍吧。住下了，好可爱的小团子。我怎么觉得这只小团子跟白天夺笋的那只有点像？这是那个小哥哥的账号吗？关注了，莫辜负。想着今天还得将小团子给送回去，陆晨简单弄了点饭。吃过后，他就打算打开直播间，在网友们的见证下将小团子给送回去。咚咚咚，陈娃子，你在家不？就在这时，陆晨家的院门却被敲响了。陆晨听出来是村长张叔的声音。哎，张叔我在家的，这就来了。边答应着边去开门的陆晨心里有些疑惑，他算是来考山村休养的，若是部队中有事儿，应该会直接联系他才对，怎么都不会直接派人过来的，这事儿有些蹊跷。陈娃子，有人找你，快出来看看。是个漂亮的女孩子，还带着个粉雕玉琢的女娃娃。一听是个单身女子，还带着个孩子，陆晨就更能确定应该不是部队里的事儿了。可自己母胎单身这么久，之前的那帮子同学跟朋友也因为去部队后保密关系的原因，全都断了联系。这会儿来找自己的人是谁呢？疑惑归疑惑，他手上的动作也没慢，老旧的院门缓缓打开。第4章，绝美女神带娃找上门。陆晨没想到的是，他刚打开门，就有个粉雕玉琢的小女孩朝着他跑了过来。哇，爸爸你看上去比视频上更好看，更高呢。好耶，糖宝有爸了。扎着2个小揪揪的小女孩看着不过2至3岁，奶声奶气的声音可爱极了。她哒哒哒的跑到陆晨旁边，一把就抱住了陆晨的大腿。爸爸。陆晨当时就愣住了。他这些年忙于任务跟部队的事儿，连个女朋友都没谈过，妥妥的母胎单身。这会儿怎么连孩子都冒出来了？该不会是脑海中的弹片已经开始发威，让自己出现幻觉了吧？一时间，陆晨整个人僵硬在了原地。爸爸，你是不喜欢糖宝吗？小女孩见好不容易找到的爸爸一动不动，伸手拽了拽陆晨的衣摆。姑娘，这。张村长在旁边看着这一幕，下意识地转头看向一旁的漂亮女人。难不成这姑娘竟然是陈娃子的媳妇儿？可他明明记得前几天陈娃子刚回来的时候，可是斩钉截铁说自己没谈女朋友，也没成家来着。怎么现在竟然就有女人带着娃找上门来了？难不成这个小子竟然在外面学坏了，做了那等什么抛弃妻子的啥渣男行径？眼见着村长张叔看自己的眼神越来越奇怪，陆晨也回过神来。靠山村里民风淳朴，留守的又几乎是老人孩子居多，生活极为简单，几乎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也意味着大家平时都没什么事做。伴着刚刚张村长的震惊的那声疑问，距离陆晨家近的几个院门中都已经有人探出头来，明显着就是想听八卦的，更有不少人直接就围了上来。进来说。门口人越围越多，陆晨示意2人跟自己进屋。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神是看向站在张村长旁边的女人的。准确来说，那是个十分漂亮且有气质的女人。女人起码有170左右，个子高挑，身材玲珑有致。她扎着一头利落的高马尾，标准的鹅蛋脸上，眉如远山寒带，唇不点珠，潋滟的桃花眼中倒映着细碎的光。她只是站在那里而已，就自然而然地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美丽夺目的她，似乎天生就该站在镁光灯前，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不论是奢华的衣着，还是她这样耀眼的容貌，都与整个靠山村丝毫不搭，就像是个仙女误入了凡间，可能下一秒就要消失一般，看着就很不真实。那啥，陈娃子，你的家事儿我就不掺和了。张村长朝着陆晨眨了眨眼，转身就去打发围上来的人。散了呀，这可是陈娃子的家事，家事知道不？
家事那就应该人两口子关上门好好聊，你们都在这凑什么热闹呢？回了呀，家里玩的饭做好了吗？猪喂了吗？狗子溜了吗？一个个的都凑什么热闹呢？护着女人与孩子进到屋子里后，陆晨直接开口：你是那晚的那个服务员。因为之前的职业原因，他对于人的长相比较敏感，再加上像眼前这样耀眼夺目的女人，只要是见过一次就不可能会轻易忘记。陆晨在看到女人的第一眼就认出了对方的身份，这人正是3年前在一次酒会上阴差阳错跟他滚了床单的那个服务员。是我。沈路遥深吸了一口气，抬起头看向陆晨：唐宝儿，到妈妈这里来。他蹲下身子招呼小家伙到自己的身边来。软萌可爱的小家伙有些不舍得看了看有些冷淡的陆晨，瘪了瘪嘴儿，哒哒哒的迈着小短腿就扑到了沈路遥的怀中。妈妈，怎么啦？没事儿。唐宝乖，先去外面玩一会儿，妈妈跟爸爸有事情要说。趁着小家伙不注意，沈路遥在唐宝的2个小揪揪旁抓了下。好的，妈妈你要快点说完哦，唐宝也想跟爸爸说话。爸爸不要想唐宝哦。临出门时，可可爱爱的奶团子还朝着陆晨挥了挥手。小家伙独属于孩子的小奶音，再配着娇憨可爱的样子，直让人恨不能抱到怀里揉2下才好。沈路遥站起身，缓缓摊开手掌，他手心里是他刚刚揪下的女儿的头发。唐宝就是你的女儿，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去做亲子鉴定。她其实并不是什么服务员，而是沈氏集团的千金小姐。那次的酒会就是家里人为她办的20岁生日宴会，庆祝是假，借此给她找结婚对象是真。豪门中根本没有感情，有的只有利益关系与相互利用。而她之所以会跟眼前这个男人春风一度，就是因为她毫不设防地喝下了自己继母递过来的红酒。第二天她醒来时，这人已经离开，只有床头柜上放着的5000现金。沈路遥当时气得不行，直接就把那些钱给挥开了。这人把他堂堂的沈氏千金当成什么了？女孩子的第一次根本就是无价的好吗？何况自己还是在意识不清醒之下与其发生的关系。从酒店离开之后，沈路遥联想到前一天晚上的种种，当下就怀疑上了自己继母。高价请了私家侦探，确定了确实是继母从中搞的鬼之后，沈路遥就与其对上了，将全部心神都放在与自家继母身上斗智斗勇时，他将那次的酒店乌龙也给遗忘了过去。这一斗就斗了将近4个月，他成功让自家傻爹看清了继母跟妹妹的真面目，同时将那对母女给赶出了家门。可这时沈路遥才发现自己怀孕了，4个月大的孩子他已经能够感受到胎动了，再加上他自己本身天生宫寒，生理期一直受到影响，还没成年时就被各个专家断言过这辈子可能很难生养，所以这个意外来临的孩子很可能是他这辈子唯一的孩子。不管是出于对于这个孩子的不舍，还是出于想要当母亲的心理，他都不想要打掉这个孩子。何况已经有了胎动能听到胎心的孩子，也已经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了，而且还是由他自己所孕育的生命。他决定将这个孩子生下来。第5章，确认存在血缘关系。好，我这就去做亲子鉴定。陆晨接过女人手中的头发，声音里带着些颤抖。本来他以为自己这辈子可能也就这样了，有脑海中那个弹片的存在，根本就不知道还没能活多久的他，怎么都没想到竟然会突然多出来个这么可爱的女儿来，何况还可能即将有个美若天仙的老婆。本以为最后的日子只能孤苦伶仃的度过，不想却很可能会拥有一个家。这种极大的惊喜与心里的落差，让陆晨的声音都有些不受控制。你去吧，我跟唐宝等你回来。沈路遥丝毫不扭捏，就那么毫不客气地坐到了椅子上。唐宝确实是眼前这个男人的女儿，她行得正，坐得端，自然也不怕亲子鉴定。他十分好奇这个男人的身份。唐宝开始记事起，就总是会问起关于自己爸爸的事情。最开始他都是以爸爸出差了来当做借口，但是当小家伙开始上宝宝班后，接触的同龄小朋友多了，老师教的信息也多了，他关于爸爸的问题也就多了起来。妈妈，为什么我从来都没见过爸爸啊？妈妈，为什么家里都没有爸爸的照片啊？妈妈，班上的张天说他爸爸每次出差的时候都会跟他通视频打电话的，为什么唐宝的爸爸从来就不会啊？是因为唐宝不乖，所以爸爸不喜欢我吗？沈路遥这才知道，小家伙的心里实际上是尤其渴望父爱的，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下定决心去找当时那个男人。别人家孩子有的，他家的唐宝也应该有。女儿这么可爱，绝对不能从小就没有父爱。谁知在他动用了整个沈氏集团的财力与人脉之后，却无论如何都无法找到这个男人的踪迹，就像是世间根本没有这个人一样。这次如果不是因为男人因为熊猫崽子的视频在网上爆火的话，他也不会找到这个小小的靠山村来。能够避开沈氏集团的查找，这个男人的身份绝对不简单。
陆晨开着皮卡，用了1个多小时才到最近的荣城。到了司法鉴定中心后，按照流程一步步做下来，剩下来的就是等待了。这一等就等了足足5个小时。这期间的时间，陆晨也没浪费。他先去农贸市场买了些蔬菜种子，接着又帮着村里的张大妈挑了只小猪仔。正当他在思考剩下的时间去哪时，接到了之前的战友陈斌的电话：“陈哥，大黑这几天一直不对劲，不吃也不喝，我有些担心，你有空过来看看吗？”电话刚刚接通，陈斌焦急的声音就传了过来。陆晨心下一惊，连忙道：“我刚好在荣城，我这就去。”大黑是他亲自带大的军犬，与他在同一场战斗中负了伤，这时候也是退下来了。他本来是准备亲自在家里给那家伙做个窝后，再打申请将其给接回来的，没想到现在却出了意外。第一，抖加粉丝数量达到1万，正在唤醒主系统。系统，宿主，想我没？我又回来了。欢快的声音在陆晨的耳边响起，他唇边也不自觉地带上了些许的笑意。陆晨，欢迎回来，我确实想你了。任何的情感都是相互的，若不是系统之前为了救自己付出了所有的能量，也不会陷入沉睡。系统明显十分开心，嘿嘿嘿，我就知道。系统查探了番自家宿主的情况之后，他懵了。咦，宿主你什么时候多了个女儿出来？对此，陆晨也不知道如何回答。不知道，我正在等亲子鉴定的报告单。不用等了，宿主，小糖宝确实是你的女儿。还有那个在你家的女人，她也不是什么普通的服务员，而是沈氏集团的千金大小姐沈路遥。哦，陆晨神情淡淡，那个女人确实很漂亮，他与她也确实有了个女儿，但是没有感情基础，一切都是白搭。他现在这个样子，根本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多活1天都是赚来的。宿主，别担心，我可不会让你死的，你等着我。感知到陆晨的心情，系统匆忙打了声招呼，就不见了踪影。陆晨这时已经到了军营门口，早早等在门口的陈斌立马走了上来。陈哥，你来了，快跟我去看看大黑。到了军犬疗养所后，陆晨刚走到门口，就从里面奔出来一只黑影。妞儿，慢点，慢点。陆晨蹲下身来，稳稳地接住了一只成年黑背德牧。听到陆晨对大黑的称呼，一旁的陈斌嘴角抽了抽，也就陈哥会对体长将近1米、身高也有半米高的大黑叫妞儿了。这家伙也就在陈哥身边的时候稍微会撒个娇了。是哪里不舒服还是什么？怎么就不吃不喝了？陆晨摸了摸大黑的头，语气温柔带着担忧。大黑在他的怀中呜呜地叫着，声音听着委屈极了。陈哥，我估计大黑是想你了。见此，陈斌猜到了什么。自打你退役后，大黑就一直是我照顾的，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精神这么好。他这么不吃不喝的已经有几天了，军医也来看过了，都没什么问题。陆晨也看出来了。我去打申请，这次就将大黑带回去。本来陆晨是打算一个人去打申请的，没想到大黑表现得异常黏他，最后他索性带着大黑一起去了首长的办公室。陆晨，你怎么回来了？身体恢复得怎么样？看到陆晨，首长表现得极为开心。首长，我的身体也就那样了。陆晨叹了口气，走上前去提交了申请。我想领养大黑。好，没有再问什么，首长十分干脆地在陆晨的领养申请上签了字。多谢首长。拿着申请，陆晨退出办公室。哎，多好的一个兵，怎么就……他身后未关紧的房门中传来一声叹息。回到司法鉴定中心后，陆晨也拿到了亲子鉴定报告单。综合鉴定结果分析，在一系列的属性下面是十分明确的结论。当前2份样本的吻合率为 99.99%， 确认双方存在血缘关系。糖宝真的是他的女儿，他真的当爸爸了。第6章，战神奶爸直播种田系统。陆晨还没回到村里呢，老远就看到有烟雾升腾而起。他心中奇怪，这还没到饭点呢，这是哪家都已经做饭了？乡下人虽说习惯吃得早，但也不会在下午2至3点就开始做饭的。等他到了村口，却听见了闹哄哄的声音。快去救火，陈娃子的院子着火了。妈，你先去，我这就开拖拉机去，车上还有几桶水没搬下来。陆晨仰头望去，这才发现浓烟正是从自己家的方向冒出来的。沈路遥跟小糖宝匆忙将车停稳，他就往家里院子的方向跑去。大黑见他跑了，也跟了上去。嗨嗨，咳。到了自家院门口，陆晨就看到个身材高挑的长腿美女正弓着身体在咳嗽，她旁边还站着个2、3岁的奶娃娃，正是沈路遥跟糖宝。你跟糖宝没事吧？咳的眼泪都出来的时候，沈路遥的耳边响起了带着关切的声音，有些耳熟。他直起身子来，连忙摆手，没事。嗨，就是被烟给呛到了。看到沈路遥的那张脸，陆晨当下就笑了起来。
你这脸是怎么回事？脸，我的脸怎么了吗？女人对于自己的脸都是十分在意的。沈路遥连忙从随身背着的小包里拿出镜子看了起来，这一看却让他也笑出了声。哈哈，我怎么就成脏成这样了？此时的镜子里哪有那个美丽绝伦的沈家大小姐，有的是个脸上都是黑灰的灰姑娘。妈妈，你的脸怎么了？小糖宝好奇地仰头看去，恰好也看到了沈路遥的脸。哈哈，妈妈成了大花脸了，羞羞。而这时陆晨突然想到了什么，你们俩从院子里出来的时候，有看到只熊猫幼崽吗？沈路遥摇头，没有，我没看到。小糖宝歪着脑袋想了想，糖宝也没有。糟糕！陆晨接过旁边帮忙村民手中的水桶，在沈路遥一脸吃惊的表情中，给自己来了个透心凉。这之后，他又从口袋里拿出个被水淋湿的口罩戴上。让沈路遥更加吃惊的是，那个男人竟然就这样冲进了浓烟滚滚的院子中。哎，快回来！张口想要喊人时，他才发现自己直到现在都不知道这个男人的名字。汪！大黑跟着陆晨紧跟其后也冲了进去。烟雾太大，视线受阻，陆晨根本看不到周围的景象。系统，帮我搜寻那只大熊猫幼崽的位置。听到大黑的声音从自己身后传来，陆晨同时吩咐道：妞儿，你如果闻到任何动物的气味，都要跟我说。汪！响亮的一声犬吠，像是在说没问题，交给我就好。宿主没在院中发现大熊猫幼崽的身影。陆晨此时也已经将整个院落都搜查了遍，同样没看到那只黑白分明的小团子。大黑在咬着他的裤脚往后拽，应该是在催促他离开。明白小家伙估计是自己悄悄跑了后，陆晨这才松了口气往回走。你怎么就突然冲进去了？那么危险！看到他出来，沈路遥连忙冲了上去。陆晨刚一张口，却眼前一黑，身体软倒了下去。你这是怎么了？陈哥，陈娃子，陆晨！鼻尖充斥着刺鼻的消毒水味道，陆晨有些不喜地蹙起了眉。他睁开眼时，不出所料地看到了刺眼的白色天花板。自己怎么到医院了？昏迷前发生的事情在脑海中闪过。他坐起身，一眼看到了趴在自己床边的一大一小，正是沈路遥与小糖宝。被动静惊醒的沈路遥见他醒来，十分开心。太好了，你终于醒了，真是吓死我了，头还是有些晕。陆晨靠坐在床头，声音有些虚弱。我昏迷了多久？3个小时吧。沈路遥先是递给陆晨一个枕头，接着又递了瓶矿泉水过去。陆晨确实是渴了，他接过矿泉水就喝了起来。喝完将矿泉水放回床头柜上后，他见女人看着自己一副欲言又止的表情，开口道：我的名字是陆晨，我身体确实有些问题，按照医生说的，半年后就算不死也可能就此瘫痪。这里陆晨指了指自己的头，里面有一枚弹片，刚好在神经元旁边，没办法取出来。这也是他退伍的原因，不是不想继续待下去，而是没办法继续待下去。亲子鉴定结果我拿到了，糖宝确实是我的女儿，可是我现在的状态可能随时都会昏厥，根本没办法好好照顾她。跟你说着话，陆晨的手悬在了小糖宝的头上。在被医生跟系统都判定无解的时候，他就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人都有一死，不过是早晚而已。我可以照顾他，而且我也不是什么服务员，我是沈氏集团的沈路遥，我可以请世界上最好的脑科医生来帮你治疗，你一定会没事的。我这就给灯塔国的戴维斯教授打电话，他在脑外科这方面的技术是世上顶尖的。愣怔片刻后，沈路遥也反应了过来。身为财团千金，她也不是什么完全没有经历过风雨的小女生。虽说听到真相后极为震惊，但是她也能第一时间找到问题的所在。不管怎样，人定胜天，总要试一试才行。陆晨冲这个绝美的女人摇了摇头，没用的，这个结论就是灯塔国的顶尖脑科专家戴维斯下的，除非真的有奇迹存在，不然我……陆晨的话还没说完，脑海中响起了系统欢快的声音：宿主，我回来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成功升级成了战神奶爸直播种田系统。通过直播你可以获得的震惊值，可以在我更新后的系统商城中购买各种物品。其中的灵泉水不但可以提高你的身体素质，如果长期饮用的话，还能治疗你身体中之前留下来的暗伤。最大的好处是，这些灵泉水可以一点点地溶解掉你脑海中的那枚弹片。第7章，爸爸，你不要怪妈妈好不好？让系统没想到的是，陆晨在听到这话时，第一个关心的并不是自己的身体问题。你说的这些什么灵泉水，是指对我有用，还是说对任何服用的人都有用？当然是对所有人都有用了。宿主，你是想到什么了吗？等我确定了所谓的灵泉水的效果后再说。爸爸，软萌的小奶音在身侧响起。陆晨立刻看向床边，糖宝却并没有
如同他所想的醒过来。小奶团子紧闭着眼睛，莲藕般的手臂朝前面伸着，像是要抓住什么一样，像是做噩梦了。唐宝看到你晕倒的时候，吓到了。沈路遥轻叹了口气，语气中带着心疼。她本就长得漂亮，这时候微微垂手叹气时，秀眉微蹙，娇软的声音里都带上了愁云。陆晨看着沈路遥那一截宛如天鹅一般白皙的脖颈，忍不住喉结吞咽了一下。充满了母性光辉的女人，比之先前更为美丽动人。见陆晨就那么盯着自己的女儿看，他忍不住提醒了一句：“你怎么就愣住了？唐宝在叫爸爸呢，小家伙在叫自己呢。”陆晨伸手握住了女儿在空中挥舞的小手。唐宝不怕，爸爸在。带着奶香味的小手肉嘟嘟、软乎乎的，刚一接触就让陆晨的整个心都跟着软了下来。这是他的女儿啊，女儿果然又香又软又萌，真是恨不得天上的星星都摘下来给小家伙。小唐宝揉着眼睛抬起头来，肉乎乎的小脸蛋上是自己压出来的红色印子。太好了，爸爸你醒了！一眼看到陆晨已经醒了，小奶团子欢呼一声，笑得露出两个深深的酒窝来。我醒了。陆晨沉浸在了小唐宝软乎乎的手感跟天真无邪的笑容中，干巴巴的回应。之前他没接触过这么小的孩子，现在看小家伙是感觉哪里都软萌可爱，恨不得直接抱到怀里才好。但他顾虑着今天不过是跟小家伙第一次见面，如果太过热情了可能会吓到小家伙，就将那种冲动给忍住了。可陆晨没想到的是，他忍住了亲近女儿的心情，某个小奶团子却没忍住与爸爸贴贴的念头。小奶团子蹬掉鞋，扭着小屁股像个毛毛虫一样爬上了床。唐宝给爸爸呼呼，爸爸就不痛了。拽着陆晨衣服站起来的小家伙摇摇晃晃的伸出小胖手贴在了陆晨的额头上，软乎乎的小手带着暖意，不但温暖了陆晨的额头，还温暖了他的心。陆晨一把抱住了小奶团子，谢谢唐宝，爸爸不痛，我们回家好不好？谁知道听到回家两个字时，唐宝却垂下头，委屈巴巴的对起了手指。爸爸，你不要怪妈妈，是唐宝肚饿了，妈妈才去给我做饭的，他不是故意将房子给烧了的。做饭？烧房子？小奶团子年纪小，语言组织能力还不算太好，但是陆晨微一细想就知道了他的意思。沈路遥羞的整个脸都泛上了一层薄云，他本来是打算是自己跟陆晨道歉的，没想到被小唐宝给说出来了。那个，我不小心把你厨房给烧了。说着话，沈路遥的脖子越垂越低，恨不得想找个地缝钻进去才行。他本来是准备给唐宝弄吃的来着，谁知道不会用农村的土灶，半天点不着火不说，最后更是把厨房给烧了，自己这脸简直丢大了。这人该不会就此觉得自己是个家务白痴、厨房杀手吧？这印象分全没了呀！没事，陆晨见他这样，忙安慰了一声：“我常年不在家，房子年久失修，本来就已经准备翻新了。你是不是没用过土灶？”只露出白皙景象的沈路遥还是不抬头，只从喉咙里发出一点点的气音。他已经尴尬到脚趾头抠出一个3室1厅了。唐宝，你看妈妈垂着头，像不像一个煮熟的虾子？陆晨捏了捏唐宝的手，示意小家伙去看沈路遥。哈哈，确实有点像。小家伙拍着手，软萌萌的小奶音里带上了笑意。沈路遥抬起头来，瞪了陆晨一眼。这个家伙，不过这么一闹腾，他心里的那点尴尬之意也没了。陆晨，你微聊多少？我给你转钱。他掏出手机，说得极其自然。陆晨却是一呆，转什么钱？我把你厨房烧了，当然是赔偿款了。等回去看看情况再说。陆晨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而是一把抱起了小唐宝。唐宝，我们回家了，家里有很多好玩的哦。好耶，要跟爸爸回家了。等回到靠山村里，陆晨先是进屋检查了下才出来，损失不大，只是灶台跟厨房全都熏黑了。我联系下瓦工过来，最多1周就能修好。他想着还能顺手安一个煤气灶，烤箱也可以安排上，平时可以给小唐宝弄点吃的。要不然我来联系吧。沈路遥摸了摸鼻子，陆晨不收他的钱，他还是觉得尴尬，怕陆晨不同意，他连忙又加了一句：“厨房是我烧的。”低垂着头，不敢正脸看人的沈路遥，一双长腿有些扭捏的并在一起，双手下意识的开始对手指，那小动作跟小唐宝一模一样。陆晨鬼使神差的点了点头。好。沈路遥立刻就开始打起了电话。爸爸，这里有一个洞洞。小唐宝软糯的声音响起。闻声望去，陆晨看到小家伙正蹲在院子的墙边。他走过去，眼尖的在洞边原处看到了几根黑白分明的绒毛。想必当时厨房烧着之后，那只熊猫幼崽团子就是从这里跑出去的。倒是个聪明的小家伙，就是往后没有毛团子乱了。唐宝真棒，等工人过来之后，我们就把这里堵上好不好？陆晨摸了摸唐宝的头。可是堵上的话，
是不是小动物就不能进来了？小奶团子眨巴着灿若繁星的眼睛，仰头看向陆晨。陆晨却在他的话中听出了什么。糖宝是看到有什么动物进到院子里来了吗？第8章，被人关心的感觉真好。呐，小糖宝乖乖巧巧的点头。我刚刚看到一只大黑狗从洞洞里跑进来了。汪！小家伙的小奶音刚刚出口，就有道狗吠声传了出来。妮儿，过来！陆晨一转头，就看到大黑站在自己身后。他笑着朝那个家伙招了招手。先前又是失火，又是进医院的，他确实还没跟大黑介绍小奶团子的身份呢。糖宝，这是大黑，是我养的狗狗。大黑，这是糖宝，是我闺女。陆晨自己不知道，说到闺女2个字时，他眉眼弯弯，唇角带笑，整个人温柔的不得了。这样的表情他自己看不到，却被一旁的刚挂断了电话的沈路遥给看得一清二楚。这人看着应该是喜欢糖宝的。大黑嗅了嗅鼻子，漫步走到了糖宝的身边，对着小家伙好奇打量的目光，他伸出了自己的一只前爪，那样子像极了在打招呼。糖宝，大黑在跟你打招呼了，这种时候你应该怎么做？沈路遥见小糖宝紧张地2只手都在拽着自己的衣角，小家伙澄澈的双眼里亮晶晶的，明显是一副想摸又不敢摸的样子。他忍不住蹲下来鼓励小家伙，要回应。小糖宝看着眼前跟自己差不多高的大狗狗，伸出自己的小手手，然后他的小手手就被一个毛茸茸的爪爪给摸了，软的。小家伙瞪圆了眼睛，下意识叫出声来。一触即分之后，大黑冲着陆晨叫了几声，眼神频频看向那个洞口。陆晨猜到这个家伙应该是有了什么发现，妞儿应该是发现了什么，这是让我跟他去看看呢。说完话，陆晨刚准备走，衣角却被一只纤纤素手给拉住了。下意识拉住人的沈路遥，直到被陆晨疑惑的视线盯上后，才觉出一丝不妥来。明明刚见面没多久，自己这是怎么回事？你刚从医院回来，身体还没恢复好，我跟你一起去。经过了一系列的头脑风暴之后，沈路遥才终于想到了一个好理由。对的，就是这样，他只是单纯担心糖宝的爸爸而已，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陆晨看了眼沈路遥身上的超短裙，摇了摇头。山上都是毒虫猛兽，路也不好走，你上去不方便。糖宝也跟妈妈在家里等着我好不好？陆晨抱起糖宝，在小家伙咯咯的笑声中将他递给了沈路遥。我去就回，你注意安全。沈路遥还是有些不放心。这个男人虽然个子高挑，丰腰圆背充满了力量感，但他还记得不久前这人晕倒在自己面前时的样子，真的是毫无预兆。再加上他又说自己身体里有弹片。好，那爸爸小心点，我跟妈妈等你回家。小糖宝的小奶音虽迟淡道。陆晨点了点头，眉眼里闪过一丝笑意来。被人关心的感觉真好，被美女关心的感觉就更好了，而被小棉袄奶声奶气的关心叮嘱就更好了。他朝着沈路遥指了指自己的手机，我就先上去了，你跟糖宝可以来直播间看我。哇，宿主，你的震惊值都已经有1000了，获得特殊奖励高清无人机1台。听到系统的声音，陆晨回到自己屋里，将奖励的无人机拿了出来。民用无人机操作起来很方便，他只是随便摆弄了一下，就已经知道了常用的操作方法。宿主，这个无人机已经跟你的脑电波绑定了，那些按键什么的都只是摆设而已。刚确定了那些摆设按键各自功能的陆晨。对了，盒子里还有个手表，宿主你记得带上。手表可以实时显示直播间的弹幕，同时也能监测宿主你平时的血压、心率之类的数值。陆晨戴上手表，控制着无人机飞起来后，与沈路遥跟小糖宝告别。我去跟大黑过去看看，回来的时候再带点嫩笋跟野味。晚饭我回来之后做。听到晚饭2个字，沈路遥的脸上又泛起了淡淡的粉。他极低极浅的应了声后，就又低下了头去。妈妈。小糖宝在沈路遥的怀中疑惑的开口，你是不喜欢爸爸吗？沈路摇摇头，没有不喜欢，但是好像又谈不上喜欢。毕竟与这个男人虽然孩子都已经生了，但实际上并不了解，不管是对方的性格、人品还是家世，全部都是一无所知的状态。糖宝的问题还在继续，那妈妈你为什么在爸爸跟你说话的时候低头不看爸爸呢？小家伙有些不理解。没有不喜欢，那就是喜欢啦。因为妈妈把你爸爸的厨房烧了，所以不好意思。伸手摸了摸小糖宝的头，沈路遥打开手机，点开了陆晨的直播间。郁郁葱葱的丛林中，一人一狗的身影极其清晰。哇，小哥哥，这是换了无人机吗？这清晰度简直牛 X， 这天空，这绿水，这环境简直就是人间仙境啊！楼上你认真的吗？原始森林里你是怎么看到天空的？咦，
陈哥，你这是从哪儿弄了个大黑呗？这体格绝对是成年犬了，你还是小心些好。看到这条弹幕的陆晨笑了笑，招呼大黑到自己的身旁。他将无人机的镜头对准自己跟大黑。这是大黑，我从小养大的，刚把他接回来。原来是这样，小哥哥，我是来看熊猫幼崽小团子的，怎么没看到那个小家伙啊？对，我也是来看小团子的。那小家伙做起来的时候，根本就是个三角形饭团，简直不要太萌。难道是来迟了？小团子被送回山上了吗？从昨天陈哥下播之后，我就一直在直播间蹲守了，这绝对是刚刚开始直播。就算是送小家伙回山上，这么好的题材主播肯定会直播的，我打包票不可能会偷偷送回去。就是那样的一个小萌物，可是流量密码呢？小家伙偷跑掉了，可能是自己回去了。陆晨的话音还没落，他耳边就听到了嘤嘤嘤的声音。第9章在于大熊猫幼崽。无人机的广角镜头中，从山上滚落下来了一个黑白色相间的小团子。汪汪汪！大黑当即就冲了过去。小团子撞到一棵树的树干后弹了下，慢慢舒展开身体。它先是露出了2个黑色的圆耳朵，接着又露出了那个极其具有辨识性的2个熊猫眼。可不是就是只可可爱爱、圆圆乎乎、胖头胖脑的大熊猫幼崽吗？嘤嘤嘤！刚刚缓过神来的大熊猫幼崽感知到了危险，立刻慌张地爬上了树。哈哈，小家伙这是被大黑吓到了。可不是，他爬上去的还是刚刚撞到自己的那棵树。这么可爱的大熊猫幼崽，那是肯定要被给弱哭的。这圆头圆脑的小模样跟胖乎乎的身体，我怎么感觉是之前夺主剥笋的那只？真的吗？真的吗？那只大熊猫幼崽竟然还有后续的吗？见到那个不明生物爬上树后，大黑也不叫了，他十分干脆地趴在了树下。1分钟、2分钟、3分钟，不论那只大熊猫幼崽如何嘤嘤嘤的叫，大黑是半点离开的意思都没有。哈哈哈，大黑这家伙有点意思啊。别人是守株待兔，大黑这是守株待大熊猫幼崽，啥情况啊？这大熊猫幼崽怎么还吃上了？陆晨抬头看去，就看到大熊猫幼崽在树上抱着一颗红艳艳的野生苹果，正在吃着。这小家伙是个吃货呀！他控制着无人机的镜头，将嘎吱嘎吱啃苹果的小家伙的全貌都展现在直播间里。哈哈哈，这是被大黑守着树下，所以直接摆烂了吗？怎么能说是摆烂呢？这明明是干饭时间。不过这个苹果怎么看着好小啊！哈哈，抱着苹果啃的小家伙真的好可爱。是啊，可爱到爆好吗？看到弹幕的陆晨随手摘了一个红彤彤的苹果，这是山里长得的野生苹果树，所以果实相较于我们平时吃的要小上不少，味道也是属于酸甜口的，很开胃。我们平时在市场上买的苹果都是经过栽培与改良的，所以果实更大，味道也更好。原来是这样，用不上的奇怪知识又增加了。第一，获得震惊值50；第一，获得震惊值100；第一，获得震惊值100。不绝于耳的系统提示声在陆晨的耳边响起，他冲着树上的小家伙笑了笑，便转身继续往山里走。而就在大黑离开树下的同时，那只小团子立刻就停止了进食的动作，啃了一半的红苹果被他毫不犹豫的就那么丢了下去。我去，这小家伙有点浪费啊！合理怀疑他是想要下树，因为想要下树，所以先把爪给腾出来嘛。哈哈，别说，还真有可能。不过我怀疑这个小家伙真的能自己下来吗？怎么说？对于国宝大熊猫来说，一般都是上树简单，下树难的呀。听到动静的陆晨回过身去，就看到小家伙2个前肢紧紧地抱着树干，另外2个小短腿伸得笔直，不断地往下试探，那样子像极了被困在高处不敢下来的小孩子，可可爱爱的样子，让他再次将无人机的镜头对准了过去。嘤嘤嘤，嘤嘤！小家伙试探了半天，身子几乎没动，就在那边委屈巴巴的直叫唤，就像是遇到了什么天大的难题一样。陆晨看着好笑，这小家伙看样子是不敢下来了。直播间的网友们哈哈哈的同时，也有人开口想要陆晨帮忙的。这小家伙太可爱了，陈哥你要不就帮他一下呗。哈哈，为什么我不在现场？我也想亲自抱小团子下来。笑死了，一看到大黑再次跑过去，小家伙立刻就将后腿全收了回来，紧紧抱着树干的小家伙看着有一丢丢的可爱啊。哈哈哈，小家伙我来帮你。说这话，陆晨当下就蹭蹭蹭的爬上了树。直播间的网友们这时候全部傻眼了。卧槽，陈哥你是猴子变的吗？这爬树速度简直了啊！就是，我也没眨眼啊，直播小哥怎么就已经爬上树了？这真的是人体极限可以达到的速度吗？特么比我在平地上走路都快啊！盲猜一波，这主播小哥的身份绝对不一般，这身手简直了呀！第一，获得震惊值200；第一，
获得震惊值300。第一，获得震惊值300。就在陆晨朝着小家伙伸出手的时，那个小家伙却非但没有下来，而是又往上面爬了一段距离。陆晨，他冲着小家伙无奈出声：“这就不认识我了吗？昨天你可是吃了我不少的笋呢。”是的，他已经从小家伙身上的黑白色分布规律认出了这家伙的身份。现在这个被困在树上下不来的小家伙，正是昨天夺自己笋的那只。鹰。小家伙疑惑地歪了歪头，像是不明白陆晨在说什么。他看了眼这个两脚兽朝着自己伸出来的手臂，这个两脚兽好像要够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呢？小团子很快就猜到了这只两脚兽的目的。他颤巍巍地伸出爪爪，够到了一个有些远的苹果，嘎吱咬了一口之后，他满意地眯了眯眼，紧接着便把这个苹果朝着那个两脚兽递了过去。陆晨，他伸手接过那个苹果，在小家伙期待的黑豆眼的注视下，也嘎吱咬了一口。不出他所料，是甜的。此时的弹幕上全是哈哈哈一片，哈哈哈！小团子有一点点可爱，连准备给陈哥的苹果都要自己先咬上一口。就是，这吃货的熊社锁死了。可不嘛，我家孩子有时候也会这样，苹果、梨子之类的水果，自己先咬一口后才会往我手上递。不是这样的。陆晨清朗悦耳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小家伙这样的举动不是因为舍不得，而是其他的原因。第10章，你这是赖上我了。这个小家伙是自己尝了之后觉得甜才会给我的。陆晨将苹果转了一圈，露出了之前那个被熊猫崽子啃出来的牙印。很多孩子也会这样，他们通常自己咬了一口之后觉得好吃，才会分享给父母以及亲人。卧槽，竟然是这样的吗？啊，真诚果然是必杀技，不管是小动物还是小孩子，都是坠落人间的天使吧。我家儿子小时候这样做的时候还被我说了呢，我欠那小子一个对不起。多谢主播，我真的是刚知道那些小家伙们是这样想的。其实除了孩子跟小动物之外，还有一类人会做这样的事儿。陆晨说到这里微叹了口气，斑驳的阳光落在他的脸上，让他的神色有些看不分明。我爷爷有严重的阿尔茨海默，他临去世的那几个月病情已经很严重了。他那时候不记得我，也不记得乡亲们，每天疯疯癫癫的。我还记得那会儿村子里有酒席，他吃东西吃得好好的，突然把嘴里的肉给吐了出来，想要给我吃。在周围的乡亲们都在谴责他的时候，旁边有个奶奶说：“陈娃子，你爷爷这是觉得好吃，所以才想要给你吃啊。杀我别用亲情刀。”我眼里进砖头了。第一，获得震惊值500。第一，获得震惊值400。第一，获得震惊值500。系统提示的声音再次在陆晨的耳边响起，同时伴随的还有从手表中响起的各种火箭与飞机等礼物的提示声。系统震惊的声音也在陆晨的脑海中响起。哇，宿主你好厉害！这才刚开播不到半小时，都已经收到了快1万的震惊值了。有网友因为陆晨的话而陷入了情绪中，开始在弹幕中讲述了自己的故事。说起来，我奶奶就是阿尔兹海默症。前几天我妈给我打电话，说奶奶她不见了。我连忙从城里回到了镇子上，我跟爸妈还有几个叔叔婶婶都快把镇子给找遍了，也没找到奶奶人。后来我恰好走到了小时候的幼儿园门口，却找到了奶奶。我跑上前去问她怎么跑到这里了，知不知道我们都担心死了。你们猜我奶奶她说什么？小老太太佝偻着腰，颤颤巍巍地从口袋里摸出了一袋子麦芽糖。她说：“我来接我孙女放学。”我就是奶奶的孙女，我明明就站在她的面前，可她却不认识我。当时我眼泪哗的一下就全掉下来了。哎，阿尔茨海默实际上最为难熬的是家人而不是患者呀。我记得之前在一本书上看到过。这时树上的熊猫崽子也慢吞吞地往下挪了挪自己的小屁股。陆晨3两口将那个苹果吃完，这才伸手去将小熊猫崽子给抱住了。好了，你自己玩去吧。一人一熊安全下树之后，陆晨摸了摸小家伙的圆脑袋，将它给放到了地上。嘤嘤嘤！让他没想到的是，小家伙嘤嘤嘤叫着，竟然直接抱住了他的腿。怎么了？嘤嘤嘤！你这是想要赖上我了？嘤嘤嘤！一人一熊说了半天，谁也不明白对方在说什么。到了后面，大熊猫幼崽放开了陆晨的裤腿，圆滚滚的黑白团子颠颠的往前跑几步后，就会回过头来看陆晨。陆晨站在原地不动，小家伙就嘤嘤嘤的直叫唤。而陆晨如果动了，他就立马回头往自己来时的路上跑。这下子陆晨明白了小家伙的意思，他这是想要自己跟他走呢。这小团子也太软萌可爱了，好聪明啊！我有理由怀疑这是皮套人。就是，看着看是想要陈哥跟自己走。这小家伙该不会之前就是有事儿才跑下山的吧？我更希望他只是单纯的肚子饿才下山的，不然一只无忧无虑、软萌可爱的大熊猫幼崽又为什么要历经千辛万苦下山来找两脚兽呢？重点
这还是只落单的大熊猫幼崽，身边并没有大熊猫妈妈跟着。你是懂信息分析的，这引导思考绝绝子，我已经在担心大熊猫妈妈的安全问题了。加10086，兄弟没分析之前，我只知道嗷嗷叫着大熊猫幼崽好可爱，我是废物，实锤了。兄弟你不是一个人，我也是废物，还有我。翻过这个小土坡之后，直播间中的画面也豁然开朗了。映入眼帘的是一片郁郁葱葱的竹林，风吹灵动，竹影婆娑，竹浪翻涌间传出哗哗的声响。这就是我家的竹林了。控制着无人机将竹林的全貌展现在直播间中，陆晨的声音带上了些许的自豪。之前我在直播间卖的春笋，就是在这片竹林中采摘的，绝对新鲜无公害，现摘现卖。哈哈哈，陈哥还记挂要卖笋呢？可不是，陈哥就别推荐你家的笋了，我们都是来看大熊猫幼崽跟你的。就是，以陈哥的这个颜值，那是妥妥的吊打现在那帮子小鲜肉啊！肩宽圆背丰腰，这体格绝对有料。嘤！大熊猫幼崽站在竹林中间，冲着陆晨一阵叫唤，小奶烟儿带着些许的急切。汪！陆晨耳尖的听见一道不同寻常的声音，这声音咋一听像是犬吠，但却与大黑平时的叫声不同。这声音更加的低沉，还隐隐透着些许的虚弱。他神色一动，连忙跟着小家伙的脚步追了上去。随着他不断的深入，那奇异的声音也愈发清晰了起来，贱货还有嘤的声音交杂在其中。虽然是同样的发音，但是却不同于大熊猫幼崽发出的小奶音，而是显得要低沉许多。走了没有多久，陆晨的眼中再次出现了十分显眼的黑白配色。第11章，卧槽，一只成年野生大熊猫。无人机飞得要快一些，上面的画面相比较陆晨看到也更清晰不少。直播间的网友们此时已经认出了这个黑白团子的身份。卧槽，这是成年野生大熊猫，合理怀疑这是刚刚那个小团子的妈妈。不过我怎么感觉这只成年野生大熊猫好像不对劲？陆晨已经闻到了空气中淡淡的血腥气，他这下直接跑了起来。等到了近前，他发现这只成年野生大熊猫的左前掌竟然被个捕兽夹给夹住了。按理说，因为山上就是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原因，整座山都是禁猎的，现在竟然出现了捕兽夹，陆晨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偷猎者。嘤！大熊猫幼崽嘤叫着，他灰头土脸的，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抱回来一个竹笋，放到了被困住的成年大熊猫身前。成年大熊猫本来在留意着陆晨这个突然出现的两脚兽，发现自己的崽子回来后，他先是将小家伙从头到屁股全舔了一遍后，这才去扒拉那个笋。熊猫妈妈这是担心小家伙呢，可不是，先看下崽子有没有受伤，紧接着才扒拉竹笋。大熊猫的咬合力极其强大，而且还是杂食性动物，主播小哥如果想救它的话，要千万小心了。就是陈哥你小心为上，实在不行的话就打林业局的电话。对，让专业人士来处理。陈哥你千万别逞强啊。是的，主播千万小心，大熊猫伤人的事件还是有的。网友们也看到了野生成年大熊猫的状态，全都为陆晨捏了一把汗。要是主播就这么不管不顾的上前，那说不定也要见红了。第一，当前总震惊值达到2万，奖励动物亲和力1级，系统商城开启。正当陆晨邹眉思索方法时，他耳边响起了系统的提示声。几乎是同时间，那只圆滚滚的大熊猫幼崽也嘤叫着，从成年大熊猫的身上爬了下来，跌跌撞撞地跑到陆晨身边。他一会儿回头看看自己被困的家长，一会儿又回过头来紧盯着陆晨，表情生动而有趣，萌哒哒的样子让人忍俊不禁。陆晨掰断一根春笋，递到了小家伙的面前。小家伙歪着头看了看他，接过笋之后，却抱着跑到了自己的家长身边。嘤！成年野生熊猫接过崽子递过来的笋，歪着头打量突然出现的两脚兽。这个两脚兽身上有令人舒服的气息。陆晨微微躬身，缓慢而坚定地朝着成年野生大熊猫的身边走。你受伤了，我来帮你解开束缚，别怕。到了距离野生大熊猫还有一臂距离的时候，陆晨停了下来，他再次掰断了一颗春笋，朝前方递了过去。这次伸手接的不再是小团子，而是成年野生大熊猫。直播间安静极了，弹幕也都失去了踪影。所有观看陆晨直播的人都下意识地屏气凝神，生怕有一点点的异动惊吓到成年野生大熊猫。这种情绪直到他们看着陆晨将捕兽夹取下才有所减退。刚刚我紧张的大气都不敢出，我也是，手机都下意识地拿进了不少。你们注意到没？主播的手很稳，也很有力，他拆卸捕兽夹的动作更是又利落又干脆。细思极恐，该不会这个捕兽夹就是主播放的吧？什么意思？主播为什么要特意在这里放个捕兽夹？这还用说，肯定就想着为了直播噱头而放的呗，不管抓到什么都能让他的直播间小爆一把。可不是，就小团子出现这么一会儿，
直播间的热度已经从最开始的1000涨到10几万了，哪有那么多的巧遇？很多时候都是提前设计好的。陆晨根本没管那些弹幕，这时候他正在用随身携带的瑞士军刀在削竹子。这只野生成年大熊猫的足胫骨骨折了，现在条件简陋，只能先给它做个夹板。简易夹板装好后，陆晨便开始打电话。喂，您好，请问是林业局的吗？是的，这里是林业局，请说。我在靠山村西南方原始森林里遇到了一只被捕兽加意外弄伤的成年野生大熊猫，烦请你们尽快派人过来。它左前掌上有贯穿伤，足胫骨也骨折了，我已经简单处理过了。一听是成年野生大熊猫受伤了，那边的接线员声音立刻就变了。好的，我这就上报上去，麻烦您后续保持电话畅通，同时如果可以的话，帮我们继续留意这只大熊猫的动向，别让它乱跑。好的。挂了电话，陆晨见那只大熊猫时不时低头往自己受伤的地方凑，应该是伤口疼，他想要舔舐。虽然说动物的口涎都有一定的消毒作用，但是现在伤口上明显已经有了腐烂的迹象，肯定混合着细菌。陆晨在旁边找到些竹叶，编在一起系在了成年野生大熊猫的腿上。妞儿，去帮我把家里的医药箱拿过来。在之后，陆晨朝着一直趴着旁边紧盯着野生大熊猫的大黑吩咐道。汪！大黑冲着野生大熊猫吠叫了一声后，才转身往村子里跑去。我怎么觉得大黑最后的那声叫不简单？我也觉得，总觉得那家伙在警告大熊猫安安分分的，不然利爪尖牙伺候。哈哈哈，利爪尖牙伺候可还行，突然有种霸道嚣张大哥的感觉。陈哥一直叫大黑妞，应该是只母狗。嚣张霸道大姐大，我可以。在等待大黑回来的时间中，陆晨一边投喂一大一小2只团子，一边在研究刚刚开启的系统商城。低级灵泉水，售价500镇金值1毫升，效果含有微量灵气的灵泉水，可以加速作物生长，同时也有一定的消毒恢复能力。陆晨当下就兑换了10毫升出来。哇，宿主你这是要给大熊猫用灵泉水吗？你的伤我一时半会儿死不掉的。装作从口袋里掏东西的样子，陆晨取出了装着灵泉水的小瓶子。澄澈透亮的灵泉水在阳光的照射下郁郁生辉，璀璨不可方物。第12章，这主播能处，有大熊猫他真上啊。陆晨将灵泉水小心翼翼地滴在成年大熊猫的伤处，那只大团子就像是知道面前的两脚兽是在帮助自己一样，他就那么靠坐在树干上，垂着头任由陆晨动作。外敷之后当然还要内服。陆晨将剩余的一半灵泉水给倒进瓶盖中，朝着大团子递了过去。他刚伸出手去，那只大团子圆滚滚的大脑袋就伸了过来。直播间本来就提着一颗心的网友们全被吓到了。卧槽，陈哥快跑，大团子要咬上来了！这锋利的大板牙看得我都幻痛了。天，这年头网红都这么拼的吗？这简直就是不拿自己的命当回事儿啊！这主播能处，有大熊猫他是真上啊！这么帅的小哥哥，哎，可惜了。我记得陈哥是在靠山村来着，我现在就打电话给林业局。等等，这大团子的嘴好像不是冲着陈哥的手去的。大团子目标十分明确，他确实不是冲着陆晨的手去的，他是冲着瓶盖里的灵泉水去的。不止大团子如此，那只原本在啃竹笋的小团子也一把丢了竹笋，颠颠的跑了过来。身高不够的大熊猫幼崽直接抱住了陆晨的裤腿，嘤嘤嘤的叫个不停。而这时的大团子已经将瓶盖里的低级灵泉水给喝了个干净。嘤！大团子不舍得将整个瓶盖底儿都给舔了一圈后，才抬起头冲着陆晨叫了一声，那模样就像是在说，怎么就这点我都还没尝出味道来呢。陆晨将瓶子倒过来，等了一会儿，才有一滴晶莹剔透的灵泉水顺着瓶壁滑落了出来。他刚想继续用瓶盖去接，不想大团子直接探头过来就开舔了。陆晨，行吧，反正都是给这家伙喝的，喝到肚子里就行，方法不重要。汪！陆晨！就在陆晨将空了的瓶子收进系统空间时，狗叫伴着女人清脆的声音同时传了过来。在之后，刚离开不久的大黑就出现在了直播间的画面中，雄赳赳气昂昂跑过来的健壮黑背的脖子上还挂着个医药箱。你儿真厉害！陆晨摸了摸大黑的头，丝毫不吝啬夸奖。肉眼可见的得到了夸奖的大黑身后的尾巴摇得飞起，毛脑袋也在陆晨的手底下蹭个不停。哈哈哈哈！这大黑背上一秒还是个威猛霸气的家伙，现在变成个撒娇精了。可不是，他变脸太快了。谁不喜欢被夸夸呀？能被在意的人认可就是最好的事情。你跟唐板怎么也来了？陆晨看到跟在大黑身后的沈路遥，疑惑开口。唐宝想看野生大熊猫。沈路遥抱着唐宝停在距离陆晨约有4、5米的地方。妈妈，刚刚唐宝要过来的时候，你明明说……话刚说了一半，唐宝的嘴里
就被塞了颗糖。小家伙后面说了什么，自然是听不清了。陆晨没发现沈路遥的耳垂微微泛了红，因为角度的关系，直播画面中并没有出现沈路遥与唐宝的身影。网友们只听其声，未见其人，一个个都十分好奇。我听到了小孩子的小奶音了，感觉最多也就2、3岁的孩子吧，这么小竟然就自己跑上山了吗？好危险啊！好清脆动听的小姐姐声音，这声音我爱了。有这么甜的声音，小姐姐肯定也长得很好看吧？陈哥根本不挑无人机的视角，我要看小姐姐跟小朋友。卧槽，小姐姐是奶团子的妈妈？问题来了，奶团子的爸爸是谁？不是吧，陈哥看着很年轻啊，这就英年早婚了吗？陈哥，我要看小姐姐跟奶团子。我也要看，我也要看。陆晨此时正在用医药箱中的东西给大团子的伤口消毒，根本没注意到弹幕。喝了灵泉水的大团子明显对他更亲近了些，甚至这家伙还顺手薅了旁边的一个竹笋往陆晨的怀里丢。陆晨，他有些惊讶于野生大熊猫惊人的智慧。小团子有样学样，也抱着一个竹笋放到了陆晨的脚边。谢谢。微笑着摸了摸小团子的脑袋瓜，陆晨熟练地将竹笋剥开，把洁白鲜嫩的笋心给递到了大小2只团子的嘴边。一大一小2只团子丝毫不带客气的张嘴就啃上了。这时林业局的人也来了，领路的正是村长。特意扛上来的大铁笼被放在了地上，众人又去掰了点竹笋放在笼子里。陆晨看得直心疼，这些笋可都是钱啊！他们在那边折腾了半天，连盆盆奶都拿出来了，但是大团子丝毫不为所动。为首的中年人有些为难地看向明显与大小团子较为亲密的陆晨。出乎他们预料的，陆晨竟然直接开口跟大团子说起话来。团子啊，你腿上的伤有些严重，只是刚刚那些简单的处理还不行。这些人是过来帮你的，你跟他们回去后，他们会帮你治伤的。你呢，什么都不用干，只要吃好、睡好、玩好就行，好不好？大团子一双黑黢黢的黑豆眼眨了眨，没什么动静。直播间的观众们被陆晨这一出也给整懵了。陈哥这是认真的吗？怎么就跟大团子说起话来了？成年大熊猫的智商约等于人类的3至4岁，基地里的大熊猫确实有能听懂饲养员话的。你也说了是基地里的大熊猫了，他们都是跟饲养员朝夕相处了几年，甚至10几年了。现在这只是野生的啊！我确实忽略了这点。不过看着大小2只团子的表现，智商都不低的样子，我感觉陈哥有戏。我也觉得。哼，我就笑笑，没看到这只野生成年大熊猫在用关爱智障的眼神在看主播吗？能从大熊猫眼睛中看出这么复杂情绪的你，也是有点牛逼的。那也比旁若无人的跟大熊猫说话强好吗？大熊猫动了，慢悠悠地啃完了陆晨手中的笋心后，那只成年野生大熊猫也动了下，只是他刚瘸着腿走了几步就停了下来。不仅如此，这家伙还顺势躺了下来，扭头朝着陆晨嘤嘤嘤地叫唤了起来。小团子也跑了上来，学着大团子的样子嘤嘤嘤叫。陆晨，这大团子是有点演技在身上的。第13章，你跟唐宝打算留下来吗？他上前几步，弯腰将大团子给抱了起来。在场的林业局众人与直播间的网友们已经全部傻眼了。卧槽，这只大团子看体格最起码有个200来斤了呀！关键主播他脸不红气不喘的，让我的感觉他根本就没怎么用力啊。举重运动员，你见过这么帅的举重运动员吗？哈哈哈哈！小团子紧跟着妈妈，自己也钻进笼子里去了。大团子，好爷可以吃上公家粮了。这种野外救治的大熊猫，后期伤好后应该会放归山林的吧？好像是。随着网友们的震惊，陆晨的耳边也一直响起系统的提示声：第一，获得300震惊值；第一，获得400震惊值；第一，获得500震惊值。多谢这位热心市民的帮助，等这只野生大熊猫的伤好之后，我们会将它送回来的。领头的林业局工作人员朝着陆晨道谢。陆晨摆了摆手，不用，这是我应该做的。这是我的名片，往后若是遇到类似的事情，你可以直接联系我。唉，陆晨接过名片。陈东海，林业局副局长。陈局长，是遇到了什么事情吗？像这种保护动作被捕受夹受伤的事儿，已经是这个月的第3起了。我们巡林员人手不够，像靠山村这边目前只有1个人负责。陆晨心中一动，不知加入巡林员需要什么条件。陈东海闻言不由得打量了陆晨几眼。小伙子，你有兴趣？巡林员可是很苦的，而且每日里都在山里跑，几乎不着家的。他说着，促狭地朝着陆晨眨了眨眼，往一旁站着的沈路遥看了过去。有兴趣。陆晨被闹了个红脸，他点了点头。陈局长，陈娃子的身手可是杠杠的，你刚才也看到他毫不费力地将大熊猫给抱起来了。张村长也在旁边帮着陆晨说话。行，
这件事儿我们往后再说，我先带这只野生大熊猫回去医治。好，陈局长慢走。送走林业局的众人之后，陆晨在自家竹林中又找出了几个捕兽夹来，他眼神微冷。村长也找出了个捕兽夹，气得直哼哼。这些天杀的，一个个的不去好好工作，就霍霍这些毛孩子，让我抓住，非要他们好看。村长，赶明儿早上我上山看看。哎，好。掰了几根竹笋后，陆晨却看到了几根无故枯萎的竹子。他站起在周边找了找后，发现了一个黑黢黢的洞口。陆晨朝着村长指了指那个洞口，看到那个洞口后，村长也了然于胸。两人一起合力，则将方圆3米左右地方的竹子都给砍了，弄出了片空地来。紧接着，陆晨便拿着东西在洞穴周围敲击了起来。咚咚咚，几声沉闷的声响过后，从洞中跑出来几只又圆又肥的小家伙来。那圆滚滚的小身体跟呆萌的样子，再配上细长的尾巴，极为有趣。陆晨眼疾手快，将那几只竹鼠都给用东西给罩住了。汪！疾风掠过，大黑也扑了只肥硕的大竹鼠。这下有口福了。陆晨拎起一只竹鼠看了看，此鼠乃 X 光滑圆润，当下就拿工具开始挖掘。下面应该还有幼鼠。果不其然，陆晨在下面找到了不少还没断奶的幼鼠。直播间的网友们被这一出突然的事件都给弄懵了。什么情况？主播怎么这就开始杀生了？就是本来还以为主播是爱护动物的，取关了。这应该是竹鼠来着，我记得好像是对于竹林有害。陆晨点了点头，这确实是竹鼠，以竹根与竹笋为食，肉质鲜美。如果任由它们繁殖下去，我这片竹林很快就毁了。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我也得回去做饭了。既然你们吃不到野味，我就不馋你们了。直播间的网友们，你人还怪好的嘞，怎么办？我已经开始馋了。走，回家吃饭。拿着满满的收获，陆晨走向沈路遥。听到回家2个字，沈路遥心里一动。习惯了家中冷清的他，许久没听到这2个字了。爸爸，这个可以吃吗？糖宝的小奶音引起沈路遥与陆晨的侧目。小家伙手上抓着个红色的野果，正在歪头研究。可以的，这是蛇莓。陆晨将东西放下，带着沈路遥与糖宝摘了些蛇莓。陈娃子，晚上你带着人上我家吃饭，让你婶子给你露一手。村长吧唧了一口旱烟，看到陆晨想要拒绝，他当下一瞪眼。你家厨房都那样了，怎么做饭？我打算弄个简易灶台的。陆晨摸了摸鼻子。走。回去的路上，陆晨与沈路遥并肩而行。橘黄色的落日余晖中，晚霞漫天。本来陆晨还怕沈路遥会对竹鼠肉有阴影，为此他特意下厨炒了个竹笋炒肉。没想到不止沈路遥，连糖宝都吃得极为欢快。你这样盯着我做什么？察觉到灼热的视线，沈路遥有些不好意思。你嘴角有饭粒。是另一边，陆晨与沈路遥在说话，村长家夫妻俩也在咬耳朵。陈娃子跟着丫头看着，怎么感觉关系不咋的？怎么就不咋的了？这娃儿都生了，你个老头子知道个啥子？我说不对劲就不对劲，那你要咋整？都是小年轻自己的事儿。这时，陆晨看向村长夫人，赵婶，我家没空房，您看今晚能不能让路遥跟糖宝睡您这？行。陈娃子，你家那房子怎么说了？要不要你张叔帮你找人来修？赵婶，路遥已经安排好了，您的心意我心领了。哎，好，有事儿你记得跟我们说。对了，陈娃子，你身体没事吧？今天下午怎么说晕就晕了？没事，就是冲进去后烟雾吸的有点多，缺氧了。那就好，那就好。你这孩子下次可不能那么冲动了，知道不？好，赵婶，我知道的。吃过晚饭，糖宝年纪小，早早的就睡下了。而陆晨与沈路遥也终于有了独处的机会。院中凉风习习，繁星满天。陆晨看着沈路遥的侧脸，开口问出他现在最关心的问题：你跟糖宝打算留下来吗？第14章，沈世安，时时安康，平安顺遂。你想让我留下来吗？星空下，沈路遥一双似羞似怯的桃花眼微微低垂。明明是我在问你问题，怎么就变成你问我了？陆晨有些无奈的笑了。他本就长相俊朗，立体的五官在淡淡的笑意衬托下更是出尘。刚刚偏过头来的沈路遥就这么撞入了那漫天的星辰里。身为财阀大小姐，沈路遥从小到大看过的帅哥不少，可陆晨的笑却与他所见过的人都不太一样。他的笑很纯粹，也很温暖。沈路遥就那么看着陆晨的笑颜出了神。过了会儿后，他才自言自语般的开口：我最近没什么事儿，就想给自己放个假。这里的风景好，空气清，而且吃的也不错。今天的竹鼠肉味道可是真的棒儿，我还是第一次吃呢。竹笋炒肉就不好吃了吗？陆晨听出了沈路遥的言外之意，朝着巧笑倩兮的美人儿眨了眨眼。也好吃，就是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吃到了。陆晨特意去加了个菜的事儿，沈路遥是无意中看到的。
那会儿他从厨房门口路过时，看到了在灶台上忙活的人。不止如此，他还听到了赵婶跟陆晨的说话声。陈娃子，咱们就这么点人，6个菜够了，你就别忙活了。赵婶，陆瑶跟唐宝从城里来，我怕他们俩吃不惯竹薯，我就再炒个竹笋炒肉。哈哈哈哈，好好好，咱们陈娃子可是个会疼媳妇儿的。唐宝大名娶了吗？陆晨的声音将沈陆瑶从回忆中唤了出来。娶了，跟我姓，叫沈世安。沈世安。陆晨将这3个字轻轻念了一遍。时间的时，平安的安吗？我想唐宝能时时安康，一生平安顺遂，是个好名字。唐宝是早产儿，刚出生的时候小小的一只，在保育箱里住了快3个月才出来，我当时都怕他活不下来。那时候沈陆瑶恨不得天天守在儿童监护室门口，向来不信神佛的他将各路神仙佛祖都求了个遍，为的自然是唐宝能够度过这个坎，可以平安顺遂的长大。现在回想过去，那些焦虑与煎熬还历历在目。那些个日夜里，他都是一个人熬过来的，现在都过去了。所以沈陆瑶并没有提到自己当时的焦虑与无助，而是微微仰头看向夜晚的星空。时间过得真快啊，现在小唐宝能跑能跳，能吃能喝的，长得也越来越好看了。你不知道，他刚出生那会儿脸皱巴巴的，跟个小猴子似的，小家伙现在白嫩嫩的，可漂亮了，哈哈哈。你看，这是小唐宝刚刚出生的时候。沈陆瑶掏出手机，打开朋友圈递了过去。连眼睛都还没睁开的小家伙，吃着自己的小手手，笑容明媚。朋友圈配文是：谢谢你，选择我来爱你。确实是瘦瘦小小的一小只，但是眉眼还是能看出来你的影子的。不，女儿像爸爸，他明显是更像你才是。他眼睛更像你，典型的丹凤眼。可是嘴更像你啊，小小巧巧的。两人就唐宝更像谁这个话题展开了一波激烈的讨论。说着说着，他俩却又不约而同地停了下来。好幼稚啊，我们俩。确实有点儿，哈哈哈。陆晨笑着，清朗而悦耳的声音却低了下去。你那会儿应该不容易吧？他眼前的沈陆瑶眉眼弯弯，笑意盈盈，可陆晨光是想想就知道一个女人带着个孩子不容易。沈陆瑶闻言却眨了眨漂亮的桃花眼，轻轻地笑了。还好吧，唐宝一直比较好带，文文静静的，也不怎么哭闹。我爸说，这小家伙跟我小时候完全不一样。据他所说，我小时候可闹腾了。我就一直在想啊，难道这个小家伙是随他爸爸？对上沈陆瑶看过来的眼神，陆晨开口了。我对于小时候钱的事情没什么印象了。据爷爷说，我是他在河边捡的，那会儿估计有个5、6岁吧。爷爷是护林员，一辈子没结婚，捡到我的时候还特意去荣城问了，也报了案。但是警察问了一圈都没找到丢了孩子的家庭。我当时受了刺激，什么事情都不记得了，天天的也不说话，只知道躲在爷爷身后。后来爷爷就办了个简单的领养手续，将我带了回来。爷爷人真好啊。是啊，他确实很好。你今天看到的那片竹林，就是爷爷一点点种下的。还有果园也是。每次看到竹影飘摇的竹林与果香洋溢的果园时，陆晨都会想到爷爷。我还没吃过刚从树上摘下来的水果呢，是不是特别甜？不全是，有的也会酸。两人又说了会儿话，陆晨就站了起来。时间不早了，我就先回去了。明天早上我上山一趟，可能回来的会比较晚。你就在张叔家里等我就好，到时候给你跟唐宝带好吃的过来。什么好吃的？沈陆瑶在听到好吃的3个字时，眼睛立刻就亮了起来。我也不知道，看明天能遇到什么吧。靠山吃山，主打的就是个未知。好，你回去的时候小心些，天黑路窄。见到陆晨往门口走，原本趴在一边的大黑也立刻站起身走了过来。走了，妞儿，咱们回家。一人一狗的身影逐渐远去，沈陆瑶就那么站在院门口，一直看着。在过来的飞机上，他设想过再次与这人见面后的相处，可能是相顾无言的沉默，也可能是被迫营业的尴尬，更可能是他设想过许许多多的情况，却唯独没有想到现在的情况。像是2个久未见面的老友，相谈甚欢，气氛融洽，又像是完全陌生的2个人，在一点点的试探，一点点的了解。这种感觉很奇怪，但是他却并不讨厌，相反还有些乐在其中。你这丫头，舍不得陈娃子走你就开口留人啊，现在连人影都看不到了。打趣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沈陆瑶的脸一下子就红了。赵婶，第15章，妖兽了，连这么小的猫仔都不放过。到家之后，陆晨先是洗了个澡，接着坐到电脑前，将直播视频中涉及到大小团子的片段给剪辑了出来，发到了自己的抖加账号上。甜心暴击，谁能不爱一只会递给你苹果的小团子呢？竹林惊现野生大熊猫，曾经的你喂养我长大，今天的我给你递笋。陆晨醒来的时候，台湾看了眼时间，
刚刚5点，他起身拉开窗帘，推开窗户，潮湿的气息扑面而来，雨后的空气格外清新，带着湿润的水汽。他这下倒是知道今天的该带什么山货回来了。陆晨简单洗漱一番，随便吃了点面包，又用镇静值换了50毫升的灵泉水喝了下去。清冽甘甜的灵泉水到达丹田位置时，让陆晨周身产生了融融的暖意。2次兑换之后，系统界面上显示的镇静值当下就见了底。陆晨无奈叹气，这个镇静值还是有些不够用啊。第一，当前抖加账号粉丝达到 3W 人，奖励镇静值 10W。 陆晨当下眼睛就亮了，这是瞌睡了就有人送枕头啊。他刚刚嫌弃镇静值不够用，这就又来了 10W 点。打开手机之后，陆晨发现他昨晚发的那几条视频播放量一个比一个高，尤其是小团子给自己递苹果的那个视频，仅仅是一晚上的时间，播放量就达到了 200W。 视频火了，连带着他的抖加账号粉丝也在不断的增加，同时货架上的笋也都已经售罄了。而下一秒，系统的提示声再次响起：第一，累计获得镇静值超过 10W， 奖励新手大礼包一个。是否现在开启新手大礼包？现在开启。第一，获得500毫升高级灵泉水，动植物图鉴大全，天宫开悟，从零开始当兽医，各1本。当前动物亲和力升为3级。是否现在学习3本技能书？学习。一阵玄之又玄的感觉之后，陆晨便觉得自己的脑海里多出了些东西来。恰好这时，大黑从院墙破损的小洞中钻了出来，他嘴里还叼着什么，隐隐露出一点白色来。妞儿，过来吃饭了。陆晨将狗粮倒在铁盆里，唤了声。大黑哒哒地跑到他身边，张口将嘴里的东西给吐了出来，竟然是只还没睁眼的小白猫。你怎么把人家的崽子给叼回来了？看清了那是什么东西的陆晨当即弹了下大黑的脑门。很多野生动物都是靠气味来辨别自家的幼崽的，通常来说，如果幼崽沾染到了其他的气味，那很可能被咬死或者是弃养。汪呜！大黑睁着一双乌溜溜的眼睛看向陆晨，他似懂非懂地呜咽了一声，低下头去，将小白猫幼崽用鼻子往陆晨的身边推了推。这时陆晨也看出了小白猫幼崽的不同来，小家伙进气少，出气多，小肚子也是瘪瘪的，像是饿了许久。陆晨走进房间，从药箱里拿出针管，吸了点灵泉水给小家伙喂了进去。像是知道这东西对自己好一样，连眼睛都没睁开的小家伙偏着头追逐着针管。陆晨却是没再喂灵泉水了，他拿出刚刚从屋里一并拿出来的舒化奶，用剪刀剪开了一个口子，一边继续用针管喂小家伙喝奶，陆晨一边打开了直播间。时间太早的原因，直播间里并没有多少人。哇，陈哥这么早的吗？我还没睡呢。没睡加1，我刚看完小团子偷竹笋吃的那个视频，简直不要太可爱。哈哈哈。咦，这是家里又添新成员了吗？哪来的银渐层小喵喵？好小啊，看着眼睛都没睁开呢。这么可爱的小猫仔，长大后颜值肯定也很高。日常一问，你们都是在哪儿捡到的小流浪？为什么我就遇不到？哎，这只小猫仔是大黑刚刚叼回来的，情况不是很好。他说着话，手里也不停，先从医药箱里拿出棉签，接着用温水湿润了下，就那么在直播间里堂而皇之的开始擦拭起了小猫仔的屁屁。哇，陈哥你不对劲，小猫仔我不干净了。刚来这画面有点污，妖兽了，连这么小的猫仔都不放过呀。眼见着直播间的弹幕越来越歪，陆晨开口解释，刚出生的小猫不会自主排便，是需要母猫来舔舐肛门口刺激排便的。但是这个小家伙明显是饿了许久，只能我用棉签代劳了。原来是这样，学到了，用不上的奇怪知识又增加了。等我憋不住宿舍了之后，我就养一只毛孩子。哈哈，我是打算从家里搬出去之后就养一只毛孩子。第一，获得镇静值300；第一，获得镇静值400；第一，获得镇静值500。接下来就看他能不能活了。喂完小猫仔之后，陆晨抬腕看了眼时间，这会儿刚刚5点30分，时间太早了，镇上的宠物医院肯定还没开门。我先去山上转转，等晚点再下来带小家伙去宠物医院看看，检查下他的身体情况。确实应该检查一下，主播想得很周到。不知道母猫是遇到什么事情了，怎么就能将小猫仔给遗弃了呢？希望小猫仔好好的，他还没看过这个世界呢。小猫仔仔，你要加油哟！在一片的祝福声中，陆晨直播间的礼物提示也响个不停。第一，当前直播间礼物流水累积达到3万，奖励盲盒大礼包一个，是否开启？开启。第一，获得精品猫狗专用羊奶粉1罐，动物幼崽养育指南、野生动物习性各1本。是否学习技能书？学习。感受到脑海中再次多了不少知识的陆晨，在脑海中呼唤系统：童子，你是不是暗箱操作了？这哪是盲盒啊，明明就是精准投放啊！
不管是羊奶粉还是那2本书，都是陆晨现在最为需要的。第16章，味道很好，上辈子吃过。我不是，我没有。听着脑海中系统的疯狂辩解，陆晨也没再继续问了。是与不是，事实也已经告诉他了。他进屋里将奖励的1大罐羊奶粉拿出来，用个小碗冲好拿了出来。沉迷干饭的大黑明显是闻到了味道，哒哒的跑了过来。陆晨摸了摸小猫仔的肚子，将碗里的羊奶给倒到了大黑的碗中。哈哈哈，合理怀疑主播本来是想喂小猫仔的，被黑贝给截胡了。不懂就问，看着像是刚刚冲泡的奶粉，是人喝的那种吗？据说猫狗幼崽都是只能喝羊奶粉的，主播看着像是一个人住，家里会有羊奶粉吗？说起来，为什么猫狗只能喝羊奶粉？我一直都比较奇怪这个问题。顺手撸了把大黑背的陆晨刚刚直起身体来，就看到了这条弹幕。猫狗天生乳糖不耐，它们体内的乳糖分解酶比较少，所以不能完全消化牛奶中的乳糖。而羊奶中的脂肪结构与猫狗的母乳相似，同时所含的乳糖也比较少，所以猫狗是可以喝的。正常来说，奶猫与奶狗小时候身体会分泌大量的乳糖酶来消化乳汁，所以那个时间段它们是可以正常吃母乳的。当幼猫在4至5周左右断奶之后，它身体里所分解出的乳糖酶就会逐渐减少并完全消失。另外，羊奶粉不等于猫狗专用奶粉，这点你们要记住。陆晨这番话下来，直播间的网友们的弹幕清一色的震惊体。卧槽，原来如此，竟然是因为乳糖不耐受。我也是乳糖不耐受，任何含有乳糖的东西都不能吃，什么奶油蛋糕啊，奶油冰棒啥的都是泪啊。我之前也奇怪来着，一直都说猫狗乳糖不耐，但是又为什么奶猫跟奶狗却可以正常喝母乳，原来是这个原因啊。今天的知识库又增加了。第一，获得震惊值400；第一，获得震惊值500；第一，获得震惊值500。这么一会儿功夫，陆晨已经给小猫仔用纸箱子做了个简易的猫窝来，将一些棉质的旧衣服铺在里面之后，他将小猫仔放了进去。乖，先在里面将就一下，等我回来带你去镇上的宠物医院。妞儿，你是跟我上山还是在家看仔？黑子抬起头来，一嘴的奶壶。他吧唧了下嘴，歪了歪头，伸出爪子拍了拍小猫仔。滴滴叫了几声后，他才跑到陆晨的身边。哇，妞儿这是跟小猫仔说再见吗？好人性化的黑贝啊，我想起小时候在军区大院里养的大狼狗了。那只狗对我们几个孩子特别好，也几乎从来不叫，我记得小时候还骑过。陆晨穿上雨披，背上竹篓，接着又从屋里拿了个弓箭出来。卧槽，不是禁猎了吗？主播你这是要做什么？童问，这弓箭看着就不一般啊。山上的动物们，喂，山上情况复杂，而且昨天还发现了捕兽夹，这弓箭防兽也防人。冷着脸说着话的陆晨将小猫仔连同纸箱子给放到了屋里。走着，妞儿，上山。今天一方面是看看还有没有漏掉的捕兽夹，另一方面我打算弄点山货下来。刚下过雨，蘑菇应该都出来了。哈哈，运气不错。你们看这是什么？刚刚上山没多久，陆晨便眼前一亮。无人机的镜头下是一丛傲立在雨中的菌菇，布满了纹路的伞盖下是白胖胖的伞杆。卧槽，这是羊肚菌，这玩意儿野生的特别贵，我还是小时候吃过现采现摘的来着。东边的云，长在城市中的我只吃过干货，哭了。陈哥，你这羊肚菌卖不？价格你开。第一，获得震惊值800；第一，获得震惊值1000。陆晨摇摇头，不卖，等寄到京城，估计也不新鲜了。东子，你想吃的话，可以找个机会来考山村找我。陈哥，不是我不想去，是去不了啊。家里一堆破事儿不说，老爷子还说要送我去商学院。我只想做个混吃等死的二世祖，不想过上没有尽头的日子。陆晨看到这小子的弹幕，只想摇头。回家继承千亿家产还不好？他是不懂这些富二代的脑回路的。拍了拍羊肚菌的伞盖，陆晨挨个将它们给摘了下来。越往山上走，收获越多。他接连发现了不少的羊肚菌，而寻常的菌菇也是发现不少。身后背着的竹筐很快就装满了。支起身子来的陆晨，眼角余光隐约看到些许的粉红色。他拨开脚边的枯枝烂叶，发现了一簇簇的粉红色的菌菇。哈哈哈，是有一颗少女心的菇菇。确实啊，粉粉嫩嫩的，这种颜色看着比较鲜艳，是不是有毒啊？这是变红蜡伞，是可食用菌。拍了拍伞盖，陆晨摘起一颗变红蜡伞，在手里让无人机拍了一会儿后，丢入了身后的竹筐中。这种学名不知道，但是还没人尝试过，有没有毒不清楚。没走几步，陆晨便在旁边的树干上发现了又一簇的亮粉色菌菇。相比较刚刚的粉红蜡伞来说，这一簇要小了很多，颜色也更加亮丽。味道很好，上辈子吃过。红伞伞、白杆杆，
吃完之后躺板板，好可爱的粉红色菇菇，比刚才那个看着漂亮多了。漂亮吧？毒性换的，确实很好看，看着就很不好惹的样子，哈哈哈哈。菌菇找的差不多了，中午可以弄个小鸡炖蘑菇，再来个羊肚菌鸡汤，巴适。山间雨势渐缓，清晰度也大了不少。他打算再去半山腰看看。第17章，惊现老虎尿，中午可以加菜了。看来这山上的偷猎者还不少。陆晨说着，弯腰从地上捡起了个东西。无人机的高清画面当下也实时投射到了直播间中。卧槽，竟然是烟头！这家伙竟然跑到山里抽烟，这是嫌命长了，还是想被套上银手镯？敢偷猎的，怕早就不要命了。说的也是，按说如果山上就是动物保护区的话，那巡山的人跟工作人员应该也挺多吧？怎么感觉很萧条呢？唉，陆晨将烟头放到随身带的垃圾袋中，重重叹了口气。村里的年轻人都去城市里打工了，现在留守的几乎都是老人孩子。老人体弱，孩子又容易出事儿，所以山上实际上已经许久没人来了。而且昨天陈副局长的话，相信你们也听到了，现在林业局也人手不足，巡山员数量有限，这也就给心思不正的人有了可乘之机。竟然有老虎尿！陆晨突然惊讶，迈步往前走去。因为他的这句话，直播间的网友们瞬间就不淡定了。卧槽，主播是在哪个山头上？这么危险的，竟然还有老虎出没！这主播有点拼啊，看到老虎踪迹后非但不跑，竟然还自投罗网。东边的云，陈哥，我知道你厉害，但是你别冲动啊，命要紧，那是老虎啊！第一，东边的云送出10个火箭。陈哥，你缺钱跟我说，别拿命开玩笑。刚刚弯腰捡起了什么的陆晨看到弹幕后一脸无奈，你们误会了，我说的老虎尿是这个。陆晨的手中是一株开着黄花的植物，这是一枝黄花，又称金柴胡、山后荷，是菊科的一种植物草药，我们山里人俗称叫做老虎尿。性凉，入肝、肺经，能消肿解毒，对于热毒所致的咽喉肿痛、黄疸、毒蛇咬伤等病症具有一定疗效。原来竟然有草药叫做老虎尿的吗？震惊我一整年，原来如此，刚刚真是吓到我了。我也是，差点以为主播要给老虎送饭呢。用不上的知识再次增加。第一，获得震惊值800。第一，获得震惊值1000。第一，获得震惊值1000。往山里又走了走，陆晨接连又遇到了不少的草药，他只采摘了些成熟的，而年份不够的都没动。同时他心里也一直绷着，因为老虎尿的特殊性，往往周围都会有毒蛇出没。汪呜！一声狗吠传来，陆晨连忙往前跑去。随着他的跑动，无人机的画面中也出现了黑子的身影。画面中，黑子正在跟一只足有手腕粗细的大蛇在对峙。说时迟，时则快，猛的一下，那只巨蛇就吐着信子朝着黑子咬了过去。大黑背也不甘示弱，弓腰猛扑过去。卧槽，蛇啊！咬人的狗不叫，黑子刚刚那声应该是故意喊陈哥过来的吧？黑子好猛，好精准的下口点，刚好咬在了7寸上。果然，主播不是寻常人，养的狗子也不一般啊。第一，获得震惊值1000。第一，获得震惊值1000。第一，获得震惊值1000。巨蛇很快便瘫软在了地上一动不动，陆晨却仍旧不放心的将弓给拉满了。妞儿，让开！电光火石之间，黑子刚刚退后，一支金刚箭便射到了巨蛇的7寸处。关键是角度分毫不差，箭簇刚刚好就卡在了大黑咬出的牙印上。卧槽，主播这是百步穿杨吗？6666，好精准的箭法。9999，因为6翻了。主播，你之前做什么的？这身手太厉害了。是啊，我还记得主播之前十分轻松的将那只野生大熊猫给抱了起来的事儿呢。第一，获得震惊值1200。第一，获得震惊值1500。第一，获得震惊值1500。第一，斗加粉丝达到4W，奖励随机抽奖1次，是否现在进行抽奖？随着系统提示声，陆晨的眼前出现了个半透明的大转盘样子的抽奖界面。现在抽取。大转盘在陆晨出声后随之转动，最后停留在了一个蓝色的界面上，那一格上面画着个水井的图标。第一，获得 A 级奖品，终极灵泉水井1个，是否具现在院中？具现。哇，虽然这个终极灵泉水井只是 A 级品质的奖品，但是却是你现阶段最需要的奖品了。有了这个水井，你之后用作治疗的灵泉水就不缺了。系统欢快的声音在陆晨脑海中响起。你这样按掉概率没关系吗？当然没关。话说到一半，反应过来的系统连忙改口。什么叫按掉概率？明明都是宿主你运气好才对。聪明如陆晨已经从系统的话中知道了真相。谢谢，我真的没做什么了。
系统仍旧在嘴硬，陆晨也没揭穿他。陆晨走上前来，将巨蛇的尸体翻看了一番，开始介绍：这是蟒蛇，无毒，没有毒腺跟含有毒液的牙齿，它们捕杀不需要毒液，而借助强大的绞杀能力。这么粗的蟒蛇，如果一旦被缠住，就算是水牛也没办法轻易脱身。你们看，这里的鳞片都已经剥落了，还有牙印，应该是在我发现之前，妞儿就跟蟒蛇打过一架了。今天收获不错，中午可以加菜了。这么大的蛇真的可以吃吗？我光是看着腿肚子就直打哆嗦。不是说山上是动物保护区吗？这么大的蛇该不会是什么保护动物吧？就是，主播别把自己给吃进去了，小心牢底做穿兽啊。陈哥，我记得好像国家有规定可食用蛇类来着，是哪些我记不清了。对，菜蛇就是可以养殖的，我朋友家就是做这个的，据说利润相当不错。椒盐蛇段可是一绝啊。第18章，陈哥，你还缺兄弟吗？蟒蛇是可以吃的，目前国家规定可以食用的蛇类有金环蛇、银环蛇、眼镜蛇、蟒蛇、黄脊游蛇等。大家想吃的话，一定要让专业人士处理，或者直接去那种蛇馆去，千万别自行捕捉，不然十分有可能捉到有毒的。答应我，别轻易尝试，代价你们付不起的。陆晨说着，单手轻而易举地将蟒蛇尸体拿起来，心中估算了下重量，收获不错，这家伙起码有个30公斤了。说到这里，陆晨有些犯难了。整个靠山村现在就没剩下几家人，都是老弱病残的，也吃不了多少。这么多蛇肉，到时候只能腌制了。东边的云，陈哥，你这蛇肉卖不卖？我想吃。榜一大哥发话之后，剩下的网友们也反应过来了。这主播不就是县城的一个专业捕蛇人士吗？想吃直接买啊！主播，给我来个1斤。我家里人多，给我来个5斤。东边的云，陈哥，我家里人更多，给我来个10斤。往山下走的陆晨看到弹幕笑了。他倒是忘了还有直播间的这帮子网友们在，多少蛇肉都不够分的。你们想吃的话我就卖点，我自留15斤，余下的按照35一斤上架，每人限购3斤，手快有，手慢无。就今晚8点吧，到时候你们记得过来买。东边的云，陈哥，你家里就你一个人，15斤根本吃不完吧？你要不考虑多卖点？我家里可不止一个人了。想到美丽大方的沈路遥跟可爱呆萌的糖宝，陆晨不自觉的嘴角浮现出笑意。东边的云，啥意思？我就1天没来，陈哥，你这是有情况啊？陆晨还没说话，已经有热心网友开始给榜一大哥解惑了。昨天陈哥的直播间里可是有小姐姐的声音哟，还有萌萌哒的小可爱，关键是小可爱还叫陈哥巴巴呢，就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看到。是啊，小奶音萌萌哒的，但是还听不出来是男孩还是女孩。东边的云，陈哥，你瞒得我们好苦啊，亏我们兄弟们还怕你一直打光棍不结婚呢，竟然不声不响的连玩都有了。第一，东边的云送出100个嘉年华并发送留言，陈哥，这是小弟我给嫂子跟孩子的见面礼。瞬间整个直播间爆发出绚烂的陆晨，你连面都见过呢，送什么见面礼？我缺不缺钱你不知道吗？东边的云，陈哥对不起，我错了，这些火箭就当做小弟赔罪的吧，我身家你也知道，都是毛毛雨了，信息量有一点点多。卧槽，平台一个嘉年华是3000，100个就是30万啊，分分钟30万就出去了，关键东哥还说是毛毛雨，这身价怕不是得1000万了吧？明显感觉东哥跟陈哥关系很好的样子。陈哥，你还缺兄弟吗？会吃会喝还会睡，浴室第一个跑的那种。哈哈哈，楼上你认真的吗？毛遂自荐都不会。我合理认为楼上是来搞笑的。第一，获得震惊值1800。第一，获得震惊值2000。第一，获得震惊值2000。第一，当前累计获得震惊值达到 15W， 获得一次随机抽奖机会。是否现在进行抽奖？晚点再说。第一，当前抖加粉丝达到 8W， 获得一次随机抽奖机会，是否现在开始抽奖？晚点。正是农闲的时候，又是下雨天，下山回去的路上，陆晨也没遇到什么人。他刚准备下播，手机却响了，是 V 聊的语音通话申请。看到大大的沈路遥3个字，陆晨连忙点了接听。刚刚接通，沈路遥焦急的声音就传了过来，隐隐的还有什么大型机器轰隆隆的声音。陆晨听着这个声音，却是觉得有些熟悉。陆晨，下雨路滑，装修队进不来，村里有宽阔点的地方吗？你要多大的地方？做什么用的？长跟宽都最起码要50米才行。听到沈路遥的这个场地要求，陆晨再联合了那隐约的轰隆声，心中有了个离谱的猜测。这个沈家大小姐应该不会做出那种事儿吧？一边疯狂将自己的想法赶出脑海中，
陆晨一边开口：“有，你去村里的道场就行，就在张叔他家前面点，你让张叔带你去，我等下就过去。”“好，我知道了。”电话挂断后，陆晨也朝着道场走去。道场在靠山村的正中间位置，平时农忙时用来晾晒稻谷，农闲时是大家聊天吹水的地方。要是村里有个什么事情，村会议之类的，也是在道场开的。小姐姐声音有点熟悉，好像是昨天的那个小姐姐。东边的云是嫂子吗？我马上就能见到嫂子了吗？我这就去充值，保证嫂子跟侄子或者侄女的见面礼绝对到位。瑟瑟发抖，榜一大哥要开始发力了吗？绕过几栋砖瓦房，陆晨的视线也开阔了不少。只是看着眼前的巨大钢铁，庞然大物，他是真的懵了。这个沈家大小姐真的是非常豪横啊，竟然还真给他猜中了。无人机在陆晨的控制下，也将这十分震撼的场面给实时展现在了直播间中。卧槽，我没看错吧？这天，原来小姐姐要场地大是这个原因，是我没想到的，这简直是毫无人性啊！东哥，快看有人砸你场子了！6666，路滑车走不了，所以选择这样进山吗？有钱人的脑回路我不懂。我妈问我为什么要跪着看直播，我说因为我收到了一点暴击。第19章，脸红边入桃花嫩，眉上轻归柳叶新。出现在直播间画面中的，赫然是个轰隆作响的直升机。雨已经停了，直升机的侧后方恰好出现了道无比绚烂的彩虹，美轮美奂，让人移不开眼。才怪！所有人的视线都集中在直升机上。卧槽，这是私人直升机？绝子，嫂子到底是什么有钱人啊？竟然让直升机送施工队进来！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东边的云，完了，越来越好奇嫂子的身份了，怎么办？陈哥，你别藏着掖着了，让兄弟看看呗。我绝对不说，已经开始羡慕了。陆晨的脚步停在了道场的边缘处，槽点太多，他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实在是被这沈路遥这波离谱操作给惊住了。陆晨，你回来了！惊喜的女声从一旁传来，正是发现了陆晨身影的沈路遥。有点事儿，我就先下了。在无人机的视角即将拍到沈路遥时，陆晨十分干脆地关了直播。别啊，陈哥，这就下了吗？就是，我们想要看嫂子。我刚刚就看到了一个裙角，哭了，我就眨了下眼，什么都没看到。哎，幸好我手快截图了。图片点 JPG， 裙角下面还有个美腿，吸溜。怎么就把直播关了？走上来的沈路摇了摇自己的手机，上面显示的画面正是陆晨的直播间。想关就关了。陆晨十分随意地耸了耸肩，这蟒蛇比我在直播间里看到的要大上好多啊！我可以摸一下吗？沈路遥看着陆晨肩上背着的蟒蛇尸体，双眼放光，跃跃欲试。这下子陆晨倒是惊讶了，一般女孩子不是都会对这些蛇虫之类的东西敬而远之的吗？你不怕？反正已经死了，我为什么要怕？沈路遥答得又快又响，十分干脆。而且你不是在我身边吗？我相信你。他说完后，朝着陆晨眨了眨漂亮的桃花眼，眼里水波荡漾。所以，陆大帅哥，我可以摸了吗？可以。陆晨将蛇尾朝着沈路遥递了过去。哇，原来蛇类的鳞片真的是滑滑的呀，这手感有点奇怪，冰冰凉凉的。是原来就是这么凉，还是因为已经死了，所以失温导致的？蛇类是冷血动物，所以活着的时候跟死亡后身体的温度都是一样的。原来如此，我知道了。陆晨，你懂得好多啊。我可以问你个问题吗？陆晨。可以。陆晨点头的同时又强调了一句，你问回不回答的选择权在我。哈哈哈哈！沈路遥当即就笑了。他笑起来时，脸颊边有两个明显的小梨窝，因为这两个梨窝的存在，让他美丽绝伦的脸在漾满欢快笑意时，而带上了些许乖巧的感觉来。你放心了，我不会问你什么奇奇怪怪的问题了。陆晨，你知道吗？陆晨听出来沈路遥还有未尽之言，只发出了个浅浅的鼻音。我找了你许久，但是不管怎么动用家里的关系跟人脉，都找不到你存在的痕迹。要不是糖宝软萌可爱真实存在，我都一度以为跟你相遇的那一天晚上不过是我的一场梦。你原来是做什么的啊？说到这里，沈路遥的声音突然压低了下来。如果你不想说，那就当我没问了。要是你是不能说的话，那你就眨下眼，这样我就知道了。在沈路遥满含着好奇与期待的眼神中，陆晨眨了下眼。因为保密协议的关系，他确实不能将自己曾经所从事的事情告诉沈路遥。好的，现在就还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在陆晨疑惑的视线中，沈路遥晃了晃自己手中拿着的蛇尾。你是想吃烤蛇肉还是包蛇羹？我让施工队带了煤气灶跟液态煤气过来，今天的饭我来负责。都可以，我不挑。
迎上沈路遥明媚的视线，陆晨的耳垂有些烫。好的，那就蒸、炸、烤、煮、炸全部安排上，等下就让你尝尝我的手艺。好，这次你可别再把厨房给烧了哈。那是意外了，意外。说起来怎么没看到唐宝？陆晨没看到那个软萌的小家伙，这时候倒是生出来了些许的担心来。他在家里睡觉呢，我手机上有房间的即时监控，如果他醒来的话，马上就能知道。而且我出来的时候跟赵神打过招呼了，没关系的。看着沈路遥打开手机上的即时监控界面，陆晨偏过头去，我可以看看吗？当然可以。哎呦！说着话的沈路遥下意识转头去与陆晨说话，不想他一个转头却直接撞上了陆晨的下巴。仅仅是一个碰面，某个养尊处优的世家大小姐便完败了。沈路遥眼中莹润着晶莹的水雾，连说话都带上了哭音。哇，你的下巴是什么做的？怎么这么硬啊？你不要紧吧？陆晨就看到沈路遥的白皙的额头上立刻泛了红，当下就有些手足无措起来。母胎单身的他在面对敌人与毒贩时都没有现在这样慌乱过。有句话叫做，当一个人比你更慌乱的时候，你就会瞬间镇定下来了。沈路遥现在就是这种感觉。他看到一直以来表现得十分镇定的陆晨突然慌乱起来之后，反而是唇角微翘，灿烂地笑了起来。我没事儿，就是猛地一下子被撞得有点狠。那我帮你吹吹。反应过来自己下意识说了什么的陆晨，恨不得直接找个地洞钻进去。什么叫帮你吹吹？沈路遥这么个身高腿长的绝世美女，又不是小孩子，她吹个什么呀吹？好啊！让陆晨没想到的是，沈路遥非但没拒绝，反而踮起脚来，迎上陆晨有些尴尬的视线。沈路遥原先只是额头红而已，后面却整个鹅蛋脸上都泛上了薄晕，当真是脸红边入桃花嫩，眉上轻归柳叶心。随着他越看越久，沈路遥脸上的绯色也越来越浓，他下意识地闭上了双眼，纤长的羽结在眼下刷出扇形的阴影，像是蝴蝶颤动的蝉翼，犹如被蛊惑一般。陆晨的脸也与沈路遥越靠越近。第20章，爸爸，我可以摸一摸他吗？大小姐，雨停了，我们可以动工了，不知道需要重新装修的是哪栋房子？就在陆晨即将触碰上那片礁岩时，有粗哑的中年人声音传了过来。沈路遥的眼睛瞬间睁开，陆晨也立刻后退了一步，让了开去。这也让他看到了迎面走来的中年人。天，这么大的蟒蛇！中年人的注意力当即就被陆晨扛在肩膀上的蟒蛇尸体给吸引了过去。陈叔，等会儿一起吃饭，尝尝我的手艺。沈路遥走上前来，态度显得极为熟人。大小姐，我就是个搞装修的，您这样折杀我了。陈叔，你这是哪里话？若不是你们，我们沈家的生意可做不到这么大。沈路遥与陆晨介绍道，这是陈叔，我们沈氏集团工程队中的扛把子，就我们家京城那栋50层的集团大楼都是陈叔负责的。陈叔，这是陆晨需要翻新的房子，就是陆晨的家，我们边走边说。好的，大小姐。你好，我是陆晨。伸出手与陈叔握了下后，陆晨转身带路，跟我来。主要是厨房需要翻新一下，另外我想麻烦你们帮我加盖一层出来，装修费我会按照市价付给你们的。好。推开自家院门后，陆晨便将背了一路的蟒蛇尸体给放到院中的地上。他先带着沈路遥去看了下小猫仔。吃饱喝足的小猫仔躺在纸箱子中，小肚子一起一伏地，睡得香甜。黑子从旁边窜了出来，躺在了纸箱子旁边，又叮嘱了下陈叔一些相关注意事项之后，陆晨才将小猫仔抱起来揣进了兜里。我得去带小家伙去趟镇上的宠物医院，蟒蛇你如果不会处理的话，等我回来弄。滴滴滴，类似闹钟的声音从沈路遥身上传出，他当下就疾步往门外跑去。唐宝睡醒了，陆晨紧跟着沈路遥也一起跑到了村长张叔家中。唐宝乖，妈妈马上就回来了哈，不怕不怕。两人进到院中，便听到了赵婶哄孩子的声音，没听到哭闹声，沈路遥在空中悬着的心也落了地。妈妈！就在他刚刚出现在房门口时，便有个小小的身影摇摇晃晃地奔跑了过来。小唐宝当下便扑进了沈路遥的怀中。妈妈在，爸爸也在。咦，爸爸口袋里有东西在动。小唐宝刚一抬头，注意力就被陆晨的口袋给吸引了。陆晨索性将睡醒的小猫仔拿了出来，因为有只小捣蛋在呀。陆晨将小猫仔托在手心中，蹲下身体，方便唐宝看。好小只的猫猫，小孩子普遍都喜欢毛茸茸的小动物，尤其是小猫仔连眼睛都没睁开，微微昂着头，像是在好奇自己周围的环境。爸爸，我可以摸一摸它吗？眼巴巴地看了小猫仔一会儿，小唐宝的小胖手伸了出来。不可以哦。陆晨摇了摇头，小猫仔现在太小了，而且它身上可能有细菌，爸爸准备带它去宠物医院去检查一下，
糖宝要一起过去吗？要。小家伙没有任何的犹豫，一个要字说得极为清晰清脆。那妈妈先给糖宝换衣服好不好？沈路遥伸出手抱起自家的乖女儿。好。被抱起来往房间走时，小糖宝还不放心的趴在沈路遥的肩头，朝着陆晨喊话：爸爸要等糖宝，我换衣服很快的。好，爸爸就在门口等糖宝。咱们村里好像没有这种花色的猫儿。陈娃子，你这是哪里捡的？不是我捡的，是大黑捡的。汪吴听到自己的名字，悄无声息跟在陆晨身后的大黑探出一个脑袋来，他微微歪着头，眼神里带着点疑惑，就像是在说：谁在喊我？我在呢。哈哈，陈娃子，你家的这只大黑狗可真通人性。说起来你可得看紧点，咱们村里之前就有看家的狗给人毒死了。赵婶，您放心，大黑聪明着，是不是？大黑，陆晨说着还摸了摸大黑的毛脑袋。汪！大黑应了一声，就像是在肯定陆晨的话。您放心，若是真有人敢胆打大黑的主意，您应该担心的是那个人，而不是大黑。你呀，话可不能说太满，知道不？赵婶不认同的瞪了陆晨一眼。赵婶，我知道的，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吗？对了，赵婶，等会儿中午您跟张叔一起来我家吃饭，我抓了只大蟒蛇，你家厨房能用了吗？要不来我家做？沈路遥牵着糖板恰好从屋里走出来。赵婶，我请了专业的施工队来，等我们从镇上回来后，厨房肯定就已经焕然一新了。今天中午您也尝尝我的手艺。小糖宝身穿粉白配色的阿迪运动套装，头上戴着个阿拉蕾棒球帽，帽子两边的白色小翅膀一晃一晃的，简直可爱极了。小糖宝真可爱。赵婶看到这样打扮的小家伙，立刻就夸了起来。赵婶儿也可爱。迈着小短腿的糖宝先是抱了抱赵婶，接着才走到陆晨的身边。小家伙昂着头，漂亮的如同黑葡萄般的大眼睛眨呀眨的，就像会说话一样。爸爸，我们走吧。走。陆晨用没摸过小猫仔的那只手牵住了小糖宝伸出来的手，肉乎乎的小手，软乎乎也暖乎乎的，就像小家伙给他的感觉一样，充盈着暖意。皮卡车是沈路遥开的，因为没有宝宝椅，糖宝直接就坐在了陆晨的大腿上。爸爸，这个是什么啊？是桃树，你看树上已经结出桃子来了，等到夏天的时候就可以吃了。爸爸，那个是什么啊？那是很凶的，糖宝不可以跑到他的旁边去，知道吗？一路上看到各种好看的花草跟不认识的动物，小糖宝都会好奇地问他们的名字，俨然化身成了个10万个为什么。而陆晨因为之前系统奖励的动植物图鉴，小家伙不管问什么他都能回答得上来，这也让开车的沈路遥越发觉得陆晨的身份不一般。原先一个人的路程有了人陪伴之后，时间就感觉过去得很快，转眼间皮卡已经到了镇上唯一的宠物医院门口。第21章，我怎么感觉他好像在求救？第一，斗家粉丝达到10W， 获得奖励，授予精通。皮卡车刚刚停稳，陆晨的脑海中响起了系统的提示声。哎呀，你又来了，等等我去给你拿吃的去。陆晨三人刚下车，就听到有个带着些许无奈的声音。爸爸，狗狗这是怎么了？它肚肚上怎么有个大包？小10万个为什么？糖宝在看到坐在宠物店门口的那只大黄狗时，再次发出了疑问。它肚子上的可能是肿瘤。同样看到那只大黄狗的陆晨仔细观察了一番后才开口。大黄狗全身的毛发都因为脏而纠结了起来，看不出是金黄还是浅黄。它瘦的皮包骨，但肚子上却长了个足有2个成年人拳头那么大的大肿瘤。就在陆晨观察大黄狗的时候，两句一模一样的话同时从小糖宝跟沈路遥的口中发出。它好可怜，它好可怜。小糖宝转身拽了拽身旁陆晨的衣服下摆。爸爸，我们救救它好不好？像是因为肿瘤太重的原因，大黄狗此时已经慢慢滑落了下来，只能躺在地上呼呼的喘气。听到了这话的大黄狗艰难地转头看向了陆晨等人，他乌溜溜的眼睛中水润润的，只是看着就让人心里揪得慌。我怎么感觉他好像在求救？沈路遥上前2步走到了陆晨的身边。陆晨点了点头，他就是在求救，估计是知道这里是宠物医院才过来的。看他的身形，估计年纪也挺大的了。穿着白大褂的中年人端着个不锈钢盆出来，走到了大黄狗的身旁蹲下。来，吃吧。大黄狗呜咽了一声，连忙艰难地抬起头吃了起来。唉，白大褂重重地叹了口气后，才重新站起身子，转而看向陆晨等人。这位先生说的不错，这只狗确实是在求救。它是半个月前突然出现在附近的，刚开始的时候只是在医院周围打转，大概1周左右吧，它才跑到我们的院门口。而发现了它的我，也第一时间将它带进去检查了。它的身体情况太差了，严重缺钙、贫血，而且有这么大的肿瘤在。
他吃进去的营养全部被肿瘤给吸收了，身体根本得不到任何营养的补充。最重要的是，他还伴有器官衰竭的症状。如果轻易动手术的话，很大的可能会下不来手术台。我学艺不精，根本不敢给他动手术。在院里待了快1周的时间吧，每次有猫狗进手术室，他都会在门口趴着，偶尔还会跟着我进去。但是发现我始终没有给他治疗时，他在某一天就消失了。在见到他的时候，是前几天，又瘦了不少不说，身上还多了不少的伤，连后脚都瘸了。我说到这里，看着最起码有30-40岁的白大褂捂住了自己的脸，隐隐有哭声传出。他不懂，当初明明是不想再有遗憾，才会选择了兽医这条路。可是真正做这一行时，才发现救助的最前线，同时也是有最多遗憾的地方。这时，大黄狗已经进食完毕了，它像是听到了白大褂的哭泣一样，艰难地站了起来，迈着蹒跚的脚步走到了他的身边。脏兮兮的大黄狗身上的毛都纠结成球了，它微微抬了抬爪子，轻轻地搭在了白大褂的鞋子上。轻轻的呜咽声清晰地从他的喉咙中响起，像是喃喃低语，又像是无声的安慰。与此同时，一道苍老而又沧桑的声音也在陆晨的耳边响起：没关系的，我都知道的，谢谢你给我的食物。他看了看呜咽着的大黄狗，想到了刚刚的系统提示声，自己这是听见了这只大黄狗的话吗？我好没用啊。白大褂看到那只脏兮兮的爪子，却是哭得更凶了。我试试吧。陆晨走上前来，蹲在了大黄狗的身前，他指了指那个肿瘤后开口：我有办法帮你把这个东西从身体上取下来，但是你可能会死，你愿意赌一下吗？大黄狗就那么定定地看着陆晨，缓缓地点了点头。汪吴，愿意，反正都是要死的，与其被折磨死，不如拼一把。好，那接下来的交给我就好。陆晨摸了摸大黄狗的头后，直接将其给抱了起来。他站起身来，看向从自己开始出生后便已经停止了哭泣的白大褂。你好，我想借你们医院的手术室一用。啊，可以的，没问题。白大褂连连点头，将陆晨一家迎了进去。医院的大堂不大，周围的货架上放着琳琅满目的宠物用品与宠物食物。白大褂带着陆晨等人穿过大堂，最后在一处写着手术室字样的房间门前停下。这边是我们院的手术室了，先生，您真的可以救这只狗吗？我会尽力一试。白大褂推开了手术室的门，并在墙边打开了白炽灯。好，需要我给您帮忙吗？不用，你还有其他事情要忙。陆晨说着，极其自然地朝着沈路遥的方向侧了侧身体。路遥，帮我把口袋里的小猫仔拿出来。啊，好。沈路遥连忙点头伸手。因为大黄狗的出现，要不是这时候陆晨提醒，他竟然就这么将小猫仔给忘了。这只小猫仔是我家的黑贝从山里捡的，麻烦帮我检查下它的身体状态。陆晨见沈路遥将小猫仔拿出来后，就愣在了原地，当下开口与白大褂叮嘱道：啊，好的。白大褂小心翼翼地将小猫仔从沈路遥的手中接了过去。你们都在外面等着就好，我一个人就行。说完这话，陆晨给了沈路遥一个放心的眼神后，独自抱着大黄狗走进了手术室。爸爸，你是最棒的，狗狗也要加油哦。小糖宝挥舞着拳头，给自己的爸爸跟大黄狗加油鼓劲。白大褂抱着小猫仔离开时，沈路遥并没有跟着一起走，他站在手术室门口前，一手拉着小糖宝，一手举着手机，打开了录像模式。一道玻璃之隔的手术室中，陆晨也已经将大黄狗放到了手术台上。第22章，爸爸，你的脸怎么黏黏的？陆晨从口袋中掏出一个十分常见的矿泉水瓶，旋开瓶盖，倒了一大杯到旁边的食盆里。来，先喝口水。大黄狗低头转瞬间便把那些水给喝了干净。到了最后，他甚至将整个食盆底都舔了一遍。汪吴，好甜的水，这是什么？我身上暖洋洋的，也有了不少的力气，可以帮助你更有希望活下来的东西。陆晨给大黄狗倒的是之前系统奖励的那瓶高级灵泉水。虽然他因为学习了那本从零开始当兽医之后，脑海中出现了很多关于动物救治的知识，但是真正动手术还是大姑娘上花轿头一次，而且一上来还是这种噩梦难度的，他只有把自己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才行。既然要救，那就一定要将成功率提高到最高才行。陆晨不喜欢失败，更不喜欢这种以生命为代价的失败。他见证的死亡太多了。这是吸入式麻醉机，你吸入后就会陷入沉睡，而我则会帮你把肿瘤拿掉。陆晨拿过一旁的吸入式麻醉机，给大黄狗介绍。大黄狗点了点头，十分配合陆晨的动作。在麻醉药剂的作用下，大黄狗很快便昏睡了过去，并没有直接开始手术。陆晨先将大黄狗的左前肢接上了旁边的生命仪器，实时监控下，更方便他第一时间了解大黄狗的身体状态。紧接着，他便拿过一旁的手术刀，开始了肿瘤的切除手术。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陆晨的手却一直很稳。沈路遥清晰的看见有晶莹的汗滴从陆晨的脸上渗出，陆晨丝毫不顾顺着脸颊滑落下来的汗水，他微抿着唇，双眼紧盯着那个巨型的肿瘤，手上动作不停，半点分心都没有。这场艰难而又难度极大的手术足足持续了5个多小时之久。等伤口最后一针缝好后，陆晨紧绷的心神也放松了下来。而这时，一直被陆晨过人的意志力所强制压下来的疲惫也排山倒海般朝着他袭来。眼前一阵阵地发黑不说，陆晨更是双脚发软，整个人都有些站立不稳。小心！随着一声惊呼，陆晨倒在了一个柔软的身体中。那触感与他经常接触的战友们硬邦邦的身体不同，很软，还很弹。陆晨有些疑惑的转身，这才发现站在自己身后的竟然是沈路遥。他一边因为害羞而涨红了脸，一边双手却仍旧坚定地扶住了陆晨后倾的身体。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看清楚自己撞入的是什么部位后，陆晨的脸也在一瞬间红了起来。他几乎是立刻就从沈路遥的怀中弹了出去。我知道。沈路遥呼呼地喘着气，眼睛紧盯着自己的脚面，根本不敢看陆晨。他怎么都没想到，不过是顺手接了下人，怎么就撞到那里了呢？你是什么时候进来的？手术顺利吗？同一时间，两人不约而同地开口。发现这一情况后，他们又同时停了话头。你先说，你先说。再一次在同时间开口后，陆晨与沈路遥两人都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从刚刚起，就在两人间弥漫的尴尬气氛，也在这笑意中被尽数驱散。这一次，陆晨斜靠在柜子前借力，示意沈路遥先开口。我是在手术进行了2个小时左右后，你脸上、脖子上都是汗的时候进来的。说着，沈路遥挥了挥自己手上拿着的抽纸巾，那里只剩下了半包，而他脚边的垃圾桶里全是丢弃的纸巾。陆晨自然明白了沈路遥的意思，他应该是怕汗水太多会干扰到自己手术，所以才会进来的。很可能沈路遥已经帮自己擦了许久的汗了，他因为心思全在手术上，所以并没在意。谢谢。朝着沈路遥真诚感谢之后，陆晨却是有些不可思议。我竟然花了2个多小时吗？不，沈路遥摇了摇头，是花了将近5个小时。手术顺利吗？缓了一会的陆晨状态明显好了不少。他瞥了眼显示屏幕上大黄狗的各项生命体征，挺顺利的，他的生命体征也很平稳。但是现在还不能完全放下心，后面他还可能面临伤口感染的问题，那是一道坎，后面的要靠他自己闯了。咚咚咚，敲门声响起，紧跟其后的还有个小奶音。爸爸妈妈，你们累了吗？糖宝给你们送牛奶了，请进。陆晨的话刚落地，手术室的门便被推开了。最先冒出来的是一个毛茸茸的小脑袋，正是2只手各自拿着一盒牛奶的小糖宝。妈妈，你辛苦了。发现爸爸妈妈并没有站在一个方向之后，小糖宝先是冲向了沈路遥的方向。谢谢糖宝。沈路遥接过牛奶，吧唧亲了一口带着奶香的小家伙。糖宝，爸爸累了怎么办？陆晨有意逗弄小家伙，那也给爸爸牛奶喝。小家伙立刻转了方向，哒哒哒地跑向陆晨。谢谢糖宝。就在陆晨接过牛奶之后，却没想到糖宝的小奶音又响了起来。爸爸你头低一点。不明所以的陆晨刚低下头，就被人类幼崽给偷袭了。小糖宝踮起脚尖，吧唧一口亲到了他的脸上。糖宝亲亲就不累了。陆晨直接就愣住了，这是小家伙第一次主动亲他。虽然被糊了一脸的口水，但是独属于人类幼崽软嫩皮肤的触感与淡淡的奶香味，却在陆晨的心间留下了一道涟漪。那种感觉很难形容，像是春天山谷中所有的野花同一时间在眼前绽放的喜悦，又像是有无数道五彩斑斓的烟花在眼前绽放时的惊讶与猝不及防。爸爸，你的脸怎么黏黏的？小糖宝说着还咂了咂嘴，好像还有点咸。哈哈哈哈！因为小家伙可爱的发言，在场的3个大人全部情不自禁的笑了。陆晨刚刚做手术的时候脸上都是汗，可不就是咸的吗？第23章，他不用继续流浪了。手术情况如何？还顺利吗？白大褂上前几步看向陆晨，说完话后，他的目光更是从电子仪器的显示屏上转向了仍旧昏睡着的大黄狗身上。还可以，接下来就靠他自己了。陆晨朝着白大褂伸出手去。你好，我是陆晨，之前我送来的那只小猫仔情况怎么样？陆先生你好，我是陈丰源。小家伙情况很好，就是有些虚弱而已，没什么大事儿。谢谢了。不敢当不敢当，我应该感谢你才是。陈丰源说着话再次看向大黄狗，是您给了他活下去的机会，我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儿，希望他能熬过这一关。陆晨抱起大黄狗，不知道贵院的宠物住院部在哪儿？跟我来。陈丰源当即走在前面引路。妈妈，狗狗怎么一动不动啊？
小唐宝拽了拽沈路遥的衣摆，他有些担心大狗狗，因为他睡着了，等一会儿就会醒了。沈路遥将小家伙抱起来，故意落后了2个男人一步，开始跟小家伙咬耳朵说悄悄话。爸爸把大狗狗身上的大包包给拿掉了，是不是特别厉害？随着唐宝点头的动作，他头上阿拉蕾帽子两边的白色小翅膀也开始晃动。所以等下唐宝要去夸夸爸爸哦，好不好？好。重重的点了点头后，小家伙却犯了难。可是妈妈，我应该怎么夸爸爸啊？你可以这样。母女2人商定之后，沈路遥才抱着小家伙跟了上去。抱着大黄狗的陆晨因为职业习惯，看似只是普通的走路，实际上已经暗自将整个宠物医院的情况尽收眼底了。除了陈丰源之外，他并没有看到其他人。整个宠物医院收拾得很干净整洁，隐隐还有淡淡的消毒水的气味。宠物住院部的环境也是十分的干净整洁，几乎闻不到一丝的异味。笼子里关着的几只狗子在看到陈丰源的时候，全都兴奋地摇起了尾巴。种种迹象都表明，他是真的很好在照顾这些狗子们的。放在这个笼子里就好了。好。陆晨将大黄狗放进笼中后，陈丰源从一旁的药剂房中拿出药剂，调配了几瓶点滴给大黄狗挂上了。他的医药费你算一下，到时候我出。看着大黄狗一起一伏的肚皮，陆晨开口。不，陈丰源连忙挥手拒绝，不用陆先生您出的，这点钱我还是有的。可是我想带他回家，他不用继续流浪了。陆晨不知道这只大黄狗经历了什么，可是刚刚在动手术的时候，他发现这只大黄狗身上全是被人类虐待的痕迹，甚至连它的2个耳朵都没了耳朵尖儿。这或许就是大黄狗最初在宠物医院周围转悠了将近1周左右才决定上门的原因。可哪怕经历了这些，他还是相信人类会想要向人类求助。而且不管是从声音还是从牙齿来看，陆晨都知道这只狗已经很老了，他不想它继续流浪下去。那他的所有用药我都按照市价的5折来给您算。只是听到那句我想带他回家几个字，陈丰源就明白了陆晨的意思。他当即说道，像是怕陆晨会拒绝，他慌忙补充道，对于救助流浪动物的人，我都会这么做的，我也想为他尽一份力。好。小猫仔在哪里？你这里有猫包吗？有的。在陆晨踏出房间时，他听见了一声虚弱的犬吠声。多谢。彻底清洗消毒之后，陆晨与陈丰源大堂走去。没走几步，陆晨便听到了前方的说话声。原沈路遥正带着小唐宝在挑选猫包。唐宝，你看这些包包哪个好看？小唐宝用小胖手托着自己的下巴，想了半天才开口，都好看。不过妈妈，这些包包是做什么用的？怎么都能看到里面？沈路遥刚准备回答，陆晨的声音便从他身后转了出来。这些包包是带猫猫出门时候用的，因为怕它们害怕，所以就留了个让它们能看到外面的地方。爸爸，你回来了。小唐宝听到陆晨的声音，第一时间转身，哒哒哒的扑过去抱住了陆晨的小腿。他弯腰抱起小家伙。我回来了。唐宝觉得哪个包包最好看？那个有粉色芭比公主的。陆晨顺着小家伙的手指看过去，看到了个特别粉嫩可爱的太空包。陈医生，我就拿这个。哎，好。之后陆晨又买了猫狗的狗粮、罐头、湿粮、狗狗饼干等宠物专用食物，包括玩具球、飞盘、逗猫棒、激光灯等一系列的玩具，他也都没放过。最后陆晨还加上了化毛膏、驱虫药以及一些宠物的常备药物，不知不觉间就买了一大堆。考虑到小猫仔的情况，陆晨更是买了个恒温箱。在这一过程中，小唐宝也出了不少力。他再次化身为10万个为什么，每次问清楚了一项东西的用途之后，都会将其往购物筐中丢。最后结账价格出来的时候，陆晨发现就算是按照5折算，也明显要比市价低上不少。他也没说什么，而是在付完款之后，将微信好友的2维码打开，递到了陈丰源的面前。这是我微信，往后如果还有这种比较复杂的情况，可以联系我。我就住在靠山村，另外我也会定期来看那只大黄狗的。好。加完了微信的陈丰源从收银柜台的抽屉中拿出了一张金色的卡，递给陆晨。陆先生，这是我们院消费满5000赠送的 VIP 卡，可以打8.5折。卡我就不用了。对上陈丰源不解的视线，陆晨眨了下眼睛。我刷脸就行。好。所有购买的东西都被放到了后备箱中。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陈丰源开口，我现在将小猫仔从恒温箱中拿出来。陆晨叫住了他，先不拿，我还要在镇上买些其他东西。路遥，你跟唐宝的换洗衣服跟生活用品还差哪些？我们在镇上补齐了再回去。第24章，唐宝不怕，妈妈在。缺的很多，镇上有母婴用品店吗？
沈路遥最开始并没有打算找到陆晨后待在这里，所以带来的随身物品都不多。他最开始留下，是因为父舅自己将陆晨的厨房给烧了。再后来，是对这个神秘的男人产生了好奇，他想知道对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又为什么会这么多东西。可是越接触，他越觉得这个男人身上的迷雾越多，就包括刚刚陆晨给大黄狗开刀时的样子，简直让他移不开视线。果然，工作时的男人最帅，尤其是汗水顺着男人几乎完美的下颌线流下，最后隐没在衣领处时，简直性感的要命。有，走吧。陆晨不知道，在这电光火石间，沈路遥已经想了这么多。他一手牵着小糖宝，一手往前方指了指，前面有个小型商业街，里面就有家母婴用品店，但是店面比较小，东西可能不太全。没事儿，我们先去看看吧。沈路遥极其自然地牵起小糖宝的另一只手，夕阳下，两大一小三人的影子拉得很长，这么一幅画面在其他人眼中，俨然就是一家人的样子。小糖宝先是往左边看了看妈妈，再是往右边看了看爸爸，突然就笑了起来，银铃般的笑容极其富有感染力，充满了纯真与活力。陆晨不知道小家伙笑什么，有些奇怪地停下了脚步。糖宝是想到什么开心的事儿了吗？怎么突然这么开心了？嘿嘿，不告诉爸爸。小家伙脸上的小奶标随着他骄傲昂头的动作颤了颤，简直可爱到犯规。想入啊！陆晨忍了又忍，最后实在是忍不住了，他伸手轻轻地捏了捏小家伙的胖脸蛋儿。为什么不告诉爸爸啊？爸爸真的很想知道小糖宝到底在偷笑什么，怎么办呢？哎呀！被偷袭了的小家伙惊叫了一声，眼睛都瞪圆了。小糖宝抽出被陆晨拉着的那只手，生气地指向陆晨的方向。爸爸，你偷袭！沈路遥蹲下身子，晃了晃自己牵着的那只小胖手。糖宝不可以这样指着爸爸哟，知道不？你有开心的事儿不想告诉爸爸的话，那就跟妈妈说好不好？悄悄地说，妈妈保证跟爸爸保密。沈路遥故意偏过头瞥了一眼陆晨，不仅如此，他还动了下身体，挡在了糖宝跟陆晨的中间。被妈妈轻声哄了后，糖宝的心里明显是动摇了。小家伙再次确认了一遍，妈妈，你真的不会跟爸爸说吗？你说话要算话的，不可以偷偷告诉爸爸哟。沈路遥连连点头，这说与不说，那肯定是他说了算的。看小家伙这么煞有其事的样子，他原本还没什么，这会儿却越来越好奇了。不知道小糖宝到底是想到了什么呢？得到了保证的小糖宝将嘴贴到了沈路遥的耳朵边，开始说起了悄悄话。因为小家伙特意压低了声音，再加上说话也是带着小奶音，本来小孩子说话就有些黏黏糊糊的，再加上生怕旁边的陆晨听见小糖宝说的又急又快，陆晨根本就没办法听清，他只隐约听到了爸爸两个字。这时候他很希望小家伙没有跟沈路遥一起咬耳朵，这样他就能够通过唇语来知道糖宝到底说了什么。随着糖宝的话，沈路遥白皙的脸上浮现出了些许的绯色，最后他揉了揉小糖宝的头，你这个小精灵鬼儿，嘻嘻，俏皮的伸了伸舌头，小糖宝再次笑了起来。这波小插曲过后，陆晨低头朝着小糖宝开口，糖宝爸爸教你一个好玩的游戏好不好？游戏两个字对于任何孩子来说都有绝对的吸引力。小家伙立刻重重点了点头，糖宝要玩游戏。沈路遥虽然没说话，但是一双与糖宝完全一样的眼睛也紧紧盯着陆晨，明显也是好奇了。来，糖宝把两只脚缩起来，爸爸带你飞。让陆晨没想到的是，刚刚还跃跃欲试的小家伙在听到飞字时脸色就变了，他更是下意识往沈路遥的身后去躲。这是怎么了？对于这样的情况，陆晨有些不明所以。糖宝不怕，妈妈在。沈路遥顾不上跟陆晨解释，立刻将糖宝抱起来，他一手托着小家伙的屁股，一手在其后背上轻轻拍抚。小糖宝也一反常态，双手紧紧地搂住沈路遥的肩膀，小小的身体也在微微颤抖。这下陆晨看出来了，小家伙应该是怕高，这么大的反应，估计是之前受到过什么刺激。将这个事情暗暗记在心中，陆晨决定回去后找个机会问下沈路遥。不管是什么事情，看来对于小家伙的影响都很大。经过沈路遥的一通拍哄后，小糖宝也平静了下来。卖糖话喽，12生肖，应有尽有，小朋友要来一个吗？卖面人啦，猪八戒、齐天大圣，还有哪吒三太子，保证要啥有啥。麦芽糖、扭扭糖，童年的回忆，走过路过别错过呀。恰好这时，吆喝的声音从前方传来。陆晨抬眼看去，竟然发现商业街前面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了不少新的摊位，上面卖的还都是他小时候特别好奇，现在却几乎看不到的民间艺人。不管是糖画、糖人，还是麦芽糖跟扭扭糖，都是他童年可触不可及的奢侈品。小糖宝的注意力很快就被这些新奇的东西给吸引了过去。妈妈，放我下来！
小家伙不安分地在沈路遥的怀里扭动，小脸上满满的好奇。被放下来后，他更是哒哒哒的就冲着那几个摊位跑了过去，甚至小家伙还扭过头来催促陆晨跟沈路遥：“爸爸妈妈，你们快一点跟上呀！”这个小家伙。陆晨与沈路遥相视一笑，也抬脚跟了上去。小唐板停在了一个捏面人的老爷爷的摊位前，双眼目不转睛地看着老爷爷不停动的手。老爷爷慈眉善目的，山羊般的胡子在微风中轻轻晃动。他也看到了唐宝这个可可爱爱的女娃娃。第25章，他们一家子，你斗不过的。布满皱纹的手指上下翻飞间，一个个五颜六色的面团被他给搓成各种造型，安在了戳在棍子上的面团上。小唐宝看得目不转睛，漂亮的大眼睛一眨不眨的。他双手撑在桌面上，将头探出去，想要看得更清晰一些。脸上的小奶标随着小家伙的动作轻轻颤动，就像是个画中走出的年画娃娃。紧接着，小唐宝的面前就真的出现了一个抱着大鱼的胖娃娃。小朋友，送给你。老爷爷伸手将新捏好的面人递到小唐宝的面前，满是沟壑的脸上是显而易见的笑容。这么可爱漂亮的女娃娃，只是看着就能让人的心情好起来，他也不例外。哇，老爷爷，这个娃娃看着好像我啊！面人娃娃的头上戴着个红色的阿拉蕾帽子，两边的白色翅膀也没露下。关键是，不管是五官还是衣服，都完全是个小唐宝的缩小版。因为就是你啊，快拿着吧！女娃娃，你家里大人呢？怎么一个人到处跑？爸爸跟妈妈在我后面呀！小唐宝笑得露出两个小梨窝，软乎乎、胖嘟嘟的小手伸出来就要去拿面人。老东西，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我可告诉你，今天你要是再不还钱，我就砸了你这个破摊子！随着这声粗鲁的声音，一个拳头狠狠地砸到了面人摊子上。唐宝儿，小唐宝儿只觉得自己的身旁出现了一道风，有一双手稳稳地抱住了自己，很温暖，背后还有一双手在轻轻地拍抚着。等反应过来后，小家伙仔细一看，才发现自己被巴巴给抱在怀里了。巴巴，我没事，但是娃娃摔坏了。小家伙眼巴巴地看着掉落在地上的面人，小嘴儿一瘪就开始掉金豆豆。他哭的时候一点声音也没有，并没有寻常孩子那样大哭大闹，但却让陆晨心疼极了。陆晨面色森寒，一脚就踹到那个大腹便便的人身上。没看到有孩子在？疼死我了！那人哎呦叫着，半坐起身体来，伸手指着陆晨，一脸的不敢置信。你竟然敢打我！你知道我姐夫是谁吗？我让你从今以后在靠山镇过不下去。是谁？陆晨将小糖宝递给跟上来的沈路遥，周身气压陡然提升。我在凑钱了，拜托你再宽限些时间。捏面人的老爷爷从柜台后面走出来，老人家颤颤巍巍的，竟然做事要给那个嚣张的人跪下。他双膝微弯的同时，还有一只手背在身后，一直暗地里朝着陆晨挥手，明显就是想要陆晨快走。哎，这个陈天赐就是仗着自己的姐夫咱们镇上的主任，家里又是搞开发的，天天横行霸道。徐大爷也是真的可怜啊。可不是嘛，当初徐大爷跟他借钱，我记得是想要保住自己孙子的命，最后不但人没保住，还欠下了高利贷。我看啊，这陈天赐就是看中了徐大爷家的祖宅，那可是整个镇子上风水最好的地方，据说祖上出过几个进士跟大官呢。经由周围众人的议论中，陆晨也大概知道了来龙去脉。老人家，您站好。陆晨一个闪身出现在了老爷爷的身前，使了巧劲拦住了对方下跪的动作。哎，小后生，不用管我，你快离开吧，他们一家子你斗不过的。老人家伸手推举陆晨的身体，语带焦急。他虽然年迈，但是也种了一辈子的庄稼，手上有些力气，可双手推出去后，却像是触及到了一堵极为坚硬的肉墙，他竟然一点都推不动自己面前的这个小后生。还没斗呢，你怎么就知道我斗不过了？陆晨冲着老人家笑了笑，转过身后再看爬起来的陈天赐时，眼神立刻就冷了下来。问你话呢，怎么就不答了？来说说，你姐夫是谁？陈天赐呸的一声吐了口唾沫到地上，伸手指向陆晨。你个泥腿子，烂种地的，管什么闲事儿？古往今来，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理都在老子我这里。我可告诉你，白纸黑字写的明明白白的，这老家伙如果不按时还钱，那房子就必须给我。陆晨就那么闲适的站在那里，看着这个叫嚣的人，就像是看着个傻子。法治社会下怎么还有这种人？仗着有借条就能嚣张成这样？他直觉这家伙就是个放高利贷的。陆晨冷笑了一声，没有人种地你得饿死，你以为你吃的喝的都是哪来的？欠了多少钱？你说说看。一听到欠款总额，陈天赐浑浊的圆眼睛滴溜溜转了转，瞬间就报出来一个数来。不多，也就100来万吧。死！围观的人全部倒吸了一口冷气。100来万啊，这竟然还叫不多？他们普通人就是一辈子，
说不定都赚不到100多万。要知道，靠山镇上的平均工资也就2至3千块，很多人的年收入也就3W 上下。100万，那就得30年，还得是不吃不喝的前提下，这根本就不可能。谁家没有用钱的地方？你胡说！我当时明明就向你借了10万。老人家整个脸都气红了，伸手怒指陈天赐。陈天赐怕这个突然出现的神秘人，但是他可不怕这个破老头子。怎么就胡说了？白纸黑字，我可是有借条的，你还按了手印。没钱是吧？没钱那就把你家的宅子过户给我就行。我这人特别好说话，你将宅子抵给我，这钱我就不要了。陆晨不动声色地站在那里，静静听着这人叫嚣。他手伸进裤子口袋中，按下了录音笔的录音键。常年习惯带着录音笔出门是他的习惯了，没想到现在却起到了作用。就这人嚣张跋扈的样子，指不定坑了多少人呢。就是不知道到了警局后，他还会不会这么有恃无恐了。脑子是种好东西，可明显这人没有。他是没想到，现在竟然还有人能公然无视法律到这种程度。第26章，小后生，你的意思是什么借条？我看看。陆晨朝着陈天赐伸出手，他周身的气势全开之下，就如同一个煞神一般。森冷的声音伴着具有压迫的体型，让人一眼就知道不好惹。陈天赐这下知道自己可能是踢到铁板了，他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你谁啊？我凭什么给你看？徐老头，我可告诉你，你要是明天还不还钱，你家的老房子可就是我的了。我们走。不等陆晨跟徐老爷子说话，陈天赐带着自己的小弟转身就走，那速度就跟身后有什么在追一样。老爷子，这是怎么一回事？陆晨低头询问徐老爷子。唉，徐老爷子重重地叹了口气，开始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陈天赐很久之前就已经盯上了老爷子的祖宅，但是老爷子并不想卖，态度上一直在明确拒绝。可是前2年，老爷子相依为命的小孙子意外出了车祸，需要30万的手术费用。老爷子将棺材本拿了出来，又跟亲戚邻居七凑八凑下，才勉强凑了20万出来，剩下的10万却是完全没啥办法了。就在这时，陈天赐竟然主动找上门来，并且说可以借老爷子10万块，以借条为证据，如果1年内还不出钱，就用祖宅来抵债。老爷子就孙子心切，也没仔细看借据上的条款，就按压了手印。可最终孙子手术失败，他只能白发人送黑发人。老爷子，你孙子的车祸原因估计不简单。听完了徐老爷子的话，陆晨眉头便是一皱。徐老爷子也不笨，他当即想到了一个可能。小后生，你的意思是我孙子的车祸可能是有人故意为之？车祸的肇事者找到了吗？没，警方一直在跟进。您跟警方说了这个陈二少的事儿了吗？没说。走，我与您去趟警局。陆瑶。陆晨转身，有些歉意地看向沈路遥与唐宝。沈路遥冲着陆晨挥了挥手，你跟大爷去警局吧，东西我自己买就好，等会儿还在这边见。他有些俏皮地眨了眨眼，毕竟我还要帮老爷子看摊位啊。老爷子，您的摊位可以借我用用吗？可以。小唐宝的手在自己的口袋里翻了翻，翻出来一张皱巴巴的10块钱来。谢谢爷爷捏的娃娃，唐宝很喜欢。钱给你。这一时间，沈路遥、陆晨与徐老爷子都愣住了，因为这出闹剧，他们的关注点都在借钱上，只有小唐宝还记得那个面人娃娃。小娃娃，爷爷不能收你的钱，娃娃已经摔坏了。徐老爷子颤巍巍地伸手拒绝。陆晨低下头去，才在自己的脚边看到了那个已经被摔坏了的面人娃娃。可是爷爷已经捏好了啊，是唐宝没拿稳，不是爷爷的错。大爷，您就收下吧。沈路遥出声催促，这是您应该拿的，我的面人儿也不值这个价，这都够买2个娃娃了，我不能收。徐老爷子连连摆手，那就等我们回来之后，您再给唐宝捏一个。陆晨笑着开口。唐宝连连点头，我还想爷爷捏个爸爸，再捏个妈妈，这样面人娃娃就跟唐宝一样，也有爸爸妈妈疼了，好不好？爷爷。好。徐老爷子连连点头，他眼中酸涩，眼眶泛红。孩子的童言稚语软萌可爱，带着幸福的甜蜜，可他如今自己却是孤身一人，举目无亲了。要是能有个这么可爱娇憨的小孙女，那该多好。2人到了警局后，徐老爷子说明来意，去做了口供。陆晨也把自己的猜测与警局的人说了，并且将录了音的录音笔交了出去。这里面是刚刚那人威胁老爷子时的录音，另外结合到车祸跟借钱以及高利贷的因果关系，我怀疑老爷子孙子的死可能不简单。警局的人都是经常跟命案打交道的，一听陆晨的这话也都反应了过来。他们之前没往这边想，主要还是老爷子没透露过这方面的信息，才让他们以为就是个普通的肇事逃逸案。一听可能涉及到命案，警局中人高度重视，当即成立了个专案小组。
小组内人员分工明确，当下就展开了调查。陆晨一直等到老爷子录完口供，才一起离开。回到老爷子的摊位前时，陆晨却发现老爷子的摊位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陆晨与老爷子对视了一眼，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阿姨，这是你画画，拿好哟。小糖宝脆甜的声音从前方传来。陆晨与老爷子走到队伍前方后，发现小家伙乖巧地坐在那里，面前还放着一个铁盒子，里面放了已经收了不少的钞票了。而沈路遥则在一旁用彩铅在纸上作画，平平无奇的 A4 纸在他的手下，只需要10多分钟就能呈现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图画来。陆晨的目光扫过周围那些人手上拿着的画，上面有之前那只来偷笋吃的大熊猫幼崽，还有活灵活现的大黑，更有炊烟袅袅充满了人间烟火气的靠山村。爸爸，你跟爷爷回来了。小糖宝在收钱的间隙间抬头，看到了站在一旁一直没开口的陆晨。回来了。陆晨点点头。给。听到声音，沈路遥抬起头来，从旁边拿起一个 MG 的袋子递给陆晨。不早了，后面的也别再排队了。沈路遥朝着队伍后面打了声招呼。众人也听到他这番话，刚准备排队的人虽然惋惜，但是现场气氛也十分融洽。等到沈路遥画完，也已经到了晚上9点多了。他将赚的钱分了一半出来，递给了徐老爷子。您拿好，这是我借您摊位付的租金。这我不能要。老爷子连连摆手。刚刚那些画作的火爆程度他是看到的，这一半最起码就有个2至3千了，这可怎么办？糖宝儿，爷爷说话不算话，你刚刚是不是也听到爷爷说妈妈可以用爷爷摊位的？沈路遥朝着一旁的糖宝摊了摊手，一脸的无奈。第27章，你别跟媳妇置气知道不？对啊，糖宝听到了。小糖宝点了点头，跑到了徐老爷子身边停下来，小家伙伸手拽了拽对方的衣摆。爷爷说话不算话的话，鼻子会变得很长很长的，就像匹曹操一样。是匹诺曹了。沈路遥看着一本正经的小家伙，忍不住提醒。不管是匹曹操还是匹诺曹，都不应该说话不算话的。爷爷，你要是变成长鼻子了，就不帅了。在一声声的童言童语中，最后徐老爷子收下了这笔钱。天色渐晚，沈路遥与糖宝留下帮老爷子收拾摊位，陆晨则去宠物医院去将皮卡车开了过来。老爷子，我送你回去。等陆晨回来后，发现摊位都已经收拾好了，他不由分说的将老爷子的3轮车给放到了车斗里，沈路遥则是拿出宝宝椅装到了后座上。糖宝等下自己坐在车上，妈妈去给爷爷看着车，好不好？装好后，沈路遥蹲下身子跟小糖宝说话。好。糖宝是跟爷爷一起坐吗？你跟爷爷坐一排，妈妈在车后面，等下你可以从玻璃这看到麻麻的好不好？糖宝知道了。可可爱爱的小家伙点头答应了之后，就回过身去拉徐老爷子。爷爷，我们快上车吧。好，爷爷这就上车。他能拒绝大人，却没办法拒绝小家伙。开了10多分钟，皮卡车在镇中的一个院门前停下来。斑驳的朱漆大门与略显破败的门头，布满了岁月的痕迹与落魄的见证。就是这里了，多谢你们。徐老爷子从车上下来，打开门锁，推开尘封的大门。陆晨将3轮车从皮卡上拿下来，推进了院子中。他伸手擦了擦汗。老爷子，我们就先回去了。您手机给我，我给您留个电话，往后有需要帮忙的您联系我就行。太晚了，你们开车回去不方便，晚上就在我这睡吧。徐老爷子看了眼天色，开始留人。我这房间多，你们随便挑一间就能住，都是干净的。妈妈，困。恰好在这时，小糖宝揉了揉眼睛，小奶鹰也带上了困意。本来没打算留下来的陆晨看到这个小细节，改变了想法。不过还有个问题要解决。老爷子，您家里有2间空房不？徐老爷子有些奇怪的看了陆晨跟沈路遥一眼，这小两口看着不像是闹矛盾的样子，怎么就分房睡了？我晚上睡觉会打呼，怕吵到他们母女。陆晨见老爷子打量的目光，就猜到了他的想法。自己跟沈路遥的情况有些复杂，谁家孩子都有了，跟老婆才真正认识1-2天的，这可不是1-2句话能说清楚的。他索性随便说了个借口，有的，我带你们过去。徐老爷子没细究这个理由，笑着就走到前面带路了。谢谢。在沈路遥抱着糖宝儿走过去时，陆晨听到了一道轻轻的声音。他没说什么，只是冲着沈路遥笑了笑。这种基本的尊重不是应该的吗？本身他与沈路遥虽然有了糖宝的存在，但是本质上还是陌生人。在给沈路遥与糖宝安排好房间之后，徐老爷子还特意拉住陆晨聊了起来。小伙子，夫妻间就不应该生分，常言道床头吵架床尾和，你可别跟媳妇置气知道不？大爷，我没跟路遥置气。陆晨有些无奈的道。徐老爷子没再多问，叹了口气后就带着陆晨往另一个房间走去。
两人走到客厅时，陆晨看到客厅太师椅后面挂着的画时，却愣住了。这是一幅极其简单的水墨画，画上是一片错落有致的竹林，而让陆晨震惊的是，在右下角的署名那竟然是陆明朗，那是他爷爷的名字。老爷子，这幅画是……徐老爷子顺着陆晨的视线看到画后，深深叹了口气。这是我一个老友画的，我很喜欢就挂出来了。怎么了？陆明朗，是我爷爷。你是陈娃子？徐老爷子震惊地看向陆晨，一脸的不可置信。竟然都长这么大了，如果陆老哥看到现在的你，肯定会分开心吧？哎，他也是个苦命人。我是陆晨，您是？听到老爷子立刻就叫出了自己的名字，陆晨明白眼前的老爷子应该是自己爷爷的故人了。我是徐东来，是你爷爷的老战友。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10多年前，我跟儿子儿媳去了国外，跟你爷爷的联系就断了。前2年，我儿子儿媳在国外出事之后，我就一个人带着孙子回来了。刚回来的时候，我还去靠山村去找了陆老哥，却得知他竟然已经走了。问了村里人，我才知道，你既然走了，我跟陆老哥的老陆去参军了。现在是已经退伍了吗？退伍了。陆晨能感觉到，知道了自己是老友的孙子之后，徐老爷子的话明显多了不少。他将自己在部队中的事情捡了些不重要的说了，而徐老爷子边听边感叹：好，真好啊，陆老哥这是养了个好孙子。更巧的是，在徐老爷子拿出自己孙子的照片时，陆晨竟然认出了照片那个笑容灿烂的小伙子，那是他曾经带过的兵，也是他曾经放心交付后辈的战友。于是徐老爷子给陆晨说他爷爷年轻时的故事，而陆晨则是跟徐老爷子说他孙子在部队里的事情。一老一少因为这样特殊的缘分打开了话匣子，直聊到天色破晓，才堪堪停下来话头，各自休息去了。第二天是个难得的艳阳天，因为之前在部队里养成的生物钟，陆晨尽管睡得很晚，却还是在早上6点的时候准时起床了。而当他推开房间门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并不是第一个起床的人，已经有人在院中忙碌了起来。第28章，陆晨，你这狗神了！陈娃子，你起来了，怎么不多事儿？正在晨练的徐老爷子看到走出来的陆晨，亲切地打招呼。在部队里习惯了，睡不着了。简单洗漱之后，陆晨借了徐老爷子家的厨房，煮了点粥，又出门去早餐铺子上买了些豆浆、油条之类的早点回来。哈哈哈，我认出来了，爷爷你现在捏的是粑粑。是啊，小糖宝儿喜欢吗？喜欢，很喜欢。爷爷，你能再捏个妈妈吗？这样娃娃就也有爸爸跟妈妈陪着了。当然可以。刚到院门口，陆晨就听到了里面传出的欢声笑语。等推开院门，他果然就看到小糖宝趴在桌边，眼睛一眨不眨的看着徐老爷子捏泥人。我回来了，怎么买了这么多早点？沈路遥走上前来，十分自然的从陆晨手中接过袋子。人多当然要多买点了。糖宝，徐爷爷过来吃饭了。来了。爸爸，你回来了，刚好糖宝的肚肚也饿了，嘿嘿。叫完一大一小之后，陆晨却是发现了一个问题。在饭桌上，他将这个问题给提了出来。糖宝，你应该叫太爷爷才对。刚刚才吃了一个烧麦的糖宝，嘴里塞得满满的，没办法说话。他歪着头，疑惑地朝着陆晨看了过去。因为徐爷爷按辈分是88的爷爷，如果你也叫爷爷的话，辈分就乱了。小家伙明显有听没有懂。他将嘴里的东西咽下去之后，开始今日的10万个为什么。爸爸，什么是辈分啊？辈分就是在家里的排行。爸爸，什么是排行啊？排行就是排队的顺序。爸爸，为什么要排队啊？因为不乖乖排队的话，就没有甜甜的豆腐脑吃了。沈路遥适时加入了父女俩的聊天中，并且将一碗甜豆脑给放到了小糖宝的面前。哇，谢谢妈妈。美食当前，小糖宝的注意力立刻就被转移了。糖宝太小了，才2岁半，虽然平时说话什么的都比较清楚，但实际上有时候理解能力并不太行。你不用每个问题都回答他的，他也并不是都想要个答案。原来是这样，陆晨恍然大悟。刚刚如果不是沈路遥解围，他也已经有点回答不上来了。这么一连串的问题下来，搁谁都招架不住。他算是知道为什么有人把孩子比作10万个为什么了，真是百闻不如一见。你跟徐爷爷是？一晚上不见，沈路遥也看出了陆晨与徐老爷子间的关系似乎是亲密了不少。陆晨将徐老爷子与自己爷爷的故事，以及自己与徐老爷子孙子是战友的事儿都说了出来。而沈路遥边听边感叹，这实在是太巧了。如果不是糖宝去徐老爷子的摊位上看面人娃娃，他们就不会有交集。而要是陆晨没有在徐老爷子被暴力催收的时候站出来，那他们也不会送老爷子回家，更不会借住到老爷子的家中，从而看到陆晨爷爷的画。同理，如果不是有这幅画作拉近了两人的关系，
徐老爷子也不会主动拿出自己孙子的照片，那么陆晨就不会知道自己曾经的战友竟然已经出了车祸。这一个个事件全部是串联在一起的，哪怕中间断了一环，最后结局的导向都会出现偏差，这不能让他不感慨。就是小说也不敢这么写吧。到了最后，沈路遥也只是感叹了这么一句：不，现实往往比小说魔幻的多了。现实往往比小说魔幻的多了。异口同声的陆晨与徐老爷子互相看了对方一眼后，开怀大笑。吃过早饭之后，陆晨与徐老爷子告别，临走时他更是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码，并且叮嘱老爷子以后如果有事情的话，记得联系自己。刚到靠山村的路口，就有个黑影朝着皮卡冲了过来。汪汪汪！听声辨狗，陆晨当下立刻听出来是大黑的声音。果然，下一瞬大黑就出现在了皮卡的身侧。妞儿，上来！陆晨打开驾驶座的门，招呼了一声。大黑也不客气，当下一个灵活的跃起就跳了上来。去副驾驶座去，我们回家。在沈路遥的目瞪口呆中，大黑就像是能够听懂陆晨的话一样，半点都没犹豫的就自己移到了副驾驶座上。陆晨，你这狗神了！大黑好聪明啊。大黑是退役局军犬，这些常用语他都是知道的。等到了家中后，陆晨负责将车里的东西全部往家里拿，而沈路遥则负责将小猫仔从猫包中放了出来，并且给小猫仔倒猫砂，弄猫砂盆。小唐板就蹲在一旁，双手撑着下巴看弄这些。妈妈，小猫猫什么时候睁眼睛啊？沈路遥被问愣住了，他之前没养过这样小的动物，还真不知道这种幼猫是多久睁眼的。一般来说是7天左右。刚好路过的陆晨适时出口：你这是准备做什么？沈路遥这才发现陆晨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弄了一堆木板过来。我打算给妞儿跟小猫仔弄个窝出来，山里温度低，还容易下雨。你会木工？会一点儿。说着话，沈路遥在院子里看了看后想起了什么。陆晨，我怎么没看到之前你扛回来的那条蟒蛇？难道是跑了？陆晨被沈路遥给逗笑了。那蛇7寸都被我给射了个对穿，怎么可能跑了？我昨天抽空给张叔打过电话了，蟒蛇已经被他带回去了，现在估计已经都收拾好了。说着话，陆晨却是想起来一个事。糟了，昨天让网友们来直播间抢蟒蛇肉的，他给忙忘了。陆晨匆忙跟沈路遥打了声招呼，抬脚就往村长家里走。虽说他不指望直播赚钱，但是指望系统救命呢。第一，当前抖加粉丝达到8万，奖励一次抽奖机会，是否现在抽取？第29章，陆晨，你看看这个，现在抽取。第一，获得5平米的随身空间，随身空间可用震惊值升级，不可装活物。听着脑海中系统的播报声，陆晨眼前一亮，随身空间可是个好东西。他之前的那个空间因为系统耗费所有的能量救自己，最后崩溃了，他还是挺怀念的。张叔，早。陆晨走到村长门前，见张叔正在院门前的菜园子中劳作。哟，陈娃子，你回来了，事情办好了没？没出什么事儿吧？说着话，张叔从黄瓜藤上摘了2根黄瓜，他递给陆晨1根，另外1根自己在衣服上随便擦了擦就啃了起来。陆晨伸手接过，也是随便擦了下，就是吃了起来。地里新摘的黄瓜又脆又鲜甜。谢谢张叔，我没什么事儿，已经处理的差不多了。我是过来拿蟒蛇肉的。张叔从菜园子里走出来，招呼陆晨：行，跟我来，都处理好了。陈娃子，张叔得麻烦你一件事呢。张叔您说就是。昨天下雨我这膝盖就又开始疼了，你要是泡蛇胆酒的话，到时候给你张叔我来点。没问题，张叔。蛇胆酒的泡法跟所用的药材都是有讲究的。陆晨泡酒的方法是跟村里的村医郑老学的。小时候他因为爷爷早逝的关系，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几乎村里每个人的家里都待过，可以说整个靠山村的村民都算得上是他的家人。您让郑爷爷看了没？还是老毛病吗？郑叔他前些天去山上采药，把腿给摔了，被他家老二给接去城里了。你刚回来没几天，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呢。郑爷爷身体如何？我这过几天就抽空过去看看他。你要是想去也行，就是他家的那个老二。哎，怎么了？因为离家上学与参军的关系，陆晨离开靠山村已经有10多年了。他只隐约记得郑家老二之前看自己在郑老面前学习草药知识时一脸嫌弃的样子。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的金优，我估计按照郑叔那脾气，可能最多再有1周就回来了吧。给，这些都是蟒蛇肉，足足有50多斤。蟒蛇皮我晒在院子里了。张叔，您留个5斤下来，余下的我带回去。行，我也不跟你客气，不过家里就我跟你赵一2个人，我留个3斤就行。好，那张叔我就先走了，等蛇胆酒泡出来之后，我给您送过来。哎，好。从张村长家出来之后，陆晨又零零碎碎送出去了将近10斤的蟒蛇肉。
等他往回走时，却看到自家烟囱里飘出了炊烟。将近中午，开火做饭很正常，关键是沈路遥之前可是将他的厨房给烧过一次啊！难不成这是又进厨房了？路遥，中饭我来做就好。低头研究那堆奇奇怪怪菌菇的沈路遥听到了自己的名字，有些奇怪的抬头。我没进厨房啊，那厨房里的人是谁？陆晨愣住了，家里除了沈路遥之外，那就只有唐宝儿。爸爸，我在呢。软萌可爱的小家伙从沈路遥的身后探出半个身子来。大小姐，加固过的土灶没问题，我刚试过了。这时，陈师傅从厨房中走了出来，他一身的工装服上都是水泥印子。陆晨这下也知道刚刚厨房里的炊烟是怎么回事了。好，辛苦陈叔你了。不辛苦不辛苦，应该的。中午要不我叫个外卖送进来，到时候你跟其他的师傅们一起过来吃。沈路遥冲着陈叔笑了笑，开始思索吃饭的问题。虽说靠山村地方有些偏僻，但是现在进村的路也已经干了，送点吃的进来应该不是问题。这可不行，陆晨开口了。迎上沈路遥疑惑的视线，陆晨指了指筐里的菌子跟他刚刚拿回来的蟒蛇肉。村里一般装修或者是弄房子都是主家管饭的，况且这些山货要是不趁着新鲜的时候吃，那味道可是要打折扣的。沈路遥面有难色，可是厨房里的工程还没完成，你根本没地方做饭。他之所以让陈叔去试土灶的完好程度，是想确认下是否还能用的。能用的话就贴上瓷砖，顺便加固下；不能用，那他就准备问下陆晨的意见，可不可以直接敲掉，重新砌一个灶台。小意思，等下我弄个土灶。陆晨脑海中有天工开物的所有知识，光是这土灶他都能够做10来个不重样的出来，根本就不叫事儿。他与陈师傅说了下需要的砖块数量之后，便换出无人机，打算开直播。一方面在砌土灶的时候应该能吸引点流量，另一方面也刚好将说好的蟒蛇肉上架。陆晨，你看看这个。一个套着粉嫩手机壳的最新水果时期手机被递到了陆晨眼前，在手机画面中，陆晨看到了自己的身影。这是我之前给那只流浪狗做手术时的视频。沈路遥轻轻点头。他当时之所以录下，一方面是觉得陆晨认真的时候很帅，另一方面也是想着，既然陆晨想要走直播跟网红的路线，那么像这种救助流浪狗的视频也是特别好的视频素材。只是因为接二连三的事情有些多，直到现在看到熟悉的无人机后才想起来这个视频。陆晨立刻就明白了沈路遥的意思，你将视频发我，我等下忙完就去剪辑。沈路遥冲着陆晨眨了眨眼睛，一双桃花眼波光潋滟，闪烁着些许俏皮。陆晨，你有没有想过我可能会剪辑呢？既然你都做饭了，那我也不能什么都不干啊。要不我们来个比赛，看看是你先把饭做好，还是我先将视频剪辑好？好耶，唐宝儿也要比赛。陆晨刚准备说好，一道小奶音就已经响了起来。在一旁听了个一头雾水的小唐宝好不容易听懂了比赛2个字，立刻就迫不及待地加入了父母的加密群聊。第30章，细说什么手速？唐宝想比什么？陆晨低头询问时，看到了唐宝手里拿着的学习机。来，小朋友们跟我一起唱歌。一闪一闪亮晶晶。小家伙明显是被问住了，偏着头皱起了小眉毛，一副认真思考的模样。没想多久，刚刚还气势汹汹活力满满的小家伙就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说话的声音都降低了不少。唐宝不知道想比什么，陆晨蹲下身子示意小家伙一起看向学习机。唐宝就来比学唱歌，看看是你先学会唱歌，还是妈妈或者是爸爸先完成其他的，好不好？好。刚刚还一副沮丧模样的小家伙立刻就满血复活了。小唐宝点完头后还举起了自己的小拳头。爸爸妈妈加油，唐宝也会加油的。好，一起加油。加油。陆先生，这些砖块够了吗？陈师傅抱着遗落的砖块走到院中，他身后还跟着2个同样抱着砖块的年轻人。够了。陆晨扫了眼后点了点头。直接放在地上就好，麻烦您再帮我弄点水泥跟黄沙来。不麻烦，不麻烦。陈师傅带着手下将砖块全部放下后，转身就离开了，心里却是对于这个神秘的男人有了不少的好感。他说的好听点是沈氏集团的建筑团队负责人，实际上本质就是最为底层的建筑工人。这些年在外面做工程时，什么形形色色的人都遇到过，感受到的也多数都是嫌弃与贬低。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建筑工人、农民工等都是举止粗俗、没有文化的底层人士。更有人会看到他们布满老茧的手与脏污的衣着时，立刻就会产生不好的联想，继而说出一些子虚乌有的污蔑。经历的多了，也就麻木了。可刚刚在这个年轻人的眼中，他没看到半点的轻视。更让他震惊的是，甚至这个年轻人在与自己说话时，是以一种拜托的口吻，而不是命令的口吻。
陆晨自然不知道这些陈叔的心理活动，不过就算是知道，他也会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因为这些在他看来只是最为基础的尊重。任何用自己的双手来劳动并且赚取金钱的工作都是光荣的，也是值得尊重的。他去院中打水时，发现打上来的井水清澈见底，与往常有极大的不同。汪呜，好香！一声犬吠在陆晨的耳边响起，随即一颗乌黑的毛脑袋就出现在了水桶旁边，正是退役军犬大黑。你也知道这是好东西啊。等下，将水桶里的水给大黑倒到他的狗盆中后，陆晨启动无人机打开了直播间。刚一打开，直播间的弹幕就刷了起来，一眼望去，怨气满满。陈哥，你终于是上来了，昨晚是什么情况？说好的晚上8点上架蟒蛇肉来着，我一直等你到凌晨啊。楼上的你不是一个人。东边的云，陈哥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吗？我昨天被老爷子抓去参加什么新品发布会，回到酒店的时候就已经是凌晨了。本来我还当自己错过了，没想到你也发生了突发情况。确实遇到了点突发情况，现在已经解决了。陆晨没有多说什么，手上搅拌水泥黄沙的动作不停。10分钟后，我上架27斤的蟒蛇肉，手快有，手快无。哈哈哈，收到！嘿嘿嘿，来得早不如来得巧，这蟒蛇肉我今天必须要拿下。东边的云，实不相瞒，我的酒他瞬间就醒了。就凭我单身25年的手速，这蟒蛇肉我绝对能抢到。他这条弹幕下，网友们的画风就全变了。细说什么手速？这还用说，肯定是五姑娘了。就是，都说了是单身25年了，母胎单身来报道了。举手，加1。等等，陈哥你现在是做什么？怎么水泥黄沙都用上了？我怎么看旁边还有砖块？陆晨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冲着飞过来的无人机笑了笑。家里的厨房在翻新，我做个土灶。卧槽，陈哥厉害！土灶很简单嘛，我怎么感觉陈哥一脸轻松的样子？东边的云，我不理解，但是大为震惊。10分钟很快就到了，陆晨将那些蟒蛇肉放到桌上，暂时在了无人机的画面中。27斤的蟒蛇肉刚一上架，立刻就被抢购一空，还有不少没买到的网友们，甚至已经在直播间高价收购了。网卡了一下，有买到的朋友出吗？我出2倍的价格，我出5倍。这下不理解的人换成陆晨了，不过是些蟒蛇肉而已，不值那么多钱的。没抢到的也不用去收购，靠山吃山，我们山上的特产还多着，往后山货肯定不少。说着，陆晨从房间中抱出一个透明的酒坛子，将蟒蛇胆给放进去后，又当着无人机的镜头倒进去了2大瓶茅台。卧槽，这是蛇胆酒，这可是好东西啊！是谁心动了我不说，陈哥，你这蛇胆酒卖不？我全要了。第一，获得震惊值200；第一，获得震惊值300；第一，活动震惊值200。卖，但不是现在，这东西最起码泡15天以上。明白了，这就去苦练手速。我先去升级下光纤网络，我这就升级6G 网络。妈耶，还有半个月呢，哥几个这就卷起来了。你懂什么？这可是可遇不可求的。之前陈哥打的那只蟒蛇光，看体型就起码有个几十年了。刚来，我确实不知道，这么说的确很难得。将泡着蛇胆的酒坛送回去后，陆晨就继续砌灶台了。他动作又快又好，加上前面搅拌水泥黄沙的时间，用了不到1个小时，一个土灶就砌好了。关键还十分精巧的留出了出烟的地方与添柴的地方。不止如此，这土灶竟然还有前后2个灶眼，这是前锅后灶。一道震惊且明显不属于陆晨的声音在直播间中响起。第31章，妈妈，你说谁不是人娃？随便搭的。陆晨抬起头，正撞上了迎面走来的陈师傅。不，你这水泥与黄沙的比例，还有这灶台的搭建，都是专业级别的。陆先生是之前学过吗？陆晨哪里学过这些，不过是按照《天工开物》里的记载来的。他仍旧摇头，真的是随便弄的，不值一提。说完，他转头去院子里找了些柴火，准备劈了用来烧锅。陈师傅见他这样，也没再细问。有手艺的人多少都会有些气性，这个他熟。越看灶台越是专业的陈师傅走到了沈路遥的身旁。大小姐，您知道陆先生是做什么的吗？他这手艺跟身手都不一般。沈路遥摇头，不知道。但是以我家的能力，之前找了他半年都不曾找到任何的消息，绝对不是寻常人。什么？陈师傅这下更是震惊了。他在沈氏集团下工作，自然知道沈氏集团的财力与势力有多大，连沈氏都查不出底细，这也太奇怪了。妈妈，你说谁不是人娃？小唐板在一旁听了的似懂非懂，伸手拽了拽沈路遥的衣摆。小家伙的童言稚语让沈路遥笑了。妈妈说的是不是寻常人？是唐板，你听错了。
不是寻常人跟不是人有区别吗？寻常人是什么人？可以吃吗？听到不理解的词汇，小唐板再次化身10万个为什么。沈路遥点了点小家伙的鼻子，唐板，你那首歌会唱了吗？我们可还在比赛呢。哎呀！唐板惊叫了一声，也不管什么是不是人了，连忙回到小桌前坐好，继续学起了歌曲。唐板长得可真快呀！陈师傅感叹了一声后，也继续去忙活去了。那边陆晨3两下将柴火劈好，之后又去收拾了下仓库里的笋。之前网友们订购的新鲜笋，他还没发货呢，刚好跟这些蛇肉一起寄出去。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我去给你们发货了。陆晨指了指码放整齐的笋筐与蛇肉，在网友们的惊呼中下了播。路遥，我去趟镇上把这些寄出去。好，路上小心。妞儿，走着。带着大黑，陆晨开着皮卡拖着笋到了镇上，将东西全部寄出去后，他又寄出去了一瓶终极灵泉水。陆晨在手机通讯录中找到一个备注为博士的人发了条短信过去，给你寄了瓶好东西，你分析完成分后告诉我。不止如此，他还顺路去看宠物医院看了那只流浪狗，伤口恢复的还不错，但是精神头还不是很好，担心对方扛不住，陆晨又给狗喂了些灵泉水。从宠物医院出来后，陆晨又绕去了杂货店，买了些锅碗瓢盆跟调料品。家里厨房烧成那样，之前的肯定是不能用了。镇子太小了，烤箱他没看到满意的，打算等回去之后再网上看看。天公不作美，直到陆晨回去时，土灶上的水泥也没干。他想起了之前沈路遥让施工队带过来的燃气灶，打算中午先用这个凑合下。去仓库拿东西的时候，陆晨却是看到了个被他遗忘了的好东西。今天中午的烧烤算是有着落了。等他将烧烤架从仓库里拿出来时，就听见了奶声奶气的歌声在小院中回荡，一闪一闪亮星星，漫天都是小晶晶。小家伙没有一个字在调子上，却是唱得十分开心。陆晨将一些可能用得上的调料都全部拿出来摆好后，他距离沉迷唱歌的小唐板的距离近了不少。自然的，他听着小家伙唱的内容也清晰了不少。就是这歌词猛一听没问题，细听下来却是有些不对劲。亮星星跟小晶晶，托着腮将手肘放在小桌上的小唐板唱得格外起劲，小模样一本正经的，要多认真有多认真。春日阳光正好，有家人与这儿作陪，这是之前陆晨想都不敢想过的生活。美中不足的是，这家人还不是娇妻，看来自己的加把劲了。陆晨在看唐宝，却没注意自己也被人注视着。剪辑完视频的沈路遥刚抬起头，就看到了望过来的陆晨。男人棱角分明的脸上是细密的汗珠，身上穿着的衬衫上也隐隐现出汗迹来。他目光温柔沉静，唇边带着点点笑意，看向唐宝的视线也满是宠溺。这样的男人应该可以做个好爸爸，希望他能填补上之前唐宝所遗漏的父爱。粥香浓郁，烤肉鲜香，各色的蔬菜也被洗净串好，放上烤架。陆晨心血来潮间，将上桌的蛇肉羹、烤串与菌菇汤给拍了个小视频。就在他准备按下完成时，有个毛茸茸的头探了出来，目标明确，张口就叼了个蛇肉串，正是大黑。偷吃可不是个军犬该做的，大黑。陆晨好笑的同时，又拿了些刻意放了微亮盐的蛇肉串放到大黑旁边，这些是特意给你烤的。哇，我这不叫偷吃，明明就是正大光明的吃，当着你面点。有些陌生却语气极为熟稔的声音在陆晨耳边响起。他看了眼沉迷炫肉的大黑，悟了。原先以为大黑不过是在自己面前会活泼一些，让他没想到的是，这家伙还有一套自己的歪理，倒是比他想的要活泼不少。顺手将这个小视频与沈路遥传过来的自己给流浪狗做手术的视频都上传后，陆晨招呼沈路遥与小唐宝连带着装修队的人一起吃饭。沉寂许久的小院在这时再次被欢声笑语声所充满。陆晨举起酒杯，目光从翠绿的青山移到笑容甜美的沈路遥与憨态可掬的小唐宝身上。这样平凡的生活与无忧的笑颜，就是他拼尽一切想要守护的。哇，像是感知到陆晨的情绪变化，大黑在他的脚边抬起头来，那双乌溜溜的眼睛中像是带着迫切。下一秒，陆晨就听见了大黑的声音：“陈哥，再给我来点，我刚尝到味儿就没了。”加了一点细节，这本书主调就是平淡的日常，再加上陆晨与沈路遥在不断的接触中慢慢互相倾心的过程。许久没写感情戏，总觉得在细节刻画上有些问题。幸福的定义每个人都不同，钱足够花，身旁有人作陪，一房两人3餐4季，孩子的童言稚语伴着毛孩子的捣蛋闹腾，虽然平淡，但却乐在其中。第32章，哇，唐宝也要玩。路遥，唐宝应该是鼠年的对吧？吃过饭，陆晨叫住沈路遥。怎么？
沈路遥疑惑转头，刚刚的比赛可是小糖宝赢了，我打算送他个奖品。爸爸，什么奖品哇？糖宝听到了，嘿嘿，有奖品了。小糖宝从旁边钻了过来，紫黑葡萄般的大眼睛乌溜溜的，满满的喜悦与好奇。给你做个小玩具。说着，陆晨摸了摸小糖宝头，紧接着去院墙处挑了点大块的木头。小糖宝不吵也不闹，跟个跟屁虫一样，亦步亦趋的跟在陆晨的身后，明显是想要第一时间看到即将到自己手上玩具是什么。陆晨从仓库里拿出来之前爷爷的雕刻工具，坐到凳子上挑了块木头，试了试手感之后，才开始忙活了起来。细碎的阳光照入小院中，木屑也开始迎风飘舞。见小糖宝看得认真，陆晨3-2下做了个竹蜻蜓出来，递给了小家伙。给爸爸，这个就是糖宝的礼物吗？没见过竹蜻蜓的小糖宝伸手接住，笑得露出2个小梨窝。不是哦，这个是怕糖宝等久了，所以给你打发时间的。小糖宝疑惑歪头，爸爸，什么是打发时间啊？爸爸是能看到时间吗？陆晨，草率了，忘记小家伙是个10万个为什么了。来，爸爸教你玩。从小糖宝的手中拿过竹蜻蜓，陆晨将尾部的竹竿放在掌心中搓了搓后，便松开了手。竹蜻蜓受力飞向空中，哇，飞起来了！小糖宝兴奋地拍起手，昂着头看着竹蜻蜓的轨迹。这是什么？听到动静的沈路遥疑惑出声。等他将落地的竹蜻蜓捡起后，就更加奇怪了。这样简陋的东西是怎么飞上天的？怎么，你没见过竹蜻蜓吗？陆晨放下手上的东西，走上前来。没见过，它是怎么飞起来的？这样，从沈路遥的手中接过竹蜻蜓，陆晨再次演示了一次。好神奇！满眼好奇的沈路遥与小糖宝的神情一模一样，漂亮的桃花眼就像是会说话一样，就差直接让陆晨将竹蜻蜓给自己玩了。这是竹蜻蜓。陆晨简单说了下竹蜻蜓的原理，并且将其递了出去。这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玩具，你竟然没见过吗？在陆晨的心里，竹蜻蜓这种东西应该是会在每个大夏孩子中都有一席之地的才是。就算是自己没真正玩过，但风靡世界的蓝胖子总看过吧？怎么竟然会有没见过竹蜻蜓的人存在？没见过。沈路遥摇头，他眼巴巴地盯着陆晨，眼里满满的跃跃欲试。陆晨看着他与糖宝如出一辙的眼神，笑着将竹蜻蜓递了出去。哇，糖宝也要玩？小糖宝个子矮，垫着脚伸着手，也委屈上了。明明是爸爸给自己做的玩具，怎么就到了妈妈的手上？糖宝委屈。小家伙见妈妈沉迷新玩具，只能去拽了拽爸爸的衣服下摆。这小家伙是有点心机的，他也不说委屈，更不提被自家妈妈抢了玩具，而是仰着头，用那双黑葡萄般的大眼睛看着陆晨。这对于陆晨的造成的可谓是可爱暴击了。乖，爸爸再给你做一个。说到做到的陆晨没几分钟就用做了个竹蜻蜓出来。刚将竹蜻蜓递给小糖宝，沈路遥却又走了过来，踩着细高跟的美女，心长水润匀称的秀腿裸露在包臀裙外面，仪态万千，只是几步路而已，就在顷刻间吸引了陆晨全部的视线。沈路遥今天一头秀发全部披散在肩上，乌黑如墨，飘逸如云。陆晨，这个竹蜻蜓要怎么玩？我怎么都没办法让它飞得跟你刚刚一样高。这样，接过沈路遥手中的竹蜻蜓，陆晨再次给沈路遥示范了一次，可沈路遥却怎么都找不到要领。来，陆晨用自己的大手包住沈路遥的小手，他轻轻的一搓一放，竹蜻蜓便在一大一小母女俩的惊呼声越飞越高，越飞越远。因为身高的原因，陆晨一低头间就看到了沈路遥傲人的事业线。近距离下，委实有些刺激了，手中的触感也是柔软且温热，让他一时间舍不得放手。沈路遥的耳尖在这时已经全部红透了，陆晨呼吸间的热气全部喷洒在他的颈间，存在感太高，让他无法忽视。爸爸，糖宝喜欢这个玩具。糖宝的声音打破了两人间有些奇妙的氛围。陆晨第一时间松开了沈路遥的手，我去继续给你做玩具，糖宝。缓过神来的沈路遥也与糖宝玩在了一起，两个简单的竹蜻蜓让整个小院中都充满了欢声笑语。糖宝，这个你喜欢不？做好之后，陆晨拿着个东西朝着糖宝喊道。听到自己的名字，糖宝连忙哒哒哒的跑了过来，还没看到是什么呢，小家伙的小奶音就响了起来。爸爸做的，糖宝都喜欢。哇，是带着蝴蝶结的老鼠姐姐，她的名字叫米妮哟。陆晨将米妮的木雕递给小糖宝后，心中却是奇怪了，米奇妙妙屋应该是糖宝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最为喜欢的动画片才是，可看刚刚小家伙的表情，却像是完全没有看过一样。再联想到刚刚沈路遥对于竹蜻蜓的陌生，他总觉得这里面有什么隐情。糖宝，休息时间到了，该去练字喽。沈路遥的话打断了陆晨的沉思，他有些不可置信地看向沈路遥，
你要唐宝一个刚刚3岁不到的孩子练字？看到小唐宝乖巧的拿出笔墨纸砚等之后，陆晨的震惊就更大了。2岁半的孩子练毛笔字，现在已经这么卷了吗？这个年龄段不应该正是玩闹的时候吗？况且小唐宝的那个小胖手，连毛笔都还拿不稳呢，能写出什么来？根本就是些鬼画符罢了。小家伙上半身坐得笔直，实际上脚却一直在动来动去，根本就不像是能坐得住的样子。第33章，我不是故意的。为什么不可以？沈路遥的语气十分寻常，就像是在说今天的天气真好一样。陆晨都差点被他这理所当然的语气给绕了进去。小孩子就应该玩乐才对，就算要教，也应该寓教于乐，让他在玩乐中了解世界与知识才对。这样的吗？沈路遥难得在陆晨的面前露出了些许的茫然来。你的意思是说，唐宝现在的年纪还不应该学这些事吗？是啊，陆晨见沈路遥好像松动了些许，为了自家女儿唐宝的快乐童年，他继续竭力争取。你见过哪家的孩子2至3岁就开始练毛笔字的？小家伙明明连笔都拿不稳呢。沈路遥的回答却出乎了陆晨的意料。见过呀，我小时候就2岁练字，3岁练芭蕾，4岁练钢琴，5岁开始由家教老师授课了。陆晨，他看着沈路遥一脸理所当然的表情，心里却明白了些许之前沈路遥表现出来的异常。你对于小时候的记忆都是些什么？写不完的字帖，练不完的曲谱，还有经脉拉伸时的痛。说到这些的时候，沈路遥的声音低了下来，脸上的笑意也淡了不少，明显不是什么快乐的记忆。除了那些之外呢，有快乐的记忆吗？见一直明媚的沈路遥露出了些许的脆弱来，陆晨的心中浮现出些许的异样来。快乐？不同于回答之前几个问题时的干脆，这次沈路遥明显出现了迟疑。他皱眉思索了下，才不确定的出声。完整弹出一首曲子时，我记得是快乐的。陆晨，他现在知道为什么沈路遥会这样对待唐宝了，因为他完全就是将自己童年时期所经历的那些加诸到了唐宝的身上。有些时候，如果不去尽力避免的话，会在不知不觉间变成自己所讨厌的人。你在练字、跳舞跟弹钢琴时快乐吗？听着陆晨越来越犀利的问题，沈路遥回答的声音也越来越低落。怎么可能快乐？你知道吗？我当时特别羡慕家里园丁叔叔的孩子，因为他可以跟园丁叔叔一起在花园中工作，他可以肆无忌惮地追逐飞舞的蝴蝶，还可以骑在园丁叔叔的肩膀上。静静地听着沈路遥说完，陆晨才轻轻出声：你看唐宝，他现在的样子你觉得熟悉吗？唐宝右手攥着毛笔，脸上糊上了黑色的印子。他画一会儿就抬头四处看看，看追逐蝴蝶的大黑，看阳光中的微尘，也看放在桌上静静躺着的竹蜻蜓。沈路遥看着这样的唐宝，却是不由自主地流下泪来。我不是故意的，我明明是最为讨厌那些的，怎么会？没事的，现在还不晚。陆晨拍了拍沈路遥的后背，他取出 pad 搜了经典动画蓝胖子出来。唐宝，不写了，来看动画片。小唐宝仰起头来，黑葡萄似的眼睛亮晶晶的，满满的都是希冀。明明已经心动了的小家伙，却软乎乎的开口去征求沈路遥的意见。妈妈，唐宝可以看吗？可以，当然可以。沈路遥重重的点了点头。好耶，看动画片了。得到了应允之后，小唐宝立刻跳了起来，哒哒哒的跑到了父母面前。路遥也一起看。好，哇，这个蓝胖子好厉害。爸爸，为什么这个蓝胖子的竹蜻蜓可以飞啊？唐宝也想要了。陆晨，草率了，忘记这个了。耐心跟小家伙解释了一遍之后，陆晨见小家伙开始犯困了，便给沈路遥递了递眼色。沉迷动漫的沈路遥反应过来时，整个白皙的脖颈都泛了红。说好的陪唐宝看动画片来着，到最后却是他自己看得起劲了。他抱起已经开始打瞌睡的唐宝，有些无措地看向陆晨，让他先睡我屋里吧。说着，陆晨站起身给沈路遥带路。卧室的打开之后，沈路遥却是愣住了，并不是因为陆晨的卧室脏乱，而是太干净了。叠成豆腐块的被子，一尘不染的地面，房间里只有一个老旧的书桌跟一个同样老旧，一眼就知道有年头的木质大衣柜。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的家具，可以说是丝毫没有生活的气息。把唐宝放床上吧。陆晨抖开被子，示意沈路遥。将唐宝轻轻放在床上后，两人虚掩上房门，回到了院子中。路遥，唐宝他是因为什么原因怕高？趁着小家伙不在，陆晨问出了一直让他有些担心的问题。之前我公司的事情比较忙，有段时间没空亲自照顾小唐宝，就给他找了个贴身的保姆。但是保姆被我继母给收买了，竟然想要将唐宝给卖掉。虽然唐宝被找回来了，保姆也被抓了进去，但是小家伙却受到了惊吓，变得十分怕高。我问过一次，小家伙有些抗拒不肯说，就只是哭。原来是这样，
我知道了，陆晨，谢谢你。猛然听到了沈路遥的道谢声，陆晨有些不明所以。怎么了？谢谢你关心唐宝，也谢谢你能够关心我。刚刚在被陆晨点名自己在对待唐宝的教育方法存在问题时，沈路遥恍惚间看到了曾经被压垮的自己。而陆晨明明就是因为自己与唐宝没见过竹蜻蜓，所以才会选择了蓝胖子动画片的。哈哈，陆晨爽朗一笑，唐宝是我的女儿，我关心她是应该的。你怎么突然这么见外了？沈路遥有些害羞地垂下头去，确实是你的女儿。第34章掉了条大货。到了下午，土灶已经全干了，他先去了竹林，将委托乡亲们收获的竹笋都收到了仓库里。接着他又回去，又拿上了鱼竿与鱼篓。山脚下有个活水池，村里人习惯想吃鱼了就去捞一点。黑子，跟我去抓鱼去。汪！来了来了！本来趴在院中晒太阳的黑子猛地弹起来，尾巴兴奋地甩来甩去。因为担心如果将唐宝一个人留在家里，醒来后看不到人会害怕，沈路遥就没一起去。对于在山里长大的陆晨来说，钓鱼真的是十分简单的事情。将无人机放出来，他直接打开了直播。大家好，我是陆晨，晚上家里菜不多，打算去弄点鱼吃。我刚看完陈哥你发的蛇肉烧烤视频，陈哥，你这就开始准备晚饭了吗？蛇肉烧烤、蛇肉羹，还有新鲜采摘的菌子跟羊肚菌，这叫家里菜不多？就是，陈哥，你这明明就是凡尔赛。手里的泡面瞬间就不香了。说起来，陈哥你之前是兽医吗？那只流浪狗能遇到你，真的太好了。是啊，他手术前跟手术后简直是两种状态，而且他身上都是伤，也不知道之前经历过什么。我上午去宠物医院看过了，他恢复的还可以。陆晨一边挖蚯蚓，一边回答弹幕上网友们的问题。而就在这时，他的耳边也响起了系统的提示声。第一，斗加粉丝达到 10W， 奖励运气值加10。等陆晨将鱼竿甩出去时，他就知道这运气是加在哪了。鱼漂很快出现了晃动，陆晨提竿试了下，脸上露出笑意。来了条大货，鱼竿吃劲，弯曲成了个半圆形。陆晨猛地一提，一条亮银色的大鲫鱼被他提了上来。直播间中全是惊叹声。好家伙，这么大的鲫鱼，最起码有10斤了吧？天，主播这是怎么做到的？我都没看到他打窝。又甩竿了，又甩竿了。这么大的野生鲫鱼不可能吧？我猜是主播自己放进去的。一连钓了3、4条大鲫鱼之后，陆晨关了直播，提着桶往回走。这次直播靠着这几条鲫鱼，他收到了将近5W的震惊值。粉丝多了之后，看直播的人数也多了，自然震惊值奖励的也就多了。第一，当前震惊值累计达到30W， 奖励一次抽奖机会。是否现在抽取？是。这次陆晨抽出来的奖品有些特殊，是一只红白相间的鲤鱼。他看着突然出现在桶里的鲤鱼，有点懵。系统，之前奖励的不都是技能书或者是物品吗？怎么奖励了条鱼？这么多我也吃不完啊！宿主，这是锦鲤，可不是用来吃的，它可以给你带来好运。恰好在这时，那条锦鲤探出头来，鱼嘴微张，吐出了几个泡泡来。我不是在家里睡觉的吗？这是哪儿？不止这样说着，那条锦鲤还想要跳出水桶。听清了这条锦鲤说了什么的陆晨，系统这是将锦鲤从家里直接给弄过来了。回去路上，陆晨绕路去了村长张叔家，还没到呢，迎面刚好碰到了赵婶。赵婶，我去小河里钓了些鱼上来，给你送一条。你这孩子自己吃了就是，怎么还特意给我送过来？家里的房子1、2天内修不好，路遥跟唐宝还得在您这借住几天。住呗，刚好家里就我跟你张叔2人，我还觉得冷清呢。与赵婶辞别之后，陆晨回到院中开始做饭。小唐宝已经醒来了，正在院中缠着沈路遥在玩。晚饭相比中饭来说要清淡了许多，乳白色的鲫鱼汤配上蛇肉羹跟椒盐蛇段，完美。小唐宝一连喝了3碗鲫鱼汤，嘴上都喝出了奶白色的圆形印记。爸爸，好好喝，这鱼确实与我之前吃的不太一样。哪里不一样了？肉感觉更活一些，而且更好吃。昏黄的灯光下，沈路遥说着话，却不知道自己唇角是笑着的。他记忆中这样与家里人吃饭的次数可以说是屈指可数，尤其是家里的餐桌很大，大到父母亲都坐得很远，根本就没有现在围坐在一起吃饭时的亲密感。将沈路遥与唐宝送到村长家后，陆晨去询问了下装修队的进度，1周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完工了。粉刷跟家具按大小姐的意思，到时候都用最好的无毒材料，空置个2至3天就能住人了。好，辛苦你们了。不辛苦不辛苦。陈师傅先是摇了摇头，接着像是想起了什么，有些感叹的开口了。陆先生，大小姐很久没有像今天这样笑了，我也算是看着她长大的，
你不知道，大小姐小时候可苦了。夫人她，哎。刚刚起了个话头后，像是反应过来自己不应该说这些，陈师傅深深叹了口气。陆晨则是深深地看了看陈师傅。刚刚对方开口的一句话，将他雷得不轻，有那种传说中狗血霸道总裁文里的味道。小姐，你不知道 X 总 S 少很久没有这样笑了。将脑子里奇怪的想法甩出去之后，陆晨去看了看小猫仔。小家伙在窝里仰着脸睡得正香，还打起了小呼噜。大黑就趴在猫窝旁边，听到脚步声时耳朵动了动，却是没有睁眼。这是听出来陆晨的脚步声了。临上床前，陆晨喝了些灵泉水。今天做饭的水，他就是用的水井里的终极灵泉水，这也可能是饭菜味道格外好的原因。最重要的是，虽然刚刚喝了2天，他已经感觉到自己精力、体力都在缓慢的恢复，包括受伤之后时不时产生的眩晕感，好像也消退了不少。这灵泉水看来当真是好东西。让陆晨没想到的是，他这觉却没睡安稳。夜半时分，狼嚎声响起，陆晨瞬间便睁开了眼来。他推开门，大黑已经等在了门口，明显也是听到了动静。第35章，救救我，救救我！想着村里都是老人跟孩子，陆晨拿上手电，背上弓箭，往后山走去。他还是小时候与爷爷一起巡山的时候见过狼的踪影。按理来说，近几年野生动物保护区建立，人类的活动范围也大了不少，狼这种生物都隐藏到了深山老林中去，理应不会轻易到山下来才是。不过事无绝对，陆晨虽然心中奇怪，还是想要去查探一番。嗷呜！狼嚎声再次响起，陆晨却皱起了眉。这狼嚎声怎么听着有点奶声奶气的？难不成是个狼崽子？等他到了狼嚎声传出的地方，发现还真的是个狼崽子，关键还是个因为贪吃而掉进了陷阱的狼崽子。嗷呜！救救我，救救我！哥哥你快来救救我！小狼崽子在约有近5-6米的深坑里嗷嗷叫，一边叫一边用爪子扒拉洞的边缘，应该是想要出去。他叫的奶声奶气的，小小的身体有些瘦弱，没扒拉几下，就因为脱力而又摔回到了坑里。陆晨在旁边找到了个较为结实的藤蔓，将藤蔓一端系在树上，一端系在腰间。他刚准备跳下去将小狼崽子给救上来，却被那小家伙给逗笑了，摔了个倒栽葱的小团子，猛头猛脑的，好不容易才爬起来。这次他倒是不去爬坑了，而是回身吃起了坑底的一块肉。哦，爬不上去肯定是因为饿了，等我吃饱了再战。听着脑海中狼崽子奶声奶气的声音，陆晨越发觉得这就是个小吃货了。都因为诱饵而掉进陷阱里了，他还惦记着吃呢。小家伙实在是太过于可爱了点儿，陆晨拿出手机直接给他录了个视频。反正沉迷干饭的小家伙看着应该没受伤，救狼也不急着一时。就在这时，从陆晨的左后方却传来了动静，是踩中树枝的声音。陆晨心知不好，立刻从原来站立的地方离开。手电筒摇晃的光晕中，隐隐照出来一只成年的大白狼。汪！大黑叫了一声，立刻就扑了上去。一黑一白两道身影就这么缠斗在了一起。深坑里的小狼崽子应该是听到了动静，他上不来，但是不影响告状啊。嗷呜！哥哥我怕，这里好高，我上不去。刚刚还有个大怪物拿着个什么东西在照我。呜呜，我害怕。拿着手电筒刚刚查看深坑的陆晨，一犬一狼的打斗还在继续。陆晨拿着弓箭在旁边看着，时不时空射出几箭。不射在白狼身上有3个原因：一是现在狼已经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了；二是明显这只白狼应该是被小狼崽叫过来的。至于3嘛，这可是只老底座穿兽。不过也就是这会儿大黑还能抵挡得住，但凡有一丝一毫地危险出现，陆晨手中的箭肯定会射出去。在观察中，陆晨发现这只白狼的腿上有伤，身上的白毛上也能看到血迹，明显是有伤在身。小狼崽还在嗷呜嗷呜的叫，白狼也越来越焦躁。大黑直接一爪子拍在了白狼的头上。汪！叫什么叫？你家崽子没事？嗷呜！你个黑狗，还我弟弟！陆晨，他现在有种冲动，想把动物语言精通的技能给点掉。冷着脸昂着头的2只叫声威猛，长相也极为威猛，就是这说话内容有些一言难尽。小狼崽子确实没事，倒是你腿上的尚不治疗的话，绝对有事。陆晨指了指那个深坑，又示意白狼看自己身上缠着的藤蔓。你刚刚出来的时候，我正准备救他。让他没想到的是，白狼关注的重点根本不在这。毛毛脸的白狼冲着陆晨看了过来，声音里带着疑惑：人类，你能听懂我说话？陆晨点头。白狼在这时问出了一个灵魂问题：你怎么能证明这个陷阱不是你自己造的？而陆晨的回答十分干脆：我不能证明，但我能将小狼崽救出来。不再与白狼多说，陆晨看了眼大黑。与他配合默契的大黑上前
再次拦住了白狼。陆晨则身手敏捷地跳到坑里，将那只小狼崽子给抱了出来。嗷呜！救救我！救救我！哥哥，你救救我！刚被碰到，小狼崽子惊叫出声，浑身的毛都炸了。而等陆晨强硬地抱着他爬出深坑时，小家伙却已经变得一脸陶醉了。哦，你身上好好闻，而且很舒服啊！蹭蹭，摸摸我的背，有点样。白狼，嗷呜！你把我弟弟还我！陆晨，他十分干脆地将小狼崽子放在地上，可小家伙却用爪子勾住了他的裤腿。过来！白狼的声音明显压低了几分。哦！小狼崽子嗷呜一声，不情不愿地往白狼的身边跑去。多谢。白狼看了陆晨一眼，转身往山里走去。哎，你的伤。见白狼一瘸一拐地走了，陆晨出声喊了句：汪！陈哥，你啥时候能够听懂兽语了？快跟我说说。大黑摇着尾巴跑到了陆晨的身边，声音里透着好奇。就这2天突然会的。走了，我们回家。好嘞。陈哥牛逼，你这些话都是从哪里学来的？军队里啊，你们不都是这么说的吗？陆晨一夜无话。早上陆晨照例起了个大早，先洗漱再晨练，随便吃了点粥，喝完再顺手为了大黑与小猫仔，才拿上弓箭准备出门。昨天晚上的那个陷阱应该也是之前没找到的那些偷猎者弄的，还是得寻一下踪迹。而且山上出现狼的事情也得谨慎，还得将这个事情告诉林业局。如果是独狼还好一些，要是狼群的话就不好说了。刚刚推开院门，陆晨就与一人照了面。第36章，一根笋笋都不给你留。张叔，您怎么来了？来人正是村长。陈娃子，昨晚你听到狼嚎没？大半夜的，可把我吓坏了。村长一脸惊恐，脸上还带着后怕。这山里许多年都没见过狼了，怎么突然就跑出来了？村里这么多孩子，要是跑下山来可不得了。我也听到了，张叔。陆晨宽慰了几句，当着张叔的面给林业局打了电话，说了山里出现狼的事儿。不想林业局的人听到陆晨说是靠山村的，对方直接叫出了他的名字。好的，出现狼的事情需要高度重视，我会跟上面报告的。您村子里是不是有个叫陆晨的？我刚准备给他打电话。请说，我就是陆晨。是这样的，陆先生，您前2天送过来的那只野生大熊猫，它在昨晚跑了，连带着那只小崽子一起，它有很大的可能会回到自己生活的地方，还请您多多留意。我们林业局也派人过去找了，应该晚点就会到靠山村。好，我知道了。挂了电话，陆晨将自己想上山的事儿与野生大熊猫越狱的事儿跟张叔说了。张叔当即就出声制止：陈娃子，狼可不是什么好对付的，你可不能随便上山啊，等林业局的人过来再说。没事的，陆晨冲着张叔笑了笑，亮出了自己身上的弓箭，我自己能保证安全。况且您知道的，我刚从部队里退下来，身手好着呢。那也不行，我跟你一起去。见张叔坚持同行，陆晨也不好再说什么，毕竟长辈也是关心他的安全。他想到什么，让张叔在门口等一会儿，自己转身回了院中。系统，你可以帮我把井中的灵泉水装到矿泉水瓶中吗？可以的，宿主，小意思。紧接着，陆晨就看到系统商城中上加了终极灵泉水，正是用的最为常见的矿泉水瓶子装的，售价10镇金值。这对于陆晨此刻高达30W的镇金值来说，可以说是十分便宜了，也省得他自己灌装的麻烦了。陆晨当下就兑换出了20瓶，全部放进了自己的随身空间中，以备不时之需。他拿着1瓶灵泉水走出来，直接递给了村长。张叔，这给您，山上情况复杂，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下来。吃的我们能就地取材，水还是要喝得干净些的。村长不疑有他，伸手接过。好，还是陈娃子想的周到。陆晨喊上大黑，两人一狗一起往后山走去。结果刚走了没多远，就有只圆乎乎的黑白团子从林中滚了出来。小家伙这次没撞上树，而是一头撞上了一块巨石。陆晨，都说1回生2回熟，这小家伙看来是一直没学会杀熊啊。小家伙露面了，那只成年野生大熊猫也慢悠悠地从树后绕了出来。撞得七晕八素的大熊猫幼崽缓过神来，哒哒哒地跑过来，一把抱住了陆晨的小腿。硬，好喝的，要喝。那只野生成年大熊猫则朝着陆晨嘟嘟地跑了过来，肚子都快贴了地了，看着明显是要比前几天胖了一些。看来林业局的伙食还是不错的。嘤，相比较还有些词不达意的幼崽，他的话就好理解了许多。你之前的那个好喝的水，再来点儿。眼看着野生大熊猫越跑越近，张叔的腿都开始抖了。他捡起一个木棍拿在手中，直接挡在了陆晨的身前。陈娃子，跑，快跑！张叔，没事的，他不会攻击我们。陆晨将手伸进口袋中，装作拿东西。
实际上是从系统空间中拿出了一瓶灵泉水来，将水倒到瓶盖中后，陆晨蹲下身来，野生大熊猫在他的面前猛地停下，丝毫不带客气的就喝了起来。小家伙喝不到，在一旁嘤嘤嘤的叫个不停。身边没有其他的容器，陆晨只能将瓶盖放在地上，然后倒了些水到自己的手上给小团子喝。嗅到气味的大黑也跑了上来，他不屑于与一大一小两只大熊猫抢，却是盯上其他的。陆晨伸手去摸矿泉水瓶时，猛地摸到了一手毛，心里是震惊的。等他看清楚发生了什么时，却是觉得好笑。被他放在地上的灵泉水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倒了下来，洒了一地。而大黑则在一旁歪着脑袋看他，眼里都是疑惑。可关键陆晨明明看见这家伙的嘴跟胡子都是湿的，被三只家伙缠得没办法，陆晨只能与村长一起去了竹林，削了3个竹节出来，一只分了1竹节的灵泉水后才消停了下来。趁着这个机会，陆晨检查了下成年野生大熊猫腿上的伤势，伤口处粉色的新肉已经长了出来，恢复的情况良好。见这个两脚兽在看自己的伤口，野生大熊猫嘤地叫了一声：“我伤口这次恢复的这么快，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水？”的确是因为这个。两脚兽，你竟然能听懂我说的话？能听懂。山上的生活巴适得很，我一点都不想被铁笼子给关起来。你要是再让那些人过来抓我，我就把你的竹林给全部吃掉，一根笋笋都不给你留。陆晨，说实话，这个威胁在他这里根本没什么用。他家里的竹林占地足有几10亩地了，这个家伙根本就不可能吃完。不过陆晨还是跟大熊猫母子两熊说了等下林业局的人要来的事儿，并且叮嘱他们如果不想被抓到的话，近期就不要下山了。不想被抓是一回事儿，但是不能不下山。你的水跟笋笋都在山下，我避着点人就是。陆晨，合着这家伙还惦记自己的笋啊，是真的夺笋爱。第37章，小陆啊，有个事儿跟你说一下，笋可不是白吃的。等下你这样，看着竟然与野生大熊猫说话的陆晨，村长整个人都不好了。这大白天的，陈娃子是怎么了？偏偏那只野生大熊猫还时不时点点头，或者嘤嘤嘤几声，那样子看着不但能听懂，竟然还有来有回，这是聊上了。村长忍不住去看了看日头，这太阳的确是从东边升起来的呀。他揉了揉自己的眼睛，又暗中掐了下大腿。也没花，也能感觉到痛，这也不是做梦啊。陆晨与那只成年野生大熊猫说了近10分钟的话，最后一人一熊像是达成了什么协议。那只成年野生大熊猫晃晃悠悠地抬起屁股，招呼了一声自己的崽子，慢吞吞地走了。村长特意留意了下他走的方向，这是往陈娃子的竹林去了啊。张叔，我们去山里看看，我怀疑狼是被偷猎的人给惊到了才下山来的。想着昨晚遇到的那只白狼，陆晨还是有些不放心，那家伙腿上的伤势看着挺严重的。好，我们走。想到上山的初衷就是查看狼的踪迹，村长连连点头。被陆晨这么一打岔，他也忘了问刚刚陆晨为什么要跟大熊猫说话的事儿。陆晨刻意没把村长往自己昨天发现狼崽子的地方带，那边虽然有白狼的脚印等踪迹，但是也有他自己跟大黑留下来的脚印。他要是把村长带过去了，那自己半夜出门的事儿可就瞒不住了。主要还是怕长辈担心。汪，陈哥，左边，我嗅到昨晚那只白狼的臭味了。大黑猛地从草丛中窜了出来，他那个骂骂咧咧的样子，让陆晨怀疑这家伙想要找到白狼再打上一架。没走多远，陆晨与村长也发现了成年狼跟狼崽子一起的脚印。凭着多年的经验，村长在仔细分辨了之后，更是直接判断出这只成年狼应该是受伤了，脚印的深浅度有明显的区别。这时陆晨的电话响了起来，是林业局的人来了。简单说了下成年野生大熊猫的情况之后，陆晨加了陈副局长的微信，直接开了视频模式，示意他看地上的狼脚印。陆晨更是在周围的草丛上发现了白色的狼毛跟血迹。这下子陈副局长的说话语气都变了。小陆啊，你这是在哪儿？我们这就过去。秦岭这附近可是许久都没有发现野生狼的踪迹了，而且看样子这还是受伤了。我在。陆晨看了看四周，这是半山腰的一个凹地，周围也没什么特别好辨别的东西。他索性让林业局的人先去自己的院子中等着，自己下山去接。一番折腾下来，等林业局的人采样了遗留下来的白色毛发跟血迹后，就已经中午了。小陆啊，这些东西我们都会带回去找权威专家进行分析，等有结果之后会告诉你的。对了，小陆啊，有个事儿跟你说下。上次回去后，我跟局长说了疑似发现偷盗者的事儿了。我们一致认为增加护林员的数量是必须的，但是因为现在咱们镇上人口流失严重，年轻人绝大多数都去城里打工了。虽然我们一直都在招人，但是却收效甚微，所以我们现在想试试推行兼职护林员制度，不用每天巡山，只要隔3至4天左右上山看看，
遇到什么突发事件随时上报就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陆晨听出了陈副局长的言外之意。您的意思是想让我做这个兼职的护林员吗？是的，陈副局长连连点头。实际上你最近做的事情就已经是护林员工作范围之类的了，所以也不算是增加额外工作量，包括你的那个直播间，我都可以给你标上官方标识。你只要继续做你现在做的事儿就行，还能多拿一份工资，多好。怎么样，小陆，你要不考虑一下？这么听上去确实不错，而且陆晨想的要更多，如果直播间能够挂上官方标识的话，他后续的涨粉跟人气应该也会随之增加。虽然现在博士那边还没回消息过来，但是就自己的身体恢复情况跟野生大熊猫的伤口恢复速度上来看，这灵泉水绝对是好东西。一口水井他自己用倒是足够了，但是他却并不只想自己用，况且他本来就是想要退役后做护林员的，只是因为自己目前的身体情况没有办法高负荷的工作，又有昏厥随时会发生的不确定性。望着陈副局长带着询问的目光，陆晨点了点头，我愿意做兼职的护林员。好，好。陈副局长激动的连连感叹，小陆，你之前发现并且救助野生大熊猫的事情是有奖金的，我们还在上报走流程，这周应该就能报下来。谢谢您。应该的，应该的，这也是促进村民保护野生动物的一种方法了。不知道之前那只野生大熊猫跟大熊猫幼崽你还能找到吗？不太确定，我可以试试，是有什么事吗？被陆晨这么一问，陈副局长立刻就打开了话匣子。哎，你是不知道，就你之前救的那只野生的大熊猫，被我们带回去之后，天天的干饭特别积极，关键还挑食，稍微老一点的竹子跟笋都不碰。这野生大熊猫被圈养之后，没有应激反应还能吃，是好事。可我们的工作人员想要给他抽血检查的时候，这家伙怎么都不配合，不但自己防工作人员跟什么似的，小崽子我们更是就没碰到过。我连熊猫基地的人都问了，那什么旺仔牛奶、旺仔窝窝头之类的也都安排上了。对于吃的他是来者不拒，可崽子还是看得特别严。像这种意外发现的野生大熊猫，我们都是要留存信息的，同时也可以在检测血液样本时候看下它的健康情况。小崽子看着长得并不算大，我们怀疑它可能有点营养不良，所以就想着检查一下。听到这里，陆晨明白了，野生动物怕人很正常的，你也不用太过于着急。这样，我让大黑先去找找，我再用无人机看下周边情况。如果发现了那只大熊猫的踪迹，我们就过去。我就是这个意思。到时候如果还是不行的话，估计得小陆你来了。对于陆晨那天直接将野生大熊猫给抱起来的事情，陈副局长还是记忆犹新的。对他们严防死守的大熊猫，在面对陆晨时，简直能称得上是乖巧可爱了。第38章，你个黑白团子又偷吃！既然无人机都放出来了，陆晨在征求了陈副局长的意见之后，直接开启了直播。大家好，我是陆晨。陈哥好啊，今天是准备做什么？同问，我想看大熊猫。醒醒，大熊猫已经被林业局的人带回去养伤了。是的，之前看他伤势还挺重，估计就算是养好伤放生，也要1至2个月了吧。好吧，那我就看风景好了。让网友们没想到的是，无人机的画面中却又出现了一个中年人。大家好，我是荣城林业局的陈副局长。往后陆晨就是我们荣城林业局的兼职护林员了。往后你们能看到的野生动物肯定会越来越多的。简单与网友们打过招呼之后，陈副局长就退出了无人机的摄像范围。哇，护林员还有兼职的吗？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啊。好耶，住下了，就喜欢看这帮子动物。好像正规的护林员是可以配枪的，这样陈哥以后巡山应该也会安全一些。不知道之前那些偷猎者抓到没？还有山里的陷阱也最好能全部排除掉。听上去就是大工程啊，陈哥辛苦了。不管怎么样，祝贺陈哥成为兼职护林员。随着直播间网友们祝福弹幕，陆晨的耳边也响起了系统的提示声。第一，获得震惊值800；第一，获得震惊值500；第一，获得震惊值1000。陆晨这时候也开始跟直播间的网友们唠起了嗑来。你们今天说不定还真的有机会能看到那2只野生大熊猫。随着陆晨将那只野生大熊猫携载越狱的事儿在直播间中说出来，弹幕上全是清一色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兽人永不为奴，哪怕是包吃包住也不行。大熊猫，竹林在召唤我，我得回去了。有没有一个可能，那家伙还真惦记上陈哥的竹林了？看到这条弹幕的陆晨，不得不说，网友们的眼睛是雪亮的。那只大熊猫还真的惦记着他的竹林呢。大黑在前面引路，而陆晨也在暗戳戳地动了点小心思。他正是带着众人往自己的竹林走去。刚到竹林的范围内，大黑的叫声就传了过来，与之相对的还有另一声略低沉的犬吠：汪汪汪！你个黑白团子又偷吃！汪五！就吃就吃！你个狗子管得真宽！陆晨，
他回头看向村长与陈副局长，大黑应该是发现了什么，我们快过去。等到了竹林后，不管是陆晨一群人，还是直播间的一群人，全都笑了。一只胖乎乎的黑白团子在挂在树上，汪吴汪恩的一直叫。图源网络，青山主打的就是个嚣张，你上来啊，上来咬我啊！下面还有只大黑背也在汪汪汪的冲着他叫，那架势就跟两只在吵架一样。哈哈哈哈，笑死了！大黑这是跟大熊猫在吵架吗？别说，还真像。要不是大黑上不去，估计早打起来了。你们看画面边上，那里有只小团子在看戏。哈哈哈哈！小团子表示，你们尽管吵，我负责吃就行。听着脑海里两只毫无营养的叫嚣，陆晨表示，这两只不仅仅在吵架，已经开始约架了。怪吵的，也怪可爱的。妞儿，回来！随着陆晨的一声唤，大黑朝着大熊猫又放出了几句狠话，才哒哒哒的跑了过来。那只挂树的野生大熊猫也慢慢悠悠的往下面爬了点距离。就在众人都以为它会这么安稳落地的时候，没想到在距离地面还有3、4米高的时候，那货竟然把抱着树干的爪子给松开了。霎时间，轰隆巨响之下，伴着烟尘四起。陆晨，看来大熊猫下树的方式是种族天赋，跟年龄无关。网友们，哈哈哈哈，陈哥是我互联网嘴替。是的，我看到这大团子的下树方式，也是想到之前那只小团子。哈哈哈哈，种族天赋还行。大熊猫皮糙肉厚，耐摔，插画腰。哥们儿，会说你就多说点，有画面了。那只野生大熊猫爬起来之后，理都没理越来越近的陆晨等人，而是直接转头去霍霍竹林了。陆晨目瞪口呆的看着那家伙一顿霍霍，心疼的不行。这可都是他的钱啊，不管是竹子还是笋，可都是能够卖的。眼见着陆晨的脸色越来越差，网友们也猜到了些许。木子飞刀在直播间送出5个火箭并留言，国宝尽管霍霍，我来买单。圆月弯刀在直播间送出10个火箭并留言，团子尽管吃，管够。一时间，直播间中的礼物特效层出不穷，又给陆晨吸引了一大波的流量。直播间的在线观看人数更是一举突破了30W 人。第一，当前直播间观看人数达到30W，奖励假山莲花池一座，是否具现在院中？陆晨的眼前出现了一个3维立体的假山莲花池模型，假山巍峨奇峻，荷叶田田十分精巧，更有或红或白的或粉的莲花，无视季节，灿烂盛放。巨献是否会引起原先在院中人的惊奇？不会，系统出品必属精品，他们会觉得这些东西原先就在那里。听到这个回答，陆晨也放下心来。巨献。而在这时，陈副局长的声音也响了起来：小洛啊，竹林的损失你等下算一下，我给你按照市价算，就算是我们林业局从你这买的了。这家伙这么吃，谁都扛不住啊。有钱送上门，陆晨当然不会拒绝。在众多工作人员尝试了几次都没办法接近大熊猫之后，陆晨无奈接过了他们手上的针筒。第39章胖团儿与滚滚。以1瓶终极灵泉水为代价，陆晨成功抽到了那一大一小2只野生大熊猫的血。而在他将针管递过去后，陈副局长说出了一个问题：小陆，这2只野生大熊猫都是你发现的，我们给野生动物登记的时候通常都是用编号或者是名字，你想叫他们什么？卧槽，竟然还有这个福利吗？陈哥竟然能给国宝取名，我这就去秦岭，就算不能发现野生大熊猫，金丝猴也行啊。楼上的醒醒，这大白天的怎么就做起梦来了？就是，你以为金丝猴是大白菜呀？你想遇到就遇到。陆晨的回答出乎了陈副局长跟直播间网友们的预料。您等等，我去问问。陈副局长直接就懵了，问谁？难不成还是去问那一大一小的2只大熊猫吗？不要太离谱好吗？然而紧接着他就见到了一场国宝与人类无障碍沟通的画面。嘿，大团子，你有名字不？没有的话，要不我给你取个？鹰？当然有，你问这个做什么？给你弄个编制，往后山里带乏了，可以去蹭吃蹭喝。鹰？那里虽然有笼子，但是奶还是挺好喝的。就在陆晨准备继续忽悠的时候，没想到这家伙又接了一句：但是我更想在你家竹林住，这里不但竹子不错，竹笋也还行，关键还有这个小东西。那只野生大熊猫说着，爪子在身下一掏，竟然掏出来一只胖嘟嘟的竹鼠来。陆晨，大熊猫是杂食性动物，竹鼠确实是在这家伙的食谱上的，没有的话，那就叫做团子好了。他装作没听懂成年野生大熊猫的话，自顾说起来：汪，我胖团儿可是有名字的。这下这家伙的声音都带上了几分怒气。陆晨，他打量了下这家伙的体型，胖团儿这个名字
倒是挺符合形象的。好的，胖团儿，你家崽子呢？他叫什么？英？你是怎么知道我名字的？陆晨，他无奈摊手，你自己刚刚说的。忘掉，你给我忘掉。英，滚，我们走，不吃了。英，妈妈，肿么啦？小团子哒哒哒的跑了过来。陆晨也悟了，这胖团儿看着不太聪明的样子，这下子他是连崽子的名字也知道了。问出来了吗？从震惊中回过神来，陈副局长看着跑向远处的一大一小两个黑白色身影，张口询问陆晨。刚刚那幕实在是过于震撼了，他竟然在某个瞬间真的以为陆晨能够与动物沟通了。问出来了。陆晨露出些许笑意来，大的叫胖团儿，小的叫滚滚，倒是挺符合这两只形象的。陈副局长一边点头一边心中腹诽，呵呵，我更相信是你小子自己给取的名字，这是节目效果吧？一定是。想着还指望陆晨的直播间能够多吸引些人来报名护林员，陈副局长自诩看破不说破，也就顺着陆晨的话说了。看出陈副局长一点都没相信自己所说的，陆晨也没怎么在意。这种事儿如果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他也不相信人能跟动物无障碍沟通。显然不相信的除了陈副局长，还有直播间的观众们。哈哈哈哈，胖团儿跟滚滚确实是很符合这两只的形象的，可不是吗？大团子胖乎乎的一只，圆头圆脑的，看着就跟个黑白色的胖团子没两样。小崽子也很符合啊，小家伙2次登场都是直接滚过来的。哈哈哈，我实名举报，这两个名字绝对是陈哥自己取的。哈哈哈。不过说真的，刚刚那波陈哥跟胖团对话那段，可真的是直播效果拉满了。是的，胖团可太可爱了，主打的就是个句句有回应，可太配合了。只有我怀疑他是人穿皮套假扮的吗？不，你不是一个人，还有我。第一，获得震惊值1000；第一，获得震惊值1200；第一，获得震惊值1300。同样的，对于网友们的猜测，陆晨也没去回复，真亦假，实假亦真，他也没有必要将真实的情况告诉网友们。与林业局的人辞别之后，陆晨与张叔在山上采了些野菜跟菌类，回来的路上还特意去村里的养鸡大户赵叔那里买了2只跑山鸡。他准备一只用来炖蘑菇，一只烧个松茸鸡汤，再清炒点野菜，完美。刚到院门口，陆晨就闻到了一股香味扑鼻而来，而等他推开门，就有个粉色的小团子哒哒哒的跑了过来。哇，爸爸回来了！妈妈，爸爸回来了，我们可以吃饭了。金色的阳光下，陆晨的眼里是唐宝纯真的笑颜与沈路遥的绝世美颜。明明还是那个小院，明明还是自己住惯的地方，却因为有了这一对母子的加入而变得不一样了。第40章，爸爸，我好喜欢啊！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1周多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加盖的2楼在精装修后也可以住人了。一大早，陆晨便去接了沈路遥与唐宝过来。这是玩具房，小唐宝可以在这里玩玩具。陆晨推开一间门，粉红色的主色调下是几个漂亮的玩具城堡与许许多多的洋娃娃。哇，好多娃娃！小家伙眼睛亮晶晶的，一下子就跑了进去。沈路遥发现这个房间里的所有墙角、桌椅，包括各个拐角旮旯，都被细心的包上了防撞垫，这是他所没想到的。陆晨正蹲在研究洋娃娃的唐宝面前，温声询问：唐宝喜欢这个房间吗？喜欢，唐宝太喜欢了。手上拿着芭比娃娃的唐宝踮起脚尖，便给了陆晨一个出乎意料的湿哒哒的吻。响亮的吧唧声连站在门口的沈路遥都听到了。那唐宝喜欢这个吗？陆晨站起身，从门后拿出了一个奇怪的东西。那东西奇奇怪怪的，是一根竹子，从中间劈开后加了个圆形的木头。80、90农村孩子的玩具竹推车，这是什么？小唐宝歪着脑袋看向陆晨，大大的眼睛里满满的都是疑惑。沈路遥虽然没问出口，但是同样也是满脸疑惑的样子。这个啊，是爸爸小时候玩的玩具，很好玩的。你看，陆晨将拿着竹竿的一端，将有圆形木头的那端放在了地上，轻轻地使了一个推力之后，那个东西便像是小车一样被推动了。哇，动起来了！唐宝也要玩，谢谢爸爸。唐宝玩得开心的时候，沈路遥走到了陆晨的身边。这是什么？看着好精巧。陆晨笑着回应，这是竹推车，其实做起来一点都不复杂，不过就是将竹竿劈开，然后跟棕树木头给固定在一起而已。棕树本来就是圆的，直接砍一段下来就是轮子了，中间掏空，再跟竹竿相连就行。我小时候家里穷，爷爷就给我做过一个。听到是陆晨自己做的，沈路遥明显被触动了，他微仰着脸，注视着陆晨俊逸的脸。你费心了。陆晨则回了个灿烂的笑容。
糖宝也是我的女儿，不是吗？对啊对啊，糖宝就是爸爸的女儿啊。小糖宝推着竹推车跑过来，笑得两个小梨窝尤其可爱。爸爸，我好喜欢啊！小家伙说着，看了看手上的竹推车，小心的将其给放到了柜子边上，然后哒哒哒的跑到了陆晨的身边。爸爸，你低一点，我跟你说个事儿。说话时，他短胖的小手还招啊招的，可爱极了。糖宝想说什么？陆晨闻言蹲下身来，柔声问小家伙。嘻嘻。糖宝凑到了陆晨的耳边，轻轻说了几个字。等到陆晨站起来时，他脸上的笑意比之前要灿烂得多。他摸了摸糖宝的头，去玩吧。呐。见小家伙跑远了，沈路遥才开口。刚刚小家伙是不是说了喜欢你？陆晨低头轻笑，是啊，被你猜出来了。路遥，我想跟你说个事儿，关于糖宝的。你说。糖宝虽然是女孩子，但是我不想她被困住房里或者是院子里。我想带她在山脚边走走，包括竹林、果园还有钓鱼之类的，我都想带她去体验。可以啊，这是好事儿。沈路遥听着露出了赞同的表情。这么说你是同意了？你刚刚也说了，糖宝也是你的孩子，本来教育这块你这个爸爸也要出力的。有人主动帮我分担，我为什么要拒绝？说着，沈路遥朝着陆晨俏皮一笑。你有没有觉得漏了什么？安全方面你放心，我会照顾好糖宝的，而且我带着他也只是在山脚附近，不会去深山里的。沈路遥，他原先觉得这个男人挺聪明的，而且对待小糖宝也很好，可现在他却觉得这个男人有些傻。直到中午吃饭时，陆晨还是没想明白。他能看出来沈路遥好像在闹脾气，但是却又不知道他在生什么气。既然想不通，那就不管好了。下午，陆晨去镇上又寄出了不少的笋出去。通过这周零零碎碎的直播，他笋也卖得差不多了。林子里倒是还剩下不少，但那些是给胖团跟滚滚留的。那一大一小虽然能吃，但是也帮他直播间吸引了不少的流量，养着呗。相比较胖团来说，滚滚那个小家伙更会来事儿点，时常自己主动营业赚奶粉钱。皮卡在宠物医院的门口停了下来，陆晨带着大黑走了下来。他今天来镇上其实还有一件事要做。陈医生，我来结账。推开玻璃门，陆晨冲着站在柜台后面的陈丰源开口。陆先生，您来了。陈丰源从柜台里拿出一叠账单递给陆晨。账单都在这里，你看一下，这些都是原价，5折后再抹个零，您给我5000就行。说来也奇怪，按说以那只流浪狗的身体状态，恢复最起码都是按月来算的，但是他却偏偏只用了1周左右就好了。我已经给他检查过了，身体各项情况都不错，已经可以出院了。陆晨已经扫码付完了钱，他看向陈丰源，我就是来接他的。陈丰源还没接话，大黑就先叫了起来。汪！陈哥，你都有我了，还要什么狗子？从进门起他就听到了猫猫狗狗的叫声，这会儿还没想明白呢，就听到自己主人要再接只狗子回家，这能忍？第41章，这味道太熏狗了。汪！陈哥，这事儿你必须说清楚。汪汪汪！咱家里除了我，不能有别的狗。汪汪汪汪！绝对不行！听着耳边吵到不行的声音，再看伏低身体，一副想要大战一场的大黑，陆晨有点头大。之前就那只流浪狗的事儿，他确实没跟大黑说。陆晨蹲下身，手法熟练的将大黑一顿入直入爱的威猛异常的大黑被德牧直接躺倒在地，露出软乎乎的肚皮。我确实是想带他回去，至于他愿不愿意跟我走，就不知道了。顺完了毛，陆晨跟在陈丰源身后去了狗舍住院部。汪，你来了！刚进门，陆晨就听到了一道苍老的声音。他蹲到关着那只流浪狗的笼子前，将铁门给打开了。我来了，你身体也恢复的差不多了，要不要跟我回家？院子不大，家里人也不多，但是挺热闹的。一只猫仔，一条鲤鱼，还有2只编外成员大熊猫，氛围还算融洽。汪，还有我！伴着犬吠，大黑毛茸茸的脑袋也从陆晨的身后探了出来。汪，你怎么看着这么憔悴？本来还想打一架来着，还是算了吧，我怕你扛不住我的爪子。汪吴，回家！那只被陆晨救了的流浪狗由嗓子里发出沉闷的声响，像是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是啊，跟我回家。陆晨也不催促，就保持那个姿势蹲在原地。刚刚我说的都是优点，现在我要说说缺点了。就是我身边的这只狗子，领地意识有点强，可能会跟你抢地盘，但他也是我的家人，以后也可能是你的家人了。大黑这会儿已经走到了陆晨的身前，他乖巧地坐在地上，神色认真地打量被关在笼子里的流浪狗。这么一副端庄的样子，还是挺能唬人的，前提是忽略掉他身后疯狂摇晃的尾巴。
没让陆晨等多久，那只流浪狗就缓缓从笼子里走了出来。相比较动手术之前，他瘦骨嶙峋的身体看着明显胖了不少。陈丰源看着眼前的画面，一方面觉得这狗子很有灵性，另一方面也看出来了陆晨想要接回这只流浪狗的决心。作为宠物医生，他平日里接触的各色宠物跟宠物主人都很多，在他看来，跟猫狗说话是常态，这种情况在绝大多数的养宠人身上都能看到。可要说真的会征求宠物意见，让他们自行选择的，陈丰源是第一次看到。而更让他惊讶的画面还在后面。只见那只从笼子里走出的流浪狗突然朝着陆晨跪了下来。午后的阳光从窗外照了进来，隐隐在流浪狗的身上镀上了一层金光，也让他含在眼眶中的眼泪无处遁形。陆晨伸手摸了摸流浪狗的头，温柔且带着抚慰心灵的声音也随之响起：都过去了。大黑这会儿尾巴也不摇了，他有些别扭地走到了流浪狗的身边。他先绕着流浪狗闻了一圈，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因为大黑已经彻底被喷嚏给包围了。实在是流浪狗身上的味道太熏人，不对，这味道太熏狗了。阿 T， 阿 T， 阿 T， 你身上都是什么味儿啊？臭死了！这么臭，跟我们回家的话，会熏死人的。陆晨站起身来，看向陈丰源。陈医生，这里应该有宠物洗澡的地方吧？有的。陈丰源从震惊中回过神来，连忙带着陆晨跟2只狗子往浴室走。我们这大型犬都是210只，陆先生您是 VIP，5折的话1只100就行。我只要个场地就行。啊，没问题，免费用，宠物用沐浴露跟吹风机都在里面。好，我知道了。流浪狗身上的毛都打结到了一起，陆晨索性拿推子给它推了个干净。光秃秃的大狗子没了毛发的遮掩，一身的伤痕与瘦骨嶙峋的身体也彻底暴露了出来。幸灾乐祸的大黑笑着笑着就停了下来，他走到流浪狗身前，用尾巴拍了拍对方。洗1只狗是洗2只狗也是洗，所以最后陆晨不但洗了那只流浪狗，还将大黑也给洗了个干净。陈医生，我们就先走了。哎，好，陆先生慢走。夕阳之下，1人2狗的身影被拉得很长，伴着发动机的轰鸣声，那辆黑色的皮卡慢慢驶离了陈丰源的视线。第42章，我没有故意吓你哇，小糖宝。陆晨的皮卡刚刚到村口，就看到了站在老榕树下翘首等待的一大一小。沈路遥抱着小糖宝，似乎是跟小家伙在说话。问题是小家伙的眼睛一直盯着村口，明显就没认真听。他眼尖的看到了熟悉的黑色皮卡后，立马开心的拍手欢呼：爸爸，爸爸回来了！妈妈，爸爸回来了！沈路遥抬起头来，正与停稳下车的陆晨对上视线。他笑容明媚，眼里似乎有万千星辰闪烁。这个小家伙睡醒后没看到你，非闹着要过来等你回家。我说给你打视频电话，他还不愿意，说是想要给你个惊喜。说着话，沈路遥将已经开始震动的小糖宝给放到了地上。去吧，糖宝。陆晨蹲下来，伸出双手，那个晃晃悠悠的小天使便哒哒哒地扑到了他的怀中。爸爸，哎，爸爸，哎，爸爸，哎。糖宝的小奶音儿叫得黏黏糊糊的，也不说是什么事儿，就只是一叠声的叫爸爸。陆晨也不催促，而是不论小糖宝叫多少次，他都一一耐心的回应。阳光西斜，晚霞漫天，沈路遥看着这一大一小，不自觉的也扬起了嘴角。等小家伙喊累了，陆晨便单手抱着糖宝拉开了后座的车门。汪！陈哥，你终于想起我了。车门刚刚打开，一道黑影便窜了出来。哇！小糖宝被吓得连忙伸手抱住陆晨的脖子。糖宝不怕不怕，是妞。陆晨瞪了大黑一眼，连忙轻拍小糖宝的后背安抚。在他的安抚下，紧闭双眼的小家伙也慢慢平复了下来。爸爸真的是大黑吗？糖宝怕怕。糖宝的小奶音哼哼唧唧的，让陆晨的心都跟着颤了颤。是大黑，糖宝不怕，爸爸不会骗你的。你慢慢睁开眼睛自己看看，好不好？好。糖宝相信爸爸。握住拳头给自己壮了壮胆后，小糖宝慢慢睁开了眼睛，然后他就看到大黑正躺在自己的面前，露出了柔软的白肚皮，看着就很好摸的那种。小家伙立刻就不怕了。哇，果然是大黑。刚刚还紧紧搂着陆晨脖子的小家伙立马就松开了手。他动了动身体，爸爸，我想下去跟大黑玩。糖宝，等下还有个新朋友要跟你介绍。哪里？陆晨将小家伙换了个姿势，示意他跟着自己看向车后座。你之前见过他的，还记得吗？被剃了毛的流浪狗慢慢的从车后座种了下来，冲着陆晨与小糖宝叫了一声。相比较大黑的随性，他表现的明显要拘谨不少，连身后的尾巴都是垂着的。不，
不认识。被陆晨放下来的小糖板一根手指头点着自己的小胖脸，一边疑惑的歪头卖了个萌。陆晨，果然都说女儿是小甜心，他现在真的是恨不得将天上的星星都摘给小家伙。你好啊，我是糖板，你是谁啊？不知道是不是知道爸爸妈妈都在自己身后的原因，这会儿的小糖板变成了个小社牛。想不出答案的小家伙走到流浪狗身边，就那么开门见山的问了出来。汪，我是大黄，我们前几天见过面点，你是在跟我说话吗？仔细看好像有一点点眼熟哎。觉得眼熟的小糖宝想了想，发现还是想不出来在什么地方见过这只大狗狗，于是聪明的小家伙就回过头去，仰着脸跟陆晨撒娇。爸爸，糖宝想不起来了，你告诉我好不好啊？谁能无视这么可爱的女儿撒娇啊？至少陆晨不能。好，这是那次我们见过的那只流浪狗，它的伤已经好了，所以爸爸就把它带回来了，往后它也会是我们家的一员了。糖宝喜欢它吗？流浪狗闻言微微抬起了头来，它乌溜溜的眼睛水润润的，就那么静静的看向小糖宝，那双眼里像是含着诸多情绪一般，像是在等待命运的审判。喜欢啊，小糖宝说着，还悄悄地看了已经站起身来的大黑一眼。他悄悄地贴着陆晨的耳边，自以为小声地道：这只狗狗好乖啊，它刚刚都没下糖板呢。我喜欢它，就差被指名道姓的某只狗子。汪！我没有故意吓你哇，小糖宝，冤啊！陆晨索性将皮卡停在了村口，就那样抱着小糖宝与沈路遥一起回去了。而沈路遥与陆晨的距离越走越近，在夕阳的霞光中，他下意识地凝视着自己的影子与陆晨的融为一体。他好像听到自己胸口小鹿的撞击声了，一下又一下，从轻到重，无法忽视。第43章，这到底是谁教谁啊？喵嗷！一行人刚刚到院门口，就听到了细微的声音。陆晨打开院门，就看到那只小猫仔在他的简易猫窝里昂着头盯着门外看，那样子就像是疑惑他们都去哪了，有一点点可爱。猫猫！糖宝哒哒哒的跑过去，蹲下来拖着自己的下巴看猫猫。之前爸爸跟他说过，猫猫太小了，不能碰。糖宝是乖宝宝，都记得的。你，小猫崽子轻轻叫了声，又趴了回去。小家伙跑了，陆晨与沈路遥便说起了话来。农村的生活就是这样，每天忙忙碌碌的，也没什么好玩的。你还习惯吗？不，有漂亮的风景，还有像滚滚那样的小可爱，以及那么多的好吃的。虽然不太习惯，但是我喜欢这里。喜欢就好。两人就那样静静地站着，看了会儿小糖宝。之后，陆晨打开了仓库旁边那个一直关闭着的房间，而沈路遥则去做饭了。房间中摆放着一堆零零碎碎的材料，以及缝纫机跟电焊枪等工具，俨然是个工作室。没多久，陆晨拿着3个新做好的窝出来，给2只狗子各分配了一个之后，他将小猫仔所在的临时猫窝也给换了。吃过晚饭之后，3人便各自休息了。第二天一大早，陆晨收到了林业局给他颁发的兼职护林员的证书，以及专门申请的配枪正鱼鸟枪，这些是陈副局长亲自送过来的。小陆啊，抱歉这么迟才送过来，主要是因为配枪证流程复杂，走了点手续。没事的，辛苦您了。恭敬从陈副局长手中接过东西，陆晨的心情十分激动。小时候与爷爷一起巡山时，他就想要长大后也去做个护林员，现在终于实现了。是的，这就是陆晨本来就想要做护林员的原因。不论是小时候还是现在，爷爷就是他心中的英雄。对了，自我上次过来之后，你上山过没？当时遗留的毛发化验结果出来了，应该是知西北狼，他应该受了很重的伤。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你在注意安全的情况下，能上山找一找他的踪迹。陈副局长说着，跟陆晨介绍了跟在自己身后的一个40多岁的中年人。另外，这是张成，我们的护林员队长。如果对于护林员工作有不了解的地方，直接问他就好。张成脸上都是风吹日晒的痕迹，戴着个草帽，隐藏在帽檐下的脸上有个横贯了左眼睛到右脸颊的巨大伤口，面相看着有些凶。你好，我是张成。你好，我是陆晨。大概交代了些事情后，陈副局长便离开了。除了陆晨的事情之外，他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忙。而张成则指了指陆晨身上的鸟枪，有开阔点的地方吗？我教你用。他自己脸上的伤便是之前被狼给弄出来的，现在既然来了新人，保证安全是必须的。我会用。陆晨在张成一脸的不相信的眼神下，3两下将鸟枪给拆了，并且重新装上。用时1分钟不到。在部队待过吗？张成只是瞳孔震了震后，便接受了这个事实。这个新人看来并不像他开始所想的那样，是个完全的门外汉，至少在保护自己的能力上来，应该有2把刷子。陆晨点了点头，
检查了下鸟枪的保险后，将其放在一边。张队长，练练不？来。张成十分干脆地将自己身上的挂包等东西给放到了一边，这也就导致了沈路遥刚起来就看到院中2个男人打成了一片。发生了什么？不敢相信自己看到了什么的他，下意识揉了揉眼睛。男人间的较量都是实打实的，常年在山上跑，张成的耐力与体力都要比常人好很多。现在虽然是年纪上去了，但是他自问自己还是有2把子力气的。可这些到了陆晨这里却变得啥都不是了。陆晨下盘极稳，而且每次都能预判自己的出招。说是练练，但他连人家的衣角都没碰到，偏偏他能感觉到这个陆晨应该还留着不少的后手。无论自己拿出多少的实力来，陆晨都能表现出只比他强上那么一点来，就是那种觉得只要再强一点就能把人打倒的错觉。张成是越打越憋屈，而在听到陌生女声时，他索性一个抽身与陆晨拉开了距离。没干什么，就是练练。陆遥，这是护林队的张队长，他刚刚是教我格斗技巧的。呼哧喘着粗气的张成目瞪口呆地盯着脸不红气不喘的陆晨，默了。这话也就骗骗年轻小姑娘了，这到底是谁教谁啊？明明自己才是被压着打的那个。你好，张队长。沈路遥朝着张队长打了声招呼。陆晨简单与沈路遥说了兼职护林员任命下来的事情，同时也说了自己与张成要上山的事儿，因为怕沈路遥担心，他有意瞒了可能要去寻狼的事情。好，注意安全。我跟唐板在家等你，记得早点回来吃饭。我知道的。直到走出院门，陆晨脸上的笑意都没消下去。第44章，童子，你真没暗箱操作。刚刚那是你媳妇吗？可真是漂亮哇，看这样儿也不是我们山里的女娃娃。张成好奇的声音将陆晨从喜悦中拉了出来，他张口想要解释的时候，却是愣住了。现在自己跟沈路遥的关系复杂，说是朋友吧，但是连娃都生了；说是夫妻吧，但是实际上却又不是。权衡半天，他取巧回答道：现在还不是，现在还不是，以后可能是。毕竟那样一个有钱、有颜、有身材，而且性格好的女孩，谁能没有好感呢？而且因为唐宝的关系，他越与沈路遥接触，就越是被其吸引。哈哈哈哈哈！小伙子好样的！张成拍了拍陆晨的肩膀，我看刚刚人家女娃娃的样子，应该也是对你有好感，你可得追紧点，知道不？这话倒是让陆晨红了脸。他追过毒贩，追过汽车，也追过劫匪，就是唯独没追过姑娘，这实在知识盲区啊！第一，抖加粉丝达到15W 人，感知到宿主当前的需求，特奖励花式追妻的10000种方法，请问是否学习？陆晨，当然是学习啊！这叫什么？瞌睡了来了枕头，刚刚还不知道怎么追女孩呢，这就来了攻略了。童子，你真的没暗箱操作？宿主，低调，低调。在张成看到跟在陆晨身后的大黑时，眼中的欣赏怎么都藏不住。护林员因为职业的特殊性，几乎人人都配有狗子。乡下人嘛，用的都是中华田园犬居多，一来方便，二来省事儿，而且也好养活。可这不代表他就不认识其他的犬种了，这可是指血统极为纯正的黑背啊！背部黑色毛发顺滑水润，腹部为草黄色，头大，脸面较宽，鼻梁较短，嘴筒粗短，两耳间距大，脸部有明显的蝴蝶斑，眼前暗褐色，颈短，腹围较大，四肢发达，躯体粗壮。重要的是，这狗在不露面不出声的时候，几乎没什么存在感。有句老话叫做“咬人的狗不叫”，这狗绝对不简单。陆晨见张成的目光时不时往大黑的身上瞟过，他心知对方是对大黑产生了兴趣。这是大黑，退役军犬，小名妞。原来是军犬，难怪，难怪。连声感叹之后，张成想到什么，有些欲言又止。我也申请了领养退役军犬，但是还在排队。退役军犬的领养手续很麻烦，也不容易批下来。这个我知道的，主要是我的老伙计受伤了，没办法跟着巡山了，一时半会儿也没办法训练出其他的狗崽子来。如果能够领养到退役军犬的话，那应该也会相对省事儿一些。陆晨沉思了一下，据他所知，每年都会有很多退役军犬会被送去救援组织等或者是民间领养的，而护林员确实也需要一只经过良好训练的猎犬辅助。他准备等回去时可以问下陈斌具体的情况，如果可以的话，他倒是可以帮忙牵个线。等上山之后，陆晨就将无人机放了出去，打开了直播间。没想到直播间刚刚打开，便有无数的网友们涌了进来。天，陈哥你这直播也太蹲了。是的，生产队的驴都不敢这么歇。有理由猜测，陈哥你家的竹笋是不是卖完了？哈哈哈，笋卖完了可还行。说起来，
我收到陈哥的笋了，确实是鲜嫩多汁，极为鲜美。那可不，陈哥的笋可是胖团儿跟滚滚亲测的，绝对好吃。哈哈哈，我可就是为了2只国宝来的。陈哥，今天去看胖团儿跟滚滚不？今天不去看国宝，我带你们去找狼。陆晨说完，便与直播间的网友们介绍起了张成。这是我们荣城护林队的张成张队长，他就是过来与我一起的。前2天在山上发现了白色的毛发与血迹残留，经过林业局专业人员的鉴定，已经可以确定是只西北狼了。卧槽，竟然有狼！不懂就问，西北狼是什么狼？卧槽，刚发现陈哥跟张队长2人都背着枪呢。果然，护林员可以配枪是真的。等我毕业了，也要去面试护林员。第45章，别，我这就出来。醒醒，你知道为什么会配枪吗？就是因为危险。这工作没2把刷子可不是好做的，你可得有万全的打算才对。关键是任何事就没有绝对的吧，做好自己该做的就行。看到弹幕的陆晨点了点头。护林员的工作确实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做的，也是有门槛的。这也是林业局一直以来招不到人的原因。而除了要求高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护林员配枪确实是如同这位网友所说，是因为危险。而就大熊猫来说，你们看它憨萌可爱，但是别忘了它在古时候可是被叫为食铁兽的。据相关数据显示，大熊猫的咬合力约为1300nn，大熊猫的牙齿非常锋利，其臼齿是目前食肉动物中最有力的。它们非常锋利，根据多项研究结果，大熊猫的咬合力在食肉动物名单中排名第5。大熊猫属于杂食性动物，和狮子、老虎、豺狼等猛兽一样被归到哺乳纲食肉目科下。卧槽，我知道大熊猫吃肉，但是没想到咬合力这么强啊！怎么看怎么都无法将猛兽2个字跟胖团跟滚滚给搭上关系。哈哈哈哈，那2只分明是猛兽。不过确实历史上又出现过几次熊猫伤人跟下山为祸村里的事儿。陆晨点了点头，据我爷爷说，在7-80年代就因为大规模的竹子开花问题，导致大片的竹子枯萎，熊猫们被逼吃肉，饥饿难忍的他们闯进附近的村子里，将村民家里的牲畜祸害了遍。这事儿当时还挺出名的，我记得有不少的大熊猫因为这个事儿还有了编制。卧槽，细说。第一，震惊值加1000。第一，震惊值加1200。第一，震惊值加1200。陆晨与张成又往前走了段路，就看到大黑突然盯着一处草丛，压低了身体，一副戒备的样子。谁在那？出来！无人机在陆晨的控制下，从上方悄悄飞了过去，想要看看草丛后面的是什么东西。然后，陆晨、张成，包括直播间的网友们都看到了一只毛茸茸的小尾巴。是的，因为草丛过于茂密的原因，无人机的角度没办法拍得清晰，只是拍出来了一只毛茸茸的尾巴。看样子应该是个猫科或者是犬科动物的尾巴。问题的关键是，现在陆晨在半山腰上，周围都是高耸入云的原始森林，就是用脚趾头想也知道这个尾巴的主人绝对不是什么寻常的猫猫狗狗啊！哇，这是来奇遇了吗？哈哈哈，我已经看到小家伙头上的黄色感叹号了。来，都猜猜这是只啥？我只有的是小狗仔。保守了，我只有的是小狼仔。卧槽，那样是狼仔的话，岂不是成年狼就在附近？完了，陈各位，汪！不出来是吧？我可冲过去了。看着这个一颤一颤的小尾巴，陆晨的脑海中已经浮现了一只小家伙的身影。如果没猜错的话，还是个熟悉的小家伙。而且大黑的表现也很奇怪，这家伙往常遇到危险或者是什么诡异的东西时，那绝对是直接上的。而像现在这样还能耐着性子嘴炮的，可以说是屈指可数了。别，我这就出来。你好凶哇呀！千呼万唤使出来，一露面便萌翻了所有人。那只摇摇晃晃哼唧着从草丛里出来的，竟然是只小狗仔。好可爱狗杂，想入？看着好瘦啊，这是被抛弃了吗？等等，你们冷静一下。就是，你们仔细看看这个小家伙的尾巴啊，它是垂直的。垂直的，我看看，确实是垂直的爷，但是这代表什么啊？代表什么呢？眼看着小家伙摇摇晃晃的往陆晨身边走，张成直接就伸出手拦住了正要上前的陆晨。别被他的样子骗了，这是只狼崽子，可不是小狗仔。而陆晨的回答也让张成对于这个刚加入护林队的新人有了更多的好感。张队，我知道的，这确实是只狼崽子，不但是只狼崽子，还是个熟悉的狼崽子。这个看着软乎乎萌萌哒的小家伙，正是之前陆晨半夜从陷阱里救出来的那个。张队，没事的，这个小家伙我认识。陆晨冲着张成笑了笑，从他的身后走了出来。小家伙，你哥呢？
小家伙刚走到陆晨身边，一下子就伸手抱住了这个身上有着好闻气息更让狼感觉安心的两脚兽的小腿。嗷呜！救救他！救救他！我哥他不动了，不动了！陆晨的心一下子就被提起来了。要说不动了，那可是只有一种可能了。之前自己见到那只白狼的时候，对方的情况虽然说不上好，但是也不至于这么快就嘎了。这也是他一直没急着上山的原因。想到这里，陆晨连忙催促：“你哥在哪儿？快带我去！”嗷呜！跟我来！小狼崽子嗷呜一声，调转头就往自己来时的地方跑。只是这小家伙连走路都摇摇晃晃的，这一跑起来就更是不稳了。眼看着小家伙第3次出现平地摔了，陆晨好笑的同时也打算上前把他捞起来。可让陆晨没想到的是，有个家伙的速度比他更快。第46章，卧槽，这是大白狼！一道黑影在直播间的画面中一闪而过，目标极其明确，正是朝着那个还在艰难爬起来的小狼崽子而去的。卧槽，什么东西？小狼崽子快跑！小狼崽子，你猜我跑不跑得掉？我 GO 的应该不是什么危险的东西，你们没看到陈哥都没动吗？他停下来了，我瞅瞅这是个啥？还能是个啥？现场也就2人1狗了，陆晨跟张成都没动，那动的自然就是大黑了。那家伙十分干脆的将小崽子给叼到了嘴里。汪！麻溜的，赶紧指路，不然等你这个小短腿跑到了，说不定你哥早就凉了。陆晨没看出来，大黑竟然还挺关心那只白狼的。他记得那天晚上大黑跟白狼干架的时候可是下狠口了。哈哈哈，笑死了，原来是大黑。是的，合理怀疑我们的妞儿是嫌弃小狼崽子跑得太慢了。小家伙那根本就不是跑吧，走3步摔2次的，笑死了。一路评太可爱了，想入啊！照片点 JPG， 快看小家伙平地摔，我刚好截到了。乙存，这就是我的新屏保了。不过陈哥这是要去哪儿？我怎么觉得是往深山里走了？联想到之前滚滚跑下山来找陈哥就胖团的事情，该不会这只小狼崽子也是来摇人的吧？哈哈哈，摇人可还行。张队，这狼崽子好像是要带我们去什么地方，我们一起跟过去看看。见此，陆晨回头看向张成。啊，好，一起去看看。正震惊于陆晨似乎大概也许可以与动物对话的张成，反应明显有些迟钝。谁懂啊，自从与陆晨相识之后，他好像一直处于震惊之中。而且这只军犬刚刚的架势分明就不是要咬狼崽子，而像是嫌弃小家伙走得慢，不耐烦了才动口的。军犬虽然都是经受过训练的，但是这只也太有灵性了。第一，震惊值加200；第一，震惊值加300；第一，震惊值加200；第一，震惊值2000。跟着大黑往山里走的陆晨听到这次的系统提示声，有些疑惑。除了刚开播的时候，他已经许久没有收到过这么低的震惊值了。系统，这次奖励的震惊值怎么这么少？宿主稍等，我看看。我看了下震惊值的描述，是这样的：之所以奖励的数值偏少，是因为这次造成网友们那震惊的源头是大黑，而不是宿主您本人。但是因为大黑是宿主的宠物，有从属关系，这属于间接性的震惊奖励。原来是这样，那个2000的震惊值是来自于张队。对的，宿主，确实您本人的行动所造成的震惊会奖励更多的震惊值。最终，大黑在小浪仔的示意下停在了个山洞前，山洞口明显可以看到属于小狼崽子的小梅花脚印，而在其旁边还有略大些的梅花脚印，里面的另一只成年狼应该是受伤了，脚印的受力程度不一样。张成仔细看了脚印之后分析道：陆晨点了点头，他看了下洞口后开口：张队，这洞口只能一个人勉强进去，我先进去看看，您在外面等我就好。宿主，你不用自己进去的，商城里可以用震惊值兑换无人机升级道具，5W 就能将这个普通无人机升级成拟态无人机，不管是苍蝇蚊子还是什么小猫小狗都可以拟态的。系统出品，保证精品，而且全部是专业防抖跟高清画质，要不来一个？推销都说到这了，陆晨还能拒绝吗？他打开系统商城，果然看到了无人机的升级选项，而无人机顺利升级之后，在陆晨的控制下，拟态变成了只小鸟，飞进了山洞中。等等，这视角怎么不对劲？怎么突然这么黑？而且怎么看着像是在山洞里发生了什么？我天不怕地不怕，但是怕黑啊！+1，救救我，救救我！陆晨拿出手机，点开自己的直播间，查看无人机拍摄的画面时，看到了网友们的弹幕。大家不用害怕，这是拟态无人机所拍摄出来的画面。我们先看一下它实时传回来的画面，了解下山洞中的具体情况。现在的科技水平都已经这么高了吗？都有这种拟态无人机了吗？相比较对于山洞中的画面的兴趣，
明显张成的注意力在拟态无人机上，是测试产品，还没大范围推广。陆晨简单解释了一下，将视线再次移回直播间画面中。此时拟态无人机应该是飞行到了山洞深处，那里确实躺着一只动物，画面中有些暗，并不能完全看清楚那只动物的状态。要是拟态无人机能提供灯光照明就好了。就在陆晨心里想到这个念头时，直播间实时传回来的画面就变得亮了起来，而且这光线竟然不是刺眼的白炽灯，而是无限接近于自然光。宿主，拟态无人机可是升级过的，功能齐全，应有尽有优。在这样的光线之下，那只卧趴着的动物也清晰地展现在了直播间画面中，正是一只浑身有些脏兮兮的大白狼。陆晨发现这家伙相比较前几天自己看到他的时候，明显要更加狼狈了。白色的毛上不但多了几处血迹，从身下露出来的那只伤腿也化脓肿胀了。卧槽，这是大白狼！天，好帅的大白狼，他一动不动的，不会是死了吧？不会吧，但是 YES1， 他身上的伤口看着好吓人。第47章，哥哥，你别丢下我一个啊！而且，你们看那个腿上都肿胀化脓了，看着我已经幻痛了。陈哥，快去看看啊，不会真的死了吧？不用网友们催促，陆晨已经动了起来。他在张成的担心与叮嘱下，拿着手电筒走进了那个黝黑的山洞中。山洞潮湿，时不时还有蛇虫鼠蚁出没。有了拟态无人机探出来的路线，陆晨在错综复杂的山洞里没费什么事儿，就轻易找到了在最深处的大白狼。刚刚走到大白狼附近时，陆晨就听见了细微的声响，而等他走到大白狼身前时，那细微的声音也变大了不少。等陆晨看清了那只大白狼上下起伏的白肚皮时，心中的担心也落了下来。从系统商城中兑换了一个麻醉针，陆晨动作极其快速的给大白狼的屁股来了一针。这不叫怂，叫做保险起见。谁知道狼有没有起床气啊？在看到陆晨从洞穴中将大白狼给抱出来后，张成迎了上去。看到你有携带麻醉针，真是太好了。也怪我出来的太急，竟然把这个给漏了。这家伙的情况怎么样？要不你把它放下来，我来检查一下。好。将大白狼给放到一块巨石上后，陆晨往后退了一步。张成立刻上前开始仔细大白狼的情况来，尤其是他的那个断腿。嗷呜！哥哥，你别留下我一个！哇哇哇！小狼崽子嗷呜嗷呜的叫着，小短腿儿使劲往巨石上扒拉。他太小了，四肢无力不说，爪尖也没什么抓力，这也就导致了小家伙爬几步就掉下去了。摔倒了没关系，那就努力站起来继续往上爬。一次、两次、三次，随着小家伙锲而不舍地往巨石上爬，直播间网友们的弹幕也在变化。哇，小家伙嗷呜嗷呜的好可爱，哈哈哈哈！他对于自己是一点速都没，连路都走不稳，就想着爬高高了，哈哈哈！果然摔下来了吧？我就说他是自不量力，这下小家伙要哭鼻子了吧？站起来连腿都打这儿了，他怎么还在往上爬呀？小家伙甩头了，该不会是摔到头了吧？他爬起来的速度也越来越慢了。小家伙，你别爬了啊！这只大白狼应该是他母亲吧？小崽子肯定是担心他的安全，才想要爬上去看看的。陈哥人呢？快来阻止小家伙啊！明明又笨拙又蠢笨的，为什么我看着就哭了呢？一双手出现在了直播画面中，将那只摇摇晃晃再次爬起来的小狼崽给抱了起来。紧接着，抱着小家伙的陆晨就出现在了直播画面中。你哥没事儿，我带你过去。嗷呜！你骗我！我哥他都不动了。哥哥，我要哥哥！小狼崽子被抱起来后还在嚎，四只小短腿儿也在疯狂地踢腾，甚至这个小家伙还张开口要用自己的小米牙去咬陆晨。陆晨，他忍不住弹了下小家伙的脑门。你就没有想过，不动的可能是他太累了，昏睡过去了？哦，真的？刚刚还闹腾的不行的小狼崽子听到这话，瞬间就安静了下来。他萌哒哒的一歪头，乌黑潮湿的鼻尖刚好蹭过陆晨的手指。出现了，属于小崽子的必杀技歪头杀。30的叔叔血条已空，18的准大学生血条也空了。身为小学生的我也被无差别攻击了。毛茸茸的幼崽可真是太可爱了。你们刚刚听到没？陈哥说的是你哥没事儿。今天也是怀疑陈哥能听懂动物话的一天点 JPG， 笑死了，不动的原因竟然是睡过去了，真的是 HHHHH， 很真实好吗？早八的我每天到家后也只想躺着。早八算什么？我896，到家只想躺着加1。哼，我007有说什么吗？这就不叫做生活，只能说是活着。等小狼崽被放到大白狼身边后，小家伙颤颤巍巍地跑到了大白狼的肚皮下面。哦，哥哥你多事儿，我在打。他腿上的伤太严重了，
可能要截肢。我这就打电话给林业局，让他们派专业的兽医过来。看到陆晨过来，张成朝着他摇了摇头。这只狼虽然还活着，但是情况并不好，那只伤腿能保住的可能微乎其微。陆晨想到那天晚上白狼与大黑互相搏斗时的场面，当时白狼虽然是落败而走，且拖着短腿，但是却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脆弱来。如果一旦被截肢了，那他肯定是没办法继续在野外生存的。那等待他的就只有去动物园或者是饲养区。曾经的王者会被铁栏杆禁锢，被人类围观，并且最简单的站起来都做不到。陆晨走上前去，仔细看了大白狼的伤腿，他的情况要马上治疗，等林业局的人过来估计来不及。我认识镇上宠物医院的陈医生，他那里的治疗设备跟东西还算齐全。张队，你先联系林业局报告这个情况，我将这只白狼带到宠物医院去，尽力救治一下。灵泉水的治疗效果是好，但是白狼现在的情况是需要在治疗的过程中保住断腿。尽管有之前救治大黄的经验，但是陆晨心里却并没有完全的把握。截肢，简单的2个字，断送的却是这只白狼的一生。他只能尽力一试。事急从权，张成也认可了陆晨提出来的解决方法。好，那就按你说的办。不过你说的那个宠物医院我也知道，他对于野生动物的救助经验并不算太多。陆晨看向张成，这个已经上了年纪的护林员脸上都是风霜的痕迹，那双透亮的眼睛中是满满的担忧。我想试一试。第48章，卧槽，陈哥好稳的手。2人简单商议之后，便抱起了被迷晕的大白狼走下山去。小狼崽子自然也跟了下来。严格说起来，他是被大黑给叼下来的。小家伙一路被咬着命运的后脖梗，刚开始的时候还嗷呜嗷呜的叫唤，后面便消停了。刚到自家院门口，陆晨就听到了犬吠声，是大黄跑了过来。闻到了陌生的气味，大黄绕着抱着大白狼的陆晨走了一圈，退后一步，微微压低身体。陆晨将大白狼交给张成抱着，自己去开了皮卡。他等张成抱着大白狼坐到后座后，从驾驶座上站起来，又将再次开始嗷呜个不停的小狼崽子给放到了后座上。小家伙跑到大白狼身边躺下后，便安静了下来。大黑见此，一个跃起也跳上了车后座，而大黄则站在院门口，朝着陆晨叫了一声：“我来看家。”伴着汽车发动机的轰鸣声，黑色的皮卡带起一阵烟尘。拟态无人机尽职尽责地飞在皮卡车的上空，用镜头将小狼崽的呆萌与大黄的神气拍摄了进去。哇，小狼崽是真的很担心哥哥啊，简直是寸步不离了，是个年狼的小家伙，哈哈哈哈！关键是大黑也宠着他挖，刚刚是一路叼着他下山的。不知道刚刚迎出来的那只大狗是不是之前陈哥救助的流浪狗？如果是的话就太好了，不但肿瘤被切掉，身体恢复了，更重要的是他又有家了。是啊，真好，乡下的风景可真好啊，蓝天白云，绿草萋萋，看得我都有点想家了。皮卡车很快就在宠物医院门口停了下来。陆晨从张成的手中接过白狼，与开门迎出来的陈丰源对上视线。陈医生，借用你的手术室一用。好，跟我来。虽然有些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但是陈丰源也没多问，而是转身带路。拟态无人机跟随着陆晨的脚步，同样飞到了手术室中。因为担心白狼的情况，陆晨已经忘了自己还开着直播了，这也就导致了他给白狼的这场手术实际上是在直播间的观众们的实时观看下完成的。卧槽，陈哥好稳的手，还有清创的速度真的好快，我明明没眨眼啊。不懂就问，大白狼的这条腿能够保住吗？这得问陈哥了，希望可以吧，不然这只狼就再也回不去森林了。这场手术持续了3个小时，而陆晨在最后也用终极灵泉水给白狼清理了窗口。看到头顶飞着的拟态无人机时，他才想起来自己竟然忘记关直播间了。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回答了网友们的问题。能不能抱住他的腿我不确定，我只是做到了该做的事儿。陈哥辛苦，快去休息一下。东边的云，白狼恢复应该要吃点好的才行，我包了。东边的云在直播间送出10个火箭，我也随一个。小狼崽子那么可爱，我不想看到他哭鼻子，我也出一份力。一时间，直播间里再次炸出了绚烂的礼物特效。第一，当前直播间礼物流水达到10W，触发商城升级条件，开始升级。商城升级成功，当前商城等级为1级，商品已更新，请宿主留意。陆晨用意识打开系统商城界面，第一眼便看到了排在第一行第1列的一件商品——黑玉断续膏，相传金刚门的独门秘药，可使断骨重生。售价 1W 震惊值。1W 震惊值的售价相比之前的灵泉水等物要贵上不少。但是在陆晨看到自己已经高达40W 的总震惊值后，他还是买了一瓶黑玉断续膏。白狼的腿骨已经完全断裂，他刚刚实际上只是利用现有的仪器与工具简单处理了下，再辅助上灵泉水，
并没有绝对的信心能让其彻底恢复。兑换出来的膏药自动被放进入了陆晨的随身空间中。他装作拿东西的样子，将用瓷瓶装着的黑玉断续膏拿出来，并将黑色的膏状物涂抹在了白狼受伤的腿上。做完这一切之后，陆晨才与直播间的网友们告别并关闭了直播间。等他打开手术室的门时，张成立刻就站了起来。保住了吗？应该没。说着话的陆晨突然感觉到一阵的头晕目眩，他眼前逐渐模糊，竟然站立不稳，朝着地面栽了下去。陆晨！张成被吓了一跳，连忙接住了软倒的人。张队，你把陆先生放在椅子上，我看看。陈峰元掏出随手携带的小手电，检查了下陆晨的眼睑，又听了听他的心跳。没事，应该是刚刚在手术室里绷得太紧了，这会儿心神放松下来之后，疲惫感就上来了。张成根本就不相信陈峰元的话。陆晨刚刚进去也就3个小时左右，这么壮的一个人，怎么可能说晕就晕了？你个兽医是不是不懂看人？陈峰元立刻就火了。兽医怎么了？人本质上还是哺乳动物呢。我说他是累的，就是累的，最多1小时左右，人肯定就会醒了。陈峰元没与张成就这一问题上吵，而是走到手术室内，趁着白狼的麻醉药效还没过，将其给抱到了笼子里。他刚准备关门，就有一个小脑袋从旁边探了过来，正是焦急等待情况的小狼崽。到了最后，小狼崽也如愿以偿的跟自己的哥哥一起被关在了笼子里，而那边的张成则将昏迷了的陆晨给放到了宠物医院的休息室中。这时，林业局陈副局长才带着兽医专家姗姗来迟。第49章，他人在哪儿？快带我去见他。之前说的那只白狼在哪儿？我带了能找到的经验最好的兽医过来。陈副局长脚步匆匆，面色焦急，刚刚推开宠物医院的玻璃门，便冲着张成道。他身后穿着一身白大褂的中年男人同样脚步匆匆，嘴里也在念叨着不停。从视频里看，他的腿估计是保不住了。现在我来接手的话，命应该还是能救回来的。陈峰元迎了上去，刚刚陆先生已经做过急救手术了，具体情况估计得等他醒了之后才知道。陈副局长还未说话，那个穿着白大褂的男人已经叫嚣开了。手术？什么手术？你知不知道野生白狼已经有将近100年没被发现过了，如果出了问题要怎么办？怎么能够让来历不明的人胡乱进行救治？陈峰元毫不示弱地回怼回去。陆先生可不是来历不明的人。行了，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陈副局长扬了扬手，制止了两人的对话后，看向一直未开口的张成。张成，你说。陈局，是这样的。张成上前一步，3两句便将陆晨救治白狼的事情给说了。而在听到陆晨竟然在出了手术室后就昏迷不醒后，陈副局长连忙让人带自己去看。陈峰元则上前去，直接带着那个仍然还在叫嚣的白大褂去了监控室。宠物医院来往人员复杂，再加上各种动物也多，他在每个房间都装了实时监控。他准备带人看的就是陆先生刚刚救治白狼时的手术视频。拿刀的手很稳，清创的速度也很快。最后他拿出来的那个黑色的膏状药物是什么？快进看了手术视频后，那人的态度已经变了，原先在他脸上略高傲的神情也已经消失。同样难度的手术，带入自己的话，他最少需要4至5个小时才行，而且还是在经验丰富的助手的辅助下的情况。可是现在他看到了什么？3个小时？难度如此巨大的手术，那个什么陆先生只用了3小时，这难道是什么医学天才吗？这样想着，他便连忙转头去看看的目不转睛的陈峰元。陈峰元喜欢观摩跟分析手术视频，一方面能够在复盘的时候看出来自己有哪里做的不好，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学习其他人的技术。他人在哪儿？快带我去找他。沉浸在分析手术视频中的他被打扰之后神色迷茫，一时间竟然没反应过来对方在说什么。做这个手术的人在哪儿？快带我去。对方见他这样，只能再次催促。从这人焦急的神态与脸上的震惊中，陈峰元知道对方应该也是被陆先生的技术所折服了。也是因为这点，他最初对于这个空降兽医的那点不好的观感也消去了不少。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怎么能什么都不知道就随便定义别人做的不行呢？陆先生不知道醒来没？你跟我来。说话语气明显缓和下来的陈峰元转头带人朝着休息室走了过去。而休息室中，陆晨的意识虽然恢复了，却发现自己怎么都没办法醒来，更是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系统，扫描我当前的身体情况。他记得自己应该是刚刚给白狼做完手术才对，怎么就不记得后面发生了什么？第一，正在扫描，请稍后。扫描成功。因为宿主您脑内残存氮片的影响，你目前的身体虽然有灵泉水的滋养，但是并没有彻底恢复，还请宿主您不要过于透支心力，这样作为对您的身体相当不利。我知道了，我大概还需要多久能够醒来？5分钟。好，时间是相对的，有些时候你会觉得
他过得很快，而有些时候，你又会觉得他过得很慢。陆晨现在就觉得时间过去得很慢，眼前是一片黑暗，双目不能视物，更是失去了对于身体的基本控制权。这让他下意识想起了那次受重伤时的情景，就是这样的无力感充斥而来。他不想放任这些不好的情绪去发酵，便强迫自己去想那些温暖的记忆。就在这样的念头从陆晨脑海中诞生的时候，便有个小身影闯了进来。短胖的身体，萌萌哒的声音，还有胖嘟嘟的脸颊边笑起来时那两个小小的梨窝，正是洋溢着纯洁无瑕，有着治愈心灵力量笑容的小糖宝。陆晨似乎都能听见小家伙口齿不清的叫巴巴的声音。有了小家伙的陪伴，这难熬的5分钟也很快过去了。顺利醒来的陆晨在面对陈副局长与张成的关心下，只推说可能是昨晚没有休息好，又因为手术耗费心神，所以才会晕倒过去。这个理由也算是情理之中，两人也都没再细问，只叮嘱了陆晨注意休息。而张成也直接让陆晨休息个1周左右再开始巡山，反正他是兼职护林员，1周只要上山1次就可以。脑海中系统也在一遍遍地强调不要继续耗费心神，好好休养。陆晨也都一一的答应了下来。下午的阳光从窗户玻璃中照射进来，也带来了些许属于人间的温暖。陆晨在张成的搀扶下站起来，提出了想要再去看一下白狼的情况。而就在他们准备出门时，休息室的门被小心的推开了一条缝隙。外面的人在看到陆晨已经醒来后，才将门给彻底推开，走了进来。来人正是陈丰源与那个兽医。你好，陆先生。约有4至50岁左右的兽医朝着陆晨伸出手去。我是荣城兽医站的站长，我是郑明远。刚刚您给白狼做手术的视频我都看过了，手法娴熟，技术高超，实在是让我叹为观止。我们兽医站正在扩充人员，不知道您考不考虑来我们兽医站工作？工资5000，五险一金，早8晚5，周末双休。陆晨、张成、陈副局长，他是错过了什么吗？第50章，哥哥，我饿了。兽医站的站长不是应该是郑明渊吗？你哪位？张成上前一步，半挡在陆晨的面前。而且你口中的陆先生，可是我手下的人，他是刚刚到岗的兼职护林员。他说话时微微扬了扬下巴，这个动作让他原本遮挡在草帽下的那个从左眼直到右嘴角的可怖伤疤显露了出来，也让他整个人展现出了些许暴力的气息。他的护林队好不容易招到了人，还是个武力值跟能力值都很强的小伙子，就是看着身体好像不是很好的样子。现在他自己人还没捂热呢，怎么就有人来抢人了？切，很切。要不是看这人瘦胳膊瘦腿的，张成都想直接拉着人练练。用拳头说话。我是郑家老大，明渊是我弟。准确来说，我是临时兽医站的站长，我弟他住院了。郑明远回答了张成的话后，继续看向陆晨。陆先生，如果觉得5000的薪资低了的话，我可以私人给你再额外每月补贴2000。陆晨在听到郑明远的名字时，就在仔细看这人的长相。而在听到对方说是郑家老大时，他从张成身后走了出来，无奈开口。明远说，我是陈娃子。郑明远听到这话后，上上下下将陆晨看了一遍后，才不可置信地道：你是我们靠山村的陈娃子？是我。陆晨点了点头。一旁的张成与陈副局长看着这一幕都懵了，刚刚不还是在抢人吗？怎么现在变成认亲大会了？关键听着说话感觉关系应该还算亲密，怎么在最开始的时候却像是互不相识呢？看出了他二人眼中的不解，郑明远笑了起来。我就是从靠山村出来的，年轻时在国外留学后就留在了那边，已经有快15年没回来了。当时我离开的时候，陈娃子可是只有这么高呢。说着他比了比自己的腰间，没想到现在已经长成了这么大的小伙子了，而且还这么优秀。怎么样，陈娃子要来兽医站帮我段时间吗？明远说，明渊叔他怎么住院了？陆晨的注意力全在刚刚郑明远说的话中，虽然自己回来后没有特意的打听，但是也知道明渊叔在镇上过得还不错，而且已经将郑爷爷给接到了家中照顾。怎么就住院了？哈哈哈哈，他没事儿，就是腰扭到了。老爷子非拉着明渊跟他一起晨练跑步，他天天坐办公室，身子骨都僵了，哪能吃得消老爷子的锻炼强度，一下子用力过猛就给扭了。陆晨，这原因虽然听着离谱，但确实是郑爷爷能够做出来的事儿。自己之前的身体底子好，完全就是被郑爷爷给练出来的。郑爷爷他的身体怎么样？我回来后还没去看他老人家呢。老爷子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明渊给他练废了之后，这几天正盯着家里的小辈们呢。刚好我家那小子皮得很，也该治一治了。最终在得知陆晨并没有兽医证的时候，郑明远只能放弃了抢人的打算。陆晨也与郑明远一起去看了白狼的情况。
刚刚走进宠物住院部，陆晨就感动了一股杀机，他整个人瞬间绷紧，并且一步上前，挡在了郑明远的身前。紧接着，他的视线就对上了一双极其漂亮，但却异常冰冷的蓝色双眸。白狼醒了，看到进来的是陆晨，白狼发出低沉的呜咽声：“是你？我原先以为你不是那些人的同伙，看来我想错了，竟然还特意给我治伤了，不是应该直接杀掉包皮的吗？”陆晨，他根本不知道这只白狼在说些什么。蹲下身检查了下铁笼门的牢固情况后，他神态轻松地跟白狼聊了起来：“你的伤确实是我治的，而且你的藏身处还是你弟弟带我找到的。你说的那些人应该是偷猎者，你知道他们的踪迹吗？刚好我也在找他们。”白狼从喉咙中挤出一个气音来：“说的好听，我怎么相信你？”陆晨早就想好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你可以问你弟弟，就是那只矮瘦腿短的小家伙给我带的路。”白狼的声音在提到弟弟时，明显语气变得些。他不是矮跟腿短，是还小，莫展开。自家的弟弟虽然蠢笨了些，但是绝对不能被两脚兽给看扁了去。好，莫常开。陆晨顺着白狼的意思，认可般的点了点头。你刚刚的问题直接问他就行。问不了，他睡了。白狼说着话时，却有一阵可疑的咕噜声从笼子里传了出来，准确来说是一大一小两道声音。陆晨刚刚想明白这是什么声音时，就有软萌的小奶音从笼子里传了出来：“哥哥，我饿了，想吃肉肉，呜呜 cack。” 闭嘴！陆晨站起身来，与陈峰元儿语几句，后者立刻就往大堂跑了过去。陈娃子，你这是能够听懂动物的话？郑明远一脸震惊地看向陆晨，刚刚这两看着明显是无障碍沟通啊，而张成的关注点却在另一件事上。陆晨，这只狼知道偷猎者的踪迹，能不能问到大概的位置？这些天他手下的护林员都已经派出去寻找偷猎者的踪迹了，可除了找到不少放置的捕兽夹与人类啃食骨头的痕迹外，却丝毫没见到任何那些可恶的家伙们的踪迹。他都打算今天回去的时候带人去深山里搜索了。第51章，看什么看？还想打一架吗？很快，陈峰元就拿了几袋宠物狗的精装肉类零食回来了。陆晨接过东西，出于安全起见，他与其他人说了想要喂食的事儿，并且让他们在门外等一下。郑明远，陈娃子，注意安全。陈副局长，对，小陆，安全第一，你要不就隔着笼子喂就好。张成，是啊，小陆，安全第一，我们扩大范围多搜查几天，肯定能够搜查到那些偷猎者的踪迹的。陈峰元，陆先生，以防万一。他说着话，从白大褂的口袋中掏出个东西，朝着陆晨晃了晃。陆晨接过了这个装着不明液体的注射器，而陈峰元则在那边夸张的嘴型说出了3个字：麻醉剂。陆晨，他将注射器放到了上衣口袋中，笑着拍了拍陈峰元的肩膀：陈医生不用这么小心翼翼，这些词语都是我们人类命名的，动物就算是能听懂，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会小心的。陈峰元，草率了，他确实只想到了狼是犬科的，听力比较强，所以才故意没说出声的。结果现在小丑竟然是自己。经过了这个小插曲之后，其余人也都退了出去，而陆晨在刚准备关门的时候，却有个黑影窜了进来。除了大黑还能是谁？汪！陈哥，我来帮你看着那家伙。大黑进来后就那么往铁笼前一趴，乌溜溜的眼睛紧紧盯着里面的那只大白狼。嗷！看什么？还想打一架吗？汪！你出不来。谁知大黑的嘲讽刚刚出口，他就眼睁睁地看着自家陈哥竟然将那个铁笼子给打开了。汪！陈哥你干啥？这货是狼，吃小孩一口一个的那种。嗷呜！你才吃小孩，别乱说。陆晨，他发现大黑跟白狼真的是完全不对盘，这两只不但爱打架，还爱吵架，就挺吵的。他一边防范着白狼的突然袭击，一边从一旁桌子上拿了3个食盆，3两下将陈峰元给的宠物肉类零食拆开后，陆晨将2个食盆都放到了地上。开！他刚刚张口，一道黑影便冲了过来，目标明确。正是大黑。他朝着那个装着大一点肉块食盆直接就猛冲了过来。犯了！大白狼缓缓从笼子里走出来，湛蓝色的眼眸紧盯着陆晨。没找到好看的蓝眼白狼，而且看到有人说之前的图像白狐，换这个，一副审视的样子。陆晨也不催促，而是又拆了一袋适合幼犬吃的肉食，将最后一个食盆也放在地上之后，他便坐在凳子上，开始慢条斯理地将肉块给撕成小块。大白狼不为所动，尽管肚子一直在咕噜咕噜叫个不停，也仍旧是一副高傲的样子。可除了他，还有个小家伙呢。陆晨的眼角余光中慢慢的出现了一个灰黑色的小身影，
小家伙蹑手蹑脚的，自以为很隐蔽，朝着那个放在中间的食盆一点一点的靠近。而就在他的嘴马上要碰到食盆中的肉时，却有个白色的东西一闪而过，直接将小家伙给扫趴下去了。回来！哦，哥哥，我要刺！小家伙索性直接趴在了地上，开始跟白狼嗷呜嗷呜的叫了起来，属于幼崽的声音，又奶又嫩，还有点吐字不清。陆晨果然撒娇是所有幼崽先天就点亮的技能，他倒想看看这只白狼会怎么哄小家伙。白狼，他不哄也不骂，而是伸出爪子将小家伙给捞到了怀里。陆晨叹了口气，将撕好的肉条放进食盆中，往白狼的身边递了递，给，没毒。小家伙太小了，可禁不住汪！麻烦的家伙！大黑抬头叫了一声，跑了过来。他一低头叼了根肉条，动作夸张的吃了起来。等了一会儿之后，见那只大黑狗还是活蹦乱跳的后，白狼才动了起来。他用一只爪子按着小狼崽子，另一只爪子勾了个肉条吃了。陆晨看着他这样小心翼翼的样子，拿起手机将这个画面给录了下来。又等了一会儿之后，白狼才彻底松开了对于小狼崽的禁锢，放任小家伙去吃撕好的肉条。就在大黑兴冲冲的跑到陆晨身边去邀功行赏的时候，这家伙却又叫了一声：“喂，狗子，这盆肉你怎么不吃？”大黑刚准备扒拉陆晨的大黑一回头，就看到那只反狗的白狼站在唯一没被动过的食盆旁盯着自己。该不会是这个里面的肉才是有毒的吧？大黑，陆晨，第52章问了等于白问。反应过来那只白狼是什么意思之后，大黑动了，他跑了过去，直接3-2口将那个食盆中的肉给嘎嘎炫完了。爱吃不吃？你丫的，事儿怎么这么多？谁要害你，还给你治伤啊！陆晨，他无奈又拆开了一袋肉食，倒到了食盆中。你现在不相信我没关系，可以慢慢观察，不急。但是你的伤恢复需要足够的食物补充，不然你可能会再也不能奔跑。陆晨说的是事实，伤筋动骨100天，再加上这家伙的伤腿之前就已经耽误了治疗。自己虽然用了灵泉水与黑玉断续膏辅助治疗，但是效果却没什么把握。直到这会儿，白狼才低头开始进食。小狼崽子吃完后，哒哒哒的跑到自家哥哥的身边，开始嗷呜嗷呜的说起了自己刚刚去摇人来救哥哥的壮举。小奶鹰叫的时高时低的，十分有画面感。白狼吃完了东西后，将小家伙给扒拉到了身后去。他刚准备出声，面前的食盆中却被添上了水。拿着水壶站在旁边的正是陆晨。来，喝点。东西都吃了，再喝点水应该也可以吧？几乎没有犹豫，白狼就低头舔了起来。小狼崽子也冒了出来，加入了喝水的行列中。一大一小轻而易举的就将大半个食盆的水给喝完了。嗷呜！那些人在森林深处，手里有会冒火的棒子跟刀，而且还有不少凶猛的大狗。我的腿就是被那些狗给咬伤的。你想去的话，我可以告诉你路线。不等陆晨回答，白狼就滔滔不绝地说起来了。从河水西边巨大的树旁往前走100步，再往右边走到兔子坡后，继续往前走。陆晨越听眉毛皱得越紧的他，连忙打断了白狼的话：“你说的这个喝水的溪在哪儿？巨大的树又是多大？兔子坡又是哪儿？”“哦，就是喝水的溪。巨大的树跟兔子出没的地方啊。”陆晨问了等于白问，是他错了。最终，陆晨以1天3顿提供给2只狼同样量的肉食为条件后，终于说动了白狼亲自带路，花费了2W 震惊值的高价。陆晨从系统商店中买了个极为奇葩，但是却非常符合当前情况的商品——神奇石膏。无论你是手折了还是腿断了，在打上神奇石膏之后，就可以立刻恢复到完好的状态。关键是这玩意儿的简介下面还有一行红色加粗的小字：注意，本品为一次性消耗物品，且有效时间为24H。记住，有伤就去治，有病就去看，别想那些乱七八糟的。没有黑科技，也没有特效药，没有。将神奇石膏给白狼打上之后，对方确实立刻就恢复了行走与跑跳的能力。被白狼问起原因时，陆晨随便找了个借口便搪塞了过去。而在看到亦步亦趋跟在白狼身后的小狼崽时，陆晨却有些不放心了。这小家伙带着，到时候怕不是个累赘。等碰面之后肯定会打起来，到时候你弟怎么办？要不让他在这里等我们回来。回答的陆晨的并不是白狼，而是小狼崽自己。嗷呜，没事的，我会装饰哟。小家伙顺势一滚，亮出了粉白的肚皮。陆晨他趁机揉了下家伙的肚肚，鼓鼓的，应该是吃饱了，还挺暖和。嗷呀，你干嘛？从没被这样对待过的小狼崽子惊叫了一声。陆晨十分淡定的收回手，看看你吃饱了没。
哦，刺饱饱了，嘿嘿。白狼，他将这个毛毛脸将丢狼现眼的小显眼包给直接叼了起来。陆晨看着好笑，出声提醒：“你有没有想过，小家伙之所以这么单纯，就是你保护过度的原因？没有见识过黑暗与残忍的小家伙，才会对于世界抱有一颗纯善的心。”叼着小狼崽的白狼无法回应，可陆晨却看到他的尾巴动了一下。陆晨推开门，便看到陈副局长、张队、明远叔与陈医生4人一个不少的都等在门口。甚至距离门口最近的张队手上还拿着把小匕首，像是随时准备进去救自己的样子。我没事，白狼答应带我们去找偷猎者了。走吧。考虑到安全与机动性，最后确定下来进山的人选是陆晨、张成以及另外2个被叫过来的护林员。起初陆晨是被排除在外的，而当他提出如果自己不去，没人能够听懂白狼的话后，所有人都沉默了。郑明远拍了拍陆晨的肩膀：“陈娃子，千万小心。”陈副局长也是连声叮嘱，打探情况为主，如果对方装备精良，人数众多，记住立刻回来，安全第一。陆晨：“我知道的。”张成：“副局放心，我又不是第一次带队，心里有数的。”第53章，张队，我是保密部门的，对于这种事情来说，多浪费一点时间，就有可能会多一个生命在偷猎者手中消失。张成显然也是极为清楚这个情况的，连饭都没顾得上吃，只简单带上了点速食食物后，便带队出发了。不止白狼与小狼崽，连大黑也一同跟了过来。很快车子便到了山下，而在白狼一路的带领之下，众人上山行进的速度也极为快速。一路上陆晨都在留意周边的环境，并且在心中记下具体的路线。于是他看到了白狼口中的那个喝水的小溪，溪边泥泞的泥土地上还有不少动物留下的痕迹，零散的脚印代表他们来过。而白狼口中的那棵巨大的树，陆晨也看到了，那是一棵屹立在溪边的巨大玉兰树，正值玉兰花期，粉白色的花朵盛大开放，布满枝头，只一眼便让人感受到属于春天的气息。树下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十分适合野餐与午睡。秦岭上黑河国家森林公园的玉兰树1200多年，至今国内发现最大的一棵玉兰树，有中国最美古树之称。这玉兰树陆晨是知道的，小时候爷爷曾经跟他说过，这棵树最起码有1200多年的历史了。再往前走，便走到了一个小山坡上，看到山坡上被啃得坑坑洼洼的青草与分布复杂多样的洞口，陆晨便猜到这里应该就是白狼所说的兔子坡了。嗷呜！兔兔，我要吃兔兔！被白狼叼在嘴里的小狼崽儿再次变成显眼包，4只小短腿儿一个劲儿的在半空中折腾。又走了约有10分钟左右，走在队伍最前面的白狼停了下来。陆晨走上前去，便看到了草丛中凌乱的脚印以及一根被丢弃的骨头。将骨头捡起来仔细分辨之后，陆晨的心中先是悲伤，再是愤怒。这是梅花鹿的后腿，你看这还有啃噬的牙印。一旁的张成探过头来，一眼便也认出了这根骨头的归属。而让陆晨愤怒的原因是他认出骨头上的牙印并不属于任何自然界中所存在的野兽，而是另一种极为可怖且并不以杀戮来生存而会以杀戮为乐的魔鬼。这是人类的牙印，那些偷猎的家伙们估计就在附近了。同样看出问题的张成叹了口气，声音低沉而带着悲伤。是的，骨头上的牙印是人类的，而这根骨头上还明显有炙烤的痕迹。陆晨心中情绪翻涌，空着的左手暗暗紧握。张队，这种情况很多吗？你指的是什么？不论你指的是偷猎者的存在，还是野生动物被残害的事情，我的回答都是一样的。多，很多。偷猎梅花鹿为的是鹿茸跟皮毛，肉一般没什么用，所以经常会有这种就地解决的事情，还会有直接丢弃的。人的贪欲是原罪。小陆，还有件事我要跟你说一下。张成的目光落在了陆晨身上背着的枪上。巡护员的工作很辛苦，面对的敌人更是歹毒。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招不到人吗？主要是2个原因，一是太辛苦，天天风吹日晒的，对森林的熟悉度要远超家人；二就是因为危险，配枪是因为要保护自己。如果这次行动结束后你想要退出的话，我会帮你跟陈副局长说的。陆晨的目光顺着张成的视线也落在了自己身上背着的枪上。拿枪的目的是为了不拿枪，战是为了不战。他笑着冲张成进了个军礼，这是我之前在边境服役时一个老兵跟我说的话。虽然我现在已经退役了，但是这枪还想要多备一段时间。因为抬手敬礼的原因，陆晨右手的衣袖自然滑落到了手肘的位置，露出了他小臂上的伤疤。张成的视线在那些伤痕上停留了一瞬后，出乎陆晨预料的是，他也抬腕回了个军礼。重新认识一下，
我是前43旅的侦察兵张成。张队，我是保密部门的。陆晨爽朗一笑，俊朗的脸与灿烂的笑在明媚的阳光下耀眼夺目。好样的！张成一巴掌拍在了陆晨的肩膀上。嗷呜！我闻到味儿了，就在前面。白狼刚叫完，脑门上就被拍了一巴掌。是大黑。汪！身体健硕的德牧刻意压低了声音，毛毛脸上不见平时与陆晨一起玩闹时的逗逼样，而是一脸严肃。叫这么大声，你是生怕那些家伙不知道你来了是吧？白狼！那截梅花鹿的腿骨被陆晨重之地埋了起来，而在2个犬科生物的嗅觉带路中，众人也很快发现了那些家伙们的踪迹。几人应该是在休整，旁边放了几个普通的化肥袋子，袋子上能看得刺目的红色。张哥，这摊儿收获还不错，要不咱们就撤吧。撤什么撤？我非得找到那只狼才行。被叫做张哥的人长得5大3粗，他左手上缠着绷带，说话时狠狠地朝着地上啐了一口吐沫。可是咱们带的吃的不多了，我还有些闹肚子。张哥直接一脚就踹了过去。在山上你还愁吃的？我包里有药，自己拿去。就是，果然是城市里长大的娃儿，这在山上竟然还愁吃的。旁边的人也开始哄堂大笑。行了，都给我小点声。张哥出声阻止。我今天眼皮一直跳，估计有事发生，你们都给我警觉一点。陆晨看了下，总共是5个人，且都是男的。除了那个领头的张哥看着约有40左右，其他的几个人都是20-30左右的年轻人，人比较好对付，关键是除了人之外还有其他的。有2只体型硕大的狼狗趴在张哥身边，耳朵竖起，明显在时刻警觉着周围的动静。第54章，你跟过来干什么？回山上去啊！这几人面对面坐着，无人在视线死角处，不是很好悄无声息的一个个击灭，得想个其他的解决方法才行。在观察四周时，陆晨突然眼前一亮，示意趴在自己身边的张成去看后，对方回了陆晨一个大拇指。陆晨捡起一个石子，便朝着众人所在的树上丢了过去。巨大的黄蜂巢被惊动，无数的黄蜂铺天盖地的飞了出来。天，哪来的黄蜂？跑，快跑！我记得旁边有个小溪来着，去水里，快！趁着混乱的功夫，陆晨与张成将手中的鸟枪换成了麻醉枪，2人互相对视了一眼，各自将枪口对准了那2只狼狗。咻咻，2声枪响几乎同时响起，那2只狼狗也应声倒地。白狼从躲避处猛地冲出，朝着张哥便扑了过去。白狼的形象带入这个昨天51章节的图，我现在去换。大黑也不甘示弱，逮着一个惊慌逃窜的人也扑了过去。陆晨与其他人拿出近身作战武器，也迎了上去。他动作矫捷，绕到一人身后，一个手刀便将人给放倒了。快速解决之后，陆晨看了眼其他人的战况，见张成对上的那人有些难缠，他便冲了过去。2人配合之下，再次放倒一个。妈的！张哥被白狼咬得十分狼狈，完好的那只手探入腰间，一道黑影迅疾而来，精准的一口咬在他的手腕之上。而他刚刚拿上的一把自组装手枪落在地上，将人扑倒之后，大黑朝着白狼昂了昂头。恰好转过头来的陆晨就看到大黑身后的尾巴都快翘上天了。他走上前去，在张哥色厉内荏的嚣张叫骂中，十分干脆的再次一个手刀落下。整个喧闹的森林再次安静了下来。小狼崽窜了出来，冲着那个张哥的脸上来了一泡尿。陆晨，看来这小家伙也是个记仇的，就是不知道这个什么张哥是怎么得罪他了。将所有偷猎者搜身，并且用麻绳绑好后，张成掏出手机开始联系外界。陆晨与其他人则将那几个蛇皮袋拆开看了下，里面都是些动物皮毛跟鹿茸等，触目惊心。简单汇报了情况之后，4人1狗2狼便往山下去了。虽然这场战斗结束得很快，但是下山路上所有人都不约而同的沉默了。等到了山下，陈副局长与警队的人便迎了上来。张成将众人移交给了警方。陆晨与张成等人分别转身往家中走去。汪！你跟过来干什么？回山上去啊！见白狼带着狼崽也跟了上来，大黑转身叫了一声：嗷呜！伤口没好。一脸臭屁样的白狼从大黑身边走过的时候，却低低出声：谢谢。听到后面2只动静的陆晨，从下山时就有些灰暗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些许的笑意来。而他脸上的这点笑意，在看到从大开的院门中照出来的昏黄的灯光与站在院门口等待自己的一大一小时，终于灿烂了些许。同样趴在院门口的大黄抬头在认出来人是陆晨后，便又趴了回去。爸爸，你怎么回来的这么晚啊？小糖宝哒哒哒的跑了过来，像个小炮弹似的冲到了陆晨的怀中。怎么了？小糖宝是想巴巴了吗？陆晨见小家伙抱了起来，刮了下他挺翘的鼻尖。想了，而且糖宝肚肚饿了，妈妈说要等爸爸回来才能吃饭。
听到小家伙这样说，陆晨将视线移向同样迎上来的沈路遥。你别听他的，小家伙今天的嘴就没停过。爸爸，小唐宝直接一个转身抱住了陆晨的脖颈。妈妈坏，他凶我。当得知小家伙口中所谓的凶是指的沈路遥让他别挑时，必须吃鸡蛋黄时，陆晨的脸上再次浮现了笑意。那小唐宝估计是随我小时候也不爱吃鸡蛋黄。他还记得那时候爷爷说自己如果不好好吃鸡蛋黄的话会长不高。这个小家伙学坏了，会告状了。沈路遥叹了口气，语气中带上了些许的失落来。女儿经历过保姆那件事之后，他就没有再让其他人带过。而小家伙也喜欢黏着自己，他一直都是小唐宝最亲密的人。这几天与陆晨相认后，不知道是因为血缘影响还是其他，明显可以看出小唐宝已经开始逐渐依赖他了。虽然沈路遥心里知道这是好事儿，从此疼爱小唐宝的人从他一个变成了2个，自己明明应该开心才是，可那股子失落的感觉却怎么都挥之不去。没有学坏，没有学坏，唐宝是好宝宝。就在他陷入低落情绪中时，一截莲藕似的手臂伸了过来。妈妈抱。好，妈妈抱。被小家伙这么一打岔，沈路遥也从那股子情绪中脱离了出来。手上空了之后，陆晨转身招呼身后跟着的白狼与狼仔，这几天你们就先住在我家，等伤好后再回山上来见见我的家人。白狼走过来，视线从沈路遥与唐宝的脸上依次划过，最后落在了不知何时已经站起身来的大黄脸上。小狼崽哒哒哒的跑过来，一个没留神，再次来了个平地摔。哇，大白狗跟小狗狗！妈妈，放我下来！唐宝乖，这是狼，可不是狗哦。沈路遥哪敢放小家伙下来，只能柔声劝说。妈妈，什么是狼啊？什么是狼？狼就是狼啊！沈路遥被小唐宝给问住了。陆晨适时出声给沈路遥解围。狼生活在深山里的，有锋利的爪子与尖利的牙齿，很危险。平时傲娇的白狼在这时却极为配合地伸出了自己的爪尖，并且张嘴露出了自己锋利的獠牙。哇，唐宝怕怕，星号。哦，小唐宝看到这，回身搂住了沈路遥的脖颈，只用自己的小屁股对着陆晨与白狼。陆晨，他没想到白狼竟然这么配合，这一下好像有点糟。白狼，两脚兽的崽子都这么胆小的吗？自己也没做什么啊。这种关键时刻还是要看小狼崽儿。嗷呜，刺肉肉。小家伙爬起来之后，一把抱住了陆晨的裤腿，小奶音萌哒哒的，可爱极了。唐宝的注意力立刻就被吸引了过去。吃过东西之后，陆晨用院中的木头做了个简易栅栏，并且在墙角处圈出了一块空地。他找到在进食的白狼与狼崽子，指了指那个地方。这几天你们就先在这里休息，等明天我再弄个棚子出来。白狼瞬间抬头，湛蓝色的眼眸中凶光毕露。人类，你果然想把我关起来。陆晨，家里有孩子跟女人，我肯定要有些防范。我不一定随时都能在家，你的腿现在只是暂时好了，等明天就会失去行动能力，需要静养。静与不静，你自行决定。放下这句话后，他转身便回到了屋中。第55章，这床这么大，晚上我们一起睡好不好？就在陆晨洗漱完，刚躺到床上准备入睡时，他却听到了杂乱的脚步声。下意识全身绷紧的他，第一个反应是立刻去摸枕头下的小刀，然后从床上弹起，站在门边。睡在他脚边的大黑也跳下床来，弓起身体，全身戒备。脚步声在他的房门前停下，紧接着响起的是温柔的女声：小唐宝，你不是说想跟爸爸睡吗？自己去敲门吧。妈妈你跟我一起。听出是沈路遥与小唐宝的声音后，陆晨紧绷的身体缓缓放松下来，松了口气。他这才想起自己已经退役了。蓄势待发的大黑更为直接，在听到熟悉的声音后，便又跳回了床上自己的位置上，趴了下来。咚咚咚，很轻的敲门声传来，像是敲在了陆晨刚刚放松下来的心上。爸爸，你睡觉了吗？小奶团子的黏黏糊糊的声音像是一束暖阳，照亮了陆晨沉寂的心，也照亮了他的布满了硝烟战火的记忆。还没，怎么了？陆晨打开门，就看到小家伙乖巧地抱着自己的小被子跟小枕头，正仰着头看着自己。爸爸，唐宝想跟你一起睡觉觉，好不好啊？小家伙像是黑葡萄一般的大眼睛，眨巴眨巴的，里面满满的都是渴望。看着这样的奶团子，陆晨知道自己不应该拒绝，可是他从没带过小孩子睡觉，而且他已经有很久没有与人一起同床共枕过了。有些习惯与下意识的举动，一旦养成后很难改变。正当他在天人交战时，小唐宝将手中的东西艰难地换了单手抱着，腾出一只手轻轻拽了拽陆晨的裤腿。爸爸，你是不想跟我一起睡吗？没事的，唐宝可以继续跟妈妈睡。小家伙说着，
小手手垂了下去，再次双手一起抱住了自己的小枕头与小被子。明明没有哭鼻子，可是小奶音里却还是能听出小家伙的失落来。糖宝从几天前就想跟巴巴一起睡了，但是一直憋在心里，没有说出来。今天好不容易鼓起勇气跟妈妈说了之后，又在妈妈的陪伴下来找巴巴的。自以为被拒绝了的小家伙头垂得低低的，委屈极了。陆晨，糖宝晚上睡觉很乖的，不会吵也不会闹，就是喜欢听故事或者是听歌。你沈路遥看到这里，也以为陆晨是害怕小糖宝晚上睡觉会闹腾，忍不住开口帮小家伙争取。小糖宝平时很少会主动提出要求来，难得有这样的机会，作为母亲，她自然是想要满足他的心愿的，没有不想跟糖宝睡。陆晨蹲下身体来，微笑着摸了摸小家伙的脑袋。巴巴的床太小了，怕糖宝晚上会睡得不舒服而已。真的？小糖宝的头立刻就抬起来了。这时陆晨才发现小家伙的眼圈红红的，眼角还有着泪滴。这个小家伙竟然偷偷的哭鼻子了，他的心里立刻就涌上了心疼来，连忙将小糖宝给抱到了怀中。糖宝不哭是巴巴不好，让小糖宝伤心了，要不你打巴巴出气好不好？他轻轻拍了拍小家伙的后背之后，与其拉开了些许的距离。巴巴没有不好，是糖宝想错了，不打巴巴，巴巴会痛的，痛痛不好，糖宝不喜欢痛痛。这样懂事乖巧的小家伙，谁能不爱？陆晨心里立刻就软成了一团，他连忙将小糖宝给抱了起来。好好，不打，走，我们去睡觉。小家伙脸朝着陆晨的房间，却发现有些不对劲，连忙开口询问：哇，巴巴你的房间在后面啊，你怎么越走越远了？因为巴巴房间的床太小了，所以我带你去有大床的房间去睡，好不好？好。糖宝开心的连连点头。等陆晨抱着他到了2楼特意留出来的客房时，小家伙兴冲冲的就扑到了那个大床上。哇，好大的床，好软啊！咦，怎么这个床下面还有水洼，好好玩。因为这是水床，糖宝喜欢吗？喜欢。沈路遥是第一次进到这个客房中，他发现这个房间的装饰是那种很温馨的森系主题，浅绿色的窗帘上零星分散着粉色的小花，房间的墙壁也被刷成了浅淡的绿色，简约的白色懒人沙发就随手放在了墙边，深浅不一的绿色组成的毛绒地毯放在床边，此时小糖宝正在上面打滚。墙上的置物架上放着2盆绽放的栀子花，他这才明白整个房间中淡淡栀子香气的来源。在地毯上折腾完了的小糖宝撅着个小屁股开始往床上爬了，咕涌了半天，小家伙终于爬了上去。陆晨与沈路遥一边在说话，一边留意着小家伙的动静。路遥，糖宝喜欢听什么样的故事？你大概说一下，我一时间想不出来。沈路遥沉思了一下，就普通的童话故事就好，安徒生童话啦，还有那种儿童绘本啦，都行。眼看着陆晨眼里的茫然越来越多，沈路遥眨了眨眼睛。你要是都不记得了也没关系，现编一个也行，我相信你。陆晨，要说对敌跟作战，陆晨擅长，但是这哄孩子说睡前故事，他是真的不擅长啊。在床上扑腾了一会儿的小糖宝停了下来，小家伙坐在床上看了看正在说话的父母，又看了看自己身下的大床，语出惊人：爸爸妈妈，这床好大啊，晚上我们一起睡好不好啊？小家伙说着还动作夸张的拍了拍自己的身下的水床，床这么大，完全够睡我们一家人了。沈路遥，陆晨，第56章。好耶，一起睡，一起睡，与陆晨同床共枕吗？光是想到那个画面，沈路遥便心中小鹿乱撞，下意识羞红了脸。他与陆晨的第一次是在意识不清醒的时候发生的，而除了那一次之外，他从未与其他的异性有过任何亲密的接触。虽然自己好像已经对陆晨动了心，但是这个进度会不会太快了些儿？他面若桃花，羞怯的只敢用眼角的余光去看陆晨的反应，全然没了平时的那股子机灵与活泼的样子。而此时陆晨的心中也极为复杂，这近半个月的接触下来，沈路遥的温柔与活泼都让他感受到了舒心，再加上对方姣好的容貌与为自己生了糖宝这么一个乖巧可爱的女儿情况下，他确实是有了好感的。可他连追求都还没开始呢，这就要同床共枕了吗？这也太刺激了！爸爸妈妈，软乎乎的小奶音将2个大人的思绪拉了回来。小糖宝坐在床上，再次拍了拍自己身边的空位。我们一起睡觉好不好？就像是动画片中的那样，爸爸妈妈跟小朋友一家人一起睡在一张床上。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这话让陆晨的心中猛地一震，他看向软萌可爱的小糖宝，心里产生了负疚感。虽说是无意而为，但是他缺失了小家伙前面2年半的生命是不争的事实。在小糖宝的心中，看到别人有爸爸的时候，肯定也是羡慕与不解的。
自己是爸爸，为什么不在身边？为什么别人都有爸爸，而自己却没有？小孩子有时候虽然表达能力不行，或者不会开口，他们实际上却都知道。这句话听在沈路遥的耳中，同样让他联想到了这些。他能够给到小唐板的，始终都只有母爱，父爱一直是缺失的。这也是他之所以会来找陆晨的原因。别人有的，他的女儿也要有；别人没有的，他创造条件也会让女儿有。这自己辛苦怀胎9月生下的宝贝，值得世界上任何的东西，也是独一无二的珍宝。陆晨与沈路遥对视了一眼，两人从对方的眼中都看到了显而易见的心疼。他们两人默契的共同上前，走到了大床前，异口同声的开口：好，我们一家3口一起睡。好耶，一起睡，一起睡。小唐宝欢呼一声，一手拉着一人的手躺了下来。自然的，陆晨与沈路遥就这么睡在了他的身体两侧。陆晨伸手将吸顶灯关闭，打开了另一个开关，点点星辰出现在了天花板上，璀璨的银河与一轮明月也缓缓出现。哇，好漂亮啊！唐宝喜欢星星，也喜欢月亮。小奶鹰说着说着，突然停了下来。陆晨有些担心，转过头去，脸上却传来了暖乎乎、软乎乎的触感。还带着水迹的那种。吧唧，小唐宝一个极其响亮的吻落在了他的脸上。唐宝也喜欢爸爸。星光下，沈路遥的声音也响了起来。那唐宝喜欢妈妈吗？吧唧，回答他的是个响亮的亲吻。当然喜欢呀，嘿嘿，唐宝最喜欢爸爸跟妈妈了。汪，那我呢？小家伙，你喜欢我不？某只从1楼一直跟过来，却被一家3口给忽略了个彻底的狗子也嚎了一嗓子。喜欢，都喜欢。唐宝也喜欢大黑。小家伙回答的太过于自然。那一瞬间，陆晨甚至以为小家伙也能听得懂兽语。爸爸，我想听故事，你给我讲故事好不好啊？好，爸爸给你讲故事。看着眼前星空灯投射出来的画面，听着身旁一大一小2人的呼吸声，陆晨的精神也不自觉地放松了下来。暗夜里，他特意压低的声音如同低沉的大提琴一般徐徐响起。从前有一颗小星星，他喜欢坐在云朵上观察地面上的人。观察什么呢？观察那些人欢乐的笑，悲伤的哭，甚至他还发现那些人竟然会在欢乐的时候哭，在悲伤的时候笑。好奇怪的人啊！小星星心想。可是尽管这么想着，他却更喜欢去看那些人了。时间一点一点的流逝，小星星却并不只想在天上看那些人了。他也想体会开心，学会悲伤，也想要知道为什么会有开心的哭泣与悲伤的笑容。于是小星星去找了月亮女神。月亮女神，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去到地面上变成人类？我想去感受那些被叫做情绪的东西。小星星对着月亮女神说出了自己的愿望。月亮女神眼神温柔地看向他，当然有的，小星星。只是如果你到了地面上后，就会忘记天上的一切，忘记自己曾经是小星星哟。这样的话，你还想要去地面上变成人类吗？小星星没有立刻回答月亮女神的话，而是在思考了一会儿才开口询问。那等我回来的时候，还会想起您，想起我的过去曾经是颗小星星吗？会的，等你回到天上的时候，所有的记忆都会回归。到那个时候，你还是可以在云层上看着下面的人。月亮女神这样回答道。这一次，小星星的回答极为快速，丝毫都没有犹豫。他说：我决定了，月亮女神，我想要去人间，去变成人类，去用一生的时间学会爱与被爱。月亮女神手中的魔法棒发出炫目的光，她说：去吧，小星星，我等你回来。就这样，星空上少了颗小星星，人间界多了个嗷嗷叫的小婴儿。在开始说的时候，陆晨其实并没想好具体要说什么故事，可说着说着，他好像看到了那颗有着好奇心的小星星。故事结束之后，他却没有听到任何动静，只耳边传来2道一轻一重的呼吸声，笑意浮上了他的面颊。成功哄睡了2个人，看来自己第一次的睡前故事编得还算成功。陆晨给身旁的小唐板掖了掖被子，借着星光灯去看小家伙熟睡时可爱的样子。小唐板，你就是那个从天上下来的小星星，谢谢你愿意选择我作为你的父亲。第57章，小棉袄漏风了。次日清晨，在生物钟的作用下，陆晨还是一如既往的在6点时醒了过来。意识刚刚回归大脑，他却感觉到怀里有什么东西，自己的腿上也架着什么，触感柔滑，就是有点麻。低头看去，陆晨看到了个毛茸茸的小脑袋瓜，在他怀里睡得正香的小家伙，自然是小唐板。要刺，唐板要刺。不知道梦到了什么，小家伙在那里吧唧个嘴儿，念念叨叨的。紧接着，陆晨的胸膛就被隔着衣服给啃了。这个小家伙明显是把自己当作梦里的美食了。不自觉的，他嘴角上扬，噙起笑意来。
可可爱爱的小家伙真的有着治愈一切的力量。而等他将视线下移去看架在自己腿上的东西时，看到了一双白皙柔顺笔直的大长腿。早上的男人都是血气方刚的，陆晨下意识的喉结滚动了一下，他清楚的感觉到有个不受控制的家伙就这么的起立敬礼了。别走！带着气音的女声突然响起。陆晨看到偏过脸来的沈路遥泪沾枕巾，哭得梨花带雨，秀丽的双眉也紧皱在一起。这是做噩梦了吗？就在他疑惑时，沈路遥的手微微前伸，像是想要抓住什么。那只莹润的手臂颤颤巍巍的，像是想要挽留什么人，或者像是要抓住什么东西。只要他的手再稍微朝前面伸出一点点，就可以碰到熟睡的小唐板了。可他却像是被什么给禁锢住了一样，那只手不但没有往前，反而慢慢的缩了回去。我会乖的，我保证。别走！细微的哽咽与抽泣声随之响起。那只白皙的手即将彻底收回时，却被另一只大手给握住了。指节分明的浅麦色大手牢牢地握住了那只相对娇小的手，触手柔滑细腻，软乎乎也暖乎乎的，是陆晨从未有过的触感。这触感有点类似他碰触到糖宝时的感觉，但又不完全一样。与小家伙亲密接触时，他的心里会软成一片，想要给小家伙撑起一片天。而只是握住沈路遥的手而已，他就硬了。某个完全不受主观意志控制的显眼包，竭力的想要展现自己的存在感。陆晨想控制的，但根本就控制不住啊！看着沈路遥逐渐平静下来的甜美睡颜，他也不忍将人弄醒。沈路遥平时笑起来的时候会有些俏皮，像是个邻家女孩一般亲切可人，而他冷着脸时，明明还是那张俏丽夺目的脸，一样的五官与长相，却会显得冰冷异常，十分不好接近。可此时微闭着眼陷入安眠的沈路遥，一脸恬静，宛如森林中浅眠的精灵，只是看着便让人心生欢喜与怜惜。一颗种子落入陆晨的心间，等待破土而出的那天，也总有一天会生成可以遮蔽风雨的苍天大树。清晨的阳光从窗帘的缝隙间照入房间中，不忍打扰一家三口的第一次同床共枕。不知是唐宝的嘟囔声太过于催眠，还是沈路遥的手触感太过于舒服，陆晨竟然十分罕见的就这么再次进入了沉眠中。他梦到在巨大的玉兰树下，他与沈路遥仰躺在草地上，透过层层叠叠的枝桠去看橘色的夕阳。小唐宝在身边嬉笑，大黑、白狼、小狼崽儿以及胖团儿与滚滚都在周围嬉戏，点点笑意在他唇边浮现。等再次醒来时，陆晨尽管还未睁眼，却能感觉到好像有什么在看着自己。他睁开眼，恰好对上小唐宝的视线。睁着一双紫黑葡萄似的大圆眼睛的小唐宝被发现偷看后，哎呀一声，用自己的两只小胖手捂住了脸。陆晨，小家伙这是怎么了？等他坐起身来，看向自己的睡衣后，悟了。睡衣在小唐宝脸的位置是湿哒哒的一片，看来在自己熟睡后，某个贪吃的小家伙仍旧是没放过他的睡衣。巴巴，唐宝不是故意的。小家伙尽管捂着脸，但是指缝却留有空隙，明显正躲在双手后面观察陆晨的脸色。见巴巴发现了自己留下的痕迹后，非但没有生气，而是露出笑意后，小唐宝的胆子便大了起来。他拽住了陆晨的衣角，大眼睛眨巴眨巴地看着陆晨，乖乖巧巧，还会撒娇的小可爱，简直可爱到不行。偏偏小家伙好像还知道自己的很可爱。对上陆晨宠溺的视线，小唐宝微微歪头，巴巴，我可爱不爱？可爱不爱？咋一听好像这句话没什么问题，可转瞬间陆晨便反应了过来，他一双大手揉了揉小唐宝毛茸茸的小脑袋瓜，可爱，唐宝最可爱了，嘿嘿。小家伙嘻嘻笑着从床上站了起来，唐宝小心！一直关注着父女两人互动的沈路遥连忙出声，伸手想要去搀扶小家伙。陆晨伸出手来，虚虚的护在唐宝的身边，他想要知道小家伙做什么。紧接着他便收获到了惊喜，小奶团子摇摇晃晃的直直扑进了他的怀中，一叠声的喊：爸爸，唉，爸爸，唉，妈妈，唉，我在呢。下意识答应了小家伙的呼唤之后，陆晨听到沈路遥出声后，才发现了哪里不对。刚刚小家伙最后喊的明明是妈妈。沈路遥看着有些窘迫的陆晨笑了，怎么了？我刚刚什么都没听见。谁知他这话说出口，马上就响起了个小奶音，妈妈，我听见了，刚刚我叫你的时候，爸爸他答应了，很响亮的那种哟。陆晨，小棉袄漏风了。第58章，妈妈，你要去哪儿？又玩闹了会儿后，三人才从床上下来。陆晨一看时间，发现竟然已经是中午11点了，竟然不知不觉间就已经到了这个点了。虽然并没有做什么，可是想起刚刚的温馨画面，他却觉得偶尔有这样的放纵与亲子时光好像也不错。简单洗漱过后，陆晨决定中午就随便吃点。
他拦住了想要去厨房的沈路遥。路遥，中午我来做饭吧。好。沈路遥停下脚步，微微垂下头，不敢去看陆晨的视线。他裸露在外的脖颈上白里透着些粉，如同天鹅的场景一般，曲线优美。陆晨这才想起，好像自从醒来后，沈路遥一直不曾直视过自己。想起自己第一次醒来时看到的场景，他心中闪过一个念头：难道沈路遥这是因为与自己同床共枕，所以还在害羞？实际上还真给陆晨猜对了。不过相对于同床共枕来说，沈路遥实际上害羞的是另一件事儿。虽然昨晚与陆晨一起睡在了一张床上，但是因为有小糖宝挡在中间，他虽然觉得害羞，但也还算能接受。可早上他醒来时，却被自己的姿势给惊住了。自己不但将腿直接压在了陆晨的腿上，竟然还紧紧抓住陆晨的手，简直是！场面极其的震撼。他慌张将手脚收回时，还不小心将小糖宝给碰醒了。真的是十分忙乱的早晨。现在沈路遥唯一庆幸的是，幸好是早上自己是第一个醒来的，也幸好自己那样糟糕的睡姿没有被陆晨看到，不然他真的会想要找个地洞把自己埋起来，真的是太过于羞人了。最终，陆晨决定中午吃手擀面。他和面时，小糖宝就在一旁用双手撑着小胖脸看着，时不时还会再次变身10万个为什么，问出一连串奇奇怪怪的问题。爸爸，为什么面粉是白色的啊？因为小麦是白色的。那小麦是什么呢？小麦是长在田间的粮食，在秋天结穗后就可以割下来加工成面粉了。爸爸，什么是田呀？田就是可以种植粮食的地方。那什么是粮食啊？粮食就是……一连串的问题回答下来，陆晨发现不能让小家伙继续问下去了。小家伙越问越复杂，到了后面他自己都一知半解的，根本不知道怎么跟小家伙说。这么想着，陆晨就在自己手里的面团上揪了一小块下来，递给了糖宝。爸爸现在要擀面了，糖宝跟我一起好不好？好。越看揉面越困的小家伙立刻就精神了起来，接住面团后狠狠地点了点头。陆晨看了一圈，家里没有小的擀面杖，他直接给小家伙拿了只筷子。来，糖宝看我。哇，好好玩呀，糖宝也来。等陆晨的手擀面成型后，某只小家伙也糊得满身满脸的面粉，而陆晨的围裙上也有几个小巧可爱的小手印。走，糖宝跟我去菜园，我们去采点西红柿。小家伙这几天在家里与妈妈在一起，已经知道了菜园在哪儿。此时听到陆晨的话后，连连点头的同时，小短腿哒哒哒不停，就这么跑到了前面去。爸爸，糖宝带你去菜园，这里走。好，爸爸来了。在菜园挑了几个熟透的西红柿，陆晨带着小家伙回到厨房。面臊子，他准备做番茄炒蛋。一方面是简单省事儿，材料都是现成的；另一方面也是想起沈路遥说的，小家伙不愿意吃鸡蛋黄的事儿。拿鸡蛋时，他特意多拿了2个出来，将鸡蛋打在碗里，用筷子搅散，再滴一点色拉油，一点酱油，撒一点盐，便可以放在蒸笼里隔水蒸了。鸡蛋打散，在油热后下锅，炒熟后盛出来备用。番茄切成小丁后放入锅中炒到半生，再将鸡蛋碎倒进去，简单快手的番茄鸡蛋臊子便做好了。这时锅中的鸡蛋羹也已经熟了，出锅时撒上点绿色的葱花，香味扑鼻，黄澄澄中点缀着点点绿色，也格外的诱人，产生食欲。到这时，陆晨才将手擀面下锅。沈路遥闻到香味进到厨房中，将一整碗的番茄炒蛋臊子与鸡蛋羹端了出去。小糖宝紧跟其后也跑了出去。等陆晨将面盛出来端到客厅时，就看到小家伙正撅着屁股在爬木头椅子。他怕猛然出声会吓到小家伙，反而导致他受伤，只能快步上前，先将手里的面碗放在桌子上，才蹲下身来，一手按住椅子，一手在糖宝身后虚虚的护着。糖宝这是要做什么呀？爬得正欢的小家伙猛然听到身后陆晨的声音，发出一声惊叫。糖宝一个站立不稳，就往身后倒去，恰好被陆晨接了个正着。没要做什么。小奶团子站稳之后，微低着头，双手放在身前，不时对自己的指尖，这明显就是心虚的表情。桌子上有什么呢？一碗番茄鸡蛋臊子，还有一碗鸡蛋羹。想明白后，陆晨也清楚了，这小家伙应该不是饿了，就是馋了。让他觉得奇怪的是，一般沈路遥都会时刻看着小家伙的，这会儿是去哪了？怎么会任由小家伙折腾？正好在这时，沈路遥从旁边走过来，面色焦急，他手上还拿着电话。陆晨，我突然有点事情，要离开几天。出什么事儿？陆晨看沈路遥神色惊惶，有些神思不属的样子，连忙站起身来询问情况。如果有需要我帮忙的，你尽管说就好。小糖宝也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哒哒哒的跑上前去，伸手抱住了沈路遥的大腿。妈妈，你要去哪儿？不要离开糖宝好不好？糖宝会乖乖的，不会再调皮捣蛋了。
这个瞬间，小唐宝的样子与沈路遥记忆中的某个在雪地中哭鼻子的小女孩的身影重合了。她蹲下身来，一把抱住了自己小唐宝。好，妈妈不走，妈妈会一直陪着小唐宝的。看出来沈路遥的情绪与状态明显像是受到了刺激，陆晨站在一边便没再问了。番茄鸡蛋臊子十分成功，沈路遥尽管情绪还是有些不对，但也赞不绝口。而小唐宝不但吃了一碗番茄鸡蛋臊子面，还将一整碗鸡蛋羹给吃了个精光。小家伙年纪小，吃完就开始犯困了。沈路遥将小唐宝哄睡后，一推开门就看到了等在门前的陆晨。是有什么棘手的事情吗？第59章，你刚刚就已经决定了，不是吗？陆晨。沈路遥欲言又止，漂亮的桃花眼中水光潋滟，像是含着诸多情绪，不知从何处说起。我在。陆晨一点都没催促，而是示意沈路遥与自己去其他房间中慢慢说。唐宝睡的地方是2楼的主卧，这房间从扩建装修完之后就归沈路遥与唐宝了。主卧旁边就是昨天一家3口睡的那间森系客卧。陆晨轻轻推开门，当先走进去，坐到了墙边放着的一个懒人沙发上。沈路遥紧随其后，也选了一个懒人沙发。当他想要坐下时，陆晨出声了：“这是豆袋懒人沙发，就是为了放松才设计出来的。你不用纠结仪态，也不用去管姿势，像我这样直接躺下来就好。”好。沈路遥看了眼毫无形象躺在白色懒人沙发上的陆晨，选了个亮丽橘色的也躺了下去。他虽然口中答应的爽快，可真正坐下去的时候还是有些拘谨。是的，他甚至拘谨到答应的是躺，最后却变成了坐。看在眼里的陆晨没再出声，而是稍微坐直了些身子，随手从旁边的书柜中拿出了一本书来看。虽然担心沈路遥到底遇到了什么，但是他却并不准备去强迫对方一定要说出来。有时候无声的陪伴就是最好的安慰与鼓励。春日下午的阳光照在人身上，带来些许的暖意。沈路遥微微侧过头来，去看身旁低头认真看书的陆晨。穿着简单休闲装的男人眉目俊朗，身上流露出一股子从容与自信来，就像是这世间根本就不可能有事情会难倒他一样。看着看着，沈路遥心中的惊惶就这么悄悄地散去了，而他也终于开了口：“陆晨，如果有个曾经伤害过你的人突然出现在你面前，说之前的事情都是迫不得已，你会原谅他吗？”陆晨合上书，抬起头来。沈路遥的眼角泛着些许的红，声音里还带着颤音，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之后才将这个问题给问出来。而陆晨却并没有直接回答沈路遥的话：“我不是什么圣人，自然会有情绪与喜恶。我不知道你具体曾经遇到了什么，但就我自己本身而言，如果一个人给我造成了实质性的伤害，那么不管是迫不得已还是自发主动，都只是借口罢了。我不会去原谅。路遥，没有什么必须原谅或者是迫不得已的事儿，在做出伤害你的举动时，就已经是主动选择下的结果了。你这么说，好像确实是这样。”沈路遥放松身体，任由自己的身体陷进了豆袋懒人沙发软乎乎的包裹中。我刚接到了父亲的电话，他说我的亲生母亲从国外回来了，他回来看病，并且想要看看我，还想看看唐宝。在情感上，我好像应该去看他，可我……说着说着，沈路遥的情绪再次出现波动，细微的哭声传入陆晨的耳中。陆晨站起身来，从茶几上拿来纸巾，放在了沈路遥的手边。哇，宿主你好冷淡啊，这种时候不是应该直接抱上去吗？你个智能生命，就别凑热闹了。我与路遥虽然现在逐渐亲密了，但是还并没有达到可以直接拥抱的程度。男女有别，基本的社交距离还是要有的。可你明明都已经对沈路遥动心了啊！系统的声音里满满的都是不可思议。在他的认知中，动心就是喜欢，不就是可以去亲密接触了吗？越是喜欢一个女孩，就越是应该尊重她才对。系统，人类好复杂。对了，宿主，商城上新了不少的儿童绘本跟童话故事书，你记得去看。我最近有一点点的忙，平时应该都是子系统在这，那家伙没调教好，比较笨，你多担待点。你有什么想要的金手指或者是能力吗？我去给你抢。不对，是升级去。心思基本都放在沈路遥身上的陆晨并没有听出系统一时间的口误。他想到了早上沈路遥做噩梦时的泪沾枕巾、梨花带雨的样子，以及现在完全陷入自己情绪中的情况，脱口而出入梦或者是读心都可以。说完后，系统还未回答，陆晨自己却又给驳回了。还是算了，这2个技能太过于逆天了点，估计就算有，所需要的代价都会很大。路遥不说也没什么关系，我会一直在他跟唐宝身边。好嘞，我知道了。宿主你等我的好消息。系统欢快的回答过后，便再无声音。在用完了将近半盒纸巾之后，沈路遥才鼻尖红红，双眼红肿的抬起头来。可我好像却并不想去看他。陆晨，我是不是太过于自私了？
她是我的母亲，是生我养我的人。陆晨拽过懒人豆袋沙发，重新坐了回去。可你实际上并没有做出那样的决定，不是吗？对上沈路遥疑惑的视线，陆晨微微一笑。刚刚我们吃饭之前，你跟唐宝说的是，妈妈有事，想要离开几天。你刚刚就已经决定了，不是吗？被陆晨这么一说，沈路遥纷乱的脑海中也想起了之前自己说的话。在最初接到电话的时候，他确实那么想的。可当唐宝带着哭腔扑向自己的时候，他却想到了自己小时候。那时候自己哭得比唐宝要凶多了，可记忆中却只有母亲离开的背影。第60章，怎么就发展到见家长了？就在沈路遥沉思的时候，陆晨问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路遥，你现在也已经是母亲了，在唐宝刚刚哭着让你别离开的时候，你心里是什么感觉？什么感觉？是心疼，是抽搐，是觉得自己不应该抛下小家伙？陆晨，你的意思是，我母亲当年的离开真的是有原因的吗？她也会跟父亲一样，让自己原谅母亲吗？沈路遥微咬着下唇，心中思绪翻涌，又不知从何说起。自己的那些心思真的是自私吗？自己又真的应该原谅吗？有没有原因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无论你母亲她当年是因为什么而离开了你，你都因为这件事而受到了伤害。有句话叫做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我不是你，没办法感同身受，也不知道你究竟遇到了什么。无论你做出怎样的决定都可以。我被陆晨那双沉静且平和的眼神看着，沈路遥再次平静了下来。看出来沈路遥在认真思考这个问题，陆晨也并不催促，而是等沈路遥自己想清楚。我想要去看母亲，想知道她当年离开的原因。至于原谅还是不原谅，我现在心里很乱，没办法下定决心。可是我怕在看到母亲的时候，自己情绪会像现在一样不稳定，到那个时候就没办法好好照顾唐宝了。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你才想不带唐宝，而自己一个人回去吗？可在刚刚唐宝朝着我扑过来的时候，我发现不但是他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他。虽然不过是几天而已，可我只是想到要分别就会伤心难过。可我也想要一个答案。可我一方面担心会因为情绪不稳定而伤害到唐宝，一方面又觉得如果我现在离开他一个人回去，那也是某种意义上的抛弃。陆晨，我该怎么办？听到这里，陆晨是彻底明白了，沈路遥这是把自己给绕进去了。他朝着沈路遥露出点点笑意来，伸手指了指自己。路遥，现在可不是你一个人在照顾唐宝了，还有我。既然你想要答案，那去问就好了，我跟唐宝都会陪着你。你的意思是你要跟我一起回去？沈路遥张大了嘴，像是听到了什么不可置信的话一样。这自己跟陆晨连恋爱关系都没确定呢，怎么就发展到见家长了？不对，陆晨肯定是因为担心自己，害怕自己独自离开后唐宝会不开心，所以才会提出这个建议来的。不过如果是陆晨跟自己一起离开的话，那确实到时候唐宝就有人照顾了，自己就算是情绪出现了什么太大的波动也没有什么关系了。就你刚刚所说的情况来说，我跟你一起回去就可以解决你的顾虑了，选择权在你，路遥。这一次沈路遥并没有思考太久。好，那我现在让人来接，我们晚上就走。晚上8点可以吗？你有什么事情要处理的吗？要不我让人晚点来。陆晨抬腕看了看手表，现在是下午2点。坐飞机走的话，最近的机场在荣城郊区，开车过去大概是2个小时左右，时间上差不多。你在家看着唐宝，顺便看看要带什么东西。我去趟张叔家，家里动物多，得麻烦他们帮忙关照一下。好。就在陆晨即将走出房门时，沈路遥的声音再次从他的身后传来。陆晨，谢谢你，谢谢你安慰我，也谢谢你让我坚持本心。陆晨回头朝着沈路遥看去，一家人何必说两家话？我可是唐宝的爸爸，你怕他难过，我也怕他伤心啊。不等沈路遥反应过来，陆晨便离开了。一家人。想明白陆晨话里意思的沈路遥，白皙的俏脸浮上了淡淡的红晕。这可不是害羞，而是气得。这个陆晨竟然占自己的便宜，怎么就是一家人了？可在生过气之后，沈路遥的脑海中却不自觉地浮现出了这几天与陆晨相处时的细节来。想着想着，他脸上的红晕却逐渐明显了起来。若是与陆晨组成家庭的话，他应该会是一个好父亲，也会是一个好丈夫的吧。察觉到从脸上蔓延到耳后的热度后，沈路遥连忙站起身来，并且使劲揉了揉自己的脸。自己到底是怎么会突然想到那个方向去的？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之后，沈路遥便去了主卧，收拾要带的东西了。另一边，陆晨出了房门后，先去看了看在简易栅栏中的白狼与狼崽，检查了一番白狼后腿上的伤势恢复情况后，陆晨开口叮嘱：“我有事要出去几天，
什么时候回来还不一定。你跟你弟就好好在我这里养伤。白狼甩了下尾巴，浅浅的应了一声。妞儿，大黄。走出栅栏之后，陆晨唤了一声，一黑一白两个身影同时跑了过来。汪，陈哥，啥事儿？大黑的尾巴在身后甩得欢快，明显心情很好的样子。汪，有什么事儿吗？陆晨蹲下身来，左右手同时开弓，一手撸一只狗子。我有事要出门几天，到时候会把院门锁上，避免白狼在村子里造成混乱。你们俩跟白狼的食物，我都会麻烦张叔从外面丢进来，家里就交给你们了。汪，没问题，陈哥，我办事你放心。汪，好的，路上小心。嗷呜，我可不是什么都吃的，尤其是两脚兽，麻烦得很。假山池中的锦鲤从水中冒出半个头来，吐出一连串的泡泡。你这次出门有大机遇哟，冲冲冲！我不求什么大机遇，只想要一切顺心，且路遥的心结能够打开。一边说着话，陆晨一边抱起睡得正香的小猫仔，朝着院门走去。会的哟。关上院门之际，锦鲤的声音在陆晨的耳边响起。与其信这些虚无缥缈的运势，陆晨更相信自己。将小猫仔拜托给了张叔照顾后，陆晨又与人聊了会儿才回去。远远的，他便听到了小糖宝欢快的声音。可等到晚上5点吃过饭，陆晨喊沈路遥带上糖宝去机场时，却发现自己又一次低估了有钱人的毫无人性。第61章，路遥，我发现你有超能力，我们不用去机场啊，在家里等着就行。沈路遥边给小糖宝擦嘴，边一脸疑惑地看向陆晨。陆晨，路遥，你之前不是说8点的飞机吗？是啊。沈路遥点头，是8点左右没错。陆晨抬腕看了眼手表，最近的机场在荣城，我们开车过去大概2小时左右，留半小时值机应该差不多。听到这里，沈路遥才反应了过来，陆晨是理解错了自己的意思，不用去荣城，我叫了私人直升机，就是之前送陈师傅他们过来的那个，等他们到了道场后会给我打电话的。陆晨自己也就是出任务时曾经有过这种专机接送的待遇了，他再次见识到了有钱人的毫无人性。心中感叹之后，陆晨倒是想到了一个老梗。路遥，我刚发现你有超能力啊。沈路遥美目眨了眨，满脸的疑惑。陆晨冲着他做了个捻手指的动作。你超有钱的。反应过来的沈路遥也展露出了绝美的笑颜。你这么说的话，好像确实没错。身为沈氏集团的大小姐兼总裁，他可不就是超有钱吗？对吧，对吧？陆晨冲着沈路遥眨了眨眼，虽然梗老了点，但是天的目的达到了就行。这不，某个哭成兔子眼的女孩终于是发自内心的笑了出来。爸爸，什么是超能力啊？10万个为什么？糖宝再次上线，小家伙哒哒哒的跑到陆晨的身边来。超能力的意思就是在某一个方面特别擅长。陆晨将小糖宝给抱到了腿上。那爸爸有超能力吗？有啊，我超爱你的。陆晨将自己的下巴放在了小家伙的脑袋上。嘿嘿，那糖宝也有超能力。沈路遥走过，坐在陆晨旁边，握住了小家伙莲藕似的手臂。糖宝有什么超能力？可以告诉妈妈吗？嘿嘿，当然可以啊，我超爱爸爸跟妈妈哟，而且我还超级可爱的。妈妈，我可爱不爱？小奶团子斜坐在陆晨的腿上，欢快的小啾啾摇啊摇的。可爱，当然可爱。2个小时的时间在3人的聊天玩乐中很快就过去了。直升机再次降临在靠山村时，给整个村庄再次带来了震撼。而当初来围观的村民们看到陆晨带着沈路遥与糖宝登上了直升机后，全都开始议论纷纷。哎，这陈娃子这是发财了吗？怎么连直升机都来了？我估计吧，这不是发财了，是摊上事儿了。你见过哪个发财了用直升机来接的？村长的声音从人群后传出。陈娃子咱们从小看到大的，那人品大家都是知道的，就算是摊上事儿，那也是好事儿。散了散了，一个个的净嚼舌根子。等陆晨从直升机上下来时，他发现降落地在一个摩天楼的天台上。他想起之前看的那些个天梁王破的小说剧情，心里突然浮现出了个猜测来。于是他一边转身伸手从沈路遥手上将熟睡的小糖宝接过来，一边笑着跟沈路遥打趣。路遥，这栋摩天大楼该不会是你家的产业吧？沈路遥微笑点头。对啊，陆晨你怎么知道？这栋楼是我爸爸送我的成年礼。陆晨，这是他没想到的。谁家女儿成年礼直接送摩天大楼的？他不禁低头看了看怀中睡得香甜的小糖宝，看来自己还得再努把力才行，不然拿什么去娶路遥？这追妻路好像有点长啊。陆晨，沈路遥拖着行李箱走了几步才发现陆晨没跟上来。来了。跟着沈路遥刚走到玻璃门前，陆晨就从玻璃上那个蔷薇花的标识认出了这是哪儿。
这竟然是整个世界唯一的一个7星级酒店——蔷薇塔酒店。据说酒店配有20辆宝马、10辆迈巴赫、2辆加长版劳斯莱斯来专门接送来往机场的旅客。另外，相传更是有2架直升机来接送贵客。而酒店中最小的房间就有170平，一晚上的住宿费用最低就要1万块。最大的皇家总统套房相传有780平米，仅仅一晚上的住宿费用就高达10来万。整个酒店金碧辉煌，极尽奢华，最经典的大堂楼梯、客房、浴室、地面等都用的大理石之王鱼肚白来铺设。据说整个酒店就用了25000平方的鱼肚白。好，太好了！您好，请问有预约吗？穿着得体、化着淡妆的迎宾小姐上前几步，迎上拉着行李箱的沈路遥。沈路遥微微点头，红唇轻启。皇家总统套房。好的，麻烦您在前台出示一下身份证件，我们需要帮您登记一下。好。沈路遥刚将手伸向自己的单肩包，就有一个极其惊讶的中年男生传来了过来。走，总裁。穿着灰色西装的矮胖男人疾步朝着沈路遥跑来。沈路遥微微点头，神情清冷。张经理。看到自家美女总裁冷着一张脸，张全海的心里立马就是一惊，连忙暗自思考自己最近的工作完成情况。这个月目前酒店的营业额整体是上升的，另外上个月的营业报表等具体的表格也已经在昨天发给总裁了才是。自己工作上应该没有什么失误啊，怎么总裁就亲自过来了？没你什么事儿了，下去忙吧。沈路遥神情淡漠，从包中摸出身份证递了过去。前台服务员这时已经懵了，什么情况？眼前这个看着最多20出头的绝美女神，竟然就是酒店那个极其神秘的美女总裁吗？等到了房间中，陆晨才知道沈路遥为什么选择住自己旗下的酒店，而不是直接回家。那理由实在是……第62章，我们都在等你回来。让他心中的某一个地方被轻轻的触动了。面对陆晨的疑问，沈路遥的回答是：那里在我心里从来就不是家，只是个可以休息的地方罢了。我不喜欢回去。那一个瞬间，陆晨想要抱一抱沈路遥。他眼前的女孩眉眼弯弯，唇角微翘，明明在笑，却让人感觉悲伤。洗漱过后，已经将近晚上9点了。陆晨拿起手机，发现上面有博士的未接电话，连续打了3个，另外还有一条未读信息。陈哥，急事找，看到后烦请回电。看到这条信息，陆晨心中一动，应该是之前自己给博士的终极灵泉水的成分分析结果出来了。果不其然，电话刚刚接通，陆晨便听到博士充满惊喜的声音从手机中传出：陈哥，你上次给我寄的那个可真是好东西啊，不但可以提高身体素质，而且还能潜移默化的去改善体质，简直就跟传说中的洗水丹差不多了。尤其是对于身体原本有创伤的人，这东西还有极高的恢复力。我测试成分与效果，用掉了快1/4，剩下的我给你重新寄回去，你千万要全部喝掉。我有预感，你的伤这东西说不定也能治。那边博士的声音又快又急，陆晨根本连话都插不进去，一直等到博士说完后，他才开口：确定了成分就行，剩下的你不用给我寄回来了。谁知听到了陆晨这话后，电话那边的声音立刻就焦急了起来：陈哥，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不用给你寄回去？好不容易有恢复的希望，你别告诉我你想放弃治疗，这可绝对不行，陈哥。说到这里，博士的声音带上了些许的哽咽。我们都在等你回来。陆晨，博士是他之前小队里的科研专家，之所以叫这个代号，就是因为智商高，知识储存量也高。唯一的能说得上缺点的是这个家伙的联想能力特别强，脑洞堪比黑洞。生怕博士还会联想到其他地方，陆晨连忙开口打断：那东西我这还有很多，你不用寄回来，我现在人就在京城，等明天忙完后再给你送过去一些。来源你不用费心，数量虽然有限，但也绝对不少。1周之内，你能以这东西为主要材料，研制出针对重伤员的特效药吗？陈哥，别说1周了，3天，最多3天就行。越是了解其的成分与效果，博士确实知道这东西的珍贵程度。若是材料能跟得上，那绝对是大大减少他们执行任务时的牺牲率。好，你先用手上剩下的继续研究。好，陈哥你等我好消息。电话挂断后，陆晨从随身空间中取出一瓶终极灵泉水喝了下去，想了想，他又拿出了2瓶，准备给沈路遥与小唐板送过去。不想陆晨刚刚打开自己的卧室的门，却恰好看到了脸上带着红云的沈路遥。陆晨，陪我喝一点好不好？沈路遥穿着一身黑色的蚕丝睡衣，白皙的肌肤与黑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他此时一只手上拿着红酒杯，另一只手上则拎着一瓶红酒，有些许的酒气从沈路遥微起的唇中溢出。
这也解释了沈路遥脸上红晕的由来。这丫头之前就已经喝上了。好，陆晨推开门，将沈路遥迎了进来。对方歪歪扭扭地朝着沙发走去，毫无形象地瘫坐了上去。陆晨跟上去，用了点巧劲，从沈路遥的手中将红酒瓶给拿了下来。酒，我的酒，你拿我的酒做什么？沈路遥晕晕乎乎的，隐约有些意识，还伸手去夺。不是你让我陪你喝酒的吗？陆晨将红酒倒入杯中，拿起朝着沈路遥手中的杯子轻轻一碰。呵，嘿嘿，这下沈路遥满意了，将近半杯的红酒就那么被他给一口全喝了。他还打了个酒嗝，一脸的意犹未尽。好喝，再来。陆晨，这酒他闻着酒香浓郁，虽然不知道具体的年份，但也知道肯定是极品。沈路遥这喝法简直就是暴殄天物，心中这样想着，他却还是在沈路遥的杯中又倒了不少。而他自己不好酒，但也能喝一点。之前在队伍中时，因为种种限制，倒是许久不曾碰过酒了。在陆晨将酒杯中的红酒喝完后，却听到了轻微的呼噜声，更是有个大白腿就那么堂而皇之的架到了他的膝盖上。这大白腿的主人除了沈路遥还能有谁？刚刚还豪气万千一口闷的人，现在就那么软成了一滩。他嘴里嘟嘟囔囔的，像是在念叨着什么。陆晨凑过去贴着沈路遥的唇边，仔细聆听，才分辨出对方在喊什么。妈妈，别走，别不要我，我真的会乖的。他叹了口气，将熟睡的沈路遥抱起来放到了床上，走到另一个房间中奖熟睡的小唐板也给抱过来之后，陆晨便也躺下了，一夜无话。等到第二天，沈路遥醒来时，想到昨天晚上的事情，脸色涨红，根本不敢跟陆晨对视。自己心情不好，怎么就想着喝酒呢？偏偏喝酒也就算了，怎么还跑到了陆晨的房间来？这脸真的是丢大了。第63章，我回来不是跟你吵架的。早上9点，吃完早餐的三人便下到酒店大厅中，一辆银色的劳斯莱斯幻影已经停在了门口。陆晨，行吧。这情况虽然意外，但又格外的在情理之中。半小时后，银色劳斯莱斯幻影停在了一个高档独栋别墅的门口。保安在看到车牌号，连忙将打开横杆。等到车子完全停下后，陆晨也看到了别墅的全貌。镂空雕花且极其气派的大门，圆形的拱窗造型独特，颇具匠心。门口的花园中繁花锦簇，一朵朵大红玫瑰花艳丽夺目。造型别致的假山莲花池中，荷叶连连，偶尔还有红白相间与橘色的锦鲤游曳而出。在这里，中西方的文化与风格达成了完美的融合，古典与开明两相宜。别墅尖塔型斜顶，抹灰木架与柱式装饰上攀附的藤蔓相映成趣，经典不落时尚。大小姐，欢迎回家，老爷在书房等你。穿着得体燕尾服的老人冲着走下车的沈路遥躬身行礼。知道了，沈叔。沈路遥转身去看抱着小唐板的陆晨。走吧。那个男人不管是听到自己昨天说蔷薇塔酒店是自己的产业也好，还是今天看到这栋别墅也罢，眼底虽然都有震惊，但对待自己的态度与说话语气却从来没有变过。就像是这些在他来看并没有什么特别，没有阿谀也没有奉承，从初识到现在，看向自己的目光也一直都是温和有礼的。他整个人一直很镇定，也很沉稳，让人觉得无论碰到任何的难题与困难，他都能轻而易举地解决一样。而自己只要站在他的身边，连纷乱的思绪好像都会安静下来。不自觉的，沈路遥微微往陆晨的身边靠了靠，拉近了些许两人间的距离。这个家里太冷了，冷到他想要从这个男人的身上汲取一些温暖来抵御即将到来的冰寒。好，陆晨点了点头，拍哄了下从下车后就格外安静的小唐宝，与沈路遥并肩而行。走进别墅，极其奢华的大厅中，首当其冲映入陆晨的眼帘。黑色大理石铺就的地面光可见人，头顶繁复的水晶吊灯发出冷冽的光，高耸的墙壁在柔软的地毯上投下暗沉的阴影，再多的壁画与装饰也遮不住房里的压抑与清冷。这是个没有温度与情感的地方。他怀中的小唐宝自从进入到别墅后，便紧紧搂住了他的脖子，安静极了。小家伙完全没有平时的活泼，整个小身体在他的怀中蜷成一团。陆晨猜测，小孩子对于环境与气氛的感受最为明显。小唐宝之所以会变得这样反常，应该也是受到了别墅中的环境影响，感受到那个小小的身体在怀中有些瑟缩与颤抖，他的眼中寒芒闪烁。陆晨一边用手轻拍安抚，一边怀疑或许不只是环境的影响所致。小家伙或许在这个极尽奢华，但是却毫无温度的别墅中有过什么不好的经历。三人刚通过旋转楼梯来到2楼，便听到前方一男一女的说话声传来。这么多年你都没回来过，现在回来想要做什么？我说了呀，回来看瑶瑶。这种场面话就别说了，真想看你早回来看了。说吧，你的身体到底是怎么了？
那个中年女生在沉默了几分钟后，缓缓开口：“沈天蓝，我快死了，骨癌晚期，发现的太晚了，医生已经放弃了，他让我去好好享受生活，去想去的地方，见想见的人，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世界上我想去的地方都已经去了，而想见的人便是瑶瑶了。当年丢下他是我不对，确实是我亏欠他了，我想在最后的时间里多陪陪他。”听着那两道说话声，沈路遥的脚步越走越慢，最终停在了一间虚掩着的房门前，而声音正是从这间房中传出来的。陆晨猜测，这个说自己得了绝症的中年女人，应该就是沈路遥的亲生母亲了。任何人在猛然听到至亲即将不久于世的消息时，不论与对方是怎样复杂的关系，情绪肯定都会受到影响的。陆晨抬眼看了看驻足在门口的沈路遥，女孩高挑的身影站得笔直，看着好像并没有什么不妥。可当他视线下移，目光看到沈路遥垂在身侧的双手时，却知道这一切都不只是表象。女孩的手时而张开，时而攥拳，像是在竭力压抑着什么，又像是想要发泄什么。陆晨走上前去，主动伸手握住了沈路遥的一只手，这是两人第一次在清醒的情况下肌肤相触，融融的暖意通过那只大手向自己传递过来。沈路遥起伏不定的心绪也慢慢平复了下来，他偏过头去，朝着陆晨笑了笑。沈路遥不知道自己的笑容看着有些苦涩，眼里更是有晶莹的泪光闪烁，而他所不知道的这些都统统被陆晨洞悉。他同样回以微笑的同时，轻轻捏了捏相握的小手。没事的，我在。低沉的男声在耳边响起，温暖让人沉醉。沈路遥凝了凝神，抬手敲响了房门。父亲，我回来了，进来吧。坐在金丝楠木书桌后的中年男人，脸上戴着副金边眼镜，在开口时微微抬头，目光在沈路遥与跟着的陆晨身边扫了一眼，面露不愉。路遥，你怎么带外人回来了？坐在沙发上打扮得体、妆容精致的女人站起身来，自以为隐秘地打量了沈路遥一眼后，才转身去埋怨男人：“女儿刚回来，你这样的语气是做什么？搞得跟兴师问罪似的。”将女人的小动作与眼神尽收眼底的陆晨，心里产生了奇怪的感觉。这一男一女，看着应该就是沈路遥的亲生父母了。可是不论是男的还是女的，他们二人对待沈路遥的态度都不太对。信息量不够，但是他的第六感已经隐隐察觉到了什么。他是唐宝的父亲，陆晨。沈路遥神色淡淡，声音里没什么温度，说话的语气就像是在说今天是晴天一样，毫无波澜起伏。你知道的，我不会同意你嫁给没有身份跟地位的人。作为我沈天蓝的女儿，你的婚姻对象必须是对我们沈家的发展有利才行。沈天蓝扫了眼陆晨，虽然这个穿着白色休闲装的男人看着气质不凡，应该有点家底，但还不够看。至少他根本就没在各种的上流酒会与消息中听过陆家，最多是个小门小户罢了。他的女儿必须要嫁给门当户对的大家族才行。沈路遥的脸色越发冷漠。我回来不是跟你吵架的。那个女人上前一步，伸手想要去抓沈路遥的手腕。瑶瑶，你是回来看我的，对吧？她面色温柔，仪态优美，可抓向沈路遥的手却透着一股急切。沈路遥后退一步，避开了那只手。别叫得这么亲密，我不习惯。第64章，不管是什么病，都有名字的。沈路遥退一步，那个女人便进一步。瑶瑶，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我是妈妈呀。小时候，你跟我可是很亲的。女人脸上露出了悲伤的神情，看向沈路遥的眼神渲然欲泣。她那双与沈路遥一模一样的桃花眼，天生便带有着些许的媚意与娇弱之感。在这样的表情与语气的衬托之下，就更是让人觉得悲伤万分，就像是沈路遥做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情一样。陆晨看着他这样，却想到了一句话：鳄鱼的眼泪。这个女人绝对不会是单纯的想要看看沈路遥才是，这里面应该有什么其他的目的。可他都骨癌晚期，医生也已经放弃治疗了，又有什么可以惦记或者是图谋的呢？还是说，陆晨在心中分析情况时，那个女人说着话，仍旧想要去拉沈路遥。沈路遥再退一步，脸上冷淡，没有什么表情，可他的眼神却很复杂，眼底隐约能看到翻滚的情绪。是啊，只是小时候亲。沈路遥微微勾唇，露出一个苦涩的笑。实际上，在他的记忆中，小时候自己跟母亲之间也并没有亲到哪里。他永远都记得那些练不完的字，跳不完的舞，还有上不完的课。而母亲似乎一直都打扮得光鲜亮丽，去各种地方游玩。每次得到比赛名次时的自己想要得到母亲的夸奖时，经常是找不到人。而就算是找到人了，母亲却都只是淡淡扫一眼自己的名次，然后告诉自己不能懈怠，也不能骄傲，要继续练习。现在想来，那些隐约的记忆中，真的就是母女间的亲密吗？至少沈路遥在回顾自己与唐宝的相处时，是发自内心的为女儿担心与骄傲的。小唐宝的第一次抬头，第一次爬行，
以及第一次自己抓着床柱站起来等等的一个个极小的瞬间，他不但记忆深刻，更是会特意从家庭监控中剪辑出来，用作留念。这样想了之后，沈路遥微微垂下头去。那个女人仍旧在一遍遍地强调：“瑶瑶，我当时是有苦衷的，真的。”什么苦衷呢？再次避开那只伸过来的手，沈路遥还是将心底的疑问问了出来。他只是想要一个答案而已。有哪个孩子不想被父母喜爱与在意呢？小时候那些个黑沉的夜里，他无数次地抱着小熊玩偶坐在墙角，都在思考那个答案。是不是因为自己太笨了，或者是太蠢了，惹母亲不高兴了，所以他才离开自己的？越想越是自卑，也越想越是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于是在他长大的过程中，每一件事与每一次考试，他都要做到最好。或许等自己变成最强的了，有能力了，就不会被丢弃了，母亲也能回来抱一抱自己，夸一夸自己了。可他等来的不是母亲的归来，而是父亲牵着另一个女人的手来到自己面前，并且被告知往后她就是自己的母亲。幼小的自己是拒绝的，她不是我母亲，我不要叫她母亲。当时父亲的回答，沈路遥到现在还记得。他不要你了。面对沈路遥的问题，那女人眼神闪烁，眼神躲闪，言辞也出现了凝滞。是什么呢？怕是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或者是知道但不能说。陆晨唇边勾起一丝冷笑，这是准备现场编一个理由了。是去看病了？对，我是去看病了。看他这样的表情，再听到这样的回答，沈路遥的心中瞬间被失望与悲伤填满。原来一直在乎这些的原因的只有自己。那你是去看什么病呢？有什么病不能在大厦看，而非要去灯塔？那当然是很严重很严重的病了。我一直都想要回来看你的，只是身体一直不太好，没办法长途旅行，所以才拖到现在。那个女人说着，脸上露出了悲伤的表情，一滴晶莹的泪滴更是由她的眼角滑落。陆晨，这女人虽然演技不行，但眼泪却是说来就来。有点东西，不管是什么病，都有名字的。沈路遥站在那里，看着与记忆中相比变得憔悴了许多的母亲，心情复杂。他还是把自己当作孩子来看吗？连编借口都编得这么随意，是觉得自己还是会像小时候一样好骗吗？看那个女人皱眉沉思的样子，沈路遥叹了口气。那你现在看也看了，可以回去了。他突然发现，那个自己一直念念不忘的原因似乎已经不重要了。或许自己本应该就是被抛弃的，也本应该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没有温度的家里。刚想到这里，沈路遥就觉得自己的手被什么给捏了一下。他偏转过头，就看到了身旁站着的陆晨。这个男人眼神温暖，神情温柔，恰好在自己情绪最为低落的时候给予了鼓励，就像是一直关注着自己的情绪一样。也只有这样的关注，才会在第一时间察觉到自己细微的情绪变化了。自己现在并不再是一个人了。陆晨确实一直关注着沈路遥情绪的变化。这样的场合，他身份尴尬，不方便说话，能做的不多，只能通过这样隐晦的方式来告诉沈路遥，他不再是一个人，还有自己陪在他身边。小糖宝在陆晨的怀中，朝着沈路遥伸出手，妈妈，抱抱。小家伙的小奶音软萌萌的，让沈路遥的心情也随之欢快了不少。好，妈妈抱抱。沈路遥将小糖宝给抱到怀中，不想小家伙却趁着他在调整姿势，而吧唧一口亲在了他的脸上，暖乎乎软乎乎而又带着奶香味的小家伙。瑶瑶，你……那个女人张口还要说什么，却被沈天蓝给打断了。吴一曼，够了。路遥，你先下去，等会儿记得下来吃饭。沈路遥刚好也不想再待在这个房间里了，他简单的告别之后，便转身朝着书房门口走去。陆晨抱着小糖宝紧跟其后，一直走到门口的假山莲花池旁，沈路遥才停下脚步。陆晨将小糖宝放下来，与沈路遥一起看莲花池中的锦鲤。爸爸，为什么这个水里会有硬币啊？不知是不是出了别墅的原因，小糖宝好像又活泼了起来。可能这是个许愿池吧。陆晨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只能乱猜。什么是许愿池蛙？爸爸，是好吃的吗？小糖宝歪了歪头，小脸上满是疑惑。许愿池就是可以帮助人达成心愿的水池，一般里面都会有锦鲤或者是王八。陆晨话音刚落，就有一只老龟从莲花叶子下探出头来。我是龟，可不是什么王八。现在的年轻人啊，真是一点都不尊老。老龟念叨完后，看到了趴在池子边上满眼好奇的小糖宝。小主人，你怎么变成小孩子了？不对，你应该明明就是小孩子才对，我为什么要说变成？好奇怪，但是我又分不清哪里奇怪。不过小主人，你看着要比之前开心很多呀。小孩子家家的就应该笑嘛，天天的冷着一张脸可不好，不然长大之后就会忘记怎么笑了。嘟嘟囔囔的老龟边说话边往小糖宝的身边游。哇，爸爸，
这是什么？小糖宝看到这只奇奇怪怪的生物往自己这里来了，连忙缩到了陆晨的身后。陆晨从这只龟及其富有特点的鼻子认出了它的种类，超级开心的猪鼻龟 HHHH， 这明明就是看到喜欢人的表情好吗？这是猪鼻龟，是种淡水龟。糖宝，你看它的鼻子像不像猪猪的鼻子？小糖宝从陆晨的身后探出了个小脑袋，自信观察了下后才点头，确实很像是猪猪的鼻子啊。爸爸，龟龟吐舌头好可爱啊，而且看着它好开心啊。确实很可爱，它可能是喜欢你哟，小糖宝。嘿嘿，糖宝也喜欢龟龟。陆晨还是第一次在私人家里看到猪鼻龟。猪鼻龟学名 Ceraticles insculpta， 是两爪鳖科两爪鳖属动物，头中型，吻突出平节，酷似猪鼻，背灰色无花纹，无盾片，背较隆起，中央有一条纵脊，腹甲白色或乳臼色且扁平，亦无盾片，前后既指具发达的鳍状蹼，且仅有2个爪，故名两爪鳖。成年雄龟的尾部比较长，泄殖孔的位置也比较靠后，成年雌龟尾部则较短小。陆晨仔细分辨了下，眼前这只应该是只雄龟。猪鼻龟为水栖龟类，善游泳，除了产卵以外，常年生活于水中，属于高度水栖的爬行动物、杂食动物，但幼龟偏肉食性，食量较大。这种龟虽然是淡水龟，但是却是深水龟，一般喜欢在水底自娱自乐，不怎么会游上来。猪鼻龟以其菇似猪鼻的突出的吻鼻和与海龟极相似的鳍状四肢及绅士般的泳态等特点，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已成为京城与魔都的宠物市场上的名贵观赏龟种。而私人养玩也是要有相关的资格证书的，需要去林业部门办理特种动物养殖许可证。填写申请时，不但要填写养殖许可证，还应连带经营许可证一起申请，这才能两证齐全，以后既可以养殖，也可以合法出售。至于沈路遥家的这只，就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了。况且一般人养这种东西都喜欢用玻璃缸，这样更方便来观赏。像这样随意丢在假山莲花池中的举动，不能说绝无仅有，但也绝对没有几个。这种龟还有个小名，叫做飞河龟。猪猪，你还在这里？沈路遥惊喜的声音从陆晨的身边传来，一只白皙无瑕的纤纤玉手伸到假山池边，摸了摸老龟的龟壳，语气怀念。正是沈路遥。也就是这时，陆晨再次听到了某只龟的碎碎念。说了多少遍了，我是猪鼻龟，不是猪猪，你怎么还喊呢？真是的，现在的两脚兽一点都不可爱。炸毛的猪鼻龟的聒噪程度相比之前又加重了不少，还是小主人最可爱了，最喜欢小主人了。说着说着，猪鼻龟的声音中却是带上了些许的疑惑来，好像有好久没看到小主人了。是多久来着？完了，睡懵了，想不起来。一觉2绝3绝2绝3绝。陆晨作为一只龟也不可能上过学，不会数数好像也没什么问题。但是这么听着真的好喜感啊，他憋笑憋的真的好辛苦。为什么这只猪鼻龟这么有戏啊？光是听他这么碎碎念，自己都能脑补出画面来，简直了。而猪鼻龟的碎碎念仍旧在继续。我真的是好多觉都没看到过小主人了。陆晨，我知道你爱睡觉了，不用强调了，真的。我记得只有小主人会叫我猪猪来着，可是他刚刚明明没说话。小主人，再次从猪鼻龟的口中听到这个称呼，陆晨已经有了猜测，他口中的小主人应该就是沈路遥了。他原先以为在那样的环境中长大，沈路遥的童年应该是暗淡无光的，现在看来，或许在某些方面，沈路遥还是保留了一些童真的。毕竟能给只龟起名叫猪猪这种事儿，一般的孩子应该做不出来。透过波光粼粼的池水，陆晨仿佛看到了曾经那个板着脸却会叫猪鼻龟猪猪的小女孩，那些是他不曾参与也不曾了解的独属于沈路遥的成长历程与记忆。他现在透过那对父母对待沈路遥的态度，再通过这只碎嘴的猪鼻龟的话语，好像穿越了时间的长河，可以窥见一二。每个人的性格养成都跟他的成长环境与人生经历有关，而每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事情，都会在以后潜移默化的去影响他，并且最终将他塑造成现在的模样。奇怪，真是太奇怪了。为什么这个两脚兽也会叫我猪猪？第65章，你是我的小主人吗？心里奇怪的猪鼻龟偏过头去看沈路遥，用人类的审美来看，长得还行，可关键自己没见过，也不认识。不重要。心里这么念叨着，猪鼻龟将视线移了回来，两只黑豆眼就那么盯着趴在水池边的小糖宝。小主人，你可终于回来了。你不在，他们都不给我吃黄色的肉，也不跟我玩，天天待在水里，除了睡觉还是睡觉，我都快睡扁了。你摸摸我吗？摸摸我。
陆晨看着那只猪鼻龟在小唐宝面前一会儿挥爪子，一会儿晃脑袋，再加上听着这家伙那几乎没停过话，说实话有点吵。不过他倒是从猪鼻龟的话中知道了不少的信息。陆瑶，这只猪鼻龟是你的小时候就开始养的吗？陆晨看向沈路遥，他想要通过这个方式来告诉猪鼻龟他认错人了。沈路遥先是点了点头，接着又摇了摇头。准确来说，这只猪鼻龟是我父亲的朋友送的，不过有段时间它都是我喂养的。小时候自己身边没什么玩伴，父亲忙于工作根本没空管它，而别墅中的下人们应该是得到过什么叮嘱，也从来不会陪自己玩，始终都是一个人的他，在某天看到从假山池里冒头的猪鼻龟，开心的不行。有什么好吃的跟好玩的都会想到猪鼻龟，还会将那些天马行空的幻想讲给猪鼻龟听。猪猪这个名字就是我小时候给他起的，我每次叫他的时候他都会有反应，肯定是喜欢的。陆晨，他那不是喜欢，是嫌弃。说了是猪鼻龟，不是猪猪。不是，等等，小时候猪鼻龟的小脑袋在沈路遥跟唐宝母女俩的脸上来回转了转，过了2-3分钟他才反应过来哪里不对。你是我的小主人吗？昂着脑袋的猪鼻龟小黑豆眼里都是疑惑，小主人都已经长这么大了吗？好快啊！沈路遥开心地朝着陆晨看去。陆晨，你看，猪猪他认出我了。不止如此，他还将猪鼻龟介绍给了小唐宝。唐宝，这是妈妈的朋友，是只猪鼻龟，你可以叫他猪猪哦。猪鼻龟说了不是猪猪。累了。沈路遥伸手将垂头的猪鼻龟抱了出来，亲密地去摸它的龟壳。许久不见，猪猪你重了好多，看来要好好吃饭，真好，夸一夸你。陆晨在一边看着沈路遥与猪鼻龟的互动，心里松了口气。只要沈路遥没有完全沉浸在那对父母说造成的伤害中，那就好。笑起来的女孩脸上带着些许童真，平日里清冷的眉眼也变得生动了不少。而这也让陆晨想起来之前系统曾经告诉自己的沈路遥的年纪，女孩今年不过刚刚21而已。妈妈，唐宝也想摸一摸。好。沈路遥微微蹲下，将猪鼻龟捧到了小唐宝的面前。小家伙并没有直接伸手去摸猪鼻龟，而是先冲着对方打起了招呼。猪猪你好啊，我是唐宝，我可以摸一摸你吗？猪鼻龟的头点了点。摸吧摸吧，既然你是小主人的孩子，那就是小主人了，随便摸。现在不在水里，不然我还能把肚皮翻过来给你摸。陆晨，翻肚皮是什么情况？跟猫猫狗狗一样晒肚皮吗？这时小唐宝的手也已经摸到了猪鼻龟的壳上了，硬硬的凉凉的，还有点滑。你好可爱哇，猪猪。猪鼻龟用鼻子碰了碰唐宝的小胖手。你也好可爱哇，小主人。哇，妈妈，他好像很喜欢我耶。被碰到的小唐宝开心极了，马上就去跟沈路遥分享自己的喜悦。沈路遥笑着点头，确实看着猪猪很喜欢你。猪猪不能太久时间离开水，我们它放回去好不好？唐宝。唐宝乖巧点头。好。出乎沈路遥意外的是，刚刚被放进书里的猪鼻龟竟然直接在水里翻起了肚皮。这只不知道是不是猪鼻龟，我实在是认不出了。反正乌龟在水里翻肚皮的样子都差不多，大家凑合着看吧。小主人，小主人，快来摸摸，我肚皮比壳要软和很多哟，手感也很好的。沈路遥在看到这个画面时，吓得眼睛都瞪圆了。怎么就翻肚皮了呢？自己刚刚也没将猪猪拿出来多久啊？这几乎是第一时间，心里害怕的沈路遥立刻就向陆晨投去了求助的视线。看到沈路遥的面露惊慌，陆晨开口了。路遥，他是想跟你和唐宝继续玩，还想被摸摸肚皮。摸肚皮。沈路遥下意识重复了一遍。陆晨的这个解释实在是太出乎他的意料了。对此陆晨点了点头，他冲着沈路遥笑了笑。路遥，我能听懂一些有灵性的动物的话，像大黑、大黄、白狼跟小狼崽那种都可以。刚刚我也听到了这只猪鼻龟的话。这下子沈路遥的眼中波光流转，满满的好奇与惊讶。你可以听得懂兽语？不是所有动物的都能听懂，要有灵性且智商较高的才行。原来是这样，那你都听到猪猪说了什么？陆晨听到沈路遥的问话，笑容里带上了点无奈。这家伙有点迷糊，还是个傲娇。迷糊是记不清你已经长大了，最开始还将唐宝给认成你了。至于傲娇吗？他一边一遍遍地强调自己是猪鼻龟，不是猪猪，一边对于你给他起名字这件事还挺喜欢的。对了，他还是个话痨。陆晨摊了摊手，脸上无奈的神色更重了。我被他吵得不行。哈哈。沈路遥边听边笑，这时已经与小唐宝去摸猪鼻龟的肚皮了。
我从来都不知道猪猪的性格竟然是这样的。我不是迷糊，刚刚那是刚睡醒，脑子还懵着呢。还有傲娇是什么？可以吃吗？小主人是最好的小主人，我就是喜欢他，喜欢他给我起的名字怎么了？有没有我不是话痨，只是憋得太久了啊！这几只锦鲤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长大，没有人一起说话，真的是好无聊啊！哎，小主人，你别烦我，别烦，让我好好晒晒肚皮。阳光暖洋洋的，真舒服啊！又想睡觉了。陆晨笑着制止了沈路遥要将朱鼻龟给翻正的意图。他说想晒会太阳，现在还犯困了。第66章，像是童话书里的地方一样，在朱鼻龟睡着之后，沈路遥也带着陆晨与唐宝离开了假山附近。他来到了一个繁花锦簇的花廊之下，图园网络，青山，具体是不是蔷薇我也不清楚，反正好看。认出来的可以说说，我是菜鸡 Kak。木质的秋千旁是无数的藤蔓植物，陆晨认出来这些应该是蔷薇花，淡粉色的花朵在春日的阳光下绽放，时而飞来一两只色彩艳丽的蝴蝶，清浅且淡雅的香气充盈在鼻尖，嗅觉上的感触加深了视觉上的震撼。这是个宛如人间仙境一样的角落，在这里，空气中漂浮着馥郁的香气，淡粉与深深浅浅的绿色掩映其中，光是看上去就让人心情愉悦。陆晨没想到，在这样一个冷冰冰的别墅中，竟然还藏着这样的一个地方，与整个别墅的整体风格完全不同，却是能够让人在极致的压抑中获得一丝的舒适与放松。唐宝，来，我们来荡秋千好不好？沈路遥坐到秋千上后，朝着小唐宝伸出手。好，唐宝要荡秋千了。小唐宝自从看到这个角落时，眼睛就已经不够用了。好漂亮，好漂亮呀！妈妈，这里好漂亮呀，像是童话故事书里的地方一样，有花花，有绿叶，还有蝴蝶，嘻嘻，还有好大好大的秋千千。唐宝喜欢。沈路遥将唐宝抱到自己的腿上。唐宝喜欢就好，这里就是送给你的。哇，谢谢妈妈。小唐宝吧唧一下亲在了沈路遥的脸上。唐宝超级喜欢的，最喜欢妈妈了。小家伙看到的是整个藤蔓秋千所呈现出来的美轮美奂的场景，而陆晨在看到这些的同时，却看到了除此之外更多的东西。那些是沈路遥所花费的精力与对唐宝无尽的爱意。这些紫叶昙花要种起来的话，要费不少功夫，少说也得2-3年才能够长到现在的状态。这个角落是在唐宝出生之后我便开始布置的。沈路遥一边双脚借力让秋千摇晃起来，一边开口。那会儿小唐宝的身体不好，又一直待在医院的保育箱里，他为了减少自己乱想的时间，就必须要找点事情来做。而在收拾家中阁楼旧物的时候，他偶然间翻到了一本书页已经泛黄了的童话书。童话书有一页被折了角，翻开那页，映入眼帘的便是这样的一个被无数蔷薇花所包围的秋千。他也是那时才想起，自己小时候一直想要这么一个秋千来着。那会儿自己之所以拼尽全力的练琴准备比赛，一方面是想要得到母亲的肯定与夸奖，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母亲曾答应自己，如果世界钢琴比赛能够得到第1名，那就可以提一个条件。当时自己的愿望就是想要母亲答应给自己弄一个这样的秋千的。可最终他确实是拿到了第1名，可母亲却离开了，没有了可以索要的对象，自然承载了喜欢的童话书也被束之高阁，不但被灰尘所覆盖，更是连那些记忆也被自主选择逐渐淡忘了。而在再次看到那本童话书的时候，沈路遥也好像看到了当时那个被失望与悲伤包围的小女孩，于是他决定照着童话书复刻出一个被无数蔷薇花所包围的秋千来，一方面是送给小唐宝的礼物，一方面也是完成自己儿时的心愿。秋千很漂亮，这边的植物布置也很精巧。陆晨夸奖的同时上前走到了秋千后面。我来推你们，唐宝注意，要起飞喽！哇，唐宝飞了飞了！爸爸慢一点，唐宝怕高。唐宝，妈妈在，我们不怕好不好？我怕。陆晨控制着秋千的速度，让其慢慢的停了下来。那我们就慢慢的荡，好不好？小唐宝的点了点自己的小脑袋。陆晨看小家伙可爱，伸手摸了摸小家伙的头，没想到小家伙伸出小胖手捂住了自己的脑袋瓜。哇，爸爸你轻点儿。陆晨以为是自己手重，不小心弄痛小家伙了，连忙收回手，关心询问情况。怎么了？小唐宝嘟着嘴，小脸蛋也是鼓鼓的，像是只充了气的小河豚，简直萌死人。我的发型乱了，不可以乱摸的。沈路遥也被小家伙给逗笑了。没关系的，发型乱了，等会儿妈妈给你重新扎小辫子，好不好？好，要扎很多很多的小辫子。小唐宝萌哒哒的答应了之后，眼珠一转，想到了什么，我想要爸爸给我扎小辫，好不好啊，爸爸？
陆晨，他扎过炸药，排过雷，但是没帮孩子扎过小辫子啊。看着唐宝头上的2个精致的小揪揪跟前面一溜排的小麻花辫，他觉得自己哪里都不好了，技能盲区不说，更是知识盲区，完全就不会啊。心中疯狂叫轩的陆晨，眼神乱飘之间，看到了蔚蓝色天空上飘着的朵朵白云。唐宝，你看天上云朵的形象，这边这个像不像是乖乖坐着的大黑？那边那个像不像是趴着看门的大黄？还有旁边的那个小一点的，像不像是摔倒的小狼崽儿？第67章，西西，妈妈你看那个，哇，让我康康。小唐宝在沈路遥的怀中，仰着小脑袋瓜看天上。今天恰好是个大晴天，澄澈的蓝天上白云朵朵，格外漂亮。哇，我看到了，大黄、大黑，还有小狼崽儿。西西，还有大白狼，我也看到了。妈妈，妈妈！听到小家伙喊自己，沈路遥忙下头。唐宝怎么了？西西，妈妈你看那个。小唐宝伸手指了指一团云朵，你看这个像不像是我啊？呵呵，哪里像了？沈路遥顺着唐宝的手指看去，发现小家伙指的是一个圆头圆脑的云朵。当然像了，妈妈，我记得你说过的，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就是像一个球一样在你肚子里的。听到这个回答，沈路遥的神情中带上了些许意外。这话是不久前自己带着唐宝去找陆晨时在飞机上告诉小家伙的，没想到小唐宝还记得，圆头圆脑的云朵朵确实是跟唐宝很像啊。陆晨从2人身后走出来，手上拿着手机，来，笑一个。他不等沈路遥跟唐宝反应过来，便按下了手机的拍摄键。被定格的画面中，小唐宝带着小奶膘的小胖脸上是明媚且灿烂的笑，而抱着他的沈路遥正在微微垂头帮小家伙整理衣服。微风将沈路遥肩头的长发吹起，带来一丝灵动。母女2人的笑意与相处的细节就这样被永久定格。这是一张极其成功的抓拍。爸爸，我康康，我康康。看到陆晨举着个手机对着自己，聪明如小唐宝，自然是出来巴巴式拍照了，连忙伸着小手想要去够手机。小家伙这一动，沈路遥连忙将他给抱紧了。来，给你看。陆晨走到母女俩身边，将手机朝着小唐宝伸了过去。沈路遥凑过头来，同样看到了那张被定格的画面。小家伙在看前方，而他自己则专注帮他整理衣服。看过照片之后，小唐宝想到了什么，有些不高兴地嘟起了嘴。这个上面没有爸爸。爸爸，你也来拍一张。唐宝想跟爸爸妈妈一起拍照。好，爸爸也一起来拍。陆晨走到秋千后面，微微弯腰，将手机往前方举了举。他找准方向之后，小唐宝跟沈路遥母女俩的脸也都出现在了画面中。陆晨按下拍摄键后，3人的第一次同框就这样被定格了下来。蓝天、白云、繁花、绿树，恰好有一只蓝色的蝴蝶从画面中飞过，景色宜人，构图漂亮。关键母女俩更是一个美丽动人，一个娇憨可爱。小唐宝欢快的笑声与沈路遥一直含着笑的样子，也就这样留在了陆晨的记忆中。如果可以的话，陆晨希望往后余生都能看到这对母女俩的笑容，也希望从此可以参与到他们的人生中。有的人越是与其相处，便会越觉得舒适与喜欢。对于陆晨而言，沈路遥与唐宝都是这样的人，他想要与这对母女俩真正的组成家庭了。一张合照怎么够呢？那当然是要多拍几张了。而就在陆晨准备再拍几张的时候，有一人走了过来。身穿黑色燕尾服的老人微微欠身，言辞恭敬：大小姐，老爷喊您吃饭。听到这句话，沈路遥脸上的笑意也淡了下去。他微微点头：知道了，张叔，辛苦您跑一趟。不辛苦的，大小姐，这是我应该做的。看清了3人在做什么之后，张叔朝着陆晨微微欠身：先生，要不我帮您来拍吧，这样您站位也方便一些。从沈路遥说话的语气中，陆晨明显感觉到他与这个老人的亲密，但是从老人的言谈举止中，陆晨又能够感觉到这个老人对于沈路遥的尊敬，所以这个老人的身份应该是管家之类的。而沈路遥的下一句话刚好肯定了陆晨的猜想：陆晨，张叔是我家的管家，他拍照技术很好的。好，那就麻烦您了。陆晨回以微笑，他身体前倾，微微降低了些自己的高度，这样的话，等下拍摄出来的照片在构图上也会好看很多。看到他这样的举动，张叔的眼里闪过一抹赞赏。大小姐是他一直看着长大的，一直以来都是孤单的一个人，现在身边有了陆先生这样细心温柔的人陪着，看着比之前快乐了许多。他从心里为大小姐高兴。不麻烦的。张叔拿出手机，朝着一家3口示意：陆先生，您可以再稍微矮一点。小小姐，您要看着我哦。大小姐，您的头稍微朝着小小姐偏一点，亲密一些，小小姐也可以搂着大小姐的脖子哟。
1、2、3，茄子！咔嚓，快门声响起，又一张被定格的照片也出现了。张叔看了眼手机中的画面，笑容灿烂。哈哈，这张真的不错，要不我们再来一张？陆晨刚想回答，没想到被小糖宝给抢了先。小家伙点了点自己的小脑袋瓜。糖宝想多拍几张，谢谢张爷爷。要很多很多跟爸爸妈妈一起的照片，这样以后爸爸如果不在身边的话，糖宝就可以看照片了。嘻嘻，看到从进入别墅后一直都表现拘谨的小糖宝终于恢复了活力，陆晨与沈路遥自然也就陪着小家伙了。当听到糖宝最后一句话时，陆晨的心中划过愧疚。虽然是无意为之，但他之前的缺失还是在小家伙们的心里造成了影响。三人还是第一次一起留下照片，这种定格的且充满了回忆的东西。他们在连续拍了不同角度的数十张照片之后才停了下来。张叔走到陆晨的身边，特意加了他的微聊，并说晚点将照片一起发过去。陆晨点头同意的同时，心里闪过一丝异样。按说张叔是沈路遥家里的管家，两人的关系看着也不错，想来肯定是会有沈路遥的微聊才是。这些照片直接发给沈路遥就行，根本没必要特意来加自己的微信，除非他有什么话想要单独跟自己说。那么是想说什么呢？带着这样的疑惑，陆晨抱起小糖宝，随着张叔与沈路遥一起去了餐厅。中午的菜肴精致极了，色香味俱全，各种诸如顶级鹅肝、特级鱼子酱等豪奢食材也是应有尽有。但是陆晨却吃的不是滋味。沈路遥与他的父母明明是一家人，但是却分散在长条桌的两边。整个用餐的时间段中，不管是大人也好，还是只有2岁半的小糖宝也好，都没有发出任何的声音。虽然说食不言，寝不语，但是这家子真的是太过于冷淡与疏远了。他虽然小时候是被爷爷捡到的，但是爷爷在世时对自己就很好，而爷爷过世后，整个靠山村的村民们也都磕磕绊绊地将他养大。他是吃百家饭长大的，靠山村村民们都可以算作他的亲人。所以陆晨虽然记忆中没有关于父母的记忆，但是亲情这边却并没有缺失。可反观沈路遥呢？陆晨发现自己越是了解沈路遥，就越是为这个女孩而心疼。她看样子是拥有了荣华富贵，含着金汤匙长大，却也从未感受过亲情。这顿饭在沉默中很快就结束了。吴一曼不知道是不是被沈天蓝给说过了，她整个人面容憔悴，双眼通红，脸上精致的妆容也花了，就像是哭过一样，看起来惨兮兮的。就在沈路遥抱着糖宝准备离开饭厅时，吴一曼追了过来。第68章，有我在，没有人可以伤害到你的。路遥，你这次特意回来，应该就是看我的吧？刚刚在书房中我们两母女都没好好说话，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我当时真的是有迫不得已的理由，所以才离开的，你相信我。吴一曼巴拉巴拉说了半天，沈路遥却没什么反应。他心里一下就急了，这可不行，自己一定得跟瑶瑶弄好关系才行。毕竟见沈路遥不理自己，吴一曼扫了眼趴在沈路遥怀中的小糖宝，瑶瑶，这应该就是你的女儿，我的外孙女了吧？来，糖宝让姥姥抱抱，这还是姥姥第一次见你呢。小家伙现在应该3岁了吧？长得粉雕玉琢的，可真可爱。沈路遥不动声色地往后退了一步，避开了吴一曼伸过来的手。他隐隐觉得哪里不对劲，实在是不愿意将糖宝递到母亲手里。何况母亲她口口声声关心糖宝，变现的更是极为熟忍的样子，却连糖宝的实际年龄都说错了。这些信息但凡真的用心记了，是绝对不可能会说错的。小糖宝更是伸手紧紧搂住了妈妈的脖子。有坏人！糖宝害怕，小家伙一点都不喜欢这个婶婶，而且对方身上还有奇怪的味道，自己闻着鼻子痒痒，想打喷嚏。阿嚏！心里这么想着，小糖宝就猝不及防地打了个喷嚏。吴一曼连忙再次上前一步，小糖宝这是感冒了吧？怎么突然打喷嚏了？来姥姥看看。瑶瑶，你真的是给糖宝穿的也太少了，小孩子体质弱就该捂一捂的。沈路遥又退了一步，够了，你连骗我都不提前想一个可信的理由。有时候我真的怀疑，我真的是您的女儿吗？还有糖宝也不是3岁，而是2岁半。不过这些不重要了。沈路遥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质问。他紧了紧抱着小糖宝的手，从转身走到陆晨身边。瑶瑶！吴一曼在他身后伸出手，可沈路遥离开的脚步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凝滞。陆晨心知这个吴一曼有问题，但却还没找到机会跟沈路遥说。现在见沈路遥这么果断的拒绝接近，他心中是高兴的。实在是吴一曼表现出来的样子，根本就不像是个迫不得已而离开了孩子的母亲。不是他见过的阴谋太多，而是吴一曼这个女人全身都是疑点。
正当沈路遥即将离开饭厅时，却有一道女声响起：“天，有人昏倒了，快来人啊！”小唐板的脸正好是对着沈路遥身后的，他一抬头就看到了那个软倒的身影。妈妈，刚刚那个阿姨她摔到地上了，看着好痛的样子。沈路遥的脚步一顿，停在了原地。陆晨走到沈路遥的身边，担心的话就回去看看吧。没关系的，有我在，没有人可以伤害到你的，不要让自己留有遗憾。这最后一句话让沈路遥的神情出现了变化，而他也在心中下定决心的同时，做出了另一件事。当手上传来温热且柔软的触感时，陆晨微微瞪大了双眸。沈路遥这是第一次主动牵上了自己的手，像是察觉到陆晨的走神，沈路遥轻轻捏了捏陆晨的手，像是在催促，又像是提醒。陆晨冲着沈路遥微微一笑，与其一起转身走向惊慌失措的仆人们。我学过急救，也有一点专业的医疗知识，让我开看看。大家都散开，突发昏厥的人需要透气，别都围在一起。与沈路遥交换过视线之后，陆晨出声开始维持现场的秩序。等人都散开之后，陆晨松开沈路遥的手，走上前去。眼前紧闭双眼躺在地上的正是他所猜测的那个人，吴一曼。这晕的可还真是时候。心中有所怀疑的陆晨也不惯着人，直接人中虎口处都用劲掐了上去。要救人，那力道当然不能小了才是。陆晨是什么人？不收力的情况下可以直接将人给掐嘎掉，所以他很快就将吴一曼的虎口跟人中都给掐出了印子来。肉眼可见的躺倒在地的女人紧闭的眼皮下眼珠乱动，手腕也在抽动，似乎想要挣脱开陆晨的禁锢。陆晨当然不可能让他就这么挣脱开来，他甚至还就这个机会顺手摸了摸吴一曼的脉。幼时与沈老爷子同住的时候，陆晨是学过一些医术的，基本的诊脉也都会一些，这也是他认识中药的原因。第69章，这女人绝对有问题，脉象虚弱，时有时无，元气受损严重。这女人有没有骨癌，陆晨没办法通过摸脉来确定，倒是可以确定她的身体确实不好。这是怎么了？被女仆喊来的沈天兰出现在大厅中。老爷，吴女士她晕倒了，您看要不要叫家庭医生过来？同样赶来的张叔出声请示。叫吧。沈天兰的这话刚刚出口，陆晨就感觉到手底下的挣扎力度大了不少。与此同时，吴一曼紧闭的双眼也终于睁开了。我这是怎么了？她神情茫然，像是完全忘记自己晕倒之前发生了什么。女士，您晕倒了。陆晨松开了手，提醒了一句。有女仆上前小心搀扶着吴一曼慢慢站起来。又晕倒了吗？我这身体真的是……哎。吴一曼虚弱地靠在女仆的身上，身体歪斜，欲言又止。她那副样子确实看上去很像是病入膏肓的病人，可陆晨却并不信，因为无论是吴一曼晕倒的时间，还是醒来的时间，都太过于巧合了些。早不晕，晚不晕，非要在路遥与唐宝要离开的时候晕。同样的，早不醒，晚不醒，非要在沈天兰说请家庭医生过来的时候醒来。这女人绝对有问题。可究竟是什么样的问题，让她会这样来接近沈路遥呢？子系统，帮我查一下骨癌的具体信息，侧重了解骨癌的症状表现以及治疗方法。收到，宿主。骨癌在医学上叫做骨肿瘤，骨肿瘤是发生在骨骼及其附属结构的一种肿瘤，有良性和恶性之分。恶性的骨肿瘤实际上就是骨癌，恶性肿瘤也可以分为原发的和继发性的。原发性的就是骨组织本身形成了一种肿瘤细胞，继发性的骨肿瘤一般是从其他的组织，比如说肺或者说肺癌，或者是妇科的一些肿瘤，经过血液或淋巴转移到骨组织，对骨组织造成破坏。还有一种属于瘤样病变，它的细胞形态并不是癌细胞，但是它具有癌细胞同样的这种对组织的破坏性，也属于骨肿瘤，但是这个比较局限，容易根治。常用治疗方法包括手术治疗、化疗、中药等方式。有2个好发年龄段，青少年时期以原发骨癌为多见，比如骨肉瘤、尤纹肉瘤。50至60岁最常见是骨转移癌，其次是多发性骨髓瘤，也会有骨肉瘤、尤纹肉瘤。子系统说到这里，陆晨心里已经有了不少的猜测。他直接问出了一个十分犀利的问题：骨癌可以通过换骨髓来治疗吗？触发到关键词之后，子系统的回答十分快速。如果放化疗治疗无效，患者可以进行骨髓移植治疗。话说到这里，陆晨的心里也就有数了。这个吴一曼十分有可能是想着与沈路遥是母女关系，骨髓配型容易成功，所以才回来装作慈母的。可若他真的是骨癌晚期，那就算是骨髓配型成功，估计也无济于事。心中一边猜测，陆晨一边走回到沈路遥的身边，将不知何时已经睡熟的小唐宝抱了过来。突然换了人抱，小家伙不舒服的哼唧了几声，小奶音软乎乎的，可爱极了。
陆晨学着沈路遥平时哄小家伙的样子，手上轻轻晃了晃，小糖宝这才满意了，又沉沉的睡了过去。瑶瑶，我也就不瞒你了。吴一曼看沈路遥就那么站在原地，也不上来关心自己，他轻叹了一口气，声音悲戚：我被检查出了骨癌晚期，已经不久于人世了，这次回来就是跟你道别的。你可以在这几天多陪陪我吗？按照吴一曼的设想，一旦自己说出自己的病情，那作为女儿的沈路遥内心肯定会松动，到时候自己再多联络感情就可以。可出乎他意料的是，沈路遥表现得十分之镇定。骨癌晚期吗？检查报告在哪里？给我看看。我之前在灯塔国留学时，倒是有认识这方面的专家。你是从灯塔国回来的，有去找戴维斯教授看看吗？还有，我大夏国内也有不少这方面的专家，就我所知，京城第一医院的赵院士对于骨癌的治疗也有一定的心得。你都去过了吗？吴一曼猛然间听到了这么多的问题，面上的表情有一瞬间的凝滞。瑶瑶，我回来后是先住的酒店，然后才来找天蓝的。病历我确实带过来了，但是放在酒店了，并不在身上。而你提到的戴维斯教授，我一直有尝试预约过，但是却一直没排上号。你知道的，国外的就医环境并没有国内好，这也是我回来的原因之一。我要死了，瑶瑶，之前离开是我亏欠于你，现在你可以给我一个补偿的机会吗？让我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好好的用仅剩的时间陪你。吴一曼说着话时，晶莹的泪滴扑簌簌往下落。不论是他所说的病情，还是口中对于沈路遥的负疚，都十分容易激起人的同情。这也就导致了在场的人的视线不约而同都投向了沈路遥，更甚至有人的目光中满满的都是谴责，就像是沈路遥现在不答应吴一曼，不接受吴一曼，就是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一样。第70章，你救救他，瑶瑶。而沈天蓝也在这时候开口了：路遥，选择权在你，但我沈氏集团肯定不会让一个毫无孝心的人来做继承人。沈路遥身体颤抖，面色苍白，面容清冷，五官卓越的女孩紧咬着下唇，倔强地抬头看向自己的父亲。父亲，您实际上根本就没有给我选择的权利。您话的意思分明就是如果我不答应，那就是毫无孝心了。可您看过母亲的病历吗？我刚刚说的灯塔国的戴维斯教授，他是脑科方面的专家，根本就不是骨癌方面的。我怀疑他的话全部都是假的。陆晨看到吴一曼的脸上明显露出了些许的惊慌，可他很快就控制住了。不但如此，他还一脸悲伤的再次开口：瑶瑶，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知道你恨我，也不想要原谅我，可我怎么可能拿自己的病情来骗你？你不知道我是有多么的想要有更多的时间来陪你，与你一起度过。我是你的母亲，现在你也已经为人母了，你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陆晨在心里冷笑，吴一曼这几句话没有一句质问，可话里话外的意思却都在说沈路遥身为子女，不应该不相信自己的母亲，也不应该记着小时候的事情不去原谅自己。看着三人一时间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他开口了：阿姨，有病治病，这才是最重要的。京城第一医院确实对于骨癌有不少的研究，要不我们现在就过去。你刚刚也说了，国外的医疗环境比不上国内的，说不定配合了我们大夏的中医与理疗，这骨癌晚期也不是事儿呢。叔叔，您说是不是？话说到最后，陆晨将视线移向了沈天蓝。旁观者清，不论是从一开始自己与沈路遥在书房门口听到的沈天蓝与吴一曼的对话也好，还是从之后沈天蓝所表现出的态度来判断也好，陆晨都能够确信沈天蓝实际也是在怀疑吴一曼的。可对方在对待沈路遥的态度上却又让他不喜，那感觉就像沈路遥是什么待价而沽的物品一样，如果不能够给家族与集团创造出应有的价值来，沈天蓝很可能会将沈路遥给逐出门外。在这个家里，陆晨目前仅仅从张叔一个管家的身上看到了些许的亲情存在。沈天蓝深深看了陆晨一眼后，同意了他的建议。好，我们这就去第一医院。吴一曼当下的脸色变得更加苍白。在沈天蓝的示意之下，有2名女仆上前，一左一右搀扶着吴一曼往门口走去。陆晨牵上沈路遥的手，在对方看过来的时候，轻轻说出了一句话：我一直都觉得生孩子不用考证这件事儿挺离谱的，有的父母根本就没将孩子看作独立的个体。路遥，我还是那句话，无论你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我都会支持你。沈路遥松开了紧咬着的下唇，他艰难地朝着陆晨笑了笑。谢谢你，陆晨。陆晨捏了捏沈路遥的手，一切尽在不言中。2辆车一前一后的开向了京城第一医院，应该是提前有过预约。进门后，一行人畅行无阻。吴一曼的问诊与检查都十分的快速，虽然是检查报告没那么快拿到，但是权威专家已经可以就现有的情况得出大概的结论。吴一曼确实有骨癌，只是并不是他所说的晚期，
而是中期。这种时候，如果积极治疗，并且能够找到适合的骨髓配型的话，是有可能有5年左右的存活期的。听到这句话，沈路遥朝着一脸苍白的吴一曼看去。您是想要我进行骨髓配型？他不明白，母亲为什么不好好跟自己说明情况，而是绕了这么大的弯子。虽说对于母亲当年离开自己的原因耿耿于怀，但是沈路遥还是会答应骨髓移植的。原不原谅是一回事儿，救与不救，在他看来是另外一回事。无论如何，自己的生命是母亲给予的。就在这时，吴一曼的手机响了。在看到来电人名字的时候，他立刻接了起来。什么？小胜的情况恶化了？如果1个月之内找不到合适的骨髓配型的话，小胜会死。不能死，小胜绝对不能死。他只有15岁，还只是个孩子啊！电话都没来得及挂，吴一曼竟然就那么哀嚎着跪到了地上。瑶瑶，你救救你弟弟！小胜他只有15岁，不能就这么死去。你救救他，瑶瑶！弟弟！沈路遥下意识重复了这2个字，这还是他第一次听说自己还有个弟弟。好了，回家说。沈天蓝扫了眼跟着来的女佣，两人使了巧劲，将吴一曼给拉了起来。陆晨，他此刻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精彩，太精彩了！豪门的世家果然是藏污纳垢的地方。他没想到故事的走向竟然突然来了个大反转，自己想到了吴一曼可能是想要沈路遥的骨髓，却没想到吴一曼想救的根本不是自己，而是所谓的儿子。看沈天蓝对于吴一曼的态度，陆晨开始好奇这个所谓的儿子的父亲是谁了。他现在在看沈天蓝，都觉得对方头上有道绿光。而在回到车上后，沈路遥也告诉了陆晨一个信息：母亲是在我7岁时离开的，到现在刚好15年，到这时间线就已经对上了。而吴一曼当初离开的原因似乎也出来了。等回到了别墅中，沈天蓝径直带着吴一曼去了书房，并且拒绝了沈路遥的跟随。陆晨看沈路遥神情疲惫，神思不属，一番安慰之下，一直等着沈路遥睡着之后才准备离开。也是这时，他看到了手机上来自张叔的微信信息：陆先生，晚上9点，我在2楼走廊尽头的房间等您。陆晨看了眼手机上的时间，21点05分，过去了5分钟，不知道人还在不在。他打算过去碰碰运气。从白天张叔主动加自己微信开始，他就隐约猜到对方有什么话想对自己说了。陆晨刚好就在2楼，他很快走到走廊尽头的那间房门口，刚敲了几声，房门就从里面打开了。开门的人正是张叔。陆先生，您来了，进来说。陆晨走到房间中，发现这是一间画室，无数画布上都是色彩艳丽且景色优美的油画。他不懂画，只是单纯觉得好看。陆先生，这些画是不是很好看？这都是大小姐画的。我要跟您说的也是关于大小姐的事儿。我许久都没见过大小姐这么开心了。第71章，爸爸，你去哪里了呀？大小姐她虽然从小不缺吃穿，但是过得太苦了。经由张叔的口，陆晨知道了沈路遥的童年。严格说起来，沈路遥并没有童年，他只是在拼尽一切的长大而已。7岁母亲离开后，8岁时父亲带回了继母与继妹。离谱的是，继妹只比沈路遥小了半岁。这其中说明了什么？虽然张叔没明说，但陆晨也能猜到些许。怕不是继妹，而是亲妹。沈天蓝忙于工作，在沈路遥的童年中只是个背景板的存在。女孩在继母的手底下艰难生活，身边没有同龄的玩伴，也没有可以说话的人。画画这种唯一喜欢的爱好也被沈天蓝给剥夺了。因为在某个自认是世家大族的人眼里，画画这种事儿完全就是微末的技艺，不但浪费时间、浪费精力，而且还不能给家族企业带来一丝一毫的提升。在这样的高压之下，沈路遥出国留学的专业也是沈天蓝选的，企业管理，美其名曰提前熟悉公司管理流程。而在这期间，沈路遥从18岁开始创建的蔷薇塔酒店也逐步打出了名气与市场，并且跻身国际顶尖高端酒店。听着张叔的这些话，陆晨想到了一个细节。之前自己带徐老爷子去警局报案回去的时候，沈路遥就是带着小糖宝在面人摊位上画画的。那时全神贯注画画的女孩，周身洋溢着自信与快乐的气息，与她那些充满灵气与童趣的简笔画一样，像是误闯人间的精灵。与张叔分别之后，陆晨回到了房间中。小糖宝不知什么时候醒来了，小家伙不哭也不闹，就那么盯着房间门口看。陆晨吓了一跳，连忙跑上前去将小家伙给抱了起来。幸好床上都有护栏，小糖宝也乖巧没有到处乱跑。爸爸，你去哪里了？小家伙被抱起来之后，伸手抱住陆晨的脖颈，用脸蛋蹭了蹭他的脸。刚刚有点事。什么事啊？糖宝饿了。好，你自己玩会儿，我去给你冲奶粉。陆晨说着，特意指了指沉睡着的沈路遥的方向。
压低声音叮嘱：“糖宝乖，妈妈在睡觉，我们不吵好不好？”“好。”小家伙脆生生的答应了。喊完之后，他才反应过来不对，连忙用自己的小胖手捂住了嘴。“没事的，等爸爸一下。”陆晨摸了摸小家伙的头，将糖宝给放到了围栏围着的游戏区。等陆晨转身去冲奶粉时，小糖宝就在身后看着他。奶粉冲好后，陆晨一回头就看到了扒着围栏站着的小家伙。他看了眼熟睡的沈路遥，将奶瓶放在茶几上，腾出手把小家伙给抱了起来。拿上奶瓶，陆晨抱着小糖宝走到了露台上。哇，好多好多的小星星！小糖宝叫着，还夸张的伸手抓了抓。陆晨被小家伙的样子给萌到了。糖宝在抓什么？西西，我抓星星呀，抓下来然后放在瓶子里，白天就也能白天看到星星了。童言童语听着软萌萌的，却是让陆晨细思极恐。第72章，小星星会哭哭的。星星在天上好好的，糖宝为什么想要抓下来呢？因为喜欢呀。小糖宝歪着脑袋看向陆晨，紫黑葡萄般的大眼睛眨呀眨的，完全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对于单纯的孩子而言，喜欢就要得到，好像确实没有什么问题。他试了试奶瓶与奶的温度，才将奶瓶递给小家伙。可是小糖宝是不是忘了一件事？什么事哇？叼着奶瓶的小家伙吐字不清，奶乎乎的。陆晨索性找到个靠背椅坐下，轻轻拍抚小家伙的后背。糖宝先喝奶，我们等会儿再说话。小糖宝确实是饿了，他双手抱着奶瓶，没几分钟就把将近200毫升的奶给喝了个精光。呼，喝饱饱了。西西，谢谢爸爸。小家伙放下奶瓶，伸手拍了拍自己的小肚子。陆晨看得清楚，小肚肚上明显突出了一块。他笑着从桌面上放着的纸巾盒中抽出纸巾，将小家伙嘴上的奶渍给擦掉了。爸爸，你刚刚说糖宝忘记了什么事啊？小家伙还记得刚刚没说完的事情，伸手摇了摇陆晨的手臂。奶香味十足的小丫头撒起娇来，真的是能把人的心给萌化了。再加上又是自己的亲生骨肉，陆晨一时间真的恨不得将全天下的星星都给小家伙给摘下来。但先不考虑技术层面上能不能达成，单就这个问题本身就已经显露出了些事情出来。虽然小糖宝才2岁半，年纪与理解能力上都可能还有欠缺，但陆晨还是想要试着告诉小家伙一些事情。糖宝忘记了，天上才是小星星的家，而夜晚才是小星星的游乐园。它们发出的光其实很有限，只有在夜里才能被人看见。如果你把星星从天上摘下来，还让它出现在阳光下的话，那星星不但是离开家了，还会因为白天太亮而没办法将自己的光线显露出来，被迫离开家与爸爸妈妈分别，同时又觉得自己丧失了发光能力的小星星，糖宝觉得他会怎么样？光是想到要跟爸爸妈妈分开，小糖宝就已经觉得是很悲伤很悲伤的事情了。小星星会哭哭的。意识到自己刚刚的想法有问题的小糖宝低垂下头去，声音也低落了下去。是啊，小星星会悲伤，也会哭哭。小糖宝想看到小星星哭哭吗？不想。糖宝想看到很多很多的小星星，喜欢看它们像现在这样一眨一眨的。低垂下脑袋的小糖宝说着话，抬起头来，仰望着天上的万千星辰。他好像隐约明白了什么，但是又没办法准确的将这点感悟说出来。那我们就这样看着小星星好不好？好。糖宝还想要把星星摘下来吗？不摘了，这样看着就很好了。看小家伙还是有些低落的样子，陆晨将小家伙放到了旁边的椅子上。糖宝，等我一下，我马上回来。爸爸去哪里啊？爸爸去给你找小星星，乖乖等着我哦。爸爸要快点回来哟。糖宝等你。第73章，救还是不救？陆晨端着个盆回来的时候，就看到小糖宝在靠背椅上睡着了。他笑着将小家伙抱起来，放回到了床上。而就在他准备去另一间房睡觉时，沈路遥的声音却响了起来。陆晨，你可以留下来睡吗？这间房只有1张床，留下来睡哪不言而喻。虽然陆晨之前与沈路遥已经有过一次的同床共枕经历，但是那次是小糖宝提出来的，相比较这次由沈路遥提出来，那其中的所代表的意义就更不同了。想着今天沈路遥所经历的这些乌七八糟的事情，陆晨也没有拒绝。他将床靠外的护栏拆下来，躺在了床的外侧。小糖宝在中间，而沈路遥睡在里面。卧室的灯关上后，因为想着小糖宝可能晚上会醒来，他特意留了个床头灯。大概过了10多分钟后，陆晨听到了窸窸窣窣的声音，尤其是床上也传来了晃动。他侧头往旁边看去，借着床头灯微弱的亮光，就看到沈路遥睡到了自己的旁边。我想，见自己的小动作被发现了，沈路遥有些扭捏的开了口。他双颊泛红，眼神左右飘忽，就是不敢与陆晨对视。发现沈路遥在尴尬跟害羞，陆晨收回视线，转回头看向天花板。想什么？路遥，你不说的话，我可是没办法猜到的啊。回答陆晨的不是沈路遥的声音，
而是一个带着香气与温软的触感。黑夜中，特意压低的女声透着些许的疲惫。我想借你的肩膀靠一靠。陆晨莞尔一笑，说借就太生疏了。如果你想要，且我在的话，随时都可以靠上来。好。沈路遥轻轻地应了一声。他现在的脑子很乱。许久不见的母亲突然出现，上来就是要自己的骨髓来进行移植救命。就算是配型成功的话，他自己的骨髓也没办法同时救2个人。除非……想到什么的，沈路遥突然出声，语气焦急：“陆晨，你说母亲她会不会是想要我救她，然后让唐宝也配型？要说直系血亲的话，母亲与自己跟唐宝都是。”听到沈路遥的问题，陆晨心中十分高兴。白天的时候，沈路遥被一连串的打击给弄懵了，现在终于反应过来了。虽然反应迟钝了点，但能发现真相就可以了。我也在怀疑这个事情。唐宝太小了，又是早产。这几天我有帮小家伙把过脉。你虽然养得好，但是他先天胎弱，身子骨相比较同龄孩子还是偏弱的，再加上年纪小，根本不可能扛得住抽骨髓。路遥，你想救你母亲跟那个弟弟吗？救还是不救？在为人子女的孝道上来说，沈路遥是觉得自己要救的，可这只是在自己的层面上，一旦牵扯到唐宝的健康，他从心底就开始排斥这件事。弟弟是母亲的心头宝没错，可唐宝也是他的心头肉。一个是许久不曾见面，且曾经将自己抛下不管不顾的母亲，另一个是自己怀胎10月，辛苦生下来，且跟死神搏斗了那么久才保住的孩子。沈路遥心中的那个天平逐渐开始倾斜。我想救，但是又不能牵扯到小唐宝。第74章，我记得昨天应该已经给过你脸了。好，我知道了，交给我就好。唐宝也是我的女儿，我不会让她受到伤害的。路遥，就是你感念生母，不救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你不用有任何的压力，选择权在你。况且你其实一直都忘了另一个可能性，确实直系亲属在骨髓配型中相对容易成功，但也有一定的失败几率，这其中的变数很多。你放宽心，好好休息，我在，且一直在。在床头灯微弱的昏黄灯光中，陆晨声音平缓，镇定异常。就沈家的这些破事，在他看来，与他之前的任务相比，实在是过于小儿科了，根本就不是什么事儿。又安慰了几句沈路遥后，陆晨明显听着旁边的呼吸声，平稳了下来。次日一早，房门便被敲响了，吴一曼的声音伴着猛烈的敲门声响起：“瑶瑶，我知道你在里面，你恨妈妈没事，妈妈不怪你。但是小胜他是无辜的，他才15岁，你不能这么自私，你是姐姐，应该救他的。瑶瑶，开门，快开门！小胜他不行了。”陆晨皱着眉头睁开眼，先伸手拍哄了一番被吵醒的小唐宝，才阻止了想要起身的沈路遥，而走到房门口。他速度极快地将房门打开，因为卧室门是朝里打开的，外面敲得起劲的吴一曼因为惯性，整个人往房间里倒了进来。陆晨十分淡定地退后一步，吴一曼便在他的面前摔了个狗吃屎。你！他倒在地上，伸手朝着陆晨指去，面色涨红，是被气的。你为什么不伸手扶我？陆晨状似无奈地叹了口气。吴阿姨，男女授受不亲，您又是路遥的母亲，我身份尴尬，实在是不方便出手相扶。等吴一曼在随行女佣的搀扶下站起来之后，陆晨声音也冷了下来。况且我记得昨天我应该是给过你脸了。路遥是您的女儿不错，但是救与不救是她自己的选择，您这根本就没打算给她选择呀。而且直系亲属配型只是相对成功率会高一些而已，又不是100%会成功，您怎么就这么断定路遥一定能够救您跟您儿子呢？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你有这闹腾的时间，不如回去多陪陪你儿子。吴一曼被陆晨这几句话给气得脸都长成了猪肝色。你既然知道自己身份尴尬，就给我闭嘴，我们沈家的事儿可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来插嘴。沈路遥牵着小唐宝也走了过来。母亲，我记得你应该是已经与父亲离婚了才对，您如今也算不上是沈家人。就像陆晨所说的，我可以去配型，成功的话我救救，但我一人的能力有限，您跟弟弟我只能救一个，您想清楚，救小胜，你救小胜就好。吴一曼没有任何的犹豫，立刻抢着道。看他这样，沈路遥的心里却产生了羡慕的情绪。这个叫做小胜的弟弟看着要比自己幸福得多，他至少还拥有母亲的偏爱。而在这时，沈路遥空着的手再次被一只大手给握住了。偏转过头来的陆晨眉目沉静，眼里是显而易见的担心。在这一刻，沈路遥突然就释怀了。现在的他也已经不是一个人了，有一个人会随时注意的情绪波动，也会在最恰当的时候给予自己温暖与关心。这种感觉
可真好啊！小糖宝没睡好，揉着眼睛走到了陆晨的身旁。陆晨朝着沈路遥笑了笑，抽回手将小糖宝抱了起来。爸爸，糖宝困，睡绝觉。小家伙趴在陆晨的身上，带着奶香味的小身体软乎乎的，萌哒哒的叠词不断往外蹦。好，睡绝觉。陆晨轻轻拍抚着小家伙的后背，嘴里哼唱起了好听的旋律。小家伙本来就困，很快就又进入了梦乡。而沈路遥这时候也开口了：走吧，我们去配型。吴一曼喜笑颜开，立刻就吩咐佣人备车。在他离开卧室之后，沈天蓝出现在了卧室门口，他的目光在抱着小糖宝的陆晨身上扫过，眼里是毫不掩饰的嫌弃。好男儿志在四方，我看你倒是挺闲的。陆晨回看过去，眼里是几分不屑。古语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您这修身都没修好，家也没齐家好，我估摸着所谓的家族也不怎么样吧？难不成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你……沈天蓝颤抖着手怒指陆晨，满脸的怒容。仔细看他的表情，甚至还有一丝的惊慌，因为确实给陆晨说对了，现在的沈氏集团实际上就已经剩下了个空壳子，而3年前继母给沈路遥酒里下料的事情，也是他从中推进的。第75章，陆晨应该是个军人。当天，陆晨便陪着沈路遥去京城第一医院做了骨髓配型，而当吴一曼听说骨髓配型结果最快也要3至4天才会出来时，当场大闹医院，场面一度十分难看。沈天蓝让随行的女佣将人给强制性的拉起拖走，不想这一场面却被记者拍到了，当天便上了微博热搜。惊！沈氏集团董事长与美女总裁齐现京城第一医院，丢人丢大了！疑似沈氏集团前夫人大闹京城第一医院，沈氏美女总裁疑似隐婚，怀中抱着个女孩与一男子举止亲密，这些陆晨都不清楚。现在的他对于公众人物的日常还没有什么概念。在将沈路遥与糖宝送回家之后，他便离开了别墅。既然沈家的事情暂且告一段落，那么也该忙一忙自己的事情了。跟博士通过电话后，他便直接来到了京城的军区。刚刚下车，陆晨便看到了等候在门口的博士，那是个面色苍白、身体瘦弱，仿佛风一吹便会倒下的青年。青年一头杂乱的头发将眼睛挡得只露出一点缝隙，整个人看着阴郁而颓废。你这家伙又在实验室中连续待了多久？陆晨拍上博士的肩膀。也就1周吧。陈哥，我又有新的发现，快跟我来！博士拉住陆晨的手，便要往实验楼的方向拽。等等，我先登记。陆晨走到警卫室处，冲着值班的警卫员报出了自己的名字：陆晨，陆地的陆，星辰的辰。好的，稍等，我登记一下。看着不过20出头的警卫员有些呆呆的，等他一笔一画的将陆晨的名字写在登记本上后，才反应过来。您是龙牙战队的前队长陆晨上校。被认出来后，陆晨微微点了点头，接着竖起食指放在唇边。小警卫员立刻便切换军姿，并且冲着陆晨敬了个军礼。天，龙牙战队的前队长，那个传说中的兵王，自己今天看到活的了。要不是职责所在，小警卫员都想冲上去让兵王给自己签一个名，就签在手臂上的那种。他好激动啊！到了实验室后，陆晨看了博士以灵泉水为主要材料所研究出来的新型丹药。嘿嘿，陈哥，这东西我打算叫它小溪水丹，这名字不错吧？就是这些水里的活性能量含量还是太少了，不然我觉得它应该能够有让断肢重生的作用。给你这个。听到断肢重生，陆晨从商城中兑换出了一盒黑玉断续膏出来，递给博士。黑玉断续膏可令断肢重生。卧槽！听到这个名字，博士惊呼出声。传说中的那个黑玉断续膏？陆晨点头，使用方法上面都有，你看着调配。看着系统界面上总共剩下的37W 震惊值，陆晨做出了决定。另外，这些灵泉谁也给你。他也不避着博士，而是就那么当着对方的面，从口袋中掏出了数百瓶伪装成矿泉水的低级灵泉水。陆晨花掉5000震惊值买了500瓶灵泉水，接着又花了20W 震惊值买了20盒黑玉断续膏，紧接着他又花了16W 震惊值买了8个神奇石膏。这！博士随手拿起一瓶矿泉水，瓶盖刚刚拧开，闻到那个淡淡的清香，他的脸上便是一脸的陶醉。紧接着他又看到陆晨拿出了不少黑玉断续膏跟看着像是石膏一样的东西来，博士眼里的震惊近乎实质化。陈哥，你的系统恢复了吗？哈哈哈哈，肯定是了。除了你那个神奇的系统之外，没有其他的可能一次性弄出来这么多好东西了。第一，获得震惊值20W。太棒了，陈哥，你既然系统恢复了，相信你的伤也很快就会恢复了。这真是太好了！陆晨还是第一次一次性收到这么多的震惊值。他在博士的眼中
看到的是真切的关心与喜悦。陆晨身负系统的事情，博士是唯一知情的。某次共同执行任务时，因为情况危急，陆晨在博士的面前暴露了系统的存在。而那次之后，因为博士专职后勤装备保障与药物支持，陆晨许多由系统所兑换出来的东西，便都会让博士以最新研发的借口给拿出来。这样一来，方便了任务本身，也提高了队员们的生存率。另一方面，也将陆晨的特殊性给完美隐藏了起来。而博士本身的知识储备与动手能力也在与日俱增中，可以说是完美的双赢局面。面对昔日亲密战友的关心，陆晨莞尔一笑：“我的伤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就是要休养。这些东西你先用着，要是不够了再跟我说就行。我应该会在京城再待上几天。”遵命，队长。博士瞬间立正，冲着陆晨敬了个军礼。在他的心中，一日为队长，终生便是队长。你忙，我就先走了。后面有其他东西，我还会给你寄过来。记得优先提供给老首长与老科学家们，还有一线的战士们，保证完成任务。队长，对了，给我个能够连接手机的定位器。好嘞，队长。陆晨从军区走出来之后，已经临近傍晚，灿烂的晚霞如一卷深红色的画布铺展在无边的天空之上。那一瞬间，陆晨犹如回到了曾经的前线。猛烈的枪声、嘈杂的尖叫以及刺目的红，他希望自己提供的这些东西可以提高前线的战士们的生存几率。这样看来，镇惊值还是有些不够用。之后的几天，因为要等配型结果出来，陆晨与沈路遥、唐宝在京城玩了一圈。在沈路遥看来，小家伙太小了，能去的地方不多。他本来是打算带唐宝去亲子班的，可没想到陆晨却把他跟唐宝给一起带去了博物馆。国防博物馆、历史博物馆与大夏博物馆等都留下了这一家三口的足迹。而陆晨也给小唐宝买了个条纪念手链，戴在了手腕上。在参观时，陆晨沉稳且温和的声音讲述了那一个个遗留在历史中的故事。沈路遥听得认真极了，这些对于他而言都只是存在于书本中浅薄的文字，从来都没有什么真实感。可听着陆晨的讲述，他的眼前却会浮现出一个个不同的画面，就像是那些历史再次重现在眼前一样。也就是在这时，沈路遥后知后觉地想起一件事，他之前进陆晨房间时曾经看到过的叠成豆腐块一样的被子，那是部队里才有的习惯，以及之前陆晨曾经提到过的脑袋中的弹片。陆晨应该是个军人，或者说曾经是个军人。时间在玩闹中过得很快，医院的骨髓配型结果也出来了。沈路遥的骨髓与吴一曼与小胜的配型都不成功。第76章，唐宝失踪。吴一曼在得知这消息的第一时间，便闹着要去医院找负责配型的医生理论。怎么会不成功呢？明明这是自己的亲女儿啊，这里面肯定出了什么问题。而沈天蓝直接派人将闹腾的他给看管了起来。他这几天忙于平息之前吴一曼医院闹事的事情，已经十分的烦躁了，现在是看到这个疯女人就烦。得知配型不成功的消息，陆晨担心沈路遥，便找了过去。果然，在别墅绕了一圈后，他在蔷薇秋千那找到了沈路遥。他走上前去，伸手拍了拍沈路遥的肩膀：“路遥，放宽心，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你已经做到了你能做的了。尽人事，听天命。况且他当日弃你而不顾，说不定现在就是报应。”陆晨，沈路遥泪眼婆娑的朝着陆晨看过来，一双桃花眼雾蒙蒙的，我见犹怜。陆晨看得心里涌上心疼。正当他想要抱一抱沈路遥时，不想沈路遥却先动了。香风袭来，软玉满怀。沈路遥的这一抱一触即分，带着些许小女儿家的娇羞。松开手后的女孩低垂着头，耳垂泛着淡淡的粉丝，两只手无措地放在胸前。谢谢你。陆晨顺应自己内心的冲动，将女孩拥入怀中。谢谢这个词太过于生疏了点，我更想要你亲我一口。你……沈路遥脸色涨红，伸手便想要推拒陆晨，触手却是温热与坚固的胸膛。我……陆晨看女孩烧的都快把自己给点燃了，连忙将人给松开了。沈路遥嗔怪地瞥了他一眼，这一眼眼波流转，百媚丛生。陆晨也在这时明白过来，所谓的眼放秋波会放电的眼睛，当真不只是传说，而是确切存在。偏偏这眼神的主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沈路遥已经将视线给移开了，陆晨只能无奈地看着自己西装裤上明显的凸起，心中默哀，还是休闲裤比较方便，不但运动方便，遮掩也方便啊。等他与沈路遥往别墅走去时，系统的声音出现了：“宿主，你刚刚说尽人事，听天命，但你明明就没有尽人事啊！我商城中不只是灵泉水，还上架了不少的东西，不说能100%的救治吴一曼跟那个什么小胜，但延缓个病情，增加个几年的寿命应该没问题。你怎么完全就没跟沈路遥提起呢？”对此，陆晨的回答十分简单，只有3个字：他不配。
单就吴一曼所表现出来的样子来看，陆晨十分确信对方就是想要沈路遥救治自己才回国的。当初抛下的时候头也不回，现在有需要了就又找了回来。啊，真的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沈路遥以德报怨是他自己的选择，陆晨会支持沈路遥的决定，并且因为与沈路遥的亲密关系而帮助其调理身体，但他自己本身却不会主动去救治那个女人。吴一曼一看就不是省油的灯，谁知道救了之后会不会给自己整幺蛾子。不论是系统的存在还是灵泉水与那些道具的妙用，他都相当谨慎，自然不可能轻易在不可信任的人那边留下把柄。而他与博士的关系是在枪林弹雨中所铸就的，可以交付后辈与生命的战友情。他相信博士。这样的吗？我不是很懂啊。不过宿主你决定就好。对了，上次你说的入梦跟读心功能我还没弄到，但是有了点其他的收获。咦，宿主你的累计消耗震惊值达到了 40W， 刚好这本鲁班书就当做奖励给你了。我还有事儿，下次见。主系统欢快的声音刚刚停下，子系统略呆板的声音便响了起来。是否现在学习鲁班书？学习。一时间，无数土木建筑类的知识出现在了陆晨的脑海中。可也在这时候，他发现这本鲁班书实际上只有上册的内容，竟然是个残缺本吗？陆晨觉得这可能就是刚刚系统匆忙离开的原因。而某个正在以武力值强取豪夺的系统，刚将个小卡拉米给踩到地上，却打了个喷嚏，被压制住的另一个系统趁机反击，然后被以更惨烈的方式给教训了一顿。等陆晨与沈路遥走到卧室门口的时候，他却发现了不对的地方。原本关好的卧室门虚掩着，旁边走廊上的花瓶更是被碰碎了。他伸手拦住抬步欲走的沈路遥，并且伸出食指放在唇边示意。沈路遥吓了一跳，但看陆晨神情紧绷，也压下了心中的惊疑。这时的陆晨已经走到了房门前，他落地无声，脚步轻巧，身形敏捷。先是透过房门缝中观察了一番卧室中的情况后，才猛地将房门推开。一眼看去，房间中与摆设与他们离开时并没什么不同，可陆晨与沈路遥的目光却在看向大床时顿住了。原本应该好好睡在床上的小糖宝不见了，这不可能！沈路遥说着，朝着陆晨晃了晃自己的手机。我刚刚在外面的时候，手机界面上一直开着房间中的监控，糖宝明明一直就在床上睡觉才对。相比较惊慌失措的沈路遥而言，陆晨则表现得沉稳许多。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应该是监控被人篡改了。我能跟踪定位到糖宝的位置，别担心。第77章，你是谁啊？我的爸爸妈妈呢？路遥，帮我拿个笔记本电脑来。好。陆晨吩咐完沈路遥之后，开始在房间中检查遗留下来的蛛丝马迹。他最先检查的便是房间里的监控设备，这一查还真查出来了问题。监控明显被人动过，他跟沈路遥就在别墅花园里，但是并没有听到任何动静，而且直到现在，整个别墅中也没有什么异动传出。再加上房间门锁也没有被破坏的痕迹，陆晨几乎可以肯定，应该是熟人作案。掳走糖宝的人就是别墅中的人，可整个别墅中光佣人就有将近20至30个人，若是一个个排查，那也太过费时费力了。结合到这几日发生的事情，对于掳走糖宝的人，陆晨心中已经有了猜测。而至于到底是不是他心中所想的那个人，则要经过严谨的探查与取证才行。当务之急，他需要先确认糖宝的安全与位置。陆晨从系统空间中放出拟态无人机，并将其的形态切换成了普通的飞虫样子。如此一来，整个拟态无人机的隐秘性就达到了极大的提升。陆晨，你看看这个笔记本电脑可以吗？恰在这时，沈路遥的声音响起。陆晨转身朝着门口看去，就见沈路遥左边腋下夹了2个笔记本电脑，右手上还拿着一个。神色焦急的女孩将右手上拿着的最新水果牌笔记本电脑递给陆晨后，还特意将腋下剩下的2个拿了出来。如果不行的话，我这还有。陆晨伸手接过，这个可以。他直接打开电脑，坐在了床边。路遥，没事的，你坐我旁边来，我们先来看看糖宝在哪儿。嘴上说着话，陆晨的手也没闲着。沈路遥就见身边的男人在键盘上食指翻飞，只用了不到1分钟的时间，就打开了一个隐秘的界面。这看着像是别墅周边的地图。沈路遥惊呼出声。陆晨用手指点了点地图上一个飞速远去的红点，这个就是糖宝的位置，往京郊去了。陆晨站起身，他看沈路遥脸色苍白，脸上犹带泪痕，陆晨便知道沈路遥应该是偷偷的哭过了。他出声安抚，握住了沈路遥的手。没事的，小糖宝很聪明，我们马上就能见到他。我们边走边说，考虑到自己要随时留意跟踪信号，并且的操作电脑
没办法开车。沈路遥又情绪不稳，也不能开车。陆晨便给管家张叔打去了微信电话。张叔，麻烦您来下车库。好的，陆先生。等张叔过来的时间中，陆晨将拟态无人机放飞，沿着电脑屏幕上显示出的红点一路追去。他离开卧室前，还特意将监控设备给拆下来了，还必须得确定下改动监控的程序是什么才行。很快，一辆黑色的迈巴赫便从高档别墅区驶出。不久后，陆晨手中的笔记本电脑里也收到了拟态无人机传回的画面与声音。小唐宝被一个戴着鸭舌帽的女人抱着，坐在汽车后座上，看样子是刚睡醒。小家伙揉了揉眼睛，觉得自己被抱得不舒服。他转头却发现抱着自己的人有些奇怪，对方的脸完全隐藏在帽子下面，他认不出来。小家伙第一反应以为是爸爸妈妈跟自己在捉迷藏。你是谁啊？我的爸爸妈妈呢？我是姥姥，这就带你去找爸爸妈妈。熟悉的声音响起，沈路遥的心中大震，这是母亲的声音。是了，要说整个别墅中最有可能对唐宝不利或者心怀不轨的，当属母亲莫属。一时间他的心情极为复杂。姥姥，那是什么？可以吃吗？唐宝肚饿了。小唐宝萌哒哒的歪头发表自己的疑惑，同时还摸了摸自己的小肚子。肚肚瘪下去了，乖，等到了地方后就能吃东西了。吴一曼没什么耐心的敷衍了一句，开口催促司机：师傅，京郊医院，麻烦你开快一点，我赶时间。行，您坐稳了。操着一口方言的司机师傅满口答应下来，心中却产生了几分怀疑。这孩子跟这个女人之间好像有哪里不对的样子，可具体是哪里不对呢？一时间他又想不出来。看到小唐宝平安无恙，同时明确了拐走人跟对方的目的地后，陆晨也朗声道：张叔，去京郊医院。好的，陆先生。接着陆晨转头看向身边坐着的沈路遥，既然是被吴女士带走的，那唐宝应该暂时没事。我估计他是想要带唐宝去进行骨髓配型。沈路遥轻声应了一声，神情委顿。他怎么都没想到，母亲在自己骨髓配型失败之后，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唐宝才多大？2岁半，根本就没有达到骨髓移植工体所要求的年龄。看小家伙的状态还是不错的。路遥，你是不是之前有针对性的教过他应对类似的情况？沈路遥点了点头。之前跟你说过的，唐宝之前被保姆拐走过一次，他能说出我的姓名、家庭住址以及电话号码，同时也知道有困难要找警察叔叔。你教得很好。陆晨夸赞了一番沈路遥后，却是发现张叔开车太过于稳健了，根本没办法拉近与那辆车的距离。这时他眼角余光看到了旁边的一个机车店。张叔，停车。第78章，爸爸好帅好帅啊。小唐宝这时已经认出来抱着自己的人是谁了，是妈妈的母亲。可是母亲是什么意思啊？小唐宝是个好宝宝，好宝宝有不懂的事情都是直接问的。母亲是什么意思啊？吴一曼并不想搭理这个小家伙，他出来得急，止痛药什么都没带，这会儿难受的不行。他的骨癌是真的，只是病情并没有自己所说的那么严重而已。现在一方面刚刚抱着小家伙从别墅区跑出来的时候运动量大，另一方面又因为心理焦虑害怕，生怕被女儿跟那个男人给追到，纷杂的情绪跟身体的负担都让他觉得自己的腿上骨头疼痛的不行，可手上又没有药，就只能忍着。这会儿听着小家伙的问题，他只想把他的嘴给堵上，他也就只皱眉忍耐，并没出声回答。小唐宝对于任何问题的答案一直都很执着，尤其是跟陆晨相认后的这几天，他的每一个问题都被爸爸很好的回答了。小家伙的求知欲在这几天中暴涨了许多，不回答没关系的，那他就继续问好了。反正自己小小的脑袋瓜里满满的都是各种各样的问题。母亲是什么？姥姥又是什么？你为什么不说话呀？奇怪，你刚刚就说话了呀，不是哑巴啊？咦，你的额头上怎么都是汗污啊？哇，你嘴唇也好白啊，你是不是不舒服啊？妈妈说不舒服的话可以闭上眼睛休息一下的，或者喝水，次要药。你有水或者药吗？吴一曼本来就因为病痛而不舒服，这会儿被小家伙给闹腾的一个头两个大。虽然小家伙是好心在关系自己，但他只想让这个小话牢住口。之前在别墅里他怎么就没发现呢？自己这个便宜外孙女竟然真的能说。他忍不住厉声吼了一声，闭嘴。小唐宝缩了缩脖子，不说话了。XX， 好羞羞。唐宝怕怕。小孩子对于大人的情绪感知很明显，只是这2个字而已，就让小家伙隐隐感觉到面前的人对自己的态度与爸爸跟妈妈不一样，他可能真的会打小孩子的。
闭嘴！他这就闭嘴。呜 XX， 想爸爸跟妈妈了，自己身边的这个是坏人。小家伙心里思绪万千，一张小胖脸摆得端正，两道细眉都皱在了一起。他想到了妈妈一直叮嘱自己的事情，如果遇到坏人的话，就要去找警察叔叔，或者是找身边的路人帮忙。可是如果当着坏人的面找人告状的话，好像也不行。那该怎么办呢？想啊想，想啊想，哈哈，没想出个所以然来的小糖宝却是又困了。他伸手打了个哈欠，想睡绝觉了等于下划线等于。可就在这时，一声呼噜声却传进了小家伙的耳朵中。咦，自己还醒着呢，这个呼噜声是哪里发出来的哇？小家伙扭头便发现抱着自己的人睡着了。嘿嘿，好机会！小糖宝眨巴眨巴了大眼睛，打量了下前面那个开车的叔叔后，极其响亮的开口了：叔叔叔叔，救命啊！这个抱着我的阿姨我不认识她，你可以带我去找警察叔叔吗？拜托拜托了。小糖宝不想以后都看不到爸爸妈妈。小朋友，你别怕，叔叔这就带你去警察局。听了糖宝的话后，司机也反应过来哪里不对了。这一大一小的对话听上去确实不像是一家人，尤其是孩子刚睡醒时问的那句：你是谁啊？我的爸爸妈妈呢？他怎么反应就这么迟钝呢？竟然还要个孩子提醒才想明白这点。本身朝着京郊医院去的出租车一个转向，开往最近的警察局。而骑着机车想要通过小路绕近道的陆晨，听着从耳麦中传出的声音，也立刻停了下来。他拿出手机，明确了糖宝当前位置最近的警察局位置后，陆晨双手一握把手，酷帅的机车发出响亮的轰鸣声，绝尘而去。5分钟后，陆晨骑着机车一个漂亮的摆尾，停在了京郊的警察局门口。确定了代表糖宝位置的红色光点在不断靠近自己后，他立刻给沈路遥打过去电话，告知对方来京郊警察局碰面。电话刚刚挂断，便有一个红色的出租车出现在了陆晨的视线中。他立刻骑着机车上前，就应该就是这辆车了。哇，好帅的大哥哥！与此同时，陆晨的耳麦中也响起了小糖宝惊讶的声音。他将机车停稳，走到同样停下来的出租车前。怎么就停下来了？我要去的是京郊医院。你这怎么到警察局了？开走，快开走！出租车刹车的动静让吴一曼醒了过来。他看清楚所在地方后，立刻就尖叫了起来。情绪激动之下，他手上抱着小糖宝的力度就没去控制。哇，你弄疼我了！小家伙立刻就叫了起来。你这个拐子，我告诉你！司机听到动静，一边解自己的安全带，一边回头看去。紧接着，他就傻眼了。砰！第一声巨响之下，他的出租车车门竟然就这么被个戴着黑色机车帽与墨家的高大男人给拆了。天，这是什么悍匪？竟然敢这么堂而皇之的在警察局门口闹事的吗？救命！自己的这条小命该不会要交代在这里吧？不行，这绝对不行！若是自己遇到了意外，家里的80岁老母亲跟村东头的俏寡妇都会伤心难过的。想明白了这点的司机，直接双手抱头，蜷缩在了驾驶室中。棒打出头鸟，自己怂一点准没错。哇，好帅！萌哒哒的小奶音从车后座传出，司机心里的天平却开始动摇了。他是怕死没错，但不能眼睁睁看着个小奶娃娃就这么在自己眼前被人给带走。大丈夫就该有所为，有所不为。有些事能怂，有些事绝对不能怂。不许动那个孩子！随手抄起一个自己的玻璃杯，司机转头大喝一声。而此时的那个浑身凶悍气息的悍匪已经将小糖宝给抱到了手中。他正在将机车帽子拿下来，露出的脸俊逸非凡，年龄看着也不过25、26上下而已。尤其是他那双眼睛深邃明亮，全然没有丝毫的戾气。哇，爸爸，爸爸你来救我了！爸爸好帅好帅啊！第79章，惹不起，惹不起！爸爸！司机下意识重复了下这2个字，神情呆滞，手中拿着的玻璃杯也掉了下来。听到声音的陆晨转头看了过来，师傅，谢谢你。这是这孩子的爸爸啊，不用谢。司机伸手抓了抓脑袋，掩饰自己的尴尬。他也已经反应了过来，小孩子说话有些吐字不清。爸爸，不就是爸爸吗？自己今天这是怎么了？这脑子一直都不太灵光啊！哎，救命啊！打人了！抢孩子了！你把我的乖孙女还给我啊！一个大男人欺负我一个老太婆了！糖宝，我的糖宝哟！同样反应过来的吴一曼从车里钻出来，当场来了个戏精附体。他趴在地上又哭又闹，眼泪哗哗的。陆晨，他抱着小糖宝往后退了一步，并且捂住了小家伙的眼睛。爸爸，怎么了？小糖宝不明所以，伸出小胖手去扒拉挡在自己眼前的手。有脏东西
唐宝不看，哪里有脏东西啊？唐宝想看看。小家伙一听更来劲了，好奇心腾腾的就出来了。正在这时，有一队警察从警察局中跑了出来，为首的中年人跑到吴一曼的身边：“怎么了？你慢慢说。光天化日的，怎么还会有人抢孩子的？”后面跟着的警花上前将吴一曼给拉了起来。他就是他。吴一曼伸手一指抱着唐宝的陆晨，声泪俱下：“就是他抢了我的宝贝孙女，这个司机也能作证的。”说着话，吴一曼疯狂朝着同样已经走下车来的司机眨眼间，使眼色。司机师傅看他那样子，下意识往陆晨身边退了一步：“你脑子不好，使拐孩子我知道，怎么眼睛也抽筋了呢？难不成病灶转移了？我跟你同坐了这一路车，该不会也受影响了吧？这可不行，我可是还要养80岁的老母亲跟村头的。”陆晨，这个师傅说瞎话的能力也是可以的。他此时看到了转过来的带队警官的脸。罗。陆晨看到对方身上的警服，及时止住了自己的声音。对于他们来说，有的代号只是在某一段时间的名称罢了。同时，对方也看到了陆晨。教官。中年警官下意识双腿并拢，站了个极其标准的军姿。周围跟着的小警员全都惊呆了。自家罗队长这是怎么了？怎么就冲着这个看着不过25、6的年轻人叫教官了？不管是按年龄还是按资质，这好像都不太对啊。罗队长上前几步，走到陆晨的身边：“教官，这是怎么回事？您手上的孩子是？”陆晨见吴一曼已经被几个女警给控制了起来，也放下了挡在小唐宝眼前的手。这个女人贼喊捉贼，你让人直接烤了就行。她托我的女儿想要进行非法骨髓配型与移植。另外，陆晨贴到罗队长耳边，轻声道：“他用来修改定格监控器画面的技术，有隐藏很深的灯塔国的技术痕迹在里面。我怀疑他可能是灯塔国的间谍，或者是跟间谍有关系。你先将他看管起来，我等会通知军方来处理。”罗队长越听眼睛瞪得越大，等到听到间谍二字后，他的双拳下意识就握紧了。要知道，虽然近几年整个大夏的科技水平与经济情况都已经稳步提升了，但是却有不少的他国间谍混迹在国内，一方面趁机窃取机要文件，另一方面从各个角度给官方使绊子。尤其是这些人中，往往还有很多被策反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会为了一张绿卡与所谓的更改国籍等承诺而出卖自己的国家，甚至还会说出诸如“我在灯塔国看到的月亮就是比大夏的圆，灯塔国的空气都是清甜的、舒爽的，让人身心愉悦的”等让人窒息的话来。教官放心，我这就安排下去。心里知道事情影响重大，罗队长朝着陆晨敬了个军礼后，便走到一旁吩咐了下去。仍旧在闹腾的吴一曼就这样被几个女警给拖下去了。这就完事儿了啦。司机师傅没听到陆晨与罗队长的对话，但是看到警官们就这么将那个女的给拖下去时，惊呼出声：“怎么这流程跟自己所知道的不太一样？一般电视剧上演的这种情况，不都是要先做口供，再查找证据，最后再是审问的吗？怎么看这架势是直接拖过去审问了呀？奇怪，太奇怪了。”心中想着这些有的没的，司机师傅下意识地远离了抱着孩子的神秘人。作为开出租车的，他平时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很多，虽说不能一眼看出对方是做什么的，但也多少有了点经验，能隐隐知道哪些人不简单。刚刚那个什么罗队长看年纪最起码40多了，又是个队长级别的人物，可在这个神秘人面前却表现得极为恭敬，甚至让他感觉就像是这个什么罗队长是神秘人的下属一样。惹不起。既然孩子没事儿，女人也被抓了，他也该继续出车了。毕竟这窝囊废虽然辛苦，但不能不赚。可就在司机师傅将视线移回到自己的出租车时，傻眼了。自己的车门谁家的车被卸了车门还能开的呀？自己今天出门绝对是忘了看黄历了。第80章，你是人不是神。心里无声哀嚎了半天，司机师傅声若蚊那的开口了：“那个。”他也想大声说话来着，但是这话出口，不知道为什么声音就变小了。绝对不是怂。重新。刚刚将加密信息通过特殊频道发送出去的陆晨，听到声音转头看了过去，明明只是一个简单的眼神而已，司机师傅却莫名觉得自己的双腿有点抖。绝对不是害怕，是风大。有点冷，是冻得，绝对是冻的。陆晨想到之前自己将唐宝抱起来时，这个司机举着个玻璃杯就要跟自己拼命的样子，再加上刚刚看到的通过拟态无人机所传回来的声音与画面，他其实是对于这个司机师傅有挺大好感的。毕竟在很多大人的心中，小孩子的话都不可信。这个司机在听到唐宝求救后，第一反应没有去质疑小家伙的话，而是一边安慰着小家伙，一边顺着小家伙的意思偏离了原定的目的地，
而将出租车给开到了警局门口。某些时候，普通陌生人微小的善意会改变一个人的一生。于是陆晨便开口问道：怎么了？你是有什么事情吗？司机师傅，有事情？我当然有事情啊！你到底是怎么能这么面无表情地问出这种问题的？司机师傅在心里疯狂腹诽，输出过后，才紧张地咽了口唾沫，小心翼翼地开口：那个，我的车门。陆晨顺着司机师傅的视线看过去，便看到了被自己拆了车门的惨兮兮的出租车。自己光顾着安慰唐板跟处理吴一曼了，他确实将这事儿给忘了。是的，补偿一下。对于出租车师傅而言，出租车就是他赚钱跟谋生的工具了。这车说不定还是他租的。想到这里，陆晨开口了：收款码出示一下，我给你转钱过去。5万够了吗？抖抖嗦嗦往外面掏手机的司机师傅听到这个数字，手一抖，手机便摔到了地上，刚好是水泥地，手机落地的声音又脆又响。等他将手机捡起来的时候，整个人都很绝望。为什么连手机屏也给摔碎了啊？昨天刚换的手机呀，喂，还是村头的小寡妇送的呢，这都没捂热呢。不用5万，5000就好。一边说着，司机师傅一边打开微信付款码，将手机递了过去。陆晨扫了之后一看，乐了：师傅，你这是付款码啊？司机师傅整个人尴尬极了，穿在凉鞋里露出来脚趾头疯狂乱动，恨不能在地上扣个3室一厅出来。我这就换。小唐宝歪着头看了半天这个司机叔叔的奇怪举动，司机叔叔好像是在害怕爸爸。小家伙终于忍不住开口了：叔叔你别怕，我爸爸脾气很好的，不骂人也不会打人的。司机师傅，我怕的有这么明显吗？连个2、3岁的孩子都看出来了。你爸爸他确实不骂人不打人，但是他拆车门跟玩似的，我这小胳膊小腿儿可比车门脆弱多了，那是经不起一点折腾啊。最后陆晨给司机师傅赚了1W块，并且强调多出来的5000是自己对于他相信小唐宝话的谢意。在司机师傅还要拒绝时，陆晨目光移向了对方手里的手机：你手机这不是也得换吗？要是用不了会影响接单的。这下子司机师傅连连道谢，自己去一边联系保险公司商讨关于车门赔偿的事情了。而这时黑色的迈巴赫由远及近驶来，是沈路遥与张叔。唐宝儿。迈巴赫刚刚停稳，沈路遥就打开车门冲了下来：妈妈，我好着呢，爸爸他是我的盖世英雄，他刚刚来救我了。小唐宝伸出双手朝着沈路遥伸过去要抱抱，奶乎乎的小家伙说着话，还偏过头去吧唧一口亲在了陆晨的脸上：爸爸你是不是我的盖世英雄啊？是，爸爸是唐宝的盖世英雄，唐宝也很棒哟。陆晨笑着也亲了亲小家伙软嫩嫩的小脸蛋：没事就好。将失而复得的女儿抱到怀中后，沈路遥后怕第一个劲儿念叨：是妈妈不好，妈妈不该让唐宝一个人在房间里的，对不起。沈路遥越说情绪越是激动，他不但眼泪哗哗的流个不停，甚至连整个身体都在颤抖。因为怕自己的情绪影响到陆晨，他实际上一直都在忍耐。现在软萌可爱的女儿失而复得，他的情绪便瞬间失控了。唐宝失踪的时候，他心里忍不住的想，要是自己没有离开房间的话，是不是唐宝就不会被抱走了？要是自己是抱着小家伙下楼的，那小家伙是不是也不会被抱走了？心里的负疚感与后悔，在小唐宝被抱走的短短时间中一直在翻腾个不停，像是层层叠叠的海浪，将他一点点地包围淹没。而且明明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陆晨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个问题，沈路遥应该是又联想到了之前唐宝第一次被拐走时的事情，说不定心里正在不断地责怪自己粗心大意，没有将小家伙看住。他伸出双手将沈路遥给抱了个满怀：没事了，路遥，这次的事情不是你的错，你已经做到了一个妈妈应该做的事情了。心有不轨的人总能找到出手的机会，你是人不是神，不可能将所有危险都全部杜绝的，何况人心是世上最难测的。而且你教唐宝的应急方法都已经奏效了，我们唐宝可是自己向司机师傅求救，并且提出要去找警察叔叔的，对不对？突然听到自己的名字，小唐宝立刻就点了点头：我就是想到之前妈妈说过的话，才会跟开车的叔叔求救的。叔叔是个很好的人啊，就是胆子好像有一点小，嘿嘿。刚刚挂断与保险公司电话的司机师傅：你个小家伙，夸就夸了，为什么还要特意加上最后这句话啊？我不要面子的吗？心里这样想着，但是他口中却连连点头，
同样称赞起了小糖宝。小朋友确实很棒，也很聪明。如果不是你强调自己不认识那个女人，并且要我救你的话，我确实没反应过来。他也察觉到了这个后面来的像是孩子母亲的美丽女人情绪好像不对，又特意加了一句：夫人，您将孩子教得很好，他很聪明，也很勇敢，而且也有自己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了。我家那个臭小子像他这么大的时候只知道撒尿玩泥巴。陆晨拍了拍沈路遥的后背，路遥，听到了吗？这是刚刚搭载唐宝的那个出租车司机，就是唐宝自己主动跟他求救，并且要找警察叔叔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作为父母的我们确实要保护好孩子没错，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教会孩子独自处理突发事情的能力。好了，我们回家。城市套路深，我想回农村。第81章，好多棉花糖呀。虽然这么说，但陆晨并没有现在就离开，他还要等部队的人过来才行。走到警察局中，他与罗队长要了个 U 盘，紧接着就随便找了个空的座位忙碌了起来。沈路遥将小糖宝哄睡了之后也跟了过来，不自觉间他将小家伙抱得很紧，紧到小家伙不舒服的哼唧出声后，他才发现这个情况。陆晨将涉及到吴一曼可能是灯塔国间谍的证据拷贝之后，刚好在警察局外面传来了汽车的轰鸣声，将近30辆的军用卡车一字排开，声势浩大。为首的一辆车停下来后，跳下来一个小年轻人。他看到人群中的陆晨后，立刻便是一个极其标准的军礼。陈哥，你小子怎么会在京城？看到陈斌，陆晨惊讶出声询问。这小子不是应该在荣城军区训练那些兵蛋子吗？怎么就来京城了？嘿嘿，陈斌伸手抓了抓自己的后脑勺。我是来选取新苗子的，这不是刚从京郊的山上下来就接到了队里的电话。他说着朝着陆晨看去，压低了声音。陈哥，人在哪儿？在局里，我让小罗带你去。这个给你。陆晨掏出刚刚弄好的 U 盘递给陈斌，他又与陈斌叮嘱了些许关于吴一曼的奇怪有问题的地方，并且同时让陈斌派人盯着沈天蓝，再顺便侦查一下3年前他们龙牙战队在京城做任务时为什么会行踪暴露的事情。虽说当时的背叛者已经被抓到了，但是他现在又有了些许其他的怀疑。若不是那次行动出现了突发情况，陆晨也不会进入到沈家的酒会中遇到沈路遥。当时沈路遥的那个状态应该是被下东西了，就是不知道这东西是谁下的，又是准备将人给送到谁的床上。陆晨隐隐有种感觉，就沈天蓝表现出来的态度，估计当年的事情他也有参与其中，说不定沈天蓝才是那个隐藏在背后的始作俑者。罗队长很快带着蒙着头套的吴一曼走了过来，陈斌见陆晨点头后也喊来人将其带走。送走了陈斌之后，整个警局上下的警员们在看陆晨，眼神中都是满满的震惊。这到底是什么大神啊？刚刚那些从车上下来的兵绝对不是郝香宇的，这难道就是什么隐藏在民间的大佬吗？军爷，我家中还有事儿，就先走了。司机师傅双腿颤颤，好不容易才找到自己的声音。就今天发生的这些事儿，够他后面吹嘘个几年的了。对上司机师傅的视线，陆晨才后知后觉对方在喊自己。不过军爷是个什么称呼？自己又不是军阀老爷。他没跟人计较，而是笑着与人告了别。辞别了罗队长后，陆晨从沈路遥的手中抱回小糖宝，3人一起上了黑色的迈巴赫。张叔，去我的私人机场。好的，大小姐。听到私人机场，陆晨已经见怪不怪了。堂堂蔷薇塔的美女总裁有个私人机场很正常，他一点都不惊讶。私人飞机在轰鸣中起飞，小糖宝却是睡醒了。哇，好多的棉花糖啊！小家伙趴在舷窗上，奶声奶气的声音吸引了陆晨的注意力。小糖宝是不是饿了？哪里有棉花糖？外面呀！糖宝伸出手指了指舷窗外面。陆晨顺着小家伙的手指看过去，蔚蓝色的天空下，白云朵朵，格外壮观。云层变幻间，犹如蓬莱仙境一般，让人怀疑所谓的天宫与神仙是否真的存在。陆晨之前因为任务而飞行时，通常心中都会记挂着任务与事情，还从未如此闲适的在天空之上观察过云朵。大自然果然是鬼斧神工的，它永远都有让人震撼与惊艳的能力。好漂亮！沈路遥的声音从旁传来，原来他听到陆晨与唐宝的说话声后也看了过来。自然的，他也看到了波澜壮阔的云海，确实是很漂亮。陆晨点头，视线久久地凝固在那片云海之上。在3人的闲聊与闲适的用餐中，很快飞机便降落在了荣城的飞机场中。这时刚刚到下午4点，陆晨叫了个出租车往靠山村开去。等到了村口，看到大榕树下的那4只毛茸茸时，陆晨的表情有一瞬间的凝固。第82章，有人陪我玩了。大黄、大黑、白狼、小狼崽，4只毛茸茸。
黄色、黑色、白色、灰色，4种不同色，或趴或站，或坐或闹，4种不同姿势，唯有眼睛都盯着村口的方向。看到这一幕，陆晨的心里暖融融的。他的家中虽然没有家人在等自己，但是却有这些个毛孩子们。只是等车子停稳，他发现大榕树下的竟然没有大爷大妈在唠嗑时，心情复杂，估计应该是被白狼给吓得不敢过来了。汪，陈哥，我想你了。车门刚刚打开，就有一道黑影呼啸着朝着陆晨跑了过来。除了大黑还能是谁？陆晨迈步下车，弯下腰抱住扑过来的大黑。妞儿，我也想你了。汪，欢迎回家。大黄步伐稳健地走在后面。陆晨看到对方身上被剃掉的毛已经长出来了些许，就是具体毛色还看不太清，隐约与他原先认为的纯黄不同，像是还有不少白色在上面。嗷呜！白狼坐在原地，朝着陆晨嚎了一嗓子。至于说的啥，陆晨就算是点亮了兽语也没弄懂，不过语气听着倒是挺欢快的。嗷呜嗷呜！你终于回来了，有人陪我玩了。小狼仔颠颠地跑了过来，4只小短腿各跑各的，不知道是太过于兴奋了，还是没注意看路。总之小家伙跑着跑着就又摔了个仰八叉。哎呀，小狼狼摔倒了。刚下车的小糖宝看到了，连忙跑到小狼仔身边。嗷呜！才不是摔倒呢，你看错了。小家伙嗷呜叫着爬了起来。陆晨发现这小家伙距离自己离开的时候看着要胖了不少，看来这几天的伙食应该不错。走，回家。他转身看向最后下车的沈路遥。回家。再次踏上靠山村的土地，沈路遥的心情与第一次来的时候完全不同。那时他心中是对于未知的迷茫与对于那个仅有一面之缘的男人的好奇，可现在他却不会迷茫了。糖宝跟自己不一样，他有个好爸爸，这个爸爸有担当，有能力，还有爱心，更好像有什么特别强悍的身份。沈路遥越是了解陆晨，就越是好奇，他感觉这个男人就像是冰山一样，露出来的只有最上面的那一点点，剩下的全部隐藏在冰面之下。陈娃子回来了。回去的路上恰好遇到了拿着农具的村长张叔，他老远便认出了陆晨。陆晨点了点头，回来了。张叔，您这是刚从地里回来吗？张叔将农具扛在了肩膀上，走了过来。是啊，刚从地里回来。陈娃子，你回来了就好啊。你是不知道，自打你一走，你家的大黑跟大黄2只狗就天天的守在村口的大榕树下。本来2只狗在那边也没什么，咱们村里虽然都是老人孩子比较多，但是养狗的也不少。但是没2天，这一大一小2只狼也跑到村口去了。这下子是没人敢去大榕树下唠嗑去了。为这事儿，还有人特意跑我那告状了呢。陆晨听到这里也出声道：麻烦您了，张叔，我当时走得急，这白狼又要养伤，确实没办法放回山上去。他应该没伤人吧？张叔连连摆手：没，别说伤人了，这白狼他根本就不往人身边凑，若不是他那个气势跟长相辨别度太高，村里人说不定还以为是只大白狗呢。对了，倒是有次有熊孩子欺负小狼仔，被大白狼看到了，大白狼当场嗷呜一声扑了过去，直接将那个孩子给吓尿了。就这大白狼也没伤人，他咬住小狼仔的后脖梗，将其给叼走了。也是因为那声叫声，才让村里人确信这是条狼。若不是我拦着，估计那孩子的家人就要打狼了。哎，他们光说村里有狼危险，吓到孩子了，怎么就不想想白狼之所以会暴起的原因？仗着自家孩子欺负小狼仔，还有理了？陆晨叹了口气，张叔，在某些人眼里，人就是要比动物高贵得多，况且他们在对待人的时候，都只会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东西，更何况是对待动物呢？对此，张叔也没什么办法。陈娃子，你回去后将这几只狗跟狼都看好了，我估计这事儿说不定那家人还记在心上，说不定会使坏。陆晨勾唇浅笑，多谢张叔提醒了，我会留心的。我倒是想看看是什么人竟然会跟毛孩子过不去，说不定这次还能抓到之前给狗投毒的人呢。张叔听到陆晨这话，脚下的步子立刻就停了。陈娃子，你的意思是？第83章，吃面不吃蒜，香味少一半。是与不是，等到时候便知道了。陆晨也只是猜测而已。走到村东头，沈路遥看前面许多人围在一起，闹哄哄的走上前来询问，这是在做什么？陆晨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笑了，看着像是张大妈家的方向，他家是村里的养殖大户，估计是在杀猪。走，我们也过去看看，顺便买点肉吃。走过去后，
陆晨与张大妈寒暄几句，并且称了几斤上好的五花肉。张叔也顺道买了些蹄膀回去炖汤。回到家中，陆晨叫住往厨房去的沈路遥：“路遥，晚饭我来吧，给你跟唐宝露一手。”好。沈路遥浅笑着看向笑容满面的男人。陆晨本就长相英俊，再加上身上又有种独特的朝气与魅力，让他看着就移不开眼。爸爸，什么叫露一手啊？我看到你的2只手了。小唐宝蹦蹦跳跳的跑过来，从身后一把抓住了陆晨的双手。陆晨将捣蛋的小家伙抱起来，亲了一口。露一手是指在某一方面或者领域里显露出本领。爸爸的意思是要给你跟妈妈做个好吃的。小唐宝歪着脑袋，大眼睛里满满的都是疑惑。领域跟本领又是什么意思啊？是好吃的吗？陆晨，完了，好像自己给自己挖坑了。10万个为什么的小唐宝又上线了。这2个字不是吃的，而是一种形容。领域是个特定的范围，就像是我们家里这个院子，它就是属于唐宝你的领域。你可以在院子里玩闹、晒太阳等等。而本领其实就是你会的技能。小唐宝，你会什么呢？自己会什么呢？小唐宝皱眉想了想后，紫黑葡萄般的大眼睛亮晶晶的。我会唱歌啊，一闪一闪亮星星，漫天都是小晶晶。唐宝真棒。陆晨笑着又亲了口可可爱爱的小家伙，才将他给放下来。爸爸要去菜园子摘菜，你要一起吗？要。看着父女俩一前一后的往菜园去了，沈路遥笑着走进房中。他打算在陆晨做饭的时候将家里给简单打扫一下，顺便再开个门窗透透气。陆晨摘了一大把鲜嫩的豆角，又弄了点葱蒜，才带着唐宝去厨房。他先揉面醒面放在一边，再将豆角摘净，加盐加水浸泡几分钟后清洗干净，斜刀切断。五花肉也切成条状放在一边备用。热锅下凉油，猪肉放入锅中煸香，蒜片、葱花炝锅放入豆角，生抽、老抽、盐、糖、耗油等调味料依次放入后加水烧开。在等水开的过程中，陆晨将醒好的面给赶了出来。水开后把面条铺散在豆角上面，盖上盖子，一份豆角焖面变好了。哇，好香呀！小唐宝垫着脚尖，夸张的伸着脑袋，一脸的馋样。陆晨朝着小家伙看去，眼角余光却是在厨房门口看到了个灰色的小身影。家里动物虽然多，灰色却是独一份的。果不其然，下一秒某指馋嘴小狼崽就自以为悄摸摸的溜了进来。那个小家伙鼻尖动来动去的，跌跌撞撞的朝着灶台跑了过来。陆晨面做的多，本来就是带上了家里的4小只的，他索性拿了10盆来，给4小只都满上了。10盆的声音刚响起，大黑与大黄就跑了过来。大白狼相对矜持一些，却也虽迟但到。等坐到餐桌上后，唐宝用着自己的小筷子吃的成了个小花猫。沈路遥还是第一次吃这种做法的面，真好吃。陆晨，你厨艺好强，你做的饭跟我的比，好像就是多了些什么。陆晨爽朗一笑，意有所指道：你的厨艺应该是在那种培训班里学的，味道跟麦香都很好，但是却太过于形式化了。我这些都是自己小时候跟爷爷以及村里的叔叔婶婶们学的，虽然看着卖相不怎样，但属于家常菜。何为家常菜？家里常做的菜便是家常菜。家常菜吗？沈路遥喃喃一声，低头又吃了一口面。焖面软糯，入口绵滑，五花肉香味满溢，豆角也十分的美味。他吃着眼角就有些酸酸涩涩的。原来这就是家的味道吗？爸爸，你在吃什么哇？唐宝也要。将自己小碗里的面条吃完的唐宝，一抬头就看到自己的爸爸手上拿着什么白白的东西，正往自己的嘴里放。小家伙立刻就出声了：爸爸，你吃独食。陆晨闻言停下了自己的动作，他有些无奈地摊开手，将手里的蒜瓣给小家伙看。这是蒜瓣，辣得很，小唐宝吃不了的。蒜瓣？小唐宝歪头看了看，白白胖胖的一粒东西躺在爸爸的手上。没见过耶。爸爸，我想尝尝。很辣的哦。陆晨再三强调，都没打消小家伙的好奇心，他只能将蒜瓣拿到小家伙的面前。唐宝舔一舔就可以了，千万别咬。好的。唐宝乖巧点头后，先是小口舔了一下。咦，没味道啊。再舔一下。哇，水，我要喝水。陆晨另一只手早举着水杯在旁边了，连忙递了过去。他俩这么大的动静，自然也将沈路遥从自己的情绪中拉了出来。蒜瓣。沈路遥看着陆晨手中的东西，眼露迷惑。好好的吃面，为什么陆晨还特意拿了这个东西？而且面里不是有蒜吗？他刚刚还吃到了。蒜瓣。陆晨也不嫌弃，他冲着沈路遥晃了晃手上被唐宝舔过的那个蒜瓣，张嘴便丢进了嘴里。吃面不吃蒜，味道少一半。
路遥，你要不要试试？第84章，我怕一时兴起将你给炖了。有句话叫做试试就是试。沈路遥吃了一颗生蒜瓣之后，被辣味一冲，他刚刚憋着的眼泪全出来了。知道不好的他也不敢抬头，而是与小糖宝一样开始猛灌水。陆晨摸了摸鼻子，这母女俩的反应真的是如出一辙。糖宝年纪小，没吃过蒜瓣正常，他才一再强调的。倒是没想到沈路遥的反应看着也像是第一次吃生蒜瓣。仔细看了沈路遥的反应后，陆晨慌了。路遥，你怎么哭了？他连忙走到沈路遥身边坐下，拿餐巾纸给人擦泪。沈路遥肿着个红眼睛瞪了陆晨一眼，这人还问自己怎么哭了，竟然一点都不提醒自己的。呜，爸爸坏，你欺负糖宝跟妈妈，晚上糖宝不跟你睡了。坏爸爸。忙着哄沈路遥的陆晨万万没想到，一颗蒜瓣的威力竟然这么大。他这不但被沈路遥给嫌弃了，连糖宝也生气了。不过这一大一小虽然都赌着气，但是食欲都没受影响，满满一大份的豆角焖面都给吃完了。陆晨收拾完碗筷后，又去给动物们加了些水。等到给莲花池中的锦鲤投食时，胖嘟嘟的锦鲤从水里冒出头来，吐出一大串的气泡。怎么样？我说了，你这次出去有大机遇吧？你要怎么感谢我？陆晨将手里的鱼食撒进去，拍了拍手。机遇没看到，恶心事倒是遇到不少。你当真是锦鲤？锦鲤立刻就跳出了水面。不可能，你这次出去明明就应该有大机遇来着，怎么会这样？我当然是锦鲤，还是世间仅存的唯一一条有着神龙血脉的锦鲤，是可以化龙的。陆晨看了眼锦鲤那个肥肥胖胖的体型，这种话你以后别再说了。我就说，这是事实，我为什么不能说？陆晨，你说多了，我怕自己一时兴起将你给炖了。锦鲤刚刚还十分嚣张的家伙，尾巴一甩便缩回了池底，只留下一连串的气泡。惹不起，命要紧，不是怂，从心。经过锦鲤的这一提醒，陆晨在想这几天遇到的事情。若是吴一曼当真有问题，作为发现者，他应该是有功的，但他现在已经退役，根本没法再赏了。再者说，能发现吴一曼的问题，他靠的是自己的洞察力与观察力，与什么虚无缥缈的命运毫不相干。他陆晨从不信这些，是龙是虫全靠自己，与他人跟外力无关。就像系统的存在一样，他从来不会过多的去依赖外物，永远只有自己掌握的能力是最重要的。习惯了与糖宝跟沈路遥同床共枕之后，这一晚上陆晨极为少见的失眠了。他竟然觉得自己的房间有些冷清。凭借着过人的自制力而强迫自己睡着的陆晨不知道，在2楼的主卧中还有一人也失眠了。次日清晨，陆晨起了个大早，简单洗漱过后，他去厨房熬了点粥，又蒸了点馒头。看2楼一直没什么动静，陆晨自己弄了点酱菜，简单吃了早饭后，便在院子里打起了军体拳。沈路遥推开2楼的窗户时，看到的便是陆晨打拳的画面。5月的天气刚刚回暖不久，并不热，但是赤裸着上身在院中打拳的男人身上是淋漓的汗迹。晨光明媚，阳光耀眼，晶莹的汗水与线条清晰的肌肉牢牢吸引着沈路遥的目光。也是这时候，沈路遥看到了陆晨身上无数的伤疤，很多很多，多到他都数不过来。他能认出来的就只有刀疤，隐约还有枪伤。陆晨，他到底经历过什么？在沈路遥刚刚出来的时候，陆晨就已经感知到了，随时注意周边的情况变化已经是他的习惯了。出于某种隐晦的目的，他并没有第一时间停下来，而是顶着沈路遥灼热的目光，将整套军体拳给打完了。这时候，小糖宝也醒了过来。3人简单吃过早饭，陆晨提议一起去河边钓鱼，再带点调味品过去，中午就在河边吃烤鱼了。小糖宝开心极了，高兴的直拍手。比他更开心的是大黑，那家伙听到陆晨的话，已经去叼了鱼篓，跑到院门口了。大黄也毫不示弱，他把鱼竿给叼来了。小狼仔则用头推着大白狼，嘴里嗷呜嗷呜个不停。哥哥，什么是钓鱼蛙？我也想去，我们一起去好不好？白狼用尾巴抽了小狼仔一下。你是狼，不是猫，怎么就馋鱼了？说是这样说，他还是从围栏中跳了出来，跟着陆晨一家一起出了门。不过听到白狼的话，陆晨倒是想到了什么，他顺路走到张叔家门前，敲了敲院门。谁啊？赵婶的声音从院中传了出来。赵婶，我陈娃子，我过来接小猫仔的。好，你等我一下。几分钟后，赵婶将一个竹篮子递给了陆晨。陆晨接过来一看，小猫仔的眼睛已经睁开了，小家伙身上的花色也比之前清晰了不少，就是看着像是与家猫不太一样。他与赵婶道了谢后，索性就拎着小猫仔往后山的活水池走。
小糖宝今天没让人抱，自己跟小狼崽边跑边闹，两个小家伙你一言我一语的，完全是加密通话。陆晨与沈路遥两个猜测了半天，都没弄懂小家伙们在说些什么。被他拎在竹篮中的小猫仔也加入了群聊，到最后连大黑跟白狼也都欢快地叫了起来。一时间，去往西边的路上满是欢声笑语。我从未想过，生活竟然也可以这样。沈路遥看向陆晨，一双美眸水润润的，他像是有千言万语想要倾诉，又不知道从何说起。陆晨伸手握住沈路遥的手，往后还有更多的，等着你去体验。陆晨将拟态无人机放出来，开启了直播。大家好，许久不见。他许久不开播，刚开始时直播间并没有什么人，等过了5、6分钟后，直播间的弹幕才热闹了起来。陈哥，许久不见。陈哥，我要看滚滚跟胖团儿。哇，好可爱的小女孩。咦，水池里那是什么？怎么那只鹅背上好像有东西？我看看，我看看，好像还真是。陈哥，你快去看看，这环境也太好了吧！青山绿水的不说，竟然还有大白鹅。爱了爱了，我这就关注。陆晨顺着无人机的方向看过去，也看到了网友们所说的大白鹅。这不是大白鹅，这是天鹅。天鹅背上的是小天鹅仔，这个天鹅船超载了。第85章，这可不一定是妈妈。哈哈哈哈，原来是天鹅吗？胖嘟嘟的小天鹅仔好可爱啊，一直在往妈妈的翅膀下面钻呢。灰扑扑的小家伙看着萌萌哒的，这就是丑小鸭的原型吗？我看看，确实长得跟妈妈的颜值相差很多呢。看到弹幕的陆晨摇了摇头，这可不一定是妈妈。天鹅可是著名的有同性在一起的族群，尤其特别的是，同性伴侣间会去找其他的天鹅去生崽，并且在幼崽生出来后，将对方给赶走，并跟自己的同性伴侣一起养育。经过动物学家的观察与研究，他们发现黑天鹅中的同性伴侣比例高于白天鹅。同时，在天鹅族群中还存在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强大的天鹅会去抢夺其他同族的幼崽，自己养育。被抢了的幼崽的，只能去抢比自己弱小的同族的幼崽，最弱小的到最后，等于是完全没有资格养育后代的。陆晨的这番话让整个直播间的网友们都震惊了。卧槽，竟然还有这种事儿！细说，同性在一起的天鹅是2个公的还是2个母的？等等，要是公的在一起去诱骗母的生崽，这不就是骗婚吗？更准确点来说，是骗婚加骗崽，而且还只要崽，就是达到目的就踹，简直就是渣男行为。我刚去查了下资料，不只是渣男，还有渣女。卧槽，真是震惊到我了！看着天鹅这么高贵不可侵犯，背地里竟然做这种事儿。第一，获得震惊值2000。第一，获得震惊值2000。第一，获得震惊值2000。让陆晨震惊的是，只是一个天鹅种群中存在的迹象而已，就给自己带来了4W的震惊值。小糖宝的视线自从看到天鹅船后就没有离开过。哇，大白鹅，小鸭鸭！爸爸，为什么小鸭鸭是灰色的，不是黄色的呢？陆晨蹲下来，与小糖宝一起去看天鹅船。糖宝，这不是大白鹅，是天鹅哦。那些灰色的小宝宝也不是小鸭鸭，而是天鹅的幼崽。糖宝听过丑小鸭的故事吗？丑小鸭。小糖宝歪了歪头，将视线转向了沈路遥。妈妈，丑小鸭的故事你是不是跟我讲过呀？我有一点点的印象。说着，小家伙还伸出自己的手指比划了一下，就这么一点点。妈妈跟糖宝说过的。沈路遥点了点头。丑小鸭最开始因为长得跟周围的小伙伴们不一样，所以被排挤，所有的小伙伴们都不跟他玩。但是丑小鸭却并没有气馁，他一直坚持本心，认为自己是不同的，所以他最后才飞向了美丽的白天鹅，并且发现自己也是其中一员。糖宝，你要记住，你也是不同的，是独一无二的。糖宝明显有听没有懂，小家伙兴奋地用手指了指在天鹅背上挤成一团的天鹅仔，麻麻的意思，他们都是丑小鸭吗？沈路遥也再次将视线投注到了天鹅船上。他们都是丑小鸭，也终有一天会变成美丽的白天鹅。哇，好厉害！拍着小手欢呼的小糖宝却从不同角度说出了一句话。可是我觉得灰扑扑的小天鹅仔也很可爱啊，他们胖嘟嘟的，而且在小伙伴们身边也很开心。丑小鸭只是跟自己的家人走散了而已。克里，谢谢你的赞美，我的孩子们确实很可爱，也很漂亮。白天鹅扬起修长的脖颈，朝着小糖宝叫了一声。陆晨却默了。好家伙，这竟然真的是知公白天鹅。他将带来的鱼篓放下，带着小糖宝与沈路遥挖了点蚯蚓，并且用蚯蚓与带来的玉米粒等东西打了个窝。沈路遥没见过打窝，
奇怪地问道。陆晨拍了拍手，直起身子来。这是打窝，是钓鱼的专用术语，简单来说是指往钓点投放窝料，吸引鱼形成窝子。有句俗话叫钓鱼不打窝，钓的也不多。要想鱼上岸，得拿粮食换。他带了2根鱼竿，这时将其中一个朝着沈路遥递了过去。路遥会钓鱼吗？沈路摇下意识，接过了鱼竿。钓鱼不就是把鱼竿抛出去，然后坐在凳子上等就行了吗？我看别人钓过。陆晨笑得神秘，平日里温润的眉眼在这时满满的促狭。钓鱼的讲究可多了，给我们比赛看看谁钓得多。小唐宝也跑了过来，我也要比赛，我也要比赛。陆晨看着小家伙小胳膊小腿的，实在是不敢给他大人用的鱼竿，一来肯定抛不出去竿，二来也危险。他环顾四周，看到了一丛灌木丛，便走上前去，折了一截树枝，再系上一截鱼线，一个简易鱼竿便做好了。拿到鱼竿的小唐宝便也有样学样的，按着陆晨的姿势钓起了鱼。直播间的网友们这时的关注点全在沈路遥跟小唐宝的身上。好漂亮的女孩跟小朋友啊！陈哥真不厚道，竟然都不介绍一下。就是，不过你们刚刚听见了吗？小朋友刚刚喊陈哥爸呢。等等，你们还记得之前陈哥第一次遇到胖团的时候，有女生跟小奶鹰出现在直播间吗？会不会当时没拍到的就是这个女孩跟小朋友啊？东边的云，陈哥，这是大嫂跟你女儿吗？快点介绍一下，兄弟好随礼。第86章，这就是先上车后补票。陆晨选择的钓鱼地点与沈路遥跟唐宝选择的地点稍微有点距离。拟态无人机飞在半空中，尽职尽责的将整个西边的景色给拍摄了进去。看到弹幕的陆晨先是笑了笑，小唐宝确实是我女儿，小家伙今年2岁半了。接着他叹了口气，至于路遥，我正在努力将他追到手。短短3句话让直播间的网友们的情绪都激动了起来。卧槽，这信息量好大！就是孩子都2岁半了，却连人妈妈都没追到，这就是先上车后补票。不对，陈哥你不会是做了接盘侠吧？你冷静，可不能帮别人养孩子啊。对，陈哥你冷静。虽说人小姐姐确实长得漂亮，但是破鞋可不能要。眼见着直播间的气氛逐渐开始不对，竟然开始贬低与质疑沈路遥的品性跟作风起来。陆晨整个人的气势也变了，他平时温润的眉眼瞬间凌厉了起来。够了，什么都不知道的你们有什么资格去妄加揣测？嘴这么臭，是早上起来没刷牙吗？唐宝是我的亲生女儿，路遥也是好女孩，一天天的就知道躲在键盘后面疯狂输出，有本事拿这个精力去报效国家。说着，他唇角微翘，露出了一个讥讽的笑。抱歉，我忘了，就你们这样的人品，估计政审这关是过不了的。人在做，天在看。祸从口出，陆晨挨个将那些恶意揣测的人给禁言举报一条龙。这下子直播间的气氛也变得更为融洽了。东边的云，既然是既定的嫂子了，我先随个礼。第一，东边的云送出50个火箭。陈哥对得好，键盘侠太可恶了。这年头因为网络暴力出的事情太多了，我也随个礼。第一，收到5个嘉年华。都说相由心生，我看小姐姐的长相就知道不是他们说的那样的人，我也随个礼。第一，收到10个飞机。一时间整个直播间中都是绚丽的礼物特效与礼物的播报声，这波热度也让陆晨直播间的热度与人数激增，在线人数瞬间增加到了10来万人。人多了，自然有人认出了沈路遥的身份。卧槽，这不是沈氏集团的千金沈路遥沈大小姐吗？还真是，我记得前几天在京城医院，沈大小姐还被拍到抱着个孩子，并且跟个男性举止亲密呢。难不成是隐婚？你们来迟了，刚刚陈哥说人还没追到，但是娃已经生了。卧槽，什么情况？沈大小姐什么时候有娃了？沈大小姐是真厉害啊！你们知道吗？整个蔷薇塔酒店就是沈大小姐一手建立的，关键只用了4年，4年啊！这不妥妥的大女主剧本吗？好厉害！问题来了，这个陈哥到底是什么人？我觉得他根本配不上沈大小姐。东边的云，怎么我陈哥配不上，谁能配得上？你吗？我劝你去撒泡尿，好好照照。大白天的，怎么就开始做梦了呢？第87章，老底做穿鸟，朱环。在榜一大哥的带领之下，网友们也开始对了回去。而这时，陆晨却看到了一抹白色的身影飞了过来，认出是什么的他没去管网友们，而是控制着拟态无人机将镜头对准了过去。下一刻，一只通体白色、羽干及2翅羽尾等均沾染粉红色的鸟出现在了直播间的画面中。该鸟颈项上有很多长毛状羽毛，形成羽冠，耸立时非常夺目。嘴长而向下曲，
呈黑色，先端朱红，脚的裸露部分亦呈亮红色。卧槽，这是白鹭吗？好好看啊！不是吧，我小时候见过白鹭，印象中不长这样啊。没上完色的火烈鸟，哈哈哈哈！哥们，我谁都不服，就服你。就是，哥们你可真敢说啊！谁家火烈鸟长这样？东边的云，我打赌，陈哥一定知道这是什么鸟。刚刚镜头明显就是陈哥故意调过去的。陈哥，这是什么鸟？沈路遥这时恰好抬头看了过去，也看到了这只美丽异常的大鸟。他怕打扰到这只鸟，心里又好奇其的身份，于是将鱼竿放在了溪边的石头上，走到了陆晨身边。陆晨，这只鸟是？陆晨在的地方与鸟所在的地方有一些距离，所以沈路遥才放心问出心里的好奇。陆晨展颜一笑，俊朗的五官在阳光下耀眼明媚。这是老底座川鸟。沈路遥不明所以，眨了眨漂亮的桃花眼，这么一副迷惑的样子，跟小糖宝听到不懂的词汇时的反应一样。不对，应该是说糖宝像妈妈才对。这是朱鹮，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因为太过于稀有，所以不管是偷猎还是伤害，都会面临坐牢，所以被现在的网友们戏称为老底座川鸟。听到了陆晨的解释，沈路遥这下明白了过来，这个所谓的老底座川鸟原来是这个意思。看到直播间的网友们听到自己说到朱鹮时，也开始了新一轮的讨论。陆晨便又开口了，在大夏古代，人们认为朱鹮能带来吉祥，把朱鹮和喜鹊并列为吉祥之鸟，所以民间所说的吉祥鸟其实就是朱鹮。同时，朱鹮还有个别名叫做朱鹭。唐代诗人张籍有首叫做《朱鹭》的诗，咏颂的就是朱鹮。翩翩西朱鹭，来泛春堂栖绿树。羽毛如剪色如染，远飞欲下双翅敛。避人影子入深堑，洞处水纹开艳艳。谁知豪家往耳屈，不如饮酌江海鱼。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朱鹮，离不开国家与动物学家们的保护，尤其是刘英曾老先生跟他的科学团队。朱鹮比人类历史要久远得多，它已经在蓝星上生活了6000多万年，被称作是活化石以及国际重点保护鸟类。但是就是这样存在了6000万多年的鸟，却在近现代的时候差一点灭绝。历史上，毛熊国曾经宣布朱鹮在本国内灭绝，不久后，棒子国也宣布了这一消息。而在樱花国，当地人捕获了最后的6只野生朱鹮，想要通过人工养殖的方式来保证这一古老种族在本国内的延续。目前，朱鹮在樱花国已经是趋于灭绝了。当时，所有的人都将寻找朱鹮存在的可能性寄托在大夏与苍茫的秦岭之中，国家也派出了相应的专家进行追踪寻找。刘英曾老先生在秦岭中寻找了3年之久，才从当地居民的空中得到了朱鹮出没的消息，跟着当地居民的带领之下，找到了朱鹮的踪迹。又过了几天后，刘老在一处深山的村落中看到了一对成年朱鹮以及3只幼鸟。这一发现证明了朱鹮仍旧有野外自主繁殖的能力。这次总共发现了7只朱鹮，它们被刘老命名为秦岭1号朱鹮群体。在之后，为了保护朱鹮，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相应的政策，当地人更是因为这一鸟类而搬离了祖祖辈辈所生活的地方。整个当地在30年时间的中没有用过任何的化肥，完全是保证自然生态，也给朱鹮的休养生息提供了基础。到现在，我们整个大夏秦岭境内的朱鹮总数已经达到了近8000只，从7只再到8000只。尽管陆晨没有去特意强调刘英曾老先生跟他的科研团队其中所付出的辛苦，但是无论是直播间的网友们还是沈路遥，都可以从这2个极端的数字对比中窥见一二。原来还有这么一段历史。沈路遥感叹一声：“陆晨，你知道的真多。”陆晨的目光扫过那只翱翔于天际的朱鹮，朱鹮身形纤细，飞行的姿势极为优雅悦目。爷爷之前说，我们靠山村的村民就是从山上搬下来的。如今朱鹮飞出了当地，也飞出了大夏，他们惊艳了整个世界。巍巍秦岭，翩翩朱鹮，这份诗情画意是大夏几代鸟类研究者们的共同努力，他们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美丽的东方宝石。直播间的网友们从陆晨的讲述中也了解到了这一真实的历史。我刚刚去查了资料，主播说的都是真的。如果不是当时国家专家们与当地人的共同守护，朱鹮这一存在了6000万多年的种族很可能就已经灭绝了。我也刚签读完，看到了几张当时国家发行的关于朱鹮的邮票，真美啊！无图无真相。第88章，谢谢你们保护了我的家园。看到弹幕的陆晨笑了，很多人都有跟你一样的疑问。我所知道的是，当年所发现的那7只朱鹮的脚上都有标记用的项圈，但是在这么多年中，有很多人都发现了没有用携带项圈的朱鹮。巍巍秦岭实在是太大了，很可能在极深处还有隐藏着的朱鹮。
他们在发现环境被人为的保护与改善之后，便从深山中飞了出来。说到这里，陆晨伸手指了指自己面前的那只朱鹮，这家伙刚刚落地，这会儿正站在一块石头上振翅欲飞。你们看，它的脚上就没有脚环，说不定它就是刚刚从深山中飞出来的，从未被发现过的野生朱鹮。被指着的朱鹮转头看向陆晨，粗哑的咕哝声响起，两只脚直立行走，而且身上没毛，但是却穿着奇奇怪怪的东西。你就是我妈妈说过的两脚兽吗？陆晨走上前去，点了点头。我确实是你们口中的两脚兽，你也可以叫我为人类。不重要，不重要。美丽不可方物的朱鹮摇了摇头，紧接着朝着陆晨微微低下了头。重要的是，妈妈叮嘱过我，如果遇到两脚兽的话，要好好感谢你们。谢谢你们保护了我们的家园，并且确保了我们最后生活的地方。面对夸奖，陆晨的态度也十分谦虚。这些是我的先辈们与国家所辛苦付出而得到的。朱鹮叫了一声，你是后辈，我也是后辈，所以我跟你道谢没问题啊。他说完后振翅而飞，漂亮的羽翼在阳光下洒下一片阴影，美丽而骄傲。陆晨朝着远去的朱鹮大喊出声，我也要感谢你们选择秦岭，我的家乡作为生活的地方，能够跟你们这一古老种族共同生活在这一片山脉，是我的荣幸。再见，善良的两脚兽，再见，美丽的朱鹗、红鹤、吉祥鸟。井号34。哇，有什么东西在咬鱼竿？小唐宝的一声惊呼让陆晨与沈路遥都跑了过去。陆晨一看不断震动的鱼竿，就知道是有鱼上钩了。他连忙伸手握住小唐宝软乎乎的小手，有鱼上钩了，唐宝跟巴巴一起使劲把鱼给钓上来。好，我跟巴巴一起使劲。小唐宝小脸憋成了红色，嘟着小脸像是只红彤彤的大苹果。在陆晨的帮忙之下，鱼竿被轻易地提了上来，但是看到钓上来的东西后，父女两人都沉默了。这是一只草鞋。沈路遥低头分辨了半天，才不确定地开口，应该是。点了点头。陆晨生怕小唐宝会不开心，连忙又在鱼钩上穿上了鱼饵，示意小家伙继续挥竿。哇，好神奇，水里竟然有用草编成的鞋子。让陆晨没想到的是，小唐宝却突然来了干劲，钓得越发起劲了。也不知道小家伙是怎么了，他钓上来了一堆诸如水草、石头以及木头等东西，就是没有一条鱼。而陆晨的目光却被那块木头给吸引了。这块木头怎么了吗？沈路遥不明白陆晨是怎么了，伸手把那块木头给拿起来了。他刚拿到手，便感觉到了这块木头的不同寻常，质地温润柔和，与寻常的木头触感都不一样。隐隐的，他鼻尖还能闻到淡淡的香味。陆晨从沈路遥的手上拿过那块木头，将其对着阳光仔细观察。木材表面在阳光下金光闪闪，金丝浮现，纹细密丽，金丝闪耀，纹理清晰精致。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应该是金丝楠阴沉木。一言激起千层浪，整个直播间都因为这6个字而沸腾了。第89章，陈哥，这金丝楠阴沉木你卖吗？什么？竟然是金丝楠阴沉木吗？这玩意儿要多值钱有多值钱啊！主播，你家的小闺女简直就是个锦鲤啊！第一次钓鱼就能钓出这个东西来。不懂就问，金丝楠阴沉木是什么？很值钱吗？陆晨仔细观察了手上的这根木头之后，继而将其放在了鼻尖轻嗅，淡淡的药香味传入鼻尖，味道温醇而馥郁，一点都不刺鼻。他肯定的点了点头，这不但是金丝楠阴沉木，而且还是其中最为珍贵的品种之一——金丝楠乌木。民间有黄金万两送地府，换来乌木祭天灵的说法。在老一辈的说法中，这种天才地宝是需要极大的机缘才能寻到的。同时民间还有纵有珠宝一箱，不如乌木一方的说法，世人将其视作是辟邪纳福的至宝。在大夏，金丝楠乌木被称作天赐神木，而外国人则称之为东方神木。沈路遥偏过头来，盯着陆晨手上的木头看了半天，他实在是不明白，为什么看着没什么特别的木头，竟然会有这么多的说法。这木头我看着也就是造型别致了些，而且摸着触感有些不一样，怎么会这么神奇？是因为什么原因？与此同时，直播间不明所以的网友们也在问这个问题。在他们看来，这块木头确实好像没什么特别的。陆晨将手中的金丝楠阴沉木托在手掌中展示给直播间的网友们看。金丝楠阴沉木多出于川地，川人称之为乌木。它是2000至万年前天体发生自然变异，由地震、洪水、泥石流将地上植物、生物等全部埋入古河床等低洼处。一些埋入淤泥中的部分树木，在缺氧、高压状态下，细菌等微生物的作用下，经过数千年甚至上万年的碳化过程而形成，故又称碳化木。
阴沉木是大自然留给人类的瑰宝，也是经历了时间的洗礼与磨砺之后所形成的极其珍贵的东西，其形成所需要的契机与时间都极其重要，是没办法复刻与人工制造的。阴沉木种类繁多，有马柳树、青冈树、香樟树、楠木、金丝楠木、小叶楠木、红春木、红豆杉、马桑、黄柳木、黄柏、槐木等。这些原木在地下埋藏成千上万年，因年代久远，其密度很大，质坚体重，其中有以金丝楠阴沉木最为贵重。而我手上的这块极有可能是金丝楠乌木。与其他的木材相比，金丝楠阴沉木有独有的5个优势：一是耐腐，埋在地下可以几千年不腐烂不朽坏；二是防虫，百虫不侵，可以驱虫防蚊；三是质地温润柔和，冬天触之不凉，夏天触之不热，一生护体，能够感知阴阳交替跟气候变化；四是金丝楠木纹理细腻，金丝闪耀，在阳光下能够看到金光闪闪。博物要览中记载，金丝楠出川剑中木纹有金丝，材质细密松软，色黄褐微绿，像明示之有波浪形木纹，横竖金丝，烁烁可爱。说着，陆晨将手中的金丝楠阴沉木对着阳光举了起来，拟态无人机在他的操作之下，将镜头对准了过去。卧槽，还真是，这角度看着确实是金光闪闪的，形成需要2000多年起步，这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是啊，就是这么一块小小的木头，竟然经历了这么久时间才形成。而第5点是金丝楠阴沉木会散发特有的香味，这种香味想起清新宜人，在白天比较清浅，味道比较淡，到了晚上后，味道就会相对馥郁很多。你们如果不信的话，可以去博物馆看一看，在摆放了金丝楠阴沉木的展厅中，往往会有淡淡的幽香在室内弥漫，经久不散，十分神奇。金丝楠阴沉木的香味对人体大有裨益。中医讲究爱暖而喜芳香，香味入脾，能醒排化湿，乃辛香温燥之品，主入脾、胃经，能促进脾胃运化，消除湿浊。简单点来说，就是金丝楠阴沉木的香气可以促进脾胃，并且历代医术多记载了楠木单独入药或与其他中草药搭配入药。不仅如此，有专家还测出金丝楠阴沉木有显著的促进血液循环、延年益寿的功能。陆晨的这番话让直播间的网友们与沈路遥都震惊了，这小小的一块木头竟然会有这么多的优点。也是因为他们的反应，陆晨脑海中系统的提示声正响个不停。第一，获得镇惊值3000；第一，获得镇惊值4000；第一，获得镇惊值5000。短短的几分钟内，陆晨就因为金丝楠阴沉木而获得了将近10W 的镇惊值。系统界面中显示的总镇惊值已经达到了34W，其中有20W 是之前送灵泉水时陈斌贡献的，剩下的14W 都是由这次直播而获得的。直播间的网友们在消化了陆晨所说金丝楠阴沉木的特殊性之后，画风已经变了。东边的云，陈哥，这金丝楠阴沉木你卖吗？看到东子的弹幕，陆晨疑惑出声。好好的你买这玩意儿做什么？刚好我爷爷下个月要过70大寿，我正在筹送什么寿礼呢。我看这东西就不错呀。陈哥，你刚刚不是说这什么金丝楠木有促进脾胃、延年益寿的功效吗？你开个价，我不差钱，你知道的。这不差钱3个字让整个直播间的画风立刻就歪了，无数的网友都在弹幕中开始皮了起来。榜一大哥，我差钱，你家里还缺佣人吗？少爷，老奴找您好久了，终于是见到你了。160娇小女仆，会洗衣做饭，高等学校秘书专业毕业，还会处理各种突发事件。少爷，您可以给个机会吗？第90章，大白狼，嫌弃，我想下口来着，但是没处咬。爸爸，这个木头很特别吗？小糖宝丢了鱼竿，哒哒哒的跑了过来。小家伙听到了陆晨说的话，仰着小脑袋疑问出声，自己这是钓上来了什么了不得的东西了？看爸爸跟妈妈好像都很惊讶的样子也。很特别，非常特别。陆晨弯腰将小糖宝抱了起来，接着将手中的金丝楠阴沉木放到了小家伙的鼻子下面。糖宝闻一闻，是不是有种淡淡的香味？哇，真的是耶，好神奇，香味也很特别，像是软乎乎胖嘟嘟的小家伙偏着小脑袋皱眉思索了半天，最后索性放弃了。反正就是很好闻啦，糖宝喜欢。陆晨本来就没想着将这块金丝楠阴沉木给卖了，这是小糖宝第一次钓鱼钓上来的东西，有特别的意义，况且又是这么有益的奇物，他想着给小家伙雕个护身符之类的，让他随身带着。正好之前系统奖励的鲁班书上都是木器的制作方法，他可以抽空研究一下。现在看到小家伙这么喜欢，他就更是确定了自己的想法。看到直播间的弹幕中，东子还在跟自己问价格，陆晨出声拒绝了。东子，
这金丝南银沉木我就不卖了，这是小糖宝自己钓上来的，他喜欢我可不能夺小家伙的所爱。至于寿辰贺礼，你自己去找博士，他那最近有不少的好东西，要是那家伙装傻的话，你就说是我让你去的。他刚刚说到不卖时，东边的云在直播间中一直唉声叹气的，网友们更是站在毫无人性的榜一大哥一边，一直在劝说陆晨将这块金丝南银沉木卖掉。而一听到陆晨要自己去找博士，东边的云的弹幕内容立刻就变了。好嘞，陈哥，我这就去找博士。这个家伙研究出了好东西，竟然不跟我说，过分，太过分了！亏我还给他的实验室投资了不少。网友的注意力这下子就从金丝南银沉木上转移到了这个所谓的博士的身上。陆晨回答的简洁明了，都说了是博士了，就是个做实验的朋友而已。你们猜的不错，东子跟我是朋友，可以交付性命的那种。严格说起来，东子不只是陆晨的朋友，更是战友关系。那小子要不是自己说漏嘴了，他们几个人根本就不知道这二货竟然是个夏国古老氏族的子弟。这个插曲过了之后，陆晨、沈路遥与唐宝一家三口便又开始了被朱环的出现，而中断的钓鱼比赛。钓鱼比赛的获胜者超出了众人的预料，却又在一定的层面上又觉得理所当然。第一次钓鱼的小唐宝凭借着实力吊打了2个大人，小家伙面前的鱼篓里满满当当的全是鱼。陆晨最开始是站在小唐宝身边钓鱼的，但是因为小家伙人小力气小，上钩率又高，他时不时要过去帮忙。到了最后，差不多是小唐宝一甩竿就有鱼上钩，陆晨索性就一直帮助小家伙提竿了。将所有的收获都集中起来之后，陆晨在溪边找到了一块顶部相对平整的大石头，他把所有带出的调味品都拿出来放到了手边，然后朝着沈路遥看过去。路遥，我去找点葱姜蒜。好，注意安全。点了点头，并且叮嘱了一句后，沈路遥一边看着与4小只玩闹的小唐宝，一边将鱼篓拿到溪边进行清理。那只小猫仔不知道什么时候也从竹篮中爬了出来，摇摇晃晃的样子在溪边留下来一串的梅花印，时不时的因为它脚步不稳的原因，脚印还会中间出现一个凌乱的大坑。终于看到了比自己还小还不稳的小家伙，小狼仔兴冲冲地跑了过去，在小猫仔身边嗷呜嗷呜个不停。陆晨拿着野生葱姜蒜与紫苏从林子里走出来的时候，就听见了这个小闲眼包吵闹的声音。嗷呜，我在这呢，你来追我啊！嘿嘿嘿，你追不到，好笨啊，怎么就摔倒了呢？不哭不哭，我来帮你。哇，你好好的咬我做什么？要摔了要摔了！陆晨将目光移过去，就看到小狼仔跟小猫仔2小只闹成一团，竟然双双摔倒在了溪边的浅滩上，2只毛孩子瞬间成了泥孩子。他好笑的同时，心中暗叹了一声，看来等下吃完之后有事做了，脏成这样的泥崽子肯定要洗洗干净才能带回家的。跟他有一样想法的还有一个人，不对，应该是说还有一只狼跟陆晨有了同样的想法。大白狼高傲的走了过了，也不出声，而是朝着小狼仔张了张口，看样子应该是想将小家伙给叼起来。但是他看了看那个开始在泥地里打滚的小家伙，放弃了。陆晨就看着大白狼十分嫌弃的伸出脚来，1脚2脚，没费什么事儿就将圆滚滚的小狼仔给揣到了小溪里，连带着的跟小狼仔滚作一团的小猫仔也没幸免。拟态无人机将这一充满了戏剧性效果的画面实时播放在了直播间中，网友们全被小狼仔跟小猫仔的呆萌以及大白狼人性化的样子给逗笑了。哈哈哈哈，小狼仔是真的皮呀，关键他还渐渐的非要去招惹小猫仔。说起了这只小狼仔跟大白狼是不是就是之前陈哥救治的那2只？看着大白狼走动的样子，腿伤像是好的差不多了。大白狼，我想下口来着，但是没处咬。大白狼嫌弃，不想咬一口泥，我还是直接踹吧。这小猫仔应该是之前被大黑叼回来的那只，这才几天没见，竟然已经长这么大了。哇，小家伙是绿眼睛耶，好好看。这顿野外烧烤一家3口吃得极为开心，那4只毛孩子也分到了不少。大黑跟大黄是来者不拒，有吃的就行。小狼仔那样子，说是狼根本没人性，就是求食的狗崽子。到了最后，直接就去扒拉陆晨的裤腿了。大白狼刚开始整张毛毛脸上都是嫌弃，最后他的表现完美的诠释了2个字：真香。小猫仔还小，陆晨只让小家伙尝了尝味道，打算等回去的时候喂他点羊奶喝。等吃完了烤鱼之后，小糖宝拍了拍自己鼓起来的小肚皮，吃饱饱啦，嘿嘿。小家伙一下子冲进了陆晨的怀里，扬起小脑袋，紫黑色葡萄般的大眼睛扑闪扑闪的。爸爸，我想滚滚跟胖团了，我们等下去看他们好不好啊？第91章大熊猫叠叠乐。好，我们等下就去看胖团跟滚滚。陆晨亲了下软萌可爱的小糖宝，眼中尽是宠溺。抬头的瞬间，
他刚好看到了近距离拍摄的拟态无人机。陆晨心中一动，示意小唐宝去看无人机镜头。唐宝，这是无人机，就是爸爸用来拍摄直播画面的。现在里面有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跟伯伯婶婶、爷爷奶奶在看着你呢。唐宝，你跟他们打个招呼好不好呀？好呀。小唐宝乖巧的可爱地点了点小脑袋。他之前有跟妈妈一起看过巴巴的直播，所以知道巴巴说的是什么意思，就是跟镜头前的人打招呼吗？这个他会打。于是小家伙就眨巴着漂亮乌黑的大眼睛，冲着无人机的镜头挥了挥小胖手。各位哥哥姐姐、叔叔阿姨跟伯伯婶婶、爷爷奶奶们好呀！我小唐宝，今年。说了一半，小家伙卡壳了。陆晨低头看去，就见小奶娃娃正在掰着自己的手指头数数，嘴里还嘟嘟囔囔的，1、2、2个半，像是确定了什么特别重要的信息一样。小家伙立刻重新抬起来头来，嘿嘿，我今年2岁半了，又乖又萌，还突然有点呆呆的小家伙，谁能不爱？一时间，直播的网友们全都激动坏了。哈哈，小唐宝好可爱啊！是的，果然女儿就是最萌最软的，关键小家伙嘴好甜哇！你们发现没？小唐宝记住了陈哥那一段话中的所有的称呼，却唯独忘记了自己的年纪。怎么能说是忘记呢？明明就是小唐宝他的小脑袋瓜过载了，好不容易才恢复的。对的，我到现在还有这种情况，在特意去记一件事的时候，莫名就会忘记另一件事。是令我也是。唐宝，酸甜可口的宝贝吗？哥们，你不对劲点 JPG。我宣布，从今天起小唐宝就是我的云闺女了。第一，收到3个火箭并留言，唐宝的小奶标好可爱，想入啊！小家伙的笑容太治愈了，好喜欢你啊！第一，收到10个飞机并留言，唐宝要每天都开开心心的哟。一时间，整个直播间的礼物特效就没停过。到了后面，火箭、嘉年华跟城堡都出来了。陆晨看着那一个个绚丽的礼物特效，亲了小唐宝一口。突然被亲，小家伙有一点点的懵。不过小姑娘紫黑色葡萄般的大眼睛转了转，也吧唧一口亲在了陆晨的脸上。陆晨一边控制着拟态无人机去在山里寻找胖团跟滚滚2只的踪迹，一边抱着小唐宝拿上东西与沈路遥往家里走。沈路遥见陆晨有点不方便，就伸手想要把小唐宝给抱过来，小家伙自己却不愿意了。爸爸，你放我下来，唐宝2岁半了，是大孩子了，我可以自己走路的。想着回去的路都相对平坦，而且来时也是小家伙自己走过来的，陆晨便将唐宝给放了下来。小狼仔从身后跑了过来，嗷呜，我们来比赛，看谁跑得快。小猫仔在他身后爬得踉踉跄跄的，沈路遥看着有些心疼，便将小猫仔给抱起来放回了竹篮里。也是这次的近距离观察，沈路遥发现了小猫仔的异样。陆晨，这猫仔的毛色怎么看着跟之前不太一样了？陆晨回过头来，同样看了眼小猫仔。很正常的，很多猫小时候的花色在长大后都会变的，而且我现在怀疑这只可能并不是猫。不是猫是什么？沈路遥眨了眨漂亮的大眼睛，他看这只就是个小猫仔啊。现在还不好说，等它的花色全部出来之后就知道了。听到这样的回答，沈路遥虽然没再细问，但是回去的路上却一盯着在竹篮中睡觉的小猫仔。不是猫仔能是什么呢？其他的猫科动物吗？是老虎还是豹子？天，他真的好好奇啊。等将鱼篓跟鱼竿等东西都放回家里后，拟态无人机也发现了一大一小2只大熊猫的踪迹。让陆晨惊讶的是，看位置，这2只竟然是往自己家里跑过来了。因为怕发生了什么突发事件，他便与沈路遥与唐宝说了一声，顺着他们的来路跑了过去。沈路遥带着小唐宝也跟了过去。快，跟我来！有只小崽子掉到山沟里了，那个沟太窄了，我进不去。陆晨刚看到大熊猫那特有的黑白配色，耳边就响起了胖团焦急的声音：有小崽子掉到山沟里了，这可是大事儿！他连忙跟着胖团跑了过去。也是这时候，陆晨才发现胖团的背上竟然背着滚滚。2011年陕西拍到的野生大熊猫在雪地里背着幼崽行走的图，那个可爱的小家伙还朝着他挥了挥手。快点，我们一起去救他！无人机将这一画面实时展示在了直播间中，网友们全被这一画面给惊讶到了。大熊猫叠叠乐，滚滚这是直接被背着了，哈哈，好可爱哇！我第一次知道，原来野生大熊猫待崽竟然是会背着走的，好有爱的画面啊！滚滚萌萌哒的一小只，紧紧扒着胖团的后背，确实简直太可爱了。等等，你们刚刚听到没？陈哥好像说了句有幼崽掉到山沟里了。卧槽，不是你说，我还没注意。我说陈哥怎么跑得这么急？小崽子可千万别有事啊！呸！
你就不能往好处想？有陈哥在，没事的。第92章，我不是小泥熊。很快，陆晨便跟着胖团儿跑到了一个山沟前。嘤嘤嘤，嘤嘤，救救我！救救我！哇哦哦，救救我！中气十足的呼喊声从山沟底部传上来，陆晨也放心了下来。既然还能喊得这么响亮，想必小家伙应该是没受到什么严重的伤。他一边让胖团安抚小家伙，一边控制着拟态无人机飞到山沟下面查看情况。直播间的网友们便在担心之中看到了一只跌坐在泥坑中的脏兮兮的小团子。小家伙坐在那里，张大嘴猛嚎，黑色的绿豆眼中扑簌簌的直掉眼泪。虽然说是很惨没错，但是他的那个样子却让人看着忍俊不禁。哈哈哈，这么脏的大熊猫崽子，怕是不能要了。刚刚那是小泥狼，现在就来了只小泥熊。小泥熊可太行了，好精辟的形容。这小家伙看着身上没什么伤，叫声也嘹亮有力的，估计是没受到什么伤。以截图点 JPG， 这小家伙往后的黑历史可都是高清的。哈哈哈，你提醒我了，我这就截图。那边陆晨找到了点藤蔓，他用手拽了拽其的牢固程度后，用随身携带的瑞士军刀给割了一大段下来，将藤蔓的一头系在一棵有成年男人等腰粗的大树上后，陆晨将另一端系在了自己的腰上。这时沈路遥抱着小糖宝也赶了过来。陆晨，注意安全。从现场的情况中，沈路遥也猜到了什么，他没去问陆晨这样做的原因，而是简单的叮嘱了一句。小糖宝在他怀中挥舞着小拳头，巴巴加油，你是最棒的，糖宝等你回来哟。好，陆晨冲着母女俩点了点头，便顺着陡峭的山沟滑了下去。鹰呜，你就是团儿姨说的那个两脚兽吗？你是来救我的吗？刚刚站稳，陆晨就听到了一个小奶音从自己身后传来，紧接着他的脚边就出现了一只浑身布满了污泥的大熊猫幼崽。小家伙全身上下也就只有黑白分明的脑袋瓜还算干净了。我是来救你的。陆晨蹲下身来与小家伙对视。受伤了没？你可以自己走吗？没受伤哦，我毛毛厚着呢。可以走，但是那边太高了，我爬不上去。顺着小家伙的视线，陆晨看到了一个陡坡，这坡度他自己上去都要稍微费点事儿，更别说是小家伙这个小短腿了。于是陆晨在征求了小家伙的同意之后，解开身上的藤蔓，将小家伙给绑了个结实，并且缠在了自己的怀中。哇，你身上的气味好好闻，而且气息也好舒服耶。小泥熊刚刚被系牢，就自动自发地贴到了陆晨的身上。陆晨，他的白色上衣上便印上了一个脏兮兮的小熊印子。哈哈哈，陈哥一脸生无可恋的表情。上衣，我不干净了，我被只小泥熊给污染了。谁救援的时候还穿白色啊？这是自找的吧？不会说话就别说话，陈哥也不知道要救一只小泥熊啊。再说了，谁救援的时候还会纠结衣服会不会被弄脏？真到了那种紧急救援的时候，1秒钟都是十分珍贵的。我就是消防员，我们平时的体能训练就是要提高临场反应跟效率的。陈哥这攀爬速度太牛了，天，这指力跟抓握力简直牛 X， 还有这个核心力量简直太强了。这山沟下面太陡峭了，看着就危险。陈哥竟然能够凭借着高超的攀爬能力，就这么硬生生的爬上来了。就这速度跟抓握地方的选择与指力，估计比肩专业的攀登者吧。谢邀，我是极限运动爱好者，平时也玩攀岩。主播这速度跟核心，就我所知，就是国际上排名第一的攀登者都不可能达到。第一，获得震惊值1000；第一，获得震惊值2000；第一，获得震惊值1500。仅仅是一个徒手攀岩的过程，陆晨就收获了3W 的震惊值。他系统界面中的震惊值总数也在这时候达到了37W 的数量。在网友们的震惊中，陆晨已经带着小泥熊爬上了上去。卧槽，陈哥这脸不红气不喘的样子，看着像是连热身都算不上。日常好奇，陈哥之前到底是做什么的？这体力也太好了。东边的云不可说，你们只要知道我陈哥是最厉害的那个就行。这才哪到哪呀？我陈哥的强势，你们所想象不出来的那种。看到榜一大哥再次出现，直播间网友们的关注点立刻就歪了。东哥，求细说。少爷，您说，我给您减血加去。少爷，您刚刚还没回答我们的问题呢。您家里缺管家女佣或者是高级秘书吗？东边的云，我家里啥都不缺，陈哥的身份只有3个字，不可说。你们随意脑补吧。哇，一只小泥熊。看到陆晨怀中的那只大熊猫幼崽，糖宝惊讶的伸手指了指。汪武，不是小泥熊，我不是，我是大熊猫崽崽，也叫花熊。汪武，下次还乱跑不？胖团儿走上前来，大熊掌朝着小泥熊的脑瓜子就招呼了过去。
不是乱跑，我刚刚看到巴巴了。一听这话，胖团儿再次举起的大熊掌都停在了半空中。汪吴，你确定没看错？肯定没看错，就咱爸那个毛色，我不可能认错的。在哪儿？你快点带我去。我现在分不清方向了。听到胖团儿的话，小熊仔整只熊都蔫巴了。胖团儿听了个大概的陆晨出声了。你们要找的成年大熊猫毛色很特别吗？大概跟我形容一下，我来帮你们找。我可以从空中探查，也会方便很多。尊嘟假嘟。小泥熊听到这话，立刻伸出爪爪抓住了陆晨的裤腿。陆晨，幸好他没洁癖，那个小泥爪子硬要多明显有多明显，要多清晰有多清晰。第93章，糖宝，这一大片的果园都是爸爸的。我爸爸他身上的颜色很淡很淡的，跟我们都不一样。那个叫什么色来着？小泥熊崽子朝着陆晨叫的同时，还挥舞着自己的小手臂。颜色完全不一样的大熊猫吗？陆晨想起了一个可能性，是棕色的吗？类似泥土的颜色。他这话一出，不止小泥熊，连一旁的胖团儿也连连点头。对，就是类似泥土的颜色。直播间的网友们这时候看陆晨跟动物对话，都已经见怪不怪了。他们惊讶的点在另外的地方。什么？竟然有棕色的大熊猫吗？不可能的，谁不知道大熊猫都是经典的黑白配色啊？我怎么隐约记得，好像确实有过棕色的大熊猫来着。陆晨将那只小泥熊给提溜了起来。走，带你去洗澡。山中的溪流很多，陆晨知道几步远的地方就有一个。到了溪边之后，他便将小家伙给丢了进去。那个小家伙倒也配合，让抬手抬手，让伸腿伸腿的。转眼间便从一只脏兮兮的小泥熊变成了胖嘟嘟的经典黑白配色的大熊猫幼崽。小家伙半个身子沉在水里，只露出小半个身子来。没找到适合的图就放 AI 图了。图源网络，青山，圆嘟嘟，胖乎乎的，两个黑豆眼里满是小心思，可爱极了。直播间里的网友们都被他给萌坏了。哈哈哈，小泥熊成功翻新，又变成一只干干净净的大熊猫幼崽了。黑历史我都截图保存下来了，这家伙洗不白了。小家伙好乖啊，超级听话的，比我家的毛孩子洗澡时可是省事儿多了。关键他皮也是真皮啊，重点不是牢底做穿售吗？只可远观不可亵玩。陆晨将洗干净的小家伙给放到了岸上，不想小家伙速度极快的便摇晃着小脑袋开始抖水。他完全没想到还有这么一出，裤腿便全被打湿了。哇，他好可爱啊！小糖宝上前几步，走到了停下来了的大熊猫幼崽身边。你好啊，我可以摸摸你吗？小家伙歪着头看了看面前软萌可爱的小女孩，伸出自己的小手掌。糖宝开心极了，连忙也伸出手去，两个胖乎乎的小手掌便在半空中碰到了一起。哇，真的是太可爱了！这只大熊猫幼崽好聪明啊，它好像能够听懂糖宝说话。哈哈哈哈！你们快看，滚滚也跑过来了。确实，滚滚不知道什么时候从胖团的背上跑了下来，也跑到了小糖宝的身边。他还伸出小熊爪拽了拽小糖宝的衣摆。小糖宝同样伸出另一只手摸了摸滚滚。我也喜欢你，你也很可爱哟。三小指亲密贴贴的画面让直播间的网友们嗷嗷叫，各种礼物特效也都绽放了出来。陆晨索性跳进了小溪里，将自己的被沾上污泥的裤腿给洗了个干净。在清洗的过程中，他将拟态无人机给派了出去，寻找那只特别的野生大熊猫的踪迹。等洗完后的陆晨一看手机中的画面，心情有些复杂。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好消息自然是找到了特征明显的那只野生大熊猫，坏消息是他的果园遭殃了。这些国宝们是存心跟他过不去啊。他将小糖宝抱起来，冲着那三只大熊猫看过去。找到了，跟我来。来了，谢谢啊。等等我。沈路遥拿着手机，从各个角度抓拍了好多大熊猫们憨态可掬的样子。他的嘴角从看到小泥熊的时候就没下去过，因为小时候一直很孤单的缘故，他就一直想要养一只猫猫狗狗作伴，但是却被父亲拒绝了。猪猪虽然也能陪他，可无论手感还是感觉都抵不过一只毛孩子。他怎么都没想到会在早就已经放弃了的现在，不知不觉间有了这么多的毛孩子，关键一个个还个性鲜明，软萌可爱，时不时还会捣蛋一下，真的是太可爱了。他心中第无数次的感叹，那天自己在网上看到陆晨的直播视频时，决定过来寻找的决定十分正确。走了约有5-6分钟，他的眼前便出现了一大片的果园，有桃树、橘子、山楂、苹果、梨树、猕猴桃、樱桃等等。正当沈路遥在想着这一大片的果园的归属时，走在前面抱着小糖宝的陆晨出声了：糖宝，
这一大片的果园都是爸爸的，以后你吃水果呀，管够。哇，好棒！小糖板的小脑袋从一溜排的果树上面划过，紫黑葡萄般的大眼睛扑闪扑闪的，这根本就看不过来啊，好像也吃不完。吧唧，想着小心思的小家伙，吧唧一口亲在了陆晨的侧脸上。直播间的网友们看到这么一大片的果园，也都震惊了。什么？陈哥藏得好深啊，竟然还有这么一大片的果园。果然靠山吃山，但是架不住这山有一半都是自己的呀。这是什么隐藏富豪？果园大佬？我现在相信少爷的话了，陈哥就是深不可测啊。第一，获得震惊值1000；第一，获得震惊值1500；第一，获得震惊值2000。这一个果园的曝光便给陆晨带来了3W 的震惊值，他的总震惊值再次达到了40W。陆晨走到一棵苹果树下，抬头朝着上面看过去。下来。鹰，你谁？层层绿叶的掩映之下，隐隐露出一点点的棕色来。第94章，褪了色的大熊猫。嘤，爸爸，快下来，我来找你了。那只大熊猫又在哒哒哒的跑到了苹果树下，扬起脖子朝着树上看去。汪吴，蛋蛋你咋来了？你妈妈呢？随着这声音，从苹果树上滑下来一只棕色跟白色相间的大熊来。七仔这么看是真的颜值天花板，圆头圆脑的。陆晨，这名字比滚滚跟胖团儿倒是有特色多了。他们靠山村里也有不少小名叫做蛋蛋的男娃子。哇，这配色，褪了色的大熊猫吗？看着有点像是巧克力，哈哈哈。不是吧，这真是大熊猫？这配色不对啊。配色奇特的大熊在滑到距离地面还有4-5米的地方，意想不到的松开了抱着树干的爪子。于是陆晨便看到了这家伙的自由落体，声势浩大，烟尘漫天。陆晨，合着这帮子大熊猫都喜欢这么下树的？行吧，反正皮厚肉糙的。金帅，这只熊下来之后，将大熊猫幼崽蛋蛋呼拉到了面前，前后左右的检查了一遍后，嫌弃的开口了：“你这是跑哪去了？怎么一身的水？”大熊猫幼崽蛋蛋还没说话，跟了一路的胖团儿抢先出声了：“你还好意思怪幼崽？我姐不过让你帮忙看下崽崽，你倒好，自己跑得没影了。你知道小家伙刚刚掉到山沟里了吗？你知道他差点就摔死了吗？”直播间的网友们听不懂兽语，就看到胖团儿背着滚滚走上前，他冲着这只配色奇特的熊嗷嗷叫，关键到后面还上熊爪了。滚滚十分自觉的在胖团儿伸爪子的时候自己滚了下来，跑到了那只大熊猫幼崽的旁边。他这一走，那场面便失控了。胖团儿根本就是压着那只熊在揍。陆晨倒是能听懂这两只的话，可听内容像是家事，他也没法劝啊。打了约莫有10分钟左右，两只熊才分开。胖团儿呼哧呼哧的喘着气，嘴里仍旧在叫个不停。陆晨，这家伙骂的还挺脏。挨了揍的大熊揉了揉自己的大脑袋瓜，从地上捡了个大红苹果，递给了胖团儿。应，歇歇再骂，润润嗓，这算是认错态度良好了。陆晨都要给这家伙鼓掌了。关键是这家伙在胖团儿接了苹果后，又加了一句：“我确实是不知道蛋蛋会出事儿啊。”他话音刚落，一旁也在嘎吱嘎吱啃苹果的蛋蛋也出声了：“我也没受伤啊。”陆晨，完了，果然，胖团儿连苹果都不吃了，上去就又跟那只奇特配色的大熊猫打了起来。他看这两只短时间打不完，便去看了眼弹幕。天，我刚刚还想说这只熊还挺会哄熊的，他还知道投食，这怎么就又打起来了？总觉得他是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该不会是这只棕熊将小熊崽给丢下了，才导致小家伙没熊看，所以才掉下去的吧？陆晨恰好看到这条弹幕，这位网友，你还真说对了，这只还真是蛋蛋的爹。他这一句话，2个关键词，蛋蛋，爹。直播间网友们都是人精，全都发现了。啥？陈哥，你意思这只大熊猫幼崽叫做蛋蛋？这名字有点意思。我家就是农村的，叫这个小名的孩子真的挺多的。关键是这配色都不同，真的是亲生的吗？哈哈哈哈，我也有这怀疑。陆晨勾唇浅笑，点了点头。大家不用怀疑，这确实是一只棕色的大熊猫。我记忆中，小时候也在山上看到过类似颜色的大熊猫。严格说起来，这种配色其实叫做棕白色大熊猫。专家称，能够形成这样特殊配色，可能和我们当地独特的地理和气候环境相关。这时，一个前面带着大 V 标志的网友的弹幕出现了：“小陆啊，我是陈副局长，你看看这只棕白色大熊猫身上有什么特征？我现在就给它建档。这是从85年开始，国内发现的第6只棕白色大熊猫，还有那只小的野生大熊猫幼崽。麻烦小陆你也看一下，
他身上有什么特征。好，我去看看。陆晨转头看去，两只成年野生大熊猫的混战已经结束了。他走到那只棕白色大熊猫的面前，你吃了我的苹果，打算怎么赔偿我？我吃的明明是山上的苹果，这是我的果园。我没东西补偿你。拖着自己的腮帮子想了半天后，这只棕白色的大熊猫做出了个让陆晨跟网友们都没想到的操作，他竟然反手将蛋蛋给提溜了过来，朝着陆晨递了过去。那我就只有这个了。既然你说苹果树是你的，那蛋蛋跟着你应该饿不着，而且你身上的气息让我感觉很舒服。陆晨，他其实挺想接的，关键这是牢底做传授啊。在山林中碰见了 Rua 一下，摸两下是一回事儿，那要是带回家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哈哈哈，这坑仔的家伙该不会是想用蛋蛋抵苹果吧？我看着也像，这也太有才了。我已经相信这是熊爹了，主打一个活着就好，只想尽快的打发走。快看，胖团的大熊掌又已经举起来了。棕白大熊猫威，这次陆晨没再让两只成年大熊猫打起来，他跟棕白色大熊猫要了点毛发，顺便上手 Rua 了一下，手感粗硬，还个手，没有大熊猫幼崽摸上去舒服。他在这只棕白色大熊猫的背上看到了一个月牙般的花纹，便把这个作为特征报给了林业局的陈副局长。让陆晨没想到的是，等他问到这只棕白色的大熊猫的名字时，对方的回答竟然是月牙儿。背起这个名字的原因，还真就因为他背上特殊的花纹。等到陆晨将蛋蛋抱起来的时候，小家伙身上水已经半干了，虽然还是有点湿哒哒的，但是抱起来的时候软乎乎的一团，手感是真的好。经过检查之后，陆晨发现小家伙的下颚处有一个圆形的胎记，这变成了小家伙的健档特征了。等到陆晨将小家伙放下来的时候，他沉默了。之前还在眼前的两只成年大熊猫现在都没影了，但是他耳边却隐约能听到嘎吱的啃咬声。滚滚正在苹果树下伸出两只爪爪，艰难的想要往上爬。妈妈，我也要自果果。第95章生活不易，国宝摆摊。陆晨看小家伙的动作就知道了，那两只大的肯定是爬到树上吃苹果了。于是他做出了一个让沈路遥、唐宝与直播间的网友们都没想到的举动来。陆晨走上前去，将努力爬树的滚滚跟蛋蛋两小只给提溜了起来，接着仰头看向树上，果然一黑白一棕白两只成年大熊猫正在苹果树上大快朵颐，啃得嘎吱作响。陆晨，你们俩的崽子还要不要了？胖团儿啃苹果的动作一顿。你要对我崽子做啥子了？老子数到3！陆晨将滚滚往天上便是一抛，直播间的网友们全炸了。卧槽，什么情况？主播生气大熊猫偷苹果吃，也不能做出这种举动啊！竟然敢直播伤害国宝，怕不是想要牢底坐穿？不对，这举动跟陈哥平时完全不一样啊！有问题，绝对有问题！哇，飞了！被抛上天的滚滚挥舞着自己的小胖手，一直在欢呼。小家伙觉得好玩极了，半点害怕的样子都没有。胖团将爪子中啃了一半的苹果直接丢了，顺着树干便滑了下来。你把崽子还我！那动作要多灵活有多灵活，要多快有多快。哈哈哈，是亲崽子无疑了。这熊猫能处，有人强宰它是真上啊！哈哈哈，小熊崽子果然被陈哥稳稳接住了。等等，你们看小家伙那个小表情，这是一点害怕都没有，还想再被抛几次啊？举高高可太开心了！哈哈哈！你别说，我家男人也喜欢抛孩子，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吓了我一跳，然后我就把他骂了一顿。小时候我就被我爸抛过，那时候太小了，也不知道怕，就是觉得好玩开心。滚滚估计这会儿的心里跟你小时候一样的。胖团跑到两脚兽的身边来，伸出爪爪便问人要崽子。陆晨将紧紧抱着自己手臂的滚滚递过去，崽子还你，但是你吃了这么点苹果，必须得帮我做件事。滚滚，快到妈妈怀里来，不就是几个果果吗？小气。诺。陆晨一指旁边树丛下放着的几个大竹筐，竹筐里是满满当当的红苹果，色泽艳丽，果香扑鼻。胖团看过去后，崽都不要了，直接跑了过去。妈妈。滚落到地上的滚滚叫了一声，也连忙迈着小短腿过去了。陆晨3两步走了大竹筐旁边，挡在了胖团跟苹果之间。想吃可以，你来帮我卖苹果，要是卖完了3筐，这剩下的1筐便是你的。另外还有上次的水。原本胖团看到两脚兽挡在自己身前，已经停了下来，整张脸都涨了一圈，气的
谁家好人告诉自己有果果，还不让吃的？太过分了！等听到两脚兽说有水水的时候，他的表情就从愤怒变成了惊喜。那个可是好东西，虽然不填肚子，但是却比果果很多。可关键要怎么卖？啥子叫卖？你讲清楚点啊！我听不懂。陆晨走到大竹筐后面，拿起一个苹果递给身高不够，已经扒着筐边缘站起来的小滚滚，接着又拿起一个苹果递给了胖团儿。他指了指天上飞着的拟态无人机，你对着那个天上飞着的东西挥挥爪子，然后再一口把苹果给吃了就行。直播间的网友们跟沈路遥，哈哈哈，原来陈哥是打着这样的主意呢。生活不易，国宝摆摊。想起来之前看到的一张图，特别应景，卖3筐得1筐，这生意有点亏啊。不过这也是一个好办法，既能减少自己的损失，又能让大熊猫有点事儿做。关键这个野生大熊猫真的能够听懂陈哥的话吗？小糖板哒哒哒的跑了过来，身后还跟着月牙跟蛋蛋。爸爸，我也想吃苹果果。好，陆晨答应了一声，弯腰从筐里拿起来一个苹果，他在衣服上擦了擦，就这么递给了小糖板。沈路遥走了过来，连忙制止，这苹果还没洗呢，陆晨你怎么能？说着，他伸手就要把那个苹果给拿过来。陆晨手腕微微一动，便避开了沈路遥的手。路遥，没事的，果园里的果树都是无公害，也不打农药的，我一直都是这么吃的，不用担心。说着，他还又拿了个苹果递给刚刚跑过来的蛋蛋。是不是啊，小家伙？果果，我要吃果果。蛋蛋接住苹果后，狠狠点了点头，便埋头啃了起来。沈路遥，虽然陆晨这么说了，但他还是觉得刚刚从筐里拿出来的苹果不干净，可他也没阻止小糖宝去接苹果了。哇，好甜，好好吃啊！小糖宝看到了那个会飞的机器飞到了自己的身边后，眼睛一转，可可爱爱的奶团子冲着无人机笑得可爱极了。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伯伯婶婶、爷爷奶奶们，你们要不要也来点我爸爸的苹果？真的超级好吃哟，又脆又甜。小糖宝的旁边，胖团儿也举着个啃了一半的苹果，冲着无人机挥了挥爪子。直播间的网友们就看到那只成年野生大熊猫狠狠点了点大脑袋，确实又脆又甜又好吃。姗姗来迟的月牙歪着头看了看做出奇怪动作的胖团儿，不明所以，但是这阻碍不了他有样学样的举动。于是月牙也拿起一个苹果啃了一口，接着挥了挥自己的爪子。这下子直播间的网友们炸了，天，卖货大熊猫可太萌了，他们好像真的是能够听懂主播的话。主播快上链接，我要买苹果。我也买，就当是云养大熊猫了。第96章，家人们，这是真没有了。陆晨上架了1000斤的苹果，每斤都是3块钱，不到1分钟便被直播间的网友们给抢空了。没买到的人还在弹幕上催促陆晨继续上架的。主播，直播间在线人数都达到10几万了，你这1000斤苹果也太少了。就是，根本不够分的。我看再来个几万斤应该差不多。不是，你当苹果是大白菜呢？张口就是几万斤，瑟瑟发抖。陆晨控制着无人机查看了一番苹果的成熟情况，心中计算了下大概的收成后，他便又上架了3000斤。这次花费的时间多了点，3000斤的苹果在3分钟内被抢购一空。看到直播间里还有网友们在催促上架，陆晨耸了耸肩，家人们，这是真没有了。你们看这几只，他说着指了指那几只或坐或站或躺，却是都在啃苹果的野生大熊猫。我总得给这几只大熊猫留点不是，不然我怕我家的竹林要保不住了。他这几句话说的风趣又幽默，肢体语言又丰富，让直播间的网友们都看乐了。关键是沉迷啃果果的那2大2小4只野生大熊猫，在听到要给自己留的时候，全都抬头朝着陆晨看了过来，8只黑豆眼都是亮晶晶的，尤其是胖团儿，那小眼神看着就有800个心眼子。哈哈哈，陈哥这是赚钱了，都开始跟我们开起玩笑来了。不过主播说的对，确实要给大熊猫们留点苹果的。我有理由怀疑，陈哥应该还想留点给自己跟小糖宝吃。哈哈哈，这当然有可能，不过自家的东西留点很正常。就是，陈哥，我们准了。你可以留，但可得早点给我们发货呀。上次的笋我就没抢到，这次的苹果我可惦记着呢。+1，+2。看几只大熊猫吃的香甜，陆晨冲着无人机挥了挥手。好了，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我去村子里找人摘苹果，争取明后天就把货发出去。下次见。不等网友们反应过来，陆晨便十分干脆地关了直播。不是吧，主播这就下播了？总共4000斤的苹果，1斤3块，
这就12000进账了。爽，太爽了！你这账是毛利，还没算果园的承包价，还有工人的工钱呢。对啊，还有时间成本，果树一般1年只能结1次果的，还有运费跟包装费，这么算下来，陈哥也赚不到什么钱啊。现在真的是什么钱都不好赚啊。回到村子里后，陆晨拎着1袋子的苹果，便去找了村长张叔。他过去的时候，就看到张叔正坐在院子里的小凳子上，吧嗒吧嗒的抽着旱烟，脸上的表情看着愁苦的不行。张叔，是有什么事儿吗？陆晨将苹果递了过去后，十分随意的坐到了张叔旁边的小马扎上。他身高188，长得人高马大的，现在坐在这么个小小的马扎上，看着倒是有几分的滑稽，大长腿都有点不好放。张叔在地上敲了敲旱烟锅子，叹了口气。今年年初天气不好，地里的庄稼长势一直不太行。你知道的，我们村里现在留下的人，除了种地跟养猪，也没什么其他会的了。这地里的收成要是不好，到时候这年可不好过哟。原来是这事儿，陆晨明白了。张叔，您别急，总有解决的方法。我过来找您，就是有事情找您帮忙的。村长张叔直接瞪了陆晨一眼，有事说事儿。你这娃娃突然这么见外做什么？陆晨指了指被张叔放在一边的苹果。我刚刚在直播间里卖了4000斤的苹果，但是现货只有1000斤左右，这会儿需要雇人去采摘。您看村里现在哪家更急用钱，且还有劳力的，都安排上。1小时10块钱，早8晚6。我中午再管一顿饭，活不多也就2至3天吧。要是手脚麻利的，等后面果园的梨子、桃子等熟了之后，我还会继续雇佣。您看着安排。我这刚回来没几天，对于村里的情况也不是特别了解。早8晚6，也就是10个小时，1小时10块，那一天下来就有个100了。关键还管饭，这收益简直比去城里打零工都多。这，张叔脑子里迅速算了一笔账。可，陈娃子，这价格也太高了，你自己可别亏了。你是多少1斤卖给收果子的？一天卖了4000斤的苹果，在村长心里只有卖给收果子的才可能。可那些个家伙全是压价高手，各种理由层出不穷。什么打农药了，影响口感了；什么果子太小太丑，卖相不好了，等等一系列理由出来，就算最开始开价1块出来，最后都能给压到7.8毛1斤。就算是壮劳力、熟练工，一天不过也就摘个1000斤撑死了。按照8毛1斤，不过才800块，减掉工人工资就剩下700块。可还有时间跟果苗购买、养护、承包山林等的一系列成本，那可就不剩下什么了。这赔本的事儿，他可不能让陈娃子做。想到这里，张叔伸手拍了拍陆晨的肩膀。陈娃子，我知道你是好孩子，也凡事都想着乡亲们，我可以帮你联系人过去采摘，但是这日薪最多给50就行。张叔，陆晨刚张了张嘴，话就被张叔打断了。你什么你，不许拒绝，就这么定了？你小子现在又不是一个人了，我看陆瑶那丫头的穿衣打扮跟谈吐，还有先前来接你们的直升机，她身份是不是不简单？你自己也多存点，好好的对她跟糖宝。还有你婶子说你跟陆瑶这相处模式看着太生疏了，我瞅着也是。你到底是怎么想的？这姑娘可不能没名没分的跟你过一辈子。村里人多嘴杂，平时也没什么娱乐，你这事儿啊都已经传开了。陆晨昨晚刚回来，今天又忙了一天，确实不知道村里已经有了流言。他先将自己按照1斤3块的价格出售苹果的事儿说了，接着又说流言的事儿自己会处理，就站了起来，得去跟陆瑶说一下。另外，陆晨想顺便表个白，虽然与沈陆瑶认识时间还短，可他却是已经喜欢上这个女孩了。第97章，陆瑶，我喜欢你。等陆晨回到家里之后，发现沈陆瑶已经将饭给做好了。吃过饭后，小糖宝有点犯困，便先睡着了，这也给了陆晨跟沈陆瑶单独相处的机会。陆晨叫上沈陆瑶，2个人一起走到了院中。夜晚的天空一片静谧，恬静而温柔，一如沈陆瑶带给陆晨的感觉。话到嘴边，陆晨却不知道应该怎么开口了。他发现自己竟然开始紧张了。沈陆瑶不知道陆晨想要做什么，他也不催促，而是与陆晨一起看向明月高悬的天空。陆晨决定先从其他的方面将话题给引过来。陆瑶，我今天去村长张叔家里的路上，在村民口中听到了些闲话，是关于你跟小糖宝的。什么闲话？沈陆瑶偏过头来，他纤长的睫羽如同蝴蝶翅膀一般眨动，在眼底留下一片扇形的阴影，漂亮的桃花眼雾蒙蒙的，像是含着千言万语一般。是关于你跟小糖宝的。有件事儿我还没跟你说。陆晨定了定心神，开始说起自己刚刚回村时的事儿。我刚回来那会儿，张叔曾经问过我，这么多年在外面成家了没？我跟你说过，自
自从爷爷走之后，我就是吃着百家饭长大的。张叔也算是我的长辈，这些年我一直在忙着工作的事儿，不说谈恋爱了，连女孩子的手都没拉过，自然说没有。张叔立刻就急了，连忙让村里人给我张罗着介绍对象，这也就导致了村子里的大家都知道我是单身了。而陆瑶你跟唐宝过来之后，这些天里跟我同吃同住的，村里已经有流言传开了。他没有细说是怎样的流言，联想到陆晨话中的意思，沈陆瑶也明白了过来。他冲着陆晨展颜笑了起来，笑容浅淡而温柔，还带着些许的羞涩。你现在可是拉过我的手了，还抱过我了。陆晨的耳尖马上就因为沈陆瑶的话而红了，他想着要告白来着，没想到自己说了半天，却让沈陆瑶给抢先了。陆晨将视线从沈陆瑶的脸上移开，转而去看漫天的星辰。你的手很软，抱起来也很舒服。话出口，陆晨就后悔了，自己到底在说些什么，怎么就语无伦次起来了。就在他懊悔的时候，沈陆瑶也开口了，你的手挺硬的，手上都是老茧，特别是虎口跟食指的位置，被你抱着的时候我很安心。两人间的空气在这一时刻变得有些许的粘稠，像是正在孕育着什么一样。陆晨深吸了一口气，沈陆瑶的这些话给了他继续说下去的勇气，好像并不是自己一个人动心了。沈陆瑶看到了陆晨变红的耳垂，以及男人紧张时吞咽的喉结，他心中隐隐有了猜测，一旦有了期待，那心里便紧张了起来。陆晨这是要跟自己告白吗？我望着月亮，却只看到了你。不知道如何开口的陆晨看着面前明亮的月亮，脱口而出的是一个极为隐晦的告白。话一旦开了头，后面再说出口就没有那么困难了。他转过头去，先是暗搓搓的伸手握住了沈陆瑶的手，也是这时候陆晨才发现自己的手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已经汗湿了，而他手中的那个娇软小巧的手也在第一时间回握住了自己。陆瑶，我喜欢你。夜晚的风在吹，繁星点点，明月皎洁。沈陆瑶的眼里却只有那个盯着自己看的男人，他微微垂手，浅浅的应了一声，我也喜欢你。陆晨忐忑的心因为沈陆瑶的这一声轻轻的嗯声而落了下来，他便又接着说了起来，我想参与到你的人生中，也想给唐宝一个幸福的童年，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荣幸。沈陆瑶低垂着头，不敢去看陆晨，便又轻轻的嗯了一声。完之后他却后悔了，陆晨的话都说到这里了，自己这样会不会表现得太冷淡，太不好接近了。可是他脑子里现在嗡嗡的，已经被这猝不及防的告白给弄懵了，实在是不知道要说什么好了。他好不容易让自己扑通乱跳的心脏恢复了平时跳动的频率，见陆晨也开始不说话了之后，沈陆瑶的心里有些慌乱，是不是自己表现得太过于矫情，让陆晨以为自己没有对他动心？不行，自己必须做些什么才行。沈陆瑶已经开始习惯并且喜欢陆晨在自己身边的感觉了，他早就在之前就已经对陆晨动了心。这种时候虽然心中羞涩，他也想要努力去做些什么，说不出口的话，那就用行动来表示好了。就这么办。做好了心理建设之后，沈陆瑶开口了，陆晨，你闭上眼睛，不许偷看。第98章，陆晨，我也喜欢你。陆晨不知道沈陆瑶要做什么，他也没问，而是也浅浅的应了一声好。沈陆瑶在心中数了几十个数，缓解了半天激荡的心情，才将自己垂着的头抬了起来。他一眼就看到了闭上眼睛的陆晨，陆晨的五官十分俊朗，完全可以吊打现在内娱的那帮子小鲜肉，而且陆晨的眼睛平日里总是带着温柔的笑意与睿智的光，让他觉得没有任何的事情都可以难住这个男人。而与陆晨相处的这些时间中所发生的那些事情，也让沈陆瑶坚定了自己的这个想法。他也想跟陆晨有个更加亲密些的关系，如果可以的话，他也想要与陆晨共度一生。怀着这样的心思，沈陆瑶逐渐拉近了自己与陆晨间的距离。陆晨在等待中感觉到有什么轻轻地碰了下自己的脸颊，像是平时被小唐宝亲的时候的感觉，但又不完全一样，没有响亮的吧唧声，也没有湿乎乎的感觉，一处极分的感觉，像是个毛茸茸的羽毛在自己的脸上轻轻地挥了一下，将他本就起伏不定的心情给弄得更乱了。紧接着陆晨就感觉肩膀上有什么靠了过来。陆晨，我也喜欢你。不知道为什么，在偷偷的亲了陆晨之后，沈陆瑶的心便安静了下来，喜欢的话也可以自然而然地说出口了，有种水到渠成或者是本应如此的感觉。听到这7个字的陆晨睁开眼睛后，果然看到了靠在自己肩头的沈陆瑶。他与沈陆瑶在外面又聊了一会儿后，便回到了屋中。这一晚上，两大一小三人再次睡到了同一张床上。与第一次同床共枕时不同的是，
陆晨与沈路遥的手一直牵在一起，一夜无话。等到了第二天，照常早起的陆晨先下楼去做了早饭，又打了一套军体拳。刚刚结束，铁质的院门便被敲响了。陈娃子，我找了几个人过来，你给安排一下。是村长张叔的声音。陆晨去开了院门，便看到张叔身后站了几个人，都是他的熟人。张叔、李二叔、刘婶、陈伯伯，你们来了，吃过了没？张叔一眼便看到了陆晨赤裸着上身露出的漂亮的肌肉线条，他当下就伸手拍了拍陆晨的肩膀。陈娃子，你小子可以啊，这身肌肉可真是不错，这就是穿衣显瘦，脱衣有肉吗？陆晨，这句话好像不是这么用的才是，我们都吃过了。好，听到这话，陆晨也不墨迹，他跟众人打了声招呼，便回屋穿了件衣服。等下李二叔、刘婶跟陈伯伯，你们各自负责一片苹果树，我去山上一趟，看看能不能猎到点野味。等中午你们都来我家吃饭。行，没问题，就交给我们好了。那陈娃子你可得多猎点，不然可不够我们吃的。哈哈哈。到了果园后，陆晨给众人安排了工作区域之后，便带着大黑往山上走了。上山的路上，因为心情好，陆晨还特意叮嘱了大黑几句。妞儿，你刚刚也听见了，等下你可得多出点力，不管是野鸡还是野兔，咱们可都得多带点下去。狍子也行。汪，没问题，陈哥，包在我身上。大黑响亮地叫了一声。陆晨将拟态无人机放了出去，并且打开了直播间。第99章，我 CPU 烧了呀，家人们。有句话叫做梦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陆晨在山上转了2个小时，却只打到了2只野兔，这根本就不够那么多人吃的。兄弟们，今天的收获不太行啊。刚刚9点，我这就再往山上走走，看看能碰到什么不。实在不行的，我这只能去买点跑山鸡了。陆晨的这话刚说完，直播间里的网友们就打开了话匣子。陈哥，你这野兔看着倒是挺肥的，不过好像确实不够分。我觉得跑山鸡也可以啊，茶树菇鸡汤或者是清炖鸡汤都好喝，还有小鸡炖蘑菇也好吃。这天也没下雨，我看是没蘑菇吧。山上确实是没有蘑菇，反正陆晨是没看见。在他又往山上走了段距离之后，倒是看到了个好东西。一众绿色草本植物的掩映中，是一抹极其鲜艳的红色，浆果状，核果扁球形，鲜红色尤其显眼。陆晨眼睛便是瞬间一亮，他控制着无人机的镜头，给那个植物拍了个高清特写。兄弟们，看这，碰到好东西了。说完后，陆晨便从口袋中掏出随身携带的小刀，蹲下身来。什么好东西？这么漂亮的野果，会不会有毒？主播你可别乱吃啊。就是，陈哥，命要紧。你要是缺钱的话，我多买点你的苹果，可不能乱吃啊。就你现在直播的热度跟流量，应该后台的流水也可以吧？不是，刚刚陈哥不是指着顶上的果实吗？怎么现在却蹲下去了？还拿了个小刀在挖周边的泥土，这什么好东西？是埋在地里的吗？我也猛着呢，再看看，这么细致的挖掘跟小心翼翼的样子，陈哥不会是在挖人参吧？楼上的你不懂，别瞎说。我们大夏的人参不是应该都在东三省吗？主播这是在秦岭啊，秦岭怎么可能有人参的呢？等等，你们看主播他手里拿的是个什么？这粗大的根茎跟长长的须须就是人参吧？卧槽，什么情况？主播开挂了吧？这随便在山上走走就能挖到人参？等等，秦岭竟然真的有人参吗？我 Spur 烧了呀！家人们，直起身来的陆晨右手手掌上托着一个纺锤形的根茎状的东西，那东西须根细长，乳丸紧密，紧皮细纹，看着像是人参，可又与普通的人参不太一样。皮老色深，横纹结实而紧密，体态优美，玲珑精巧。看了眼弹幕的陆晨，看到网友们的猜测，便笑着点了点头，并控制着无人机给自己手中的这个东西来了个高清特写。兄弟们猜的没错，这确实是参，但它不是我们所普遍说的人参，而是我们秦岭山脉所特有的一种人参品种。这是被誉为是参中的新元素之王提参。直播间的网友们，卧槽，什么？还真是人参？啥？秦岭竟然真的有人参吗？震惊我20年，震惊我30年！我是真的从来都不知道，这秦岭深处竟然是有人参的。关键这什么提参，好像听上去很厉害的样子啊。第一，获得震惊值3000；第一，获得震惊值4000；第一，获得震惊值3000。这一株提参的发现，直接给陆晨带来了将近8W 的震惊值。陆晨这时候也正在极其细致地介绍提参的功效。提参又名提人参、提听，因生长于中国秦岭山脉海拔1000至2000米较为平缓的山间林带而得名。性喜阴凉，
家品多产于秦岭山脉，是古今中外都闻名遐迩的餐中帝王。说着，陆晨示意直播间的网友们去看他手上的题餐。题餐的鉴别要看5行。第1行，炉碗紧密相互生。他一手托着题身，一手指着手中题身的头部，所谓的炉碗就是这里了。第2行，圆绑圆炉藻合听。陆晨借着指向手中题身的腹部，像这种纺锤形的题身就属于上品。第3行，锦皮细纹灵活体。这时陆晨示意大家去看题餐的表皮。再来是身须，须似皮条疏而轻，珍珠点点缀须下。我手上的这个题餐完美符合了我刚刚说的那5点要求，所以这是一株血统极其纯正的上品题餐。直播间中全是网友们各种抖机灵的弹幕。学废了，学废了，用不到的知识又增加了。等等，突然想起来，我家好像有之前买的人参，当时老板还吹嘘是什么秦岭深处的稀罕货，会不会就是这什么题餐？我这就去找找。陈哥，你帮我鉴定一下。陆晨将这株题身放在旁边的一个巨石上，然后边低头寻找边跟直播间的网友们道：我今天出门的时候比较急，当时也没准备来山上，所以就没带棒槌锁跟挖人参的工具包，这会儿打算弄个餐包将其给装起来。他这一句话又让直播间网友们的脑袋中充满了疑问，不懂就问棒槌锁是什么？是啊，挖人参要专用的工具我知道，可是这棒槌锁是个什么东西？还有餐包又是啥？自从主播从挖出人参开始，我的脑子里就全是问号。家人们，谁懂啊？我懂，我也是，我也是。弄了点树皮草叶配合苔藓，临时做了个参包的陆晨望向手中的智能手表，看到了网友们的弹幕。他将手中的东西展示到无人机的镜头里。这个就是餐包，顾名思义，就是我们山里人用来装刚挖出来的人参的。我爷爷说法是防止人参的灵气外泄的，所以用的材料也都是山里面的。而棒槌是我们当地的跑山人对于人参的称呼，算是行话。同样的，棒槌锁就是用来困住人参的，其实就是红线。民间一直有人参及天地灵气所生，所以有成精的可能。很多的传说中都有穿着红肚兜的人参娃娃的形象。实际上，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说法，是因为人参会有梦生的情况发生。这下子，直播间网友们的 CPU 再次过载了。完了，这越解释信息量越大了。是啊，梦生又是啥？认生？人参又不是害羞草，怎么还会躲起来吗？难不成是会自己躲进土地，规避伤害？哈哈！看到网友们的弹幕，陆晨爽朗一笑。其实你们已经猜对了一些。众所周知，人参的生长环境恶劣，一般像是炉头受伤或者被树枝砸伤以及野兽踩伤之后，那第2年就没办法长出茎叶来，人参就会缩回土里进行自我修复。这个修复的时间以人根部的受损情况来决定，时间并不固定，有的1年，有的2年，还有的会长达20多年。这种特殊的现象就叫做梦生。所以一般跑山人在野外如果发现了年份不够的野参，就会用棒槌锁标记一下，一来是标记位置，二来也是预防出现梦生现象后找不到人参的情况。我爷爷说他年轻的时候就遇到过一次，他当时挖到参脖的时候发现人参太小，就将其又埋了回去，想着让它自然生长，等过个几年再来采的。可几年后等他再去同位置去看的时候，却发现那株人参失踪了。爷爷说当时自己以为是被其他人挖走了，也没在意。可又过了几年，等他再次路过那片区域时，却发现那株人参竟然还在，这便是遇到梦生了。第100章，森林是个整体。东边的云，陈哥，你这棵啥人参怎么卖的？我爷爷这不是大寿吗？要不你就卖给我怎么样？看着好像挺稀有的，刚好老爷子最近身体不太好，我也尽点孝心。少爷，您回来了。少爷，咱老爷子70大寿，这一株人参怎么够？那必须得10个。对对对，还得来点其他的啥高大上的东西。看到东子的弹幕，陆晨笑了，他晃了晃手上装着提参的参包。我本来就是打算送给你的，钱就算了，后面有空的话记得来靠山村找我，我带你跑山。这山上的东西可多着呢。东边的云，陈哥，这亲兄弟还明算账呢，这纯粹的野山餐估计得100万了吧？我这就给你汇款去，顺便再将地址给你。卧槽，就这一颗餐竟然就要100万！妈耶，陈哥这半小时就赚了我一辈子都不可能赚到的钱啊！陈哥，您缺小弟吗？少爷，您家还缺佣人吗？司机也行啊。第一，获得震惊值3000。第一，获得震惊值3000。第一，获得震惊值4000。单就提升的价格跟榜一大哥的财大气粗，就让陆晨再次获得了13W 的震惊值。这时，陆晨的总震惊值已经达到了61W。重新拎上那2只野兔，陆晨打算再往山里面走一走。
连许久不见的提身都能挖到，他今天的运气好像不错，说不定还能碰到其他的什么好东西。拟态无人机尽职尽责地将整个原始森林展现在直播间的网友们眼前，苍天巨树跟层层叠叠的绿色，治愈了城市中疲惫的灵魂。这个风景是真的好美啊！我小时候家也是在山下，那会儿经常跟爸爸一起上山。我也是，突然想家了。城市里真的很难看到这么多的绿色，卷成这样，真的不如回家躺平了。哎，真羡慕你们啊，还有家可以回。我没家了。换个角度想，你在哪，哪里就是家。卧槽，顶级回复！可就在众多网友们都开始沉浸在这一片森林的壮观时，拟态无人机的画面中却有了变化。在众多枝叶繁茂的大树中间，出现了一棵毫无生气的枯树。那棵树的主干很粗壮，光是看上去树龄就很大。陆晨走上前去，仔细查看了一番。这是一棵有着将近60-70年树龄的老树了。他绕着这棵枯树看了看，在大树的身上看到了许许多多的小洞。你们看这，拟态无人机的高清摄像头将那些密密麻麻的小洞展现在了直播间的画面中。这些都是虫眼，这棵树是被虫蛀死的。刚刚还在震惊于原始森林美丽的网友们，这时的心情也不约而同地变得惋惜。将近60-70年的大树，竟然就这样被虫子给弄死了吗？他经历过风雨，沉淀了时光，最后却被渺小虫子所打败。楼上的会写也请先停一停，我眼睛里进砖头了。+1。陆晨走到一旁枝繁叶茂的另一棵松树旁，弯腰捡起了什么。等拟态无人机的摄像头转向他的手心时，直播间的网友们才看到，那是一只已经死去了的甲虫。这是一只花旗松甲虫的尸体。你们看到的是已经被等体积放大的画面。实际上，这种虫子的体积只有微不足道的5毫米，可这棵花旗松就是被这种甲虫给弄死的。陆晨说着，取消了拟态无人机中的等比例放大，他就拖着那个几乎看不见的甲虫，将手放到了那棵枯树旁。枯树约有40-50米高，树干也有成年人合抱粗了。陆晨现在那里的对比就已经很渺小了。现在他又将拟态无人机的镜头对准了手里几乎不可见的甲虫跟那棵枯树。这样的拍摄方法将一微小与一高大极其震撼地展现在了直播间网友们的眼前。天，这体型对比，这让我想起大象的天敌是老鼠，因为老鼠的体型小，可以钻进大象的鼻子里，而失去了鼻子的大象就相当于只能等死了。这不对啊，刚刚主播不就是在另外一棵松树下找到甲虫尸体的吗？为什么那棵树可以杀死这种甲虫，而这棵枯树就不行？难道这2棵树还有什么不同吗？还是说后面那棵树变异了？哈哈哈，变异了可还行，这就从生态片变科幻片了是吧？别说，我隐约记得树木好像是真的可以变异的。认真的吗？进化我信，变异真的存在吗？陆晨这时候出声了。森林是一个整体，树木虽然不会出声，但是它也有自己的社群与交流方式。有科学研究表明，在树木遇到天敌的侵扰时，它本身虽然没有移动与躲避的能力，可它却会发出化学信息素根治植物电信号，来提醒身边的其他松树释放出防御毒素，以便抵御甲虫的侵害。我刚刚捡起的甲虫尸体就是被另一棵松树的防御毒素给杀死的。他说着走到另外一棵枝繁叶茂的松树旁，将拟态无人机的视角对准了松树脚下，那里确实有些许许多多的甲虫尸体。卧槽，竟然还有这种事情吗？有种我跑不掉了，但是却要提醒大家的悲壮感。自然界果然是很神奇的存在，也是社会的缩影。这应该属于一种预警机制吧？这确实是太过于悲壮了。看到弹幕的陆晨却摇了摇头，不，这并不是最为悲壮的。他回到枯树身边，控制着拟态无人机绕着这棵枯树的周围树木飞了一大圈。兄弟们仔细看，在这棵树周围一定区域内的树木，是不是相对其他的树木要长得更加繁茂？第101章，病树前头万木春。卧槽，还真是，不但相对要更高大一些，连树叶似乎都更是繁茂。这是怎么一回事啊？等等，我想到了一句诗：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树春。现在这种情况，不就是病树前头万树春吗？你说的没错。陆晨点了点头，可紧接着他却问出了另一个问题：你们知道导致会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吗？为什么病树前头会有万木春？这一个问题直接就把网友们给问住了。不知道。+1。好家伙，我还真不知道，也没细想过原因。我真的是越来越觉得自己的知识储备量不足了。小时候学这首诗的时候，好像老师说起来过，关键我现在早忘了。忘了+1，我真的是全还给老师了。我进来是想看小动物的，现在主播怎么就开始科普起来了？多说点，我想知道。是啊，陈哥，你就快说吧。
陆晨没有在第一时间开口，他控制着拟态无人机变成了一只小虫子，钻进了一棵树的脚下。在短暂的黑暗过后，直播间的画面再次显示了出来。这一次出现的像是大树的根系，密密麻麻，层层叠叠，根系上面还有白色的像是菌丝一样的东西。你们看到的这些白色的东西便是植物间的通讯网络，它们植物的根系摄取糖分以维持生命的运转，作为回报也会去吸取各种的矿物质。而除了这样的作用之外，它们还拥有一个能力，就是充当植物间的通讯光缆。植物会通过菌丝来分享旱涝灾情与病虫害信息，就有点像是我们的朋友圈。植物无言，可它们也有着自己的社交，不管是信息的交互还是资源的传递，都是借助这些菌丝来做到的。我刚刚说的更为悲壮的事情，就是由菌丝来完成的。与动物一样，同为生命表现形式的植物，在临终时也会有遗愿。在知道自己必死的情况下，受到侵害的树木会将自己毕生所积累的糖分通过菌丝传递给周围的同类，用来帮助它们茁壮的成长。说到这里，陆晨停顿了一下，声音也不自觉地带上了些许的沉重来，便是病树前头万木春的真相。卧槽！大爱无疆！杀我别用大树刀！天，竟然在这么深的地底，竟然还隐藏这么悲壮的事情。我确实是第一次知道这个事情，积累了这么久的糖分，在临死之前竟然就这样的转送了出去。这让我想起了那些所谓的慈善家。我不对劲，只有我一个人想到了古早武侠小说里的老前辈临终传功吗？毕生苦练的内力全都醍醐灌顶给主角那种。哥们，你不是一个人。哥们，你们不是两个人。这是生命的延续，万物有灵。第一，获得震惊值5000。第一，获得震惊值4000。第一，获得震惊值4000。短短几分钟内，陆晨便又获得了9W 的震惊值。第一，当前总震惊值达到70W，累积总震惊值达到110W，获得一次抽奖机会。当前总共有3次抽奖机会，是否抽取？陆晨抽取3次机会，轮了2次空。最后一次，陆晨再次获得了一本书，夏国美食之多少。继之前的各种工具书之后，这次抽中了一本烹饪书。陆晨心里产生了点怀疑，那个童子该不会洗劫了某个图书馆？宿主，你不能这么污蔑主系统的。分系统的声音适时出现在陆晨的脑海中。陆晨，都是属统了，他什么品性我也是知道的。你跟主系统能随时联系吧？不对，不能。分系统的这话听着就不可信啊。陆晨，果然这家伙还不是很聪明。我联系不到童子，你提醒下他，别太过了。隐秘点，打得过就上，打不过就跑。我现在挺好的，不用他到处薅羊毛。分系统没羊毛，捅毛倒是有不少。陆晨，好，破案了。果然自家童子又跑去祸害其他的童子了。点击了学习之后，陆晨从空间中取出了一瓶灵泉水。他旋开瓶盖，将整瓶的灵泉水都给倒到了这棵已经几乎没有什么生机了的大树脚下。陈哥，这树明显就已经死了，你现在浇水也没用啊。是的，陈哥，这种事情大家心里都不好受。生老病死是时间的常态才对。可说不定呢，枯木逢春，再次发芽开花的事情不是很多吗？我也想要这棵树能够复活。陆晨，我会等枯树生出芽，长出新的花。灵泉水的效果他知道，也算是做些能够力所能及的事了。至于能否让这株大树活过来，陆晨也不知道。可事情总有做了后才会有结果，不做，那便永远不会有改变。直播间的网友们听到这句熟悉的歌词，也都开始刷屏了。我会等枯树生出芽，长出新的花。最终，陆晨又抓了只野兔，拎着3只野兔的他调转方向下山去了。到了村里后，陆晨去张大妈那又买了2只跑山鸡，才往家走。老远的一个黄色的身影就朝他跑了过来，正是大黄。进到院门后，陆晨看到沈路遥已经起来了，这会儿正跟小唐板在院子中玩。大白狼跟小狼仔正在睡觉，小家伙趴在大白狼的身上，小小的一团儿，可爱极了。拟态无人机的摄像头一下子便移了过去。第102章，叫白狼太普通了，我有名字的。中饭是陆晨下厨烧的，茶树菇鸡汤、小鸡炖蘑菇，还有平菇炒青菜、炝豆角以及土豆烧鸡，又炒了个丝瓜鸡蛋跟冬瓜虾米。他做饭时也在直播，在厨房里倒是没有拟态无人机了，而是手机。直播间的网友们就没见过这么快的备菜跟这么好的刀工。卧槽，陈哥这刀工简直是出神入化啊！这让我有种看到庖丁解牛的错觉。我看了看自己切出来的土豆，再看看陈哥切出来的，对不起，我不配拿刀，也不配进厨房。哥们，你咋想的？谁切菜还看直播的？
你的手指还健在吗？我没看直播呀，就把手机靠墙放在那，听声懂不懂？这叫手动 BGM。哈哈哈哈，我也喜欢这种。有的主播或者 UP 的声音确实很好听。第一，震惊值加100；第一，震惊值加200；第一，震惊值加300。或许是相比较之前的几次震惊来说，这次陆晨的刀工引起的震惊并不多。这顿饭他也就获得了3000的震惊值。不过他也没去看弹幕。菜做的差不多后，陆晨给村长张叔打去了电话。奇怪的是，张叔的电话竟然一直占线，他打了近5分钟都没打进去，这事儿很反常。于是陆晨便给同在果园的李二叔去了电话。这个电话被秒接了，李二叔焦急的声音立刻就传了过来：陈娃子，你电话怎么一直打不通？你快来果园，不知道从哪来了一群的猴子，我们的采摘进度都受到了影响。喂，你这个家伙，别拽我衣服啊！你还我的手机！陆晨听着手机里越来越小的声音，跟焦急的语气猜到了什么。妞儿，大黄，跟我走，一起去果园看看。汪汪，嗷呜！走着，陈哥。好的，主人。我也去。2声犬吠之后，还出现了一声狼嚎，是白狼。嗷呜！哥哥，我也想去。你不是说饿了？好好在这里等我。白狼这次无视了小狼崽的撒娇卖萌，快跑几步跟上了1人2犬的脚步。陆晨看白狼跑步行走时的动作都已经十分矫健。白狼，等会我帮你看看伤口，看看恢复的怎么样了。嗷呜！叫白狼太普通了，我有名字的，我叫大白。白狼跑到陆晨的身边停了下来。陆晨，他看了眼大白狼那一身油光水滑、十分漂亮的白色狼毛，这名字不错，十分符合你的形象。嗷呜！那是，以后你就叫我大白就行。没问题，大白。走了几步之后，陆晨再次开口，话语里带着些许的打趣意味。大白，你弟弟是不是叫小辉？嗷呜！你怎么知道？是不是小辉偷偷告诉你的？这家伙又不听我的话。陆晨，这种一猜就中的事情要特意去问吗？他原先以为这只大白是个傲娇，现在发现这货不愧是小狼崽的亲哥哥，基因里都带着些许的憨傻。只是小狼崽年纪小，平时表现出来的多一些。大白狼一般不怎么开口，显得沉默高冷了一些。还没到果园呢，陆晨就听到了一连串的声音：你这猴子，快把我的衣服还给我，还有我的手机，我的发箍，泼猴，还我假发。陆晨，你太无人机飞在前面，尽职尽责的将乱糟糟的局面给展现到了直播间中。几只有着金色毛发的猴子爪子里拿着各种东西跳跃在果树之间。陆晨看到村长、李二叔、刘婶跟陈伯伯正追在猴子的后面，叫喊着什么：妞儿上，吓一下这些猴子，别动真格的。随着陆晨的一声喊，他身边跟着的3只却全都冲了上去。大黑跑得最快，冲得最猛，堪堪咬着了一只猴子的毛屁股。大黄相对慢一些，却也差点咬上了一只。大白冲得最快，角度也最是刁钻，可他选中的那只猴子也是在场的猴子中体型最大、最灵活的。大白不但没咬到对方，还被对方用个苹果给砸了脑袋。嗷呜！你个泼猴，有胆子你就给我下来！噗噗！你个蠢狼，有本事你上来啊！陆晨，第103章，完了，陈戈威！卧槽！猴子来偷苹果了，这是！哈哈哈哈！怎么还有只猴子手里拿着个假发？关键是树下还有个斑秃，笑死了！好，这假发的主人现在是知道了。白狼不行啊，这家伙怎么连猴子的毛都碰不到？这亏就吃再不会爬树啊！说起了会爬树的，除了猫还有什么来着？金钱豹啊！那家伙爬树可是一绝，关键还会把吃不完的动物尸体挂在树上进行风干。卧槽，这么聪明的吗？那是。等等，说起来这秦岭有金钱豹吗？有吧，狠狠的期待住了，希望陈哥的这个果园也能吸引来金钱豹啊！这帮子猴子一个比一个难抓，猴精的。陆晨看到那3只不会爬树的家伙在树下焦急打转，但是只能用嘴输出的样子，决定帮一把。同时他心里也觉得奇怪，这些都是金毛蓝脸的川金丝猴，通常来说都是性格温顺的小家伙，怎么突然会这么一大群跑到自己的果园里来？关键还公然抢东西，这样子确实是泼猴没错了。而众所周知，猴子是非常聪明的。陆晨心里已经有了办法，他掏出手机：喂，陈大妈，麻烦您个事儿。哎，陈娃子，你说，您让我陈川哥带上菜刀跟只跑山鸡来我的果园来，跑来了几只川金丝猴，还是国家1级保护动物，我这没办法动手。
不对啊，陈娃子这猴子惹祸，你想办法赶走就是了。怎么又要菜刀跟跑山鸡的？你刚都说是国家保护动物了，这可不能随便打杀啊！陆晨听出来陈大妈是担心自己，连忙道：“陈大妈，您放心，我不会乱来的，您就让陈川哥来就是了。”成，我这就让他过去。在等待陈川过来的时间中，陆晨也没闲着，他将拟态无人机对上那些个捣蛋的金丝猴，给直播间的网友们介绍了他们的名字跟习性。像这种蓝脸金毛的是川金丝猴，他们就是因为这缕缕金丝似的柔软长毛而被冠以金丝猴的美名。陆晨说话的时候，人是靠着一棵果树的，而就在这时，有个长长的尾巴耸拉了下来，刚好搭在了陆晨的肩膀上。哇，合理怀疑这只小猴子要做坏事了。好想摸这个尾巴，看上去好软的样子，一定很好摸，嘿嘿。这只看山去是只小猴子，这是一点都不怕人啊！完了，陈各位，照我说是猴子威才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还真的让这个网友给猜对了。陆晨伸手一握再一抓，用了点巧劲，便将那只川金丝猴给抓到了怀中。噗噗，你要做什么？这小猴子也不怕生，而是扑闪扑闪着自己的大眼睛，微微歪头，像极了人类幼崽疑惑时的样子。陆晨伸手揉了揉小猴子的脑袋瓜，并且感叹了一句：“手感不错，确实摸上去又柔软又舒服。”噗噗，你身上的气息也很舒服。小猴子往陆晨的怀里蹭了蹭，长长的猴尾圈上了陆晨的手臂，可他这一声却也吸引来了周围其他猴子们的注意。一时间，他们全往陆晨的方向荡了过来。直播间的网友们看到这个架势，全都为陆晨担心了起来。完了，这是猴群来救小猴子了。这小猴子在陈哥的怀里明明看上去很舒服的样子，怎么能叫救呢？可这些大猴子们明显来者不善啊！哈哈哈哈，那只猴子真是太好玩了，他竟然把假发给戴到头上了，有样学样，很正常的。好吵啊，噗噗的一直叫，要是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就好了。陆晨，确实挺吵的。噗噗，你还我儿子！噗噗，你放开我弟！噗噗，小圆圆，你快点跑啊！噗噗，崽儿别怕，你爹我来了！噗噗，这人身上的气息好舒服啊！第104章，天，好甜好可爱的小猴子。被叫做小圆圆的那只川金丝猴，就是此时在陆晨怀里的那只。陆晨一边 roll 一边看了眼这个小家伙的体型，当真是圆头圆脑的，就跟个小圆球一样。他算是知道这些动物们起名的习惯了，其实跟人类也没什么两样，都是以某种特征来命名的。几只体型大上不少的川金丝猴跑到陆晨身边后，都没有第一时间去抢夺他手中的小圆圆，而是噗噗的又聊开了。噗噗，好舒服，这个两脚兽的身上好舒服。噗噗，确实，我想贴贴怎么办？噗噗，想贴就贴，我先上了。陆晨没在这几只川金丝猴身上感觉到敌意，也就随他们了。可转眼间他就后悔了，10来只川金丝猴将陆晨团团围住，抢占各种有利位置，抱腿的抱腿，爬身上的爬身上，包括手臂上都挂上了几只。直播间的画面中清清楚楚地记录了陆晨是怎样变成一个川金丝猴的展示架的。哈哈哈哈！你们看陈哥的表情，他好无奈啊。这些小动物们是真的很喜欢陈哥呀。我又想起来那次胖团儿只让陈哥抱的样子了。图片点 JPG， 这个吗？我存着呢。HHHH， 确实很奇怪啊。这些猴子刚刚对待其他人的样子，跟现在对待陈哥的样子完全不一样。哇，你们快看，那只最开始跑到陈哥怀里的小猴子，它窜到树上去了。咦，其他的猴子都在往陈哥的怀里蹭，它怎么跑了？哈哈哈哈，跑上树摘苹果去了，这是饿了吧？估计是。那只小猴子从陆晨的怀里跑掉后，窜上了苹果树，并且摘了个红彤彤的苹果。直播间的网友们开始都觉得小猴子是饿了，简单猜测了下，也没再去关注。却没想到这只小猴子却做了个让他们惊讶到极点的事情。小猴子将那个红彤彤的苹果在鼻子下面嗅了嗅后，身形灵活地跑到了树下，找不到更清晰的了，凑合着看。紧接着他竟然双手捧着那个苹果，朝着陆晨噗噗叫了几声。噗噗，果果，你是果果。陆晨表面看上去被众多猴子给包围了，实际上他一直关注着周围的动静，包括小猴子窜上树，他也是知道的。此时他微微地倾下身子来，伸手接过了那个苹果。谢谢。他还顺手 roll 了一下小猴子金光灿灿的毛茸茸的毛。卧槽，这是神仙小猴子！天，好甜好可爱的小猴子，刚好截到图了。他真的是好乖好可爱啊，关键还是双手递的苹果，好有礼貌的小猴子。等等，这苹果树我记得是陈哥的啊，
哈哈哈哈！你这么一说，我也明白为什么陈哥的表情看着有点复杂了。被只猴子送了颗从自己的苹果树上摘的苹果，我竟然还得说谢谢。陈哥，我真的栓 Q。那几只穿金丝猴也渐渐从陆晨的身上离开了。陆晨将那只叫做小圆圆的小猴子抱到怀中，将其对准了拟态无人机。兄弟们，你们知道吗？齐天大圣孙悟空的原型就是穿金丝猴。卧槽！大圣，第105章，我终于等到你了。不对啊，陈哥，我记得小时候老师说齐天大圣孙悟空的原型是猕猴来着。我也听过这个说法。是猕猴？不对，是金丝猴。我小时候也要也说是金丝猴来着。是猕猴？是金丝猴？直播间的网友们就齐天大圣孙悟空的原型是什么猴的问题各执己见，弹幕刷得飞快。陆晨摸着怀里的乖巧可爱的小圆圆，笑着开口：猕猴的毛色是棕灰色的，而西游记中对于石猴的毛色形容是一身黄毛，所以很多专家认为齐天大圣孙悟空的原型就是一身金色毛发的穿金丝猴。说到这里，陆晨的眼角余光看到了旁边的一棵果树，他控制着拟态无人机将镜头对准了过去。兄弟们，你们看，这只就是猕猴。哇，真的是棕灰色的，看着感觉有点脏脏的，确实没有穿金丝猴的颜值高啊！哈哈哈哈！等等，这猕猴我看着有点眼熟，小时候街边的那种卖艺猴是不是就是猕猴？卧槽，我还真的有印象，看着确实像。那些小猴子是真的可怜，完全就是杂耍艺人的赚钱工具。是啊，哎，不知道是不是感觉到了陆晨的目光，那只猕猴朝着陆晨看了过来。也是在看到陆晨脸的瞬间，那只猕猴从那棵树上荡了过来。滋滋，我终于等到你了，善良的朋友。猕猴落在陆晨身前，滋滋叫了起来。陆晨心有疑惑，开口询问：你认识我吗？这只猕猴对他表现得极为熟稔，就像是老友相见一样，况且对方说话的语气也像是与自己相熟一般。滋滋，是我呀，当年被你救下来的那只小猴子。你长大了，我也老了，这几年一直不见你，现在看到你回来了，真好。猕猴一边吱吱叫着，一边伸出了自己的2只毛茸茸的手臂。陆晨一眼便看到这只猕猴的2只手腕上各有一圈伤痕，那里伤疤叠着伤疤，就像是曾经被不断的伤害过一样，在毛茸茸的手臂上格外显眼。看到猕猴手上的伤痕，再听到了对方所说的内容，陆晨也想起来了，你是当年的那只小猴子。滋滋，是我，谢谢你，如果当年不是你，我应该早就死了。不客气，我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情而已。金主播这怎么跟只猴子聊得这么开心？每天都在怀疑陈哥会授予当年的小猴子应该做的事情，这绝对不简单啊！滋滋，我现在过得很好，已经是一个族群的猴王了。你等等，我这就让猴子猴孙们过来。你是我的恩人，我会约束着孩儿们的，不会让他们动你果园的果子。陆晨眼前一亮，这方法不错，用魔法打败魔法。第106章，小猴子那是表示感谢呢。他对于胖团儿跟月牙儿在果园肆虐确实没什么办法，老底座川兽便是碰一下就会倒霉的代名词，实在是有点麻烦。这也是陆晨让2只大熊猫卖苹果的原因，总要薅点大熊猫毛下来，不然他也太亏了点。要是这猕猴能够帮忙的话，那是再好不过了。不过还有其他的要沟通清楚才行。在等待猕猴回来的时间中，陆晨将自己与这只猴子当年出狱时的事情在直播间中说了出来。我7岁时跟爷爷去镇上赶集，遇到了一只被杂耍艺人绑着的小猴子，小猴子脖子上跟2个手腕上都拴着铁链，瘦骨嶙峋的，看着可怜极了。尤其是当他2个乌黑亮丽的大眼睛盯着我的时候，就感觉像是有话要说一样。我跟爷爷看完节目准备走的时候，那个杂耍艺人像是不满意小猴子的表现，对他又打又骂的。小猴子吱吱叫着，听着让人心疼。当时我便有些难过，于是等后面爷爷摆摊的时候，我找了个借口溜了，并且找到了杂耍艺人的摊位上。本来是想着给他的水里放点巴豆的，可是却没看到他人。小猴子被关在铁笼子里，他边舔着伤口边吧嗒吧嗒的掉眼泪。我到现在还记到他当时的样子，看上去完全就跟个被欺负了的小孩子一样。我看周围没人注意到这边，便把铁笼的门打开了。你们猜猜我把小猴子放了之后发生了什么？杂耍艺人回来了。陈哥，你当时没受伤吧？爷爷找过来给陈哥你吃了顿竹笋炒肉，也可能是藤条炒肉，是不是铁链弄不开，是爷爷帮忙弄掉的？陆晨摇了摇头。那只小猴子他从笼子里出来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朝着我跪下磕了一个头。卧槽，小猴子那是在表示感谢呢。
万物有灵，小动物们虽然不会说话，但是真的都知道的。据说猴子的智商相当于我们人类的3至4岁，他们都知道的。而且那种情况下，他是真的知道自己被救了。我看到过很多被拐骗跟虐待与被强迫卖艺的小猴子。主播太棒了，你救了那只小猴子。陈哥原来从小时候起就这么善良了，真好。希望那只小猴子能够就此获得自由，可以在山林间尽情游荡与嬉戏。第一，获得一个火箭；第一，获得一个嘉年华；第一，获得3个飞机。直播间礼物的提示声滴滴滴的响个不停。陆晨这时也听到了吵吵闹闹的声音，他抬头朝着前方看去，就看到刚刚的那只猕猴领着最起码有近100只的猕猴群朝着自己荡了过来。你们看那只在前面领路的猴王，他就是我当年救的那只小猴子。这家伙刚刚还说要帮我看管果园呢。卧槽，这么威风的猴王竟然是当年的小猴子吗？而且你们仔细看，这个猴群中的猴子们一个个体型都相对壮实，明显是属于不愁吃喝的那种。这种应该是属于族群中比较好的了吧。我现在在想，如果当年陈哥没有救那只小猴子的话，那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个猴群就不会存在了。我记得猴群都是血缘关系来组成的，猕猴群的雌性是依赖于群体生活的，而公猕猴则一般都是上门女婿。陆晨边说边走向那群猕猴。现在说说吧，你们是为什么跟川金丝猴起了矛盾呢？他已经看出2个猴群间的剑拔弩张了。第107章，你们就是强盗！强盗！陆晨的问题刚刚问出来，带着一帮子猴子猴孙的那只猕猴就挥舞着手臂叫了起来：滋滋滋滋滋滋！哼，还能是什么事儿？这帮子黄毛的家伙们非说我们树洞里的酒是他们酿造的，俺们气不过就打起来了。但是他们太不经打了，就都跑到山下了。噗噗噗噗！猕猴的话还没说完，川金丝猴小圆圆也叫出了声：胡说！那树洞里的果酒分明就是我们的，是我太爷爷他年纪大了，忘记了那里还有水果，时间久了才会变成酒的。你们就是强盗！强盗！滋滋！明明就是我们族群的。噗噗！胡说！是我太爷爷酿造的。一时间，2只猴子代表着各自的族群吵得不可开交。陆晨有一说一，有一点吵。不过听到树洞跟果酒这2个关键词，他的心里突然想到了什么。他记得小时候爷爷还在世上的时候，曾经跟他提起过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美酒。这2只猴子吵闹起来的声音很大，周围的那些川金丝猴也都围了过来。眼见着气氛越来越紧张，陆晨开口了：你们说的什么树洞在哪儿？带我去看看，说不定我能够帮你们判断出那酒的归属权。滋滋，您跟我来。最先响应的是那只猕猴，他说完后转身便朝着来时的路跑去。陆晨看到同样走过来的村长跟几位长辈，便走上前去。张叔，这些猕猴跟川金丝猴是因为树洞中果酒的归属而闹出了矛盾，猕猴将川金丝猴的地盘给抢了，所以他们才会跑下山的。我跟过去看看。说着，陆晨朝着村长笑了笑，还舔了舔唇。说不定要真是猴儿酒的话，那他还真想要尝一尝，这可是传说中的绝世佳酿了。好，你去吧，陈娃子。村长也是见多识广的人，他明显是跟陆晨想到了一块儿，那眼神里甚至都带上了催促。猴子们身形灵活，陆晨的体力也十分好，所以上山的过程十分顺利。突然，陆晨鼻尖闻到了隐隐的酒香味，他抬头看去，便看到不远处的半山腰上有一棵枯树，这味道就是从那边飘过来的。这下子，陆晨几乎可以确定，让2个猴群产生了矛盾的东西就是猴儿酒了。他控制着拟态无人机飞过去，绕着那棵枯树飞了一圈。果然，陆晨在那棵枯树的树干上看到个树洞，果香就是从里面飘过来出来的。树干的下端有个小小的缝隙，有淡黄色的液体从里面一滴一滴的流出。陆晨特意拍了那些液体的特写。兄弟们，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这些应该是猴儿酒。说着，陆晨从系统空间中取出一瓶伪装成矿泉水的灵泉水，一口气便将其给喝完了。紧接着，陆晨便将空下来的矿泉水瓶放在了树洞的缝隙处，肉眼可见的那些个淡黄色的液体便都滴进了矿泉水瓶中。猴儿酒这3个字也让直播间的网友们打开了话匣子。卧槽，我这是听到了什么？猴儿酒这种东西竟然是真实存在的吗？同问，我小时候只是听家里长辈说起过一次。不是，你们这是在说什么呢？什么叫做猴儿酒？就是猴子酿造的果酒吗？那应该很容易得到的吧？就是众所周知，猴子不都是喜欢吃水果的吗？看到弹幕说猴儿酒很容易获得后，陆晨却摇了摇头。不是的，猴儿酒这种东西属于可遇不可求的，它的形成属于机缘巧合的，几乎没办法复刻的。
猴儿酒据传是山中的猴子们将采来的白果储存在树洞里，用来过冬的。但如果那一年的冬天不缺食物，猴子们便不会记得这一树洞的果子，那么这一树洞的果子便会逐渐发酵，酿成一洞百果酒。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这种机缘巧合而形成的野酿都是价值千金的。能被猴子选择的储存白果的空心树洞很少，同时还要满足白果越冬不烂，并且还必须能够保存。真正的猴儿酒只存一季，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酒业渐少。想要得到这个猴儿酒可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可以说是天时地利跟猴河缺一不可。我操，这么难得的吗？哈哈哈哈哈！原来陈哥也会开玩笑啊！这个猴河是什么鬼啊？哈哈哈哈哈！笑死了！不对啊，我刚打开某宝搜了一下，搜出来好多的猴儿酒啊。按照主播的意思，这10几块一瓶的东西都是假的吗？不是，这年头怎么连酒都有假的了？楼上的你说啥？这年头有假酒不是很正常吗？某宝的那些就是几种果子打碎后人未发酵后酿成的，也不能说是假酒，但确实是假的猴儿酒。这时矿泉水瓶中所积蓄的酒液也有不少了。滋滋，哇，好香好香！猕猴王窜到陆晨身边，伸长了脖子去闻。噗噗，哇哇哇，好香，好想喝！穿金丝猴小圆圆的毛毛脸也凑了过来。陆晨控制着拟态无人机给矿泉水瓶中的酒液来了个特写。春日金色的阳光下，那点酒液泛着金色的光。这猴儿酒的酒液也有讲头的，初滴为白果液，聚集之后称为白果酿。而若是等到没有果汁滴下后，收集了所有的发酵果之后，酒味也会浓郁不少。这时候才是我们所称为的猴儿酒，又叫做猴儿酿。紧跟着，陆晨的耳边便响起了系统的提示声：第一，获得震惊值2000；第一，获得震惊值1800；第一，获得震惊值1500。当前总震惊值为753000。两个猴群紧盯着陆晨手中的那点猴儿酿，恨不得再打一架。第108章，我确实圆，才不是胖呢。陆晨自己对于手里的这点猴儿酿也是想要尝上一尝的，不过就这么一点，那明显就不够分的。就在这时，他看到在了卡在缝隙处的一根金灿灿的猴毛，这个毛色很明显是穿金丝猴的。陆晨立刻便记上心头了，他冲着那只猕猴王招了招手：来，我有点事儿跟你说。滋滋，什么事儿？猕猴王立刻便来到了陆晨的身边。陆晨隐晦地指了指那根猴毛，猕猴王也是猴精的，他立刻就走山前去，用身体挡住缝隙，用爪子将金色的猴毛给弄掉了。证据被消灭了，那陆晨就可以胡说八道了。关键是他甚至亲眼看到那只猕猴王竟然把自己的猴毛给特意卡在了枯树的裂缝处。果然不愧是猴王，这简直根本就不用教啊，智商杠杠的。经过了陆晨的一通忽悠，穿金丝猴到了最后也放弃了猴酒。当看到小圆圆1步3回头的跟着猴群离开的时候，陆晨的良心小小的动了下。要不我们还是给穿金丝猴分点，毕竟他蹲下身与猕猴王商量。猕猴王的毛毛脸上闪过了一丝不舍，但他还是同意了。毕竟这家酿确实是穿金丝猴的，自己这已经是在抢夺了。陆晨便对着远去的穿金丝猴招了招手：小圆圆，回来！噗噗，来了来了，我来了！随着高兴的噗噗声，小圆圆也荡到了陆晨的身边来。陆晨用瓶盖给猕猴王跟小圆圆都分了些猴酿，紧接着他又每只猴给了一瓶灵泉水。滋滋，这是什么？抱着灵泉水，猕猴王满眼疑惑。陆晨从他的怀中将灵泉水拿过来，并且打开了瓶盖，清冽的味道隐隐飘出来。猕猴王立刻就凑了过来。陆晨笑着将灵泉水还给了他：好东西，你自己决定是自己喝还是给你的猴子猴孙们分一下，就当是我拿走这些猴酒的报酬了。滋滋，不，当初您救了我的命，这些果酒您拿去就好。这什么灵泉水光是闻着就是好东西，您还是自己喝吧。谁知猕猴王竟然还将灵泉水往陆晨的手边推了推，但他的黑鼻子却一直在嗅来嗅去，这样子明显就是不舍得还回去。陆晨笑了，他同样将灵泉水往前推了推。放心，我还有很多，并不是给了你就没有了。滋滋，听了这话，猕猴王才将灵泉水彻底接下来。他先自己抱着瓶子喝了一口，滋滋，好甜，好好喝，我浑身都好舒服啊！孩儿们都过来，咱们一起分着喝。他这一嗓子，周围的众多猕猴们都凑了上来。噗噗，一旁看着的穿金丝猴小圆圆焦急地叫了起来：请帮我也打开一下，谢谢你。等我回去后，就让父亲带
带着叔叔伯伯阿姨们过来帮您看果园。小圆圆的话让陆晨对小家伙的身份有了猜测，他将灵泉水打开后也问出了声：小圆圆是猴王的孩子吗？噗噗，当然，我还是下一任猴王的热门候选呢。我是这一辈的小猴子们中最为灵活也是最为强壮大。单手抱着灵泉水的小川金丝猴，双腿直立，另一只手臂就那么插上到了自己的腰上。关键是小家伙说话的时候还挺了挺小肚子，肉嘟嘟的小肚子因为他的动作还颤了又颤。这样的小细节不但被陆晨看了个正着，也被恰好移过来的拟态无人机给拍了个正着。陆晨的直播间中本来吸引来的就是喜欢各种小动物跟乡村生活的网友们，此时看到这个画面的网友们全都激动的不行。小猴子好可爱啊！是的，这小动作真的是跟我家儿子臭屁的时候一模一样。没录到视频，不知道陈哥有没有开录播。小家伙实在是太可爱了，我刚刚好像听陈哥在叫小家伙小圆圆，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名字。小圆圆，仔细看了下，这只小川金丝猴圆头圆脑的，确实很圆啊。他的肚子也是胖乎乎的，还会颤，好想撸啊！小圆圆单手叉腰，我确实圆，才不是胖呢。图片点 JPG。 就这么一会儿，小圆圆单手叉腰的表情包就已经出来了。我好像知道臭屁小圆圆说了什么，总觉得是很牛 X 的事情，也可能是什么我们听上去没有什么，但是小家伙却觉得很厉害的事情。等等，陈哥不是会授予的吗？陈哥，刚刚小圆圆他说什么啊？看到弹幕的陆晨唇边带笑，将小家伙说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小圆圆明显是听懂了，他不但不觉得不好意思，甚至就保留了那个可爱极了的单手叉腰的动作，还特意配合的又挺了挺自己小肥肚子。小家伙太可爱了，又是个小显眼班，总觉得这个小家伙跟小狼崽会是一对活宝。然后小狼崽不会爬树，天天被小圆圆欺负是吧？我猜大白狼肯定会为小狼崽出头。我赌这么大的川金丝猴群也会给小圆圆撑腰，毕竟这可是小太子啊。与两个猴群道别后，陆晨拿上装着猴儿酒的矿泉水也下山了。等到了果园中，他看到一个5大3粗的汉子，一只手抓着只跑山鸡，另一只提着个菜刀，正是村中家里开养殖场的陈川。陆晨啊，我这跑山鸡跟菜刀都拿来了，你是要做什么？我听着张叔说果园被猴子给折腾了。猴子呢？我去会会，让我看看我这弹弓的技术有没有忘了。第109章，这是弟妹吗？长得可真水灵啊！陆晨连忙将人给拉住了。陈川哥，猴子的事情已经解决了，你手上这跑山鸡不如直接就卖给我好了，中午我管饭，走，跟我回去一起吃点。说着，陆晨晃了晃手中拿着矿泉水瓶，里面淡黄色的澄澈液体随之荡漾。刚弄的好东西，我们哥俩一起喝一杯。陈娃子，这是猴儿酒。恰在这时候，村长张叔带着几个在陆晨果园中帮忙的人都走了过来，他们都是衣服凌乱的样子。陆晨看到，尤其是年纪最大的陈伯伯，他此时双手按着自己的头顶，不断的左顾右看，明显就是在防备着猴子们再次偷袭。就是猴儿酒。张叔、李二叔、六婶、陈伯伯，你们也一起跟我回去吃饭，苹果都暂且放在这里就行。那可不行。村长张叔摇了摇手，就刚刚那帮猴子们的嚣张样子，这果园是肯定要留人看着的。你们回去吃就好，我在这看着，给我随便带点东西过来就行。陆晨连忙开口，张叔，真的不用。那些猴子们，滋滋，我们来看守果园了。噗噗，我们也来了。他话还没说完，猕猴群与川金丝猴群都跑了下来。陈伯伯反应最大，他第一时间把头上的假发给拿下来，揣到了怀里。这一场景让直播间里的网友们全都笑了。这是一招被猴抢，看到猴就慌啊，头可断，血可流，但是假发不能丢。身为程序员的我已经看到了自己未来，这些年真的是钱没赚多少，但是发际线往后退了好多。同行，珍惜你还有发际线的时候吧。图片点 JPG。 好一颗晨光瓦亮的光头，好亮的灯泡啊。看着那些猴子们几只一伙挑了个果树爬上去，陆晨也猜到了他们的意图。那果园就交给你们了，我先回去吃饭了。滋滋，交给我您放心。噗噗，去吧去吧，肚子可不好受啊。浩浩荡荡的一群人便这样一起下了山。陆晨也跟直播间的网友们说了一声下了播。留在家里的沈路遥现在有点崩溃，倒不是小糖宝不听话，而是陆晨走得急，那3只兔子都没收拾。
他只知道要烧开水烫毛拔毛，但是真做起来才知道其中的困难程度。这种时候就恨不得能够请人来做。等陆晨带着一行人回来的时候，就看沈路遥坐在小院中，浑身狼狈，衣服上都是兔毛。他连忙走上前去：“路遥，我来吧，你去把厨房的菜热一下。”看到陆晨，沈路遥就像看到了救星一样：“陆晨，你终于回来了。”他两眼通红，眼角带泪，比之平时要多了些柔弱的感觉。交给我就好。陆晨拍了拍沈路遥的肩膀。沈路遥与村长等人打了招呼后，才转身进了厨房。陈川的眼睛都快粘在沈路遥的身上了。这就是陆晨的媳妇儿吗？美，太美了，简直比那些个什么荧幕里的大明星都要好看了。他忍不住上前凑到了陆晨的耳边：“陆晨，这是弟妹吗？长得可真水灵啊。”“我媳妇。”陆晨点了点头。路遥是大城市长大的，没在农村待过，许多东西都不懂，就是水灵。你也别往他跟前凑，不然我这个拳头你可吃不消。哪能呢？陈川摸了摸头，这兄弟妻可不能欺啊。再说了，我家那口子的脾气你也是知道的。将3只野兔收拾好之后，陆晨做了个红烧兔肉、麻辣兔头，再加上一个烤兔子。那只跑山鸡也被他烧了个毛豆烧鸡。这么一来，再加上之前的茶树菇鸡汤、小鸡炖蘑菇、平菇炒青菜、炝豆角以及土豆烧鸡，跟丝瓜鸡蛋和冬瓜虾米，这顿饭可以说是十分丰盛了。菜全部上桌后，陆晨拿出手机拍了个照片，上传到了自己的抖加账号上后，便不再管了。这顿饭吃的可谓是宾主尽欢，尤其是那点猴儿酒被众人给分了个干净，连沈路遥都喝了些。陆晨，这酒香清冽，回味甘甜，你是从哪弄来的？陆晨晃了晃已经空了的矿泉水瓶子，这是山间的猴儿酿，可是机缘巧合才能得到的，就只有这么点儿。沈路遥媚眼如丝的舔了舔唇，这样啊，我还没喝够。陆晨，完了，有点把持不住。他起身去了库房，拿了一瓶茅台出来。猴儿酿是没有了，路遥你要不喝这个吧？沈路遥的脸上已经染上了点淡淡的薄红。好，你帮我倒上。他平时说话的声音有点偏轻了，现在可能是因为酒精的影响而变得娇软甜腻，再加上他银白皮肤上那点淡淡的红，别有一番风情。小唐宝没看出自己父母间的特殊氛围，小家伙坐在宝宝椅上，同样看向陆晨：“爸爸，你们喝的是什么啊？”唐宝也想喝，不管是爷爷还是奶奶跟妈妈，喝完那个黄色的水好像都很开心的样子。他也有点想喝，但是瓶子里已经空了。不过现在巴巴又拿出来了一瓶白色的水，看大人们的样子，这应该也是好喝的。他眼巴巴的等着，却不见巴巴往自己的小杯子里倒，便忍不住出声问了：“这是酒，可不是小孩子可以喝的哦。”村长张叔自己的孙子孙女都跟着儿子女儿们在城里，平日里家里就2个老人在，冷清极了。之前唐宝寄住在他家里的时候，小家伙又可爱又乖巧，他喜欢的不行。这会儿听到小家伙对于酒有了好奇心，连忙出声：“酒是什么啊？为什么大人可以喝，小朋友就不能喝呢？10万个为什么！”小唐宝再次上线。第110章，你看看你哪儿有点狼的样子？陆晨知道这种时候，若是一味的制止小家伙的好奇心，那肯定不行，不然说不定哪天小家伙就自己偷偷尝试了。毕竟这种事儿他自己小时候就干过不少。这么想着，陆晨就用筷子尖沾了点酒，伸到了唐宝的面前。酒的味道很奇怪，还有点辣，唐宝应该不喜欢，你先尝一尝。小唐宝伸出粉嫩的小舌头舔了舔筷子尖，紧跟着小胖脸就垮了。呸呸呸，好辣，好难喝。果汁。唐宝刚喊完要果汁，就发现自己的巴巴已经举着果汁杯子到了他的嘴边。小家伙立刻喝了起来，将小半杯的果汁全部喝完之后，唐宝的眼角还是红的。巴巴坏，好辣，好辣。唐宝再也不要喝酒了。哈哈哈哈！桌上的其他人看到小家伙这样的反应，也全都笑了起来。你们也坏！哼，我要下去。被笑了的小唐宝嘟着个小胖脸，嘟嘟囔囔的。陆晨解开小家伙宝宝椅子上的固定。唐宝吃饱了吗？要是等会儿肚子饿的话，可没有东西吃哦。小唐宝其实没吃饱，但是小家伙现在有点不高兴，于是就违心的点了点头。我吃饱了。爸爸妈妈、陈伯伯、张爷爷、李爷爷、陈爷爷，你们慢慢吃。好，那你去玩吧。陆晨揉了揉小唐宝的头，将小家伙给抱了下来。小唐宝便哒哒哒的跑了出去，在桌底的大黄也跟了出去。大黑嘴里啃着个兔腿骨，吃得摇头晃脑的。小狼崽儿竟然也在桌底，他一会儿闻闻这边，
一会儿秀秀这边。恰好这时候有根骨头从桌上掉了下来，小家伙眼睛一亮，立刻就过去了。只是他刚刚要咬上去的时候，脖颈处传来了一股力度，正是大白狼。将自己的贪嘴弟弟叼出来后，大白狼生气的一通叫：嗷呜！小辉，你是狼？狼？为什么要吃那些两脚兽吃剩下的东西？被摔了个仰八叉的小狼崽刚爬起来就叫开了。哦，可是好香好香啊！我就想尝尝嘛。哥哥你好凶哦！嗷呜！你看看你，哪儿还有点狼的样子？都快跟狗一个样了。我告诉你，小辉，咱们狼永远不可能对着两脚兽摇尾乞怜。走，我们这就回山上。也不顾仍旧在叫唤的小狼崽，大白狼叼上他就要往院门处走。汪！你给我停下！一声犬吠从大白狼的身后传来，正是出来消食的大黑。大白狼将自己的弟弟给放开，转身看过去，干啥？我回家都不行了吗？可是说完后，他却后悔了。这只大黑狗可是还救过自己的，自己不应该这么凶的。干你！大黑十分干脆果断的一个猛扑，朝着大白狼就冲了过去。丫的，你跟你弟吃我陈哥的，喝我陈哥的，连走都不打算跟陈哥说。咋地？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我非得跟你好好的打一架才行，让你知道花儿为什么那么红。打就打！汪！嗷呜！一时间，院子里犬吠跟狼嚎此起彼伏。小糖宝被大黄护在身后。哇！大黑跟大白狼打架了！我去找巴巴。他刚跑了2步，就见自己巴巴已经从屋子里走出来了。这么大的动静，陆晨在屋子里就已经听到了。果然，等他出来后，便看到了扭打在一起的一黑一白2个身影。看到在一旁趴着的小辉，陆晨出声道：小辉，你来说他们是怎么了？嗷呜！我哥要带我回家，但是大黑姐姐不让，他们就打起来了。咕噜噜！说着，小狼崽的肚子却叫了一声。小糖宝有些奇怪的朝着这个方向看了过来。咦，好像有什么声音，跟糖宝肚肚饿了的时候发出来的声音好像啊。小狼崽儿，他趴在原地，2只爪子牢牢地捂住了自己的脸。这也太丢狼脸了！不是他，根本不是他发出来的声音。看着小狼崽这样，陆晨进到房间里，拿出了2大碗满满当当的肉来，里面鸡肉、兔肉都有，都是他在做饭时就已经预留出来的，只放了一点点的盐，其余的调味料都没放。妮儿，大白，陆晨将2个食盆放在地上，别打了，过来吃饭。还有小辉跟大黄也是。嗷呜！来了，我来了。最先响应的自然是小狼崽小辉，他哒哒哒的跑过来，叼了一块肉便埋头啃了起来。嗷呜！小辉，你给我住口！大白狼在打架的过程中看到这一幕，嚎叫出声。跟我打架你竟然还分心！大黑张口便咬了过去。陆晨看着摇了摇头，看样子这2只一时半会儿是停不下来了。爸爸，你说是大黑会赢还是大白狼会赢啊？糖宝抱住了陆晨的小腿，仰着头，紫黑葡萄般的大眼睛一眨一眨的。陆晨弯腰将糖宝给抱到怀中，他们俩是打着玩的，不存在输赢。爸爸为什么这么说？我感觉他们打得好厉害啊！要是妞儿动真格的，大白早变大红了。糖宝看了看打作一团的一黑一白，爸爸在说什么啊？没懂。宿主，我升级回来了，商城的物品都上新了，你记得看啊。哇，你的震惊值竟然又已经80W 了。第一，累计获得震惊值 120W， 获得1级读心术。1级读心术，在对方情绪激动时与其有肢体接触后，可以读取对方心中所想，每天可发动次数1。宿主，现在读心术刚刚开启，不但有使用限制，使用次数也比较少，等后面升级后就会越来越好用了。陆晨，你竟然还真升级出了读心术系统，嘿嘿，身为负责任的系统，那肯定要想宿主所想及宿主所及。宿主，你记得看更新过的商城啊，我继续去忙了。陆晨，等等，他叫了几声都没听到系统的回复，想着应该是又跑了。而当陆晨打开系统的商城界面时，还真看到了个好东西。第111章，我看那姑娘应该是喝多了。商品名，你太无人机。商品介绍，不是，这东西还要我来给你介绍吗？你都用它直播这么久了，难道还不知道它的好处吗？系统出品，绝对精品，质量保证，童叟无欺，买到就是赚到，还犹豫什么？赶紧的呀！陆晨，这次商城中商品的介绍风格跟他所熟悉的系统完全是2个风格。要说他自己家的系统是个善解人意的小可爱，现在这个一眼就能看出来是个小傲娇。隐隐的，他心里的那个猜测已经愈发肯定了。
而且这个拟态无人机所购买所需要的震惊值实在是太高了，一个就要 40W 的震惊值，他现在总共就 80W 的震惊值，也就只能买2个，果然是无奸不商啊。但是他确实也已经惦记拟态无人机许久了，要不是现在自己使用的拟态无人机要用来直播，以便高效的获得震惊值，不然他早就让博士来研究了。要是这东西的技术能够复刻出来，那对于国家的安防工作开展绝对是突破性的。陆晨立刻就花费 40W 震惊值买了一个拟态无人机出来，将这个新的拟态无人机从系统空间中拿出来，他仔细研究了一下，果然不管是控制上面还是功能上面，都跟他之前用来直播的拟态无人机没有任何的区别。确定了这一情况后，陆晨便又买了一个拟态无人机。而这时大黑也已经将大白给牢牢地压在了身下。汪！你要走也行，快给我陈哥道谢并且道别。真是的，这么大的狼了，一点家教都没有。你家狼没告诉过要懂礼貌吗？嗷呜！你这是狼身攻击，不许说我的母亲。道歉，你必须道歉。大白嗷呜叫着从大黑的身下挣扎而出，一黑一白再次打作了一团。嗷呜！对，不许说我们的母亲。小灰也嗷呜叫着加入了进去。哎呀，小狗狗危险！小糖宝惊呼了一声，就想要去把小灰给拉出来，不想他刚想动，就有一个灰色的小身影被踹了出来。汪！别凑热闹！嗷呜！一边待着去！嗷呜！我的屁股好痛痛 cack！ 小狗狗！糖宝连忙跑上前去，想要查看小灰的伤势。胖嘟嘟的小狼崽儿颤巍巍地爬起来，还要往战场跑去。冷不丁的，他的后脖梗却被提溜了起来。正是陆晨。都说了，你别过去了，快去多吃点肉，你再长大一些就能帮到自己哥哥了，不是吗？说着，陆晨将小狼崽儿给重新放到了食盆旁边。嗷呜！好香好香的肉，小灰要吃的多多的，快点长大。小狼崽儿嘟嘟囔囔的，一头埋进了比他脸还大的食盆中。一直看着小狼崽的大黄这才放下心来，也重新低下头吃了起来。而那边的2只越打越是激烈，陆晨也随他们去了。他已经看出来了，妞儿根本就没怎么认真打架，而大白腿脚跟反应能力开始的时候确实还有些不协调，到了后面那战斗力简直是如同开了挂一样。从这个现象中，陆晨也看出来了妞儿为什么要故意激怒大白，这家伙明显就是想要帮助大白复健呢。心是好的，就是这个方法选的不是很好，激将法实在是把大白给气得够呛。明白了事情本质之后，陆晨抱起小糖宝转身回到了屋中。这时大家饭也吃得差不多了，让陆晨觉得奇怪的是，沈路遥坐在那里微垂着头，只露出一截白皙且优美的脖梗。陈娃子，你去看看路遥。村长张叔冲着陆晨使了使眼色，我看那姑娘应该是喝多了，你给她烧个醒酒汤让人缓缓。这猴儿酒跟茅台的后劲可真不小嘞。我们也都回果园去了，你晚些过来把苹果运到镇上就行，不急。他说着还特意看了眼天色，话中有话的拍了拍了陆晨的肩膀。这天啊还早着呢，哥几个走着，咱们可还不能在这当电灯泡哟。村长的这一声响起后，李二叔、六婶跟陈伯伯也全都站了起来。走，我们这就走。川娃子，你也别吃了。与陈川坐得最近的李二叔直接伸手将陈川给薅了起来。哎！陈川手里还拿着一根兔腿在啃着，突然被薅起来后连声叫着：哎啥呀你！李二叔照着陈川的头顶就来了一下。走了，就你吃得多。哦。陈川也不气，而是抓紧了手里的那根兔腿，朝着陆晨挥了挥。陆晨啊，你这几年是在哪儿待的？这兔腿烤得简直了，我都能把这骨头给嚼了。等赶明的我也上山上去转转，看看能不能打到兔子。好吃，太好吃了。走了。李二叔拖着陈川一个劲的往外走。陆晨见此，先跟长辈们道了别。张叔、李二叔、六婶、陈伯伯，你们这刚吃完饭，我那苹果收成不急这一时，你们要不先歇会儿再上山？村长张叔连连摆手。那哪能啊，这明后天的天气眼看着都不太好，你那么好的果子要不趁早摘下来，那可就都要坏了。不说了，我们这就走了。陆晨心中感动，连忙开口：成，那就麻烦您几个了，晚上记得过来我这吃饭，我再给整点好的。李二叔连连点头：成。陈娃子，你小子现在这手艺确实不错。第112章，我才没醉呢。送走了众人之后，陆晨回到屋中，一眼便看到了相同姿势趴在桌上的一大一小。沈路遥跟小糖宝母女俩完全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这会儿都趴在桌上睡了过去。陆晨走过去，
先将小糖宝给抱起来，放到了2楼的主卧中，再来拍了拍沈路遥的后背。别吵！沈路遥哼唧了一声，伸手去挥开陆晨的手。路遥，陆晨抓住沈路遥的纤玉手，入手滚烫。沈路遥平时清冷的声音也更是软腻娇憨。陆晨。本来趴着的女孩眯着眼睛，一头撞进了陆晨的怀中。你真的对我好好啊，我喜欢你，很喜欢你。陆晨，你……听到沈路遥话说了一半，突然没声了，陆晨连忙低头看去，这一看就正好撞进了一汪澄澈且明亮的深潭中。沈路遥也恰好在仰头看着他。你会离开我吗？他纤长的睫羽在双眼眨动间留下一片扇形的阴影，粉嫩的红唇微嘟，像是在邀吻一般。因为酒精的作用，沈路遥的白皙脸颊上是淡淡的粉色，如同一个水嫩多汁的水蜜桃一般，又像是一朵含苞待放的鲜花。陆晨一把将抱着自己腰间的女孩给抱了起来。哎呀，你做什么？沈路遥惊叫了一声，两只手抱住了陆晨的脖颈。陆晨边走边回答了沈路遥刚刚的问题。我不会放你离开的。嘻嘻，我也不离开。沈路遥双手紧紧地抱着陆晨，身体还不安分地在他的身上蹭着。陆晨也是个血气方刚的年轻小伙子，况且他也已经对沈路遥动了心，告了白，心中自然也是想要亲密接触的。这心上人的投怀送抱，以及不盈一握的纤细腰肢与细声软语，简直就在考验陆晨的忍耐力。这比他之前执行任务时连续蹲守10多个小时不吃不喝都要难熬得多。陆晨恨不得就这么将怀中的可人儿给。可沈路遥现在的样子看起来明显就是喝醉了，意识也不是很清醒的样子。爱一个人的前提是尊重他，趁人之危的事情陆晨是不太想做的。楼梯不长，通往主卧的走廊也很短，陆晨却想要这条路再长一些。他怀中的软玉温香，不论是手感还是触感都是一流的，更何况沈路遥此刻正紧紧贴着他的胸膛，绵软与坚硬在这一刻达成了负距离的接触，这感觉实在是相当的美妙。陆晨已经感觉到自己不争气的小老弟也已经起立敬礼了。要说他之前的队员中也是有绝世美女的，而且也参见过不少的世界顶级女明星们的安保工作，可那时的他对于那些美女的感觉只能说是欣赏，冲动的话不能说没有，但绝对没有现在对于沈路遥的强烈。这个女孩在这短短的时间中就已经闯入了他的心房，喜欢一个人自然会想要给他最好的，何况陆晨本来就觉得自己与沈路遥的第一次当时候因为意外的缘故已经给这个女孩造成了伤害，他想再等等，等到双方都意识清醒的时候。等走到主卧中，在陆晨想要将沈路遥给放到床上时还遇到了阻力。严格来说是某个如同八爪章鱼的人死死地抱着他，怎么都不愿松手。路遥，到卧室了，你好好睡一觉。陆晨无奈只能贴着沈路遥的耳边轻声耳语，你不许走，我不许你走，你答应了我的，不会离开我的。沈路遥根本就听不进去陆晨的话，一双纤纤玉手抱得越来越紧，恨不得就这么粘在陆晨的身上，关键还一直蹭啊蹭的。对于陆晨来说完全就是甜蜜的折磨。沈路遥这么大声的说话，自然将在一旁睡觉的小糖宝给吵醒了。小家伙揉了揉眼睛，坐起身来。等看明白了眼前的画面后，小糖宝歪着小脑袋，水润而清澈的双眼里是大大的疑惑。小家伙不明白妈妈为什么在爸爸的怀里，而且好像妈妈还不愿被放下的样子，抱得好紧啊，爸爸的身体都好像僵掉了也。对于小糖宝来说，想不通的事情那就问出来好了，爸爸肯定会回答自己的。他对于这件事十分确定，于是小家伙就软软糯糯地问出口了，爸爸妈妈这是怎么了？是身体不舒服了吗？都变成软趴趴的了。哈哈哈哈，妈妈把爸爸抱得好紧好紧啊。陆晨一边轻拍着沈路遥的后背安抚着，一边开口回答小糖宝的问题。没有生病，糖宝不用担心。路遥这是喝醉了，就是刚刚在饭桌上爸爸跟妈妈一起喝的酒所导致的，等下我去煮个醒酒汤给你妈妈喝，就会好很多了。他这话刚刚出口，才消停下来的沈路遥就又开口了，胡说，我才没醉呢。跟大多数被说喝醉的人一样，沈路遥的第一反应就是否认，他就是脑子里有点晕晕乎乎的，但只是有点不舒服，绝对没有醉，没有，绝对没有。他边说着边挥舞着手臂，喝，我们继续喝，嘿嘿。陆晨，来，我们一起喝。沈路遥的这样子颇有些豪气干云、挥斥苍穹的样子，可关键眼尖的小糖宝却发现了一个问题，好奇怪啊，妈妈明明在说话，为什么眼睛却是闭着的啊？这难道就是梦话吗？好好玩啊。陆晨将乱动的沈路遥重新抱好，无奈开口，
这是醉话，你妈妈这是醉糊涂了。可是小糖宝却不认可陆晨的这个说法。可是妈妈还能叫出爸爸你的名字耶，才没有迷糊呢。说着，小糖宝还朝着自己的妈妈挥了挥小胖手。妈妈，看我看我，我是谁啊？沈路遥循声看去，晕着水雾的漂亮桃花眼眨了眨。你是糖宝儿？是我的女儿，是我跟陆晨的女儿，嘿嘿。让陆晨没想到的是，说完这通话的沈路遥就又转过了头来。咦，有酒味。在迷迷糊糊的状态下，沈路遥竟然就这么眯着眼睛，精准的亲上了陆晨的唇。小糖宝看得瞪圆了眼睛。哇，妈妈怎么咬巴巴了？陆晨也被沈路遥的这一举动给惊住了。沈路遥喝醉后竟然这么主动的吗？软嫩的唇贴在他的唇边，甚至还在一个劲儿的磨蹭。陆晨连忙冲着床上的小糖宝喊了一声：糖宝，你好好睡觉，你妈妈有些不舒服，我带她去旁边房间看看。不等话说完，陆晨便抱着怀中已经软成一团的沈路遥走出了房间。第113章。哇，爸爸好厉害，想什么呢？都说了少儿不宜了，不是我不想写，是番茄不让啊。陆晨抱着沈路遥到了旁边的房间后，他仍旧是紧紧地搂着她，怎么都不肯松手。而小糖宝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偷偷跟了过来。爸爸，妈妈不舒服，不是应该去医院吗？你要怎么给她看呀？爸爸，你是医生吗？小家伙探头探脑的从门缝中挤进来一个小脑袋，大大的眼睛里是满满的疑惑。陆晨使了巧劲，将沈路遥从自己的身上给扒了下来。是的，扒，实在是沈路遥贴得太紧了，抱得也十分用力。陆晨又怕伤到沈路遥，只能小心翼翼地将人给扒下来。这巧劲不但要控制力度，还得找好着力点，不能摸到敏感部位，简直比他对敌毒贩时都要难。现在他见小糖宝哒哒哒地跑了过来，陆晨索性将小家伙也给抱起来放到了床上。巴巴不是医生，但是也稍微懂一点医术。说着，陆晨将手搭上了沈路遥的手腕。他小时候跟郑爷爷住在一起时，也是学了些医术的。与沈路遥认识这么久了，确实不曾检查过对方的身体。平日里光看沈路遥的面色，陆晨倒是也能看出对方身体亏损的厉害。想来一是小时候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另一个也可能是生小糖宝时落下的隐疾。毕竟任何一个女性在怀孕时，身体中的所有脏器都会被越来越大的胎儿压迫。同时，因为孕期大部分营养都被胎儿吸收的原因，对于母体的健康也有很大的损伤。生孩子对于任何一个女性来说都是鬼门关，就算安全闯过去了，对于身体的损伤都是永久的。尤其是脏器下垂跟盆底肌的损伤，这样问题都很严重。所以陆晨平时灵泉水对于沈路遥跟糖宝都是管够的。他也希望这神奇的灵泉水能够让母女俩的身体越来越好。陆晨其实隐约还是有些担心，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还能够过多久，以及脑子里的弹片到底能不能如同系统所说的完全溶解掉。自己若是就那么死了，也算是不枉此生了。但怕就怕最后是个瘫痪或者半身不遂的下场，那就彻底沦为了身边人的负担。不过这些也都是起码半年后的事情了。现在陆晨只想好好的过好每一天，多陪一陪沈路遥跟小糖宝。现在陆晨给沈路遥摸了脉后，发现还是存在一些气血不足的问题。看来平时的饮食上面也可以考虑给沈路遥弄点药膳之类的了。食补永远都要比药补来的温和一些，也更容易被身体给吸收。爸爸这样好像是电视里的老爷爷啊，要是有个白胡子就更像了，嘻嘻。小糖宝好奇地从床上爬到了陆晨的身边，陆晨顺手将小家伙给拉了过来。那让巴巴这个假的老爷爷来摸摸糖宝的脉。什么是摸脉啊？嘻嘻，巴巴的手好大，也好暖和啊，就是怎么感觉有点粗粗的。陆晨发现相比较之前的脉象来说，小家伙现在的脉象要凝实了不少，这其中原因应该也是灵泉水的功效。摸脉就是看看小糖宝有没有好好吃饭，还有身体健不健康。哇，好厉害啊！那巴巴，你能看出来糖宝刚刚中午吃了多少饭吗？还有，糖宝的身体健康吗？陆晨松开了糖宝的手腕，装样子摸了摸自己并不存在的胡子，并且他还故意将说话声音给往下压了压。小朋友中午应该是吃了满满的一碗饭，还有个大鸡腿，是不是？现在小朋友的身体还是有点虚，所以要早睡早起，多吃多睡，知道不？糖宝惊讶地拍了拍自己的小胖手。哇，爸爸好厉害！我刚刚就是吃了碗饭，还有个大鸡腿。好的哟，那小糖宝现在就去睡觉了。爸爸你过来一下下。小家伙紫黑葡萄般的大眼睛眨呀眨的，可爱极了，还伸着小胖手朝着陆晨挥了挥。陆晨不知道小家伙是又想要做什么，但是他也配合的往床边探了过去。
紧接着他就被小家伙给亲了。吧唧，爸爸，我超级喜欢你哦。小家伙亲过之后，还伸出藕节似的手臂抱住了陆晨的脖颈，在他的耳边说着明明很大声却自以为的悄悄话。奶乎乎的香味跟软乎乎、胖嘟嘟的手感都让陆晨的心里变得柔软一片。他低头将自己的下巴放到了小家伙毛茸茸的脑袋上。爸爸也喜欢你，很爱糖宝。没想到陆晨的这句话刚落下，旁边就响起了一道极其清晰的女声：我也爱糖宝，那可是我的宝贝女儿，是我生的，嘿嘿。出生的自然就是沈路遥了。小糖宝被吓了一跳，他在听到声音的第一时间就再次搂紧了陆晨。等听到是自己妈妈的声音时，小家伙才放松下来。爸爸妈妈好奇怪啊，跟平时都不一样耶，这个就是什么喝醉吗？陆晨轻轻拍着小糖宝的后背安抚。是啊，你妈妈会变成这样奇怪的样子，就是因为喝酒了，就是刚刚巴巴粘在筷子上给你尝的那个辣辣的东西。你看妈妈现在的样子，就知道张爷爷没有骗你了吧？酒确实不是什么好东西，而且小朋友也不能碰的。小糖宝看着再次呼呼大睡的妈妈，极其认真的点了点小脑袋。确实不是什么好东西，妈妈变得跟平时都不一样了。爸爸，你给我说故事好不好啊？我现在有一丢丢的困了，但是又好像不是特别困，想听故事。好。陆晨放开小糖宝，让小家伙躺下，并且给他盖上了毛毯，接着自己坐在了床边上，轻轻拍着小家伙后开口：从前有一座山，山上有一座庙，庙里有一个老和尚跟一个小和尚。有一天，老和尚给小和尚讲故事。讲的什么呢？第114章，帮我种田，养动物，再浇水。从来有一座山，山上有一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跟个小和尚。这天老和尚说要给小和尚讲故事。呼呼 Omega ZZZ。 陆晨的套娃故事刚刚开始，他耳边就响起了小家伙的呼噜声。小糖宝呈大字形舒展开身体，睡觉的姿势极其豪横。陆晨给小家伙盖上薄被，又给沈路遥的身上也盖上了毯子，才站起身来。他将床边上的儿童护栏重新放好，并且仔细检查了牢固程度，才放心地走出房间。关上房门后，陆晨掏出手机拨通了博士的电话。哇，陈哥，你是不是又有什么好东西了？电话刚刚接通，博士的大嗓门就传了过来。东子那家伙今天跑到我这里一通打劫，我手上的存货都没多少了。陈哥，要不再给我寄点过来？这几天研究出来的特效药效果好极了，我这都已经供不应求了。尤其是边防那边跟咱们的小队，这玩意儿太好用了，给很多战士都争取到了治疗的时间，就是数量还是有些不够。哎，我这刚停下手里的事情，想着给陈哥你打电话的，结果这会儿陈哥你的电话就打过来了，这可真是巧了。陈哥，要不您再给我来点。陆晨本来是想要跟博士说拟态无人机的事情，顺便再将自己刚刚从商城兑换出来的那2个拟态无人机给博士寄过去。虽然完整的技术没办法复刻，他现在手上的震惊值数量太少，也还不能大规模的购买给部队配置上，但也可以让博士拆解一个，研究一下部分程序设计跟材料构成，能拆解出来一点都是好的。早知道当初夏国的飞机、火箭、潜艇、航母以及核弹等等，都是当初的科学家们按照外国人的外形跟仅有的一点点信息，而一点点摸索着建造出来的。夏国人一直都有这个能力，而博士之前也从系统出产的物品中了解到不少的高科技。但是陆晨这会儿听着博士的话，他改主意了。先不说大规模的灵泉水运送麻烦，而且安全性也存在问题，这些东西万一落入不法分子或者是心术不正的人手里，那后果绝对很严重。灵泉水长期饮用可以改善体质，那就意味着能够生产出超级士兵，再加上后面随着商城的更新跟震惊值的越来越多，自己手上的高科技产品肯定会越来越多，那自然的，这肯定不只是寄1次2次就能解决的。脑中考虑了种种之后，陆晨开口了：我这有一口特殊的水井，可以无限制生产出灵泉水，你可以把实验室直接搬过来，就在我老家靠山村，我等下用微聊把地址发给你。不过你小子过来可以，但是往后不能一直待在实验室中，平时需要帮我种田，养动物，再浇水。电话那边的博士根本就没注意陆晨后面说了些什么，他的注意力全在那句可以无限制生产灵泉水上了。要知道他现在所有的研究都是靠着这个什么灵泉水了，一直开口要，虽然知道陈哥会给，但是也麻烦，而且后面肯定还会有类似这次东子的事情出现，那他的研究进度肯定会受到影响。现在有了陈哥的这句话，这个实验室是非搬不可了，现在就搬，马上就搬。博士简直激动坏了，
陈哥，你就是我的神！你现在就把地址发给我，我现在就收拾下东西，明天，不对，我今天下午就带着主要的仪器过去。您给我留个房间就行，我这就去申请直升机。陆晨对于博士的办事效率也是知道的，他点了点头，成。不过他却十分心机的在按下了手机的录音键后，问了博士一个问题：博士，我这东西可不是白白给你用的，你可得想清楚，我家里的田也好，动物也好，还有果树也好，可都是需要人力来种、来养根、来浇水的，到时候让你动可不能给我多懒，知道不？倒不是陆晨缺了博士这个劳力，而是这家伙天天待在实验室里，作息颠倒，一年连太阳都不见得能看见几回，身体全是问题，就算有灵泉水辅助，那也得把人从实验室里拖出来才行，身体才是最重要的，这是一切的根本。啥？种田、养动物跟浇水？洒水了？这些事情在博士听来都不是事儿，跟神奇的灵泉水一比，这都不是事儿，他自然完全没有犹豫，一口答应了下来。陈哥，你放心，这些交给我就好，保证完成任务，这都不是事儿，我办事儿您放心。我虽然在实验室待得比较久，但是这体格还是可以的。听到了想听到的答案，陆晨也笑着答应了。过不了多久，他就能欣赏到博士的变脸跟后悔了，毕竟自己可是还有100多亩的地要种，以及各种野生动物要养，还有占地数百亩的果园要浇水啊。挂了电话，博士就忙开了。他走出自己的专属实验室，朝着外面几个忙碌着的助手吩咐道：大家都先把手上的工作停一停，跟我一起将这些仪器搬到外面去。怎么了？是这些仪器有问题吗？不会吧，我一直都在检测数据呢。博士大手一挥，豪气万分。仪器没问题，我接到紧急通知，需要外出一段时间，实验室里就暂时交给你们了，有问题随时联系我，每天的数据也还是正常汇报就行。明白，保证完成任务。一听博士这话，几个研究员也收了嬉皮笑脸的表情，全部立正站好，郑重的承诺，并且敬了个军礼。直升机很快便过来了，就在博士想要离开时，却接了个电话。什么？好，我这就带着急救药品过去。第115章，住下了，喜欢看多发。因为中午喝了酒的缘故，陆晨也不好开车，他索性就将笔记本电脑拿了过来，在睡熟的母女俩旁边剪起了视频。最近直播开得多，他又比较忙，已经积累了许多的录播视频没有剪辑了。第一个剪辑出来的是之前遇到那只棕色大熊猫月牙的视频，月牙刚刚登场时的震撼，以及在果树上嘎吱啃苹果的呆萌，以及胖团儿跟他一起打闹时的视频，全都被陆晨给剪辑了出来。而他第二个剪辑出来的视频，则是关于今天那几只穿金丝猴的、抢东西的、递苹果的，还有跟猕猴群吵架的，吵吵闹闹的，却也十分有趣。这两个视频发出去后，陆晨的抖加账号上的热度就又起来了。相比较冰冷的钢筋水泥跟城市，大家更喜欢蓝天白云的乡村与蠢萌的动物。不过几分钟的时间，这几个视频的播放量跟点赞量都上来了。视频评论区还有一堆催更语，指明想看某一个情节的。陈哥，我的苹果啥时候发货啊？对，别光忙着剪视频啊。陈哥，我的苹果发货了吗？还有我餐馆的拔丝苹果已经因为没有食材而下架了。不是，哥们，你都不提前备好菜品原材料的吗？这不是提前买了，陈哥还没发货吗？哈哈哈，也是。所以陈哥，你打算什么时候发货？哦，还有催着陆晨发货的 ，UP 主多发点，爱看，想看你崽子。哈哈哈，我还想看大白狼那会儿嫌弃表情的抓拍，那兄弟俩简直太好玩了。我们的妞儿也很帅呀，还有软萌可爱的小糖宝跟嫂子。田园生活，还有老婆孩子热炕头，这简直是我的理想生活了。还要加上各种萌宠，不然大白狼跟妞儿第一个不同意。还有大黄呢，那家伙不知道是不是跟我老家村子里的大黄一样，是个村中一霸。说到村中一霸，我想到当年被大鹅撵着全村跑的事情了。卧槽，我当年的屁股还被大鹅叨过，所以铁锅炖大鹅，我现在吃着格外的美味。在这两个视频之后，陆晨又剪辑了几个录播上的生活片段，有糖宝萌萌哒的样子，也有沈路遥与他在河边说话时的场景。随着这几个视频的发布，陆晨的抖加账号上的粉丝数量也在疯狂上涨。第一，抖加账号粉丝累计30W 人，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是否现在抽取？是。这次陆晨抽到了一袋沉甸甸的种子，这是宿主，这是经过改良后的蔬菜种子哟，系统出品，绝对精品。您只管种在地里，然后用灵泉水浇灌就好。每一种蔬菜都有不同的功效。好，我试试。家里菜园中的蔬菜最近吃的比较多，
陆晨确实是准备有空的时候去镇上买些种子的，现在这是刚好了。他下楼走到院中，看到大黑跟大白狼两只还在打架，小灰则埋头在狗盆中大快朵颐。陆晨看了眼那只小狼崽的肚子，一只手将小家伙给提了出来，另外一只手则将食盆给拿了起来。嗷呜！放开我！要刺！我还要刺！将食盆放到房中的柜子上后，陆晨伸手弹了下小狼崽的毛脑袋，差不多就行了，不然你的小肚皮说不定就要炸了，撑死也不好受的，去跟你哥玩去。说着，他将还在嗷呜叫的小家伙给放到了地上。喵嗷！一声低低的声音从旁边响起，陆晨循声望去，正看到一只摇摇晃晃跑过来的小猫仔，差点把你给忘了。他从系统空间中取出之前奖励的猫狗幼崽专用羊奶粉，用灵泉水给小家伙冲泡了一些出来。闻着诱人的奶香味，小家伙动了动粉色的小鼻头，便哒哒哒地跑了过来。陆晨看他这么可爱的样子，便拿出手机将这一幕拍了下来。先是小家伙哒哒哒跑过来的样子，再是一头埋进碗里舔食的样子，还有最后喝的一脸奶糊还意犹未尽的样子，全被他给拍了进去。简单的剪辑了下，陆晨便将这个视频给发布了出去。小猫仔沉浸式喝奶喵嗷！这视频一发出，下面的评论便也哗哗的上涨。刚刚看完前面的视频 ，UP 这边又更新了，好耶！哈基米，哈基米，是只可可爱爱、欢快喝奶的哈基米。住下了，喜欢看多发。这是我在无能无力的18岁云养的第33只小猫咪。细说第15只是什么猫？我赌你已经记不清它们分别是哪只了。哈哈哈哈！收拾完后，陆晨便带着大黄去了果园。妞儿跟大白实在是打得难解难分，两只应该是彻底杠上了，不但打架，还不停的汪嗯跟嗷呜，吵得不行。最重要的是骂得还挺脏。陆晨出门也就没喊妞儿了，不过他还是叮嘱了两只一声。陆瑶跟唐宝在楼上睡觉，蔫儿大白你俩打架就打架，别把人给我吵醒了。汪，晓得了，陈哥。大黑答应了一声，一路咬着大白跑出了院子。陆晨，可以的，这个方法不错。等走到了果园中，陆晨与众多的长辈们打了声招呼，便也加入了摘苹果的队伍中。而下午的抢收过程也十分精彩。不知道猕猴群跟川金丝猴群是怎么达成的共识，这两个猴群在各自猴王带领之下，不但不捣蛋不打架，反而开始兢兢业业地摘起了苹果。而一旦出现有猴子偷吃，都会被自家的猴王一通教训。有了两个猴群的帮助之后，陆晨果园中的苹果摘收工作完成的十分出色。在下午4至5点的时候，竟然都已经将整个果园中的苹果给几乎全部摘完了。看着这么多筐红艳艳的大苹果，几个长辈们却又都犯愁了。这些看着最起码有个1万斤了吧，全都摘下来了也放不了多久。是啊，最近也没看到果贩子进村，要是一直就这么滞销的话，那烂了就太可惜了。中午那会儿我还在想着摘不到2000斤，这会儿竟然却在愁怎么卖，这生活可真是太魔幻了。我看陈娃子那样子，好像完全不担心似的，估计他应该有什么办法。能有啥办法？这可是1万多斤的苹果呀！天，那些猴子咋还在摘哦？而那边陆晨已经放出了拟态无人机，并且打开了自己的直播间。第116章，糟糕，手慢了一步。在一片硕果累累的苹果树下，陆晨笑容灿烂，声音洪亮：兄弟们下午好啊！我身边这么多的水果筐，你们也看到了，我也就摊牌了呀。卖苹果了，卖苹果了呀！3元1斤，10元3斤，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鲜香脆甜，嘎嘎好吃，都是纯天然，无公害的，也完全没打过农药。边吆喝叫卖着，陆晨边在直播间的小黄车中上架了1万斤的苹果。听到陆晨的吆喝声，直播间的那些网友们笑得不行。哈哈哈哈，陈哥这叫卖的样子，让我想起来之前他卖笋的时候了。可不是，不能说一毛一样，但也是价格一样了，台词都差不多。关键是陈哥你这价格不对啊，3元1斤，3斤是9元才对，怎么这买多了不但不便宜，还贵了1块啊？哈哈哈哈，是啊，陈哥你这可是妥妥的奸商啊！看到弹幕的陆晨刚好拿起了一个大红苹果，苹果上有一根金色的毛发，他笑着用手指捏起那根金色的毛发，展示在拟态无人机的面前。你们看，这可是川金丝猴的猴毛哦。传说中齐天大圣的猴毛可以变换各异，说不定他的猴子猴孙们的猴毛也有这样的能力呢。一根川金丝猴的猴毛，可不就是多了1块吗？说着，陆晨还朝着蹲在旁边树上的小川金丝猴招了招手：小圆圆，过来看看，这是你们族群猴的毛吗？噗噗，窝康康，圆头圆脑的小川金丝猴，2只爪子上还抱着个大红苹果，嘴里也吃得鼓鼓囊囊的，说话吐字都不清楚。陆晨被小家伙的样子给逗笑了。
你先把嘴里的苹果吃完了再说话。嘎吱，嘎吱，嚼。小圆圆是只乖小猴儿，他立刻就乖乖听话的将嘴里的苹果给嚼吧嚼吧咽了下去，并且凑到了陆晨的身边看了起来。噗噗，金光灿烂的，还很漂亮，确实是我们川金丝猴的猴毛啊。怎么了哇？没事。陆晨指了指旁边的3、4筐装的满满当当的苹果。小圆圆，你看到这些苹果了吗？这些都是我给你们族群跟猕猴群帮忙摘苹果的报酬，不够吃的话还有。噗噗，哇，好耶，谢谢。Omega， 我这就去喊叔叔阿姨、伯伯婶婶们跟小伙伴们来吃。小圆圆高兴的在地上转了个圈儿，紧接着爬上树就跑远了。陆晨看着他的背影，叮嘱了一句：“记得还要叫上猕猴群。”噗噗，知道的，我会叫上他们的。紧接着，陆晨便再次拿着那根金色的猴毛展示在直播间中。刚刚小圆圆已经真猴验证过了，这确实是川金丝猴的猴毛，9元3斤，随机附赠猴毛若干。你们真的就一点不动心吗？直播间的网友们在陆晨跟小圆圆旁若无人的流畅对话时，就已经讨论开了。其实3元1斤的苹果也不算贵了，而且陈哥这的苹果看着不但个头大，还水灵。关键是不管猕猴、川金丝猴，还有之前的野生大熊猫，可都是对这些苹果喜欢的不行。我觉得这口味估计不会差。哈哈哈哈！陈哥他暗搓搓的把价格改了，现在是9元3斤了。陈哥，给我来个10斤，我家人多，给我来个20斤。我开甜品店的，反正也要进货，那就来个30斤好了。都说人多力量大，而夏国的人除了多，对于吃也有种执念。现在听了陆晨的吆喝，以及看到了苹果的实际情况，直播间的网友们纷纷下单。不到半小时，这1万斤的苹果便都被抢购一空。还有没买到的，让陆晨再上架一些。糟糕，手慢了一步。陈哥，你树上不是还有不少吗？要不再上架一点呗？复议。陆晨控制着拟态无人机在整个苹果树的区域上空转了一圈，枝头上已经成熟的苹果确实已经没多少了，而且他还看到了4个熟悉的身影，3只黑白再加1只棕灰色，一共4只大熊猫，2大2小，正是胖团儿跟滚滚母子俩，以及月牙儿跟蛋蛋父子俩。这4只各找了个偏远些的苹果树，正在上面大快朵颐，吃得极为开心。陆晨控制着拟态无人机，将这一画面实时展示在了直播间中。我这苹果可还得给这些个小强盗们留些呢，还有小糖宝跟路遥，他们俩也还没吃到呢。你们看啊，这剩下的红苹果已经不多了，还有不少的没挂红，等后面那波再说。我这辛苦了大半年，总得给自家留点不是？一边说着，陆晨一边从竹筐中拿出一个大红苹果，嘎吱咬了一口，听到没？嘎嘣脆，水嫩多汁，鲜甜可口。哈哈，陈哥，你过分！就是主播，这也太气人了。一边说着不卖了，一边又在强调这苹果有多好吃。我看啊，就应该让猴子跟大熊猫多吃点，已经被吃了很多了。哈哈哈哈哈！是的，希望这次卖苹果能够主播回一波血。从果园回来之后，陆晨看到沈路遥也已经醒来了，他们2人合力做了点饭，招待了众人。陆晨同时也将工钱给结算了。第二天，陆晨起了个大早，简单吃了些东西后，就开着皮卡去镇上寄苹果了。可没想到，他刚到驿站，就听到了一个消息，还是关于故人的。第117章110嘛，有人入室抢劫，你们快来！驿站老板跟个过来拿快递的年轻人正在说着什么。听说了吗？陈天赐的案子今天就要开庭了。徐老爷子的孙子竟然真的是那小子给害死的，真的是太混蛋了。可不是，我记得小徐好像还是刚退伍回来没多久呢。哎，关键是徐老爷子他太惨了，年轻的时候白发人送黑发人已经经历了一次，到老了却还碰到了这样的事情。还有小徐也是，不知道之前在部队里都负责的什么，全虚全影的回来了，最后竟然落了个这么个下场。唉，说起来这几天没看到徐老爷子摆摊，不知道他身体怎么样了。陈天赐那小子的事情都闹得满城风雨了，估计明天开庭的时候，徐老爷子肯定会出庭的吧？谁知道呢？唉，这事儿搁谁身上都不好受啊。陆晨在一旁听着，脑海中想起那个捏面人的徐老爷子，他将一个 U 盘递给了驿站老板。赵哥，我这些苹果麻烦你帮忙按照上面的地址寄一下，我离开下，晚点回来我们结账。驿站老板认出了陆晨，接过他手上的 U 盘，并且一眼看到了陆晨身后那装得满满当当的皮卡车。陆晨，你小子可以啊，这一车少说有个2000多斤了吧，估计能赚不少。哈哈哈！成，你有事就去忙吧，这些苹果交给我就行，保证给你第一时间寄出去。成。陆晨点了点头，迈开脚步往外面走去。出了驿站门，
他看到了停在那里的电瓶车，想着过去的距离也挺远的，陆晨便开口了：“赵哥，你这小毛驴有电不？”驿站老板眼睛盯着电脑屏幕，头都没抬，只随便挥了挥手：“有电，都充得满满的。陆晨，你直接骑就行，要是在老地方，自己拿。”成。陆晨答应了一声，弯腰在窗台上的花盆中拿出了电瓶车的钥匙，他翻身骑上去，电瓶车带起一阵灰尘，消失在了前方的路口。那个来拿快递的年轻人明显是个八卦的：“赵哥，这人是谁啊？看上去跟你很熟啊。”靠山村的陆晨也是刚从部队里回来不久。说着，赵哥停下了手上的工作：“哎，等下。”这陆晨跟小徐不知道认不认识，徐老爷子变成这样，身边也是完全没人照顾了，惨啊！小年轻听着也一脸的唏嘘，确实是惨啊！谁能想到，不管是子女还是孙子，都比自己走得早。都说养老，老爷子这是养了个寂寞呀。是啊，快递老板点了点头，颇有感触。不过人生不就是这样吗？匆匆几十年，各有各的难处，不过是每个人的困境不同罢了。深深叹了口气后，赵哥便又将注意力转移到了电脑上。这么多的苹果，他得加快效率，争取在今天全部发出去才行。明天还有明天的事情要忙呢。而陆晨骑着小毛驴，实际上就是准确去徐老爷子家看一看。老爷子一方面是自己爷爷当年的战友，另一方面也是自己兵的亲人，他于情于理都应该照顾一番。当陆晨到了徐老爷子的院子门口时，就看到院门紧闭，里面也没什么动静。他敲了几声门，并且还大声喊了几句，都没有人应门。这时有个中年妇女提着菜篮子从旁边走过，看到陆晨站在院门口，她出声搭话了：“别敲了，徐老爷子应该是不在家，这几天都没看到他出门，不然这陈二少被抓的事儿，他肯定会开心的。你是徐老爷子的亲戚吗？他这院门前太冷清了，可是几乎没什么人会来走动的。不在家吗？”看着眼前大门紧闭的院子，陆晨心里隐隐有些不踏实。子系统，帮我查探下院中是否有热能量体，或者是否有人，我需要准确的数据。好的，宿主，请稍等，正在为您进行检测。在院中东南方向的房间中有一个热能量体。东南方向的房间，陆晨回忆了下徐老爷子家房间的布局。东南方向的房间正是主卧，他二话不说，抬起一脚就踹上了眼前的沉重木门。哐当一声巨响，伴着漫天的灰尘，朱红色的木门应声而倒。陆晨就那么冲了进去。哎，你这是什么情况？这光天化日的，你怎么还踹别人家的门呢？提着菜篮子的中年妇女嘀咕了一声，半只脚往前迈了一步，却又收回了。这年头多一事儿不如少一事，就他自己的这个小身板，可没有那木门结实啊。要是这脚踹到自己的身上，那不死估计也废了。抱着这样的想法，他便眼睁睁地看着那个陌生的年轻人冲进了徐老爷子的院中。往家里的方向走了几步之后，他越想越是不放心。徐老爷子不管在不在家，这么一个年轻力壮的小年轻这么突然闯进去，那肯定是有问题的。在第三次回头打量之后，他在心中下了一个决定。中年妇女从口袋中掏出手机，拨打了一个号码：“喂，110吗？索隆街1号，有人入室抢劫，你们快来！”而另一边，冲进去的陆晨果然在主卧中发现了徐老爷子的身影。第118章，您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徐老爷子面朝下躺在地上，一点动静都没有。这场面让陆晨的心里一惊，他连忙跑上前去，一边跟老爷子说话，一边将老爷子的姿势给正了过来。“徐老爷子，您能听到我说话吗？”老爷子面上青紫，竟然已经停止呼吸了。陆晨慌忙为其进行紧急的心肺复苏抢救，耗时10分钟，徐老爷子终于有了微薄的脉搏，人也开始主动呼吸了。可是尽管如此，他人却并没有醒过来。陆晨将老人抱起来放到了床上，他想起来之前在自己的系统商城中有看到有针灸的工具售卖的，可问题是陆晨已经没有镇惊值了，他之前的 80W 镇惊值都用来买了拟态无人机。系统，你自己出品的东西回收吗？陆晨这句话直接就BUZZ系统的 CPU 给干烧了。宿主，您这是什么意思？我没懂。系统出品，绝对精品，一经售出，概不退换优。陆晨知道子系统只是一堆设定好的程序，徐老爷子的情况不能拖，他当下就拿起手机叫了120。您好，索隆街1号有老人短暂性休克，心肺功能也有点状态不好，麻烦尽快过来。好的，我们这就派人过去。挂了电话，陆晨拿出一瓶灵泉水，一点一点地喂给了老爷子。眼看着老爷子的面色稍微好了点后，他却开始猛烈地咳嗽了起来，连带着呼吸又是十分困难的样子。
陆晨一边拍抚老爷子的后背，一边在房间中搜寻着。老爷子现在的样子看着有点像是哮喘发作，一般这种家里都会备有急救药物的，可他看了一圈却都没看到。联想到刚刚自己进房时看到的画面，陆晨心中一动，他将老爷子放下，蹲下身查看床底，果然看到了一个吸入式哮喘药的小瓶。陆晨将其捡起来擦了擦后，马上就给老爷子用上了。而那边因为不懂自家宿主什么意思的子系统，立刻联系上了自己的主系统。什么？你说宿主问你系统的东西能不能回收？宿主应该是缺震惊值了，我这就回去。主系统完全不顾自己还在跟系统对战，立刻便回来了。宿主，我商城的东西可以回收的，但是价格会变成原来的1/2，这太亏了。你是遇到了什么事儿了吗？我这次更新，商城里的东西已经可以临时赊账了，就是额度不高，目前只能买20W 之类的东西。徐老爷子吸了哮喘药后，情况明显已经好了许多。这时听到了主系统的声音，陆晨便去看了下针灸套装的价格，不多不少，刚好是需要20W 震惊值。这套针灸套装的物品介绍也很简单，商品名：针灸用针。商品介绍：别看了，我都说了是针灸用针了，就是针灸用的针啊，你再看它也不会开出花来。20W 震惊值，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但是能够买一套超级好用的针灸针，买它就对了。陆晨，他将这套针灸针买下，找准徐老爷子身上的穴位后，便沉入了治疗中。时间在1分1秒的过去，陆晨额头上细密的汗珠也越来越多，相对的，徐老爷子的面色却也越来越好了。这时，一辆普通的白色面包车停在了徐老爷子家的院门口。提着菜篮子的女人看到有几个穿着随意的男人从车上下来了，她慌忙往墙角处缩了缩。妈耶，这是之前那人的同伙来了吗？自己不是明明报警了吗？怎么警察来的这么慢啊？怎么办怎么办？都是自己好奇又担心，还想着在门口看着那人。要是之前进去的那人一直不离开的话，自己也能在警察过来的时候提醒他们小心。要是他在警察来之前跑了，那自己也能给警察指个方向。可现在要怎么办？刚刚那些来的同伙们可是没戴什么头套之类的，自己看到他们的脸了，会不会被灭口啊？好想跑啊，腿怎么就软了呢？这不争气的腿啊！就在这个中年妇女躲在墙角处想东想西的时候，那些从面包车上下来的人也已经注意到了她。领头的中年人开口了：胡子，那边墙角边上有人，我看到绣花布鞋了，应该是个女的，你去看看，别让她给里面的人通风报信。其他的人跟我进去。好了，队长。寸头年轻人的话刚出口，他头上就被刚刚发号施令的那个中年人给拍了下。叫我吴哥。哎呦，吴哥我错了。寸头缩了缩脑袋，麻溜的往墙角走去。领头的中年人则带着剩下的人往院子里摸去。是的，就是摸。他们虽然身上穿的都是休闲装，且每个人长得都没什么特色，看上去就跟个普通人差不多，但是行动起来却是十分敏捷，而且连沟通都是通过手势来进行的。10来个人走路跟沟通完全没有任何声音，且行动起来也十分迅速，就像是什么久经训练的专业人士。他们表现出来的状态跟刚刚从面包车上下来时的闲适样子完全不一样。那边寸头年轻人刚刚走到墙角处，就看到一个中年妇女蹲在地上，嘴里喃喃自语。她旁边还有散落的一篮子蔬菜。别杀我，别杀我，我刚刚什么都没看见。不对，我是瞎子，是盲人，我真的什么都没看见。大侠求求您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我家里有90多岁的太婆婆，还有60多岁的老母亲，我丈夫生病卧床，儿子还在上学，全家几口人都靠我上班养活，求求你别杀我。我真的什么都没看到。寸头隐隐觉得对方的声音听上去有些耳熟，就是带着哭腔，让他有些不确定。他记忆里的那人不骂别人就已经很好了，什么时候哭过？虽然这么想着，他还是蹲下了身体。别怕，我不是坏人，也不会杀你的，你冷静一下。他这一出声，中年妇女抖得更厉害了。哪个坏人会说自己是坏人啊？这人是把自己当傻子了吗？不行，绝对不能睁眼，也绝对不能站起来。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也什么都没看到。您大人有大量，就把我当做一个屁，放了吧。寸头看了看旁边摔落的菜篮，他在旁边没看到盲杖，也没看到导盲犬。这女人大概率是装瞎。他从自己口袋里掏出来的黑色的小皮夹，放到了对方的面前。我真的不是坏人，这是我的证件，你自己看了就知道了。第119章，叫谁阿姨呢？叫妈。啥证件？这年头连坏人都持证上岗了吗？
中年女人在心里一边疑惑，一边忍不住从自己的指缝中去偷看，结果她便看到自己的眼前是一个黑色的小皮夹，里面是一张白底黑字的介绍跟证件照。警察？不是，现在的歹徒都这么高端了吗？平时出门在外搞事情，竟然还会随身携带警察证件的。等中年女人将自己的视线转移到那张照片上时，顿住了。这照片怎么看着这么眼熟？看着看着，中年女人下意识地将挡在脸上的双手给放下了，她面前的寸头便将黑色皮夹又往前递了递。阿姨，您可得看仔细了呀，我这可是千真万确的警官证啊！这次中年女人看清楚了，照片上确实是自己家的臭小子，她抬眼便瞪了过去。叫谁阿姨呢？叫妈。寸头，她这才发现眼前的竟然是自己的母亲。妈，您怎么会在这儿？不对，妈，你别不会是被什么坏人给哄骗了，在这给人放风呢？寸头下意识看向周围，全身的肌肉都紧绷了起来。我放啥风？放啥风？中年女人打了自己儿子一下。报警电话就是你娘我打的。对了，陶虎，你小子赶紧联系你队友，里面的那个歹徒可是个练家子，徐老爷子家的院门就是被他给一脚踹倒的，我亲眼看到的。好，我这就跟队长他们说。陶虎惊讶地回头看了眼那个踹倒的大门，他伸手按上了隐藏在头发里的耳麦。吴哥，歹徒危险，你们小心！刚刚带领队员们摸进主卧的吴队长，他没看到什么穷凶极恶的歹徒，倒是看到了个针灸达人。吴队长没看懂这人在对床上的老爷子做什么，但下意识觉得应该是什么恶事，便朝着身后的队友们打了个手势，准备蹑手蹑脚地上前，先把人制住再说。就在他一步迈出的时候，安静的房间中却响起了一道冰冷的声音：不想老爷子死的话，你们就别动，也别打扰到我施针。出声的自然是陆晨，虽然在全神贯注给徐老爷子针灸，但是他同时也随时留意着周围的动静。在这队人进入到院中的时候，他就已经听到了细微的动静。虽然他们确实很小心，也很专业，但是在他听来还是有破绽。施针在关键的时候，他没办法贸然抽身。他本来是打算等人摸到主卧的时候直接速战速决的，但却从对方的脚步声中听出了些许的信息。这些人应该是警局的人。想到自己进来时在院门口遇到的那个女人，陆晨心中便确定了自己的猜想，应该是那个女人报警了，估计是说自己私闯民宅之类的吧。从自己进来到现在大约有个10分钟左右。徐老爷子的院子在靠山镇的郊区，这个出警速度已经很快了。吴队长自然不会因为这人的一句话而停止行动，他也看不懂这人到底是救人还是害人。中医针灸实在是太过于博大精深了。就在这时，呼啸的救护车声音由远及近的传来。第120章，这世上就没有比人命更大的事儿。救护车在院门口停下后，陶虎跟自己的母亲都迎了上去。中年女人还有些奇怪，我明明只是报了警，没打120啊，怎么救护车就来了？陶虎则直接走上前去问道：你们好，是收到了急救电话吗？为首的女医生点了点头。对的，这里是索隆街1号吗？是的。看到女医生招呼身后的人就要进到院中，陶虎连忙亮出自己的警官证。等下，我是警察，我队友正在里面执行任务，院中现在还有一个极其危险的歹徒。你……陶虎的话还没说完，就被那个女医生给打断了。我是收到了急救电话才来的，所以我不管你的队友是否在里面执行任务，我都要进去看看才行。这世上就没有比人命更大的事儿。你让开！女医生伸手推了下挡在自己面前的寸头青年。没推动。不是，你这女人就不能听我把话说完吗？陶虎无奈地叹了口气。我当然知道人命关天，你带上医药箱，我跟你一起进去，动作轻点。不管是歹徒受伤，还是我队友，或者是徐老爷子受伤，都得救助。你们这一大帮子人闹闹哄哄的进去，那就是在刺激歹徒，以及是给他送人质的。他这么一番话，将女医生说得面红耳赤。确实是这么一回事儿，现在倒是自己的考虑不周了。他连忙背上医药箱，走到了陶虎的面前。这位同志，刚刚是我太急切了，对不起，麻烦您跟我一起进去吧。陶虎见这个女医生也反应了过来，当即就点了点头。走。中年女人看着自家儿子的背影，眼中有骄傲，也有自豪，还有隐隐的担心。虎子，注意安全。陶虎没回头，而是伸出右手比了个 OK 的手势。两人同样蹑手蹑脚地走到了主卧门口，却被眼前的一幕给惊住了。床边上站着一个青年人，看着在给躺在床上的人针灸，而一个中年人就站在离床边半米远的地方，身上也同样插着一根银针。看那人被定住的姿势，
应该是想要摸到青年人身后的样子。而屋中剩下的几个身穿休闲服的人全都屏息凝视，眼睛一瞬不瞬地盯着正在斟酒的年轻人。被定住的中年人自然就是吴队了。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得从几分钟前说起。他没办法分辨出眼前人说的是真是假，便想着摸上去自己查看一下床上老人的情况。本来是想着这人是背着自己的，只要自己小心点不发出动静，只是贴近看一下应该没事。谁知道自己刚刚往前走了2步就被偷袭了，只是一根小小的钢针而已，竟然就让自己完全动不了了。其他的警员们看到这个情况，全都下意识的想要上前。陆晨刚准备开口，吴队先开口了：“大家都别动，我只是被定住了，没受到其他的伤害。”吴队站的位置已经能够很清楚的看清楚躺在床上的人的面色情况了。他看到那个失真的年轻人满脸都是汗，呼吸也显得有些粗重。随着年轻人手中银针的落下，床上老人的面色却是越来越好。这人确实在救人，大家都别动。就在他们保持了一个微弱的平衡时，陶虎与女医生来了。第121章，小勇啊，你回来了。这是已经失传了的2龙戏珠的手法。女医生仔细看着陆晨的失真手法，惊呼出声。陶虎立刻便挡在了他的身前。安静。吴队扭头看到新来的2人，连忙出声。可就在这时，陆晨突然一个回身，手上的银针就朝着女医生刺了过去。你要做什么？陶虎下意识想拦，却也被一根银针刺中了不知道什么穴位上，瞬间失声。女医生跟她的遭遇一样，也是刚刚张嘴就被一根银针给制住了。将2个声源手动关闭之后，陆晨扫了眼明显是带队的中年人。管好你手下的人，10分钟后我会回答你们所有的问题。说罢，陆晨便转头继续给徐老爷子施针了。吴队，他低头看到的是自己身上明晃晃的银针，回头看到的是自己下属跟女医生脖子上同样明晃晃的银针。眼前的这人不管是出手还是动作都十分迅捷，自己别说跟上了，眼睛连对方的动作轨迹都捕捉不到，这竟然是人类可以达到的程度吗？自己从警几10年，还是第一次遇到反应跟动作这么敏捷的人。如果刚刚这人手中拿着的不是银针，而是匕首或者是枪的话，自己现在估计已经凉了。或者对方手上的银针换个穴位刺进去，比如什么心脏啊、太阳穴呀之类的，光是想想就觉得浑身发冷，简直是太可怕了。10分钟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对于陆晨来说，不过是集中心力的施了几针而已，而对于吴队等一众的旁观人员，那可谓是度秒如年了，简直就是个煎熬。10分钟后，整个仿佛被按了暂停键的房间传出了一声苍老的声音：“小勇啊，你回来了，爷爷这就给你抓只鸡去，晚上给你炖鸡汤喝。”徐勇，就是徐老爷子孙子的名字，也是陆晨曾经手底下的兵。而此时，刚刚睁开双眼的徐老爷子正盯着陆晨，双手也抓了陆晨的手腕。陆晨心中酸涩，知道老爷子是将自己错认成了徐勇，想着可能是老爷子刚刚醒来，意识还不算清楚，陆晨便没有去解释。他放缓声音，安抚老爷子道：“爷爷，您身体不舒服就好好休息，鸡汤不急，等晚点喝。”那哪能等呢？徐老爷子根本就不听，他挣扎着就要坐起来。陆晨将手腕抽出来，用银针又给了老爷子一下。刚刚还闹腾的人这才安静了下来。再次探了徐老爷子的脉搏后，陆晨才真正放下心来。老爷子的情况经过针灸勉强是稳定了下来，但还是要去医院彻底检查一下。同时刚刚老爷子的那些话让陆晨的心中有了点不好的猜想，如果真的让他猜中的话，对于老爷子来说不知是喜还是忧。虽然患病的过程痛苦，但是却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他当前的痛苦程度，应该是能的吧。陆晨实际上也不确定。第122章，他都要追查到底。见徐老爷子昏睡了过去，陆晨站起身来，他先走到了被自己制住的那个领队的中年人身前，伸出手将对方穴位上的银针给拔了出来。你们应该是警察吧？有什么想问的可以问了，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等那人开口，陆晨又走到寸头青年跟穿着白大褂，手中提着医药箱的女医生旁边。同样的，他将2人身上的银针也都给取了下来。陆晨看向女医生：120的急救医生是吗？徐老爷子在20分钟前我到的时候曾经心脏骤停，具体时间不确定，我经过针灸后已经让他恢复了过来。你现在可以去查看他当前的情况了，特别是检查下他的生命体征。老爷子应该有哮喘史，你用药上面注意下。具体的过敏源我不清楚，估计老爷子的病历档案上应该有。女医生先是震惊于陆晨的颜值，再是震惊于对方的专业程度。他连忙点头：“好的，我知道了，我这就去帮老爷子检查一下身体，包括各项生命体征。”说完，女医生便提着医药箱走到床边忙活了起来。吴队上前一步，走到了陆晨的身边。
不知道您具体是什么人，又为什么要私闯徐老爷子的院子？您跟徐老爷子是什么关系？”这时，同行的几个便衣警察中有人认出了陆晨。我想起来了，之前徐老爷子来局里报案，说怀疑自己的孙子徐勇是被陈天赐故意雇人撞死时，这人好像就陪同在徐老爷子的身边。陆晨朝着说话的人看了眼，认出来是当时负责录口供的一个民警。他点了点头，是我，靠山村陆晨，跟徐老爷子算是认识吧，但关系并不怎么亲厚。这次我来镇上快递点寄苹果，听到驿站老板说徐勇的案子今天要公审了，却没有看到老爷子有什么动静，所以我心中担心，才会过来看一下的。院门紧闭，没有丝毫的进出痕迹，而且院子里也没有任何的动静。这种情况一般有2种可能：一是老人家确实有事外出，许久没归；二是遇到了什么突发事情而出现了意外，且因为是一个人住，身边没有人帮忙，所以没办法呼救。公审在即，又是跟老爷子唯一孙子的死亡真相息息相关，那在这种时候，老爷子就必然不可能出远门，所以极为可能是老爷子在家里出了什么意外，这就是我踹门闯进院子的原因。说到这里，陆晨停顿了一下，看向带队的中年人。刚刚我在院子门口有遇到一个中年女人，应该就是她报的警吧？吴队，话都被对方给说完了，而且条理清楚，因果逻辑上也十分顺畅。这人看向自己时，眼神澄澈明亮，磊落而大方，半点忐忑与害怕的情绪都没有表露出来。只有2种可能：一，他说的都是真的，从始至终都是因为担心徐老爷子才会做出这种事情来；至于2，则是这人是个彻头彻尾的危险犯罪分子，才可以做到完全的颠倒黑白，更是反社会性格，极其冷漠无情。只有这种情况才能这么有条不紊且毫无破绽地说出这些话来。不论是哪一种情况，他都要追查到底。第123章也是我战友的遇害案。现有的简单器械只能大致检测出来徐老爷子的身体情况，各项体征都在正常范围内，但是女医生也不敢贸然判断。她看向自称陆晨的那个人：“那个陆先生，徐老爷子的情况还是需要去医院检查一下的，我现在可以给外面的同事打电话让他们进来吗？”“不用。”陆晨在女医生开口询问之前，上前一步将徐老爷子给抱了起来。“走吧。”他十分随意地看向吴队，边走边说：“另外，我需要了解到徐老爷子的身体具体情况，需要跟随急救车去医院。”女医生收拾完医疗器械后也跟了上来。“等等，陆先生，是你打的急救电话吗？”“是我。”陆晨点了点头。吴队冲着陆晨也点了点头。“你可以去医院，但我也会陪同，我们好好聊一聊。”最后，陆晨、吴队跟女医生一起上了急救车，当然也包括了背在担架床上的徐老爷子。各种器械全部连接到老爷子的身上后，发现他的各项体征与数据都属于正常范围内。女医生时不时地偷看陆晨，欲言又止。陆晨发现了他的目光，想问就问好了。“陆先生，徐老爷子大概多久能醒？你刚刚用银针定住我跟吴队的技巧是什么？传说中的点穴吗？”吴队虽然没直接开口问，但是也同时间看向陆晨，明显也是想要知道答案的。半小时后就会醒，属于银针封穴。到了医院后，徐老爷子被推进了检查室，陆晨与吴队则守在门外。“说说吧，你到底是什么人？”吴队站得看似随意，实则封住了面前人所有的移动方向。对此，陆晨无奈笑了。“刚刚在徐老爷子的屋中，我就说过了，信与不信在你。”说着，他打开手机，找到一个界面观看了起来。吴队当然不信，可这时他却听到了陆晨手机中传出的声音：“带被告人陈天赐，原告徐满仓怎么没来？派人去通知了吗？”吴队将头凑了过去，发现陆晨看的是个公开庭审，站在被告人位置的正是陈天赐，徐老爷子的孙子徐勇的遇害案。陆晨的声音低沉，带着显而易见的悲伤。“也是我战友的遇害案。徐勇他不过才23岁，个子不高，身体瘦弱，可是却能吃苦。再难的训练他都是完成度最高的。每次过节过年，他也是情绪最为敏感的，也总是第一个跟我跑来申请私人手机联系家人的。他说自己想爷爷，不知道爷爷一个人在家是否吃饱穿暖，会不会好好休息。那小子特别惜命，稍微有点危险的任务都会往后面缩，被其他人说成是怂蛋，也丝毫不建议，因为他想留着命回来给爷爷养老。他成绩不好，功课学不进去，勉强念到高中就没念了，包括当兵还是被爷爷给强制送进来的。当听说退役后还会有一大笔的补贴金时，这小子笑得比谁都开心。”说着，陆晨看向身旁若有所思的吴队。“我没想到的是，徐勇他没死在保护家园的防线上，
而是死在了他拼死守护的人手中，很可笑，也很可悲。第124章，这伤天害理的事儿可不能做呀。公审结束没多久，徐老爷子也被推了出来。女医生看到守在门口的陆晨跟吴队，走上前来。老爷子的身体情况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只是一些高血压等基础病。他肺部有病灶，应该是急性肺炎引发的哮喘造成的短暂休克，需要住院观察。另外，我查出了另一个问题，老爷子的脑内淀粉样蛋白沉积和神经元缠结情况不是很好。啥？这是什么意思啊？吴队因为听了徐勇的事儿，现在正在烦躁的时候，哪怕是听到陈天赐那个买凶杀人的家伙被判处了死刑，他也总觉得心里堵着什么。多好的一个小年轻就这么死了，留下了徐老爷子一个人。就是，女医生的声音中带上了哽咽。徐老爷子患了阿尔茨海默症，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老年痴呆。这就是他那会在家里时会朝着陆先生喊小勇的原因。他可能已经不记得自己的孙子遇害这回事了。听到了预想中的答案，陆晨心中的情绪翻涌，因为自己爷爷就是因为这个病走的，他也多少知道一些。记忆受损只是最开始的症状，后面还会随着病情发展到影响认知能力与社会接触能力减退，尤其是自己本身已经掌握的技能都会逐渐遗忘掉。就比如徐老爷子所擅长的捏面人，再就是可能会出现失语、言语重复、分析能力减弱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任由其发展到最后，那就是终日卧床不语，逐渐丧失与亲友的接触能力，最后因为全身性的衰竭症状等死于并发症。这是治不好的绝症，也是可以将患者与亲人彻底打垮的绝症。它会一点一点地蚕食掉患者的人生记忆与生活常识，将他或他完全从心理跟身体彻底摧毁，同时也会让亲人痛苦万分。陆晨交了徐老爷子的住院费后，与吴队一起去了警局，口供还是要录的。而他在警局中还看到了快递站的老板。赵哥，你怎么在这？看到熟人，陆晨还打了声招呼。赵哥看到陆晨却是有些生气，你小子还好意思问我？这帮子警员二话不说的跑到了我的驿站中，让我接受调查，不但问我跟你是如何认识的，还问我为什么要把小毛驴借给你。我祖上3代的底细都已经被盘出来了。陆晨，你小子别不会是犯事了吧？这伤天害理的事儿可不能做呀。陆晨有些尴尬的摸了摸鼻子，他把这事儿给忘了。警员查到驿站老板很正常，毕竟自己是骑着老板的电瓶车去的徐老爷子的家中，只要查一下电瓶车的牌照登记信息就行。笔录结束之后，没有其他的证据，陆晨便被放了出来。他想起刚刚公审上说陈天赐是死缓1个月后进行，期间会被关在荣城的监狱中。陆晨掏出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这种人渣必然要给他的监狱生活加点料才行，不然难解他的心头之恨。第125章，好，陈哥，等会儿见。打完电话，陆晨便跟着吴队去录了口供。姓名：陆晨，陆地的陆，星辰的辰。年龄：25。职业：算是个果农吧，偶尔直播卖卖菜跟水果。住址：靠山村。去找徐大爷有什么事儿？因为听说大爷几天没出门，所以担心去看看。为什么对徐大爷这么上心？不算特别上心吧，老爷子是我爷爷的老战友，他家里客厅里挂着的那幅画就是我爷爷画的，再加上老爷子的孙子徐勇曾经也是我的战友，就想着能照看点是一点。整场笔录做下来，陆晨回答的极为流利详细，吴队也都一一记录在案了。最后他虽然对于陆晨的说的事情还心中存疑，但是手上没有什么证据，也只能在到达了规定的时间后将人给放了。陆晨从审讯室出来时，发现驿站老板正等在门口。赵哥，怎么还没回去？他走上前去关心询问。赵哥则叹了口气，问了些陆晨关于徐老爷子的事情。他也看了实时转播的公审详情，所以也知道了老爷子没有出场的事情。当知道老爷子竟然自己一个人在家时出了意外，甚至心跳出现了短暂的停跳时，赵哥心中也很难受。独居老人的问题已经由来已久了，而当听说老爷子已经度过了危险期，目前人在医院后，他也松了口气。等我回去后便跟大家说说这事儿。徐老爷子太不容易了，而且经济情况也一直不太好，现在徐勇他又走了，老爷子身边也没个人。我平时跟邻里乡亲们的关系还算可以，看看能不能牵头给老爷子弄个捐款。唉，成。陆晨点了点头，他带着赵哥先去将小毛驴给骑了回去，后面又跟着回到快递站，与赵哥结清了寄送苹果的钱，最后才开着皮卡回了家。这时已经到了中午，因为早上陆晨走后给沈路遥发了消息，说了自己去驿站的事情，这一个上午倒是没有接到沈路遥的电话。在开车回去的路上，陆晨产生了一个想法，这事儿他需要回去的时候
跟沈路遥说一下。就在陆晨即将到达靠山村的时候，他的手机响了，来电人赫然是博士。接通电话后，博士的声音便传了出来，伴着巨大的轰鸣声跟呼啸的风声。陈哥，我在你们村上空了，有地方降落吗？听着博士这个极其富有辨别特色的背景音，陆晨道：村里道场的大小差不多，你们直接过去开过去，我马上就到。好，陈哥，等会儿见。挂了电话，博士看着自己面前躺在担架上的人，叹了口气。不知道陈哥看到自己擅自决定带人过来会不会生气，但是他还是想要试一试。这个新兵的人生才刚刚开始，20岁是最为朝气蓬勃的年华，若是真的就这么死了，那也太过于可惜了。虽然他已经见过太多的这种事情了，可这种事情怎么都不可能无动于衷的。第126章，你这小子还愣着做什么？刚刚结束农活的村长扛着锄头正走在回家的路上，因为这条路走了数十年，已经烂熟于心，哪怕闭着眼睛都能回家。他也就边走路边在走神。3月天可以种些水稻了，到时候再下点鱼苗到水田里，那要不了几个月就能吃到鲜嫩的稻花鱼了。要不现在就去找陈娃子说说这事儿。那小子家里的那么多亩水田可是还没种上呢，这关于粮食的事儿可是要看时节跟气候的，拖不得。走着走着，村长就听见了轰隆隆的声音，震耳欲聋，还带着类似螺旋桨转动的声音。这是咋的了？心中疑惑的村长抬头朝着声音的来源看过去，然后他便愣住了。好家伙，又是一架直升机降落在了村里的道场上。与之前那个纯白色的直升机不同，这次来的直升机是军绿色的，这看着明显就属于部队啊。该不会是陈娃子他真的犯事儿了吧？不行，得赶紧去让陈娃子跑才对。可村长给陆晨打电话过去，却发现占线，他急得不行，当下便丢了手中的锄头，拿出了100米冲刺的速度往陆晨的家中跑去。匆忙间，他连脚上穿着的布鞋都跑掉了一只。跑着跑着，村长便看到了迎面开来的黑色皮卡车，他认出是陈娃子的车，便立马跑上前，伸手将车子给拦下来了。陆晨看到是村长，连忙踩了刹车，跳下车来。张叔，怎么了？是有什么事情吗？村长上前直接推了陆晨一把。没推动。陈娃子，你小子该不会是在部队犯事儿了吧？你这次回来是不是做了逃兵？陆晨，村长张叔的这话儿，他根本就是有听没有懂，自己怎么就成逃兵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张叔，陆晨刚张嘴说了几个字，就被村长张叔给打断了。你这小子，别你啊我丫的了！我刚看到道场降了架部队的直升机下来，估计就是来抓你的，你赶紧跑吧，我这就去道场帮你拖延点时间。说着，村长张叔又推了陆晨一下。你这小子还愣着做什么？跑啊！这逃兵要是被抓到，应该很严重吧？到这，陆晨才知道张叔是怎么了。他无奈一笑，伸出双手按住了村长的肩膀，语气平稳，笑容温和。张叔，我不是什么逃兵，没必要跑。那个直升机里的人确实是来找我的，是我之前的战友，有些事需要我处理。他看老人家还是一副不相信的样子，又继续道：要不张叔您跟我一起去道场，等看到了您就知道了。陆晨这会儿心里已经将博士那个不靠谱的家伙给骂死了。人过来就算了，但为什么竟然让部队的直升机直接开过来？靠山村现在几乎都是老人家，而且一个个也几乎没怎么出过村子，去过的最远的地方只是荣城。虽然现在电视跟网络发达了，但也有很多的老人对于这些新鲜的事物没什么接受力，还保持着日出做日入而息的作息方式。之前沈路遥的那个私人直升机就在村里引起了一次大的轰动，这次竟然直接出动了部队的直升机。带上张叔后，陆晨很快便将皮卡车开到了道场。这时，军绿色的直升机也已经降落了下来，正有人在往下面抬着什么。陆晨看到那是一个单人行军担架，他心里当时便是咯噔一下。这种情况通常都是伤员的待遇了。原来如此，他这下明白为什么博士会直接乘坐部队的直升机过来了。陆晨走上前去，找到了背对着自己的博士。博士，这是怎么回事？陈哥，听到了熟悉的声音，博士猛地回头，双眼通红。陆晨看他这样，便知道这家伙是又熬夜了。陈哥，这小子在出任务的时候被炸弹给炸了，他现在全身90%特大面积烧伤，完全就是靠着我研究出来的药吊着一口气，我救不了他。陈哥，我是个废物，你先别急，我看看他的情况。陆晨伸手拍了拍博士的肩膀，你先别急，我看看他的情况。他走上前去，伸手先给伤员探了下脉，毒热炽盛，皮肤上都是红斑红肿，且有无数的水泡。
这种情况相当的危险。通过诊脉，陆晨能够感知到什么东西正护着伤员的心脉。联想到刚刚博士所说，他猜想应该就是所谓的特效药了。眼下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陆晨先给伤员喂了些灵泉水，又用灵泉水沾湿了毛巾，将其全身给擦拭了一遍。这么一通折腾下来，伤员的情况勉强稳定了下来。陆晨便招呼上众人，抬上担架往自家的院子走。而旁观了一切的村长也将自己的心落了下来。看来这些人并不是来找陈娃子麻烦的，而是来求他救人的。与陆晨告别了一声后，村长便离开了。走了几步路后，他脚底板踩到了一颗石子，痛，太痛了。也是这时，村长才发现自己的布鞋不知道什么时候只剩下了一只，还有自己本来扛在身上的锄头也没了踪影。这可怎么得了？他连忙朝着自己的回来的路找了过去。另一边，陆晨走在前面，一边引路，一边在看着自己的系统伤成面板。他跟博士的心理是一样的，也想要尽力去救治这个小战士。他们之前遇到的类似事件实在是太多了，也经历过太多的失去了。这一看，也让陆晨在商城繁多的物品中发现了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新加入的商品。看商品介绍，应该是个什么治疗的药物，就是这名字有些。第127章，伸腿瞪眼丸。商品名：伸腿瞪眼丸。商品售价40W 震惊值。商品介绍：什么？你竟然没听过这药的大名吗？活佛济公出品，药到病除。伸腿瞪眼，药效都在名字上了，还犹豫什么呢？买它！40W 的震惊值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但是能够救一个人的命。商品介绍下面还有一行红色加粗的小字 ：PS 用的好了也别给好评，按戳戳的就行，不然我怕被查水表。陆晨，他对于自己的系统商城是越来越看不懂了，怎么还怕被查水表的？难不成这什么伸腿瞪眼丸当真是系统从活佛济公那里给抢来的不成？想着各个影视作品中对于伸腿瞪眼丸的出场设置，陆晨，难不成济公活佛身上的存货都被系统给搓没了？想到那个场面，陆晨的心中一阵省略号。陆晨知道济公在历史上是有原型的，叫做李修缘。一时间没办法获得那么多的震惊值，陆晨便又想要将手上的2个拟态无人机给卖了。一台的原价是40W 震惊值，折半的话就是 20W 震惊值，2台全部卖了，那就是 40W 震惊值，只能买一颗伸腿瞪眼丸。唉，这波亏大了，但人不能不救。震惊值这东西后面总能再赚到。陆晨发现了，震惊值这东西就跟钱一样，绝对不能完全用完，不然就会处处受限。而就在陆晨将其中一台拟态无人机放到了系统商城的回收筐中时，他却愣住了。上面显示的回收价是 40W 震惊值，而不是 20W 震惊值。子系统，这商品的回收价是怎么回事？之前回收不是只能兑换一半的震惊值吗？子系统，这是主系统离开时升级的，具体是什么流程我也不知道。宿主，你是又遇到麻烦了吗？我现在也有临时赊账的权限了，额度不高，还是只有 20W。 听到这里，陆晨对于自己系统的喜爱之情又提升了不少。那个家伙对于自己的需求了解的永远是最为精准的。20W 的额度不够，我需要买一颗伸腿瞪眼丸。回到了院中后，陆晨让人将担架放在了自己的客厅中。沈路遥看到陆晨后，唰的一下脸上就泛起了粉色。今天早上醒来之后，他发现自己睡在客卧中的床上，奇怪极了。自己明明记得上一秒还在跟陆晨在餐桌上吃饭来着，怎么下一秒就在客卧的床上醒来了？正当他百思不得其解时，睡在怀里的小糖宝醒来了。妈妈，早上好呀！小棉袄糖宝吧唧一口亲在了自家妈妈的脸上，接着小家伙揉了揉眼睛，左右转着小脑袋，像是在找什么东西。巴巴他又偷偷跑掉了，没看到巴巴。小糖宝有些不开心的瘪了瘪小嘴儿。沈路遥亲了口小家伙软乎乎的小脸蛋儿。巴巴应该是有事情去忙了，糖宝跟妈妈在家等他回来好不好？今天糖宝想吃什么？妈妈起来给宝贝儿做。小糖宝倒不是生气，就是醒来看不到巴巴，有些不开心。这会儿他被妈妈亲了下后，就甜甜的笑了。我想吃小馄饨，还有糖宝宝。沈路遥，糖宝宝。他乍一听以为自己是没睡醒，怎么小糖宝竟然还想要吃自己的？这是什么噩梦吗？也不对啊，刚刚不管是小家伙亲自己时，还是自己亲小家伙时，那软嫩嫩的触感都很真实，绝对不可能是梦才对。沈路遥伸手按了按自己隐隐作痛的额头。喝酒误事，他不但是对于昨天的事儿断片了，现在竟然还出现幻听了。糖宝，你刚刚说想吃什么？妈妈没听清，宝贝儿再说一遍。要吃糖宝宝啊！糖宝又说了一遍。小家伙斩钉截铁的样子坚定极了。沈路遥，
不对，这肯定是哪里不对。糖宝宝这个词有什么同声词来着？汤。灵光一闪间，沈路遥想到了什么。糖宝是不是想吃汤包包？他从旁边的床头柜上拿过手机，搜出了汤包的图片给小家伙看。小糖宝偏头过来看了眼后，连连点头。就是这个，糖宝宝。糖宝要自糖宝宝，是汤包包，不是糖宝宝。糖包包，汤宝宝。越说越猛的糖宝一下子扑进了妈妈的怀中。反正就是刚刚妈妈给我看的那个了。汤包想吃。沈路遥听着怀里的小奶鹰，扑哧笑了出来。小家伙，这就 CPU 过载了。糖宝都说成汤包了。从床上起来，母女俩简单洗漱了下后，便去了厨房。而糖宝在等妈妈做饭的时候，将自己昨天看到的那个不一样的妈妈的样子说了出来。沈路遥是背对着小家伙的，小家伙说一句，他便感觉自己的脸上烧一点。自己怎么就……天哪！到了最后，沈路遥觉得自己脸上的温度都能煎淡了，偏偏小家伙还在追着问：妈妈，你的脸怎么了？好红呀！用小馄饨跟汤包堵了小家伙的嘴后，沈路遥脸上的热度才慢慢退下去。之后，沈路遥看到了陆晨发给自己的信息，才知道陆晨是去镇上寄苹果去了。回来之后的陆晨顾不上与沈路遥说话，自然也没看到沈路遥微红的面颊。他以需要独处空间来治疗伤员的借口，将人给支了出去。期间，博士以一双通红的双眼跟3寸不烂之舌，与指天发誓让陆晨松了口，只留下了他一个人。而等陆晨从系统空间中将那颗花费了 40W 震惊值购买的天价药丸拿出来时，他与博士两个人都愣住了。陈哥，这是彩虹糖？陆晨，他此刻手中确实拿着一颗红色的糖果，乍一眼看上去跟小糖宝喜欢吃的彩虹糖没什么区别，这跟影视作品中的所谓伸腿瞪眼丸的形象也相差许多。陆晨拿到鼻子前闻了闻，没味道。这时担架上的伤员突然开始了全身抽搐，陆晨低喝一声：按住他！博士连忙伸手按住了伤员，陆晨干脆利落地下了伤员的下巴，将那颗糖给伤员喂了进去。陈哥，这东西有用吗？陆晨也不确定，不知道，但至少他死前还能尝到点甜味。第128章，我断片了，什么都不记得了。博士眼睁睁地看着陆晨将那颗红色的糖果给喂到了小战士的嘴里，紧接着他便亲眼看到了奇迹，不，应该说是亲眼看到了神迹。原本还在他手下挣扎着的小战士身体抽搐停止了，而博士与陆晨就看着小战士全身烧伤的皮肤开始脱落，露出了里面粉嫩白皙的皮肤。小战士原先紧皱的眉头也慢慢的舒展开了。陆晨伸手搭上了小战士的脉搏，对方的脉象现在中正平稳，跟刚开始时候相比，完全就是两个人，差别太大了。这什么伸腿瞪眼丸的效果确实立竿见影，的确是个神药了。就是 40W 的震惊值太贵了些。陆晨动了，博士自然也没闲着。软的。博士伸手戳了下小战士露出来的新皮肤，惊叫出声。陆晨看了他一眼，博士非但没收手，还又换了个地方戳了下。陆晨，他转身往外走去，刚走了没几步，博士便追了上来。陈哥，你刚刚那个什么糖果，要不给我来点呗？不要多，100来颗就行。陆晨挑了挑眉，博士立马改口，那就10来颗。陆晨摇了摇头，博士心里咯噔了一下，那要不给我4至5颗也行。效果这么显著的急救药，要是能够批量生产的话，那我战士们的生命都能够得到更多的保障。现在的牺牲人数太多了，陈哥。陆晨叹了口气，博士，不是我不给你，是我现在目前也弄不到了。他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多赚一些震惊值，而根据之前的经验，基本每上山一次就能收获不少。如果能够遇到那些个野生保护动物的话，那震惊值的数量就更多了。获得震惊值 20W。 正当陆晨这么想着的时候，脑海中的系统提示声响了起来。他看了眼这 20W 的震惊值的来源，博士，这估计就是伸腿瞪眼丸在博士面前展现出效果后所带来的震惊了。等到了屋外，博士用特效药的说法跟另外2个同行的战士说了，陆晨这边也同时收到了2个 5W 的震惊值。这么短短的时间中，他负 20W 的震惊值便变成了 10W。 沈路遥上来问了些情况，他与陆晨说话时仍旧是心中羞涩，眼神躲闪。陆晨故意逗了逗他，路遥这是怎么了？怎么觉得你突然跟我生疏了不少？沈路遥，他微垂脖颈，声若闻啊，我昨晚上有说什么奇怪的话吗？或者是有做什么奇怪的事情吗？我断片了，全都不记得了，你别跟我计较好不好呀？陆晨，
咱们都翻篇了呗。喝醉了之后的话算不得真的。说着说着，沈路遥看四周没人，伸出手拽住了陆晨的衣摆，轻轻地摇了摇，那样子根本就是在撒娇了，浑然天成，完全没有娇柔做作的感觉，就像是个做了错事的邻家妹妹在请求邻居哥哥的原谅。陆晨鬼使神差的微微低头，亲上了沈路遥白皙的额头。不能翻篇，你说的不是胡话，是心里的话，酒后吐真言可是真的。沈路遥生怕自己说了什么奇怪的话，便一直追着陆晨问。陆晨却不说了。小糖宝看到了追逐着的巴巴妈妈，觉得好玩，便也加入了进来。趴在墙角睡觉的大黑看到了，也加入了这个玩闹的队伍。大黄掀了掀眼皮，瞥了一眼后，便再次眯着眼晒太阳了。老了，他一点不想动，可他身后的尾巴却小幅度的甩了起来，明显就是开心的。第129章，粉色的大熊猫幼崽。这天下午，陆晨便带着博士去了山上，自然的，他也开启了直播。蹲守在直播间的粉丝们看到了陆晨开播，清一色的都是在催苹果发货的。陆晨笑着开口：“兄弟们都别催了，苹果我已经发出去了。根据距离的远近程度，我估计明后天大家就能陆陆续续的收到苹果了。”好耶！川金丝猴实名推荐的大红苹果，我必须要尝尝是什么味道。放大镜已经准备好，我必须要找到其中的金丝猴毛。哈哈哈哈！有没有可能找到最后会发现只有猕猴猴毛？不，还有更惨的，只有苹果，什么猴毛都没有。哈哈哈哈！你别说，我觉得肯定会有。等等，大家都是冲着可能附赠的猴毛买的吗？我是真的觉得，不管是野生大熊猫，还是猴子们吃大红苹果的时候，都极为享受开心。想着味道应该不会差，才买的苹果的。你们这样说的，我有点慌。说实话，要是真发现了猴毛，我会出愁的慌。Cack， 安啦，猴毛没什么的，放心。而且我估计猴毛应该没那么多。我跟你们都不一样，就想知道苹果要怎么水嫩多汁，喷水。哈哈哈哈！刚走了没多远，陆晨放出的拟态无人机中就出现了一大一小的两个黑白色的身影。直播间的粉丝们对于这两个家伙已经很熟悉了，一眼就已经认了出来。哇，是胖团儿跟滚滚。哈哈哈哈！确实是，滚滚真幸福啊，又是被胖团儿背着的一天。等等，我怎么看着滚滚那个小家伙身上的毛发颜色不对啊？小家伙是野生大熊猫没错呀，怎么这身上的毛却都是粉色的呢？粉粉嫩嫩的小家伙真的是好可爱啊！放张福宝小时候的照片，我们的财阀公主真的是被爱宝宠大的。陈哥，你知道小家伙这是怎么回事吗？对啊，小家伙不会是吃了什么不该吃的东西了吧？陆晨看到弹幕后，唇边溢出浅笑。大家放心，大熊猫幼崽的毛会变成粉色是正常现象，你们不用为它担心，反而要为它感到幸福才是。大熊猫的口水中含有酶遇到空气氧化的就会变成粉色。有的大熊猫妈妈很喜欢甜仔，小熊仔的颜色就会很粉。滚滚现在的这个毛色应该就是被胖团儿舔的，从这一点就能看出这母女俩的感情应该是不错的。原来是这样，明白了，我刚刚真的是担心死了。毕竟小熊仔年纪小，山里面的植物又那么多，要是它真的中毒了那就糟糕了。刚来，什么情况？咦，粉色的大熊猫幼崽，哇，比我在大熊猫基地里看到的小熊仔都要粉，看来是只被妈妈爱着的小熊仔啊。第一，获得震惊值4000，第一，获得震惊值5000，第一，获得震惊值4000。第130章。你怎么是个结巴啊？就这么一只小粉熊，让陆晨在短短的几分钟内得到了8W 的震惊值。此时，陆晨的总震惊值已经到了18W。看着这个增长速度，陆晨的心中也极为满意。虽然震惊值花得快，但是自己赚的也快啊。那边的母女俩也看到了熟悉的两脚兽，胖团儿就那么背着滚滚摇摇晃晃的跑了过来。这家伙到了陆晨的身前后，先是将自己的幼崽给放下去，接着就伸着自己的爪爪朝着陆晨嘤嘤叫。嘤嘤，水拿来，你之前答应的水还没给我啊，不给我要闹了。你的竹林还要不要了？陆晨这家伙哪里有点国宝的样子，简直跟个土匪头子似的，这理直气壮的口气。我也要，好喝的水。滚滚哒哒哒的跑到了陆晨的脚边，一把抱住了两脚兽的小腿。软萌的幼崽相比较土匪头子成年大熊猫要可爱多了。陆晨弯下腰将小家伙抱起来，摸了摸他的圆脑袋瓜，接着从口袋中掏出了一瓶灵泉水给了小家伙。而站在陆晨身边旁观了一切的博士，此时的嘴张的已经能够直接吞下一个鸡蛋了。这爷野生大熊猫，还，还是一大一小两只。
陆晨抱着小家伙 Ruel 了个尽兴，他转过头去，刚准备说话，怀里的滚滚却嘤嘤嘤的叫了起来：“嘤嘤嘤，你怎么是个结巴啊？”听到这话的陆晨，他将怀里的小家伙朝着博士的方向递了递：“要不要抱一抱？纯正野生大熊猫幼崽，错过这次，说不定就没下次了。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摆在眼前，博士怎么可能会错过？要知道，这机会根本就是可遇不可求的啊！”他狠狠地点了下头。哟，小熊崽乖乖，给哥哥抱抱好不好？看到这里，直播间里的网友们全在嗷嗷叫：“我也想抱小熊崽！加一，这么可爱的大熊猫幼崽，谁不想抱啊？我10年前在基地的时候付费抱过，2K 抱10分钟，虽然肉疼，但手感确实是不错呀！哈哈，你这说的，我更想抱了呀！依依有钱，我这就订去基地的机票。等等，我说了是10年前啊，现在早就没了。你别冲动。不行，那我也得订，近距离看看也行。让陆晨与直播间的网友们都没想到的是，一直表现得像只玩具熊的滚滚，见到这个陌生的两脚兽朝着自己伸出手之后，立刻抱紧了陆晨的手臂。不但抱，他还汪呜的叫了声汪呜。小家伙这次发出的声音跟刚刚撒娇卖萌时完全不一样。听懂了小家伙说什么的陆晨，不愧是胖团的仔，这脑回路真的是如出一辙，真的夺笋啊！第131章，陈哥，这滔天的富贵你接不接？不能抱，不能抱。妈妈说过，结巴会传染的。滚滚不想也变成结巴。一旁的胖团听得2个黑豆眼眨了眨。嘤，崽儿，老子啥时候说过这个话？你才多点大的熊，怎么就乱说话了？关键这家伙叫完后，竟然直起了身体，从小熊仔的怀里将刚刚陆晨给的那瓶灵泉水给拿走了。陆晨，这货简直了，更像是土匪头子了，怎么连自家崽子手里的都抢？小滚滚紧紧地抱住陆晨的一只手臂，陆晨腾出了另外一只手，从口袋里掏出另外一瓶的灵泉水，放到了胖团的怀里。他还摸了摸那个土匪头子圆滚滚的大脑袋，给你，怎么还抢上幼崽的东西了？你是大熊猫，可不是土匪头子啊！他这一句话让直播间的网友们全笑了起来。哈哈哈哈！陈哥这话说出了本质，胖团的这个架势，不管是拦路出来伸手要东西，还是抢幼崽怀里的东西，都跟个土匪头子没两样了。是的，笑死了！只有我一个人好奇陈哥掏出来的是什么矿泉水吗？连大熊猫都这么惦记，我有理由相信这绝对是好东西。陈哥，这滔天的富贵你接不接？赶紧把这矿泉水的链接放上来啊！看到这条弹幕的陆晨没接话，他这灵泉水目前的产量就靠镇金值跟家里的那口井，博士的研究供给能不能完全支撑都是问题，怎么可能现在上链接？而且这玩意儿要推行也是先从部队开始，民众的话慢慢来，饭是一口口吃的，路是一步步走的，急不来。博士眼巴巴地看着软萌可爱的大熊猫幼崽再次出声：“小熊猫崽崽，可以让我抱抱吗？”身为科学人员，博士脑子里的各种方程式多不胜数，可现在在如何讨好一只熊猫崽崽的问题上犯了难，说的话都是干巴巴的。看到小熊猫崽崽不理自己，博士委屈巴巴地朝着陆晨看了过去。陆晨摸了摸怀中小家伙的圆脑袋，滚滚不怕，他不是结巴，是我旁要。刚刚他说话是不是就没结巴？好像是耶。滚滚抬起头朝着那个陌生人看了看，然后这个小家伙松开了怀中紧紧搂着的陆晨的胳膊。就在陆晨、博士跟在直播间的网友们都以为小家伙是同意被抱了时，这小家伙又做出了一个让众人意料之外的举动。他只是换了个姿势，将自己的小屁股对着了博士。陆晨是只有个性的小熊崽儿，博士自己这是彻头彻尾的被嫌弃了吗？他要闹了！为什么啊？为什么小家伙主动抱陈哥的小腿，自己却只能看到个屁股蛋儿？为什么啊？直播间的网友们这次笑得比刚刚陆晨说胖团是土匪头子更开心了。滚滚是只有性格的小熊崽儿，虽然不知道这个小家伙在叫什么，但是他的动作已经告诉我了。滚滚，嫌弃脸，你别来沾边，才不要被你抱抱！救命！我越来越喜欢这个小家伙了，有脾气的小家伙可真是可可爱爱的，不愧是胖团的崽崽，主打的就是个叛逆。胖团，大熊掌举起，你缩一缩一遍。为什么你可以发语音啊？陆晨在给胖团母女两将2瓶灵泉水全部喂了后，便带着博士再次往山上走去。这次上山，陆晨是想着弄点山货招待一下博士，也算是尽些地主之谊了，顺便也可以赚点镇金值，多好！这一找
还真给陆晨找到了好东西，一大簇的羊肚菌。陆晨蹲下来，先是拍了拍伞盖，接着才扭了扭，将其给摘了下来。博士看着有些奇怪，陈哥，你为什么要拍一拍蘑菇伞？这是有什么讲究吗？陆晨将刚刚采下来的羊肚菌放在手心中展示给博士看。拍一拍是帮助蘑菇释放孢子繁殖，蘑菇类无法产生种子，只能通过产生孢子来进行繁殖。孢子散布到哪里，就会在哪里萌发出新的蘑菇，而孢子落到土壤后就会产生菌丝，菌丝在吸收了土壤或者腐烂木头中的养分后，就会产生子实体，这就是我们看到蘑菇。原来是这样。博士接过了陆晨手上的羊肚菌。陈哥，这野生的羊肚菌是不是味道特别鲜美？第一，获得来自博士的震惊值 3W。 听着脑海中系统的提示声，陆晨点了点头，味道确实不错，等今晚回去我就给你露一手，来个羊肚菌鸡汤。好啊，看来我是有口福了。因为这个关于拍伞盖的小科普，陆晨又通过直播间的网友们获得了近 3W 的震惊值，现在的总震惊值已经到了 24W。 两人往前走了走，又看了一棵倒下来的枯树。陆晨带着博士绕到了枯树的背阴面，果然看到了不少黑色的木耳。秦岭气温地冷，常年湿润，很适合木耳的生长。像这种木耳回去洗净焯水，再进行煮或者炒，都很香。放在羊肚菌鸡汤里也是一绝。听着陆晨的介绍，博士的眼前已经有画面了。他舔了舔唇，陈哥，要不我们晚上就吃这个呗？陆晨看了他一眼，我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还干站着做什么？快来帮我一起采木耳。直播间网友们这时也在弹幕中求木耳了。陈哥，这么多木耳，一家子人也吃不完，要不卖点给我们呗？对啊对啊，早就听说秦岭的野生黑木耳不但味道好，质量高，还有保健养生的作用，我早就想买点试试了。现在网上的东西山寨货太多了，我根本分不出真假。主播你现在采的这些看着就不错，快上链接啊！陆晨的动作快，已经采了小半筐了。看到弹幕后，他开口了，这些木耳现在还不能卖。一句话激起千层浪。第132章，我这就找道长来降妖除魔。陈哥，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们有钱，不就是木耳吗？买得起，你上多少都可以。怎么还有人把这泼天的富贵往外面泼的？对啊，陈哥飘了，他再也不是那个为了卖笋而出卖色相的陈哥了。就是，哪儿来的魂穿鬼？你快从陈哥身体里出来！我家就在龙虎山脚底下，我这就上山找道常来降妖除魔。兄弟，这你不开个直播？眼见着这些网友们越说越离谱，陆晨无奈开口，我说的是现在不能卖，不是不能卖啊。新鲜木耳不方便保存，运输过程中容易坏，我打算多弄点回去，晒干了之后再卖。你们急啥？说着他将大半筐的新鲜木耳展示在了直播间的画面中。你们现在别看着多，实际上晒干后没多少的。山里湿度越来越大了，估计这几天会有不少的雨天，我多来个几次菌子跟木耳绝对管够。成不成？陆晨这么一番话说下来，网友们歪到天边的脑回路也被拽了回来。成，这当然成啊，陈哥。陈哥，你要不发动猴子们采菌菇，我谁都不服就服你。哥们，你这脑洞绝了。猴子应该对蘑菇不感兴趣吧？肯定就是因为不感兴趣，所以才让他们采啊。你没见到陈哥的果园被霍霍成啥样了？也就是陈哥脾气好，有没有可能不是脾气好，而是都是老底做穿售，陈哥只能忍着。哈哈哈哈！盲生，你发现了滑点。陆晨与博士两人沿路又采了不少的黑木耳。走着走着，陆晨看到草丛里有什么在动，隐隐还露出了一点点灰色的毛发。陆晨示意博士停下来，他控制着拟态无人机飞过去，查看了番草丛里的东西。那是只沉迷干饭的小野兔，小家伙在草丛里吃得嘎嘎香，旁边还有不少零星的蘑菇。有直播间网友们发现了重点，哇，我看到蘑菇上面有牙印，是被兔兔啃出来的吗？哪儿呢？啊，我也看到了。不懂就问，兔兔竟然会吃蘑菇的吗？我也第一次见到啊。陈哥快来科普了。这么小的兔兔，陈哥要不别抓了，让他再尝尝吧。兔兔这么可爱，当然要吃掉它了。出乎网友们的预料，陆晨并没有去打扰这只沉迷干饭的小兔崽子，他与博士换了个方向，继续往山上走。蘑菇本来就是在野兔的食谱上的，有牙印很正常。刚刚你太无人机的画面死角中，还有个被啃了一半的蘑菇。除了野兔外，羊、松鼠、熊等动物都是吃蘑菇的。这只小兔崽子太小了，我就不抓它了，总会碰到大兔子的。哈哈哈哈！陈哥这用词，小兔崽子，明明知道他在说事实，但是总觉得他在骂人。我也是，哈哈哈哈！
有没有可能陈哥是故意的？不能吧？我记得好像猎人上山捕猎，好像是有什么禁忌的。啥禁忌？好像是怀孕的跟幼崽不会猎。第133章，我好像身心得到了治愈。看到弹幕的陆晨开口了，这种规定在古代的时候就有了。我们上山一般是不捕猎怀孕的、处于发情期的动物，包括古代那种大型的围猎也不会对某一个种族赶尽杀绝。同时，像是幼崽的话也不会捕猎，就算是在特别时期要维持生计的话，也要留下一定的活口。在我们山里人看来，放掉那些正在繁殖的动物，并且让其继续繁衍生息，是对于大山馈赠的感激。按照现在的观点来说，这就是可持续发展了。只有保证食物充足与生态平衡，人类与动物才能一起繁衍生息。井号34，春3月，山林不登府，已成草木之长；夏3月，川泽不入网谷，已成鱼鳖之长。井号34，网谷就是渔网。陆晨的这番话说下来，直播间的网友们也十分认可。确实，老祖宗的很多规定与政策，哪怕是现在看来也十分有远见的。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可持续发展，但是却说出了竭泽而渔。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虞？话是这么说，但又有人会为了一己私利而肆意捕杀。哎，陆晨与博士说话间，已经来到了半山腰中。他想起刚刚看到的那棵枯树，便控制着拟态无人机往山里又飞了飞。几分钟后，便有一处极其茂密且充满生机的森林出现在了直播间的画面中。尤其是中间的那棵粗壮且茂盛无比的松树，它就那样傲然屹立在半山腰处，身板挺得笔直，枝干与树叶的长势也要比其他的松树更好。看到这样的场景，陆晨的唇边露出了微笑。直播间的观众们沉浸在这样的自然美景之下，也连连感叹：好美的原始森林，我的身心好像得到了治愈。是啊，太美了，这树间斑驳的阳光与虫鸣鸟叫真的好美。兄弟，你要不闭上眼试试？我刚刚就是闭上眼后，听着这直播间的虫鸣鸟叫，就觉得自己身处密林之中。等等，是我看错了吗？怎么对于这片树林隐约有点熟悉感？我想想，是在哪里看过？陆晨正带着博士往那片密林的方向走。博士，你见过枯木逢春吗？博士摇了摇头。没，陈哥你知道的，我是城里长大的，对于农村生活完全没概念，也没看过什么关于植物相关的书籍。枯木逢春他没见过，烧伤的皮肤瞬间脱落他倒是见过。难道又是跟陈哥那个神奇的系统有关吗？陆晨示意博士跟着自己走。走，陈哥带你去看。看到直播间网友的疑问，陆晨说出了答案。你们会觉得这片密林熟悉很正常，因为之前那棵将死的松树就在这片密林里，我就是想来看看它的情况的，可以说是非常出乎意料。他这话也让直播间的网友们想了起来。啊，是那棵知道自己将死之后，便把积累了数十年的养分与糖分都通过菌丝传递给周围松树的大树吗？我也想知道它的情况，不知道它现在是活还是死，会不会是半死不活，想活活不了，想死也死不了？你就不能盼着它点好？就是，刚陈哥都说了是枯木逢春了。第134章，那味道简直了，嘎嘎香。从那片郁郁葱葱的松树林离开之后，陆晨带着博士便回去了。他俩在山上遇到了只肥硕的野兔，博士说着要去抓，却被那狡兔三窟的兔子耍得团团转。陆晨看了看周围地形，提前等在了一个兔子洞旁，将那只兔子给抓住了。仔细辨别，确定了不是怀孕中的兔子后，陆晨便提着那家伙的耳朵展示给直播间的观众们看了。这次的比上次的那几只肥不少，等会儿回去看来有口福了。路上两人有采了些野菜之类的，陆晨更是看到了好东西。不是，你等我一下。他浅浅交代了一声后，便脱了鞋子，双手抱住树干爬了上去。香椿芽多不胜数，陆晨很快便采了不少。没用几分钟，他便又如同猴子一般迅速窜了下来。卧槽，这主播是属猴的吗？这什么速度，简直了！有没有可能就是猴子也没主播爬得快啊？我掐表了，上述 27S， 下述只用了 8S， 这破吉尼斯纪录了吧？这已经不是属猴的了，是猴王变身了吧？妈耶，这真的是人类能够达到的速度吗？不是，你们的关注重点是不是错了？主播刚刚在树上采的那些都是啥？我怎么没见过啊？看着还挺好看的，难道是想要带回去装饰房间吗？哈哈哈哈，笑死！直播这么个大帅小伙，为什么要弄树叶子装饰房间啊？谁规定男生就不能有情调了？你这是性别歧视！陈哥，你怎么装了这么多的树叶子？博士走上前来，伸头看了眼陆晨身后的背篓，他闻到这些漂亮的树叶子上面还有种奇特的味道。陆晨拿出一片叶子放到了手中，
这是野香椿呀，这可是好东西。香椿被称作树上蔬菜，营养丰富，具有良好的食用和药用价值。香椿的最佳食用部位就是它的嫩芽，就是我手上的这种，其中富含充分的蛋白质、钙等营养成分。等会儿回去后用热水焯一下，然后跟鸡蛋一起炒着吃，那味道简直了，赞得不行。小时候我爷爷还会做香椿酱，大饼上抹点香椿酱，嘎嘎香，也可以当做面条的臊子用。博士听得两眼发直，嘴里口水更是不停泛滥。他吞了吞口水。那啥，陈哥，要不我们这就回去？至于回去做什么，博士虽然没明说，那表情也一眼就让人看出来了。他馋了。陆晨点了点头，他冲着拟态无人机的镜头挥了挥手。兄弟们，下次见。下山路斗，我就先下播了呀。这下播的借口让直播间的网友们都愣住了。不是，陈哥你咋回事？你这直播间画面明明是无人机拍的，跟你人又没有关系。就是之前再陡的路你都没下过播，这借口也太草率了吧。陆晨确实是随便找的借口，他有事儿要跟博士说。第135章，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陆晨将拟态无人机召回到身边，并且当着博士的面将其变成各种各样的形态。博士目瞪口呆地看着那个无人机，一会儿变成个树叶，一会儿变成只昆虫，都是完全可以以假乱真的程度。这陈哥，这是什么？是拟态无人机，可以随意变化形态，有点类似孙悟空的72变，而且带录音摄像系统，可以做到隐秘追踪跟探查。陆晨说着，声音低沉了下去。博士，你知道这样的技术对于我们来说是多么的重要，不管是边境的巡查，还是缉毒，或者是武警的日常追踪工作，有了它之后都能将安全系数提高无数倍。目前我手上只有2个，短时间内没办法大数量的增加，你可以从中研究出它的独特之处吗？博士十分聪明，他在看到拟态无人机的各种变化之后，就已经知道这东西能够起到的作用了。这会儿他接过了陆晨递过来的拟态无人机，已经开始研究了。仔细研究了一番操作跟程序后，博士的声音有些迟疑。我能看出很多超越了我们现在的科学技术，至于能够研究出什么，我自己也不确定。陈哥，你让我直接过来，就是因为这个什么拟态无人机吗？陆晨点头过后又摇了摇头，这只是其中一部分的原因。目前特效药你已经研究出了些眉目，只是原材料的供应上还是受到了限制。我家院中的那口井，刚刚你看到了吗？博士有些奇怪。那口井他当然看到了，他便点了点头。看到了。紧接着博士就听到陆晨说了个让他大吃一惊的事儿，那口井中的井水都是灵泉水。我院子中的房间多，你随便找间住着，井水随便用，就是这些东西比较敏感，我不希望你再跟其他人说，包括一些核心的研究跟重要原材料也都不能假手他人。这些要求在博士听来都是应该的，就算陆晨不提，他也会自己遵守。他当下便停下脚步，转身面对陆晨，站直身体，十分庄重的右手抬起，敬了个十分标准的军礼。明白，陆队，保证完成任务。再次听到熟悉的陆队2个字，陆晨脸上的表情没什么变化。他拍了拍博士的肩膀，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我这后面应该还会有其他的高科技工具，你小子肩上的任务可是不轻啊。嘿嘿，博士笑了笑，举了举手上提着的大肥野兔。陈哥，你这伙食这么好，那我肯定得加油啊。说着，博士在心里也补了一句，他不想再看到那些战士们以身赴险了。若是真的能够让特效药跟这个拟态无人机大规模的生产出来的话，那对于整个大夏来说都是十分好的事情。人民子弟兵、士兵的同时也都是父母的孩子，每一个都不是，也不可能成为消耗品。他想要为此尽一份自己的绵薄之力。第136章，陈哥是我们龙牙的龙魂。吃过晚饭之后，陆晨给博士先临时安排了一个房间，并且将系统空间中的另一个拟态无人机给了博士。博士立刻就开始了研究，而那个之前中毒烧伤的小战士也醒了。他发现自己在一处陌生的地方醒来后一言不发，且对于2个随同的战士关心也表现得很冷漠，像是不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或者是说在戒备什么。2个战士将这个事情汇报给博士的时候，他根本不想管。博士现在全部心神都在研究拟态无人机上，没耐心也不想分心过去管。博士，您要不去看看他呗？我们很担心那个小战士的情况。在2个战士叫他到第3遍的时候，博士十分不耐烦地挥了挥手。你们别吵吵了，他身上的烧伤都已经得到了治疗，也全部恢复了。现在他的身体状态也是相当好，所以如果还是有异样，那就是精神上面受到了刺激。你们现在立刻马上去找我陈哥，陈哥肯定能问出他原因。
两个战士面面相觑，他们知道那个十分帅气的陈哥医术了得，相当于是杏林圣手了。可是小战士的事情很可能涉及到重要的军情，让一个根本就不是部队里的人参与到其中，真的好吗？其中一个战士犹豫开口：“博士，陈哥他毕竟是平民，让他参与进来是不是不太好？”博士当即停下手中的研究，抬起头来，双眼一瞪：“谁说陈哥是平民的？陈哥是我们龙牙的龙魂。”他话到了嘴边，却到底没有说出来。陈哥的身份属于特级保密的状态，而且之前就是出去做任务，都是戴着各种的人皮头套的，所以这也是现在退役之后，陈哥可以用自己原来的长相来直播的原因。他打出去的是凶名跟龙牙的战无不胜，而不是他自己的一人孤勇。两个战士能够被委任保护且跟随博士，也都是聪明的人。听到博士这未尽之言，也隐约知道了些什么。他们齐齐朝着博士敬了个军礼。收到，长官，我们这就去将这个事情告知陈哥。在院子中与唐宝玩的陆晨看到两个战士来找自己，让小家伙等自己几分钟后，便跟着两个战士离开了。当听说救回来的小战士出现了那些奇怪的症状后，他心中奇怪的同时也有些好奇，便答应下来去看看。他因为怕刺激到现在情绪敏感的小战士，便让那两个来报信的战士等在了房门前。陆晨没有直接推门进去，而是先抬手敲了敲门：“你好，我能进去吗？你身上的伤是我治好的，我需要仔细查看一下的你的恢复状态。身为医者，我理应对于患者负责。”等了一会儿，房间里传出了小战士的声音：“可以，您请进，但是只能您一个人进来。”从小战士带着颤声的声音中，陆晨听出了对方隐藏的害怕，他的声音越发低沉且带着安抚的意味：“放心，我只有一个人，门没锁，您自己进来就好。”成。陆晨刚刚推开门，便看到小战士坐在床边望向自己，看着不过20多岁的年纪，脸上五官还显得有些稚嫩。他的一双眼睛澄澈而明亮，像是在探究进门来的到底是不是医生。第137章一级读心术启动。我是之前救治你的医生，过来看看你的情况。陆晨朝着小战士伸出了右手，他本就长得俊逸，笑起来的时候整个人也洋溢着阳光。相由心生，一个人的情绪也可以通过表情影响到其他人。小战士在这样的笑容中，就觉得自己刚刚还有些惶恐害怕的心情已经恢复了不少。他有些忐忑地伸出手去：“你好。”陆晨朝着他安抚性地笑了笑，接着他指了指床边：“我能坐在这里吗？”“可以，您请坐。”小战士往边上挪了挪，给陆晨让出了床边的位置。陆晨坐下后，示意小战士将手腕递过来：“来，你手腕给我，我给你诊脉。”“啊，好。”在陆晨的手碰触到小战士的手腕上的皮肤后，他启动了那个自从获得后就没有使用的技能——读心术。他从小战士有些犹豫的神态中，能够看出对方对于自己还是没有完全信任的。同时，这个小战士的情绪起伏也极为明显，刚好符合了读心术的发动条件。一级读心术，在对方情绪激动时与其有肢体接触后，可以读取对方心中所想。自己这到底是在哪儿？眼前的这个人笑起来好像并不像是坏人的样子。不对，赵元郎，给我冷静下来。坏人的脸上又没有标签，可不能这么判断。现在最重要的是回到部队去，把情报汇报上去。那些个在边境游荡的可疑分子，说不定都是犯罪分子。对，要回部队去才行。感觉这边的看守也不是很严密，要不等下我晚上偷偷溜出去。决定了，就这么办。听了小战士的心里话后，陆晨又探了探他的脉搏：“你的伤没什么问题了，等下便跟他们回部队吧，晚上应该就能到京城了。”小战士已经懵了，他不明白这人怎么就让自己回部队了，而且是现在就走。传说中那些被抓住的侦察兵不都是会被严刑逼供的吗？自己这不但被救了，竟然还被放了。等等，该不会是烟雾弹想让自己放松警惕的吧？不行，自己一定要坚守本心，不能被他们给忽悠了。无意中又听到了这么多小战士的心声后，陆晨这小子内心戏挺足的。他叫来那两个战士，交代了一番小战士回去后需要注意的事项后，便让他们带他回去了。而一直内心戏十足的小战士，在看到喷着大夏国徽的军绿色直升机后，转身眼含热泪的朝着那个2层农村小院敬了个军礼。他想起来了，自己是在探知到敌情后逃跑时踩到了炸弹，被炸伤了，可是现在身上却看不到任何的伤口。这一切一定跟刚刚那个笑起来很温暖的人有关。其中一个战士在小战士敬完礼准备回身时，从口袋中掏出一个针管，打在了小战士的脖子上，同时他伸手一接，就接住了软倒下来的小战士。走吧。也不知道这个陈哥是什么身份，博士竟然连记忆消除药剂都用上了。嗨，
你管那么多做什么？反正我看着这陈哥不像是个坏人，而且博士神神秘秘的样子，估计是要有大动作了嘞。切，我可不管什么大不大动作的，我就想知道这次的特效药，咱们团能不能多分点？是啊，博士的药那可是供不应求啊。两个战士拖着昏倒的小战士上了直升机后便回去了，而被留下的博士却并没有过上他理想上的材料充足、天天沉迷实验的理想中的生活。这一切还要从第二天的早上说起。第138章，陈哥这一脚踹得好。对于一个技术宅来说，研究起来是没有白天黑夜之分的。博士自然也是废寝忘食的研究人士，平时在他自己的私人实验室中，1日3餐都是由小助理全权负责，他只管检测实验数据与干饭就行。可刚刚来到靠山村的第一个早上，他就遭受了农村的洗礼。暂且跟淳朴的村民无关，而是被精力旺盛的动物们给制裁了。山里的早晨从出生的朝阳与晶莹的露珠开始，但有的不只是朝气蓬勃的景色，还有让人瞬间清醒的晨间鸡鸣。熬了个通宵的博士刚刚躺下，就被猛然间响起的声音吓了一跳。腾的一下坐起后，他才后知后觉的想起，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公鸡打鸣。小鸡炖蘑菇据说不错，要不今天中午就让陈哥做这个吧，有点想吃。就在博士继续躺下，将薄被盖到头上，准备不管不顾的继续睡时，房门被敲响了。来人当然是陆晨，他习惯了早起，哪怕现在退役了，平时也保持着在军营里的作息。陆晨看到博士糟糕的样子，就知道自己这个曾经的下属是又熬夜了。我锅里烧的粥，等下你吃完再睡。走，我俩先来练练。练啥？那当然是练身手。不容博士说出拒绝的话，陆晨一把将人给拖了出来。阳光逐渐明亮，院中也响起了一声声的碰撞声，拳头打到肉上的闷响跟吃痛的闷哼声，让大黑跟大黄两只狗都从窝里跑了出来。看到是陆晨在与人切磋后，大黑兴奋地叫了几声，汪汪汪汪！陈哥牛 X！ 陈哥干死他的！陈哥这一脚踹得好！大黄听着这些话，忍不住频频转头看向大黑，这明明是只母狗啊，怎么一张嘴都是这些话？汪，你看啥？大黑转头看向大黄，大黄朝着打得不可开交的两人怒了怒嘴。汪，看陈哥欺负人！他说着，将自己的下巴枕到了两只前爪上，那样子像极了看电视节目解闷的老大爷。连10分钟都没撑到，博士就开始哀叫连连了。陈哥你轻点，轻点，痛，那个地方不行，真的不行！陆晨一巴掌呼在了博士的脑门上，你这小身板再不练，可是要废了。看着眼前硕大的拳头，博士点头如捣蒜。练，陈哥我肯定练，一定练。天，自己竟然沉迷研究，而忘了陈哥可是曾经的魔鬼教官啊，竟然就这么将自己给送上门了。男人啊，真的是好难啊！因为这个活宝毫不收敛的哀叫声，这天沈路遥跟小唐宝也醒得格外早。几人吃了早饭后，陆晨放了博士回去补觉，他则与沈路遥跟唐宝说了徐老爷子住院的事情。沈路遥立刻就提出了想去探望的想法，而小唐宝刚开始时还没反应过来父母们在说什么。爸爸妈妈，你们说的生病的爷爷是谁啊？生病很难受的，还要吃黑乎乎苦唧唧的药，好可怜的。爷爷应该也不喜欢吃药吧？唐宝也想去看爷爷。陆晨将小家伙抱到了自己的膝盖上。唐宝还记得前几天给你捏面人娃娃的爷爷吗？一听到面人娃娃，小家伙就想起来了。唐宝记得那个爷爷的，爷爷还答应了帮我捏出爸爸娃娃跟妈妈娃娃的。笑着回忆之后，小家伙的声音却低了下去。他拽了拽陆晨的衣角，有些犹豫地问道：爸爸，你的意思是面人爷爷生病了吗？小唐宝还记得那个爷爷的，爷爷好像不是很开心的样子，哪怕是在捏面人娃娃也总是皱着眉。陆晨点了点头，就是面人爷爷生病了，等下我跟妈妈要去医院看望爷爷。唐宝要一起去吗？要。唐宝也点了点自己的小圆脑袋，他头上的2个小揪揪也随着点头的动作而晃了晃。陆晨给博士留了信息后，就带着沈路遥跟唐宝去了镇上。皮卡后面的挂车上放着一筐筐等待寄出的大红苹果，这些是之前摘下来还没寄出去的。陆晨的斗家后台已经快被催货的私信给淹没了，他也不想这么拖着呀，这不是有事情耽误了吗？留守在家的大黑在黑色的皮卡车开出视线后，转身朝着山上跑去。大黄跟着跑了几步后，却停下来，转身回到院子中趴了下来。他可不能跟着那丫头到处乱跑，得留下来看家呢。在最为绝望的时候，他遇到了心软的生命，感激之前积蓄在心底、急需一个表露的行为，哪怕是能够帮助主人一点点，
那也可以了。作为狗子，看家可是本分啊，有他大黄在，保证不会让任何人或者动物闯入这个院子的，除非是踩着他的尸体。汪！突然的一声犬吠吓得落在院中的麻雀四散飞走。被喂得胖嘟嘟的鲤鱼从假山池中跳出来，吐出一连串的泡泡。大黄，你放心了，你这辈子的苦日子都已经过去了，往后的日子可是要多幸福有多幸福哦。你呀，好好的享福就行，别想那么多了。一天天的思绪这么重，对于你的毛发再生可是没什么好处哟。大黄走上前去，与鲤鱼有一搭没一搭的聊了起来。他时不时会喝一口清冽甘甜的泉水，确实觉得现在的日子要比自己的前半生幸福很多。另一边，陆晨一家三口在车上有说有笑的。他平时一个人时觉得漫长的车程，现在好像很快就到了，还是熟悉的路与同样的路程，却因为同行人的不同而变得充满了欢声笑语。第139章，太阳公公是巴巴的杨洋吗？陆晨一家子刚刚从电梯里出来，迎面就碰上了跑不过来的徐老爷子。老爷子看到陆晨后，哇的一下就哭了出来。小勇啊，你终于来看我了，他们天天给我打针挂水，还不给我回家，你快把他们给抓起来。朝徐老爷子身后看了眼，陆晨看到的是追过来的护士跟医生们，一众白大褂们跑得气喘吁吁的，这会儿正朝着陆晨无奈叹气，并且伸手指了指头部。老爷子告状这事儿不是一次两次了，他们说，唉，都说老小，这老人跟孩子是最难带的，其中又以不明事理的老糊涂跟小捣蛋为最。陆晨知道老爷子是又将自己给认错成了孙子徐勇了，他便走上前一把抱住了老人家。爷爷，您生病了，这些都是我为您找的医生跟护士，您配合着好好看病，我才能带你回家呀。真的吗？徐老爷子有些不相信的抬头看过去，他的脑子里面乱得很，还经常不记得事情，周围走来走去的人那么多，也就对眼前的小伙子有些印象。他记得自己是有个小孙孙的，小孙孙现在长大了，也长高了，就是好像跟印象中长得好像不一样。完了，姥姥连自己的小孙孙都想不起来了。陆晨安抚了一番后，徐老爷子也安静的任由他搀扶着回到了病房中。在医生与护士进行了例行检查后，陆晨让沈路遥与唐宝在病房中陪伴徐老爷子，自己跟着出去了。在走廊上，他拦住了主治医生。医生您好，我是徐老爷子的亲属，我想问下老爷子现在的病情怎么样了？想了想后，陆晨有些不确定地道，就刚刚那个情况，老爷子的病情相比较刚送过来的时候，是不是又加重了？主治医生是个30-40岁左右的中年人男人，他深深叹了口气。是的，先生，你猜测的不错，徐老爷子的病情确实严重了很多。他现在对于一些基本的常识也没有判断能力了，同时也记不住人。每次我们要给他做检查，老爷子都会到处跑，他觉得我们是坏人，要害他。作为主治医师，我其实更希望你们家人可以多陪伴陪伴老人，这样对于他病情的控制相对要好，同时也可以带老人回到他所熟悉的环境中。听到这里，陆晨也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就是想要将老爷子接回去的。他这次过来，一是来看望徐老爷子，另一个是想要将老爷子给接到家中。徐勇没尽到的笑道，他想尽一份力，同时陆晨也有一份私心在其中。看到现在犯糊涂的徐老爷子，他总会想起也是因为阿尔茨海默而走的爷爷，那时自己还小，没办法帮到爷爷，而现在不管是年纪也好，还是能力也好，都已经有了一定的成长，况且还有神奇的灵泉水在，若是能够让老人家免受这种疾病的痛苦，那就太好了。与医生告别之后，陆晨在病房门口看着里面与小唐宝玩闹的徐老爷子，心中颇有感触。阿尔茨海默症一方面患者会逐渐丧失自理能力，另一方面家人要承受的东西也很多。他还记得小时候发现爷爷认不出自己时的深重的绝望。陆晨走进病房中，与徐老爷子说了要他回家的事儿。一听到回家2个字，老爷子开心极了。回家，回家，我们现在就回家。他站起来挥了挥拳头后，又一脸不高兴的转头看向陆晨。小勇啊，你这孩子太过分了。陆晨，他没太明白老爷子怎么突然就转了话题。徐老爷子一脸生气的指了指旁边的沈路遥跟小唐宝，你这小子啥时候讨了媳妇儿，连娃儿都生了都不跟我说，我这个做太爷的连个见面礼都没给小家伙准备，真的是这事儿你做的太不是事儿了。走，赶紧走，赶紧回去，我好给小唐宝拿见面礼。陆晨这才明白老爷子的意思。小唐宝有些好奇地踮起脚尖，爷爷，什么是见面礼啊？是要给唐宝礼物吗？唐宝想要爷爷之前捏的那种面人，爷爷可以给唐宝
再捏一个爸爸跟一个妈妈吗？还要一个爷爷。这样以后我家里的小面人就也有爸爸妈妈跟爷爷了。徐老爷子伸手摸了摸小家伙的脑袋瓜。好好，糖宝你要什么我都给你捏。几个面人要不了几分钟。糖宝你啊，应该叫我太爷爷才对。太爷爷。听到了一个新的称呼，小家伙漂亮如紫黑葡萄般的大眼睛里是满满的疑惑。陆晨将小糖宝抱了起来。爸爸的爷爷，糖宝就要叫太爷爷哟。哦。小糖宝点了点头。就在陆晨以为小家伙懂了之后，不料却听到了一个童言童语。那太阳公公是爸爸的阳阳吗？哈哈哈！一瞬间，整个病房中的家属跟病人们都被小家伙给逗笑了。丝毫不觉得自己的话有问题的小糖宝看着周围笑起来的大人们也笑了起来。虽然不知道大人们在笑什么，但是糖宝也突然好开心啊。嘿嘿。留下沈路遥与糖宝陪伴徐老爷子之后，陆晨去了驿站，将皮卡挂车中的苹果都卸了下来。与驿站老板约好第二天早上直接去靠山村取货后，陆晨才又回到医院中，给徐老爷子办好出院手续之后，陆晨带着人回了索隆街1号。小糖宝惦记的面人工具还在老爷子的家中，而且还得帮老爷子收拾点衣服之类的。同时老爷子还一直强调说家里有要给小糖宝的见面礼。让陆晨没想到的是，老爷子家中确实是有宝贝的。第140章，索隆井下竟然真的有龙。皮卡车刚刚停稳，徐老爷子就闹着要下车。陆晨无奈下车，打开车门，老爷子颤巍巍地从车上下来。他连忙搀扶住老人。爷爷，您慢一点，有什么要拿的您跟我说，我去就好。徐老爷子上下打量了一下陆晨。好啊，小勇，你去井底给爷爷把宝贝拿上来，我要给糖宝见面礼。井底。陆晨顺着老爷子的目光看向院子中央的那口古井，有什么宝贝是沉在井底的？同样从车里走下来的沈路遥回身抱了小糖宝。他看了看那口青石砖的古井，伸手拽了拽陆晨的衣袖，眼里闪过担忧。虽然沈路遥并没有说话，但是陆晨从他那双会说话的眼睛中也理解他的意思。这井看着不太安全，你别下去了。徐老爷子根本没关注这些，他还在催促陆晨。小勇，你快去啊，咱家的这口井可是索隆井哦，井里是真的有宝贝的。索隆井。陆晨想到了什么，他抬头看向了院子的门牌号，索隆街1号。这个索隆街的得名估计就跟老爷子家里的索隆井有关吧。这样一来，陆晨倒是对于这个索隆井有兴趣了。他想看看这井里到底是有什么特别的宝贝。与徐老爷子跟沈路遥说了一声后，陆晨在小糖宝一声声的叭叭加油中走到了井边，将井口系着水桶的麻绳拆下来系到自己的腰间后，陆晨便跳了下去。剩下的3人连忙跑上来。沈路遥抱住小糖宝，不让小家伙距离井口太近。而此时的陆晨已经落在了井中，刚刚接触到井水，他便打了个寒战。冷，实在是太冷了，这井水简直就跟冰水一样。晚春时节，温度已经慢慢升高了。他穿的也不算少，但是这会儿却感觉如坠冰窟。陆晨搓了搓双手，并且从系统空间中取出一个手电筒，用来照明。深吸了一口气后，陆晨手拿手电筒潜入了井底。可刚刚潜下去，他便惊住了。井底并不像他所想象的那样一片漆黑，而是在井壁上有闪烁的微光。陆晨凑近看了之后，发现井壁上竟然镶嵌着一个个硕大的夜明珠，1、2、3、4、5，他大致数了下，竟然有数十个之多。难道这些就是徐老爷子所说的宝物吗？仔细一想后，陆晨就推翻了这个想法。老爷子本来是想要自己下来的，这些夜明珠镶嵌在井壁上，凭借单人的力量根本不可能轻易取下来。他指的宝物应该不是这个。想明白了这点后，陆晨便继续往井底前去。等双脚踩到了井底的砖面之后，他也看到了井底真正藏有的东西。那竟然是一个被粗长锁链锁住的巨大动物骨骼，整个骨骼体长约有5至6米，头部扁平，吻突出，四肢粗短。陆晨走过去，用手电筒特意照了下，发现这动物骨骼的前肢有5指，后肢却只有4指，而尾巴骨更是长而壮硕，一眼就能知道曾经活着时是多么的粗重有力。索隆井下竟然真的有龙。又仔细在井底查看了下，发现除了这些井壁的夜明珠与这个硕大的骨架之外，并无其他之后，陆晨才拽了拽身上绑着的麻绳，并且沿着井壁爬了上去。当他最终将那具硕大的动物骨架从井底拖出来时，沈路遥跟小糖宝都惊呆了。第141章，猪婆龙，您礼貌吗？哇，爸爸这是什么啊？小糖宝看到这么个白花花的大骨架，一点都不害怕。小家伙甚至还哒哒哒的跑了过来，满眼的好奇，是一个生命曾经存在过的痕迹。陆晨想了想后，
用了个比较委婉的说法。小糖宝拖着自己腮帮子想了想，爸爸，我不太懂你的意思，我可以摸一摸这个吗？听到这话，陆晨有些奇怪的看了眼小家伙。糖宝，你不害怕吗？小家伙也很奇怪。爸爸，我为什么要奇怪啊？你刚刚说这是一个生命遗留下来的痕迹，是他曾经存在的证明啊。糖宝不怕打。陆晨同时也被自家女儿的话惊住了。确实，动物所遗留下来的骨架就是他们所存在的证明。他摸了摸糖宝的脑袋，有点冰哦，你摸的时候小心一点。糖宝点了点头，伸出小手手碰了那个白白的大骨架。沈路遥与徐老爷子也走了过来。哇，这是什么动物的骨架？看着好大啊！沈路遥眼里亮晶晶的，围着巨大的骨架看了又看。是，陆晨刚刚开口，一道苍老的声音就响了起来。当然是龙的骨架了，我这锁龙井里可是真的有龙的。开口的正是徐老爷子。是什么龙来着？怎么就想不起来了呢？是什么龙来着？刚刚还一副骄傲样子的徐老爷子突然就神色变化，伸出手抱住自己的头。爷爷，当然是猪婆龙了，您之前告诉我的，不是吗？陆晨走到老爷子的身前，朝着老人家眨了眨眼，开始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徐老爷子怎么可能告诉过他？不过是陆晨自己根据这龙骨的特点认出来的。猪婆龙也就是扬子鳄，俗名又叫做地龙。对，就是猪婆龙。据说这只猪婆龙当时被抓住的时候，可是还引起天地异象了呢。小勇啊，你去拿把刀来，这地龙的龙骨里可是有宝贝的哟。好的，爷爷。陆晨转身进了厨房，装作找刀，实际上却是从自己的系统随身空间里拿了把小刀出来。这猪婆龙的骨架看着就很大，也很坚硬，他估计普通的刀没办法弄开龙骨。系统出品的小刀质量很好，先试试再说。陆晨出来的时候，糖宝正缠着徐老爷子问问题。太爷爷，猪婆龙是什么蛙？可以吃吗？沈路遥虽然没开口，但一双漂亮的桃花眼也紧紧盯着老人家，这明显也是在好奇。老爷子的话匣子也就打开了。这猪婆龙啊，虽然长得看着不太聪明的样子，但可是龙种啊。相传龙性至淫，啥都能来一炮。这龙跟蛇生下来的就是蛟，而龙跟蛟生下来的就是猪婆龙了。刚好听到那句不太聪明的陆晨。猪婆龙，扬子鳄，您礼貌吗？什么叫长得不太聪明的样子？不过陆晨想到这家伙现在的那些个网上火出圈的著名事件，什么围观农妇洗衣服被倒一棒给敲头了，什么时候才能吃完一只小龙虾了，还有什么战斗力出群，能跟大鹅斗个旗鼓相当，还能全身而退了。陆晨默了，猪婆龙非常有可能不只是长得不太聪明，这脑子也确实容量不太够，要不然为什么这只猪婆龙竟然能跑到井里，还被个大铁链子拴着？当然也可能是被人为抓住后关起来的。事情的真相陆晨并不知道，但他知道真正的扬子鳄实际上并不是猛兽，而是萌兽。被称为中华驼的扬子鳄真的是圆圆的脑袋跟圆圆的眼睛，按照网友们的说法，那真是可爱到犯规。连最近刚刚放生了3000多只的养殖扬子鳄，有网友们问到安全问题会不会袭击人时，官方给出的结论是，这么多年来扬子鳄唯一的一次袭击事件的原因是某个人看到后被吓到后摔倒了。第142章，好硬呀，有点痛痛的。在徐老爷子的指导下，陆晨对着那个龙骨的肋骨切去。系统出品的小刀在阳光下暗淡无光，其貌不扬，但锋利度却极其不错。陆晨轻而易举的就将龙骨的肋骨给切开了。一瞬间，炫目的光华猛然出现在陆晨的眼前。光芒散去后，陆晨才看清，这竟然是一颗夜明珠。他突然想到了儿时爷爷曾经给自己讲过的一个故事。曾经有个书生在海岛之上捡到了一个巨大的龟壳，并且卖给了一个波斯商人。波斯商人说，驼龙万岁后就可以褪去龟壳而变成真龙，而龟壳中有24类，每一类里都有一颗夜明珠，只有到了驼龙1万岁的时候，才会24类长全，节节珠满。而在小说与影视作品中，最为有名的驼龙要数《西游记》中的小驼龙了。他名叫驼节，是金河龙王的儿子，西海龙王的亲外甥。相传金河龙王被斩后，驼节就跟着母亲去了西海龙王那。一边想着这些，陆晨手上的动作也不慢，仅仅用了几分钟而已，他就将整个龙骨剩下的10个肋骨都给切开了。与之前的那个肋骨一样，这10个肋骨切开后也都发现了夜明珠。11颗有成人手掌大小的夜明珠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极其漂亮。作为天生对于珠宝类物品就没有什么抵抗力的沈路遥，眼睛都看直了。这是夜明珠啊！他虽然从小家境好，有些父亲生意上伙伴们也会在逢年过节的时候送些名贵的礼物，
但是这么大的夜明珠，他也是第一次见。何况这还不是1颗，是整整11颗啊！相比较沈路遥的强壮镇定，现场的另一个雌性生物糖宝，现在一双眼睛都成了星星眼。哇，好漂亮呀！这些球球都好漂亮啊！小糖宝一边夸赞着，一边哒哒哒地跑到了陆晨的身边，伸出小胖手的小家伙，明显是想要摸一摸这些又漂亮又会发光的球球。但是小糖宝是个懂礼貌，也知道不能随便乱摸的好宝宝，于是小家伙就仰起头看向了自己的爸爸。爸爸，我可以摸一下吗？就摸一下下，会很小心的。陆晨摸了摸小家伙的头，半蹲下身来，将自己手上托着的那颗夜明珠放到了小糖宝的身前。可以的，摸吧。好耶，谢谢爸爸。吧唧，得到允许之后，小糖宝第一时间并没有去摸那个会发光的大球球，而是微微踮起脚尖，在自己巴巴的脸上亲了一下。亲完之后，可可爱爱的小家伙还发表了一下自己的亲厚感。爸爸，你的脸上有东西戳我，好硬啊，有点痛痛。爸爸，你会不会痛痛啊？脸上有东西。陆晨伸手摸了摸，摸到了自己的胡渣。最近事情挺多的，他确实胡子没天天刮，现在这是长出来刺到小家伙了。陆晨笑着回答了自己女儿的话。糖宝不用担心哟，爸爸不会痛痛的，我脸上长的是胡子，这是正常现象。小糖宝一副不信的样子。真的吗？他先是伸手摸了摸爸爸脸上硬硬的地方，那里的颜色跟其他地方有点不一样，摸上去还有点奇怪。爸爸，你脸上长嘴了，好像有东西在咬我的手。陆晨，有时候作为一个父亲也挺绝望的，尤其是不知道自家孩子在说什么的时候。他伸手摸了摸刚刚小糖宝摸的地方，再次摸到了一手的胡渣，触感有些刺啦啦的，好像确实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咬手指一样。小孩子的世界实在太过于精彩了，孩子们的比喻也是奇奇怪怪的。与小家伙说了自己确实没有生病后，陆晨引领着小糖宝去摸那颗夜明珠。有点冰，小糖宝慢慢的把手伸过来就好。小糖宝的注意力也确实被从爸爸脸上奇奇怪怪的东西上转移到了夜明珠上，毕竟他最初就是要摸这个奇怪且漂亮的大球球的。乖巧可爱的小家伙极其认真的点了点小脑袋。好，我知道了，爸爸。结果在圆乎乎的小胖手刚刚碰到那个大球球，小糖宝就惊叫了一声。哇，这个大球球摸上去好冰啊！陆晨在一边耐心解释，这是夜明珠哦，可以发出光来的。哦，似懂非懂的小家伙点了点小脑袋瓜儿。小家伙一边说着好冰，一边却还在伸手过来摸。他正摸着，一片阴影来到了父女俩的身前。陆晨，我可以摸一摸吗？是沈路遥。当然可以，有点冰，你小心些。陆晨想到沈路遥今天穿的是裙子，蹲下来应该不方便，他便单手将小糖宝给抱了起来，另一只手继续托着夜明珠。沈路遥的动作跟小糖宝如出一辙，也是慢慢的伸手，然后飞快的缩了回来。哇，真的好冰！徐老爷子也走了过来。我说了锁龙井下有宝贝吧，这11颗夜明珠就送给你们一家了。他说着，一双略微有些浑浊的双眼看向陆晨。陆先生，请不要拒绝一位老人家的谢礼，这是我唯一能够拿出来的东西了。如果不是你，小勇的死亡真相可能就那么被忽略了。听到徐老爷子叫自己陆先生，陆晨到了嘴边的拒绝换了个词。徐老爷子，您想起来我是谁了？第143章。哎呀，把糖宝自己忘记了。老爷子像是恍惚了一下，他在开口，语气跟用词却是又变了。小勇啊，你说的这都是什么话？不就是出去当了几年兵吗？怎么回来后就跟爷爷这么生分了呢？我是你爷爷，可不是什么徐老爷子。徐老爷子气哼哼的，手上的拐杖还敲了敲地面，发出笃笃的声响。陆晨，这老爷子怎么又糊涂上了？他也不好跟徐老爷子说什么，只能顺着老人家的意思往下说。爷爷，这天儿风大，您刚刚听错了。这些夜明珠您打算怎么处理？这么贵重的夜明珠，陆晨虽然看着眼馋，但是也知道自己不能要，估计1颗就价值连城了，何况这里整整有11颗。当然是给我的大孙子你，以及给我的小重孙女糖宝了。结果徐老爷子将拐杖敲得笃笃响，说得极为肯定。沈路遥在一边看着，拽了拽陆晨的衣角。陆晨，老爷子现在的神智还是不清楚，我感觉你就是问也问不出来啥。要不这些夜明珠我们就存到国有银行的贵重物品的保险柜里，等老爷子哪天恢复神智了，我们再问他怎么处理。陆晨点了点头，也只能这么处理了。那我就联系银行的人了。沈路遥拿出手机便走到了一边，开始讲电话。陆晨隐约听到了几个词：贵重物品存储、钻石级 VIP， 今天下午派人过来拿东西。
他再一次感叹，有钱人果然是钱多任性，而且有钱的客户对于商户来说才是真正的上帝。银行主动派人来拿顾客的寄存物品，这种事儿他之前不仅是根本没见过，连听都没听过。因为要等银行的人过来，所以中饭陆晨就打算在徐老爷子家里吃了。他领着小糖宝去了老爷子的菜园子，随便摘了点青菜、西红柿、包菜，又摘了点黄瓜等。父女两人抱着菜回来时，陆晨还听到了咕咕咕的声音。老爷子竟然还养了鸡！沈路遥也没闲着，他在厨房中找到了些大米。老爷子家里是有电饭煲的，他不会和面，也不会像陆晨那样做面食，但是简单的淘米烧饭还是会的。陆晨与糖宝将菜放到厨房后，他便又朝着小家伙开口了：“走，糖宝跟爸爸捡鸡蛋去。”“爸爸，哪里有鸡蛋捡呀？”糖宝要去。听到可以捡鸡蛋，糖宝高兴地跳了起来，两个小胖手拍呀拍的。妈妈之前说过，鸡蛋是要用钱买的，但是爸爸现在既然说可以捡爷，美元星号好棒，糖宝要捡多多的鸡蛋蛋，可以给爸爸妈妈还有太爷爷。陆晨笑着点了点小糊涂蛋的脑门。小糖宝自己不要鸡蛋了吗？小家伙这才反应过来，哎呀，把糖宝自己给忘记了。要的，糖宝要吃鸡蛋的，还要吃上次爸爸做的那种鸡蛋蛋，因为之前沈路遥说糖宝不爱吃蛋黄，最近陆晨做的鸡蛋料理种类还是挺多的，他一时间不知道小家伙指的是什么。第144章，糖宝，球球好玩不？既然分不清，陆晨也就问了出来，糖宝想吃哪种鸡蛋蛋？爸爸等会儿给你做。小糖宝被问住了，小家伙一下子不知道要怎么形容，就是那种黄色大、软软大、滑滑大。陆晨，小家伙这形容，哪个鸡蛋烹饪不是这样的？他一下子也懵住了。小糖宝似乎是看出了自家爸爸没听懂，他一张小嘴儿还在巴巴的说个不停，上面还有绿色的葱葱跟好吃的肉沫沫，超级好吃搭的鸡蛋蛋，都形容到这份上了，陆晨也知道小家伙在说什么了。小糖宝说的应该是鸡蛋羹。陆晨掏出手机搜索出鸡蛋羹的照片，展现在小糖宝的面前。糖宝是想吃这个吗？看到了心心念念的好吃的鸡蛋羹，小糖宝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起来。小家伙一边欢呼一边点头，就是这个，爸爸，糖宝要吃这个好吃的鸡蛋蛋。好，爸爸等会儿给你做。陆晨摸了摸小家伙的头，牵着开心雀跃的小糖宝，循着咯咯哒的鸡叫声往院子里走。父女俩顺利收了鸡蛋后，便又回到了厨房中。沈路遥已经用之前父女俩摘回来的菜做出了简单的饭菜。陆晨将鸡蛋羹蒸上，凑了个5菜1汤。一家3口再加上徐老爷子刚吃完饭，院门就被敲响了。您好，请问有人在吗？我们是大夏银行的。沈路遥站起身，银行的人来了，我去开门。跟着沈路遥进来的是一男一女2个工作人员，两人都穿着白衬衫与黑西装，俨然一副精英模样。陆晨看到人过来也站起身，东西在这儿。看到这个长相俊逸的男人竟然引着自己2人往墙角走，2个大夏银行的工作人员忍不住互相看了眼，暗中眼神交流。啥情况？不知道，我们跟着过去就知道了。刚走了几步，就有东西咕噜噜滚了过来，远远的传来声响，还伴随着越来越清晰的亮光。陆晨耳尖的听到，在这个声音下还隐藏了熟悉的脚步声。糖宝！随着他的声音，一个粉雕玉琢的小女孩跑了出来。爸爸，我在那。小家伙仰着头，一副乖宝宝的样子，可爱极了。陆晨却没被这小机灵鬼给骗了。球球好玩不？好玩，特别是滚起来的时候，又响又漂亮。陆晨无奈叹气，这夜明珠有点重，还比较阴凉，可不是你的玩具。哦，小糖宝垂着头，整个人变得丧丧的。他真的不是故意把球球滚起来的，真的是不小心。等会儿回去后，爸爸给你做点小玩具好不好？看出小糖宝的情绪一下子低落了下去，陆晨连忙补救。那。小糖宝重重点头，同时还不忘提条件。糖宝要玩车跟好玩的玩具。陆晨点头，好，都可以。这边父女俩在说话，那边2个大夏银行的工作人员已经趴在地上研究起了那颗发光的珠子。这纹理，这触感，还有这极其自然的光，天，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夜明珠？男工作人员站起身，朝着沈路遥看过去，神情激动。沈小姐，这么大的夜明珠价格十分昂贵，而且我手上的鉴定工具也不全，根据我俩的粗略估算，它估计价值1000万。一个就价值1000万吗？沈路遥虽然早就有所猜测，这时候还是吃了一惊。他脸上没有露出什么惊讶的表情，而是伸手指了指墙角处，那边还有。
两个工作人员顺着沈路遥的手看过去，就看到了更多的荧光点点。第145章，太爷爷捏面人养你。还有，两个工作人员还没从震惊中缓过来，就听到了还有2个字。等他们看到被凌乱堆在墙角的剩下的那些夜明珠，两个工作人员的嘴张大的都能塞得下鸡蛋。天哪，竟然还有这么多！1、2、3、8、9、10。两人跑过去数清了剩余的夜明珠的数量后，双双互相看了对方一眼。虽然没说话，但是那震惊的眼神都已经将各自的情绪传达了过去。这什么情况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优质且价值连城的夜明珠啊？这么多已经价值1亿1000万了啊！为什么会就这么随意的堆放在墙角啊？你问我问谁啊？这就是有钱人的世界吗？好可怕啊！一番眉目传情，眼神沟通后，两人将视线再次投向沈路遥时，眼神已经都变了。他俩小心翼翼的样子与斟酌用词的纠结，完全可以从他们眉毛的打结程度与语气上的磕绊中窥见一二。沈小姐，这些夜明珠你打算存多久？要不要买个保险之类的？男工作人员刚说完这话，就被旁边的女工作员用手肘给撞了一下。他也一下子反应了过来，价值1亿多的东西买保险，这么大的单子，真的有保险公司敢接吗？这玩意儿但凡磕了碰了，那赔偿也绝对是天价了。光是想想就已经很绝望了。沈路遥被这一提醒，倒是想起了保险的事儿。通常来说，他存贵重东西确实会提前买个保险，防范于未然了。于是他便看向了仍旧与唐宝玩闹的陆晨。陆晨，这些夜明珠你看着要不要买个保险？没记错的话，大夏银行应该是有相关的业务的，毕竟他们家是整个大夏最安全的银行，是整个大夏最安全的地方。听到这话，陆晨却是摇了摇头，没有绝对安全，只有相对安全，不然也不会有保值保险的推出。贵重物品的存储我不太懂，你看着来就行。好，沈路遥点了点头，转头跟2个工作人员开始交涉了起来。定下了最终方案后，2个工作人员又叫了其他的同事进来，一起将11个夜明珠给装到了他们带来的保险箱中。寄存合同的手印是陆晨哄着徐老爷子按上去的。老爷子按的时候还有些不情不愿的。小勇啊，我都说了那些珠子都给你了，你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干嘛非要弄个单据出来？我是老了，但还没糊涂，这送出去的东西肯定不会要回来的。心中无奈的陆晨只能继续给老爷子解释，爷爷，这不是您赠送的单据，是寄存的单据。我的车子太小了，这些珠子也放不下，就先存起来，等往后啊，小唐宝结婚的时候给他当做嫁妆，您看成不？谁知老爷子听到这话，立刻就狠狠地瞪了陆晨一眼。小唐宝才多大，你这个做父亲的怎么就想着要将小家伙给嫁出去了？你要是不喜欢女娃娃，这个爸爸就别当了，我来养我的乖重孙女。唐宝，来跟太爷爷走，太爷爷捏面人养你。第146章，这哪里是帮忙，根本是添乱。我能把你爸给拉扯大，就也一样能把你给拉扯大。陆晨，啥情况？自己什么时候说要把唐宝给嫁出去了？又什么时候说不喜欢女孩了？这老爷子啊！陆晨连忙开口，爷爷，我没有不喜欢唐宝。虽然有些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但是小唐宝也开口了，太爷爷，我喜欢爸爸，唐宝想要爸爸做我的爸爸。等到老爷子按上手印时，也已经到了傍晚时分。眼看着天色将晚，夜里开车回去不方便还不安全，陆晨一家子便在老爷子的家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4人起来简单吃了点早饭后，才开车回靠山村。汪，是陈哥的车，陈哥回来了。远远的一声犬吠传来。汪，还是你的眼尖，我听力好像是有些下降了。正在开车的陆晨循声望去，在村口的榕树下又看到了一黄一黑的2个身影。不出他所料，正是大黑与大黄。咪呜，一个雪白的小脑袋从大黑的身后伸了出来。陆晨凝神看去，发现这是那只一天一个样的小猫仔。小家伙跟在2只大狗的身后，一摇一晃的往黑色的皮卡车跑了过来。回到家中后，陆晨给老爷子收拾出了一个房间，将其安顿了下来，又将在实验室中废寝忘食研究的博士给薅了出来，将人给带到了山上。2人随便弄了点山货，就回到了院中。陆晨进厨房做饭时，博士也跟了进去。陈哥，你太无人机的技术研究出了点问题，那里面的技术都太超前了，我有很多的地方都没弄明白，而且只有1个机子，我不太敢拆。博士哪里是不敢拆，他实际上是怕拆了后不能原样复原，到时候直接将机子给废了，那他就没了可研究的对象，可不能做这种杀鸡取卵的事儿。陆晨正在一边拍算，
他打算炒个蒜泥生菜。你忍忍，先别拆，等过几天我再给你弄几架出来。龙骨取叶明珠的事情，陆晨没拍。虽然这种稀奇的事儿，如果再配个吸人眼球的视频名字，肯定能有流量，但是他并没打算将这个事儿给公之于众。首先，这些叶明珠在陆晨的心中始终都是属于徐老爷子的。其次，财不露白的道理，陆晨心里清楚得很。老话说得好，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小人心最是难测。将蒜泥放到油锅里爆香后，陆晨再次开口：“不是，今晚你别熬夜了，明天跟我们一家子去野营，我给你看看拟态无人机的实际应用。”好，答应了之后的博士索性就留在了厨房，想着帮点忙。可刚待了2分钟不到，他就先是踢翻了水盆，又不小心将陆晨放着醒的面给碰到了地上。陆晨，博士，你还是出去吧，这家伙哪里是帮忙，这根本是添乱啊！博士，陈哥，我也不想啊，这不是人生第一次吗？我真的不是故意的。陆晨，行了，你出去吧。博士，哦，觉得有些委屈的博士刚走出厨房，他迎面就看到了牵着糖宝走过来的沈路遥。嫂子，你这是来帮陈哥做饭吗？第147章，被喜欢的人亲了要怎么办呀？对啊，沈路遥点了点头。我这不是想着2个人做饭快一点吗？不是，你怎么出来了？博士有些尴尬的摸了摸后脑勺。他该怎么说？总不能直接说自己是被陈哥给赶出来的吧？男人的面子可是很重要的。叔叔，我刚刚听到里面有东西砸坏的声音耶。爸爸是要你去买东西吗？小糖宝眨着漂亮的紫黑葡萄般的大眼睛，可可爱爱的小模样，在博士的眼里就像是从天而降的小天使。想不出怎么回答的博士听到小糖宝的话，立刻顺杆下了。对，嫂子，我刚刚把你家的碗给打碎了。嫂子您等等，我这就去给你买去。匆匆忙忙说完话，博士是撒腿就跑。小糖宝看着跑得转眼就不见踪影的博士，奇怪极了。妈妈，博士叔叔是怎么了？看着就像是身后有狗狗追一样眼。小家伙的话音刚落，就有一声犬吠响了起来。汪！小主人你可别乱说，根本就没有狗狗追他。哇，妞妞你在啊！听到声音的小糖宝松开了抓着妈妈的手，跑到了大黑的面前，给大黑狗来了个极其热情的抱抱。妞儿，我想你了。汪呜，小主人，我也想你了。大黑用自己的毛脑袋蹭了蹭这个嘴甜的小可爱，这个幼崽真的是太可爱了，比小灰灰那个臭狼崽子可爱无数倍。糖宝，我去帮爸爸做饭，你要来不？看着糖宝跟大黑玩的不亦乐乎的样子，沈路遥喊了一声哟。听到这话的小糖宝立刻松开了搂着大黑的手，哒哒哒的跑了回去。在厨房里听到了动静的陆晨刚刚走出来，迎面就看到了跑得连脸上的小奶彪都在抖的小糖宝。他索性蹲了下来，朝着自家可可爱爱的小宝贝伸出手。糖宝，来爸爸这儿。西西，来啦，星号星号。圆乎乎胖嘟嘟的小糖宝如同一个小炮弹一样，就那么径直扑进了陆晨的怀中。就笑得连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的小家伙实在是太过于可爱了。陆晨情不自禁的吧唧一口亲在了小家伙软嘟嘟的小脸上。Sigma 井号34A。 突然被亲了的小家伙惊讶的一双大眼睛睁得大大的，像是被吓到了一样。但是转瞬间小家伙就明白了过来，是亲亲呀。嘿嘿，爸爸亲自己了。被喜欢的人亲了要怎么办呀？当然是亲回去了啊。吧唧吧唧吧唧，小孩子的喜欢单纯而纯粹，就是有点黏黏糊糊的。沈路遥在一边看着一边捂嘴笑的同时，心中竟然有了点羡慕。小糖宝这家伙好像跟陆晨的关系越来越好了，他已经许久没被小家伙这么亲过了。陆晨感受到了来自背后的目光，他想到了什么，贴着小糖宝的耳边说了什么。小家伙松开了搂住巴巴的小胖手，哒哒哒的跑到了自己妈妈的身边。妈妈，你低一点好不好啊？仰着小脑袋的小糖宝扑闪扑闪着大眼睛，眼里倒映着细碎的光。怎么了？不知道小家伙是怎么了的，沈路遥刚刚蹲下身来，猝不及防间他就被偷袭了。第148章，陈哥，我要刺兔兔。至于偷袭沈路遥的人，自然就是可可爱爱的小糖宝了。吧唧，妈妈，我也超级喜欢你哦。嘻嘻，粉雕玉琢的小家伙，黏糊糊的小奶音，简直有融化人心的力量。沈路遥刚刚升起的那么一丁点的小情绪，瞬间就被化解了。他一下子抱住自己的小可爱，妈妈也超级喜欢糖宝哟，很喜欢。小糖宝歪过头去，再次亲了自己妈妈一口。嘻嘻，喜欢要用行动证明的。妈妈你也亲亲我好不好呀？好。沈路遥连连点头，一连亲了小糖宝好几口。
啾咪！吧唧！小糖宝趁着被妈妈放开时的空隙，伸出小手朝着一旁看着自己的巴巴挥了挥。这个小家伙还自以为小声的说道：“巴巴，妈妈她笑了，你不用担心了，我超级喜欢麻麻的。”听到这话的沈路遥这才知道，原来竟然是陆晨发现了自己情绪上的微小变化，所以才让小糖宝来找自己的。他转身看向陆晨，就见对方正朝着自己在眨眼。一家三口在经历了这个小插曲之后，就一起进了厨房共同做饭，分工上陆晨为主，沈路遥为辅。至于小糖宝嘛，当然是只要负责卖萌跟捣蛋就好了。至于另一个编外人员，博士在出了院门后，整个人就懵住了。这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个不同的大山里，自己要去哪里买碗？他现在收回刚刚的话可以不？话说的太满了，现在是真的办不到啊！汪！一声犬吠从博士身后传来，他转身就看到陈哥的爱犬大黑站在自己身边。博士灵机一动，当下就蹲下来跟大黑说话：“大黑，咱们商量个事儿呗。你认路不？要不你跟我上山去，一起打点野味回来。嘿嘿，反正也算是打牙祭。”汪！大黑冲着博士叫了声，噔噔噔得跑到前面带路。博士立刻跟了上去。不是他不想一个人上山，是路痴属性 Max， 尤其是在这种完全没有 GPS 定位的大山里，要是自己一个人上山，那最后绝对会迷路。等陆晨将饭菜做好后，院门处也响起了久违的狼嚎声。嗷呜！那兔子是我哥咬死的，你快还我们！汪！那你让你哥叫一声，看兔子答应不？嗷呜！兔子死了，怎么可能会答应？汪！那他都死了，你又怎么知道是你哥咬的？将手中的饭菜放到桌上后，陆晨去打开了自家院子的大门，就见院门口一大一小，一黑一灰，两个毛茸茸嗷呜汪呜的吵得正凶，正是大黑跟小狼崽小灰。大黑气狼的同时还在关注身边的动静，他第一时间察觉到陆晨过来了。汪！陈哥，我要刺兔兔！嗷呜！不许吃，兔兔是我跟我哥的！嗷！小灰，回来！随着一声更加悠长且响亮的狼嚎声，一只大白狼跑到了院门口，正是大白，而他身后是气喘吁吁且惊慌失措的博士。陈哥，你这山上有狼啊！刚吓死我了！你是不知道，我刚刚在山上遇到一只大白狼。陆晨十分淡定地伸手指了指大白。你说的是他吗？博士，卧槽！第149章，这是熟狼。惊叫过后，博士微微下压身体，同时右手还疯狂给陆晨打手势。陆晨认出博士做的手势的意思是快跑，看来博士是打算自己殿后，然后让他离开啊。这家伙！陆晨神态轻松，语气轻快，完全没有半点的紧张。他朝着博士挥了挥手：“博士，不用紧张，这是熟狼。”博士，他瞪大眼睛的同时，忍不住伸手掏了掏自己的耳朵。啥子？熟人他知道，这熟狼是啥意思？下一秒，博士就知道了什么叫做熟狼了。陆晨就那么大摇大摆地站在大白狼的必经之路之上，甚至这人还朝着那只身形矫健的大白狼招了招手。大白，几天没见，你的脚伤全部恢复了没？过来我检查一下。哦，恢复了，我现在上山下水都没问题了。兔子等猎物都是一抓一个准。听着略微带着些嘚瑟的语气，陆晨心中暗笑，这些个动物们一个个的性格明显跟人类也差不多。你自己说可不算数，过来我帮你看看。汪！磨磨唧唧的，你到底过来不过来？大黑朝着大白叫了一声还不够，气势汹汹的朝着大白就冲了过去。大白避开大黑，朝着陆晨嗷了一嗓子跑了过来。陆晨顺势蹲下，仔细检查了一番大白之前受伤的腿，只见上面不见任何一点伤痕，捏骨也是完全没有断裂的痕迹。他拍了拍大白后站起身来，看着确实是好了。你在我面前跑跑跳跳看看。大白心中对于这个两脚兽救治自己而心存感激，所以在听到陆晨的这个要求时也没多想，而是就那么时而跑跳时而伸腿。这极其听话的样子看在一旁的博士眼中那可不得了。这真的是狼吗？简直堪比受过训练的军犬了，这服从性简直不要太好。不明所以的小狼崽小灰看着自家哥哥的样子，也在一旁笨拙地模仿了起来。一时间一大一小，一白一灰两只狼都有些像是杂耍的。陆晨边吩咐着，边拿出手机将这个画面给录了下来。他的抖加账号最近直播的勤，但是视频素材其实不太多，这会儿的视频绝对能够吸引一波人的关注与点赞。恰在这时，小糖宝哒哒哒的跑到了两只狼的身边，大白抬腿，小灰跟上，再加上一个乱入的小糖宝，人类幼崽与动物幼崽一起奇奇怪怪可可爱爱的画面就这样被记录了下来。陆晨将两只狼给留了下来一起吃饭，而那只兔子
也被他拿去加了餐。当然两只狼也分到了不少。下午，陆晨与沈路遥说了打算第二天去野营的事儿。沈路遥开心答应的同时，提出带上徐老爷子与博士。陆晨表示自己也是这么打算的。第二天，陆晨照例起了个大早，将赖床的博士拽起来后，他与人对打了一场。眼睛都睁不开的博士被陆晨一顿狠虐之后，立马就清醒了。陈哥，你这身手是越来越好了，打个商量，你往后别拿我当沙包成不？对此，陆晨摊了摊手，我这院中老的老，小的小，还有个娇滴滴的大美女，也就你能跟我过两招了。况且我这叫做魏招，你小子别得了便宜还卖乖。博士当然知道陆晨是魏招了，就这一次的对练，就能让他知道很多自己的不足之处。陆晨在厨房中烙了点饼，又做了不少可以打包打走的食物后，才上楼去喊沈路遥跟唐宝。母女俩睡得香甜。清晨的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射在沈路遥白皙的脸上，连脸上的绒毛都纤毫毕现，绝美的女孩紧闭双眼熟睡的样子，宛如童话中的睡美人一般，让人不忍打扰。陆晨情不自禁地离那张脸越来越近。童话中的睡美人是需要王子的吻才会醒来的，不知道眼前的这个睡美人是否也需要被吻醒呢？第150章，呜呜，妈妈抱。沈姓睡美人不是被某个姓陆的冒牌王子吻醒的，而是被他的小公主给吵醒的。小唐宝做噩梦了，小家伙突然挥舞着双手，哇哇地哭了出来。陆晨吓了一跳，连忙将小唐宝给抱到怀中，轻声安慰。睡梦中听到哭闹声的沈路遥也醒了过来，两人一番安抚与询问之后，才从小唐宝带着哭腔的声音中了解到了大概的事情。小家伙梦到自己被爸爸妈妈给丢下了，怎么哭喊都叫不回父母双亲。看着那一滴又一滴晶莹的眼泪，陆晨的心里心疼极了。小家伙太小了，还分不清梦境与现实。他轻轻拍抚着小唐宝的后背，柔声安抚：唐宝不怕，梦里都是假的，爸爸跟妈妈不会抛下你的。沈路遥也在一旁连连点头：对的，唐宝不怕，梦里都是反的。不信你摸摸妈妈的脸，看看是不是暖暖的，软软的。抽噎着的小唐宝颤巍巍地伸出了自己的小胖手，摸上了沈路遥的脸，果然会暖暖的，软软的。呜呜，妈妈抱。小家伙吸了吸鼻子，朝着沈路遥伸出双手。陆晨顺势将小家伙递到了沈路遥的怀中，看着沈路遥轻拍小唐宝柔声安慰的样子，陆晨的心里软得一塌糊涂。曾经的他参军是想要守护国家，并没有什么特定的需要保护的人，而现在他的小家已经初具雏形，他所要保护的具体对象也有了名字，眼前的母女俩就是他的逆鳞所在。小唐宝哭累了，就那么睡在了沈路遥的怀中。路遥，唐宝我来抱着吧，厨房中需要带的野餐食物我都准备好了，你把野餐包带着就行，我去叫徐老爷子。陆晨的话音刚落，老爷子的声音却在门边响起：叫我做啥子？老爷子话说到一半，看到宝贝重孙女趴在孙子的肩膀上，睡得口水都流了下来，连忙闭上了嘴。小唐宝被吵到了，嘟哝了一声，双手紧紧抱住了陆晨的脖子。陆晨拍了拍唐宝后背的同时，将小家伙在怀中掂了掂：没事的，睡吧睡吧。本来就没睡够，再加上哭累了的小家伙，很快便又沉睡了过去。陆晨走到徐老爷子身边，将去山中野餐的事情说给了老爷子听。老爷子听得连连点头。陆晨抱着唐宝，搀扶着沈路遥走在队伍最前面，他时不时还停下来去搀扶走在自己身后的徐老爷子。徐老爷子看着气氛融洽的一家三口，笑眯了眼，他捋着自己的胡子，连连点头：真好啊，真好，自家孙子的命真是不错，有这么漂亮懂事的孙媳妇就已经很有福气了。重孙女更是乖巧可爱，让人看到就喜欢的不行。博士走在队伍后面，承担了殿后的工作，同时也随时留意着徐老爷子的脚下，而他的手中正拿着沉甸甸的野餐包。看着眼前恨不得冒着粉红泡泡的陆晨与沈路遥，他眼眶微红，一部分是早上被陆晨胖揍时的生理反应造成的，另一部分也是气的。这两人虐自己这个单身狗也就算了，还把他当作工具人。大黑欢快的跑在队伍最前面，时不时停下来等陆晨等人。大黄则像是个忠实的守卫，一直走在陆晨等人的身边。两只狗唯一相同的地方就是耳朵都会偶尔动一下，更是经常停下脚步仔细倾听，那样子明显就是在随时留意着周围的动向。到了半山腰的溪边时，大黑猛然停下了脚步，微微弓下身体，目光看向一旁的草丛。陆晨伸手拦住身后的众人，也看向草丛。他观察细致，这一看还真看出了不同来，有一串深浅不一的梅花状的脚印，从溪边开始，最后消失在了那片草丛中。
他更是隐约看到了从草丛掩映中露出的一点红色，单就是这个毛色就已经暴露了这个藏着的小可爱的身份。第151章，好想抱到怀里，轻轻抱抱举高高。陆晨放出拟态无人机，从空中拍摄草丛后的画面。直播间刚刚开启，就涌入了一大堆的粉丝观众。失踪人口回归，陈哥，你还知道要直播啊？终于等到你，幸好没放弃。咦，陈哥，这是哪儿？青山绿水，鸟啼虫鸣。等等，草丛里那个是什么？哪儿呢？我看看。随着陆晨调整拟态无人机的拍摄角度，一只红色毛茸茸的动物也出现在了直播间的画面中。哇，好可爱的小狐狸，这毛色应该是赤狐吧？哈哈，你们看它的小表情，明显就是自认为躲避得很好，估计在打着什么鬼主意呢。这灵动的眼睛跟聪明劲儿，我有点懂纣王了。纣王动情真的是人之常情好吗？哇，妞儿那家伙从另一个方向溜过去了。哈哈哈哈，妞儿也是蔫坏的。你们说妞儿能抓到这只赤狐吗？我估计够呛，毕竟这是赤狐的地盘。关键赤狐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妞儿根本就不能咬啊。对，陈哥快阻止妞儿。陆晨吹了声口哨，将妞儿给换了回来。他弯腰摸了摸爱犬的毛脑袋，那边有没有什么东西？我们要去的另一边的玉兰树下。说着，他有意无意的又说了要在西边捕鱼烤鱼等事情。沈路遥、博士与徐老爷子3人在陆晨的描述中，对于这次野餐都极为的期待。而直播间的网友们更是连连催促陆晨快点展示一下捕鱼的绝技。等到众人再次前行时，陆晨特意控制拟态无人机查看了下自己等人的身后。不出他所料，刚刚那只赤狐果然偷偷摸摸的跟了过来。随着距离的拉近，陆晨也发现这是一只赤狐。这小家伙虽然看体型应该是成年了，但却跟之前的小狼崽一样，瘦的都皮包骨了，看着让人心疼。陆晨与沈路遥说了点悄悄话后，故意放慢脚步来到博士的身边。小糖宝刚好醒来，陆晨从野餐包中拿了些零食递给小糖宝，他一边喂着，手里却一边露着大块的肉饼与饼干等都被他丢了下去。直播间的观众纷纷发弹幕提醒：陈哥，你这喂的都没掉的多。对啊，陈哥你眼睛倒是看着糖宝啊。哎，真是为陈哥操碎了心。不对啊，陈哥不是大意的人，我怎么觉得他是故意的呢？陆晨还真就是故意的。直播画面中的那只小心翼翼跟过来的赤狐发现肉饼后，他先是伸出爪子碰了碰，接着又低头闻了闻，再伸长了脖子使劲的嗅了又嗅。拟态无人机拍摄的高清画面中，清晰可见小家伙黑色的鼻子一动一动的。啊，奥斯哦，这赤狐简直是太可爱了！救命，他真的精准拿捏，好想抱到怀里，轻轻抱抱举高高。你冷静，野生狐狸没有切除臭线，味道很大的。喂，楼上的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就是最讨厌扫兴的人了。可我说的是事实啊。赤狐犹豫再三，实在是经不起食物的诱惑，终于低下头吃了起来。可他只是吃了看着其貌不扬的饼干，完全没动那半块肉饼。特意停下观察赤狐的陆晨等人，距离他已经很远了，确定距离够远，哪怕说话也会影响到赤狐幼崽后，陆晨才开口：这确实就是只赤狐幼崽，也是刚刚有网友提到的国家2级保护动物。赤狐是体型最大、最常见的狐狸，体型纤长，承受体长约70厘米。这只目测体长只有60厘米左右，而且二头下垂，看着可能是只母狐狸。就在陆晨话落之后，那只赤狐叼起半块肉饼，迅速窜入了草丛中。陆晨连忙派出拟态无人机跟了上去。这只母狐狸太瘦小了，看着身体状态实在太过于糟糕。若是真的处于抚育幼崽的状态，他更有些担心幼崽的情况。第152章，陈哥，你别舍不得，我买单。那只母狐狸就像是脑袋后面长眼睛，知道被跟踪了一样，绕了不少的路后，最后竟然朝着玉兰树跑了过去。见到竟然与自己的方向一样，陆晨也就慢慢走了过去。在玉兰树下观望半天，赤狐转眼间消失不见。陆晨将拟态无人机缩小，化作飞虫，仔细查找，才看到树下不远处有一个地洞。进到地洞中后，里面的情况也被实时转播到了直播画面上。在开启了夜视模式的画面中，清晰可见3小只小狐狸。它们看样子本来都躲在地洞的深处，听到了母狐狸的呼唤后才跑了出来。那6个冒着光的眼睛，最初还让直播间的观众们吓了一跳。看到那点肉饼根本不够分的，陆晨又掰开了一块肉饼，闻到熟悉的香味，没多久洞穴口就探出了一个毛茸茸的脑袋来，正是刚才那只母狐狸。它十分迅速地将肉饼给叼到了地洞中。网友们都被这只谨慎又可爱的狐狸给圈粉了。哇，竟然有3只狐狸崽子，狐狸妈妈好厉害！仔细看，狐狸妈妈瘦弱的不行，但是小崽子们都是圆滚滚的，
呜呜，是啊，肉饼都被分给了小狐狸们，狐狸妈妈只是在旁边看着。果然，母爱永远是最伟大的。看着狐狸妈妈，我好心疼啊。陈哥，你带的食物还有多的吗？要不再多留点给狐狸一家子。嘉一，陈哥，你别舍不得，我买单。这点肉饼的钱我出了。第一，获得嘉年华5个；第一，获得火箭3个。一时间，陆晨的直播间又下起了礼物雨。不同的是，这次的礼物并不是直接给陆晨的，而是网友们心疼狐狸妈妈，而让陆晨出手帮助的。陆晨又留了些食物，才与众人来到玉兰树下，铺开野餐垫开始休息。看到网友们仍旧在讨论赤狐的事情，陆晨开口了：我今天出门没带航空箱，刚刚你们也看到了，这只赤狐的警惕心很高，估计很难接近。它的情况已经有了些营养不良，还需要详细的检查一下，等晚点我回去拿了航空箱后再说。至于现在吗？陆晨调整拟态无人机的拍摄角度，将山清水秀的美丽场景呈现在直播间中，属于休息与放松的时间。爬了这么久的山，我也累了，让我歇会儿呗。他这话说的，直播间的观众们几乎没一个人信的。原因很简单，一路上陆晨抱着小糖宝，时不时还要搀扶沈路遥与徐老爷子。按理说，陆晨应该是体能消耗最大的那个才是，可是现在他脸不红气不喘的，脸色丝毫没变化，看着比沈路遥与徐老爷子轻松多了。博士虽然体能上面优于二人，但是额头上也清晰地渗出了汗滴。睡了一路的小糖宝醒了过来，开始与大人们与2只大狗嬉笑玩闹。一时间，整个山林中都回响着银铃般的笑声。就在众人都没注意时，有几只浅灰褐色的小家伙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跑了过来。这些小家伙们目标明确，径直朝着放在地上敞开口的野餐包跑去。第153章，有大尾巴的小狗狗。陆晨并没注意到这几个小捣蛋们，他此时正与糖宝玩着你拍一我拍一的游戏，而这些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的小家伙们的一举一动都被时刻留意着周围动静的大黄看到了眼中。他刚准备发出声音，就被大黑给阻止了。只是一个眼神而已，大黄就明白了这家伙的意思，放长线钓大鱼，让他们先吃点，然后放松警惕。看了看那几只幼崽瘦弱的身体，大黄点了点头。于是，一黄一黑2只大狗就这么看着几小只钻进了野餐包里。说时迟，时则快，一瞬间，大黑与大黑都朝着野餐包跑了过去。陆晨心中奇怪，便将视线投注了过去。同样随着他的视线而将拍摄镜头转过去的拟态无人机的画面中，出现了这样的画面：一黄一黑的2只大狗都是嘴里叼着只浅灰褐色的毛茸茸幼崽，脚上还踩着一只，而在他们身后的野餐包还在不停地抖动着，就像是有什么东西正要疯狂跑出来一样。陆晨见此，让2只大狗将幼崽们都放了下来，并且还将野餐包里剩下的食物都拿了出来。这5只幼崽本来是存了逃跑的想法的，无奈2只大狗看得太严，别说跑了，他们就是稍微转个头，多走几步，就会被2只大狗给赶回原地。一边是有美味的食物诱惑，另外一边是威武强大的大狗。这5只幼崽虽然小，但是趋吉避凶也是生物与生俱来的本能。陆晨就看到这几只幼崽发现跑不掉之后，全都自发跑了回来。天大地大，干饭最大，管他什么大狗还是2脚兽呢，先吃个囫囵饱再说。沈路遥与小糖宝也跑了过来，看到这5只娇小可爱、毛茸茸还有着大尾巴的幼崽，小糖宝别提有多开心了。狗狗，是狗狗，有大尾巴的小狗狗。陆晨怜爱地摸了摸小糖宝头上的小揪揪，糖宝，它们可不是小狗狗哟。咦，不是吗？小糖宝听到这话，一会儿偏头看看2只大狗，一会儿又低头边玩手指边仔细回想。对了，爸爸之前说过的，大白跟小灰灰虽然跟大黑跟大黄长得很像，但是他们是狼。这些大尾巴的小家伙们，好像长得跟大白与小灰也有一点像耶。想到这里，糖宝便开心地笑了。小家伙像是突然间有了什么伟大的发现一样，奶乎乎的小声音迫不及待地就宣布了出来：爸爸，糖宝知道了，他们跟小灰灰一样，也是小狼，对不对？说完，小糖宝还仰着小脑袋，扑扇着紫黑葡萄般的大眼睛去看陆晨。这会儿虽然小家伙闭着嘴巴什么都没说，但是不管是他充满了渴望的小眼神，还是微咬着嘴唇，一副又紧张又期待的样子，都是在明晃晃地等待夸奖。可这次小家伙的盼望却落了空，他猝不及防间被一双有力且温暖的大手给抱了起来。爸爸！不明所以的小糖宝有一点点的惊讶，可小家伙也喜欢爸爸的拥抱呀。心中开心的小家伙索性就在自己爸爸的脸上黏黏糊糊地亲了一口。吧唧！不，被亲了的陆晨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线，也回亲了小家伙一口。他示意怀中的宝贝女儿去看那5只沉迷干饭的幼崽。糖宝，这些是赤狐的幼崽，也就是小狐狸。
可不是小狗狗跟小狼哟。小糖宝还没来得及发表意见，站在两人身旁的沈路遥开口了。可赤狐的毛色是红色，这几只却是浅灰褐色啊，这怎么看都不像是赤狐的幼崽啊。第154章，你这小身板多久没吃饱过了？听到沈路遥的疑问，陆晨笑着开口。赤狐幼崽的毛色刚出生时是棕黑色或者是灰褐色的，一般在1至2个月后开始换胎毛，毛色会越来越红，最后的实际颜色与父母的毛色与所生活的区域有关。陆晨将小糖宝放下来，蹲下来摸了摸其中的一只赤狐幼崽，这些下家伙们应该才20天左右。他的言下之意就是这些赤狐幼崽们都还没到开始换毛的时候。直播间的观众们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原来如此，赤狐幼崽的毛竟然不是红色的。陈哥太强了吧，只是摸了摸幼崽而已，竟然就看出了对方的天龄。年龄跟月龄我知道，这天龄是什么鬼？哈哈哈哈，我懂楼上的意思了，年龄是按照年来计算的，月龄是按照月数来计算的，这天龄当然是按照天来计算的呀！哈哈，刚刚20多天的幼崽们可不就是宝宝吗？第一，获得震惊值2000；第一，获得震惊值1000；第一，获得震惊值1500。一时间，陆晨脑海中系统的提升声响个不停，单就是这5只赤狐幼崽就给他贡献了8W 的震惊值。这时，他听到旁边的草丛中传出窸窸窣窣的声响，目光投过去后，陆晨却并没看到任何东西。他将注意力转移到5只幼崽的身上，明显看到幼崽们全都集体朝着草丛的方向看了过去。心里想到什么后，陆晨将拟态无人机变换成虫子，钻入了草丛中。不出他所料，很快便有一只深红色的庞然大物出现在了直播间画面中。卧槽，这啥？怪兽吗？不造啊！发生了什么？看到目标物之后，陆晨便控制着拟态无人机转换成了飞虫模式，从高处往草丛中拍摄。这样一来，隐藏在草丛中的家伙便彻底暴露在了直播间的画面中，正是之前上山时遇到的那只成年赤狐。看到那只赤狐微微弓下身子，毛绒而蓬松的大尾巴垂落在身后，明显在戒备什么之后，陆晨从系统空间中取出灵泉水，倒了些在树叶上。几只赤狐幼崽们黑色的小鼻子不约而同地动了动，纷纷跑了过来，连大黑与大黄都被吸引了过来。陆晨无奈，只能给这2只大的倒了不少。家里的井水这2只天天的敞开了喝还不够，真的是。他故意将还剩下不少的矿泉水瓶就那么靠着大石头放着，转身去了溪边。拟态无人机飞在空中，尽职尽责地拍摄着。在直播间，观众们纷纷猜测陆晨的用意时，他们就看到一个红色的身影一闪而过。直播画面中的赤狐幼崽就少了一个。沉迷灵泉水的2只狗子耳朵动了动，身体却一动不动。大黑是懒得动，同时也相信陈哥。大黄则是没有从这个家伙身上感知到什么危险，也就随他去了。而在这只赤狐再次出现在画面中，想要故技重施，继续偷一只幼崽时，他的面前却猛然被丢下了个什么，那竟然是一尾还在跳动的鲫鱼。陆晨的声音也适时响起：别管你的崽了，先吃点鱼。你这小身板多久没吃饱过了？第155章，我不是妈妈最爱的崽崽了。就在直播间的网友们都以为这只赤狐会直接大快朵颐时，他的下一个举动却让所有人都震惊了。包括陆晨与现场的其他人都看到那只赤狐在陆晨开口的一瞬间，先是因为惊吓而整个身体跳了起来，再来他丝毫不顾已经被丢在自己面前的活蹦乱跳的鲫鱼，而是一溜烟的跑到自己的幼崽身边，用身体挡在了几个小家伙们的前面。肉眼可见的，他背部的毛发都竖了起来，毛茸茸的大尾巴也抬高了不少。这是一个威胁且戒备的姿势，蓄势待发的样子，像是随时都会朝着陆晨等人扑过来。赤狐妈妈这是在保护她的孩子啊！母爱果然是最伟大的。主播又没验明正身，你们怎么知道是母狐狸而不是公狐狸？杠精是吗？没看到这只母狐狸的二头都下垂了吗？哈哈哈哈！果然对于小崽子们来说，干饭永远是最重要的。小崽崽们真的好可爱啊！哈哈哈！天大地大，干饭最大。陆晨将视线移到赤狐的肚子下面后，沉默了。那一个个狐狸幼崽们已经自动自发、极其熟练的，每只都叼上了一个二头，正开心的吸着。胖嘟嘟、毛茸茸的幼崽们微微弓着身体，大尾巴也都翘得高高的，真的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在使劲喝奶。那样子倒是跟全身戒备的母狐狸完全一样了。这画面萌趣有爱，直播间网友们的弹幕跟礼物都已经刷屏了。陆晨的耳边也一直在滴滴滴的响起系统获得震惊值的提示声。小糖宝从陆晨的腿后探出一个小脑袋瓜来，咦，小狐狸们都钻到那只大的肚肚底下了。小家伙说着还蹲下来，双手托着自己的下巴，
探头往大狐狸的肚子下面看。这里是有什么宝贝吗？为什么小狐狸们都跑过去了？我也想要宝贝。眼看着小糖宝跃跃欲试地朝着狐狸伸出手，陆晨连忙将小家伙给抱了起来。虽然被几只贪嘴的狐狸崽子们给围住了，但是狐狸妈妈还是处于戒备的状态。爸爸，怎么了？不明所以的小糖宝歪着脑袋看向陆晨。小狐狸们在吃奶，你先别过去。吃奶？听到这2个字，小糖宝的眼睛哗的一下就亮了起来。糖宝也可以吃吗？说着，小家伙扑闪着大眼睛，满眼渴望跟期待的再次将目光投向那边的狐狸一家子。这些小狐狸们看上去吃得好开心啊。确实很开心。有一只小狐狸应该是吃饱了，已经从妈妈的肚子下面钻了出来，四仰八叉的袒露着肚皮了。紧接着，这个小家伙黑色的鼻子嗅了嗅，哒哒哒的跑到了大石头的旁边，将头凑到了之前陆晨特意放在这里的矿泉水瓶上。嘤嘤，妈妈，弟弟妹妹们快来，有好吃的。回答他的是大狐狸的一声怒吼。哦，阿大你给我回来！本来摇着尾巴的小狐狸被吼得缩了缩脖子，夹着大尾巴一步三回头的往大狐狸的身边走了过去。这家伙边走还在边呜咽，妈妈不爱我了。凶，我不是妈妈最爱的仔仔了。陆晨，这小家伙还是个玻璃心。第156章，陆晨是要亲自己吗？看到狐狸崽子们全部聚集在一起喝奶，陆晨也就没再上去。他发现这只母狐狸对于人类的警戒心尤其强，此时他哪怕已经饿得肚子咕噜噜响了，也不去吃自己丢下去的鲫鱼。但是对于这样的小家伙，他也有办法解决。陆晨朝着一旁趴着的大黑招了招手：“妮儿，过来。”汪！来了，陈哥，我来了。本来就有些无聊的大黑立刻就摇着尾巴跑了过来。陆晨顺势蹲下，在爱犬耳边语了几句之后，才站起身来。心眼多到不行的大黑却不想就这么白做工。陆晨的裤腿瞬间就被抱住了。汪！陈哥，我渴。我们旁边不就是小溪吗？你去喝就是。陆晨伸手摸了摸爱犬的头，心中疑惑。汪！我不喝这个，要喝好喝的水。顺着大黑伸出的爪子间，陆晨看到了那瓶打开的灵泉水。这会儿瓶子里已经空了。大黄神态自若地从石头边离开，陆晨却一眼看出这家伙的嘴跟胡子都是湿的。这灵泉水进了谁的肚子，他也就清楚了。自己家的狗能怎么办呢？宠着呗。他索性走到背包处，用其作为掩护，拿出了几瓶灵泉水，给沈路遥、唐宝、博士跟徐老爷子一人递了一瓶过去。当然2只狗也一只分了一瓶。一番痛饮之后，大黑便招呼着大黄朝着深山里跑去。沈路遥则架起画架，开始画起了眼前的这些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与美轮美奂的景色。小糖宝仍旧是惦记着那几个毛茸茸，蹑手蹑脚的过去后，不想那几只却一溜烟的跑没影了。小家伙瞬间就不开心了。陆晨又钓了几只鱼上来，他回身的时候就发现小糖宝正蹲在地上，用树枝不知道在拨拉什么。他走上前去，蹲在了糖宝面前。这时陆晨也看清了，小家伙这是在用树枝折腾蚂蚁呢。糖宝，你觉得蚂蚁们在做什么？数十只蚂蚁们正在排着队搬运之前肉饼留下来的饼屑。他们好像在搬东西。陆晨将那些饼屑指给小家伙看。对，蚂蚁们在搬运食物。你用树枝挡在他们的身前，就是挡住了他们的路哟。哎呀！小糖宝立刻就将手术的树枝给丢掉了。爸爸，我不是故意的，我刚刚没注意。没事的，蚂蚁们也知道糖宝不是故意的。陆晨陪着小家伙说了会儿话，发现小家伙有些兴趣缺缺的之后，就问小家伙要不要跟自己一起钓鱼。糖宝的眼睛立刻就亮了。要钓鱼？陆晨找到一处不远的浅滩，岸边刚好有2块石头，一大一小，一高一矮，刚好他跟小糖宝可以一人做一个。父女2人边钓鱼边聊天。博士与徐老爷子2人则坐在一边，为了4方阁中的楚河汉界杀了个热火朝天。他们其乐融融的样子也在沈路遥的画上永久定格了下来。The best life。 写完最后一笔，沈路遥就要放下笔，可随之有一只手止住了他的动作。有微热的风吹拂在他的耳边，鼻尖也嗅到了淡淡的松香味。他一偏头便看到了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自己身边的陆晨。路遥，这可不是最好的生活，这幅画里缺了个最重要的。缺了什么啊？沈路遥又看了一遍自己的画，他自己是真的没看出来。疑惑歪头的女孩穷鼻白皙，眼里承载着点点碎散的阳光与自己的身影。陆晨犹如被蛊惑了般，朝着那张绝美的脸越靠越近。随着陆晨的靠近，沈路遥的呼吸开始不受控制，胸前2个傲人的挺翘也开始起伏波动。陆晨是要亲自己吗？他该怎么办？是不是应该闭上眼睛？好紧张啊！第157章，
喜欢我亲你吗？看到紧张到呼吸都快停滞了的女孩，陆晨微微低头，在沈路遥的额头上落下一个清浅的吻。紧闭着双眼的沈路遥感受到灼热的呼吸与温软的触感后，双腿一颤，整个人站立不稳，往一侧倒去。陆晨连忙将人给抱住。沈路遥精致绝美的脸庞浮上一层红云，将脸埋在了陆晨的怀中。陆晨这下子对于沈路遥的纯情程度有了更清晰的认知。他虽然也是理论知识满分，实践为零，但是有了沈路遥垫底后，瞬间就没有之前那样慌乱了。被吓到了吗？没有。那喜欢我亲你吗？路遥，你说什么？我听不清。喜欢。细若蚊那的声音从陆晨的怀中响起。陆晨眼看着沈路遥原本白皙的耳垂与后脖梗都染上了一层粉色，女友太害羞，只是被亲一下就躲进了自己怀中，怎么办？在线等，挺急的。爸爸妈妈，你们在做什么啊？陆晨还没想好怎么让沈路遥从自己怀中出来，耳边就响起了糖宝的小奶音。原本听着让他愉悦万分的声音，这会儿却让他的眉头微皱了起来。美好的二人世界还没开始呢，这就要结束了。听到女儿的声音后，沈路遥几乎是瞬间便从陆晨的怀中跳了出来。天哪，自己竟然当着女儿的面与陆晨不知如何面对的沈路遥直接选择不去面对。他立刻转过身背对着陆晨，蹲下身朝着女儿伸出手。糖宝来，妈妈抱。小糖宝哒哒哒的跑过来，却没第一时间扑进妈妈的怀中。小家伙歪着小脑袋疑惑开口，妈妈，你很热吗？沈路遥奇怪摇头，妈妈不热呀，怎么了？软乎乎的小胖手伸过去摸了摸沈路遥的脸，可是妈妈，你的脸好红，也好烫啊。沈路遥这要怎么回答？他脑子宕机了。陆晨适时将一脸疑惑的小糖宝抱了起来。虽然沈路遥害羞起来的样子很有趣，但不能欺负狠了，万一以后都不让自己亲了可不行。糖宝看这张画上缺了什么？让窝康康，有巴巴跟糖宝，还有博士叔叔跟太爷爷。哇，连大黄、大黑跟狐狸们都有爷。缺了什么呢？小家伙用手托着自己的腮帮子，秒变思考者。陆晨耐心的等小家伙自己发现。心绪缓和下来的沈路遥也走到了父女俩旁边，看到陆晨唇边还没下去的笑意，他便知道这家伙刚刚是故意逗自己的。于是沈路遥朝着陆晨的腰上伸出手去，他掐，好硬，根本掐不动啊。感觉到细微的碰触，陆晨疑惑地看向沈路遥。沈路遥，陆晨，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沈路遥一脸气呼呼的样子？我知道了。小糖宝猛地一拍手，将父母二人的注意力都吸引了过去。陆晨与沈路遥间奇怪的气氛也被打破。画上没有妈妈。小家伙朝着沈路遥不开心地嘟起了嘴。妈妈，你把自己忘记了。爸爸妈妈跟糖宝要永远在一起。听了这话，沈路遥也才反应过来，他确实是忘了在画中加上自己。在父女俩的目光中，沈路遥重新拿起笔，将自己给加进了画中。之后，陆晨将钓上来的鱼都给处理了，一部分放到平坦一些的石板上，做了个天然的石板烤鱼；另一部分则用带来的野炊餐具烧了一大锅的鱼汤，加入了紫苏与野生葱蒜的烤鱼，焦香可口，鱼汤奶白浓郁。众人大快朵颐，吃得极为畅快。期间，偶尔有一两条的鲜鱼被偷走，陆晨看到了也都当作没看见。而不多时，大黑的身影从密林中窜了出来，身后还跟着几只黑白分明的团子。第158章，哇，妈妈亲巴巴了。最先发现的他们的是一众直播间里的网友们。我好像看到胖团儿跟滚滚了。奶呢？好久没看到那几只蠢萌国宝了。哈哈哈，我也看到了，那个滚下山来的应该就是滚滚吧？笑死了，我怀疑这就是滚滚名字的由来。滚滚，天大地大，我接滚来。咦，那边那只棕灰色的熊是灰熊吗？看着毛色好浅啊。那是月牙，是只罕见的棕灰色的大熊猫，跟七仔一样。原来是这样。哇，月牙身上还有一只大熊猫幼崽，整整齐齐。之前在陈哥直播间里路过面的4只大熊猫都出现了，看着像是陈哥让大黑将他们给喊出来的，不知道陈哥要做什么。与4只野生大熊猫打了招呼后，陆晨拿出了些灵泉水给他们几个。不止如此，连剩下的不少烤鱼跟鱼汤都进了这几只吃货的肚子里。直播间的网友们看得连连称奇。啥情况？这大熊猫不是只吃竹子吗？怎么连烤鱼都吃上了？看滚滚他吃得满嘴流油的样子，我都想吃了。加一，我已经忍不住点外卖了。大熊猫不是肠胃敏感，吃不了这些东西的吗？滚滚才这么大点，要是窜稀可怎么办？这些都是野生大熊猫，肯定比园区里饲养的大熊猫们抗造，抗造可还行。陈哥，
大熊猫能吃鱼吗？你别乱给它们吃啊！就在直播间，网友们纷纷大熊猫能不能吃鱼的问题展开一系列的讨论跟疑问时，一个金色大 V 认证的账号说话了。荣成林业局，大熊猫本来就是杂食性动物，它们实际上不是不喜欢吃肉，而是缺乏机会。卧槽！惊现官方账号，什么机会？同问吃肉为什么跟机会扯上关系了？陆晨看着那几只沉迷干饭的野生大熊猫，开口说出了原因。野生动物的任何食物都要靠自身去获取，吃到肉的前提是先抓到猎物。你们看眼前的这4只团子，就它们这胖乎乎、慢吞吞的样子，要怎么去捕猎？陆晨的话音刚落，胖团儿与月牙儿2只成年野生大熊猫都人立而起，厉吼出声：“汪！你过分！竟然说我们打不到猎物！就是，来干一架！”沈路遥被吓得下意识后退一步，腰上却被一只滚烫的大手扶住了。他回头一看，正是陆晨。陆晨，这2只野生大熊猫。陆晨拍了拍沈路遥的后背，没事，他们就是想要跟我闹着玩，我去会会他俩，你抱着糖宝站远点就好。看着陆晨灿若明星的双眼中满是自信的目光，沈路遥仍旧是不放心的叮嘱了一句：“陆晨，小心！”小糖宝虽然不太明白发生了什么，但是也有样学样的朝着陆晨挥了挥手：“爸爸，要小心啊！”陆晨微微弯下腰，贴着沈路遥的耳边说了什么。下一瞬，沈路遥的脸上便灿若桃花，但他仍旧是忍着害羞，踮起脚，在陆晨的脸颊边轻轻碰了一下。哇，妈妈亲爸爸了！我也要亲亲爸爸。本来就害羞的沈路遥被糖宝这奶乎乎的声音一喊，更是恨不得钻进地缝里。博士跟徐老爷子在野生大熊猫下山的时候就已经走了过来，这时候看着这其乐融融的一家子，两人互相看了看，心情都十分复杂。博士，老爷子，这狗粮有点撑啊。徐老爷子，这都是烤鱼跟肉饼，哪来的狗粮？博士，我想静静，更想要个跟嫂子同款的俏媳妇。他话声刚落，就被徐老爷子拿着拐杖敲了一下。你小子，朋友妻不可欺，想什么呢？博士，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而另一边，陆晨走到一处空地上后，朝着2只加起来最起码有400斤的野生大熊猫招了招手：“你们一起上！”直播间的网友们，包括沈路遥等人都惊呆了。第159章。哦，疼疼疼！卧槽，陈哥这么勇的吗？竟然要单挑野生大熊猫，关键是以1敌2。天啊，我已经不敢看了。我想开盘口了，老铁们，开啥盘口？你小心把陈哥的直播间给开没了。卧槽，陈哥的这个站姿是丁巴布？啥子？什么是丁巴布？哥们，你能不能一次性把话说完啊？我也想啊，这不是手速不行，还被字幕字数限制吗？你等等，丁巴布也称布丁布巴布，是太极拳中一种2不像的步型，既不像丁字步，也不像八字步，是介于丁字步与八字步之间。井号34，丁巴布井号34，可谓是临战的最佳步型。现代武术散打和拳击等也都基本采用这种站姿。有句话叫做习练太极，不可不知丁巴布。我已经开始期待陈哥等下的表演了。太极4两拨千斤吗？你这么一说，我倒是对于陈哥等下的对战有了点信心了。啥信心啊？我看还是赶紧叫救护车吧。体型对比就不是一个重量级的，关键还是1敌2，我看啥不都没用。同样担心的还有沈路遥，他双眼紧盯着陆晨，因为紧张与担心，更是下意识地微咬着下唇。小糖宝倒是心大得很，他举着自己的小拳头挥舞着，同时用小奶音给巴巴加油打气。巴巴加油，你是最棒的！打他，把团团给干趴下！博士好笑地看向小糖宝，没看出来这小家伙还有点暴力倾向。紧接着，博士便看出来沈路遥的紧张与担心了，连忙开口：“嫂子，你不用为陈哥担心，没事的。你更应该为这2只熊担心才是。陈哥在我们队里可是战斗力天花板，打遍部队与敌人的，从来就没败过。”听到这话，沈路遥微微张唇，眼中满是惊讶：“陆晨他这么强吗？”博士连连点头：“嫂子你不知道吗？陈哥也真是的，平时低调也就算了，怎么在嫂子面前也不表现表现？”从极度的紧张与担心中脱离出来，沈路遥摇了摇头：“不知道。对于陆晨，他知道的太少太少了。陈哥他可是……”话说到一半，博士却停了下来。他突然想到，嫂子不知道会不会是陈哥不想说，自己还是别多事的好。而且他们龙牙部队的事情可以说全是绝密，也没办法轻易告诉普通人。他是什么？沈路遥不明白博士怎么说了一半却不说了。没什么，嫂子你有什么疑问或者是想知道的，直接问陈哥就好。我毕竟是个外人。嫂子，你知道吗？我看到你还有糖宝跟陈哥相处时的画面，是真心的为陈哥高兴。陈哥他把自己绷得太紧了，
之前哪怕是笑的时候，都觉得心里像是有什么东西压着一样。可刚刚，我却在陈哥的脸上看到了最纯粹的快乐与笑意。真好啊，陈哥他终于再次有了家人。沈路遥看到博士脸上自然流露出来的高兴，却出口反驳了：陆晨可是一直都有家人的，你们也是他的家人。博士哈哈大笑：对对对，嫂子说的太对了，我们确实也是陈哥的家人。俩人说话的功夫，陆晨已经将2只大熊猫给打趴下了。因为念着这2只老底做穿售的身份，再加上本来就是朋友间的切磋，他也没怎么认真。2只虽然摔得重，但是有那么厚的脂肪与毛发垫着，实际上也并没受到什么真正的伤害。胖团那个机灵鬼趁机躺在地上嘤嘤嘤的直叫唤：嘤嘤嘤！哦，疼疼疼！我的腿断了，站不起来了，要那个好喝的水才能治好。陆晨，这家伙是真的惦记灵泉水啊！看他这样，刚爬起来的月牙也顺势又倒了下去。汪！我的爪子也伤了，痛得不行。好喝的水，我需要那个。陆晨，有样学样，行吧。这2只野生大熊猫灵泉水，这些天灵泉水喝了不少，不但体型见长，这智商也眼见着高了不好。直播间的网友们，卧槽，你们刚刚看清了陈哥的招式吗？没，我也没眨眼啊。这2只野生大熊猫怎么都被打趴下了？胖团叫得好惨。不会真的伤到哪了吧？应该不会吧，我想陈哥肯定是不想吃牢饭的。哈哈哈哈哈！什么牢饭？你在说什么？哥们，你忘了我们的国宝可是牢底坐穿兽啊！要是真的打伤打残了，陈哥肯定要进去。第160章，快点出来，一起组团薅光他！哥几个，你们的关注重点错了，陈哥能这么轻而易举的将2只野生大熊猫给打趴下，这才是重点啊！对对对，不知道部队里的兵王能不能做到这种事儿，陈哥简直太强了。陆兵一枚，我表示兵王的本质也是人，而不是神。胖团儿跟月牙2只，看着最起码有个400斤了吧？怎么可能轻而易举的被制住？我倒是想到了一个人，是咱们特种部队的传说。谁？哥们，你怎么说话也大喘气啊？说话说一半，真是急死我了。保密协议啊，我根本不敢说好吗？我更好奇了啊！最讨厌谜语人了。+1，+2，第一，获得震惊值5000，第一，获得震惊值6000。这波陆晨表现出来的超强武力，让他获得了将近15W 的震惊值巨款。直播间中的各种礼物更是层出不穷。第一，当前直播间累计收到礼物流水20万，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是否现在开始抽奖？又有抽奖机会了？陆晨心中涌上惊喜，不知道这次能够抽中什么。现在开始抽奖，熟悉的抽奖大圆盘再次出现在陆晨的脑海中。第一，获得泛圣之书，是否现在学习？是。接受了系统的填鸭式知识填充，知道这本泛圣之书是说什么之后，陆晨的心里有些无奈。泛圣之书是跟齐民要术一样，都是夏国4大农书中的其中之一，是有迹可循的最早的一部农书。不愧是种田奶爸直播系统，自家系统这是疯狂给自己灌注农业知识啊！陆晨让妞儿把几只野生大熊猫叫过来，当然不是为了打架的，他有其他的事情让这几只帮忙。一听到需要帮忙，躺在地上哎呦半天的胖团儿立刻就停了下来。他一边艰难的想要爬起来，另外一边还在嗷嗷叫着。不过这会儿他可就不是叫痛了。嘤嘤嘤！我去！你只要等着就行。还有水要管够。陆晨听着觉得好笑，看来往后灵泉水在手，他的帮工是不用愁了。在直播间网友们的担心与沈路遥同样担心的目光中，陆晨好心的将爬了半天的胖团儿给扶了起来。胖团儿，你该减肥了。回答陆晨的是一个毛茸茸的后脑勺。我这不是胖，是壮。陆晨看着胖团儿的白肚皮在自己的眼前晃动个不停，违心的点了点头。好，是胖不是壮。这次胖团儿狠狠的点了下自己大脑袋。哈哈哈哈，笑死了，胖团儿真的是太可爱了。只是点下头而已，他的胖肚皮都打颤了，还硬说自己是壮。哈哈哈哈！陈哥，你就宠他吧。哎，我也想宠胖团儿。说起来，野生大熊猫不是应该普遍体重要低于圈养大熊猫的吗？胖团儿现在应该远超过了吧？不知道身体健康怎么样，有没有受到影响？林业局的大 V 账号再次发言，大家放心，胖团儿之前在我们那养伤的时候已经做过全面的检查了，他不但身体倍棒，还吃妈妈香。哈哈哈哈！官方也开始皮起来了。官方吐槽最为致命，胖团儿这是被官方盖戳了呀。陆晨贴着胖团儿的耳边说了些话，期间月牙、滚滚跟蛋蛋都好奇的跑了过来。直播间的网友们听不到陆晨到底说了什么，弹幕上各种猜测都已经开始了。几分钟后，2大2小总共4只野生大熊猫摇摇晃晃的走到了玉兰树下，胖团儿趴在那个地洞口就又开始叫了起来。嘤嘤嘤！
小狐狸，你快出来啊！这个两脚兽人傻钱多，家里还有个大竹园，竹园里竹笋多多，竹鼠肥硕，关键它还有好喝的水哦，能让你变得越来越强壮，越来越聪明的水。快点出来，一起组团薅光它！陆晨越听越是不对，他本意是想要胖团儿与那只机敏的狐狸说话，让其放下对于自己的戒心。相对于那几只圆滚滚的狐狸崽子来说，母狐狸的身体健康状态更加让他担心。关键这胖团儿一开口说的都是些什么？又是竹园又是灵泉水的，这是给自己招强盗呢？月牙儿也开口了，汪！对，还有很大很大的果园，里面香甜的苹果、梨子啥的随便吃。他这话刚落下，从洞口就冒出来123456一大五小6只毛茸茸的狐狸脑袋来。鹰，真的？随便吃吗？在哪里？你们别骗我！陆晨，行吧，果然还是吃货了解吃货，这就把一窝的狐狸们全给诱惑出来了。第161章，他尊都只是馋嘴。陆晨走上前去开口道：随便吃，没骗你，都是我的产业。刚刚你偷鱼我也看见了，这边还有几条，你带着崽子们也出来吃掉吧。成年赤狐刚听到人声后吓了一跳，立刻又带着一群狐狸崽子们缩了回去。经过胖团儿与月牙的再次劝又说嚯之后，他才将信将疑的再次探出头来。陆晨将那几条特意留下来的鱼丢在了洞口，吃吧，这些本来就是给你们留的。看到赤狐还是只探头嗅闻，但是却完全不动嘴后，滚滚从胖团的身后跑了出来，啊呜一口就咬在了鱼身上。他吃就算了，嘴里还在哼哼唧唧的，哼，这么好吃的鱼你都不吃，可不能浪费了。成年赤狐这下子再也没了顾虑，像是离弦的箭一般从地洞里窜了出来，一口咬住一条鱼。没了约束的几只狐狸崽子们自然也都一窝蜂的涌了出来。陆晨决定给滚滚加个鸡腿，这小家伙平时虽然有点憨傻，但是这次却做出了决定性的事情。虽然陆晨十分怀疑这家伙只是看到鱼在面前嘴馋了而已。滚滚，他尊都只是馋嘴。直播间的网友们跟陆晨一样，透过现象看到了本质。HHHH， 滚滚上大分，赌1毛钱，滚滚绝对是因为嘴馋了。近距离看，赤狐妈妈真的是非常瘦小啊，不知道是不是营养不良造成的。这么一对比，他真的是把所有吃的都让给崽子们了。陆晨在一旁先给胖团几只功臣分发了灵泉水，接着一直等到几只狐狸吃饱后才上前查看。大致检查了下成年赤狐的身体后，陆晨才松了口气。你身体没什么问题，之所以销售跟捕猎时会特别累，是因为营养没跟上。啥子意思啊？赤狐竖着耳朵认认真真的听了，但是他没听懂。陆晨指了指赤狐身旁的鱼骨头，就是你吃的太少了。让他没想到的是，听到这话的赤狐直接躺倒在了他的面前，紧接着露出了自己的白肚皮。关键是从这货的口中还发出了汪的声音。陆晨，什么情况？直播间的网友们已经笑得不行了。哈哈哈哈，见过狗的，没见过这么狗的。这赤狐看样子是求包养了呀。狐狸是犬科，会点狗叫，好像也没什么问题。绝了啊！陈哥这的动物们，一个两个都是鬼精的。说好了建国后不能成精的呢，有没有可能这只狐狸可能是建国前成精的？嫂子喂，你可得看稳点陈哥，这可是真的狐狸精啊！哈哈哈哈，住下了，这个直播间不但动物跟主播有趣，谁友们也都是人才啊！在看到这只两脚兽不费吹灰之力又钓了不少鱼，以及打了只兔子跟野鸡后，这一窝赤狐的眼睛里都泛着绿光，馋的。于是本来是5人2狗的野餐队伍瞬间变扩大了，不但2大2小4只野生大熊猫赖在这里不走了，那1大5小总共6只赤狐也都使尽了浑身解数来勾引未来饭票。具体表现为仰躺露出肚皮，偏头嘤求若，以及5小只摇摇晃晃的跑到小糖宝身边，热情邀请这只两脚兽幼崽一起玩。圆滚滚的蛋蛋跟滚滚2只野生大熊猫幼崽也加入了队伍，关键这2只又想玩又懒得动，最后选择直接抱住了陆晨的小腿求抱抱。陆晨 roll 了会儿成年赤狐后，回过身看到沈路遥孤零零的站在那里。女孩看向糖宝身边围着的一众动物幼崽们，眼神里满是跃跃欲试，却不知为什么站在原地不曾上前。很好摸的，又软又暖，尤其是白肚皮跟大尾巴。陆晨抱起成年赤狐走到沈路遥身边，言语间全是赤裸裸的诱惑。成年赤狐精明的眼睛眨了眨，像是听懂了他的话一般，竟然将自己毛茸茸的大尾巴从陆晨的手上抽开，朝着沈路遥的身前递了过去。硬，真打手感超级棒，你快来摸摸啊！本就心痒痒的沈路遥再也克制不住，伸出手摸了摸那个毛茸茸的大尾巴，这一摸也就上瘾了，根本不想丢手。最后的结局便是来时4大1小的5人队伍，又加上了4只野生大熊猫与6只赤狐。
浩浩荡荡的队伍在下山时惊起飞鸟无数。第162章，光是想想就很刺激啊！当天晚上，一众在陆晨家吃得肚子滚圆的神兽们才一摇一摆地回了山。陆晨将白天几只神兽们在直播间蒙太摆出的片段稍微剪辑了下，刚准备发到自己的抖加账号上时，他的房间门口冒出来一个探头探脑的小脑袋瓜。爸爸，你在做什么呀？来人正是刚刚洗白白，浑身充满着草莓味、沐浴露味道的小糖宝。糖宝来，爸爸在做事情呀。陆晨朝着糖宝招了招手，可小家伙的肩膀上却出现了另一双白皙纤细的手。糖宝乖，爸爸在做事情，我们不去打扰他。妈妈带你上楼玩钓鱼游戏好不好呀？出生的正是沈路遥，她穿着一身漆黑的真丝睡裙，光滑白皙的大腿在白炽灯的照耀下白得闪光。陆晨只想到了3个字：腿完年。要是再加上个雪糕白丝或者肉丝以及最为诱人的黑丝的话，那陆晨光是想想就很刺激啊！沈路遥刚抬起头，就看到了陆晨盯着自己的腿猛看，还一脸的猪哥样。他当下脸就红了。陆晨被猛地叫了一声名字，陆晨也回过神来，一叠声的回应：哎，我在啊！不明所以的小糖宝先是抬头看看妈妈，再是又朝着巴巴投去了疑惑的目光。爸爸妈妈，你们好奇怪耶！而且为什么妈妈你的脸这么红呀？沈路遥一把将小糖宝抱起，走，我们去楼上玩，不理你巴巴了。小糖宝在沈路遥的肩膀上露出个小脑袋瓜，朝着陆晨伸出了自己的小胖手。巴巴快来呀，我不想去玩钓鱼游戏耶，明明今天我们都钓了一天鱼了。刚走了一步的沈路遥听到这话才反应过来，对啊，白天野餐时小糖宝跟陆晨就是在钓鱼，真实且不可控的钓鱼肯定是要比单调的钓鱼游戏有意思的多，自己怎么忘记了？陆晨这时已经走到了门外，他伸手抓住了沈路遥的手。我没在做其他的，不过就是将白天直播间的视频剪辑了，准备发出去。不过这会儿我有了个更好的主意。说着，陆晨从沈路遥的怀里将小糖宝抱了过来。糖宝，要不要跟爸爸一起做事情？很好玩的哟。本来就不想上楼的糖宝立刻搂住了陆晨的脖子，连小奶音都透露出一股子愉悦的劲儿。嘻嘻嘻，要！糖宝要陪着爸爸一起做事情。小家伙太可爱，陆晨吧唧一下亲了那个近在咫尺的带着小奶标的胖脸蛋儿。不是单纯的陪爸爸做事情哟，是跟爸爸一起做事情。沈路遥虽然对于陆晨喜欢糖宝这件事很开心，但还是忍不住开口：你别看他现在乖乖巧巧的，等困了或者觉得无聊的时候就要闹了，会耽误你事情的。陆晨朝着沈路遥自信一笑，放心，他不会觉得无聊或者犯困的。将信将疑的沈路遥在陆晨的牵引下也走进了陆晨的卧室中。这一天晚上，从院中时不时传出3人愉快的笑闹声。闲吵的大黑跟大黄2个对视一眼，不约而同地站起身朝着山上跑去。而孤家寡人博士只能戴上消音耳机，强迫自己将注意力转移到研究上去。不就是有媳妇跟女儿吗？他以后也会有的。他真的一点都不羡慕。整个院子中唯一不受影响的要数本就有点耳背的徐老爷子，因为白天运动量超标的原因，老爷子的这个囫囵觉睡得极为香甜。等到了晚上，所有看到陆晨抖加账号上新发出视频的粉丝与路人都惊讶极了。天啦噜，这也太萌了吧！第163章，这是谁家的小可爱啊？新发出来的几个视频确实就是昨天白天直播时候的剪辑，可问题是每个视频里的动物们都被配上了蠢萌可爱的声音。哈哈哈哈！我听出来月牙这稍显雄浑的声音是陈哥配的了。我也听出来了，狐狸崽子们跟滚滚和蛋蛋几只幼崽们的声音，明显就是小糖宝啊。机敏皎洁的狐狸妈妈的声音，肯定就是嫂子了。哈，为什么我昨天要上班，错过了直播？陈哥的大家庭这是又来新成员了。因为你要生活，所以必须上班啊。扎心了，老铁。清晨起床晨练过后的陆晨，刚刚拿起手机就看到上面的一堆信息。第一，抖加粉丝达到50W， 你离100万粉自媒体人只剩1步了，继续加油哟。第一，抖加粉丝数已达到80W， 不愧是你，人群中最为闪亮的那颗星。第一，抖加粉丝数达到100W， 恭喜成为100万粉自媒体人，美好的明天在等着你。什么情况？自己抖加粉丝不是只有20W 左右吗？怎么就突然100W 了？陆晨打开抖加后台后，震惊地发现自己现在的粉丝数已经到了120W。第一，检测到宿主已醒来，当前粉丝量达到120W， 累计获得5次抽奖机会与200W 震惊值，是否现在进行抽奖？晚点再说。陆晨发现他昨晚上传的那几个视频，播放量最高的一个已经过亿了。看来这些网友们对于自己新想到的整活方法十分喜欢。陆晨自己对于一家人3口共同给视频中动物们配音的事儿也极其喜欢，毕竟昨晚是他与沈路遥、糖宝相处最为愉快的时候。做完早饭后，
陆晨才到楼上，准备喊母女两个起来。他刚小心翼翼地推开门，就看到了撅着屁股正趴着从床上往下面挪的小糖宝。小家伙孤勇孤勇的，实在是太过于可爱。陆晨索性掏出手机，从背后将这个片段给拍下来，随手发到了视频账号上。这是谁家的小可爱啊？当然是我家的。发完视频后，陆晨上前将小糖宝给抱了起来。小家伙看到他后，一双大眼睛亮晶晶的。爸爸，你做了什么好吃的啊？好香好香。陆晨笑着刮了下小家伙的鼻尖。小馋猫，早饭吃花卷、红糖馒头，还有西红柿疙瘩汤。小糖宝用自己带着小奶膘的脸蛋蹭了蹭陆晨带着胡渣的脸，才不是小馋猫，我是小糖宝啊！喵嗷，我也不是猫。父女俩正笑闹着，一声奶乎乎的声音响起。陆晨抬眼望去，就见小猫仔从床底探出了头来。你这是跑去挖煤了吗？原本是白色的小家伙，现在弄得灰扑扑的，身上都是黑一块灰一块的。陆晨将小家伙拎起来，有点脑袋疼。这么小的幼崽应该洗不了澡，但是就这么随他也太脏了点。关键家里还有孩子，被抓住了命运的后脖梗。小猫仔还在喵嗷喵嗷的叫。我不是猫，是威风无敌的山大王。陆晨看沈路遥也已经醒了，就将小猫仔给提溜到了沈路遥的眼前来。路遥，你看，我们家这是来了个碰瓷国宝的。沈路遥闻声看去，身上集齐了黑白灰三色的小猫仔，可不就是个假冒国宝吗？他也忍俊不禁，这家伙是钻到哪里去了？怎么弄得这么脏？陆晨耸了耸肩，刚刚这家伙是从床底爬出来的。这时院门口传来了敲门声，刚好在晨练的徐老爷子念念叨叨地走过去开门。谁啊？这大早上的可不兴串门啊？回答他的是一连串的嘤嘤嘤。等老爷子打开门后，他也愣住了，这串门的家伙们当真是出乎他的意料了。第164章，我吃完了，滚滚你比我慢哟。看到门开了之后，两大两小总共4只野生大熊猫抬头看了眼，胖团儿还偏头疑惑地叫出了声儿：嘤，怎么是老爷爷你来开的门？陈哥呢？徐老爷子虽然昨天才见过这几只野生大熊猫，但碍于他们那雄壮的身体，他还是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并且扯起嗓子叫人：小虎啊，你快来来来来来！刚开嗓，徐老爷子的小腿上就传来了毛茸茸的触感，老爷子不但腿开始抖了起来，连声音都抖得不行。最先过来的是住在1楼的博士，顶着鸡窝头的他推开门，看到满院的大熊猫，也愣住了。啥情况？终于听到人声的老爷子连动都不敢动，连忙开口：博士啊，你快点看看，扒住我腿的是个啥子？博士顺着老爷子的腿看去，就看到了个黑白分明的毛团子。4只小短腿将老爷子小腿狠狠抱住的滚滚歪着头，小黑豆眼滴溜溜的直转。嘤，是乌啊，滚滚！爷爷，你昨天还喂我吃过鱼啊？这家伙说完后，看到老爷子仍旧不理自己，还伸出小爪子去扒拉老爷子的衣服下摆。徐老爷子本来就害怕的不行，感受到这股拽力之后，整个人都站立不稳，往后面倒去。爷爷，当心！刚刚下来的陆晨3步并作2步，慌忙伸手扶住了老爷子。小虎啊，你快看看这些大熊猫想要干啥子？看到了自己的大孙子，老爷子站稳脚跟后，拐杖敲得当当响。他年纪大了，可经不起吓呀。还有我腿上的到底是个啥？你快点帮我拿走。陆晨将滚滚给扒拉了下来，举到老爷子的面前。爷爷，刚刚是这个小家伙扒着您腿，他肚子饿了，想吃烤鱼。老爷子没好气的伸出手戳了戳滚滚圆嘟嘟的大脸巴子，原来是你小子，刚刚吓死我了，知道不？嘤，不明所以的滚滚伸出2个短粗的前肢，一把抱住了老爷子的手臂。老爷子完全就是口嫌体正直的代表，他脸上的嫌弃还没褪去，另一只手已经朝前伸过来，扶住了小家伙摇摇晃晃的身体。陆晨索性松手，顺势让滚滚自己爬进了老爷子的怀里。徐老爷子一边嘴里仍旧是嘟嘟囔囔的说着滚滚，另一边却已经慢吞吞的转身，朝着陆晨放着竹笋跟苹果的厨房去了。那架势，妥妥的是要喂猫了。陆晨想着厨房桌上放着的早饭，也跟了过去。他刚到厨房门口，便看到了2大1小3个肥嘟嘟的大屁股堵在了那里。他没好气的伸手拍了最肥的那个：你个胖团儿，一大早的就下来打劫我！嘤，别打，快把我们给弄出来哇！我们3个卡住了。汪！胖团儿，你别求2脚兽，我们大熊猫绝对不能低下高贵的头颅。嘤，妈妈，叔叔，你们2个好重呀，我已经扁了。呜！正准备拿出手机拍视频的陆晨定睛一看，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被压在最下面的大熊猫幼崽蛋蛋已经快看不见了。他一边控制着拟态无人机记录下这个盛景，一边伸手率先将蛋蛋给解救了出来。嘤！哇！我刚刚以为自己要死了。呜！刚被抱出来，蛋蛋就泪眼婆娑的扑进了陆晨的怀中。
陆晨眼看着自己纯白色的背心瞬间变成了黑色，扬起的手最终还是轻轻落在了蛋蛋的头上。没事了，不哭。他话音刚落，胖团的声音再次响起：嘤，陈哥，我还卡着呢，我有事儿哇，呜哇哇。陆晨将安抚好的蛋蛋放到地上，转而去将胖团给拽了出来。这家伙的反应跟蛋蛋一样，被拉出来之后就想要转身抱住陆晨。陆晨直接后退一步，避开了胖团的2个大熊掌。这家伙的吨位在这里，臂力可不是开玩笑的。虽然还伤不到他，但是会痛啊。月牙儿心有余悸的也从门框处离开了，实在是屁股蛋子被卡得痛啊。陆晨进去拿出来点苹果跟春笋，丢给了几只大熊猫，才从厨房中将自己准备好的早饭端出来。小糖宝已经跟抱着春笋啃的咔嚓响的滚滚蹲在了一起。乖巧可爱的小姑娘手里拿着个花卷啃着，腮帮子鼓鼓囊囊的，关键她圆溜溜的眼睛还时不时瞥一眼坐在旁边的滚滚，那样子就像是在跟滚滚比赛，看谁吃得快。果然，陆晨刚将手里端着的西红柿疙瘩汤放到餐厅中的桌子上，就听到了小糖宝带着得意的小奶音：西西，我吃完了。滚滚，你比我慢哟。不行，我们继续比。走出餐厅的陆晨就看到滚滚抱着这根新鲜的春笋，正昂着头挡在小糖宝的面前。咦，滚滚，你是要跟我继续比赛吗？虽然听不懂兽语，但是小糖宝却做到了与滚滚进行无障碍沟通。小家伙有些无奈地摊了摊空空的2只手，比不了了，我没有好吃的花卷了。说完，小糖宝看到了正走过来的自家巴巴，迈开小短腿就哒哒哒地跑了过去。巴巴，刚当的花卷好好吃哇，糖宝还想要，好不好嘛？巴巴，好。面对那双扑闪的大眼睛，陆晨的心里简直软成了一团。别说只是一个花卷了，这时候就算是糖宝想要天上的星星，他都会答应小家伙。伸手摸了摸小糖宝的脑袋，陆晨走到厨房中给他拿了个花卷。旁边站着的沈路遥也俏皮地朝着陆晨伸出了手。陆晨，我的呢？陆晨招呼沈路遥一起进厨房，将满满一整屉的花卷展现在沈路遥的面前。这么多都是你的，敞开吃。沈路遥夸张地用手放在鼻子前扇了扇，哇，好香啊！正说着，一只黑色的毛爪子就从灶台下面伸了出来，目标明确，就是冲着这屉花卷来的。第165章，陈哥，你会烤蛋糕吗？陆晨眼疾手快的伸手按了上去。哪来的小偷？陈哥，是我啊！饭！随着夸张的惨叫，一只黑白分明的野生大熊猫也出现在了陆晨的面前，正是刚刚才被卡在门框里的胖团儿。陆晨伸出食指戳了戳胖团儿的大脑门，这些花卷都是刚出锅的，还烫着。你先吃点苹果跟春笋，等会儿再过来吃。让陆晨没想到的是，听到苹果跟春笋，胖团儿的毛毛脸上竟然还出现了高度神似嫌弃的表情。汪！才不吃苹果跟笋呢，天天吃那些，我都吃腻了。汪！哪里有好吃的？一只浑身漆黑的小家伙从灶台里面窜了出来，他的爪子在地面上留下了一串的脚印。从这似曾相识的声音中，陆晨听出来是另外一只大熊猫幼崽蛋蛋的声音。他无奈地将小家伙提溜了起来，手上碰到小家伙皮毛的地方也瞬间黑了一片。你这小子是钻灶堂了吗？里面说不定还有余火，你胆子是真的肥啊！灶堂是什么？好吃的吗？在哪里啊？你快点带我去啊！陆晨，吃货的世界他是真的不懂。听到了不熟悉的词汇，沈路遥也眼中浮现出了疑惑来。陆晨，什么是灶堂？陆晨指了指灶台后面的位置，灶堂就是指灶内烧火的地方。说着，陆晨带着蛋蛋来到灶台后面，指着那个黑黢黢的洞口，示意小家伙跟沈路遥去看。这里面是烧火的地方，经常会有未灭尽的火星，很危险的。哦，好的。沈路遥看得直点头，以后我一定注意，不会让糖宝接近这里的。蛋蛋却明显是有听没有懂的样子，他甚至伸出小爪爪，还想要伸进灶堂里。这时，一只棕灰色的胖爪子一巴掌拍在了蛋蛋的爪子上，是蛋蛋的父亲月牙儿。汪！让你别碰就别碰，是不是想被我揍？爸爸你打我，我要告诉妈妈。哭嚎着的蛋蛋伸手抱住了陆晨的手臂，两个黑豆眼吧嗒一下便落下了豆大的泪滴来。陆晨拦住了月牙的大熊掌，孩子是教会的，可不是揍会的，你这可不是个好父亲应该做的。汪！我一直都是这么教孩子的。月牙明显对于陆晨说的话不认同，不听话的熊孩子揍一顿就听话了，反正皮实。陆晨默了，这话说到点子上了，连下树都全靠直线下降的大熊猫们，可不就是仗着皮实脂肪厚吗？况且自然界中的动物们对于幼崽自然有其自己的养育方式，自己其实不应该过多插手。一顿早饭吃完后，
众人与众只熊猫们全都瘫在了那里。滴滴滴，陆晨的手机突然响了，他打开微聊一看，竟然是沈路遥给自己发的信息。沈路遥，陈哥，下个月10号是糖宝的生日。看到微聊窗口上显示的对方正在输入中，陆晨也开始打字回复。原来沈路遥是说这个事情，估计是想瞒着小糖宝给他个惊喜。陆晨，好，我知道了，到时候肯定会让糖宝度过一个难忘的生日的。同时，他也会为另一个在当天也格外辛苦的人准备一份惊喜。糖宝的生日，陆晨早就已经通过系统知道了，之所以瞒着没说，只是他也存了给小家伙一个惊喜的心思。现在沈路遥提了出来，他自然也就把打算说了出来。沈路遥，好，我也有惊喜想要给他。陈哥，你会烤蛋糕吗？亲手给小糖宝烤生日蛋糕的想法，沈路遥其实已经有了很久了，但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自己都已经报名学了几个高级烘焙班了，却连个最简单的蛋糕胚都烤不好。陆晨，会，等过几天烤箱到了，我就教你。沈路遥，星号，好呀。陆晨朝着沈路遥的位置看去，就见女孩微微垂着头，两个耳垂都泛着明晃晃的粉，可她的两个白嫩嫩的脚丫却在一晃一晃的，一眼看上去就知道她极为开心。从这天起，陆晨的小院近乎成了4只野生大熊猫们的后花园，或者说是免费食堂。隔个几天，他们总会结伴过来蹭吃蹭喝。不止如此，到了最后，连赤狐一家子跟大白与小灰也加入了蹭吃蹭喝大队。对此，陆晨能做的只是打开大门放几只进来的同时，放出拟态无人机来拍摄视频跟进行直播。也是靠了这几只老底座川兽们蒙太摆出的日常行为，让陆晨的抖加账号在短时间内再次吸引了一大波的粉丝。短短1周的时间，陆晨抖加账号的总粉丝量已经到了200W 之多，而他的总抽奖次数也累计到了10次。这天，忙碌了一天的陆晨等身边的沈路遥与糖宝睡着之后，才在脑海中呼唤系统，系统将10次抽奖机会全部用掉。第一，10次抽奖完成，共获得以下物品：上品苹果树3颗，中品桃树2颗，精品水稻种10斤，中品葡萄藤1株，特级农具大礼包1个。对于这次的抽奖结果，陆晨还算是满意。之前系统出品的几乎都是各种农业相关的书籍，它的果园里跟农田中种的还是普通的作物，那些作物在用灵泉水浇灌之后都发生了程度不同的进化，不知道这些系统出品的果树跟作物又会有什么惊喜在等着自己。他先点开了农具大礼包。第一，获得特级锄头、犁、耙、半桶、竹箩筐、锉斗、把子等各1个。视线扫过自动进入系统空间中的农具，陆晨有些无奈。这些农具虽然一应俱全，但是他也没看出什么不同来。况且他的农田占地面积实在是太大了，现在不管是播种还是收割，都还是选择自动化的机器要省事得多。像是感知到了他的心情，系统这时候出声了：宿主，系统出品必属精品，这些农具可是特级的，你用了之后就知道它们的与众不同了。陆晨拿出1颗稻种看了看，便决定明天就先播种试试看。第166章，走，带你体验乡村生活。一大早，陆晨就将系统送的特级水稻种拿出来准备晒上一晒。那些特级水稻种触手干爽，颗粒饱满，他仔细辨别了下后，心中一喜。这样的状态，不说晒种，连选种都省了。系统出品果然不错，就是不知道真正结出来的穗子怎么样。家里除了老人就是女人跟孩子，陆晨又不想一个人去干活，他先是在村里的微聊群里说了下要翻田的事儿，之后便博士从床上薅了起来，走，带你体验乡村生活。顶着2个黑眼圈的博士眼睛当即一亮，我这就去洗漱。这几天在靠山村，他无论吃的东西也好，呼吸到的空气也好，都是那么的清新而香甜。在博士的心里，所谓的乡村生活就应该是闲适而悠闲，走走逛逛，再顺带跟碰到的街坊邻居拉拉家常，聊聊天。要知道，这几天他可对靠山村的好奇心大了许多，所以当博士站在一望无垠的田埂上，且手中更是被塞了个锄头时，他整个人都懵住了。那个陈哥，你不是说带我体验乡村生活的吗？正在研究系统赠送的特级锄头的陆晨点了点头。对呀。博士没觉得哪里对了，可是这荒郊野地的，哪里有什么乡村生活可以体验？陆晨举起自己手里的锄头晃了晃。今天你跟我一起种水稻，这当然也是乡村生活了啊，不然你以为地里的粮食都是自己冒出来的吗？博士，这话他没办法反驳。就这么被稀里糊涂抓了壮丁的博士，眼看着不多一会儿，又有不少中年人拿着农具过来了。众人极其熟络的上前与陆晨打招呼：陈娃子，你家地多，这一天的可种不完啊。我家的犁耙坏了，不然倒是可以把老黄牛牵过来。还有村里之前集资买的那个什么播种机，
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都罢工好久了，这些个铁疙瘩真是麻烦。就是，还是咱们自己靠得住。陆晨笑着看向众人，张叔、赵叔、王叔，你们来了。今天主要是翻地，水稻重总共就10斤，我一个人就可以了。村长张叔点了点头，称只是翻地的话应该没问题。这时听到众人刚刚议论的博士凑了过来，说您刚刚说的坏掉的那个铁疙瘩在哪儿？要不带我去看看，说不定我能给你们修好。哟，你还会修机器啊？那感情好啊，就在我家放着呢。村长上下打量了博士一眼，满眼的欣喜与赞赏。陆晨没好气地拍了下博士的后背，你小子就知道多懒，你就跟张叔去看看吧。嘿嘿，博士摸了摸自己的后脑勺，一脸憨厚的笑，陈哥，这术业有专攻，我是脑力工作者，这体力跟技术活实在是干不来啊。去吧。看着博士与张叔离开的背影，陆晨的唇边却是露出了一抹意味深长的浅笑。他倒要看看这小子什么时候会后悔。靠山村里坏的铁疙瘩可不止那一个播种机，这可不是他让博士去修的，而是那小子毛遂自荐的。若是博士知道陆晨还存着这个心思，那他肯定会心中感叹一声，又是被陈哥算计的一天。唉，人生艰难。与众人边说话边忙碌，陆晨只用了不到1个小时，就已经将特级水稻种全部种好了。这段时间中，他也知道了特级锄头的特别之处。他每一次锄地后，都会有一股极其精纯的力量涌入身体之中。别人是越锄地越累，他反而相反，是越锄越精神。拟态无人机飞在天上，尽职尽责地将他跟众人劳作的画面与远处的山清水秀给全部呈现在了直播间中。好美的风景，好淳朴的民风，这就是所谓的一家有事，全村帮忙吗？现在我真切地理解了什么叫做粒粒皆辛苦了。不，光这么看你还是没办法感同身受。我今年带着孩子就去体验了下插秧，总共不到10米的距离，我也就总共弯了20多次腰吧。结束之后直接就躺到了地上，最难受的还要数腿上被草折得奇痒无比。到了第2天，整个腰更是废的。天，光是看你这么说，我腰就已经换痛了。我刚刚数了下，陈哥最起码弯了快100来次的腰了，关键他现在还站得这么笔直。等日薄西山之时，陆晨也带着众多来帮忙的叔伯乡亲们往家中走去。远远的，他便看到了院中飘着的炊烟袅袅。在门口与大黄大黑玩闹的唐宝看到陆晨，撒开小短腿便哒哒哒的跑了过来。爸爸，你回来了！陆晨一反常态的伸手拦住了想要扑到自己怀中的小家伙，巴巴身上脏，别过来。有些不开心的小家伙嘴角刚刚瘪起来，面前就出现了一个精巧别致的草编小动物。哇，好可爱的小狗狗！陆晨轻轻晃了晃手中拿着的草编玩具，不是狗狗，是有大尾巴的狐狸啊。嘻嘻，谢谢爸爸，我好喜欢呀。眉开眼笑的小糖宝从陆晨的手中拿过草编狐狸，转过身就跑进了院子里。小奶鹰扬得高高的，立刻就炫耀开了。妈妈，太爷爷，爸爸他回来了，还给我带了只草编狐狸，我好喜欢呀。嘤，狐什么狐？哪里还有我的同类吗？一只火红色的身影一闪而过，瞬间窜进了院中。陆晨看出那是什么，心中一阵无奈。今天的蹭饭大军又加1元。当天晚上，陆晨发现买的烤箱已经送到了镇上的快递站，看来明天就能教沈路遥来烤蛋糕了。另外还可以给小糖宝再烤点曲奇饼干之类的小零食，烧鸡烧鹅之类的也都能安排上了。第167章两脚兽，你快把本大王放出来！次日一早，陆晨刚刚准备出门，家门口却来了几只不速之客，正是那几只赤狐幼崽，这会儿一个个黑乎乎的，就跟从什么煤矿坑里爬出来的一样。而那只成年赤狐一副满脸嫌弃的样子，离自己的崽子们远远的，那样子就像是在说我不认识他们，太丢脸了。看得好笑的陆晨回家拿了航空箱出来，与成年赤狐说了声后，将这一大家子都给装了进去。他打算把这几只全部带去镇上的宠物医院去洗个澡，顺便再来个全身体检之类的。还能顺便将几只的特征给一一记下来，方便林业局进行野生动物建档。可陆晨刚准备走，眼角余光就又看到了一只同样是脏兮兮的小家伙，是那只小猫仔。随着对方越长越大，身上的花纹跟习性也与猫有了明显的差别。联想到前2天小猫仔自己说的话，陆晨心中有了个大胆的猜测，这怕不是猫仔，而是只白化虎。想到这里，陆晨便将脏兮兮的小家伙给塞进了另一个航空箱中。喵嗷！两脚兽，你快把本大王放出来，不然了半天，小家伙也没想到什么有力的威胁的词语。他眼珠一转，说出了句让陆晨忍俊不禁的话来：不然我就不喝，奶奶不赐饭，让你着急。看到张牙舞爪的小家伙，陆晨想到之前在系统商城里有看到过肉干，他最近震惊值赚了不少，
倒是可以给这些小家伙们买点肉干吃，也算是犒赏功臣了。想到就做，花了1万的震惊值，陆晨直接在系统商城买了10斤的牛肉干。他随手便塞了个肉干给小猫仔，全当给小家伙磨牙了。刚刚还吵闹的不行的小家伙，立马就消停了，啃得极其欢脱。果然达到了物理静音的目的，当真是两全其美。看到有吃的，旁边的一大窝狐狸们也嘤嘤嘤的直叫唤。陆晨一视同仁，往他们所在的航空箱里也塞了点肉干进去。下一瞬，一只皮毛水滑的黑背德牧从院中窜了出来。陆晨无奈的只能再次掏出一块肉干来，妞，跟我去镇上不？一口将肉干吞了后，大黑咂了咂嘴，还伸出爪子拍了拍陆晨空荡荡的手掌心。陆晨失笑，点了点大黑的额头，你呀，最近都长胖多少了，就知道吃。他虽然这么说着，却还是掏出了不少肉干喂给大黑。东西买了就是吃的，这些震惊值本来就靠着几只动物们赚了不少，他根本就不存在舍不得的心理。这么一番折腾，等陆晨到了镇上的宠物医院，就已经是中午了。看到熟悉的黑色皮卡车，陈医生立刻就迎了出来。陆先生，许久不见了，这次过来是想要买什么宠物用品吗？陆晨笑着与陈医生回话，确实许久不见了，最近在忙着播种，就没怎么来镇上。他将2个航空箱从车上拿下来后，先是观察了里面几只的状态，见一个个的都挺精神，这才递给了陈医生。山里遇到的一只成年赤狐，跟他的一窝狐狸崽子，还有只猫仔，我估计可能是白虎，得麻烦你洗一洗了。听说是一窝赤狐跟白虎，陈医生激动的手都颤抖了，连忙伸手接过。可他刚往航空箱里看了一眼，那脸上激动的表情就变成了一言难尽。陆先生，这些小家伙们是去挖煤了吗？真是一个赛一个的黑啊！哈哈哈哈！陆晨拍了拍陈医生的肩膀，不然我也不会将他们带过来洗澡啊，这可是个精细活儿。陈医生一拍胸脯，没问题，交给我就好，保证下午还你几只崭新的崽子们。这时，陈医生看到了从黑色皮卡上一跃而下的黑背德牧，好帅气的德牧！陆先生，您这只德牧要洗不？陈医生连说话时眼睛都是紧紧盯着大黑的，感受到这显而易见的欣赏与喜欢，大黑原本有些微弓的背立刻就挺直了。这家伙竟然就这么堂而皇之的站了个之前执勤时的姿势，陈医生眼睛里的喜欢与欣赏也瞬间变多了不少，他一眼便看出来了不同来。陆先生，您这只德牧之前是警犬吗？陆晨摸了摸化身显眼包的大黑，没点出大黑实际上是军犬，而不是警犬。相对警犬来说，要进他们特种部队的军犬所要求的体格跟反应能力更加严苛。摸着大黑的耳朵，陆晨开口询问他的意见：妞儿，你要在这洗澡，然后等我回来不？汪！陈哥去哪我去哪儿，至于洗澡，我随便去山上找个小溪就行，还能找大白跟小灰他们去玩。回答他的是大黑极其响亮的犬吠。好，陆晨站起身来，帮助大黑回答了陈医生的问题。妞儿跟我一起走。陈医生已经被这一人一狗间的无障碍沟通给惊住了，正在连连感叹：神了呀，这狗可真聪明啊！他转身看向陆晨，神情间难掩激动：陆先生，您真的能够跟动物们沟通吗？我前2天刷到了您的抖加账号，真的是太神了。陆晨先是点了点头，紧接着却又摇了摇头。严格说起来，我只能猜测到部分有灵性的动物们想要表达的意思，倒也没有精通授语那么夸张。有道是财不露白，陆晨并不想惹来些没必要的麻烦，便找了相对折中的措辞来回答。原来如此，陈医生仍旧在感叹，那也是很强的能力了。我始终相信万物有灵，这些毛孩子们自有各自的喜好与性格。陆晨深以为然，确实如此。与陈医生告别之后，陆晨带着大黑去了镇上的快递站，将烤箱给拿了过来。等他到了宠物医院门口，却是听见了吵闹声。妈妈，我想要那只黑白相间的小猫仔，我要吗？你必须买给我。5、6岁的胖小子赖在地上，拽着一个打扮光鲜的少妇的衣摆。陈医生额头上满是汗珠，正在焦急地解释：赵夫人，这猫仔是我一个顾客放在这里洗的，马上他就过来将其带走了，真的卖不了啊。少妇从包里掏出一大叠粉色的100元大钞，姿态嚣张地撒在地上。你不就是想赚钱吗？钱我有的是，这里有5万块，够买你10只猫仔了吧？陆晨悄悄地放出你太无人机，嘴角翘起讥讽的弧度，迈步走进宠物医院。这可不是猫仔，5万块还真的买不起。第168章，小猫仔跟赤狐一家。喂，5万块我都能将这个破宠物医院给买了，不过就是只小猫仔而已，怎么就买不起了？转过身来的少妇微仰着头，直接用鼻孔看人，那趾高气扬的样子就像是个小丑。看到陆晨来了，陈医生连忙跑了过来：陆先生，他看中了您的猫仔，非要强买。幸好您回来了，我这都已经准备报警了。陆晨的眼神扫过女人手中拿着的皮毛包，拍了拍陈医生的肩膀：抱吧，我支持你。啊！陈医生有点懵的同时，紧接着点了点头：好，我这就报警。
那少妇见二人完全不理会自己，声音直接提高了几个分贝。哟，就这点事儿还报警啊？成，你们随便报，我警局有人，我倒要看看是你们有理还是我有理。那熊孩子还赖在地上，光毫不掉泪，嘴里一直嚷嚷着要买小猫仔。直播间里已经开始进人了，网友们对于陆晨突然改变了直播画风都十分奇怪。咦，我进的是陈哥的直播间没错呀，怎么有个大胖小子坐在地上撒泼？我那么可爱的互联网云女儿小糖宝啊！对啊，我也在奇怪呢，不但糖宝看不到，怎么连陈哥也没看到？等等，那个好像是靠山镇上宠物医院的陈医生。随着拟态无人机的视角变化，众网友们也看到了站着的陆晨。陈哥这凝重的表情，感觉有事发生啊！肯定的了，不然陈哥也不会开直播啊。就这么1-2分钟的时间，那熊孩子见没人理他，已经从地上爬起来，往装着小猫仔跟一窝狐狸崽子的2个航空箱摸了过去。我去，这孩子要做坏事啊！陈哥，你倒是拦一下啊！这毛色跟动静，这2个航空箱里是小猫仔跟赤狐崽子一家吧？小猫仔跟赤狐一家？喂！陆晨就站在原地看着那个熊孩子，在熊孩子的手即将碰到航空箱时，他才开口：妞儿，上！直播间的网友们只看到一个黑影从陆晨的身边窜过，下一秒，那个跃跃欲试的胖小子就被一只黑色的黑背德牧给压在了身下。卧槽，那是大黑吗？大黑威武！哈哈，明明是妞儿，我们妞儿该不会是警犬吧？这反应能力跟飞扑简直帅呆了！胖小子，你们就不能关心下我吗？我都被吓傻了！哈哈哈哈，熊孩子就是应该这么治！现场的这3个人中，还是有人担心胖小子的安全的。少妇被吓得往后面退了一步，嘴里一叠声的嚷嚷：啊啊啊！哪里跑过来的大狼狗，走开走开！他说着就下意识的往被压着的胖小子的地方走。大黑也不出声，而是转过头朝着少妇呲了下牙。啊！救命啊！威慑力十足，少妇瞬间便被吓得跌坐在了地上。与其反应完全相反的，则是直播间的众多网友们。哈哈哈哈！妞儿威武！我刚都被妞儿宝贝吓了一跳，这家伙板起脸来的时候好有威慑力啊！对对对，我刚在吃鸡腿，被吓得的连手上的鸡腿都给丢了。兄弟，你这亏大了呀！我亏了，但是家里的拆家2哈赚了。哈哈哈哈！笑死了！弹幕里一片笑闹声，而宠物医院中，大黑针低垂着头在胖小孩的身上嗅闻着。就在众人以为他要开舔或者开咬的时候，大黑朝着陆晨叫了一声：汪！陈哥，这孩子的身上有东西！陆晨连忙上前，在大黑的示意下，将胖小子身上背着的小包给打开了。随着包里的东西被陆晨倒了出来，他的表情也变得一言难尽。直播间里的网友们已经笑得不行了。哈哈哈哈！东北限定大红肠、双汇火腿肠，还有德州扒鸡。妞儿，这绝对是饿了或者是馋了呀！陈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怎么能饿着我们妞儿呢？就是这波妞的伙食费我出了，我也随个份子，钱不多，半袋狗粮应该没问题。既然妞儿都这样了，我也不能光看着呀。随着众多弹幕的出现，陆晨的直播间里也再次出现了众多礼物特效。陆晨无奈的伸手点了点大黑的大脑门，你这家伙明明吃了那么多的肉干，这会儿是又饿了？汪，不是是馋。大黑一本正经的点了点头，竟然还明目张胆的去扒拉陆晨的裤子口袋。早上他看得清楚，陈哥的那么多牛肉干都是从这里掏出来的。陆晨也是看明白了，这机灵鬼不直接跟自己要，而是来了个曲线救国。作为受过训练的军犬，大黑并不会去吃除了自己之外其他人投喂的东西，所以这家伙之所以将这些食物翻出来，其实本质上就是在讨赏。反正现在也退役了，陆晨也没过多的苛责妞，而是从口袋中掏出了不少的牛肉干丢给了他。目的达成的大黑开心的汪了声，连忙去吃东西了。胖小子已经哭唧唧的扑到了少妇的怀中，再也不提要买猫仔的事儿了。而这时，陆晨掏出手机拨出电话：陈副局长，我这可能发现了一只野生白化华南虎。什么？陆先生，你现在在哪儿？我马上带人过来。电话那边的声音激动极了，要知道现在华南虎可是红色濒危的野生动物，更别提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白化华南虎了。我在靠山镇的宠物医院。第169章，地狱空荡荡，恶魔在人间。又过了几分钟，接到报警的警员先来到了宠物医院中，询问了谁报的警后，领头的队长走到了陆晨的身边。陆先生，原来是您这是又怎么了？他还记得第一次见陆先生是其帮助徐老爷子报案，也是因为那次陆先生的提醒，让他们将那个纨绔富二代所犯下来的事情给彻底调查清楚。而第二次则是对方救治了徐老爷子后被带入警局进行笔录。不知道这第3次是因为什么？
陆晨一指那被大黑限制住的母子俩，我怀疑这个女人的可能跟偷猎者有关，而且这个孩子也可能涉及到虐待小动物。队长瞥了眼那对母女，一时间并没有看出什么异常来。陆先生，你这些指控有证据吗？当然有。陆晨示意队长去看少妇手上拿着皮毛包，这包虽然做工精细，但是却隐隐有血腥气，而那个孩子的鞋底下也有粘上沾血的皮毛。另外，陆晨朝着大黑看去，妞儿，你能找到地方吗？汪！那当然，陈哥。大黑一跃而起，率先朝着宠物医院冲了出去。队长留了几个警员，与陆晨也一起跟了上去。一连追了有2公里左右，大黑才跑进了一座废弃大楼中。陆晨提前放出拟态无人机，确认里面没有埋伏与其他的人后，才带着队长等人走进去。刚刚进到屋中，扑面而来的便是浓重的血腥气，地面上更是躺了不少横七竖八的动物尸体，其中有常见的猫狗等，还有狐狸与梅花鹿等，触目惊心。陆晨的眼眶立刻就红了，畜生！最先进来的大黑呜咽了一声，开始用爪子扒拉墙角近乎3米的动物尸山。陈哥，还有活着的！陆晨连忙上前，从尸山中扒拉出来了一只奶牛猫。小家伙一只后腿摔断了，出气比进气多，状态并不是很好。陆晨当机立断，立刻取出灵泉水喂了其一些，紧接着他又找来木板，给这只奶牛猫给做了个临时固定。回宠物医院的路上，队长跟几个小警员都是脸色凝重。太惨了！直播间的网友们也震惊于那样的惨状。地狱空荡荡，恶魔在人间，世界破破烂烂，可猫猫狗狗却没办法缝缝补补。我不理解，毛孩子们明明那么可爱，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去伤害他们？看到那一个个无辜且全心全意信任的眼神，他们的良心不会痛吗？又怎么下得去手的？是啊，虽然我家的二哈拆家十分厉害，每次我都气得不行，但是他只要躺下来将肚皮露出来，我再多的气也都散了。说到拆家，我家也是二哈，可以教你一个方法，你可以在阳台上单独弄出一个空间来，放点不怕折腾的老物件，什么淘汰下来的电视柜了，老旧沙发了都可以，让那个腻子随时拆个够。这倒是个好办法，我等下班就去试试。从看到动物尸体后一直没出声的陆晨开口了，不是所有的畜生都是4只腿的，很多披上了人类的皮囊而已。他的话得到了直播间网友们的一致认同。一路抱着那只奶牛猫回到宠物医院后，陆晨将其交给了陈医生，并让其检查奶牛猫的身体情况。经过这么一折腾，林业局的人也已经来了，是副局长亲自带队过来的。队长将那对母子戴上手铐，直接带走了。陆晨将一脸懵逼的小虎仔从航空箱里拿出来，递给了跟随陈副局长而来的兽医站的郑明远。郑叔，我看着这应该是只极其罕见的白化华南虎，您看看。嗷！放开本大王！你们这些愚蠢的两脚兽！小奶虎4肢不断踢腾着，拼尽全力的挣扎。陆晨拿出块牛肉干来，与其讲起了条件，你乖乖的，这牛肉干就都是你的。如果继续挣扎，就等着饿肚子吧。严格说起来，他这不叫讲条件，而是明晃晃的威胁了。经过了废弃大楼中的事情，陆晨现在的心情并不像表现出来的那么稳定。看多了类似事件的他知道，被发现被爆出的永远都只会是冰山一角，动物们所面临的才是真正的绝境。经过一番的检查与物种确认，得郑明远惊喜地确定了小猫仔的物种，这确实是一只野生的白化华南虎，这简直是科学界的奇迹。陈娃子，你太让我惊讶了。陆晨被夸得有些不好意思，他伸手一指旁边趴着的大黑，这只虎仔是妞儿半个月前叼到我院子里的，当时我也没多想，当做普通的猫仔就喂了段时间。当看到这家伙的花纹变化与听到其自称是大王时，他还觉得十分惊讶，毕竟野生的白化华南虎真是连听都没听说过。一窝赤虎崽子们也依次接受了检查与建档，而那只成年赤狐相对机敏一些。航空箱刚刚打开，他就叼着只崽子窜了出来，结果就是被一直留意动静的大黑扑了个正着。事情全部解决之后，陆晨关闭了直播间，与林业局的众人跟陈医生辞别后，他重新拎上2个航空箱回到了皮卡车上。奶牛猫的情况需要静养，经过检查，它不但有一只腿骨折了，内脏因为高空跌落的原因也有一定程度的受损。更加让陆晨跟陈医生吃惊的是，这只奶牛猫竟然是怀孕的状态，这让他们怀疑会不会就是因为怀着孕的缘故，这只奶牛猫的求生欲才会如此顽强，一直强撑着等到了救援。奶牛猫被留在了宠物医院中继续救治，陆晨留了不少的牛肉干下来，他也准备过几天就过来看望这个小家伙。陆晨回到靠山村时，橘色的阳光已经洒落在了田间与屋顶之上。看到等候在村口的沈路遥与唐宝后，陆晨的心情激荡起伏。他跳下皮卡，走到沈路遥的身前站定，有些忐忑的开口：路遥，我可以抱抱你吗？当然可以啊，爸爸抱妈妈不是应该的吗？沈路遥还没说话，一旁站着的小唐宝就已经开口了。看出陆晨的表情有些不对，沈路遥打开了自己的双臂，
当然可以，你想抱多久就可以抱多久。第170章，糖宝先给妈妈吃好不好？下一秒，陆晨便将沈路遥给紧紧抱进了怀中。他不是矫情，也不是脆弱，只是那些个触目惊心的尸体，让他想起了之前所见的那些个布满了硝烟与无奈的场景。不是所有的救援都会及时到来，也不是所有身处黑暗的人与动物都能够等来光明。沈路遥的手在空中停留了一瞬，在感受到紧抱着自己的陆晨身体微微颤抖时，他再不犹豫，而是紧紧搂住了陆晨高大的身影。他不知道陆晨刚刚在镇上经历了什么，但是却知道此刻的陆晨需要自己。小糖宝不知道爸爸妈妈间那些复杂的情绪，但他看着紧紧相拥的两人，也伸出自己的小胖手加入了进去。听到皮卡声轰鸣的博士刚跑过来，就看到了这么一幅极其温馨的画面，心中疯狂羡慕的同时，他也为陈哥能够组建幸福家庭而开心。他拿出手机，将这么一幅画面永久的定格了下来。回到家中后，陆晨难得的想要吃些甜的，刚拿回来的烤箱便有了用武之地。他先做了个最简单的葡式蛋挞，浓郁的奶香味让院里的人跟一众动物们都围了过来。小糖宝更是直接，不知何时已经站到了陆晨的身后，踮着脚尖朝着那个新的机器猛瞧。哇，爸爸你做了什么好吃的？好香好香啊！糖宝想吃蛋挞哦。将烤箱中的蛋挞拿出来，陆晨愣了一会儿，才给了小糖宝一个。而那些动物们因为不能直接喂这种甜食，他便从系统中兑换了宠物专门的牛奶，给几只都给分了不少。沈路遥这时在一边已经将曲奇饼干给全部成型了，陆晨接过他递过来的烤板，给全部放入了烤箱中。看着跃跃欲试仍旧想要吃蛋挞的小糖宝，陆晨再次递给小家伙一个后，又拿起一颗自家产的苹果，削皮切块炒糖色，焦糖一气呵成，一份简单快手还好吃的拔丝苹果便做成了。陆晨将拔丝苹果分装了一小份，装到了小糖宝专用的粉色兔子碗里，还贴心的给小家伙配了个木质的小叉子。揉了揉小家伙的头，陆晨声音温柔：给糖宝你去客厅去吃，等下等全部弄好之后，我们便吃饭好不好啊？好，爸爸妈妈你们要快一点哟。接过碗的小糖宝狠狠点头，立刻就拿起了木质小叉子，插了块淋满了糖浆的苹果块，想要往自己的嘴里送。即将碰到嘴的小家伙想到了什么，转头将这块看着就很好吃的苹果块朝向了一旁的陆晨。爸爸你先吃。陆晨停下了手里的忙活，看了眼站在桌对面还在弄曲奇饼干的沈路遥，示意小糖宝看过去。糖宝先给妈妈吃好不好？好。小糖宝重重的点了点头，跑到了沈路遥的身边去。沈路遥蹲下身，张口将那块拔丝苹果吃了进去。好甜。陆晨朝他笑了笑，露出2个帅气的虎牙。没有你甜。回应他的是沈路遥的后脑勺，就是那白皙的肌肤上隐隐泛着粉色。这丫头是害羞了。陆晨叹了口气，他说的都是真话。沈路遥是真的又甜又美，就是还没吃到嘴。爸爸你也吃。投喂小天使小糖宝哒哒哒的又跑了回来。好，你也吃。张口咬住一口拔丝苹果，甜蜜与酸甜的味道在口腔中爆开。陆晨眯眼看着眼前的沈路遥与小糖宝，他对于自己现在的生活极其满意，这就是所谓的幸福了吧。奶香味浓郁的曲奇饼干在3人玩闹间也已经出炉。中午陆晨做了糖醋排骨、锅包肉以及1大碗的银耳西米甜汤。今天的菜怎么都是甜口的？过来吃饭的徐老爷子闻着那满意的甜香味，有些奇怪。陆晨将盛好的饭递给老爷子，爷爷，生活总是有这样那样的意外，那更应该加点甜才对。哈哈哈哈，好好好。徐老爷子笑着接过碗后，却是从自己的怀中摸出了个布包来。他颤巍巍地打开里3层外3层的布包，里面露出来的竟然是一张卷了边还有些褪色的大红色银行存折，以及几张大大小小的毛票子。小伙啊，爷爷也不知道你遇到了什么事儿，这是爷爷这些年来攒下来的钱，你就都拿去吧。眼见着老爷子颤巍巍地将破旧的存折递到了自己的面前，陆晨连忙伸手拒绝。爷爷您收着就好，我不缺钱用，也没遇到什么大事儿，我这也没什么用钱的地方啊。老爷子拍了拍陆晨的手背，你这玩回来后就钻进了厨房，也不知道怎么了，爷爷老了没地方可以帮你了，也就这点钱还能拿出来给你。陆晨的眼眶有些湿润，这一瞬间他想到了自己的爷爷，而且他确实回来时情绪有些不对，这些细微的变化竟然都被老爷子给注意到了。可老爷子的钱他是真的不能收。一旁的沈路遥在桌底下用膝盖碰了碰陆晨，示意陆晨看手机。陆晨低头看去，沈路遥给自己发了条微聊过来，爷爷想帮你，这存折你不如就收下帮他保存起来，里面的钱不用就好了。若是你这么一直拒绝，爷爷会觉得自己什么都帮不到，心里会不好受的。看到信息的那一刻，陆晨恍然，沈路遥作为女孩，心思确实比自己要细腻一些，她只是不想拿老人家的钱，并没想到这些深层面的东西。
陆晨真儿正直的将那个破旧的存折收了起来。爷爷，谢谢您。看他这样，徐老爷子这才展颜微笑。哎，好孩子。一旁看着的博士心中有些感慨，这样和睦温馨的家庭氛围可真好啊。吃完饭后，没参与做饭的博士被安排了洗碗的工作，而陆晨则带着沈路遥与小糖宝回到了楼上。暖黄的灯光亮起后，低沉悦耳的声音也随之响起。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爸爸，这个故事你之前说过了。从前天上有一颗小星星。爸爸，小星星你也讲过了。从前有个小花仙。哇，小花仙没讲过，我要听小花仙的故事。好，爸爸给你讲小花仙的故事，你先把被盖好。好的呀。第171章，当然是忙着抱你了。次日，陆晨没什么安排，便没有出门。在一起吃过早饭之后，他便拿出了做蛋糕的工具，准备教沈路遥做蛋糕。刚好小糖宝还没起，路遥，我先教你做最简单的云朵蛋糕，口感像棉花糖一样绵软，保证小家伙喜欢。陆晨从厨房中取出鸡蛋、玉米淀粉与之前买的蔓越莓干。好，云朵蛋糕我也不会。一旁的沈路遥正在穿围裙，围裙上是个憨态可掬的蓝胖子图案，是他之前看了蓝胖子动画片后下单买的。围裙的口袋刚好就在蓝胖子图案的肚子上，就像是他的万能口袋一样。陆晨刚准备开始，沈路遥却神秘兮兮地开口了：陆晨，你闭上眼睛，我给你样东西。有些好奇的陆晨闭上眼后出声询问：是什么东西？你好神秘的样子。嘻嘻，陈哥，你等下就知道了。沈路遥俏皮一笑，反正是个好东西，你闭上眼睛吗？好。带着心中的好奇，陆晨闭上眼。片刻后，他便感觉有什么东西朝着自己靠近了过来，好像还有只手虚虚的怀抱住了自己。鼻尖嗅闻到了好闻的薰衣草的香味，是沈路遥刚换的洗发水的味道。他悄悄地将眼睛睁开一条缝，就看到沈路遥正虚虚地怀抱着自己，露出一截白皙的脖颈，像是在系什么东西。视线下移，陆晨在自己的身上看到了一条围裙。视角问题再加上有沈路遥挡着，他看不清围裙上面的图案，只能从颜色上辨别个大概，这图案与沈路遥的应该不一样。好了，系好围裙带子的沈路遥刚一抬头，就与陆晨的视线撞上了。陆晨，说好的闭上眼睛呢，你怎么还偷看啊？瞬间化身小辣椒的沈路遥有些生气的跺了跺脚。陆晨的视线在沈路遥穿着黑丝的大长腿上停留了一瞬，才开口辩解：你身上太香了，我没忍住。哼。虽然傲娇的偏过了头去，但是沈路遥白皙的耳垂却也带上了粉色。陆晨再次低头看去，这才发现自己身上穿着的围裙上印着的是大熊的图案。路遥，你是蓝胖子，怎么我是大熊？你要当我的百宝袋吗？对啊，你愿意给我一个家吗，大熊？当然愿意。陆晨从身后搂住了沈路遥，将自己的下巴放到了对方的头上。况且不是我给你一个家，而是我们跟糖宝一起组成了一个家。沈路遥微微垂手，俏脸微红，可他白皙娇小的手却主动牵住了陆晨麦色的大手。很奇怪，与陆晨初见时，他可以轻易地将好感宣之于口，可现在随着与其交往的密切，沈路遥却越来越没办法开口去表达自己的喜欢。可是此刻剧烈跳动的心跳却骗不了人，喷薄的情绪与心脏共舞，在胸腔中激烈的跳动。他更是能够听到陆晨愈发沉重的呼吸声。陆晨，陈哥，你……沈路遥刚刚开口，一个不速之客从厨房门口探出头来，正是刚刚睡醒的博士。陆晨没好气的朝着自己的昔日战友挥了挥手：滚滚滚，我忙着呢。得了，我这就滚这就滚。看清了厨房间的场景，博士连忙转身就跑。开玩笑，这种时候若是不赶紧溜，后面陈哥肯定拿自己当做陪练沙包的。这点眼力劲儿他还是有的。沈路遥忍俊不禁，在博士离开之后，他故意问了一句：陆晨，你忙着做什么啊？陆晨手上用力，在沈路遥的腰上摸了一把，当然是忙着抱你了。一不留神被调戏的沈路遥，他反手朝着陆晨的腰上掐了上去，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掐不动。好了好了，陆晨看到沈路遥好像想要炸毛了，连忙见好就收，将人给松开了。不早了，云朵蛋糕是需要烤制的，若是晚了，到时候糖宝起来就吃不到了。一听到糖宝可能会没得吃，沈路遥也不闹了，连忙催促陆晨开始制作云朵蛋糕。陆晨已经忙活开了，你看，很简单的，先将蛋清蛋黄分开，然后滴入几滴柠檬汁，蛋清打发到有小尖角后，再倒入适量的玉米淀粉，继续打发到提起时小弯钩不倒，这时候就可以预热烤箱了。听到这里，沈路遥连忙将烤箱给预热了。陆晨那边仍旧在有条不紊的继续，接下来就可以在烤盘上铺上油脂，倒上蛋白，给云朵蛋糕定型了。定好型之后，表面再撒上蔓越莓粒做装饰就可以了。
烤箱150度20分钟，等下我们就可以见证奇迹了。20分钟在沈路遥的虚心学习跟尝试中很快过去，有浓郁的甜香味从烤箱中弥漫开来。哇，好好看的蛋糕，真的是一次就成功了。看到出炉的云朵蛋糕，沈路遥看向陆晨的眼睛亮晶晶的，闪着名为崇拜的光。不止好看，还好吃。陆晨将烤盘拿出来，等放凉后撕了块递给了沈路遥。好甜，好软，好香。一口吞掉的沈路遥连连赞叹，陆晨却看着自己的右手食指愣住了。刚刚沈路遥是直接低头咬的蛋糕，他的右手食指好像被舔了一下。陆晨，你怎么了？沉迷美食的沈路遥看陆晨突然愣住了，疑惑发问。等到看到陆晨盯着自己的右手食指猛瞧时，他的脑子轰的一下，想起来刚刚自己做了什么。陆晨便看到自己面前的沈路遥脸唰的一下就红了。两人分完了云朵蛋糕，沈路遥才后知后觉的想起来没给唐宝留。陆晨指了指刚刚沈路遥在自己指导下做的那份，没事，这份给唐宝就好。巧的是，第二份云朵蛋糕刚刚出炉时，小唐宝就醒了。这一天，一家3口便窝在厨房中研究了烤箱的数种用法。当然，最重要的蛋糕胚陆晨也教会了沈路遥如何烤制。快乐的时光总是一闪而过，很快唐宝的生日就要到了。第172章，鸡腿，好好吃的鸡腿腿。这几天，陆晨每天都十分忙碌，白天要去山里巡山，果园的樱桃也都要采摘了。他还是跟之前一样，拜托村长张叔找了几个村里的邻居跟长辈们帮忙采摘，自己则经常去山上一待就是一天。沈路遥在陆晨这里的这些天，其实每天都在通过电脑远程办公，近期酒店那边遇到了一些事情，也在抓紧时间处理。小唐宝每日跟大黄、大黑与一众的狐狸崽子们混在一起，小脸总是跑得红扑扑的，身体眼看着都壮实了不少，饭量也不用沈路遥与陆晨操心。徐老爷子迷上了太极，经常在院子里一打就是一上午，偶尔陆晨看到了还会上前指出老爷子姿势不足的地方。他更是还教了徐老爷子打五行拳。同样的，博士也是十分忙碌。拟态无人机的核心技术他虽然还没完全攻克，但是也已经有了许多其他的发现。但是占据了他更多时间的其实是另外一项工作。继他上次给乡亲们修好了播种机之后，一众乡亲们都开始找过来拜托了。这些天博士修理的东西大到拖拉机，小到随手半导体以及 N 年前的 BB 机。虽然累了一些，但是看到乡亲们拿到修好的东西之后发自内心的笑脸，他内心中也十分愉悦。这天，在众人心照不宣的期待中，小唐宝的3周岁生日终于到来了。陆晨跟沈路遥在唐宝熟睡后悄悄爬起，用特意买来的装饰物品将整个房间装饰一新。毛茸茸的小猫小狗玩偶，以及按照大黄、大黑、大白、小灰以及赤狐一家子等比例做的毛毡玩具，还有沈路遥暗中特意亲自画了设计图，委托世界顶级设计师亲自做的梦幻公主裙都被特意的放到了房间中，连位置都是特意选好的，以确保小唐宝睡醒后第一眼就能看到。陆晨带着沈路遥一起将买来的气球全部给打了出来，粉色的气球被他扎成了好看的气球拱门。鸡腿，好好吃的鸡腿腿。小唐宝的小奶音突然响起，两个忙碌中的大人一惊，连手上的动作都停滞了，纷纷转头朝着小家伙的方向看去。陆晨的心里咯噔了一下，这还没完全装饰好呢，小家伙不会是醒来了吧？床上被两人注视着的小家伙哼哼唧唧的翻了个身，用小屁股对着床边的两人。关键这家伙嘴里还在嘀嘀咕咕的，陆晨看着有趣，走上前去才听清了小唐宝在说些什么。这个鸡腿腿不能再吃了，要给爸爸跟妈妈留一点才行。哇，还有奶油水果蛋糕糕，嘿嘿嘿，真好吃啊！陆晨无奈了，原来不是醒了，而是小吃货唐宝梦到了好吃的。中午的菜单必须加上鸡腿，蛋糕是本来就有的，今天肯定要让小寿星吃个尽兴才行。同样走上前来仔细聆听的沈路遥听清了小唐宝说的话后，与身边的陆晨对看一眼，展颜露出了绝美的笑容。两人全部弄好后才蹑手蹑脚地走了出去。陆晨想到刚刚小唐宝的样子，还是觉得好笑，忍不住笑骂了一声。这个小吃货梦里还在想着鸡腿跟奶油蛋糕。沈路遥回望了眼虚掩上的房门，你小声点，别把唐宝吵醒了。陆晨耸了耸肩，一脸的不认同。路遥，你也看出来唐宝睡得多香了，我这点声音可吵不醒他。想到自家女儿睡得红扑扑的小脸，沈路遥也忍俊不禁。确实，毕竟他在睡梦中可是吃得很香呢。说说笑笑地，两人从2楼离开，去到厨房中开始准备中午的饭菜。陆晨给家里开养殖场的陈川打去了电话，川哥，你有空再给我送个几只的跑山鸡不？那边的陈川有些奇怪，陆晨，你前几天不是刚带了几只走，这就吃完了吗？看到手边已经拔完毛，准备一起做葱油鸡，一只用来熬汤的跑山鸡，陆晨认真的道，你也知道的，现在我家人多，而且唐宝
今天过生日，打算给小丫头多整点。好啊，你自家闺女过生日都不说一声的是吗？陈川笑着打趣了一声。陆晨，你等着，我等下就多给你挑几只过去。另外，我家的荷兰鼠崽刚满月，要不送过去给你闺女当生日礼物？陆晨看着正在门口探头探脑的一只赤狐幼崽，有些无奈。川哥，我家现在真的不缺动物，你要不换个礼物？他这话一出，陈川开始为难了。你也知道，我家开养殖场的，这除了动物也没其他的了啊。时间太紧，我也没提前准备啊。别人的一片好意，陆晨也就不拒绝了。反正一只是养，10几只也是养。他最担心的主要是家里目前都是肉食性的动物，突然来了只吃草的，到时候如果没看好，那就不是宠物，而是加餐了。看来只能多看着点罢了。与陈川订了3只跑山鸡，又确定了3只荷兰鼠作为小家伙的礼物之后，陆晨又邀请了陈川过来吃饭。等陈川一口答应下来之后，陆晨便与人说好了时间，挂断了电话。沈路遥在一旁烘烤出了蝴蝶酥与雪花酥，又做了雪媚娘等甜点。而陆晨一通切配之后，也是将中午的菜都准备了出来。拿食材的时候，陆晨看到冰箱中的可乐，突然想到了一道当代尤其受小孩子喜欢的名菜。他冲着沈路遥晃了晃可乐瓶子：“路遥，糖宝吃过可乐鸡翅吗？”正在揉面的沈路遥满眼疑惑，可乐跟鸡翅当然吃过了。陆晨一听就知道沈路遥理解错了，不是单纯的喝可乐跟吃鸡翅，而是有没有吃过用可乐做的鸡翅。可乐还能做菜吗？沈路遥连手上揉面的动作都停下来了，一双漂亮的桃花眼瞪得圆圆的。看他这个反应，陆晨已经知道了答案。可乐当然可以做菜，我等下就让你跟小糖宝尝尝，保证好吃，隔壁的小孩都能馋哭的那种。沈路遥莞尔一笑，眉眼弯弯：“好呀，我已经开始馋了。”第173章，谁跟你一家人了？陆晨的做饭时，手机就放在旁边的桌子上。此时他正在看着自己的直播间，而直播间里的画面却并不是厨房，而是小糖宝的房间。网友们看到了装饰漂亮的房间以及睡得香甜的小糖宝时，已经明白了过来。哇，今天是小糖宝的生日吗？这么漂亮的气球拱门跟大大的 Happy Birthday 字样，肯定是了呀。床边放着的公主裙好漂亮啊，好想看小糖宝穿上后的样子。那必然是个小公主啊！哈哈哈哈，小公主醒来了。刚刚偏头去看手机的陆晨也发现小家伙醒了。胖嘟嘟的小家伙揉着眼睛坐了起来，一眼便看到了特意放在床边的公主裙。哇，好漂亮的裙子啊，还有亮闪闪的王冠跟水晶鞋。听到声音的沈路遥停下手里的工作：“陆晨，我去给小糖宝换衣服。”好。陆晨点了点头，并且将直播间的画面切到自己所在的厨房中。看到弹幕的他唇边漾起浅笑：“对的，今天就是小糖宝生日。你们看到的公主裙是路遥亲自设计，并且找了国外的顶级服装师制作的，世上独一无二的，只属于小糖宝的，承载了满满母爱的，为小糖宝量身定制的公主裙。”已经开始羡慕了。陈哥，你这么长的前缀犯规了，嫂子是真的喜欢小糖宝啊。小糖宝就是陈哥跟嫂子的小公主跟小天使啊。这时久未出现的榜一大哥再次在直播间里出现了。东边的云，陈哥你这事儿太不厚道了，小糖宝过生日你都不跟我们说，是不是不拿我们当兄弟？陈哥你晚上多做点饭，我现在就过去。这条弹幕之后，陆晨的直播间再次出现各种礼物特效。第一，东边的云送出100个嘉年华并留言：“小糖宝生日快乐，你东子叔晚点就来。”其他的网友们也纷纷送出各种礼物。谢谢大家的礼物，你们破费了，你们的喜欢与祝福就是给小糖宝最好的生日礼物。听到了陆晨的感谢，网友们一个个都表现得极为财大气粗，尤其是稳坐榜一的东子：“陈哥，这礼物我是送给小糖宝的，你又不是他，拒绝个啥？收不收是你事儿，送不送是我们的事儿，对不对大家？”其他的网友们纷纷附和：“对啊，我喜欢小糖宝，所以送礼物，这不是很正常吗？”加一，生活永远是一地鸡毛，每天看陈哥的直播就是我最放松的时候，小糖宝在我心中就是最可爱的崽儿，这点礼物依还是能送得起的。就是，陈哥你要是过意不去，以后就多直播多发视频，爱看，哈哈哈哈。当穿着蓝色公主裙，头戴银色皇冠，手上还拿着个仙女棒的小糖宝出现在厨房门口时，陆晨直接就惊呆了，这简直就是个从童话中走出来的小公主啊！爸爸，你在做什么啊？好香好香！名叫糖宝的小公主哒哒哒的跑到陆晨身边，努力踮脚想要去看锅里煮了什么。陆晨单手将小家伙给抱了起来：“可乐鸡翅，马上就好了。糖宝去喊博士叔叔跟太爷爷吃饭好不好？”好。极其响亮的答应下来的小糖宝，转头一口亲上了自己爸爸的脸。爸爸辛苦了。糖宝已经想吃了。将小家伙放下来后，陆晨笑着回应：“快去吧，不然等会儿冷了就不好吃了。”小糖宝连忙跑了出去，小奶音还飘荡在厨房中：“糖宝这就去。”
沈路遥从门口走了进来，小糖宝在这里要比之前在家里时笑容多了很多。真好。陆晨加了一句，路遥你脸上的笑容也多了不少，刚来的那会儿有时候高冷极了。后知后觉的沈路遥这才反应了过来，不管是早上跟陆晨一起布置房间，还是刚刚一起做饭，亦或者是看着小糖宝跑远的自己，一直都是笑着的。陆晨，谢谢你，一家人就不要说两家话了，见外了不是？陆晨朝着沈路遥眨了眨眼。沈路遥被他说的俏脸微红，谁跟你一家人了？陆晨语气轻松，现在虽然不是，但我可以先预定下来。他环顾四周，看到了一个可乐易拉罐的拉环，于是直播间的网友们目瞪口呆地看着陆晨做出了个极为大胆的举动，他竟然就这么将易拉罐的拉环捏在手中，单膝跪了下来。美丽的沈路遥小姐，请问你是否会考虑跟我结婚呢？不止沈路遥被陆晨这波操作给弄懵了，直播间的网友们也十分的懵逼。陈哥有点东西，竟然就拿这个易拉罐手环跟嫂子求婚吗？这也太草率了吧，嫂子快拒绝。就是一点都不用心，是否会考虑跟自己结婚？陈哥这好像也不是求婚啊。加一，我也觉得不是求婚。哈哈哈哈哈，嫂子 CPU 过载了。看出沈路遥有些不知道如何回答，陆晨站起来轻轻将人给抱到了怀中。路遥，你不用现在回答我，我等你。陆晨。沈路遥其实在内心中早已经将陆晨当做了丈夫，并且他也早就对陆晨动了心，只是两人的真正接触是从他带着小糖宝找过来后开始的，只有短短的2个月不到的时间。结婚这2个字实在是太过于郑重了，他现在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有害怕，另一方面却也有期待。他一时间真的没办法回答陆晨。陆晨没再给沈路遥压力，而是转头继续忙碌了起来。等他将所有的菜都弄好后，腰上却被抱住了，熟悉的温软触感让他不用回头就知道是沈路遥。陆晨，我现在脑子里很乱，没办法直接回答你。没事的。陆晨拍了拍搂在自己腰上的手，你慢慢想，我在，且会一直在。这顿中饭众人吃得极为开心，尤其是小糖宝对于可乐鸡翅情有独钟，一连炫了3个才在陆晨的劝说下停了下来。吃完饭后，陆晨拿出了一张做旧的羊皮纸放在了小糖宝的面前。糖宝，爸爸打扫卫生时发现了一张藏宝图，你要跟我一起去寻宝吗？小孩子对于藏宝跟冒险有天然的好奇与喜欢，小家伙立刻就点了点头，糖宝要去寻宝。陆晨牵着糖宝小公主走到院中，朝着或躺或睡的一院子宠物们道，有一起上山的不？喵嗷！本大王要去巡视领地。汪！陈哥，我去。汪！主人，我看家。嘤！不去，上山太累了，我只想瘫着。第174章，爸爸，我们找到宝藏了。雄赳赳气昂昂的糖宝走在最前面，昂首挺胸的样子像极了巡视自己领地的公主。沈路遥换了双轻便的运动鞋也跟了出来。陆晨牵住沈路遥的手，示意对方去看前面的小糖宝。我们的小公主真是太可爱了，就是需要再给她配个骑士，这样才能保证她的人身安全，你说是不是？沈路遥一听就知道陆晨违禁的话是什么，他笑得眉眼弯弯，你不就是小糖宝的骑士吗？谁知陆晨却摇了摇头，他贴近了沈路遥的耳边轻声道，我是你的骑士才对，我尊贵的公主，你辛苦了。糖宝能够来到这个世界，我最应该感谢的是身为母亲的你才对。陆晨绕到沈路遥的身后，从口袋中掏出一个红丝绒的礼盒，打开，里面正是一条闪烁着莹莹光彩的蓝宝石项链，这是他特意给沈路遥准备的礼物。将项链戴到沈路遥白皙的脖颈上后，陆晨才示意对方低头看去。沈路遥一眼便喜欢上了，好漂亮的蓝宝石项链。陆晨朝着沈路遥展颜一笑，笑容里满是宠溺。你喜欢就好。跑在前面的小糖宝看爸爸妈妈在后面慢吞吞的回过身来催促，爸爸妈妈，你们快一点啊，去晚了宝藏就要被别人抢走了。来了。陆晨扬声答应了一声，一把拉过沈路遥的手跑了起来。和煦的阳光与舒缓的微风下，以及那双牵着自己的大手，在沈路遥的心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藏宝图是陆晨这几天晚上特意画的，放东西的地方也特意选的是山脚下的位置。他用了简笔画的画风，还特意标出了沿路的特色村屋与几个标志性的地点。小糖宝虽然找的时候费了点事儿，但最终还是找到了地方。爸爸妈妈快看，好漂亮好大的树屋啊！小家伙在一处停下后，摇晃着脑袋左右看了许久，最后才发现了在自己头顶上的惊喜。看到小家伙找对了地方，陆晨与沈路遥一起走上前来。这个树屋看着就很棒的样子，说不定宝藏就在树屋里面哟。糖宝要上去吗？糖宝点了点头，要。糖宝要去树屋。陆晨装作不经意的样子，走到了树屋的正面。这里有个梯子，糖宝自己爬上去，爸爸扶着你好不好？满心想着寻宝的小糖宝当然不会拒绝。
来了来了，爸爸我来了。嘻嘻，宝藏我来了，不知道都有些什么呢？双手抓住两侧扶手的小糖宝，边上楼，嘴里还在边嘀咕。陆晨虚虚的扶着小家伙的腰，保证对方的安全。他看到小糖宝对于自己特意准备的惊喜与寻宝的过程尤为喜欢的样子，十分开心。树屋离地只有1.5米左右，并不是很高。沈路遥在一旁也将树屋门口的帘子掀了起来。哇，里面好黑啊！成功进到树屋里的小糖宝声音却变了，小家伙更是转头看向树屋下的爸爸跟妈妈。爸爸，你也上来好不好？呜呜，糖宝怕黑。小家伙有些委委屈屈的朝着陆晨伸出手去，像是想要求抱抱。陆晨将早就准备好的手电筒递到了小糖宝的手上。糖宝，你仔细找一找，可能地上会有什么标识的。爸爸现在就上来陪着你好吗？爸爸你快上来。接过手电筒的小糖宝朝着陆晨挥了挥手。在陆晨牵上小家伙之后，本来有些害怕的小家伙立刻就像是变得无所畏惧了一样。手电筒被打开，小糖宝往前方看去，这才看到地面上有好多亮着荧光的箭头，就像是在指引他向前走。爸爸，这里有箭头爷，我们去前面看看吧。信任与依赖的人就在身边，小糖宝的胆子是肉眼可见的变大了。掏出另一把手电筒的陆晨立刻同意了，毕竟这树屋就是他精心设计的。一大一小两人沿着地上的箭头走啊走，走到了一个木质的箱子前。小糖宝的眼睛一下子就瞪圆了，哇，是宝箱！爸爸，我们找到宝藏了。打开箱子后，里面放着的是一套粉色的公主裙，还有配套的仙女棒。小糖宝开心极了，漂亮的裙子跟魔法棒，哇，好棒的宝藏啊！他手在宝箱中扒拉了一下，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画着些什么东西。自己看不懂没关系啊，可以找爸爸看，嘿嘿。小糖宝便将纸条递到了陆晨的身边。爸爸，你看这个上面是什么意思啊？陆晨将纸条上的意思解释给小糖宝听，这个宝箱应该就是我们面前的这个，而旁边一大一小的两人就是我们了。糖宝，你看，这里的意思是，如果一大一小两人同时进去的话，宝箱就不会出现，只有小人自己进去才能成功找到宝箱。你可以自己进去吗？这里还画了一双鞋子跟王冠，估计就是在另一个宝箱中了。只能我一个人进去吗？小糖宝小大人似的用手摸了摸自己的下巴，摆出了一副沉思的样子。陆晨看得忍俊不禁，女儿真是越看越可爱。片刻后，小糖宝又看了眼纸上画着的小靴子跟王冠，像是下定了决心一般。爸爸，我想试试自己进去，但是你可以用手电筒一直照着前面吗？这样看到灯光的话，我就知道你在陪着我了。当然可以了。陆晨拿出随身携带的2个无线电对讲机，交给了糖宝一个。你看，按住这个键说话，爸爸就能听到了。同样的，无论我们距离多远，糖宝你也能听到爸爸的说话，是不是很方便？爸爸我会用了。一手手电筒，一手无线电对讲机的小糖宝朝着陆晨挥了挥手，转过身便小心翼翼地朝着前方走去。在小家伙的身影即将消失在眼前时，陆晨掏出手机捣鼓了几下，他的手机里跟直播间里便同时出现了叶世仪所拍摄出来的画面，正是小糖宝那边的画面。第175章，真是爸爸的贴心小棉袄。一步一停的小糖宝微微弓着身子，沿着地面上发光的箭头往前走。刚走了几步，小糖宝就将对讲机打开了。爸爸，你在吗？陆晨第一时间回应了小家伙的呼唤。我在，糖宝，你慢慢的往前走就好，别着急。听到熟悉的声音后，小糖宝心里的害怕稍稍下去了些。他挥了挥手上的对讲机，糖宝是最棒的，勇敢糖宝，不怕困难。沈路遥在一旁看到了小家伙自己给自己打气的样子，忍俊不禁，真是太可爱了，这举动。陆晨朝着沈路遥看去，这叫做有其母必有其女，身为妈妈的你这么优秀，闺女自然不会差。沈路遥脸颊绯红，小声嘟囔了一句，你也是糖宝的爸爸呀。直播间的网友们也被小糖宝刚刚自己给自己打气的举动给萌出血了，这会儿听到了沈路遥的话，一个个也觉出了未来。哈哈，不愧是陈哥呀，明着是夸糖宝跟嫂子，实际上是暗戳戳的夸自己呢。可问题没毛病啊，孩子本来就是父母的结晶，很多习惯跟长相都会遗传父母的。我家的那小子好的不遗传，竟遗传了些歪瓜裂枣，现在真的是一言难尽。哥，要是真不像的话，你要不考虑去做个亲子鉴定？我女的，那崽子是从肚子里出来的，听说老人说小时候没张开，说不定大了就好了。真是的，我想要个闺女，却偏偏生了个臭小子，像小糖宝这么可爱乖巧的，真的是梦中情娃了。网友们的话题越说越偏，陆晨与沈路遥的注意力一直都在自家宝贝闺女小糖宝身上。这时候的小家伙已经顺利走到了墙角处的宝箱前，一众感应小彩灯瞬间亮起，也映照出了小家伙笑容灿烂的胖嘟嘟的小脸。哇，是宝箱，是水晶鞋跟魔法棒，都好漂亮呀。看到宝箱中放着的宝藏后，小糖宝惊喜出声。
陆晨与沈路遥手牵着手走上前去，陆晨接过小糖宝手上的东西，并且给了小家伙一个大大的拥抱。我们的小糖宝真勇敢，也真棒，靠着自己顺利找到了宝藏呢。生日快乐哟，糖宝！随着他这句生日快乐，原本漆黑的树屋转瞬间亮起了无数盏小灯。哇，墙上有糖宝跟妈妈，还有爸爸啊！被彩灯吸引了注意力的小糖宝看向树屋的墙壁，却发现了另一个东西。你太无人机的镜头随之转换，对准了树屋的四周墙壁。网友们这才惊讶地发现，原来整个树屋中都贴满了陆晨、沈路遥与糖宝三人的照片，都是之前直播中的场景，可以清晰地看到陆晨的视线一直都是看向糖宝或者是沈路遥的。沈路遥更是在其中看到了之前在自己家别墅中三人在那个紫藤花架前拍摄的照片，那时的自己明显有些拘谨，照片中与陆晨间的站位也很是疏远，一幅幅被定格的画面中都洋溢着小糖宝的笑脸，以及自己与陆晨间距离的拉近。这些被他不经意间忽略的小细节与变化都被陆晨给捕捉到了，他从未这样被人所在意与呵护过。陆晨此时正与小糖宝在看照片墙上的照片，糖宝还记得这里吗？记得啊，我们就是那天认识的太爷爷，他还给我捏了好看的面人呢。这里呢？也记得哇，是在太爷爷的院子里拍的照片。嘻嘻，笑容满面的小糖宝踮起脚尖，在陆晨的脸上吧唧亲了一口。爸爸，我好喜欢你啊，超级喜欢的。陆晨也亲了软萌可爱的小家伙一口，爸爸也喜欢你啊。看到小家伙如此开心的笑颜，他觉得之前特意抽时间搭建与布置树屋的辛苦都是值得的。这样可爱宛如世间天使的小家伙，值得最好的一切。妈妈，你喜不喜欢爸爸呀？小糖宝拽了拽一直不说话的妈妈的裙角，仰起头问了一句。陆晨的眼睛一亮，心中暗暗给小糖宝比了个大拇哥，真是爸爸的贴心小棉袄。沈路遥的脸上立刻就布满了红霞，他小声说了什么，偏偏小糖宝还不满意。妈妈，你刚刚说什么了呀？声音太小了，我都没听清楚。不止如此，小糖宝还转头看向陆晨，爸爸，你听清楚刚刚妈妈说了什么吗？陆晨摇了摇头，声音太小了，我也没听见。小糖宝仰着头再次问出了那个问题，妈妈，你喜不喜欢爸爸啊？沈路遥俏脸泛着微红，红唇微动，喜欢。哇，太好了！欢呼了一下的糖宝又转过头去看向陆晨，那爸爸你喜欢妈妈吗？陆晨大方承认喜欢。嘻嘻，爸爸喜欢妈妈，妈妈喜欢爸爸，而且爸爸妈妈也都喜欢小糖宝。挥舞着魔法棒的小糖宝开心极了，嘴里一直在念叨。等到要下山的时候，陆晨才发现赤狐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一同过来的妞儿也不见了狗影。那只白色的虎仔倒是在树屋下面睡得正香。他唤了几声后，睡熟的虎仔不耐烦地站起来，发出了抗议声，紧接着远远的有犬吠声跟狼嚎声传来。几分钟后，一黑一白两个神俊异常的身影从树林中窜了出来，正是黑背德牧与全身雪白的白狼。白狼的耳朵上有血迹，身上也沾上了不少的灰尘，但是陆晨从对方的一双湛蓝的眼睛中却只看到了兴奋与愉悦。有些好奇的他开口询问，你们俩刚刚去哪了？大白，你是有什么开心的事吗？嗷呜！当然开心了，我哥当上狼王了。嘿嘿嘿！大白还没开口，就有一道小奶音从他的身后传来。慢了几步赶过来的正是胖嘟嘟，又圆了不少的小狼崽小灰。原来是当上了狼王，伤痕就是徽章。跟我下山吃好吃的去。嗷呜！好呀好呀，有好吃的喽。回答陆晨的仍旧是小灰这个狼界显眼包。下山的路上，陆晨接到了东子的电话。陈哥，你们靠山村有宽敞点的地方吗？陆晨的心里咯噔了一下，你小子坐私人直升机过来的吗？电话那边的东子立刻就开始了对于自家老大的吹捧，不愧是我陈哥，连我坐私人直升机过来都能猜到。陈哥，我们马上到了，你快说哪里方便一些？陆晨有些无奈，一回生二回熟，他这都第三回听到问有没有开阔地了，自然下意识就想到了私人直升机。你们去村中央的道场，有一片空地可以停。第176章，你爷爷并不是生病，而是中毒了。不出陆晨的所料，东子确实是乘坐着私人直升机过来的，而且他也并不是一个人来的。陆晨到了道场后，就看到东子推着个坐着轮椅的老爷子，正等在道场上。东子，你小子动作可真是快啊！陆晨笑着上去打招呼，同时询问对方身边的老人是谁。这位是……东子朝着陆晨展颜一笑，陈哥，这是我爷爷欧阳燕。听到这个名字的陆晨心里一惊，欧阳燕，华国顶级跨国公司欧阳集团的创始人，你就是陆晨小友吗？多谢你之前给我的提餐。欧阳燕看着有70岁左右，身体瘦削，脸颊也凹进去了，可一双眼睛却仍旧明亮。他冲着陆晨挥了挥手，
站在他身旁的东子立刻就不高兴了：“爷爷，那提餐也是我花钱买来的啊，你不是应该谢你的大孙子我吗？”欧阳老爷子笑着开口：“关键我不是已经谢过你了吗？新出的劳斯莱斯幻影限量版性能如何？”笑容瞬间爬上了东子的脸：“好极了，爷爷。”尤其是那个引擎声。看了场爷孙俩的友好互动后，陆晨在前面引领着两人跟自己回家。晚上的菜是他之前就已经备好的，现在沈路遥正在家里忙活着。到家后，陆晨给东子跟欧阳老爷子介绍了家里的人。得知了小唐宝犯困已经在楼上睡着了之后，东子也就压下了想要马上见到小家伙的心思。而欧阳老爷子跟徐老爷子两个老人一见如故，已经在楚河汉界上开始了激烈的厮杀。陆晨则叫过东子，脸色略凝重地询问道：“你爷爷的身体近期是不是不好？不但有嗜睡的情况，还经常会犯糊涂，也会时常有头痛头晕的情况。”“对，陈哥你说的情况都有。”东子连连点头：“陈哥，我之所以将爷爷带来，就是想要麻烦你帮忙给爷爷看下的。京城的几个医院爷爷都去了看了，包括国家的医学院也都给爷爷针对性的研制出了药物，但是都没什么效果，爷爷的情况还是越来越严重。”“当然没用。”陆晨的脸色凝重，眼里也黑沉沉的。欧阳老爷子并不是生病，而是中毒了。什么？东子根本没想到这个可能，但是转而他便脸色一变。难道是？对于豪门世家的那些个乱糟糟的事情，陆晨因为之前沈路遥的家庭事情而了解了一些，现在他并没有发表自己的想法，而是提醒了一句：“你有怀疑对象的话就去查，有需要帮忙的直接说就行。”“陈哥，我知道的。”东子点了点头：“陈哥，可以麻烦你先帮爷爷看下吗？”陆晨拍了拍自己兄弟的肩膀：“当然可以，兄弟间帮忙怎么能说麻烦？这些都是应该的。”两人去到院中时，两个老爷子刚刚完成上一局的厮杀。欧阳老爷子略胜一筹，正与徐老爷子在说话：“徐老哥，我献丑了。”输了棋的徐老爷子脸色有些臭：“刚刚是我走错了，我们再来一局。”看到两个老爷子的样子，陆晨忍俊不禁，他走上前去：“爷爷，欧阳老爷子，你们俩先等一下，我先帮欧阳老爷子看下身体。”一番检查下来之后，陆晨心里有了判断：“东子，你将老爷子推到客房去，我去拿银针。”“好。”徐老爷子听到银针，心里一颤：“小虎啊，欧阳老弟的身体怎么了？”陆晨摆了摆手：“爷爷您别担心，没事儿，我扎个几针就好了。”“真的吗？我看欧阳老弟的脸色可是不太好啊。”徐老爷子还是有些不放心：“爷爷您放心，欧阳老爷子确实没事儿，你要相信孙子我呀。”陆晨则给老爷子吃了个定心丸：“好，那小虎你就赶紧去给欧阳老弟看看吧。”徐老爷子看着陆晨离开的背影，却隐隐觉得哪里不对。奇怪，小虎什么时候会医术了？竟然连针灸都会。老了，这个脑子真的是不中用了，怎么感觉怪怪的？隐约听到老爷子在自己身后念叨，陆晨回头问了一句：“爷爷，您刚刚在说什么？”“没什么。”徐老爷子摆了摆手，没有正面回答陆晨的这句话，心里记挂着欧阳老爷子的身体，陆晨也没有多问。留在原地的徐老爷子在院子里漫无目的的走着散步，走着，他却停下来，抬头仰望漫天的星辰。还是有哪里不对？到底是哪里呢？小虎他好像变了好多啊。小孩子长大后会变很正常的，不担心啊。我自己现在不也跟小时候相比变了很多吗？一番自言自语加上自我调节后，徐老爷子才转身朝着屋子走去。可刚刚走了几步，他的脚步就停下来了。奇怪，我刚刚好像在纠结一个什么问题来着，想不起来了。老了。第177章，不起，我要睡觉。拿了银针的陆晨去了客房，给欧阳老爷子针灸。相比较之前给徐老爷子针灸时，陆晨的身体与状态要好了许多。这次虽然行针的时间短，但是耗费的心力要远超上次。结束后，他直接拿出伪装成矿泉水的灵泉水一饮而尽。欧阳老爷子感觉到经脉中有一股暖流四处游走，原来觉得迟滞的手脚也都轻快了不少。更让他惊讶的则是另外一件事：我的腿好像有了点知觉了。陆晨伸手擦去额头上的汗：“老爷子，您自信点，拔好像去了，就是有知觉了。我刚刚在给您拔出身体中毒素的时候，顺道也刺激了下您腿部的穴位，估计有个1周左右的时间，您就能站起来了。”欧阳老爷子震惊极了：“我这双腿在20多年前的车祸中受伤，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早就放弃了重新站起来的想法。陆晨小友，你说的都是真的吗？”听出来了老爷子的怀疑，陆晨手握成拳，敲了敲老爷子的膝盖。膝盖在被击中后有小幅度的弹动，您看，腿部反射神经被银针刺激后，已经有了些许微弱的反应。确实是这样，
如果我真的能够重新站起来，欧阳老爷子说着，陡然想到了刚刚自己听到的另一个词汇。陆晨小友，你刚刚说的拔除毒素是怎么一回事？陆晨将尾部已经变黑的银针展示给欧阳老爷子看。您看这里，您老最近感受到的那些个不适，都是因为中毒而引起的。中毒？欧阳老爷子原本带着笑意的脸瞬间变了。东子连忙上前，爷爷，我已经安排手下的人去查了，您放心。欧阳老爷子皱眉沉思了会儿后开口，东子，你重点排查老宅中的吴婶跟你二叔一家。听到这话的东子一惊，爷爷，您的意思是二叔他？欧阳老爷子闭上眼，是与不是，等你查过才知道。东子点了点头，好，我这就去安排。这时沈路遥过来告诉众人，饭菜已经做好了。陆晨上楼去喊小唐宝起来吃饭。他刚刚推开虚掩着的房门，就看到了在床上躺成了大字形的小家伙。睡得脸蛋红扑扑的小家伙霸道的占了好大一片的地方，双手双脚更是完全的展开了。陆晨拿出手机一连拍了不少照片后，才开始叫小家伙，唐宝，起来吃饭了。不起，我要睡觉觉。不堪其扰的小唐宝哼哼唧唧的侧过身体，用小屁股对着陆晨。陆晨拿过一旁的粉色外套给软绵绵的小家伙穿上，便拖着小唐宝软乎乎的屁股将人给抱了出来。他相信按照这个小吃货一贯的表现来说，等下闻到香喷喷的食物香味后，肯定就能战胜瞌睡虫了。而小唐宝的反应也果然跟陆晨预测的一样，刚刚下楼，小家伙就嘟囔了一声，好香的味道。心中好笑的陆晨则开始了报菜名，有奶香浓郁的鲫鱼汤，还有油炸茶树菇，还有……越听越馋的小唐宝小小的身体在陆晨的怀中扭动。哇，唐宝要吃好吃的。见此，陆晨又拿出了杀手锏，还有爸爸妈妈给你亲手做的生日蛋糕哦，小唐宝。第178章，爸爸妈妈，你们跟我一起吹蜡烛。蛋糕的主题也是海洋公主，最上面的是个蓝色的美人鱼。小唐宝看到蛋糕时，开心地拍起了胖嘟嘟的小手。哇，是美人鱼公主啊，好漂亮！谢谢爸爸妈妈。看着蛋糕上美轮美奂的蓝色美人鱼公主，小唐宝想到了什么，哒哒哒地跑到了沈路遥的身边。妈妈，我也想换上蓝色的公主裙，好不好呀？小家伙身上还穿着早上穿的那件粉色的公主裙，而他自己经过寻宝，从书屋的宝箱里获得的公主裙就是蓝色的，不管是颜色还是款式，都跟现在蛋糕上面的那个蓝色的美人鱼公主身上穿的一样。当然好，走，妈妈带你去换上。沈路遥微笑着答应了女儿的要求，弯腰将小家伙给抱了起来。他跟陆晨说了一声后，便抱着小唐宝往楼上走去。欧阳老爷子看到这里，也知道了是陆晨的女儿过生日，他皱眉想了半天，也没想出有什么可以送出去的礼物，便瞪了自己的孙子一眼。你小子怎么没跟我说是来参见人家女儿生日宴的？我这什么都没带，礼物都送不出来。东子十分无辜地耸了耸肩，我这不是没想到吗？听到这话的陆晨开口了，欧阳老爷子，唐宝这只是3周岁生日而已，并不是什么大的生日，吃饭的都是亲人跟朋友而已，我也没准备大办，您不用送礼的。欧阳老爷子连连摆手，胡说，这既然来了，礼物肯定是要送的。众人说话期间，沈路遥领着换完衣服的小唐宝下来了。如果说刚刚身穿粉色公主裙的小唐宝是个甜美软萌的小可爱，那么现在换上了蓝色公主裙的她，就是个来自海上的小精灵。小精灵唐宝迎着众多大人们的视线，手拿魔法棒转了一圈，展示自己新的公主裙。爸爸、叔叔、太爷、爷爷，我漂亮不漂亮啊？萌萌哒的小奶音让一众人的心都化了。陆晨连连点头，我们的小唐宝超级漂亮的。对，小唐宝特别漂亮。众人也在旁边附和。嘻嘻，得到了夸奖的小家伙胖嘟嘟的小脸上漾起2个小梨窝，一下子扑进了陆晨的怀中。谢谢爸爸送我的裙，唐宝很喜欢。陆晨索性将软绵可爱的小唐宝给抱了起来，亲了小家伙一口。爸爸也很喜欢小唐宝哦。看着父女2人温馨有爱的相处画面，沈路遥的唇边也扬起了笑意。与小家伙黏糊了一会儿后，陆晨将小家伙放下来，点亮了蛋糕上插着的蜡烛。唐宝，你可以许下生日愿望了，记得许完愿后吹蜡烛哦。小唐宝胖乎乎的小手合在一起，大声喊出了自己的生日愿望。唐宝想要跟爸爸妈妈永远在一起，不分开。说完后，小唐宝就一手一个拉住了陆晨与沈路遥的手。爸爸妈妈，你们跟我一起吹蜡烛。好，成。随着蜡烛的熄灭，满溢着诚挚祝福的生日歌也在房中响起。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第179章，路遥，3年前的今天，你辛苦了。当小唐宝将蛋糕送到欧阳老爷子的面前时，老爷子笑着接过。谢谢小唐宝，这是给你的生日礼物，你拿着。看清老爷子递给小家伙的是一张简朴至极的黑色卡片，东子立刻就叫出来了。爷爷，您的至尊黑卡啊！我要了这么久您都没给我，您偏心。
欧阳老爷子回答得十分干脆，我就是偏心怎么了？你小子到现在都不结婚，家里连个重孙女都没有，我就是看小唐宝符合我的眼缘。陆晨从东子的话中听出来这张卡不简单，他连忙开口，欧阳老爷子，您这礼物太贵重了，我们不能收。欧阳老爷子，我是送给小寿星唐宝的，又不是给陆晨小友你的，你可不能给唐宝做决定。小唐宝，你快拿着吧。小唐宝看了看面前的老爷子，又回头看了看身后的陆晨，小脸上满是纠结。紧接着，小家伙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伸手推了推那个黑色的卡片。谢谢爷爷，我不要这个。欧阳老爷子愈发喜欢乖巧可爱的小唐宝了。他想到了什么，伸手摸了摸小家伙的头。唐宝要认我做爷爷吗？爷爷这一辈子全是儿子跟孙子，可是连一个孙女都没有呢。小唐宝还没说话，一旁的徐老爷子不高兴了，他将拐杖敲得嘟嘟响。你这个老头子怎么回事？怎么好好的抢我的乖孙女呢？欧阳老爷子是知道小唐宝叫徐老爷子太爷的，小唐宝是你的重孙女，可不是孙女啊。我看小家伙可爱，跟他有缘，认个干爷爷呗。陆晨小友，你看如何？老爷子，我是真的很喜欢小唐宝。陆晨没有第一时间答应欧阳老爷子，而是蹲下身听取小唐宝的意见。唐宝，你想要这个欧阳爷爷做你的爷爷吗？越听越糊涂的小唐宝眨了眨紫黑葡萄般的大眼睛，一脸茫然。他就是爷爷啊！众人全部笑了起来。确实，刚刚3周岁的小孩子还不能明白单纯的称呼与亲人间的区别。在孩子的心里，陆晨刚刚所说的两个爷爷的意思都是一样的。哈哈，好唐宝，这个卡你就先拿着，爷爷过来的匆忙，没带什么礼物，你有什么想要的吗？欧阳老爷子将黑卡再次放入了小唐宝的手中。我想要个蓝胖子，还要小矮人。欧阳老爷子脸上的笑容凝固了，这蓝胖子跟小矮人是什么？他怎么都没听过，这些爷爷都没听说过，要不然唐宝你换个。我还想要圣诞老人的麋鹿车。越听越是无奈的陆晨在系统商店中找了下，还真的找到了仿真的蓝胖子跟小矮人的仿真公仔玩偶。他转身回到自己房间兑换出来后，拿着走到小唐宝的身边。唐宝看，这是什么？哇，是蓝胖子跟小矮人。看到玩偶的小唐宝立刻伸手接了过来。这个小插曲过去后，蛋糕也都分完了。吃饱喝足的小唐宝在玩闹之后，顶着个被奶油弄脏的小花脸睡在了陆晨的怀中。陆晨用湿巾给小家伙耐心仔细的擦拭过后，才将他放到了2楼的卧室中。东子跟欧阳老爷子都睡在了1楼的客房中，因为老爷子腿脚不便，东子便与其睡在了一间房中，而陆晨则喊过了在客厅中收拾的沈路遥，将人带到了院子中。他掀开皮卡车后面的遮挡布，露出里面无数朵鲜艳夺目的大红色玫瑰花。路遥，3年前的今天你辛苦了。第180章，触感温热，还有点绵软。鲜艳而夺目的红让沈路遥小嘴微张，他本以为那个蓝宝石项链就是陆晨之前所说的惊喜了，没想到竟然还有。路遥，3年前的今天你辛苦了。沈路遥刚想说话，就听见了这句话。生日是孩子新生的开始，却也是母亲的受难日。在生日时，所有人的目光与注意力都会去追随孩子，而不会有人想到是谁将孩子带来人间，也包括他自己。陆晨从口袋中拿出纸巾，轻轻擦拭沈路遥眼角的泪滴。怎么哭了呢？难道是玫瑰花不好看，或者说是不喜欢？视线因为眼泪而变得模糊。沈路遥吸了吸鼻子，我确实不喜欢玫瑰，我喜欢百合。百合，百年好合。好，那以后我就送你百合。陆晨伸手将沈路遥抱进怀中。静谧的乡村夜晚，偶尔有鸟叫虫鸣声在耳边响起，昏黄的灯光下，两个人紧紧相拥的影子合成了一个。陆晨耳边是沈路遥略显急促的呼吸，软玉温香在怀，他是真的由衷感谢沈路遥将小唐宝这么一个软萌可爱的小家伙带来人间。路遥，谢谢你，谢谢你将小唐宝带来人间。这么想着，陆晨情不自禁的就说了出来。他怀中的沈路遥微微抬头，脸上犹带泪痕，却笑了起来。小唐宝的到来是我们2个人共同的功劳，只靠我一个人可办不到。陆晨哈哈一笑，确实如此。月光皎洁，映照着沈路遥绝美的脸庞与笑颜。陆晨微微低头，与沈路遥四目相对。路遥，我可以吻你吗？沈路遥不说话，白皙的脸庞上染上了一层娇艳的粉色。他微不可察地点了点头，闭上了那双潋滟生辉的桃花眼。得到了允许的陆晨轻轻地吻上了沈路遥那张娇艳欲滴的红唇，触感温热，还有点绵软，与他想象中的一样。2人又黏糊了一会儿，才往院门口走。没走几步，陆晨却一脚踹向了自家的院门。怎么了？沈路遥一声惊呼，不明白发生了什么。这时门后却传出2声哀嚎。陈哥，我是半夜起来放水，可不是故意偷看的。
陈哥，我是口渴起来找水喝的。正是东子跟博士两人。反应过来被偷看了的沈路遥，当即脸上越发的红了。他松开与陆晨紧握的手，往屋子里跑去。陆晨将手腕跟指节捏得发出声响。你们两个好样的！东子与博士两人看陆晨这样，立刻一人选了个方向跑了。陈哥，我们不是故意偷看的。陈哥，您手下留情，手下留情！这两人边跑还在边叫唤，陆晨一个都没放过，挨个拉过来打了套军体拳。在两人的哀声痛叫中，陆晨神清气爽地回到了2楼的卧室中。沈路遥侧睡在床上没出声，可陆晨却从他凌乱的呼吸声中知道对方并没有睡着。那两个小子我已经教训过了，肯定不会有下次。你要是心里不舒服的话，明天我就让他们滚回去。不用赶走。沈路遥侧过身来，脸上的红已经消了下去。陆晨，你的果园跟农田不是需要人干活吗？这刚好两个精力旺盛的。第181章，跑人家树上睡觉你还有理了。第二天天蒙蒙亮，陆晨就将还在跟周公约会的博士跟东子给拽了起来。他一人给了一个扁担，再加2个水桶，跟我去给果园浇水去。只在电视跟小说中见过这东西的两人一脸懵。东子接过东西亮眼放光，这就是传说中少林寺的练武神技挑水吗？博士观察比较细微，不是，少林寺水桶底部是尖的，没办法中途放下来偷懒，这个是平的。陆晨自己轻松跳起来2桶水，装作生气的看向博士，你小子活都没干呢，就想偷懒？博士连连否认，没墨，我没想偷懒。三人挑着水桶伴着晨光上山，大黑睁开眼看了看，也跟了上去。走在最后面的东子每次想要把水桶偷偷放下来休息一下时，总感觉有什么东西在自己身后，时不时还有个黑色的身影窜过来，他吓得一刻不敢停，爆发了所有的潜能往前冲。等他终于追上陆晨，也发现已经到了果园。陈哥，我身后有东西一直跟着，你们这山上有猛兽出没吗？陆晨十分平淡的开口，山上就是动物保护区，当然有猛兽。之前你不是在我直播间看到过小灰跟大白吗？那2只都是狼，还有那只小猫仔实际上是只白虎。东子觉得自己的腿都软了，在直播画面中看跟实际碰到是2回事啊。陈哥也太厉害了，说的这么云淡风轻的。在东子身后看到一抹熟悉的黑影，陆晨笑着开口，妞出来。跟了一路的大黑从草丛中窜了出来，扑到陆晨怀中。看到是大黑，东子也松了口气，原来是大黑啊，刚刚真的是吓死我了。陈哥，你这果园好大，比在直播间中看的都要大不少。确实还行。陆晨点了点头后，带着2人开始浇灵泉水。博士心中啧舌，这哪里是还行，就这面积最起码有个100多亩了吧。果园的面积太大了，全部浇灌灵泉水工作量太大，他打算只浇正在结果的樱桃树。结果刚浇了没几棵樱桃树，大黑就朝着果园中的一个方向吠叫不止，更是直接冲了过去。汪！你谁？快离开！我骗果园我照的。嗷！吵死了，没看到我在睡觉吗？汪！跑人家树上睡觉你还有理了，快下来！嗷呜！就不下就不下，有本事你上来咬我呀！汪！行，你等着，我这就上去。听到陌生的动物声音，陆晨知道是果园中来了新的访客。他放出拟态无人机，打开直播，以免又是国家保护动物来碰瓷。随着直播间中画面逐渐清晰，陆晨也看到了那只一直臭屁嗷呜嗷呜叫的家伙的真身。那是个黄色大型猫科动物，身上遍布黑色环斑，头部的斑点小而密，背部的斑点密而较大，斑点呈圆形或椭圆形的梅花状图案，像极了古代的铜钱。第182章，什么大猫？这是豹子，金钱豹。这么明显的特征让陆晨一眼就认出来这家伙的身份，大夏国1级保护动物金钱豹。此时那只大型猫科动物整只豹正在树上躺着，极其不屑地看向正在树下吠叫的黑背德牧。同行而来的东子跟博士2个人已经呆住了。卧槽，大猫！什么大猫？这是豹子，金钱豹。听到这2人的说话声，直播间里的网友们也不淡定了。卧槽，妞儿好猛，竟然跟只金钱豹对上了。凤金，扯呼！陈哥，榜一大哥，你们快跑！这他妈是豹子啊，豹子！我有个问题，黑背跟金钱豹对上，谁会赢？谁会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但凡金钱豹被伤到一点，陈哥就会面临牢狱之灾。哈哈哈哈，这话没毛病，毕竟金钱豹也是国家1级保护动物，妥妥的牢底坐穿兽啊。我有个主意，要不让胖团儿跟月牙儿来救援陈哥？你以为大熊猫是陈哥家养的吗？那是想叫来就能叫来的吗？我觉得可能用不上姚熊，陈哥加上妞儿就能搞定这只大花豹。网友们聊得不亦乐乎，倒不是说不为陆晨担心，而是他们已经对于陆晨的能力知道了不少，觉得这只金钱豹并不能给予陆晨威胁。
可事实却再次出乎了他们的预料。解决这只金钱豹根本不需要陆晨帮忙，大黑一只狗就搞定了。不知何时，他一边吠叫，一边绕到树后，跑到了金钱豹的视线盲区中。发现了大黑的动作后，陆晨调整了拟态无人机的拍摄角度，将其的动作完全呈现到了直播画面中。只见大黑竟然蹑手蹑脚地开始了爬树，直播间的网友们全部震惊了。卧槽，这大黑狗竟然会爬树！妞儿可以啊，竟然会爬树！啥情况？狗什么时候会爬树了？奇猛了，狗竟然会爬树！我这是穿越了吗？说时迟，时则快，在观众们震惊的眼神注目中，爬上树的黑背德牧一个猛扑，竟然就将那只极其闲适悠闲的金钱豹给扑到了身下。关键这家伙用体重压制了对方还不够，竟然直接咬上了对方的咽喉。金钱豹自然也不是吃素的，在反应过来被偷袭了之后，他便全身的肌肉勃发，奋力反抗。大黑的爪尖跟利齿刚刚亮出，陆晨连忙出声：“妞儿，别咬伤了，这货是国家保护动物。”被喝止了动作的大黑收回自带武器，极其不屑地用肉垫拍了拍被压在身下的金钱豹。汪！切！我看根本就是国家保护废物。听懂了自家狗子话的陆晨，这狗子怎么净说大实话？好歹给金钱豹点面子啊！果然，那只金钱豹的反抗跟挣扎都大了不止一个幅度，尤其是那闪着寒光的利爪，让直播间的观众们看得心里直突突。卧槽，妞儿刚刚绝对是说这只金钱豹了，这家伙明显是炸毛了啊！哈哈，关键是他尽管炸毛了，也打不过我们的妞儿啊！不愧是退役军犬，我们妞儿的战力太强了。金钱豹，你们别夸了，我不要面子的吗？呜呜 cack， 哈哈哈哈，笑死了！可怜的金钱豹在妞儿面前完全成了只无能狂怒的大猫猫啊！你放开我，刚刚不算，你偷袭，我们重新来打一架。喂喂喂，听见没？重新打！对于身下金钱豹吵闹的嗷呜声，大黑根本理都不带理的，被吵烦了就直接亮出一口洁白无瑕的锋利尖牙，顺带再把爪子也亮出来。不得不说，这招效果拔群，金钱豹立刻就安稳了，小命都被拿捏了，他不敢不从啊！东子看得连连称奇，天，大黑不愧是大黑，这退役了之后战力还保持得这么高。博士却持反对意见，不对，现在大黑表现出来的战斗力已经远超之前了，我估计他的身体强度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说着，博士想到了什么，转而将视线看向一旁站着的陆晨，对上博士带着询问的眼神，陆晨微不可察地眨了眨眼。确实如博士所猜想的一样，大黑因为喝了这么久的灵泉水，不管是智商还是战斗力都已经有了显著的提升，这也是他能孤身与金钱豹一战，并且直接碾压对方的原因。陆晨走上前去，看向被完全压制的金钱豹，距离近了之后，他发现这是一只刚刚成年不久的小金钱豹，难怪语言中难掩稚嫩跟天真。在大自然的环境中，失败就意味着丧失生命，根本不存在重新再来的机会。第183章，哇，是你啊，好久不见。得知金钱豹只是困了，所以随便找了个地方睡觉休息时，陆晨有些无奈。自己的果园现在对于各种国家保护动物们的吸引力极其的大，估计跟浇灌了灵泉水也有一定的关系。被面前两脚兽身上令兽舒服的气息所吸引，这只刚刚成年的小金钱豹似乎对于陆晨极其的好奇，时不时朝着陆晨的方向嗅闻，真舒服啊，就跟被阳光所笼罩的感觉。这么想着的金钱豹极其自然地将尾巴缠在了陆晨的手臂上，自己则趴在前肢上继续睡了起来。陆晨就更是无奈了，自己怎么就成了个尾巴架子？不过被国家保护动物主动亲近，也是件令人愉悦的事情。林业局的官方认证的账号在弹幕中再次发言：陆晨啊，你看下这只金钱豹身上有什么特征？如果可以的话，再弄点它身上的毛，我们好对其进行登记与准确品种的鉴定。好，我这就看看。看到弹幕的陆晨点了点头，转而去仔细查看这只金钱豹身上的特征。他的关注点主要在对方身上的花纹上，这一细看，还真是让陆晨看出了特征来。这只金钱豹背上的斑点错落有致，其中在靠近左侧腰间的地方，更是有个花纹像极了缺了口的方形铜钱。左侧腰间这里有个缺了口的方形铜钱的花纹，可以作为识别时候的特征。他将那个与众不同的花纹指给直播间的网友们看，而被饶了好梦的金钱豹只是不耐烦地用尾巴挥了挥，便继续呼呼大睡了，那样子显得十分的困倦。林业局官方账号的弹幕还在继续：好，左侧腰间是吗？我记下来了，就是这个豹毛，不知道小鹿你能不能弄到？如果不行的话，千万别逞强，安全第一，保护好自己。陆晨莞尔一笑，眉目间满是温润与闲适，他微抬起自己刚刚被豹子尾巴所缠住的那只手臂，金色的阳光下，明显能看到在黑色外套上的同样闪烁着金光点点的毛发。不麻烦，我手臂上的这些应该够了吧？够了，完全够了，小鹿啊，
你真的是为我们对于保护区的中的野生动物的归纳与整理出了大力了。从称呼上，陆晨隐约猜到了，现在用林业局官方账号说话的，应该是自己所熟悉的陈副局长。面对夸奖，他面露无奈苦笑：“我这可是付出了实际损失的，您看我这果园都被霍霍成什么样子了。”说来也巧，在陆晨说完这话时，一只小川金丝猴从他头顶的树上冒出了头来。这小家伙的手里还抱着一大束长满了樱桃的纸条。滋滋，哇，是你啊，好久不见！这果子酸酸甜甜的，超级好吃，给你吃。陆晨抬头望去，刚好看到朝着自己递樱桃的小川金丝猴。这小家伙还是他的熟猴。他朝着那只小川南金丝猴伸出手去，接过了那束长满了樱桃的枝条。许久不见，小圆圆。见到这个场景，直播间里的网友们都笑开了。哈哈哈哈！盲猜一波，这小金丝猴给陈哥的樱桃，肯定就是陈哥果园里的。这已经不能叫盲猜了，根本就是铁板钉钉的事实，好吗？小金丝猴吃的最下面的毛毛都粘在一起了，估计是霍霍了不少樱桃啊。这波陈哥实惨，不但要保护国家、保护动物们，还被迫管吃管喝。就是林业局的官方要不考虑下给陈哥加个工资，或者来个补偿啥的？对，陈哥他真的我哭死，付出了好多。在一众网友们起哄的弹幕中，林业局官方号的金色字体格外明显，涨，必须涨。同时补偿也会正常到位的。陆晨是我们先进工作人员的代表，没想到林业局官方号竟然会在直播间中直接说出涨工资跟补偿的事情。看到这样的结果，陆晨自然是极其的高兴。钱嘛，谁都不会嫌多不是？那就多谢林业局了，往后我还会继续努力工作的。林业局官方大 V 明显也十分满意陆晨的回答。好，小陆啊，我这就派人去取这金钱豹的毛发，你留一下手机电话。陆晨点了点头，好的，我知道了。小川南金丝猴见眼前的两脚兽只是这么干举着樱桃枝，并不吃，小家伙有些急了。滋滋，这个可好吃了，你快尝尝呀。只见小家伙伸出长臂，将樱桃枝往陆晨的嘴边推了推。陆晨含笑摘下一颗樱桃，放到口中，酸甜可口，入口生津，确实是十分好吃。本来树种就很好，再加上还有灵泉水的灌溉，好吃是必然的。大红樱桃味道太好，陆晨一口一个吃得极其欢脱，手上的那束樱桃枝很快就只剩下了枝条。他吃得太过于享受，以至于直播间网友们的视线与注意力都从毛茸茸的动物们身上转移到了樱桃上。哇，这个樱桃看上去好好吃的样子，个大皮薄，关键是陈哥跟川金丝猴都吃得好开心啊，想买来尝尝了，馋虫动了。春末了，确实是樱桃该上季的时候了。之前陈哥家的苹果我抢到了，那味道简直不要太好。对，我也抢到了，那些苹果个大脆甜，好吃极了。陈哥，你快点上架樱桃啊，我们已经要吃樱桃。看到网友们都在催促上架樱桃，陆晨立刻环顾四周硕果满满的樱桃树，心里大概估算了下，樱桃今天只能上架的1000斤，我下午便找人来摘，明天早上就运到镇上的驿站发出去。等下没抢到的也不用伤心，等明天中午的12点跟晚上8点，我还会各上架个1000斤，到时候记得来直播间。说完之后，陆晨便将樱桃给上架了。1000斤樱桃15块一斤，没到3分钟的时间，便都被直播间的观众们给抢购了一空，甚至连林业局的官方号都皮了一下，手速慢了，没抢到，看来是没口福了。看到这条弹幕的陆晨连忙回复：樱桃而已，小事情，等下我就给过来的工作人员代谢回去。他这话让林业局的官方大 V 连忙拒绝，使不得，这可不能公然受贿啊！网友们纷纷哈哈大笑，哈哈哈，官方这还没皮呢，就已经怂了，不怂不行啊！关键是第184章，系统再次奖励，简直是意外之喜啊！陆晨掏出手机联系了村长张叔，张叔啊，我这果园的樱桃都熟了，您那能帮我找点人过来帮忙采摘吗？按斤计算，多劳多得，一斤人工费5块。那边接到电话的张村长都惊了，陈娃子，我们这往年摘樱桃不过是3块一斤，卖给果贩也不过1斤5块，你这价格自己哪里能赚到钱啊？给太高了。听出来村长是担心自己不赚钱，陆晨连忙解释，张叔您放心，我这批樱桃还是跟之前的苹果一样，直接从直播中卖出去，不走果贩，不会亏的。您就按照这个价格给我安排人就行，还是优先那些家中有困难的乡亲们。张村长连连应声，哎，陈娃子你弄的那个什么直播我不懂，但是你既然说自己不会亏，那我也信你，这事儿我这就帮你联系，什么时候要人？看着直播间网友们一条条催促的弹幕，陆晨道，时间比较紧，今天下午就得开始采摘，明天我得发出去1000斤。那边的张村长细算了下，如果全部雇佣熟练工人的话，1000斤的量半天也是可以采摘出来的，他便答应了下来。行，我这就去安排人，
估计半小时后左右就上山开始。陈娃子，你要不到时候去果园里具体安排下？陆晨笑了，张叔，我现在就在果园呢，你人召集好了后直接过来就好。成。挂了电话，陆晨的视线转向博士跟东子二人。正在狂炫东子的感觉到背后的视线，慌忙转身，陈哥，咋地了？他嘴上的还沾着红色的樱桃汁，这偷吃直接成了明吃。陆晨失笑，这小子他又没说什么，怎么吓得连东北话都出来了？关键这小子也不是东北人，而是京城人啊。没什么事儿，就是准备喊你干活了。说着，陆晨看了眼东子手上的樱桃汁，樱桃好吃不？没明白陆晨葫芦里面卖什么药的东子，下意识的便竖起了大拇指，好吃，太好吃了。陈哥，你这樱桃简直神了，我今天本来没睡好，一直都有些犯困，但是刚刚吃了几颗你的樱桃，竟然就不困了。陆晨自己近期来灵泉水喝得多，精力一直保持在充沛的状态，他刚刚自己吃的时候还真没发现樱桃竟然有提神醒脑的作用。心中好奇的陆晨摘了颗樱桃放在手中仔细打量时，脑海中的系统出声了。第一，发现经灵泉水改良后的樱桃一颗，正在分析其功效。第一，分析完成，当前微改良樱桃功效为轻微美白、微量补血以及可排毒通便。看完系统给出的专业分析后，陆晨拍了拍东子的肩膀，你小子根本就是心理作用，樱桃可没有提神醒脑的作用。但是美白、补血以及排毒通便的这3种功能，本来就是樱桃本身所具有的功效。陆晨心中有所猜测，灵泉水的功效在作物与果树上时，估计应该就是扩大其本身原有的功效，就像是人类饮用后可以提升体质一样，是种循序渐进且只能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强化的作用，并不能做到无中生有与完全的超脱于原事物之中。第一，恭喜宿主看破灵泉水的本质效用，奖励一个高级灵泉水泉眼以及占地100亩的中级灵泉水池塘，是否局限在小院中？听到脑海中系统的提示声，陆晨心中也极为惊讶，没想到自己只是分析出了灵泉水作用的本质，竟然还奖励了这么多的东西，简直是意外之喜啊！可关键的问题来了，灵泉水能够让自己脑中的氮片溶解，又是什么原理？陆晨就这一问题询问了子系统，对方完全是一问三不知的状态，他也就暂且将心中的疑惑压下，准备等主系统回来之后再次询问。这么决定了之后，陆晨便开始吩咐子系统，高级灵泉水泉眼现在具现在小院中的假山荷花池中，100亩的中级灵泉水池塘则现在具现在小院后的空地上。好的，宿主，现在开始具现。吩咐完了系统后，陆晨则开始教东子跟博士2个人采樱桃。博士因为本身就是做研究的，平时对于那些精密的材料都十分小心谨慎，所以在采樱桃时虽然速度比较慢，但因为动作放轻了，几乎没有什么破损的情况出现。而作为富贵家庭出生的东子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不论是摘取樱桃时的力度还是动作幅度的大小，一时间还没办法完全控制好，这也就导致了东子这的樱桃出现了很多破损的情况。看到这一情况的陆晨直接点出了问题，东子，你这摘的全是破的，按照我们采摘工人的要求来说的话，你这些樱桃都是属于不合格的。樱桃本身就属于易损伤的水果，所以在采摘时，我们业内的普遍规定的10%的破损率是可以接受的。如果采摘时破损率超过了10%的话，陆晨没说出具体超出了破损率的情况会怎样，他只是拍了拍东子的肩膀，语重心长的道，我看出来了，术业有专攻，采摘樱桃这种精细活不适合你小子。东子有些憨厚的摸了摸自己后脑勺，陈哥，你刚刚的话还没说完呢，如果破损率超过10%的话会怎样？还能怎样？赔钱呗。旁边的博士忍不住停下了手上的工作，有些无奈的看向东子。陆晨也有些无奈，东子并不蠢，相反他本身很聪明，只是因为阶层的关系，他自己的角度没办法深刻带入到普罗大众的视角。果然，听说要赔钱的东子立刻就掏出了手机，陈哥，我这些肯定是超出了10%的破损率了，你看看赔多少，我现在就转账给你。不过你刚刚为什么说我不适合这种精细活？知道东子还是没转过来的陆晨开口了，重点不是赔钱，而是本来采摘工人过来做采摘的工作就是为了赚钱的，结果却因为破损率超过规定值而要赔钱，那之前所付出的时间成本就完全的亏掉了，同时自己也是不但没赚到钱，反而要赔钱，这就是个亏本的事儿。想明白了其中关键点的东子随之点了点头，确实是这样的，我懂了。不过不就是个樱桃吗？我欧阳东浩还真就跟他耗上了。直播间的众多网友们听到了东子的全名后全都震惊了，卧槽，榜一大哥竟然是顶级跨国集团欧阳集团的继承人欧阳东浩。第185章，我想下山去玩。天，竟然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欧阳家的继承人，难怪榜一大哥平时在直播间里那么慷慨。少爷，老奴终于找到你了，您可以把我带回欧阳家吗？少爷，您家的别墅还需要女仆吗？我想应聘。哈哈哈哈，
没开2度了，我记得之前好像榜一大哥疯狂送礼的时候，也有人应聘跟叫少爷的。这种一步登天的机会，当然很多人都很心水啊。毕竟在日常生活中，普通人跟上层人真的机会没有任何的交集的可能。说的也是，所谓的阶级跨越，很多时候都是不存在的。毕竟成长环境跟所拥有的资源都是完全不同的。话虽如此，但是我记得欧阳集团的创始人欧阳燕老爷子就是白手起家，一步步做起来的。看到弹幕的陆晨也表达出了自己对于这件事的看法。世上没有简单的事情，在想要做的时候放手去做就可以了，失败在所难免。但若是完全不去做，那成功的机会就只能是0。没过多久，张村长带着一众帮忙采摘樱桃的村民都走了过来。陆晨走上前与张村长和村民们说了刚刚定下来的采摘价格之后，便准备下山。博士想着自己的研究还有些东西要突破，也不想继续在果园中。而东子跟樱桃杠上了，留在果园中与一众的村民们开始采摘。穿金丝猴小圆圆看到身上有令猴舒服感觉的两脚兽要下山了后，便吱吱叫着从树上跳了下来。小家伙找的落脚点十分的精准，正是陆晨的怀中。怎么了？接住了从天而降小可爱的陆晨，戳了戳穿金丝猴小圆圆的大脑门。滋滋，我想下山玩，你带我一起下山好吗？下山玩可以倒是可以，已经身为人父的陆晨下意识的就带入了家长的思考位置上。你有跟自己的父母说吗？如果他们找不到你的话，可是会担心的哦。谁知道听到了父母2个字，刚刚还一脸笑意，十分软萌可爱的小圆圆明显就蔫了下来。他们现在满脑子都在打架，根本顾不上我。滋滋，小川金丝猴仰着头，一双大眼睛眨呀眨的盯着陆晨猛瞧。你就带我一起下山看看好不好吗？我保证不淘气也不捣乱，我就是好奇山下是什么样子的。父亲跟母亲都说山下的两脚兽很可怕，还有各种会动的铁盒子，一不注意就回不来了。我想去看看。像是害怕陆晨不答应自己一样，小川金丝猴圆圆还偷偷的用自己的尾巴缠在了陆晨的胳膊上。直播间的观众们虽然听不懂小圆圆说了什么，但是从小家伙这样期待的表情与动作上也明白了他想要做什么。何况还有刚刚陆晨所回复的话可以验证他们的猜想。现在直播间中的弹幕空前一致，都是让陆晨答应小金丝猴圆圆的请求的。陈哥你快答应吧，小圆圆都已经卖萌恳求了，小家伙都用尾巴缠在了陈哥的身上了，估计是打定主意想要下山了。盲猜陈哥肯定会答应小金丝猴的，毕竟只是下山而已，又不是什么危险的事情。有没有一个可能，对于小金丝猴来说，下山就是危险的事情？你们是忘了前段时间陈哥发现的那个虐待动物的组织了吗？啊，死去的记忆开始攻击我，别说了，我好不容易才忘记了那件事。我可以带你下山，但是前提需要跟你的父母说明这件事，以免他们担心你。陆晨此时也说出了自己的回复，在他的坚持下，小川金丝猴圆圆不情不愿地带着2个两脚兽找到了自己的族群的所在地。而出现在陆晨跟博士面前的画面，还当真是2个不同的穿金丝猴的族群的打架画面。看到有两脚兽过来之后，占据了上风的穿金丝猴族群中的族长滋滋叫着从树上荡了过来。待看到在两脚兽怀中的自家儿子后，这只身材威猛的穿金丝猴则开始挥舞起了自己的长臂。看到这里，直播间新来的观众们纷纷开始担心起了身为主播的陆晨的安危起来。毕竟这穿金丝猴的首领的架势像极了马上就要呼唤同伴们开启群攻模式来夺回自己的小猴子。主播快把小猴子放下来啊，他们好像要过来了。对，快把小猴子放下来，小心被群殴啊。天，这漫山遍野的金丝猴我已经不敢看了。不对啊，我记得穿金丝猴的性格相对温顺，网上很多视频都说他们偶尔还会给我们人类投喂野果或者是苹果之类的呢。兔子急了还咬人呢，你没看到主播的怀中抱着小金丝猴吗？儿子都被偷了，怎么可能还会温顺？就是所有动物对于幼崽的在乎度跟保护性都是天生的，这是天性。不，有些禽兽就没有，相反他们以欺压弱小为乐。穿金丝猴首领已经距离陆晨很近了，他挥舞着手臂，嘴里滋滋的叫着。滋滋，圆圆你怎么从前面过来了？你不是应该在树上睡觉的吗？从对方的话中，陆晨发现了一个事实，这个粗心的父亲忙于与其他的族群争斗，根本没发现小圆圆自己偷跑下山了。小圆圆看到父亲说了自己想要下山去玩的事情，猴王在考虑了一下后也答应了下来。同时他转身与族群里的猴子们私语了几句后，朝着陆晨开口了。滋滋，谢谢您之前给的好喝的水，我们在山里有发现好吃的果子，已经过去拿了，稍等。我儿子比较淘气，对于未知的东西也会比较好奇，如果可以的话，麻烦您这些天多费心照顾一下了。刚刚还偏着头一副不开心的小圆圆听到父亲竟然会拜托两脚兽照顾自己，小家伙有些别扭的转过了身子。一大一小2只穿金丝猴四目相对，小圆圆从陆晨的怀中挣脱了出来。第186章，陈哥，我想吃大棒骨。
小家伙动作迅捷地跑到了猴王身边，给了对方一个大大的拥抱。啧啧，知道了，我会照顾好自己的。接过了其他穿金丝猴们递过来的果子后，陆晨满载而归。小圆圆看到两脚兽的怀中已经没有位置了之后，小家伙索性直接坐到了陆晨的肩膀上。直播间的网友们弹幕中全是羡慕的。啊，好乖巧的小金丝猴，我也想被骑着肩膀。加一。而且虽然不知道刚刚猴王说了什么，但是看小金猴的表现以及送果子的表现，估计是在拜托主播照顾好自己的小猴子吧。真好啊，不但没有阻止小家伙对于外界的探索，反而还会倾力支持。怎么办？我也想要这样不扫兴的家长。我小时候的梦想是画画，但是母亲却说家里的钱不多，没办法供养出一个艺术生来，非要我去学习会计专业。在他们的眼中，教师、会计以及公务员等等，就都是终生不会失业的铁饭碗了。可现在的问题是，教师已经不在编制内了，而且压力也很大。我喜欢画画，也并不是想要将其作为事业，而仅仅是个爱好而已。哎，确实是这样的，在很多时候，我想要的只是父母的一句鼓励与支持，而不是否定。不明觉厉，我们不是在看治愈的种田直播吗？怎么话题就变得这么沉重了？因为生活本就沉重。破防了。与猴王分别后，陆晨带着博士、穿金丝猴小圆圆以及大黑往山下走时，隐隐觉得有什么东西跟在自己的身后。他调整了拟态无人机的拍摄视角后，看到了意料之外的画面。蹑手蹑脚的跟在他身后的，竟然就是刚刚在果园中一面之缘的金钱豹。他似乎是害怕被大黑发现，只敢跟在距离相对远的位置。不知道这只金钱豹想要做什么的陆晨，也就没去过多的管他，只是将大黑给喊到了身前。刚刚那只金钱豹在我们身后，妞儿你注意些，别让他进村吓到村民们。汪！好了，陈哥，交给我就行。他要是敢进村，我保证让他知道为什么花儿那么红。陈哥，我想吃大棒骨，好不好？高大威猛的黑背德牧摇着尾巴，围着陆晨打转，是不是还用后背蹭一蹭自己全心信赖的主人？陆晨怀中的东西太多，没办法弯腰去摸一摸难得撒娇的大黑，便微笑着点头答应了下来。好，今晚就吃大棒骨。等到了院中后，陆晨将捧了一路的果子交给了沈路遥去清洗，自己则拿出手机拨通了电话。喂，川哥，你那今天还有大棒骨不？我晚上想做点酱骨头，再炖个骨头汤。陈川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有的，刚好毛毛在家。你要多少，我让他给你送过去。毛毛是陈川家里的大儿子，大名陈元峰，今年刚好15，在靠山镇上上初2。今天是周末，所以在家里。陆晨想了下家里人以及常驻动物们的食量，开口就是王炸。来个50斤吧。陈川以为自己是听错了，15斤吗？没问题。川哥，不是15斤，是50斤。陆晨连忙强调了一次。这一次，不只是电话那头的陈川卡壳了，连直播间的观众们都震惊了。主播啥家庭啊？一顿饭要吃50斤的大棒骨？我在思考，50斤到底够不够吃？啥情况？难不成主播竟然是不显山不露水的民间高人大胃王吗？不，让我给你捋一捋主播家到底有几张嘴你就知道了。哈哈哈哈！首先是主播、博士跟东子，这就已经是3个正值壮年的成年男性了。还有徐老爷子跟昨天刚刚过来的欧阳老爷子，另外还有嫂子跟小糖宝，这就5个成年人，再加一个孩子了。但是50斤还是太多了吧？哈哈哈哈！你以为这就已经是全部了吗？当然不是，还有其他的呢。黑背德牧大黑，再加上大黄狗大黄，这里是常驻兽口。另外，别忘了是不是下山来蹭吃蹭喝的野生大熊猫胖团跟月牙，还有2只大熊猫幼崽跟赤狐一家。对，这么算下来，我真的担心50斤的大棒骨根本就不够吃啊！天，震惊到我了！原来主播的压力这么大，竟然要养这么多张嘴啊！同震惊，当今社会果然就没有容易的人。第一，获得震惊值5000；第一，获得震惊值4000。而陆晨在看到弹幕后，说出了个连网友们都忽略了的家伙：你们忘了，还有我今天遇到的那只金钱豹。那家伙可是一直跟着我下了山。金钱豹是夜晚活动的生物，说不定晚上就过来偷吃了呢。听到陆晨的话后，刚刚在院中趴下来的大黑立刻弹了起来。汪！陈哥放心，有我在，那家伙不可能偷吃成功的。一旁的大黄也吠叫出声。汪！主人，我会好好看家的。好，那今晚就辛苦你们俩了。挨个摸了2只狗之后，陆晨的视线转向了拟态无人机的镜头。好了，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我得去做饭了。下次见。不是吧，主播这就下播了？我还想看看酱骨怎么做呢。我就不同了，我只想看传说中的野生大熊猫一家跟赤狐一家。哈哈，这是陈哥的老习惯了，向来都是随心所欲的开播与下播，你们习惯就好。关闭了直播间后，陆晨看了下系统的界面，当前震惊值47W5000，怎么有这么多？
打开系统的字幕提示后，陆晨才发现，今天因为偶遇了金钱豹与川金丝猴小圆圆的缘故，刚刚结束的这一场直播竟然给他带来了整整 15W 的总震惊值。第187章，好路遥，你就帮帮我好不好？几分钟后，一个穿着校服的小少年拉着个小车来到了陆晨的小院门口。陆叔，我毛毛给你送大棒骨来了。在厨房忙碌着准备大料的陆晨听到喊声，连忙迎了出来。靠山村民风淳朴，大家如果白天有人在家时都不太习惯关门，就那么敞着，这样大家串门也会比较方便，养了猫狗之类宠物的家里也就那么散养着，方便猫猫狗狗的出入。这时陆晨家的院门也没关，毛毛就在院子门口站着。小少年的视线在院子里搜寻了一圈，最后在趴着的大黑身上停下了。走出来的陆晨顺着毛毛的视线看过去，这是我养的狼狗，叫大黑，小名妞妞。牛牛？没太听清的毛毛重复了一遍这个奇怪的名字，一脸的疑惑。陆叔，这明明是狗，这么叫牛啊？不是黄牛的牛，是女字旁的妞。陆晨笑着指了指光体型就极具震撼的大黑，它是母狗。哦，毛毛连连点头。小少年的耳垂显而易见地浮现出了些许的薄红。完了，闹了个大笑话。陆叔，您厨房在哪儿？我把肉给您送过去。有些许尴尬的毛毛缓了缓情绪后，连忙岔开话题。就在那边。陆晨回手指了指厨房的方向。这些棒骨多少钱？你算下，我转给你。毛毛张口便来，我爸说是21斤，总共50斤，就是1000块。好。陆晨点了点头，掏出手机直接扫了毛毛打开的收款码。拖着小车将满满50斤的大棒骨卸到厨房后，毛毛伸手擦了擦自己额头渗出的汗滴。陆叔，我回去了。事情已经全部干完，毛毛朝着陆晨告别。陆晨在他身后递过来一个装着温水的水杯，来，先喝点水再回去不迟。嘿嘿，谢谢叔。接过水杯之后，毛毛一饮而尽。陆叔，我回去了。将空掉的水杯放回桌子上后，毛毛再次开口。陆晨对于这个小少年的印象一直很好，他跟陈川家的关系也相对近一些，他也笑着告别。成，晚上你可以跟川哥一起过来吃饭，尝尝我的手艺。好嘞，陆叔，我回去就跟我爸说。开心的应下后，毛毛才出门离开。将那些棒骨全部清洗了一遍后，陆晨便拿过了菜刀开始剁了起来。可以说声势浩大，咚咚声不绝于耳。这番动静自然将家里的2只狗子跟1只幼虎给吸引了过来。看到大摇大摆走进到厨房的幼虎，陆晨想到一个细节。小家伙，你上午不是说要跟我上山的吗？我怎么一直没看见你？幼虎有些臭屁的甩了甩尾巴，毛毛脸上严肃极了，喵嗷！本大王的事情你个两脚兽别管，我忙着呢。一旁的大黄同样甩了甩尾巴，毫不留情地戳穿了这个臭屁的傲娇小鬼。汪！忙着睡觉吗？他这句话让小虎仔瞬间就炸毛了，立刻便张牙舞爪地朝着大黄扑了过去。嗷呜！你乱说，我才木有睡觉呢。陆晨唇角带笑，朝着大黄吩咐了声。大黄，你带着小家伙去院子里玩，厨房里的地方太小了。汪！好的，主人。得到命令的大黄马上就咬住了小虎仔的后脖梗，将其给带了出去。独自留下的大黑则自顾地趴了下来，对着那一堆的大棒骨咽口水。听到异响的陆晨再次回头，就看到了迫不及待的大黑。他随手拿了个清洗过的大棒骨丢到了大黑的碗里。给！汪！陈哥最好了。大黑立马跃起，窜到了自己的碗边，开始摇头晃脑地啃了起来。不久后，回到厨房的大黄同样得到了根大棒骨，浑身湿哒哒还有些蔫巴的小虎仔慢吞吞地回来后，得到了一碗已经放得温热了的羊奶。小家伙一边不高兴的喵呜嗷呜地乱叫着，一边却又忍不住馋虫，埋头在碗里喝了起来。大黄也慢吞吞地走了回来。陆晨在这家伙的嘴角边明显看到了几根白毛，他回头又看了眼浑身湿哒哒表现得颇为乖巧的小虎仔，明白了，大黄应该是把小虎仔给按在嘴边，给好好的教训了一顿，不然那小家伙可不会这么乖巧。因为怕帮忙烧火的沈路遥无聊，陆晨在厨房里环顾一圈，看到了几个地瓜。他走过去拿起来，走到灶台后面，路遥，把这个丢到灶堂里烧一烧。好呀，陆晨你给我。转过来的沈路遥灰头土脸的，一张白皙的脸颊上弄得全是灰。陆晨失笑，想要伸手去帮沈路遥擦一下脸，却见自己手上也并不干净。路遥，你现在可是一点都不像是豪门大小姐、美女总裁了。沈路遥好看的桃花眼眨了眨，满眼的疑惑。那我现像什么？陆晨也笑着眨了眨打趣，像是个古时候负责烧火做饭的丫鬟。沈路遥伸手叉腰，横眉冷对，哼了一声。好啊，陆晨，你竟然说我像是烧火做饭的丫鬟，这什么大酱骨，你自己做吧。说着，沈路遥从灶台后面走出来，脸上笼罩着层寒霜。陆晨心中一激灵，完了，
玩笑好像开大了，陆瑶生气了。灵光一闪间，陆晨脑海中闪过之前系统给自己的花式追妻的10000种方法中的说法：追女孩的时候要勇于承认错误，并且适时示弱，让女孩知道自己需要她。陆晨连忙将手中拿着的地瓜投入了灶堂，用空出来的手一把抓住了沈路遥。我开玩笑的，路遥你别生气，这么多的骨头我可没办法一个人弄完啊。好，路遥你就帮帮我好不好？第188章，你太小了，只能尝个味。爸爸你要做什么啊？糖宝来帮忙。这时候上身穿着红色对襟开衫小褂，下身穿着同色百褶裙的小糖宝哒哒哒的跑了过来。像是感觉到沈路遥的情绪不对，小家伙第一反应便是抱住了沈路遥穿着紧身皮裤的小腿。妈妈抱抱。软乎乎的可爱女儿抱腿求抱抱，沈路遥的心里立刻就软了下来。他微微弯下腰去，将小糖宝给抱到了怀中。好，妈妈抱抱。哈哈哈哈！妈妈你的脸上好脏啊，跟个小花猫一样，嘻嘻。刚刚被抱起来，小糖宝就看到了沈路遥脸上灰扑扑的，嘻嘻笑了起来。陆晨手上拿着湿纸巾，路遥你别动，我帮你擦一下。小糖宝看着好玩，伸出手也要去拿湿纸巾，我也要帮妈妈擦。好，陆晨将湿纸巾盒举起到小糖宝的手边，沈路遥被陆晨看得俏脸微红，颇有些不自在。全部擦干净后，小糖宝留在了厨房里，这里看看，那里瞧瞧，俨然一副小监工的样子。看到不知道的东西，糖宝小嘴巴拉巴拉的再次化身10万个为什么。爸爸，这个罐罐里黑乎乎的东西是什么啊？是酱油呀，烧菜的时候加一点很香的哟。那爸爸，这个瓶瓶里黑乎乎的又是什么？是醋呀，很酸的，就是糖宝吃饺子的时候蘸的呀。哇，糖宝想吃饺子了，白菜猪肉饺子，嘿嘿嘿。听到喜欢吃的食物名称，小糖宝转头抱住了正忙碌的陆晨的小腿。陆晨一低头就看到小家伙眨巴眨巴的大眼睛，纤长的睫毛扑闪扑闪的，可爱极了。被人类幼崽自然而然的亲密跟可爱举动萌到的他连连点头。好，我们明天就吃白菜猪肉的饺子。耶、V 吃饺子了，嘿嘿嘿，最喜欢巴巴啦。要求被应允了之后，小糖宝开心的蹦蹦跳跳的，快乐极了。一旁的沈路遥看了，原先有些紧绷的嘴角也缓缓弯出了弧度。从始至终他其实都没生陆晨的气，只是故意撒娇而已。越是跟陆晨在一起，他越会觉得轻松与舒适。原先从来不曾想过的撒娇与玩笑，现在却变得稀松平常了。一家3口很快在笑闹的气氛中，将大棒骨变成了大酱骨，香味浓郁而馥郁。陆晨刚刚掀开锅，2只吃了个半饱的狗子便瞬间起身跑了过来。汪！陈哥，我要吃大棒骨！汪！主人，我也要！陆晨将大酱骨盛出来后，给2只狗子的碗里各放了几块。慢点吃，小心烫。2只狗子尾巴摇得欢快，埋头啃骨头，根本没嘴回答。喵！我也要，我也要！小虎仔也哒哒哒的跑了过来，伸爪子扒拉陆晨的裤腿。你太小了，只能尝个味。陆晨舀出来点肉汤，放到了小虎仔的碗里。小家伙立马就埋头舔了起来。看他这样，陆晨花了2000镇金值，在系统商店里购入了1袋精品幼猫粮。老虎反正也是猫科，估计也能吃吧。用肉汤给小家伙泡了点猫粮后，陆晨特意留意了小虎仔的状态，结果他就看到这个小家伙来了个暴风吸入。吃货预定。陆晨去菜园中摘了点圆白菜，又切了块豆腐，做了个简单快手的白菜炖豆腐。临出锅的时候再撒上点绿莹莹的葱花，搞定。想着家里人多，他又摘了些芹菜，炒了个芹菜肉丝，好像还是不太够的样子。他便又做了道地3鲜与麻婆豆腐。这么一番忙忙碌碌的，时间已经到了中午。陆晨，等一下。刚将最后一道菜放到桌上，陆晨就被沈路遥给叫住了。怎么了？他不明所以地停下转身。沈路遥走上前来，你额头上都是汗。他随手从桌子上的抽纸盒中抽了张纸巾，便极其自然地朝着陆晨的面部移了过来。陆晨有些呆呆的，人直接顿在了那里。沈路遥本来是打算给陆晨擦一下汗的，却忽略了陆晨的身高，他哪怕手伸直了都够不到陆晨的额头。陆晨，你弯下腰，低一点。哎，好。不知道沈路遥要做什么的，陆晨极其配合地弯下腰来。他眼前一晃，鼻尖袭过一道香风，额头上边传来了温柔的触感。直到这时候，陆晨才知道沈路遥在做什么，原来是帮自己擦汗啊。谢谢。陆晨唇边漾起笑容，星眸明亮且耀眼。刚刚沈路遥的举动太过于自然，亲密的举动更是让他的心里暖融融的，十分的舒心与熨贴，是他之前从未感受过的在意与悸动。被这样一双饱含着感情的眼睛一瞬不瞬地注视着，沈路遥感觉到自己的脸颊又开始发烫了。他原本有条不紊的擦拭动作也受到了影响，显出了点慌乱来。
不用谢。收回手的沈路遥有些局促地站在原地，不明白自己是怎么了。陆晨就那么看着沈路遥白皙的脸上慢慢地浮现出粉色来，到最后更是连耳垂都被染上了红。爸爸妈妈，你们怎么了？去喊人的小唐宝刚刚回来，就看到自己的爸爸妈妈站在那里，有些怪怪的。没什么，陆晨摇了摇头，将小唐宝抱起来放到了宝宝椅中。唐宝有喊到家里所有人吗？可以吃饭了。都喊过了。小唐宝连连点头，小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盘堆得老高的大酱骨，胖乎乎的小手更是朝着那边指去。爸爸，我要吃肉肉。等下哦。陆晨摸了摸小唐宝的头，等大家都到齐了之后，我们再一起吃饭好不好呀？好。响亮地答应了一声后，小唐宝的视线还是粘在那盆大酱骨上。不多一会儿，徐老爷子推着欧阳老爷子都过来餐厅了，博士也走了过来。众人刚刚上桌，东子的声音便从院门处响起：好香啊，陈哥，你做的什么好吃的啊？陆晨之前做饭的时候有给东子打过电话，说了大概吃饭的点，现在听到东子的声音也不意外。大酱骨，你快点洗手，然后过来吧。哈哈，那必须的。东子欢快地应了一声，便朝着井边走去。欧阳老爷子笑骂了一句：这小子时间倒是卡得刚刚好。东子刚刚坐下，院门口便再次传来了声音：陆晨，我来蹭饭了。哈哈哈哈。陆叔，还有我。正是陈川带着儿子毛毛。陆晨笑着招呼二人进来，就差川哥你跟毛毛了，快来。第189章，你这是自家果园的樱桃。一顿饭，众人吃得宾主尽欢。饭后，陆晨说出了自己要上山将现摘的樱桃给送到镇上去发货。陈川听到后，主动提出一起帮忙。东子与博士二人也一同前往。以陆晨为首，4个年轻人边走边聊，上山的路上倒是并不无聊。大半天下来，摘好的樱桃已经有了将近2-30筐了。将所有的樱桃全部装到皮卡车上后，陆晨便与众人告别，独自开车去了镇上。等他到靠山镇的驿站时，天色已经微黑，恰好一辆快递车正在驿站门口在装卸，陆晨连忙将车停了下来。刚好我这里有些樱桃要发货。驿站老板看到从黑色皮卡上跳下来的陆晨，笑着走上去搭把手：小陆，几天不见，你这是自家果园的樱桃？对啊，刚摘下来的，酸甜可口，哥你要不来点儿？陆晨笑得灿烂，伸手从卸下来的竹筐中抓了把樱桃递过去。哈哈，我尝尝。驿站老板也不客气，乐呵呵的伸手捏了个丢进了嘴里。味道确实不错。他冲着陆晨竖起了大拇指：怎么卖的？我买点给你嫂子吃，是她喜欢的味道。7块1斤。陆晨伸手比了个7。工人的采摘的成本他给的高，6块1斤的价格实际上赚不了多少。驿站老板爽快极了，对于这个价格接受良好。称，给我称个3斤。陆晨从皮卡车上拿了电子秤，便给驿站老板称了起来。他这架势一拿出来，其他来驿站取快递的人看到都凑了过来。这樱桃红艳艳的，看着颗粒饱满，光卖相看着就好啊。我家小孙女也最是喜欢樱桃，老板给我来点。刚好周末，我闺女这会儿就在从城里回来的路上呢，她也爱吃樱桃，老板你给我也来点。众人七嘴八舌的就将陆晨跟驿站老板给里3层外3层的围了起来。有生意上门，陆晨自然很高兴，但是有些话他还是要提前说出来。乡亲们，我这樱桃你们也看到了，是要发到其他地方的。今儿本来量就不多，所以今晚现场就只卖5筐，等明天同样的时间点我再来。驿站老板笑了：陆晨啊，你小子竟然还弄饥饿营销那套呢。陆晨连连摆手：哥你这话说的可是冤枉我了，实在是刚刚在直播间我已经卖出去了1000斤，这里总共加起来也就500斤，量根本跟不上啊。众人听到陆晨竟然能在直播间中直接就卖了1000斤的樱桃，纷纷好奇询问：小伙子，你说的这个直播间是什么啊？怎么还能卖东西呢？我知道，是斗家的直播间嘛。我记得带货的小黄车开启可是有前提条件的呀。这樱桃在我们当地的价格上不去，小伙子，你往外面卖多少钱1斤啊？陆晨手上边称重，边依次回答众人的问题。对，就是斗家的直播间，我就是从靠山村过来的。价格的话也不贵，10块1斤。第190章，怎么这么晚过来？5筐的樱桃很快便卖完了，连开快递车的司机跟运货小哥都一人买了点，说是刚好路上吃。有没买到的人还特意问了陆晨明天什么时候过来，他们好到时候过来买。陆晨笑着说，跟今天差不多时间后，便继续被打断的樱桃装卸工作。他今天总共发出去28筐樱桃，每筐约有个20斤左右，便是560斤，等于还差了440斤的量没发出去。看着运货车走远后，陆晨心中一动，与驿站老板赵哥说起话来：赵哥，我看你这驿站人来人往的，人流也是挺不错的，
我想明天再留点樱桃的放在你这卖，然后按照卖出的量给你抽成，就是借用您一个位置，怎么样？这样我省事了，你也能有个额外的收入。赵哥沉思了下，提出了一个问题：我这人流量确实还行，但又要收发快递，又要去收货之类的，人手不足，没办法帮你称重，估计不行。也是，陆晨邹眉思索了下，想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要不这样，明天我过来前将100斤樱桃按照1斤1份装起来，等到时候直接让他们按量拿就是。这确实是个好方法。赵哥双手一拍，认可了这个方法。二人商量了会儿后，最后定下樱桃按照7块1斤售卖，每卖出1斤再给1块钱给驿站老板作为场地使用费。事情搞定后，陆晨又开着皮卡车去了趟靠山镇的农贸市场，采买了不少的蔬菜与瓜果种子后，陆晨又去了专门的鸡鸭鹅幼崽的售卖处。系统巨献出来的100亩池塘他还没去看，养殖业也能开始弄起来了。还有上次种上的稻田不知道怎么样了。想到稻田，陆晨在鸡鸭鹅幼崽各买了20只后，又买了不少的鸡鸭鹅蛋跟大棉被，才又去了专门卖鱼苗的地方。他想到了儿时吃过的难忘美味，必须安排上才行。这么一番折腾，等陆晨回到靠山村时，已经将近8点多了。将一群叽叽喳喳的幼崽全部放到之前特意留出来孵化用的房间中后，陆晨又去了村长张叔家。天色已黑，远远的他看到张叔家的院门已经关上了，但是隐隐透出黄色的灯光来。老两口应该是没睡的。这么想着，陆晨便抬手摸上了铁门的环扣。张叔，我陆晨，您睡了吗？有点事儿来找你。没呢，怎么这么晚过来？来开门的村长张叔有些奇怪。陆晨拿出从怀中掏出一叠钱来。张叔，这是您帮我找工人跟帮忙的钱，您拿着。张叔一下子就愣住了，连忙推拒：陈娃子，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帮你可不是为了赚你钱的。再说了，我跟你赵姨2人也没什么用钱的地方，你快收起来。陆晨态度坚决：张叔，我知道您跟赵姨在村里是不怎么用钱，但是小丫头她在城里上学，开支也大，您拿着就是。我今天在直播间卖出去了1000斤的樱桃，明天还得继续采摘呢。况且今天您应该也摘了不是樱桃吧？第191章啊，我什么都没看见。在陆晨的劝说跟坚持下，张叔到最后才收下了钱。与人分别后，陆晨才往家中院子里走去。一轮明月高悬，乡间的小路上树影婆娑，枝叶摇曳，橘黄色的灯光照亮了他的归途，也照出了他细长的身影。简单的洗漱之后，陆晨回到2楼的房中，却发现沈路遥竟然还趴在桌上画着什么。路遥，怎么还没休息？都已经快10点了。沈路遥伸了个懒腰，直起身子来：我在等你啊。这极其自然的语气与温馨的气氛，让陆晨的心中一软。在画什么？他走上前去，探头去看沈路遥桌上的东西。没什么。沈路遥吓了一跳，连忙趴下，将自己画的东西用身体给遮挡了。他越是这样，陆晨就越是好奇，这么神秘是什么我不能知道的吗？准确来说，是你现在不能知道的。沈路遥随手拿过旁边的空白的纸张，盖在了自己正在画的那张上面。好，那我就等着你揭晓答案的那天了。既然沈路遥这样说了，陆晨便也笑着回了，并没再问。2人又小声说了些话后，才一同上床睡觉。床上睡得香甜的小糖宝像是感觉都到了什么，在2人躺下来后，一左一右伸手抓住了2个大人的手，才又安稳睡去。晚安，晚安。灯光熄灭后，陆晨并没有第一时间闭上眼睛，他在等。不到10分钟，他的耳旁响起了沉稳的呼吸声，更是有个软玉温香主动贴了上来。长臂伸展，将睡熟后自己贴上来的沈路遥搂到怀中后，陆晨的心中一动，或许他该在平时与沈路遥的接触与交往中更加主动才是。不过感受着怀中小糖宝轻软的碰触，陆晨有了个甜蜜的烦恼。想要跟沈路遥负距离接触的话，首先得让小糖宝单独睡觉才行。一夜好眠后，次日陆晨醒来时，左边胳膊酸痛，腿上更是觉得有什么东西压着一样。他偏过头去，就见沈路遥枕着自己的手臂，一只手搭在睡在2人中间的小糖宝身上，而沈路遥一双光裸着的大长腿更是不出意外地压在了陆晨的身上。之前每次出现这样的情况时，陆晨都会小心地移开沈路遥，然后轻手轻脚地起身。他心中一动，决定今天要不就赖个床好了。不知道在发现自己睡姿不安稳时，沈路遥会有什么样的表现。虽然不打算起床，但是陆晨也不打算睡了。他就这么透过窗帘的缝隙去看安稳睡着的沈路遥与小糖宝。没多久，陆晨看到沈路遥的眼皮动了动，看样子是要醒了。他立刻闭上双眼，开始装睡。啊！一声短促的惊呼声在耳旁响起。陆晨装作被吵醒的样子，睡眼朦胧地朝着沈路遥的方向看去。怎么了？没怎么。红着脸的沈路遥低垂着头，根本不敢与陆晨对视。他小心地想要将腿移开，却突然腿上一痛。啊！
与上一声的惊呼同，陆晨听出来这声是痛呼。他整个人瞬间从床上弹起，查看起沈路遥悬在半空的小腿。这里痛吗？没事的，我看看，放轻松。沈路遥的脸皱成了一团，声音里透着委屈，好像抽筋了，好痛。放轻松，我帮你揉一下。陆晨轻声哄着，伸手到沈路遥的小腿上揉按，触手软玉温香，丝滑而舒适，他却无什么流连的心思，而是调节着手上的力度。沈路遥只觉得自己被碰触的地方像是被点燃了一样，有些燥热，身体更是软得不行。等这波阵痛结束之后，沈路遥轻轻出声：好了。陆晨手上并没有第一时间停下，血脉有些凝滞。路遥，你该运动了。啊，好。沈路遥还是不敢去看陆晨，下意识的点头。等到了二人从床上下来，洗漱完毕下楼时，陆晨便拉着还是红着一张俏脸的沈路遥，开始打起了军体拳。腰下压，身体挺直，胸不要前倾，出拳要快准狠。啊，好。沈路遥满脑子都是早上自己醒来时看到的情景与刚刚陆晨帮自己按摩的样子，手脚到现在都还不怎么听话。他现在正处于脑子知道了，但是根本就没办法做出来的状态。陆晨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他便想要直接上手去调节沈路遥的姿势。可就在他的手刚刚落在沈路遥的腰上时，沈路遥再次惊呼一声，整个人站立不稳，往他的怀中倒了下来。陆晨连忙将人给扶住。怎？他话音未落，就见到连白皙脖颈都泛着红的沈路遥。陆晨这才后知后觉的反应过来，还能是怎么了？沈路遥这是害羞了。啊，我什么都没看见。路过的东子看到二人抱在一起的样子，慌忙转身。可他这一出声，沈路遥便立刻从陆晨的怀中弹了出去。我去做饭。像是生怕陆晨会阻止自己一样，沈路遥跑得飞快。他并不知道，因为紧张自己根本就是同手同脚离开的。好事被打扰了，陆晨阴沉着脸，东子过来。陈哥你息怒，你冷静，你淡定，你有话好好说。东子一张嘴皮子上下颤动，全是劝说，可身体就在原地一动不动，甚至右脚往后缩了缩。这会儿的陈哥好可怕，他也想跑啊！没跑掉的东子被陆晨再次当做了沙包。吃过早饭后，陆晨给欧阳老爷子再次针灸了一下，才带着博士与东子上山。樱桃今天再摘一天应该就差不多了。第192章，妞儿，你揣宰了。在众人的齐心帮助下，陆晨果园中的樱桃果然经过这一天已经摘得差不多了。而特意准备放在镇上驿站售卖的200斤樱桃，他也与众人全部提前包装好了。通过直播，他再次卖出了1500斤的樱桃。吃过中饭后，他便准备继续去镇上将樱桃寄出去。跟屁狗大黑看陆晨往皮卡车走去，就也窜上了车。他是从陆晨的身后过去的，并没有被发现。将东西收拾好，并且与沈路遥说了去镇上后，陆晨才往皮卡车走去。陆晨突然想到，最近大黑除了吃就是睡，看着都胖了不少，该带着他到处走走转转，增加点运动量了。他便扬声喊了句：妞儿，跟我去镇上。汪！陈哥，我已经在车上了。陆晨一抬头就看到一个毛茸茸的脑袋从皮卡车的副驾驶露出头来。走！他轻笑出声，驾驶着皮卡车往镇上开去。到了驿站后，陆晨留下了200斤的樱桃放在驿站门口售卖，其余的樱桃全部发了出去。就这也才发出去了800多斤，他还得跑一趟才行。傍晚时分，橘黄色的阳光与艳丽的晚霞交相辉映，陆晨拿出手机将这么一幅美景拍下，发给了沈路遥。沈路遥图片点 JPG。 让陆晨没想到的是，几乎在他发送信息的同一时间，沈路遥也给他发送了一张图片。更巧的是，沈路遥发送的图片竟然也是夕阳，与陆晨光秃秃的夕阳照不同，沈路遥发来的这张夕阳照上还有个蹲下身来抚摸大黄狗的小女孩背影，正是小糖宝跟大黄。穿着一身蓝白色运动服的小糖宝小小的一团，陆晨只是看了个背影，眼前就已经浮现出宝贝女儿的笑脸。陆晨，我事情办得差不多了，马上就回去了。沈路遥，好，我煮了大棒骨汤，还有肉末茄子跟香菇青菜以及糖醋排骨。陆晨，饿了。路遥，你诱惑我。沈路遥发了个萌萌哒的表情包，对呀点 JPG。 将手机放下后，陆晨眼中含着浓重的笑意。有人在家里做好饭，并且等自己回家，这样简单的幸福可真好啊。到了宠物医院后，陆晨先在陈医生的陪同下去看了那只救下来的怀孕奶牛猫。原先瘦弱的奶牛猫在灵泉水跟丰盛营养的食物的双重喂养下，明显胖了不止一圈。奶牛猫在看到一起进来的大黑时，微微弓起身子，嘴里发出嘶嘶的声响。大黑只淡淡扫了对方一眼，便趴在了原地。他才不跟个孕猫一般见识。陆晨看了奶牛猫的状态，发现对方恢复的确实不错，心里也放下心来。为了确保奶牛猫没有其他的内伤等，
陆晨还特意提出让陈医生带其去照个 B 超，结果出来确实已经恢复好了，连带着奶牛猫肚子里的3只小猫从 B 超的探测中看着也很精神。那3只小猫的身形已经长得差不多了，蜷缩在一起，头尾相靠。陆晨看得心中感念于生命的美好与坚强，若不是这只奶牛猫之前一直撑着一口气，它肚子里的小猫仔根本不可能长到这么大，更不可能真正的降生于这个世界。他将 B 超的画面拍下，同样也分享给了沈路遥。陆晨，图片点 JPG。 还记得之前救下的那只奶牛猫吗？它恢复的不错，肚子里的小猫仔也十分健康。这次沈路遥没有秒回，应该在忙着其他的事情吧。陆晨也没有在意，他将手机收起来时，却看到大黑一个腾跃跳到了 B 超机上。妮儿，他喊了一声，想要将大黑给抱下来。等等，陆先生！一旁一直关注着机器画面的陈医生隐约看到了什么，连忙出声阻止。怎么了？陆晨不明所以，就抱着大黑的姿势看向机器画面，结果他却看到在大黑的腹部隐约有几团不甚清晰的阴影。陆晨心里一惊，立刻不顾将自己的爱犬推倒在了仪器的检查床上，并且右手摸上大黑的肚子。汪！陈哥，养！同样懵逼的大黑四肢朝天，龇牙咧嘴的样子有些好笑。探明了脉象的陆晨脸色却是黑了起来。大黑竟然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怀孕了，关键这些崽的父亲是谁？大黄。平时大黑跟大黄确实在一起的时间比较长，大黄也是公狗，可关键他记得大黄被原主人绝育了，根本没有作案条件啊。这事儿得查，严查。陆晨必须知道自家的妞儿到底是被谁给拱了。他现在的心情十分复杂，明明大黑怀孕了是个好事儿，但是他只想知道是谁拱了自家的狗子。买了些宠物用品后，陆晨就那么阴沉着脸回了皮卡车上。大黑不知道陆晨是怎么了，但是明显感觉陈哥周身的情绪不对，直到上车都是夹着尾巴的。陆晨伸手揉了揉大黑的毛脑袋，心里虽然还是难受，但是也得告诉这只傻狗子，不然就对方那平日里bor虎赶狼的劲儿，这窝狗崽子能不能安稳出生都不好说。妞儿，你揣崽了？汪！卧槽，陈哥你说啥？本来好好趴在副驾驶上的大黑整只狗都弹了起来。你揣崽了，怀孕了。陆晨被这家伙的反应给逗笑了，很吃惊吗？你自己出去鬼混的时候怎么不注意呢？汪！啥叫鬼混？我不就是吃了睡，睡了吃，偶尔上上转转吗？怎么就怀了崽呢？说吧，这崽是谁的种？陆晨戳了戳妞的大脑门，心里还是憋着股气。第193章，臭小子是谁啊？糖宝不认识啊？大黑倒是自己想到了一个可能。不久前的那个月圆之夜，月朗星稀，气氛正好。越想心里越是确定的大黑，十分低弱的哼唧了一声。汪！可能，也许，大概是。他声音太低，陆晨并没有听清。一路上陆晨在问时，大黑直接来了个屁股对着他，并且装睡。对此，陆晨也有自己的办法，找到那个神秘的家伙。回到家中后，陆晨简单吃了些东西，且给欧阳老爷子再次施了针。他一边收起银针，一边道：“欧阳先生，您的毒载有个2-3天就能够全部拔除了，真是太感谢陆小友了。”欧阳老爷子连连道谢，紧接着伸手将自己右手大拇指上的玉扳指取下，递向了陆晨。枕巾陆小友，你跟东子算就好，这个玉扳指你也一并收下吧。站在欧阳老爷子身后的东子看到爷爷竟然要把这个扳指送给陆晨，眼睛都瞪圆了。这可是极品的羊脂白玉扳指，价值数百万呢。关键是这个扳指差不多已经成了爷爷的象征，若是在欧阳集团的相关产业中亮出这枚扳指，那妥妥的直接开启零元购啊。虽然吃惊，但是欧阳东浩也没阻止老爷子的行为。等到陆晨从客房中离开时，东子追了上来，将扳指的珍惜程度与在欧阳家产业中的特殊性都与陆晨说了。越听越是惊讶的陆晨下意识就想要将玉扳指还回去，却被东子给拦住了。陈哥，我爷爷送出的东西可从来都没有拿回去的，况且你这次确实是救了爷爷一命，这扳指你就好好收着呗。陆晨心中还是有些在意，便仍旧是想要还给东子。这太珍贵了，我不能收。东子也伸手再次拒绝。陈哥，你还是收起来吧，若是爷爷知道我私自将这个扳指又收了回去，估计我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最终陆晨只能无奈将扳指收下。收拾妥当之后，陆晨在院中找了一圈，并没看到大黑的踪影。他回到房间，打开笔记本电脑，在其中操作了一下后，电脑界面上赫然出现了叶世仪拍摄出来的清晰影像，正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偷偷跑上山的大黑。陆晨就看到大黑在密林中穿梭了会儿后，进了个半山腰的山洞。他控制着拟态无人机跟进去，还没看到里面的内容呢，就听见了此起彼伏的犬吠与狼嚎。汪！臭狼，你竟然把老娘给弄怀孕了！嗷呜！怀了就生呗，这不是很正常吗？汪！正常个屁！
你的是狼，我他妈的是狗！嗷呜！1800年前那就是同族。汪！你这张嘴皮子是越来越溜了，我咬死你！嗷呜！痛！你要是把我咬死了，崽子们就没父亲了。汪！没事，不死。随着夜视一中的画面逐渐清晰，陆晨也看清了此时正与大黑打成一团的家伙，竟然是大白。他真是万万没想到，把大黑肚子搞大的竟然是这只白狼。一番鏖战之后，大黑趾高气昂的将爪子踩在了大白的肚皮上。汪！老娘告诉你，往后不许出现在我面前，不然我见一次揍你一次。走了。陆晨看得清楚，应该是顾忌着大黑有孕的原因，明显能看到大白在打架的时候是收着力的。相反，大黑是真的打得挺凶，大白应该是挂彩了。看了一出大戏的陆晨一直看着大黑回到院中后，才关闭笔记本电脑，洗漱上床。沈路遥只一眼就看出来陆晨好像是有心事。陆晨，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吗？对啊，巴巴的脸臭臭的。还没睡着的小糖宝也附和了一声，他还是喜欢巴巴笑着的时候，现在有点凶凶的，糖宝不喜欢。陆晨伸手在自己的脸上揉了几下，才让绷紧的脸给放松下来。路遥，妞儿怀孕了。我刚发现是大白的，我现在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气大黑在外面乱跑乱搞，一方面又想要将大白那只狼给包了。什么？沈路遥伸手捂住了自己的嘴，满眼的惊讶。信息量太大了，你让我消化一下。大黑，也就是妞儿怀孕了。陆晨点头，今天刚发现的。沈路遥再问，崽是大白的，也就是之前你救的那只大白狼的？陆晨继续点头，对，就是那只大白狼的。沈路遥还是有些不能接受，一狼一狗，连物种都不同，都没有生殖隔离的吗？等等，他瞬间反应了过来，不对，狗本来就是狼演化而来的，本质上就是一个物种，所以不存在生殖隔离。陆晨再次点头，对，本质上是同一个物种。沈路遥看这个问题跟陆晨的方向并不同，妞儿本来就是母狗，怀孕也很正常的，生就是了。陆晨还是点头，的确，但我就是感觉不爽，很不爽。他一张俊逸的脸此时已经没有了平时温润与明朗的感觉，就像是谁欠了自己几百万一样。沈路遥看着陆晨的臭脸笑了，不用强调了，我知道你很不爽。他大概是知道陆晨是因为什么原因会这样了。你就是觉得妞儿吃亏了，觉得自己养大的闺女被大白给拱了，所以心里不舒服。陆晨转念一想，他现在的心态确实是这样，自家养的白胖且战力强悍的妞，竟然就在不知道什么时候被白狼给拱了。蓝瘦香菇，你这是带入了老父亲的心理，很正常的。沈路遥拍了拍陆晨的肩膀，颇为语重心长地道，你要学会接受跟放手才对，而且我们的糖宝以后也会有这么一天的。被提醒了的陆晨看向软萌萌香香软软的小糖宝，脑海中闪现出自家闺女长大了之后可能跟个臭小子走的画面，他整个人都不好了。不行，我不接受也不放手，糖宝绝对不能被臭小子骗走。我不同意。巴巴，不明所以的小糖宝疑惑的眨了眨眼，臭小子是谁啊？糖宝不认识啊。陆晨一把将小糖宝给抱到怀中，谁都不是，你不用认识。沈路遥在一旁看得偷笑，这还是他第一次看到陆晨的情绪变化这么明显，没想到一直情绪稳定的陆晨竟然也有情绪失控的时候。第194章，不要变成泡沫。沈路遥发现从这天开始，陆晨就变得不对劲了起来。这家伙竟然开始给小糖宝讲他自己私自改编的童话故事。明明小美人鱼公主是救了人类王子后喜欢上对方，才找到海巫婆想要把鱼尾换成人类的双腿，可到了陆晨的口中却成了小美人鱼是为了保护海洋不被过度捕捞，小美人鱼才要上岸找海洋捕捞的大国国王理论。而国王与小美人鱼的交往中喜欢上了小美人鱼，先是口头答应会限制国家渔民的捕捞行为，实际上却要将小美人鱼给抓起来。最终在勇敢正义的骑士帮助下，小美人鱼反杀了居心不良的国王，并且成功变回了人鱼形态。这时候骑士却提出想要小美人鱼留在岸上做他的皇后，并且与他一起共同治理岸上的人类国家。小美人鱼却拒绝了这样的提议，坚决回到了海中。小美人鱼说，我的父母跟亲朋好友都在海里，我不会抛下他们。这个故事不但让小糖宝听得迷迷糊糊的，沈路遥更是不明所以。爸爸，小美人鱼的故事不是这样的，最后她变成海上的泡沫了。知道原版故事结局的小糖宝不满意的嘟起了嘴，圆嘟嘟的小脸都鼓了起来。陆晨给小糖宝掖了掖背角，语气中带着些微的悲伤。小糖宝知道什么是变成泡沫吗？刚刚3岁的小糖宝实际上并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他很是诚实的摇了摇头，不知道。沈路遥隐约猜到了陆晨问出这个问题的原因，变成泡沫就是不存在了，
小美人鱼再也见不到自己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以及所有的亲人跟朋友们了。哇！听到这个答案的小糖宝瞬间小嘴一张就哭了起来。不要变成泡沫！小家伙抽噎着，哭得十分伤心，小胖脸都皱成了一团。陆晨连忙将小糖宝给抱到怀中，好，不变泡沫。小糖宝软乎乎的一团，刚刚被抱起来就主动伸手搂住了陆晨的脖颈。不变泡沫，也不要离开爸爸妈妈。看到小糖宝哭，沈路遥也十分心疼，他暗中掐了下陆晨腰上的软肉，并且狠狠瞪了其一眼。好好的，你非要说这些做什么？陆晨的嘴角咧了下，痛的。沈路遥这下是下了死手了，关键角度还找得极为刁钻。陆晨现在其实也后悔了，小糖宝还太小了，现在说这些东西有些为时过早，更是容易给小家伙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他连忙伸出大手，轻轻拍抚怀中小糖宝的后背，语气温柔且带着轻哄。不变泡沫，没有人会变成泡沫，爸爸妈妈都在你身边，不会离开你的。糖宝不哭了好不好？小糖宝还是抽抽噎噎的。软乎乎的小家伙在陆晨的怀中动了动，调整了下自己的姿势。他哭得红彤彤且皱成一团的小脸微扬，看向陆晨与一边站着的沈路遥，并且伸出了莲藕般的手臂。爸爸妈妈，我们来拉勾勾，永远都不离开。好，来拉勾。好，来拉勾。陆晨跟沈路遥同时应声，并且分别一人勾住了小糖宝的一只弯起的小指。刚刚还在哭的小糖宝这会儿就笑了起来，还带着鼻音的小奶音响亮极了。拉钩上吊100年，谁变谁是小狗。陆晨也连连应声，拉钩上吊100年，谁变谁是小狗。糖宝，你记得，我跟妈妈不会主动离开你身边的。将小糖宝哄睡之后，陆晨从酒柜里拿出一瓶红酒，朝着沈路遥晃了晃。路遥，一起去院子里喝一杯吗？沈路遥确实心里有些话想要问陆晨，但是他有些担心小糖宝。我不想去院子里，就去阳台的小桌那好了。行。陆晨点了点头，拿上开瓶器跟2个玻璃杯，跟上了沈路遥的步伐。刚刚坐下，沈路遥就发问了：陆晨，关于糖宝的教育问题，你是怎么想的？之前我给糖宝制定的那些目标都被你给取消了，现在小家伙已经3岁了，也玩了将近半年了，有些东西该提上日程了。陆晨将倒好的红酒放在沈路遥的手边，他本来以为沈路遥会说自己刚刚改编小美人鱼故事的事情，没想到沈路遥却谈到了小糖宝的教育问题。路遥，对于孩子来说，只是半年的游戏时间并不够的。路遥，之前你说过自己小时候的生活就是被各种学习所占满了，那些并不是美好的童年记忆，不是吗？沈路遥轻抿了一口红酒，轻轻点了点头，确实不算太美好，但是我从中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包括我现在的成就与知识储备，也有当时打下的基础。不能让糖宝输在起跑线上，他以后也绝对不能只做一个普通人。针对于沈路遥的这个观点，陆晨却并不认同。路遥，我想要去更正一点，普通人并不是个贬义词，有手有脚有工作且能够养活自己的普通人就已经并不普通了。何况现在小糖宝的喜好与性格等等都没有完全展现出来，我们并不知道他究竟喜欢什么，直接妄加干涉，到时候反而可能会起到反效果。而且并不是只有你小时候所经历的那些高压的学习方法，学习同样可以在玩闹中达成。我还是想要给小糖宝一个美好且无忧无虑的童年。沈路遥将红酒杯放到了茶几上，他在陆晨明亮的双眼中看到了自己清晰的倒影，也看到了一轮残月。陆晨，我们没办法永远不离开糖宝的，你不能保护他一辈子。陆晨将红酒杯里的酒液一饮而尽，同样将空下来的杯子放到了茶几上，他闻言点了点头。我知道的，我确实不可能永远保护糖宝一辈子。刚刚在最后时，我也说的是我跟妈妈不会主动离开糖宝，但是陆晨一把握住了沈路遥的纤纤素手。糖宝现在刚刚3岁，我们也有时间跟精力等他慢慢长大，急不来也没必要现在就开始急，往后的时间还有很多。我更建议在平常的待人接物跟道德观念上，我们俩以身作则来言传身教。小糖宝现在已经会观察我们平时的相处状态了，也会下意识的去在乎我们的情绪。小孩子们虽然不会说，但是他们真的很敏感。看到沈路遥露出了沉思的表情，陆晨最后问出了一个问题：路遥，你种过花或者树吗？有没有经历过完整的从种子种下去到开花结果的过程？没有。沈路遥摇了摇头，却又觉得陆晨将话题给带偏了。陆晨，我不明白，我们说的明明是糖宝的教育问题，怎么就又扩展到了种花跟种树上？陆晨注视着沈路遥带着疑惑的双眼，开口解答了对方的疑惑。有句话叫做让花成花，让树成树。糖宝虽然是我们的孩子，但他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与喜好，并不是我们的复制体。父母的遗憾始终都是遗憾，并不是孩子必须达成的目标。我的意思是，不管如何，
以后我都喜欢唐宝在自己的人生中拥有选择的权利，哪怕学习也是他去主动的学习，而不是被迫于任何人。沈路遥看着眼前明明十分清晰的陆晨，眼中却开始模糊了起来。他想起了自己小时候在母亲的要求下高强度练琴时的事情，清晰地记得自己之所以练琴，就是因为母亲喜欢且想要在国际钢琴比赛上获得名次。他确实成了母亲弥补自身遗憾的工具。在成长的过程中，沈路遥确实在很多问题上，很多时候都没有选择的权利。怎么哭了？温柔的话语响在耳边，脸颊上更是浮现了轻柔的触感。沈路遥这才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竟然不知不觉间哭了。他紧了紧仍旧与陆晨相握的手，轻问出声：“我也可以有选择的权利吗？”“当然可以。”陆晨站起身来，从身后拥抱住沈路遥微微颤抖的娇躯。“就是因为你选择来找我，所以我才会跟你与小唐宝重逢，也是因为你选择独自生下唐宝，所以他才会来到人世间。往后你还会有更多选择的权利，也会有更加精彩的人生。”沈路遥心中巨震，他微扬起头，凝视着陆晨俊逸的脸。“那你也是主动选择的我吗？”“当然。”陆晨点了点头。“我当时可是主动想要你留下来的，不记得了吗？路遥，你之前的生命我没有参与，是个遗憾，但是我会在你之后的生命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到时候你可不要嫌我烦哦。”“不会。”沈路遥站起身来，冲着陆晨微微扬起白皙的脸庞，他纤长的睫羽微颤间在陆晨的眼前缓缓闭上。陆晨看到沈路遥的这个姿势，便低下头去，覆盖上了沈路遥温热的唇，一如既往的触感绵软，温热依旧。而且今天的路遥是浓郁且香浓的葡萄酒味。情到酣处，他拦腰将沈路遥抱起，走回了房间中。“啊！”突然脱离了地心引力，沈路遥轻叫了一声，慌忙抱住了陆晨。“陆晨！”轻点声，陆晨嘘了一声：“唐宝还在睡呢。”沈路遥心中小鹿乱撞，砰砰砰的，太过于激烈。这还是他第一次以这样的姿势被陆晨给抱在怀中。“陆晨，你把我放下来。”陆晨这次却没有听沈路遥的话，他就那么一路抱着沈路遥来到了隔壁的房间中。“陆晨！”离开了唐宝所在的房间，沈路遥的声音立刻就再次提高了上去。陆晨连忙将沈路遥给放了下来。“陆晨，你……不等沈路遥将话说完，陆晨便将其给按在了门上，亲了上去。沈路遥的双手从推拒慢慢变成了回抱，等到被放开后，他的脸已经变成了绯红一片。陆晨有些好笑的伸手刮了下沈路遥同样红彤彤的鼻尖，怎么连换气都不会？沈路遥一双桃花眼眨了眨，右手已经十分轻车熟路的掐住了陆晨腰间的软肉。“技术很熟练啊，你陆晨，说吧，你之前亲过多少女孩？”刚刚还十分嚣张的陆晨立刻就怂了，他连忙双手举过头顶，做出了投降状。“冤枉啊，我只亲过路遥你一个，你可别乱说，我们男生也是要注重名节的。”沈路遥被陆晨难得一见的搞怪动作跟俏皮话给逗笑了。看到沈路遥笑了，陆晨也松了一口气，笑了就好。可他这口气还没彻底松完，沈路遥却又开口了：“胡说，你明明还亲过其他的女孩子。”“我没有。”陆晨急了，连忙反驳。他甚至都开始了举天发誓：“我陆晨在此发誓，如果今生亲过其他的女孩，那便天打！”“不要！”不等陆晨将话说完，沈路遥已经惊叫着伸手捂住了陆晨的嘴。等沈路遥将手放下后，陆晨再次解释了起来：“路遥，我真的没有亲过。”他话还没说完，就再次被物理静音了。这次堵住陆晨嘴的不是沈路遥的手，还是香软仍旧香醇带着葡萄酒味的唇。当然，陆晨也在过程中反客为主，变被动为主动，大肆攻城略地了一番。将沈路遥再次吻得呼吸不稳时，陆晨才依依不舍地将人给放开。沈路遥的粉拳不由分说地捶向了陆晨的胸口。“陆晨！”缓过气来的沈路遥这才有机会说出未尽的话来。“我刚刚的意思是，你肯定在小时候亲过自己母亲的，而且你也亲过小唐宝很多次了，所以根本不可能只亲过我一个女孩了。以后你不许再随便发誓了，知道吗？”原来你指的是母亲跟小唐宝。陆晨这下也反应了过来，那确实应该是亲过。我5岁前的记忆已经彻底忘了，包括当时有没有跟母亲住在一起。现在能记得的就是5岁后被爷爷捡回来之后的事情了。沈路遥听出了陆晨的意思，这么说，陆晨你可能是跟父母走散了。陆晨却摇了摇头，不一定是走散，也可能是被遗弃了。我还记得当时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爷爷都会带着我去镇上找父母，我也曾经在警局住过一段时间，但是一直不曾有人来认领我，包括荣城跟镇上，家里走丢了孩子的家庭爷爷也都带着我上门问过，都没有找到我的家人。沈路遥却有不同的看法，会不会有种可能，你是被其他城市的人给丢在了这里，所以才找不到亲人？或者你也可能是被诱拐到了这里，说不定
家人已经在其他地方找你找疯了呢。陆晨，你想要找到自己的亲人吗？第195章甜蜜的烦恼。想要找到自己的亲人吗？陆晨小时候也问过爷爷，问什么别人都有父母，而自己没有这种问题。当时爷爷的回答是，他跟齐天大圣孙悟空一样，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等再大一点之后，爷爷走了，陆晨也成了吃村里百家饭长大的孩子。亲人跟父母对于他而言太过于陌生了些。他实际上之前从未从刚刚沈路遥说的方向去思考自己的问题。被其他城市的人故意丢在这里，或者说是被拐卖吗？他记得之前爷爷曾经跟自己说过，家里好像有当时刚刚捡到他的时候穿着的衣服，以及一个长命锁。陆晨朝着沈路遥摇了摇头，我不知道。这之前他并没有思考过关于亲人与父母的问题，也并没有什么必须找到自己来处的想法。靠山村就是他的家。好，那等你想清楚后告诉我，我跟唐宝都会一直陪着你身边的。沈路遥抱了抱陆晨，刚刚他在陆晨的眼中看到了些许的迷茫之色。陆晨，我原先因为自己父母的事情，对于亲情看的也比较淡漠，不会去特意的争取，也不会对所有的问题都会去寻找答案。但是当我看到唐宝的瞬间，我对于亲情跟母爱才有了更为明确的概念。之前唐宝被保姆跟我母亲带走的那2次，我是真的害怕从此再也见不到唐宝，无法陪伴他长大。你现在也是做父亲的人了，如果你当年也是被拐走的，很可能叔叔阿姨这些年也一直在找你呢。这一瞬间，陆晨的脑海中也浮现出了之前唐宝失踪的那次，他确实是十分的着急与惶恐，生怕小唐宝在自己看不到的地方受到伤害。同时当时的他心里也有一个念头，如果一天找不到唐宝的话，那就找1周、1月、1年、10年，直到找到的那天。会不会真的有人一直在找寻自己的踪迹？他朝着沈路遥点了点头，路遥，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需要自己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沈路遥轻轻点头，拉住陆晨坐到了床边上。陆晨，你刚刚想做什么？衣领有些歪斜的沈路遥冲着陆晨眨了眨眼，漂亮的挑花眼好看极了。陆晨被他的俏皮样吸引，微微轻声吻了上去。等到他刚刚将沈路遥给推倒时，手机里却响起了警报声，是唐宝醒了。身为父母的两人瞬间弹起，不约而同地回到了卧室中。爸爸妈妈，你们去哪里了？小唐宝坐在床上，小胖手揉着自己的眼睛。我们没去呢，怎么醒了？沈路遥上前抱住小唐宝，柔声轻问。想嘘嘘。小唐宝伸手摸了摸肚子。走，妈妈带你去卫生间。看着沈路遥跟唐宝逐渐远去，陆晨无奈地叹了口气。有女儿确实挺好的，又软又萌，还日常撒娇，软乎乎的小天使真是太可爱了。可问题是，女儿也会在他想跟路遥亲密接触的时候凸显存在感，真是甜蜜的烦恼了。一夜无梦，次日陆晨仍旧是在床上等沈路遥醒来后，才在对方一脸尴尬与害羞的表情下起床晨练。徐老爷子今天也加入了晨练的队伍。陆晨看老爷子的太极已经打得有模有样了，便也上去跟老爷子一起打了一拳。收拾之后，徐老爷子突然开口，小虎，我看电视上那些人晨练都是拿着剑的，你要不给我也弄一把呗？爷爷，您说的是这种普通的晨练剑吗？陆晨在手机上搜了一下后，将图片展示在老爷子的面前。对，就是这个。好，陆晨的视线在院子里扫了眼，走到了几块木板前。爷爷，我今天先帮您弄个木剑，您先用着成不？成。徐老爷子连连点头。得到了应允的陆晨将木板拿到了自己工作间中，打板、切割，最后打磨。仅仅用了20分钟不到，他便给老爷子做出了把木剑。在空中挥了挥后，陆晨觉得好像少了些什么。他在自己的工具箱中找了找，找到了一节红绳，便用这个红绳给木剑做了个流苏。爷爷，您看这个木剑。等陆晨从工作间中出来，却见到徐老爷子坐在摇摇椅上，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他便将木剑放到了老人家的旁边，转身去厨房做饭了。和面、做剂子，再去院中的小菜园摘了点沾着露水的小葱。陆晨今天早上打算做点鸡蛋葱油饼，想到家里的那一大帮子人，他又煮了一大锅的青菜肉丝疙瘩汤。香气弥漫在院中时，其他人也都起来了。欧阳老爷子自己控制着电动轮椅出现在厨房的门口，好香的味道，早上吃葱油饼跟菜粥吗？陆晨擦了擦额头的汗，转头看向来人，欧阳老爷子，您只猜对了一项，是葱油饼跟菜疙瘩汤。哈哈哈，好，疙瘩汤好。欧阳老爷子笑得开怀，我已经许久没有吃过疙瘩汤了，那您等会儿可得好好尝尝我的手艺。陆晨笑着应了一声，转身去将疙瘩汤给盛出来。另一边，洗漱好的沈路遥也抱着小汤宝走了下来。哇，好香啊！小汤宝夸张的用小肉手在鼻子前扇了扇，样子可爱极了。妈妈，
放我下去，我要去厨房看看爸爸做了什么好吃的。好。沈路遥已经闻到了葱油香，想着陆晨应该是做了葱油饼。一起吃过饭后，陆晨先带着博士跟东子2个仅有的壮劳力，去山上将剩下装好筐的樱桃全部拿了下来。在驿站将剩下的樱桃全部发出去后，陆晨也与驿站老板结算了寄卖的樱桃钱。200斤樱桃已经全部卖完了，7块1斤，总共应该是1400块。扣除掉应该给驿站老板的每斤1元的场地费，陆晨总共到手1200块。第196章，物似主人行。小陆啊，往后你要是再有水果之类的东西要寄卖，可得多留点放我这呀。驿站老板笑呵呵地与陆晨道：“你这樱桃200斤根本不够卖的，不少的乡亲们都拜托我问你还有没有了呢。”陆晨沉思了片刻，果园中应该还能再收个300斤的样子，我明天给您送过来，再多我就没有了，我可得留点自家吃呢。好好好。驿站老板笑的脸皱成了一团人，紧接着他拍了拍陆晨的肩膀：“小陆啊，这些天来你在我这寄了不少的包裹，往后你的邮费我通通都给你打7折。”实际上陆晨本来就有想法就邮费的事儿跟驿站老板提下了，没想到对方竟然主动说了出来，他便笑着答应了下来：“那就谢谢赵哥了。”驿站老板赵哥哈哈一笑：“应该的，你赚钱也不容易，况且我这托你的福，已经成周边几个镇上业绩最好的快递站了，我们有钱一起赚啊！”哈哈哈。陆晨与赵哥击掌后，便与其辞别后去了农贸市场，他又买了不少的鲤鱼苗。回到村中后，陆晨先去了之前种下系统奖励的极品水稻处。几天不见，水稻竟然都已经抽穗了。他一边感叹水稻的成长速度，一边将那些鲤鱼苗全部给放到了稻田中。只要多等个几天，就可以吃稻田鱼了。夏天刚来，日照时间也在缓慢的增加中，田间乡野已经能够听到此起彼伏的蝉鸣声了。陆晨心中一动，打算去弄点季节性的野味。从家里随手拿了个大的透明罐子，又用树枝做了个简易的筷子，陆晨便带着大黑跟大黄再次出门了。拟态无人机被放出，尽职尽责地将初夏十分绿意盎然的田野与山林展现在直播间的画面中。直播间刚刚开启，就有网友们被这些能够治愈心灵的风景给吸引了进来。哇，陈哥你终于又开播了！就是没有陈哥看的时候，我可真是望眼欲穿啊！就是这个景，就是这个颜，鉴定过真伪，是我爱的陈哥。咦，陈哥怎么一手罐子一手树枝的？这是要去做什么？看着像是去挖什么东西。我觉得不是，挖东西不是应该带铲子吗？陈哥这带的是树枝啊。陆晨这时候已经在一棵树干上看到了自己的目标，他便拿起树枝，将那个躲藏在阴影间的东西夹了起来，展示在直播间的画面中。大家好啊，几天不见，甚是想念。我今天就是来找这个的，你们应该能够认出来这是什么吧？我看看，这是蚕蛹。陈哥难道是要来到苏炸蚕蛹？那可是极大的美味啊！美味加1，我现在在外面打工，可是太想念那个味道了。天，是我想的那个苏炸吗？竟然吃虫子，这也太重口了吧！蚕蛹一般指炸蚕的幼虫，可食用。民间也泛指破茧的昆虫类，如金丝蛹等蚕蛹类，适宜体弱、病后、老人及产后妇女食用。炸酥后，整个蚕蛹都能食用。陆晨边说边把这个蚕蛹给放进了罐子中，而且蚕蛹还是保健药材，可缓解男性阳痿、早泄、遗精、滑精性功能倒退等，是非常珍贵的东西。网友们听了这个作用后，全都开始皮了起来。原来还有这层作用在，陈哥你暴露了！又适合体虚的老人跟产后的妇女吃，而且还有缓解男性阳痿的作用。这小小的蚕蛹竟然这么厉害的吗？坐标京城，我刚刚打开外卖软件已经搜过了，并没有苏炸蚕蛹卖，还说是一试的。巧了，坐标金陵，我也没搜到。楼上的各位大哥们，你们搜蚕蛹的动机真的单纯吗？哈哈，看破不说破，大家还是好兄弟。第一，获得震惊值1500；第一，获得震惊值1000；第一，获得震惊值1100。陆晨边找寻蚕蛹，边在直播间中说出了蚕蛹可能会在的地方。蚕蛹经常会选择在树下或者是树皮下蜕皮，所以多观察蚕的活动范围是最简单直接的找蚕蛹的方法。像是树干、树枝、树叶以及是土里，都是蚕的栖息地，这些地方也通常有蚕蛹的踪迹。而陆晨也在他所说的这些地方陆陆续续找到了不少的蚕蛹，堪堪装满了一整个罐子，应该差不多了。看了眼已经装满的罐子，陆晨将盖子盖上，开始招呼2只不知道跑到了哪里的狗子。妞儿、大黄回家了。哇，陈哥，妞儿有发现，已经追过去了。让陆晨没想到的是，竟然只有大黄应了声。他操控着拟态无人机往大黄所指向的位置飞了过去，果然在田野间看到了个极其显眼的黑色身影。而大黑正在追着的，竟然是只有着黑色圆形斑点的大型猫科动物。
竟然是金钱豹！陆晨将手中的罐子跟树枝放了下来，看准方向，身体微微前倾，瞬间便追了上去。直播间的网友们都已经看呆了。卧槽，陈哥这跑步速度跟爆发力简直无敌了好吗？真的不是绿步或者是摆拍吗？这是人类能够达到的速度吗？这估计能破吉尼斯纪录了吧？不知道刚刚在画面中一闪而过的是什么，竟然让陈哥这么激动。我也没看清。在网友们的讨论中，陆晨与大黄已经追到了大黑，而此时的大黑正骑在一只金钱豹身上，呜呜地低吼着，说：“你偷偷跟着我们做什么？还有最近一直在院子周围打转的是不是你？老实点，抗拒从严，坦白从宽，敢动一下，我就让你的脑袋跟身体分家。”听懂妞儿说了什么的陆晨十分无奈，这家伙竟然连抗拒从严、坦白从宽这种句子都出来了，而且不管是语气还是气势，真就跟他自己之前审犯人一样，果然是物似主人形。第197章，元宝是啥？我叫石头。要看着大黑已经在研究应该从什么地方下口了，陆晨连忙上前制止。开玩笑，他可不想因为伤害了老底座穿兽坐牢。妞儿，你轻一点，这豹子不惊吓。汪！陈哥，我没吓他，说的都是真话。呜！痛痛痛！你的爪子抓得我好痛。汪！别岔开话题，说为什么要跟着我们？面对金钱豹的求饶，大黑不为所动，一爪子拍向了对方的头。妞儿！陆晨吓得再次出声制止，却见大黑这下属于高高扬起，落在旁边，实在是雷声大雨点小。金钱豹被吓得一个瑟缩，也开口了：“嗷呜！我跟妈妈走散了，自己找不到食物，所以就想着跟着你们捡点吃的。还有，我不记得去那个长着许多果子的地方的路了。呜呜，我饿。”陆晨已经走到了两只动物旁边，听到金钱豹喊饿，他从系统商店中兑换出来了牛肉干，给。嗷呜！好香，好香！金钱豹伸长了脖子，使劲嗅了牛肉干散发出来的香气，刚想咬上去，却是扑了个空。嗷呜！肉，并不是陆晨突然反悔，将肉干收了回去，而是大黑那个家伙来了个先下口为强，抢在有点憨傻的金钱豹前面，把肉干给吃了。陆晨失笑，便又拿出来些肉干。妞儿别抢，肉干多着呢。一金钱豹一狗子开启炫饭模式。大黄，你也过来吃点。陆晨朝着在放哨的大黄招了招手。汪！来了，主人。喂完了金钱豹，陆晨则开启了忽悠模式。之前你在的那个果园是我的，我可以带你过去，但是你想要待在果园里，就必须干活。他这话一出，金钱豹还没什么反应，直播间里的网友们已经笑开了。哈哈哈哈，陈哥多损啊，竟然想要金钱豹干活换吃的。生活不易，这年头连国家保护动物都要上班了吗？这只金钱豹看着跟之前在果园里遇到的那只有点像，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只。认不出来，我就是觉得这家伙憨憨的，尤其是刚刚被妞儿抢了肉干后，那表情整一个懵逼。哈哈哈哈！陆晨在金钱豹的左边屁股上发现了个类似元宝一样的黑色斑点，想到了之前遇到的那几只动物的名字，他试探性的开口询问：“小豹子，你该不会叫元宝吧？”哦，金钱豹3-2下吞下口中的牛肉干，连连摇头：“元宝是啥？我叫石头。妈妈说，他当时就是从树上跳下来的时候被石头绊了下，然后我就出来了。”陆晨，行吧，这小家伙的母亲心可真大，怀孕即将临盆，还上蹿下跳的。不过动物们确实比人类灵活一些，而且包括常见的猫狗等动物，幼崽出生时都是尚未完全发育完全的，为的就是缩减怀孕时间，确保母体可以在短时间内恢复捕猎的能力。第198章，汤宝，我们走。将金钱豹带到自己的果园中后，陆晨便带着2只狗子原路返回了。找到之前做了记号的装蚕蛹的罐子后，他开开心心地下了山。等到了院中，陆晨将那一罐子蚕蛹全部倒出来清洗时，沈路遥瞪大了双眼。陆晨，你这是抱回了一大罐子的虫子？沈路遥不怕蛇也不怕鼠，但是他怕虫子，尤其是陆晨还把那些虫子全给倒了出来。陆晨捏起一个蚕蛹，朝着沈路遥晃了晃。这是蚕蛹，等洗干净后用油一炸，酥脆爽口，一口一个，嘎嘣脆。妈耶！沈路遥惊叫一声，连连后退，双手更是捂在眼睛前面。你拿开啊！我最怕虫子了！救命啊！瞬间爆发出来的女高音差点把陆晨送走，他当机立断，将手上的蚕蛹给丢了，小跑2步，把沈路遥抱到了怀中。不怕，路遥不怕，蚕蛹不是虫子，营养价值也高。沈路遥根本听不清陆晨在说什么，整个身体都在发抖。陆晨哄了又哄，才将沈路遥给哄好。
偏偏这时候，东子推着欧阳老爷子过来了。欧阳老爷子一眼便认出来那是蚕蛹，这么多的蚕蛹，晚上可以好好喝一杯了。说着，他对着东子指了指那堆蚕蛹：“东子，这可是好东西，许久没吃过，我可是太怀念这个味道了。”什么东西？东子闻言伸头看了下，瞬间就不淡定了。卧槽，好多虫子！陈哥，你别告诉我这就是我们的晚饭啊！陆晨本来确实是这么打算的，但现在看沈路遥跟东子的反应，他已经放弃了。我本来是这样打算的，但是陆晨的但是还没说出来，他怀中的沈路遥就已经不愿意了。沈路遥直接从陆晨的怀中挣扎了出来，头也不回的往屋里走。今晚我带唐宝去赵婶那去吃饭，陆晨你随意。他是完全不想看到这东西。陆晨连忙追了过去：“路遥，晚上我另有安排，你听我把话说完。”沈路遥的细高跟在地上哒哒哒的直响。不听，我不听，你别跟上来了。妈妈，抱！在房间里独自玩着洋娃娃的唐宝看到沈路遥过来，立刻跑了过来。唐宝，我们走。沈路遥弯腰抱起小唐宝，不顾身后陆晨的阻拦，就往外面走。在他怀中的小唐宝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小胖手朝着陆晨够啊够的。妈妈，你等等爸爸，我们要去哪儿啊？沈路遥拍抚着小唐宝的后背，狠狠瞪了眼跟过来的陆晨。妈妈带你去找赵奶奶家玩，好不好？好。小唐宝先是点了点头，接着却摇了摇头。我不想跟爸爸分开。陆晨这时候连忙指了指院子角落里的红薯藤跟红薯叶。路遥，晚上我们吃这些，不吃蚕蛹了。沈路遥顺着陆晨的手看过去，只看到一片绿油油的藤蔓跟叶子，这些是什么东西？也是可以吃的吗？看沈路遥的情绪缓和了下来，陆晨暗暗舒了一口气。这些是红薯藤跟红薯叶，都是可以吃的，味道也不错。第199章，路遥，你不生气了？陆晨将红薯叶掐了点尖尖，配上葱姜蒜清炒了一下，便是一盘极其家常的清炒红薯叶。他又另拿了些红薯叶洗净，放到开水锅里煮一下，捞出锅后切成碎末，将剁碎的红薯叶放到大碗中，加上鸡蛋、食盐、香油以及适量面粉，揉搓成面糊。起锅，倒入菜籽油，放入面糊，料成红薯叶鸡蛋饼。好香！对啊，好香呀！沈路遥跟唐宝在旁边看着陆晨忙碌，在鸡蛋饼成的时候，母子俩同时开口惊呼。陆晨用锅铲划出一小块的红薯叶鸡蛋饼，放到碗中递给沈路遥：“路遥，你尝尝，这不太好吧？”沈路遥看着那个碗，面色踌躇，并没有伸手去接，毕竟还没开饭呢。没事，厨师尝菜很正常的，而且我们家也没有那么多的规矩，怎么开心怎么来。陆晨又将碗往前递了递。小唐宝垫着脚尖，伸着手：“爸爸，我也想吃饼饼。”唐宝，来跟妈妈一起吃。本就好奇的沈路遥在陆晨的劝说下接过了小碗，拉着小唐宝走到了一旁的桌前。炸的酥脆的红薯叶鸡蛋饼，入口焦香，外脆里软，简直不要太好吃。只是一口，沈路遥就爱上了。小唐宝更是吃的两个腮帮子鼓鼓的。陆晨回头时就看到了一只名叫唐宝的小仓鼠，将盛好的红薯叶鸡蛋饼放到桌上。陆晨又去菜园中摘了个冬瓜，从冰箱里拿出之前剩下的肉，剁碎后放入鸡蛋、盐以及料酒、生抽、酱油以及淀粉后揉搓成肉糊。他打算再做个冬瓜肉圆汤。看到陆晨在忙碌，沈路遥便带着小唐宝也去了院中的小菜园。左看右看之后，他与小唐宝摘了点黄瓜跟西红柿回来。陆晨，给。刚将肉圆全部下到锅中的陆晨伸手接过已经洗好的黄瓜跟西红柿，冲着沈路遥眨了眨眼。路遥，你不生气了？沈路遥这时候有些不好意思了，他微红着脸蛋，声音也有点低弱。我刚刚不是生气，就是比较怕虫子。你又说晚上要拿那些虫子当晚饭，我就……陆晨也松了口气，没生气就好。你怕虫子不碰就是，那些蝉蜕等晚上我跟欧阳老爷子跟徐老爷子下酒喝。沈路遥听得大眼睛瞪得溜圆，你怎么还记挂着要吃虫子？陆晨回答的理所当然，我辛苦弄来的蝉蜕，当然得犒劳自己了，好像是这么个理儿。沈路遥点了点头，开始沉思不语。陆晨将一部分的黄瓜切丝准备凉拌，另一部分的黄瓜则切了片留着备用。他在现有的几道菜上看了眼，清炒红薯叶、红薯叶鸡蛋饼、冬瓜肉圆汤，再加上个凉拌黄瓜，5道菜里有3道菜里都含有鸡蛋。他便从柜子里拿了点火腿肠出来。正在沉思中的沈路遥闻到了一股极其具有穿透性，但是又不知道应该如何形容的香味。他回过神来，朝着灶台看去，就见陆晨在炒着什么东西，味道就是从锅里传出来的。沈路遥好奇地走到锅灶前，探头看去，锅里红红绿绿的一片，又好看又诱人。陆晨，你在炒什么？好独特的味道。陆晨停下翻炒的动作，
黄瓜炒火腿肠，你吃过没？没。沈路摇摇头，他从来不知道黄瓜跟火腿肠竟然还能炒在一起。那就等下试试。陆晨冲着沈路遥展颜一笑，将剩下的黄瓜丝放入蒜瓣跟调味料等凉拌，最后再将西红柿也给切片凉拌。不过黄瓜凉拌放的是盐，西红柿凉拌陆晨只放了些白糖。好了，陆晨将围裙取下，看向在桌边直勾勾盯着碗里的小馋猫糖宝。糖宝去叫爷爷跟叔叔们去吃饭好不好？好。小糖宝点了点头，笑得露出两个浅浅的小梨窝，嘿嘿嘿，终于可以吃饭了，糖宝要吃好多好多。看着糖宝欢快地跑出厨房，沈路遥看向陆晨，感叹道：之前糖宝其实有些挑食，每天吃饭的量也比较少，又因为是早产儿，所以身形也相对比同龄的孩子要小些。但是现在，我反而会担心他每餐吃的太多了。陆晨，谢谢你。陆晨拉住沈路遥的手，一家人就别说两家话了，糖宝也是我的女儿，而且她现在不是在院中玩闹，就是跟我们上山到处跑，这运动量可是一点都不少，吃的不算多。沈路遥有些娇羞，他微微侧过身子，靠近了陆晨的怀中。我跟你还不是一家人呢。陆晨搂上沈路遥的腰，不行，不给你走。这时，陆晨的手表开始疯狂震动，他抬眸看去，一条条弹幕疯狂涌动。我是来看乡村风景的，不是来吃狗粮的呀喂！天，本来以为嫂子看陈哥弄了那么多蝉蜕生气了，我还担心呢，怎么这就哄好了？嫂子不是说了，不是生气吗？怕虫子的人看到那么多的蝉蜕印记，不是很正常吗？快别说虫子了，我东北的，之前出差去广东，那里的虫子差点让我原地去世。嫂子你就答应陈哥吧，我们可都等着随礼呢。对对对，嫂子你快答应陈哥吧。我记得嫂子是啥集团的总裁来着，会不会是嫌弃陈哥穷，所以才一直不答应啊？那不得行，陈哥可是已经快100万粉了，而且看陈哥的果园一年收益也不会低吧。第一，收到 Triple X 送的嘉年华一个并留言，嫂子你快答应陈哥。第一，收到 Triple X 送的火箭2个并留言，嫂子你别犹豫了，陈哥这么好的男人我都动心了。看着直播间画面中爆出来的一堆礼物特效，陆晨笑着挥了挥手，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的礼物。陆晨再次不等直播间的网友们反应过来，极其迅速地关闭了直播间。他将头搭在了沈路遥的肩膀上，路遥，你可以慢慢考虑这件事，我等你。好。沈路遥轻轻点了点头，紧接着他会转过身去，极其快速地在陆晨的下巴上亲了一下。陆晨的反应极快，他一把捞住了想要跑走的沈路遥，低下头找准那片红唇亲了上去。第200章，白狗黄脸身带印，全家兴旺一世昌。等到两人分开后，沈路遥的脸上已经是酡红一片，他瞪了陆晨一眼，接着拿过2碟菜便往餐厅走去。陆晨摸了摸鼻子，那啥，自己这不是被沈路遥给勾起来了吗？一顿饭吃得极其开心，就是在餐桌上，小糖宝时不时目光会停留在沈路遥的脸上。沈路遥被看得有些别扭，他柔声问道：糖宝，你怎么一直看我？是我脸上有东西吗？不是。小糖宝摇了摇头，妈妈的脸上没东西，但是好红呀。明明我刚刚离开的时候，妈妈你的脸只有一点点红的呢。小家伙这话一出，桌上几个大人的目光先是在沈路遥的脸上看了眼，紧接着不约而同地看向了面无表情的陆晨。陆晨心里有点慌，小糖宝这话就差直接点名是自己趁着他不在对路遥做了些什么了。但是面不改色的这种技巧是他之前出任务时的基本功，现在这不就派上用场了吗？毕竟有句话叫做只要自己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他甚至还偷偷伸出一只手，从小糖宝的身后绕过去，抓住了沈路遥不自觉攥紧的手。路遥手心都是汗，看来应该是紧张的。吃完饭后，陆晨将东子跟博士打发过去收拾碗筷加洗碗。2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少爷都有些懵。博士，陈哥，这碗里的剩菜怎么办啊？东子，陈哥，这碗要怎么写？陆晨，剩菜剩饭加点肉圆汤，再泡点饭，直接放狗碗里就行。博士听得眼睛都瞪圆了，陈哥，大黑不是一直都是吃狗粮的吗？你确定直接就这么用剩饭打发吗？陆晨点点头，确定啊，我们农村正常情况养狗都是喂剩饭的，甚至有的家里人猫狗都是散养，也不会主动喂食，任由他们自己去抓老鼠或者是其他的小动物为食。但是这种状态下，猫狗的也容易丢失，甚至可能被投毒。说到这里，陆晨想起来之前村长说村里先前有几只狗都被投毒了，他倒是到现在还没遇到。不过家里的妞跟大黄都是交好的，会有基础的进食等待，也不会吃除了自己之外别人喂的食物。在博士把剩饭弄好后，陆晨拿着2个狗碗把2只狗子都给换了过来。大黄，你的毛终于长出来了。大黄并不是完全的黄毛，它只有头是黄色的，身上跟4肢都是白色的，且背上包括腰腹部还有黄色的斑块。大黄竟然是只白狗黄脸的狗子。
大黄的毛色如涂。要知道，农村中有句谚语叫做“白狗黄脸身带印，全家兴旺一世昌”。所谓的身带印，则是说的狗狗身上的毛色花纹跟印玺一样，而大黄的2个耳朵也是垂在额头前的。民间更是有句叫做“2耳下垂头圆顶”，相传这样长相的狗狗是可以招财旺财。而这时，徐老爷子也拄着拐杖走到院子里遛弯了。他看到陆晨正在那里研究大黄的花色，也开口了：“白狗黄脸身带印，全家兴旺一世昌。小伙啊，这狗子你救得值啊！”他也是懂得感恩的。我来的这些天，他看家护院可是杠杠的。说着，徐老爷子想到了什么，再次开口：“小伙啊，你看看这狗子的尾巴是黄色且弯曲的吗？”陆晨看了眼正在炫泛的大黄的尾巴，点了点头：“爷爷，大黄的尾巴是黄色且弯曲的，这又是有什么说法吗？我看看。”徐老爷子走到大黄身边，眼神在大黄狗的黄色卷尾上扫了下，面露欣喜。这当然是有说法了，除了我刚刚说的那句，像狗经中还有一句金钱卷尾护家主，开门睡觉家安宁。你小子这是捡到宝了！哇，不是捡到宝了，是救了我的命。正在吃饭的大黄闻言抬起头，朝着陆晨的方向叫了一声：“大黄啊，你往后就在这院里好好待着，我们可是会好好待你的。”徐老爷子冲着大黄叮嘱了起来：“哇，只要你们不赶我走，我都会竭尽一切看家的。”陆晨伸手抚摸上大黄头，并且使劲揉了揉：“大黄，这里就是你的家，没有人会赶你走的。”汪呜！大黄这次的犬吠声带上了哽咽，更是使劲蹭了蹭陆晨的手心。陆晨在厨房炸蝉蜕的时候，就听到了院中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他刚准备出去看看，就听见了院子里传来欧阳老爷子中气十足的骂声：“你个臭小子，手里没锣吗？让你洗个碗，这是全给摔了呀！”东子也十分的委屈：“爷爷这碗上都是油，我本来拿得稳稳的，但是没注意，一个手滑就摔了。”欧阳老爷子眼一瞪，东子下意识的就站直了。徐老爷子的声音也响了起来：“几个碗而已，没事的。老欧阳，你也别骂孩子了，岁岁平安，岁岁平安。老徐啊，我就是见不得他这么一副不会做事的样子。平时在家里都有佣人仆人的，都给他弄得好好的，根本没发现这些情况。你说他要是以后落到个有钱都没处花的地方，要咋活？”东子听到这话，马上就出声了：“爷爷，我好歹也是当过兵，出过任务的，野外求生能力还是有的。不就是不会洗碗吗？我们在森林里的时候吃饭也不用碗啊。我的烧烤技术可是特别厉害的。”陆晨这时候也已经端着炸好的蚕蛹走了过来。东子的烧烤技术确实不错，这点我能证明。提到烧烤，陆晨便有点馋了，他便提议道：“不如明天晚上弄个烧烤吃，白天我去山上抓点野鸡或者兔子啥的。”“陈哥，你这有羊不？我想吃烤全羊。”陆晨看了他眼，想吃就自己去整，我最多下场烤一烤。爸儿，东子欢呼一声，就等着陈哥你这句话呢。羊我来搞定。爷爷，我跟你说，陈哥的烤全羊就是一绝，那味道绝绝子。欧阳老爷子看着自家孙子无奈叹气，不应该是你要露一手的吗？怎么就最后的麻烦的还是人家小陆？东子连忙摆手：“爷爷，我这烧烤技术可是陈哥教的，这有师傅还有徒弟什么事儿呢？您说对吧？”“对个屁！”欧阳老爷子瞥了眼那碎了一地的碗碟：“你小子明天早饭前记得给我弄点碗碟来。”“没问题，爷爷，包在我身上。”东子伸手拍了拍胸脯，在老爷子越发不待见的眼神中，他才又加了句：“爷爷，明天我一定要让您吃上亲孙子亲自做的烧烤。”第201章，说好就抱一下下的。第二天早上，陆晨正在晨练，就听到了巨大的轰鸣声。他抬头就看见一架私人直升机轰隆而来。看到直升机上欧阳家的标记，陆晨心中十分无语。东子那小子，难不成让人用直升机送羊过来吧？事实告诉陆晨，他还真的猜对了。直升机送来的不仅仅是3只活蹦乱跳的小羊羔，还有3套造型精致漂亮的青花瓷碗具。这小子，等陆晨牵着羊抱着碗具回到院中时，他迎面看到揉着眼睛的东子。东子惊讶出声：“陈哥，你怎么也牵羊过来了？我都让人连夜送过来了。草原上土生土长的3个月的小羊羔，用来烤最是好吃了。”陆晨将手中拴着羊的牵绳往东子怀里一塞：“这羊就是你的人送来的？”“不可能！”东子一脸的不可置信：“我手下送过来东西肯定会给我打电话的，怎么可能我一点动静都没听到？”陆晨被他说的话逗笑了：“东子，你自己看看手机。”闻言，东子立刻回到房间中找到自己的手机。手机已经没电黑屏了。东子这才想起来，昨晚跟一众人在院中玩得太嗨，自己还喝了点陈哥泡的蛇胆酒，回到屋里的时候已经断片了，这才导致没有给手机充电。因为昨天小糖宝对于糖三角十分喜爱，所以今天陆晨也做了不少的糖三角。另外，他还做了不少的红糖馒头。
简单用大米混合小米，熬了点浓稠的小米粥，一家人的早饭便做好了。饭桌上，小糖宝却将自己对于糖三角的喜爱转移到了红糖馒头上，这是陆晨始料不及的。糖宝昨天不是喜欢糖三角的吗？这么今天却不吃了？他觉得奇怪，便问了左右手各抓着一块红糖馒头啃得欢快的小家伙。小糖宝鼓着个腮帮子，将嘴里的红糖馒头咽下去后才开口，因为这个要比那个好吃啊。小家伙挥了挥手中的红糖馒头，笑得眼睛都眯了起来。嘿嘿，爸爸做的都好吃，最喜欢爸爸了。吃了红糖馒头的小糖宝，小嘴也像是抹了蜜一样，一开口就是各种含糖量超标的夸奖。陆晨听了，心里软成了一团，便伸手将坐在宝宝椅上的小糖宝给抱到了自己的腿上。糖宝要再喝点粥吗？要喝粥，这个粥也好好喝。父女俩的互动在其他人的眼里看着，简直黏糊的不行。而陆晨所表现出来的宠溺，跟对于小糖宝的喜欢，更是近乎实质化了。东子狠狠咬了一口手中的红糖馒头，小糖宝真的好娇好软好可爱啊！陈哥，给我抱抱好不好？刚刚还笑得一脸宠溺的陆晨瞬间变脸，声音都沉了下去。不好！东子还并不死心，他转而将目光看向小糖宝，糖宝让东子叔叔抱抱好不好？小糖宝上下打量了东子一眼后，也皱着小眉头拒绝了。不好，东子叔叔，你之前抱我的时候把我弄痛过。小糖宝这话一出，陆晨的眼刀子立刻就朝着东子射了过去。小子，你竟然偷摸的欺负糖宝！东子连忙解释，之前有次是糖宝不小心摔倒了，我过去将他扶起来的，可能是我没控制好力气，所以才把小家伙给弄痛了。小糖宝也在一旁帮腔，对，就是东子叔叔抱我起来的。说到这里，小家伙也轻轻推了推陆晨的胳膊，爸爸，东子叔叔不是故意的。陆晨则低下头轻声问道，那糖宝想要东子叔叔抱吗？小糖宝脸色认真的想了想，过了会儿才点头道，可以抱一下下，就一下下。关键是小糖宝在说的时候还一本正经的盯着东子的脸，东子叔叔的脸好难过啊，糖宝不想东子叔叔难过。既然小糖宝都这样说了，陆晨便将小糖宝递给了身旁的东子，并且教对方正确抱孩子的姿势。你腿微微分开一些，让小糖宝坐在你的大腿上。对，就是这样，你的手可以放在小糖宝的肚子上，虚虚的护着，以防他坐不稳摔下来。东子按照陆晨说的一样样调节了，刚刚想要虚扶着小糖宝的肚子，不想怀里便是一空。陈哥，你怎么就把糖宝给抱走了？陆晨还没开口，小糖宝就先开口了。东子叔叔，我们刚刚说好就抱一下下的，现在一下下已经结束了。这就结束了？东子一脸的不可置信。小糖宝极其认真的点头，对啊，结束了，一下下本来就很短的。根本没抱过瘾的东子只能无奈叹气。旁边的欧阳老爷子开口了，东子啊，这糖宝毕竟是陆小友家的闺女，你差不多点就行了。陆晨也开口了，对，东子你自己生个女儿不就行了，糖宝是我家的。东子一下子趴到了桌上，陈哥，你说的简单，我一个人也生不出来啊。欧阳老爷子的眼睛一亮，这简单，京城豪门大户中那么多的好姑娘，你自己挑就是。月底不正好是你小子的23岁生日，到时候大办一场就是了。爷爷，为我办生日宴是假，给我开相亲会才是真吧？东子瞬间便知道自家爷爷在想什么。欧阳老爷子眼睛一瞪，刚刚不是你小子说想要个闺女的吗？怎么现在又不愿意了？我当年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你爸都能打酱油了。爷爷，现在跟过去不一样啊。东子哀嚎一声。欧阳老爷子将筷子放下，就那么凝视着东子，所以这个生日宴你是办还是不办？东子看着眼前陆晨跟糖宝其乐融融的样子，眼睛一闭，我办。相亲就相亲了，他这狗粮已经吃得够够的了，要是真的能遇到喜欢的，那也不错。生日宴的事情就这样敲定了下来，欧阳老爷子马上就打电话安排了起来。吃过饭后，陆晨也再次给老爷子施了一次针。第202章，难不成陈哥还会中医？多图预警，总共4章。针灸结束后，陆晨边收拾东西边道，老爷子，您的余毒已经拔除的差不多了。欧阳老爷子也十分高兴，真是多谢陆小友了，我这几天确实精神状态好了不少，连饭量都大了，哈哈哈。陆晨笑着皮了一下，你饭量增加，说不定是我的厨艺好呢，哈哈哈哈。也确实有这种可能。欧阳老爷子点头后，话锋一转，陆小友，我的腿这几日知觉已经恢复了不少，就麻烦你再次帮我看看了。陆晨本来就准备说这个事情，他也发现老爷子的腿稍微恢复了些，他便用了个小锤子轻轻敲击了下老爷子的膝盖。与前2天只有微弱的神经反应不同，这次膝盖以下的小腿明显弹跳的幅度跟力度都大了不少，确实恢复了不少。欧阳老爷子，您这针灸还是要每天2次，等今晚我给您施针后，就可以试着站起来了。好，那真是感谢陆小友你了。一听到可以站起来了，欧阳老爷子十分开心。两人又说了一会儿话，
陆晨便推着老爷子来到了院子中。阳光明媚，微风习习，明显这是个艳阳天。正在院中石桌上摆棋盘的徐老爷子看到二人，招手道：“欧阳，下棋不？”“来了。”欧阳老爷子自己控制着电动轮椅，便往石桌那边去了。两个头发花白的老爷子再次开启了楚河汉界的厮杀。陆晨则带上弓箭，巡林员配备的鸟枪，腰上挂了把镰刀，再背上一个用来装东西的竹筐，喊上大黑一起上山了。今晚吃烧烤，他打算去山上碰碰运气。刚走了没几步，陆晨便发现了野生的紫苏。这东西不管是烧鱼还是牛蛙都是绝配。听着耳边的不时响起的蝉鸣声，陆晨决定明天去镇上再买点牛蛙苗，也放养在稻田中。大家好啊，今天我来巡山，顺便再看看能不能弄点吃的。直播间开启后，陆晨笑着跟网友们打招呼：“陈哥，你这是又来霍霍山上的动物了？怎么能叫霍霍呢？野鸡、野兔之类的还是可以吃的。对，只要不碰那些老底座穿兽就行。”陆晨一边上山，一边与直播间的网友们介绍看到的药材。这是曼陀罗花，有毒，属于镇静类药物，可以松弛肌肉。古代的麻沸散跟云南白药的主要成分就是这个。民间花叶根各有不同用法，分治不同疾病，紫石粒嚼服可治疗失眠。而这个往前走了几步后，陆晨指着另外一棵草对着网友们道：“这是鬼针草，这株的叶子有点老了，如果是嫩叶的话，可以当做菜来吃，可以疏散干热。”走了几步后，陆晨再次指向另一株植物，这是苦菜，又叫苦徐，在《本草纲目》中被列为上品，可健胃益胆。这里还有钱麻。陆晨蹲下身来，用手拨开一些杂草，露出另一种植物。钱麻一样也可以食用，煮汤或者是煎鸡蛋，味道都很不错，可以治疗小儿风嗨、风火牙痛等。越往山里走，遇到的药草也更多，龙葵、何首乌以及乌袍、野薄荷等等，陆晨都看到了。直播间中的网友们越听越是吃惊：“天，陈哥这是认识多少种中药？难不成陈哥还会中医？”我也在怀疑这个事情。山里长大的人表示，我们村里不管老人孩子都认识些常见的草药，天天在山上跑，见多了也就分得清了。城里的长大的孩子哭了，我根本没有任何技能。不对，你会扫码支付，也会点外卖坐火车，这些都是你的技能。楼上的你认真的吗？这些也算是技能？当然算，我是从大山里考出来的，上大学前根本不知道储值卡，也没出过镇子，坐过的交通工具只有驴车跟公交车。看到这条弹幕的陆晨也认同这个观点，我们本身自己的成长环境跟生活环境都不相同，这也导致了我们稀松见惯的东西，很可能对于其他人来说就是完全不认识不了解的陌生物品。不知道没听过都很正常，全知全能的是神而不是人。我们需要做的是保持一颗平常心，然后去了解就可以了。陆晨这话一出，直播间里的网友们也都觉得醍醐灌顶。卧槽，陈哥牛逼，确实是这样的。怎么可能有人事事都知道，什么都擅长吗？不可能的事儿。怎么不可能？我觉得陈哥就是什么都会，什么都擅长啊。长得帅不说，还会下厨，也能打猎，还会有童心，给小糖宝特意弄一个寻宝游戏。说真的，我对陈哥爱的深沉。还有陈哥的运动神经极其牛逼，之前不管是爬树还是力气都很大啊。刚刚打到只兔子的陆晨，看到弹幕上满满当当的彩虹屁，有些懵。这只兔子估计有个10来斤，相当肥硕。心情好的陆晨索性也跟网友们开起了玩笑：“我可不是什么都会，比如生孩子这种事儿，我可干不来。”直播间的弹幕瞬间被无数的哈哈哈所覆盖。继续深入密林中，陆晨又打了只野鸡，猎物差不多了，他便换了条路往山下走。没走几步路，陆晨看到了一大片的绿色植物，他拿出镰刀边割边道：“这些是野生韭菜，种植韭菜采收不是直接割就行，而是有讲究的，头刀深，2刀浅，以后逐渐留一点。”这句谚语说的就是韭菜采割深浅的。头刀深，意思便是第一刀的时候要割得深一些，往往贴着地皮割。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头刀韭菜的采收期一般是在惊蛰或者春分前后，时常出现的倒春寒现象会将韭菜茬口冻蔫掉。不过现在已经是初夏时节，我割的也是野生韭菜，就不用在意那些讲究了。满载而归的陆晨下了山后，并没有第一时间回家，而是去了小溪边抓了只大鲫鱼。野韭菜有温肾阳、强腰膝、除胃热、活血瘀、解药毒等功效，与鲫鱼一起烧汤最是鲜美。第203章啊，这是给我的吗？收获满满的陆晨回到家中，发现沈路遥已经把饭菜都做好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跑下山来的狼崽子小辉正在跟虎仔玩闹。几天不见，小辉的体型都大了一圈，看样子伙食应该不差。而另一边，大白狼却被大黑扑倒在地，嘴里嗷呜嗷呜的直哼唧。
玩着洋娃娃的小糖宝一抬头看到陆晨回来了，立刻就像个小炮弹似的跑了过来。爸爸，你回来了！刚刚放下东西的陆晨顺手将小糖宝给抱了起来。对啊，爸爸回来了，想我了没啊？想了的。虽然今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刚刚见过，但是小糖宝还是乖乖的点了点头。爸爸你去哪里了？我早上刚吃完饭，你就不见了。我去山上了。陆晨示意小糖宝去看自己带回来的东西，这只大鲫鱼等晚上给你熬鱼汤，另外还有野鸡跟野兔，想不想吃烤兔腿？哇，想吃！糖宝想吃。小糖宝的眼前已经浮现出之前吃的兔腿了，一个劲儿的咽口水。好了，去玩吧。与小糖宝又说了些话后，陆晨才将小家伙给放下来。众人一起吃过中饭后，因为食材需要提前处理，陆晨便又忙活了起来。他怕小糖宝看到血腥场面，便让沈路遥带着小家伙去隔壁的赵婶家玩。怕小糖宝无聊，陆晨还有给小糖宝做了个竹蜻蜓。他做竹蜻蜓的时候，沈路遥就在旁边一直盯着陆晨的侧脸看。工作时候的男人最是帅气，不知不觉间，沈路遥便看呆了。所以当一个竹蜻蜓出现在他眼前的时候，他惊讶地眨了眨眼。啊，这是给我的吗？当然是给你的。陆晨点头并指了指旁边，小糖宝已经玩得不亦乐乎了。他看沈路遥一直盯着自己，便以为沈路遥也是想要个竹蜻蜓。陆晨不知道的是，沈路遥其实一直看的是做竹蜻蜓的自己。知道陆晨误会了的沈路遥也没说明，而是接过竹蜻蜓跟小糖宝玩了起来。而这时陆晨也从家中拿了些樱桃出来。路遥，这些樱桃你也给张叔跟赵婶带过去，另外喊他们晚上过来吃烧烤。好。接过樱桃的沈路遥便带着小糖宝去了村长张叔的家中。留在院中的陆晨则叫来家里剩下的2个劳动力，博士、东子过来帮忙。博士从改做实验室的客房中探出头来，一张脸上满是纠结。陈哥，我研究刚到关键的地方，而且对于做饭我是一窍不通啊，你就高抬贵手，今天放过我好不？陆晨才不惯着人，他只是一句话就让博士乖乖走出来帮忙。好，那晚上的烧烤你也别吃。看着地上的一堆食材，博士一个头2个大。陈哥，我要做什么？这时候东子也已经从屋子里走了出来。博士跟东子都是满眼茫然的样子。陆晨看着好笑的同时，也开始给2人安排任务。博士你摘菜，再把菜洗净。至于东子，你就剥蒜吧。2个贵公子互相看了眼，认命的坐到木质的小板凳上动了起来。一个手上弄得全是泥，另一个剥蒜的时候没注意揉了下眼睛，瞬间变成了兔子眼。直播间的观众们看得全都笑了起来。哈哈哈哈，实锤了，榜一大哥跟博士是真的不会做饭啊，这架势简直如临大敌。我之前剥蒜的时候也不小心揉过眼睛，那感觉简直太酸爽了。这兔子眼也是很真实了，快去用清水清洗下眼睛啊。陆晨已经在帮东子用清水清洗眼睛了，而好不容易缓过来的东子说什么都不肯继续剥蒜了。陆晨将蒜瓣分开，连皮放在案板上，啪啪啪几声，直接用刀背给拍散了。这时四散开来的蒜皮也十分方便就能取下来了。盯着通红双眼的东子都愣住了。陈哥，你用刀啪的这么利落，刚刚为啥还要让我剥啊？陆晨瞥了他一眼，除了剥蒜你还能干啥？来，你看看这2个是啥？他手里拿着2个调料罐，里面都是透明的结晶体。这东子仔细看了看，最后不确定的开口，不是盐就是糖，还可能是味精。陆晨还没说话，直播间的观众们已经笑得不行了。哈哈哈哈，能出现在厨房中的透明结晶体，好像也就只有这3种可能了吧。榜一大哥，我虽然不认识，但是我可以瞎猜，把所有可能的东西都说一遍，那总有蒙对的可能。学到了学到了。说起来我也日常分不清盐糖跟味精，有个最简单的方法，你想知道不？那肯定想啊，快说快说。直接用嘴尝一下就知道了呀。哈哈哈哈，老奶奶都不服，我就服你，哥们你够损的了。你敢说这方法不够简单粗暴？快捷有效？不敢不敢。陆晨正在教东子用肉眼分辨盐跟糖的区别。白糖的外形是晶体状的，颗粒较大，而盐的形状是圆形的，颗粒较小。在存储的时候，白糖容易结块，而盐容易湿化。另外，如果拿不准的时候，还有个简单的方法可以用来分辨。这时候，直播间的网友们中都在刷用嘴尝、尝味道等等类似的弹幕。毕竟在普遍的思维中，直接尝确实是最为简单粗暴的方法了。但是陆晨却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只见他将一个罐子中的晶状体给捣出了些许，放到自己的手心，并且用手捻了捻。白糖摸着细滑，而盐摸着粗糙。接着他便在东子的手里倒了些晶状体。你现在觉得这个是什么？东子再次仔细观察了下掌心中东西的形状，并且也用手感受了下触感。圆形且摸上去粗糙，是盐。
这个是盐。陆晨点了点头，对，这个是盐。另外，这罐是糖。等会儿你做烧烤的时候，可不能再给我放错了，知道不？东子这才恍然大悟，陈哥怎么突然教自己分辨调味料了？原来是晚上不想吃到黑暗料理啊！哈哈哈哈！第204章，糖宝唱的真好听，大家觉得怎么样？实在是陆晨之前就被东子的黑暗料理创过，这家伙有次在野外烧烤的时候，曾经把盐当作糖，大量的撒在了烤翅上，那滋味，他一点都不想再次回味。陆晨将鲤鱼刮鳞洗净，并且开膛拿掉内脏，紧接着便将洗干净的野韭菜塞到鲫鱼空出来的肚子里。韭菜鲫鱼汤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大家想吃的话也可以在家里做。没有野韭菜的话，菜场上新鲜的韭菜也是可以的。在说话时，陆晨的手里也没闲着，他将弄好的鲫鱼放到油锅里炸了下，炸出焦香后，才倒入一旁准备好的开水，并且放入姜片。鱼油遇到水汤就会变白，喜欢喝汤的话可以多放点水。陈哥竟然在试图教会我做菜，脑子会了，手表示不会。原来这就是鲫鱼汤是白色的原因吗？竟然是跟鱼油有关系。学到了，学到了。第一，获得镇金值1000。第一，获得镇金值1500。鱼汤在锅上炖煮了，陆晨便准备去处理那3只空运而来的羊。这时候他看到了还开着的直播，便冲着手机画面挥了挥手：“家人们，今天就下播了，等下杀羊画面会有点血腥，我就先撤了。明天见，明天我教大家如何酿樱桃酒。”还是跟之前一样，陆晨不等直播间的网友们反应过来，十分快速地关闭了直播。看着3只懵懂的小羊，陆晨心中也有了其他的想法。他打了电话给陈川，并且让对方带着毛毛跟嫂子还有田大妈过来吃烧烤。接到电话的陈川十分惊讶，但也爽快地答应了。而陆晨则叮嘱了声让东子看着锅，他准备亲自出门去叫其他的叔叔婶婶们过来吃饭。徐老爷子跟欧阳老爷子刚刚结束一局，他拄着拐杖站起身来：“小伙啊，你就在家里好好弄饭就是，其他的乡亲们我去喊。”陆晨有些意外：“爷爷，您知道我是要去喊其他的乡亲们过来吃饭吗？”徐老爷子看着他，笑容慈祥：“你是我的孙子，我怎么能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呢？”一瞬间，陆晨的眼眶湿润了，他再次在徐老爷子的身上看到了自己早逝的爷爷的影子。一老一少再没多言，徐老爷子便拄着拐杖走了出去。欧阳老爷子边收拾棋盘，边问出了自己心中的疑问：“陆小友，你跟徐老哥是？”有些话他不知道如何开口，便只能点到即止。陆晨叹了口气：“徐老爷子有阿尔兹海默症，他忘了自己的亲孙子徐虎已经死了，所以将我给认作了徐虎。徐虎是我的曾经的战友，老爷子是他在世上最后的亲人了，我便将老爷子给接到了身边。他能忘记徐虎已经身死，也是个好事。”原来如此。欧阳老爷子看向院外那个渐行渐远的身影，若有所思。等到陆晨将那3只羊，2只做了烤全羊，1只切了做成羊排跟羊肉串时，太阳便已经西斜，橘黄色的阳光洒落在院中。他架起之前弄的棚顶，并且从家里拉了几个灯泡出来。陈川带着一家人率先过来了，还带了不少的猪腰、猪肉以及跑山鸡。陆晨也没跟他客气，全都笑着收了下来。反正到时候弄出来也是大家吃。陆陆续续的，村里留守的老人家也都在徐老爷子的通知下走了过来。老人家很多并不是对烧烤感兴趣，而是想要人多热闹一下。陆晨怕老人家牙口不好，还特意蒸了馒头，做了面条，也熬了粥。另外他还别出心裁，弄了3锅的粥底火锅，片下来的肥羊肉跟猪肉、猪内脏等也可以拿来涮火锅。就这样，本来只是一家人的烧烤成了整个村子里的盛事。电视也被陆晨从家里搬了出来，他随便调到了个什么歌唱比赛还是晚会的节目上，便没再管了。沈路遥带着唐宝也都回来了，连带着张叔跟赵婶也都来了。陆晨、东子跟博士几个村子里仅剩的年轻人围了一桌，沈路遥带着唐宝则去跟几个婶子坐了一桌。实在是陆晨那边又是抽烟又是喝酒的，他嫌吵也怕熏。老爷子们围在一起探讨今年的天气与地里的收成，偶尔也拿上旱烟袋抽上一口。老奶奶们则在讨论着毛衣的花色以及谁家的媳妇鞋底纳的结实，这些都是沈路遥所不知道的领域，他听得极为认真，时不时还会问上1-2句。而小唐宝作为目前村子里年纪最小的那个，自然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他也不怯场，让喊人喊人，嘴巴甜的跟抹了蜜一样。电视上的节目唱着唱着，不经意间变成了小家伙最为熟悉的曲调，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小唐宝立刻就情不自禁地唱了起来，挂在天上放光明，好像千万小眼睛，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唱了几句的小唐宝刚刚停下，却发现不止自己这桌的几个奶奶在看着自己，连其他桌的人都盯着自己。小家伙一下子就不好意思了，连忙往沈路遥的身边靠。陆晨第一个鼓起掌来，
糖宝唱的真好听，大家觉得怎么样？哈哈，糖宝好样的，糖宝真棒！在陆晨的带动下，众人也都纷纷鼓起掌，说出了对小糖宝的赞赏。昏黄的灯光下，小糖宝红着脸颊，眯着眼睛，笑得露出一口大白牙。他的眼里也有着无数的一闪一闪的小星星。小家伙还没唱够，在又听到一首歌后，他更是拉着旁边的沈路遥一起唱了起来。找呀找呀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啊，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陆晨看着摇头晃脑的小糖宝，却是想到了另一个问题。靠山村的生活虽好，但是小糖宝却没有同龄的小伙伴，不知道小家伙会不会觉得孤单。有些东西并不是满足了物质层面的需求就可以的，精神状态以及社交对于孩子的成长也极为重要。第205章，陈哥，你竟然还活着！喷香的烧烤与众人说不完的话，将整个院中的气氛都给烘托了出来。村长张叔更是朝着陆晨举起了手中的酒杯。陈娃子，自从你回来后，咱们靠山村里都热闹了不少啊。陆晨同样举起了酒杯。张叔，我没做什么。张叔听了他的话，叹了口气。咱们村子本来就小，留在村里的又都是老人多，可是很久没这么热闹了。坐在一张桌子上的陈川笑着打趣：张叔，您的意思是我不算年轻人是吗？没，我不是那个意思。张叔连连摆手，将手里杯中的酒一饮而尽。张叔，现在外面也不好混，我们可以一起将靠山村发展起来。等村里有了固定收入，也有事情做的时候，年轻人自然就都回来了。陆晨边给张叔又加了些蛇胆酒，边道：陆晨这话确实说到点子上了。陈川也在一边连连点头。我之前在外面上班的那几年，过的那根本就不叫生活，只能说活着。一天天的被冰冷的高楼大厦包围着，早晨6点起床，6点半出门，地铁坐1个多小时，早饭都没时间吃，只能路上随便买点馒头包子垫一垫。天天的眼前只有无穷无尽的工作与剥削的资本家跟朝令夕改的领导，我的精神气都被消耗空了，还是回来的好。虽然开养殖场累一些，脏一些，但我是自己的老板，也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这种感觉真的很好。陆晨毕业后就直接当兵了，并没有上班的经验，但是也知道一些现在整个社会的状态。卷，太卷了，不学着适应社会，就只能被社会所抛弃。就村里的后面发展规划等问题，陆晨与众人展开了一番商讨。咱们靠山村村如其名，就是靠山吃山的，所以不管发展路线定成什么，都必须还是依托大山的。说着，陆晨看到了自己放在一边的茶碗。村里养茶种茶已经是重传统了，家家户户都有几棵茶树，但是因为产量少，品种也不特别，每年的茶叶多数都是自家人炒了喝了，鲜少有人拿去卖的。他突然觉得可以从茶树入手，而且陆晨清楚地记得山上有几棵数百年的老茶树，找到后他可以试试嫁接。但嫁接这事儿毕竟还有几率性，他打算自己弄出来后再说。陈川也在一旁开口：我家的跑山鸡质量已经打出去了，已经有人在问有没有其他的，比如鸭子、兔子等供应了。我的养殖场已经差不多满了，也不准备再扩了。这方面如果有人想要尝试的话，我倒是可以教点技术之类的。听到养殖，陆晨却是想到了其他的方面，不止常见的鸡鸭鹅，还有竹鼠、菜蛇之类的，也都可以进行人工养殖。还有咱们的槐花蜜跟枣花蜜，蜜蜂养殖也是可以的。另外包括河虾跟鱼类的养殖等等，也都是可以的。好。村长张叔听得连连点头，还是你们年轻人脑子活络，这些事儿啊，确实都是可行的。陆晨与陈川两人越说越是觉得可行，但是陆晨却是想到了一个问题：陈川哥，现在村里都是些老人家，他们可没办法跟我们一起折腾啊。创业前期可是熬人的。也对，热情高涨的陈川被陆晨这么一提醒，也反应了过来。等等，我这脑子！陈川突然用手一拍脑门，拿过来自己放在桌子上的手机，在手机上操作了会儿后，陈川将手机界面展示在了陆晨的面前。这是咱们村的这一辈的微聊群，大家虽然分布在天南地北的，但是也都偶尔会说话。陆晨是第一次知道这个群，他在村子里没了亲人，再加上后面又去了特战组，所以已经许久不曾回来了。陈川看他发愣，也想起来陆晨并不在群里的事儿。他冲着陆晨晃了晃手机：陆晨，我拉你进群。第一，陆晨加入靠山村大家庭。张大毛，陆晨，卧槽，是我想的那个陆晨吗？陈哥，你竟然还活着！张二丫，哥，你不会说话就别说话，情商是真低啊你！陆晨哥，真的是你吗？你这是回靠山村了吗？看到这两人的群名称，陆晨已经知道他们是谁了，正是村长张叔家的一双儿女。小时候，张大毛可是被他揍得最惨的那个。陆晨，回来有段时间了，没跟你们说。张大毛，好事儿，大好事儿。端午咱们走一个。陈哥，张二丫，确实是好事儿。陈哥，你这次回来在村里待多久？什么时候走？
陆晨，不走了，就打算在村里住着了。我的那个破院子都已经改头换面了。你俩现在在哪儿呢？我跟川哥刚在说村子的后续发展问题，就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人想回来一起干的？我的果园跟鱼塘都需要人帮忙，工资肯定不会少你们的。如果有人想创业，也可以前期入个股。陈川，养殖场这边我也有点路子，想加入的我也可以入股，还能教技术，就看你们自己了。张大毛，真的假的？陈哥、川哥，你们俩的产业都弄得多大了？这竟然都要雇人了？张二丫，我想回去。现在公司的那个经理天天对我毛手毛脚的，我都难受死了。关键他还卡着我的转正资格，我根本不敢表现得太过。毕业大半年，这还是我找到的最好的一个工作，现在工作实在是太难找了。赵玉儿，这事儿有点大，我得想想。陆晨，不急着定，现在还只是个计划的状态，只是跟你们说说。二丫，你在外面如果不开心就回来。村里没有高楼大厦跟高铁飞机，但是却有青山绿水跟邻里乡亲。张大毛，对，妹妹，开心是最重要的，况且咱们在村子里再怎么都不可能饿死。这城市里太可怕了，吃饭要钱，喝水要钱，住宿也要钱，钱全钻钱眼里了，人跟人冷漠的不行。我这房子都住了快1年了，连左右邻居叫什么都不知道。第206章，试着多依赖我一些，好不好？陆瑶。又聊了会儿后，陆晨才放下手机，耳边是乡亲们觥筹交错的声音，十分热闹。这感觉跟他之前在部队里时完全不一样。酒足饭饱之后，几个婶子自发留下来跟陆晨与沈路遥等人收拾东西。陆晨看到时想拒绝，却被婶子们给3言2句给打发了。陈娃子，我们这吃了也喝了，什么都不做，心里过意不去，你就让我们收拾吧。不过就是几个碗筷的事儿，费不了什么事儿。小唐宝可是已经哈欠连天了，你还不跟陆瑶去带小家伙去睡觉？有个婶子更是在走到陆晨身边时，朝着他眨了眨眼。陈娃子，我看陆瑶可是个好女娃，你小子这是好福气啊，可得好好对人家，知道不？陆晨有些无奈，朝着婶子耸了耸肩。婶子，我也是好男娃啊！哈哈哈哈！婶子被陆晨逗笑了。对，我们的陈娃子也是好男娃。与婶子道了别后，陆晨走到沈路遥的身边，朝着其伸出了手。唐宝，给我抱吧，你也累了吧？诺。将小唐宝递到陆晨的怀中后，沈路遥甩了甩2个手臂，确实是累了，我2个手臂都有些麻。小唐宝最近长胖了不少。确实。看到小家伙有些哼哼唧唧的，陆晨顺势掂了掂，大手直接托在了小家伙软乎乎的屁股上。路遥，你说唐宝他怎么就这么软，这么可爱呢？沈路遥还真不知道原因，一下子被陆晨给问愣住了。他有些不确定的开口，因为小孩子本来就比较软乎吧。不，陆晨狡黠的笑了笑，快速的用另一只手戳了下沈路遥的脸颊，因为你也很软很可爱啊。他说着，抱着小唐宝大步朝着屋子里走去。沈路遥下意识伸手摸了摸刚刚被陆晨捏了一下的脸颊，突然迟钝的大脑慢一拍的开始分析刚刚陆晨的意思。因为自己很软，所以小唐宝才会软；因为作为母亲的自己很可爱，所以作为女儿的小唐宝才很可爱。自己这是被调戏了，还是被陆晨给换了个角度夸了？沈路遥印象中，小时候父母都很少会说她可爱，更多的是夸她聪明，字写得漂亮，钢琴弹得好听之类的。反应过来的她脸上也浮上了一层红云。看到2人互动的几个婶子们纷纷收回偷看的视线，肩膀却不约而同的在抖动。小年轻的爱情可是沁着心的甜啊。等到沈路遥回到房中时，恰好看到沐浴后走出来的陆晨，晶莹的水滴顺着陆晨线条分明的脸颊滑落，滚入锁骨，最后消失在浴巾的遮挡之下。啊，你！沈路遥惊叫了一声，慌忙转头避开视线。陆晨也被吓了一跳，他3、2下擦开身上的水，并且套上放在一旁的衣服。我好了。收拾好了之后，陆晨刚准备开口，沈路遥却跟他同时间开口了。你好了吗？听到了肯定的回答，沈路遥这才转过身来。陆晨，你怎么不穿衣服就出来了？陆晨清晰的看见沈路遥这次再次脸红到了脖子根。对于沈路遥的质问，陆晨十分无奈地摊了摊手。洗澡当然是不穿衣服的呀。陆晨，你明知道我问的不是这个。沈路遥是发现了，熟悉了之后的陆晨，偶尔也会有现在这样有些渐渐的。听到沈路遥提高了音量，陆晨连忙朝着床上的唐宝看去，小点声，路遥，唐宝还在睡呢。刚刚唐宝吐奶了，吐了我一身，我就直接在这边浴室里洗澡了，没留意你已经上来了。唐宝怎么样？有发烧或者是不舒服吗？沈路遥立马就紧张了起来，连忙上前用自己的手背去试探唐宝额头的温度。陆晨摇了摇头，没发烧也没有不舒服，可能是刚刚在外面吹风吹的，这会儿已经好了。他伸手摸上沈路遥的手，我在，你放心，小唐宝没事的。
好。沈路遥点了点头，靠在了陆晨的胸膛之上。在沐浴露的清香与略高于自己的体温的包裹之下，沈路遥才再次说出了自己隐藏在心底最深处的恐惧。陆晨，我之前跟你说过，小唐宝是早产儿，也是经历了许多才抢救下来的，所以现在我一听到他不舒服或者是咳嗽什么的，心里就会很害怕，那些情绪很莫名，也不受我自己控制，怕小唐宝会像之前一样带着呼吸机，身上插上一堆管子，再次躺在病床上，也怕。魏晋的话，沈路遥不说，陆晨也能猜到。他一只手拿过小唐宝莲藕似的手腕，另一只手则引领着沈路遥的手搭在了小唐宝的手腕上。路遥，感受到了吗？这是小唐宝的脉搏。沈路遥闭上眼睛，这还是他第一次感受一个人的脉搏，其实并没有很真切的感觉。陆晨看沈路遥的表情，也猜到了一些，他索性换了个地方，引领着沈路遥的手虚虚的搭在了小唐宝的胸腔之上。路遥，这是小唐宝的心跳，你仔细感受。心脏的跳动比脉搏更容易捕捉，沈路遥的手心中清晰的传来了动静，是一下又一下，规律且强有力的跳动。小唐宝现在很健康，他已经好好的活下来了，往后也会健康的生长起来，所以你不用过于担心这些了。而且陆晨的手掌变换姿势，与沈路遥的手五指相扣，往后余生我会跟你一起走下去，唐宝也不再只是你一个人的责任，你也不用完全肩负他的成长与焦虑，试着多依赖我一些，好不好？路遥。好。沈路遥红着脸轻轻地嗯了一声。第207章，酒香浓郁，可真香啊。晚上，陆晨将下午特意拍摄的制作烤全羊的过程，以及晚上村里人其乐融融一起烧烤的视频稍微剪辑了下，发到了他的抖加账号中。看到视频的网友们全被那喷香诱人的烤全羊以及整个靠山村中和谐悠闲的氛围给震惊到了。天，陈哥牛逼，这烤全羊烤的蜜汁流油的，看着就很好吃啊。原以为是家庭烧烤聚餐，陈哥这是整成了村中烧烤集会啊。好奶白浓郁的韭菜鲫鱼汤，我小时候奶奶就是这么炖的。天，还有蛇胆酒，我也就小时候看爷爷泡过。羡慕你们都真正见过这些，我只在陈哥的视频里见过。好山好水好人家，靠山村吗？我记住了。对，陈哥，你们村现在能去旅游吗？有地方住吗？我已经按捺不住了。这次的视频毫无意外的也给陆晨的抖加账号带来了一波流量，他的总粉丝量已经达到230W 之多。消失了许久的主系统在发现这一情况时，激动万分的跑来跟陆晨报喜。宿主，你好厉害！这才多久的时间，抖加账号的粉丝已经到230W 了。第一，当前抖加粉丝量达到230W 人，奖励一次抽奖机会。是否现在抽奖？刚刚结束晨练的陆晨微一点头，现在抽奖。第一，恭喜获得初级黄金铜。黄金铜？陆晨有些疑惑地看向系统页面的技能解说。初级黄金铜每天可以发动一次，可以查看任意物质内部的情况，熟练度030。视线在院中扫过，陆晨看向了趴在狗窝中假寐的大黑。黄金铜发动，紧接着他就在大黑的腹部看到了4团清晰的阴影。好家伙，一胎4宝，他更想揍大白了。这么想着，陆晨便背着竹筐带着大黑上山去了。他准备摘点新鲜的樱桃来酿酒。直播间开启，青山白云间，树影婆娑，又是个好天气。没多久，粉丝们已经涌入了直播间中。陈哥，这么早就上山啊？这青山绿水的，看着心情都好了。陈哥这是去哪儿？陆晨控制着拟态无人机在大山中巡游，一边找寻大白跟小灰灰的身影，一边开口：我去果园中摘点樱桃酿酒。哇，陈哥厉害了，竟然还会酿酒！这世上真的有陈哥不会的吗？当然有，之前陈哥不是说了，他不会生孩子，哈哈哈哈。到了果园中，陆晨找到一棵结满了樱桃的樱桃树，将带来的塑料布铺在地上，自己则去猛力摇树的枝干。一时间，红艳艳的樱桃从天而降，扑扑簌簌间落了一塑料布。好家伙，竟然是直接晃落下来！陈哥，你这是偷懒啊？对啊，我记得之前我们吃的樱桃不是摘下来的吗？说起来，我记得小时候爷爷奶奶去打枣或者是海棠果也是用摇的。将塑料布中的樱桃放入背篓中，陆晨擦了下自己额头的汗，能直接摇下来的都是熟透了的，这样的樱桃酿酒才会好发酵。拟态无人机在大山里飞了一圈，陆晨也没看见大白跟小灰灰的身影，他也没太在意，樱桃既然已经打下来了，那就背着背篓下山去了。到家中后，陆晨在清洗的过程中将樱桃的梗去掉，并且把成熟度不高、腐坏以及坏果全部丢出来。本草纲目里有记载，樱桃干、热、涩、祛风、除湿、透疹、解毒。樱桃里富含丰富的钾离子跟铁元素，饮用樱桃酒可以补充足够的钾离子，有降低尿酸、去痛风的作用。
同时，《名医别录》里也有记载，樱桃性温，味甘酸，调中，益脾气，令人好颜色。而铁元素是合成人体血红蛋白、肌红蛋白的原料，在人体免疫、蛋白质合成及能量代谢等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常饮用樱桃酒可以补充人体对于铁元素的需求，让血红蛋白再生，使皮肤红润有光泽。一边介绍着樱桃酒的功能，陆晨一边回到房间中，抱出来一个深色的坛子来。他取下缸上的盖子，将拟态无人机的镜头对准了缸中，里面是清澈见底的液体，正在因为刚刚的移动而产生着无数的涟漪。这是我刚回来那会儿酿的米酒，已经封存了几个月了。昨晚又是烧烤又是做饭，最后还说了许久关于后续靠山村的发展问题，陆晨都忘了自己酿了米酒的事儿。他是今早想要酿樱桃酒的时候才想起来。酒香浓郁，可真香啊！陆晨表情夸张的在坛口深吸了一口气还不够，又用手放在鼻子前扇了扇，好香！他忍不住了，那就任性一下好了。直播间的网友们就看陆晨站在原地踌躇了一下，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他便转身朝着厨房走了过去。转眼间，陆晨便拿着个蓝边碗再次回到了直播间的画面中。网友们这下不用猜都知道陆晨是要做什么了。哈哈哈哈，陈哥这还没做什么事儿呢，怎么就想喝上了？自家酿的米酒可是好东西啊，光看着我都馋。还有甜酒冲蛋，我最喜欢吃了。酒糟也不错呀。可恶，我进的不是个乡村风景生活的直播间吗？怎么全是美食诱惑啊？我正在减肥呢。拿着竹筒给自己舀了一大勺放到碗中后，陆晨先是调过镜头拍了个碗中米白色米酒的近距离特写，接着豪气的单手拿着碗朝着镜头碰了下。家人们，我先干了。一口饮尽，陆晨将碗底倒扣过来，示意直播间的网友们看。爽！哈哈哈哈！哇，我真是越来越想喝了啊！对，陈哥，你这米酒卖不卖啊？我想买。想买加1，想买加10086，第208章。哎呀，嫂子好美！我在想，陈哥你不会喝嗨了，然后就直接躺平不干活了吧？说好的酿樱桃酒呢？说真的，每次我喝完酒的时候就有点晕晕的，根本不想干活。我也是。网友们在说话时，陆晨已经将蓝边碗放在了桌子上，微醺是最好的状态，酒都喝了，这樱桃酒当然还是要酿的。说着，陆晨拿出小刀，极其细致的给每个樱桃都给刻上了樱桃花刀，这是个细致活。陆晨边刻边回答直播间网友们的问题。这米酒跟樱桃酒我都暂时不卖，现在家里人多，量少，估计自家人都喝不了多久。就在直播间的网友们纷纷对此发出遗憾以及惋惜等的字幕时，陆晨却是话头一变。不过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我可以教你们酿酒，很简单的，在家里就能做。今天就先教大家酿樱桃酒好了。之前很多人都在我这里买了樱桃，距离近的相信已经收到了吧？可以开始做笔记跟功课了。洗樱桃的时候可以放点淡盐水泡一下，这样能够很好的去除里面的虫卵等，包括杨梅等益生虫的水果，我都推荐大家用盐水泡一下。而给樱桃刻十字花刀的作用，则是方便腌制，可以缩短一些酿造的时间。等全部处理好之后，只要再拿出一个密封的容器就行了，一般泡菜的那种透明的小坛子就可以了，网上很多。至于我吗？陆晨说着，转身去厨房，再次搬出来了一个酒坛子，就还是用祖传的老酒坛了。哈哈，这坛子我小时候爷爷就用它酿酒了，年纪比我都大。容器提前用开水烫过消毒就行，一定要注意卫生，避免细菌的滋生。紧接着，陆晨又转身从厨房拿出了一大罐子，这里面是冰糖。接下来的工序就简单了，他边说边做，将弄好的樱桃在缸底平铺一层，然后再加上一层的冰糖，循环往复，一层一层往上面叠加。喜欢偏甜一点的口感的话，可以多加一点冰糖，口味大家自由发挥。陆晨的动作很快，这一大坛子很快就被他放满了。好，接下来是最后一步。说着，陆晨再次拿下米酒坛子的盖子，用竹筒舀了满满一大杯出来。直播间的网友们被他这个意料之外的操作给震惊了。啥情况？酿樱桃酒的最后一步是喝米酒吗？陈哥你认真的吗？肯定不是吧，陈哥你变了，你变得皮了。盲猜陈哥是干活干得口渴了，所以想喝口米酒润润嗓子。我竟然觉得有理，陈哥今天这教学说话量超标，几乎全程嘴就没停过。等等，我觉得应该是想要把米酒放到装樱桃的坛子里来帮助发酵吧，毕竟我看陈哥到现在都没放酒曲进去。看到弹幕的陆晨点了点头，这位哥们说对了，我就是打算放入米酒来帮助樱桃发酵的。说着，陆晨将满满的一竹桶米酒全部倾倒进了装樱桃酒的酒坛子中。他在这边忙碌着，细心的网友却发现陆晨旁边的桌子上还放了不少处理好的樱桃。陈哥，你是打算再酿一坛吗？这看着量也不少啊。对，要不陈哥你就卖我们点吧，价格高点也没事的。
我看着可太馋了，不管是米酒还是樱桃酒都想喝啊！陆晨先是点了点头，肯定了网友的猜测。对，确实还准备再酿一坛樱桃酒，不过我也不打算卖。刚刚这坛里我冰糖刻意放的比较少，是符合我自己口味的，相对会比较酸一些。等下我会再酿一坛偏甜一些的，到时候给陆瑶喝。樱桃酒有补血、养颜美容以及抗病保健的作用，同时也适合消化不良、瘫痪与体质虚弱的人喝。说话间，陆晨已经将这坛樱桃酒给封上了。给我喝什么？沈陆瑶牵着小糖宝从屋中走了出来。天气渐暖，她也穿得越发清凉了。今天的沈陆瑶跟小糖宝母子俩穿着的是同样的白色带黄色碎花的长裙，让陆晨的眼前一亮。而在设计上，两款长裙还有细微处的不同。沈陆瑶身上的裙子是抹胸款的，露出了她洁白无瑕的锁骨，让人浮想联翩。长度也只到膝盖略下一点，黄色的细带凉鞋随着走动，在裙底若隐若现。而小糖宝的裙子领口设计是简单的蕾丝圆领，肩膀处跟袖口都是泡泡袖点缀。本就圆乎乎的小糖宝穿着这个裙子，撑着胖乎乎的小脸蛋，给人的感觉越发的圆了。不但陆晨惊讶于母女俩的母女装，直播间的网友们也纷纷发出了惊叹：啊，嫂子好美，小糖宝她好可爱啊，想抱抱还想捏捏。哥们你先冷静下来，陈哥的武力不是你能抗衡的。对，我可还记得陈哥那次一挑二将胖团跟月牙两只给打趴下的事情呢。啥？月牙跟胖团是什么？我刚关注主播不久，没懂你们的意思。明猜哥们，你是不是也没全看陈哥的视频？胖团跟月牙是两只成年野生大熊猫，两只加起来最起码有个400斤重吧。卧槽，400斤的野生大熊猫都能被主播打趴下，那快3个我了，打扰了，还是云养小糖宝好了。哈哈哈，哥们你怂了，怂了！不是，这跟谁都怂啊，命要紧好吗？从母女俩娘的颜值与衣着经验中回过神来，陆晨也回答了沈陆瑶的问题。我在酿樱桃酒，这些打算弄甜一些，到时候给你喝。谢谢。沈陆瑶看到了摆着的樱桃与酒坛子，也隐隐猜到了一些。紧接着，他便想到了另一个问题：那你呢？你不喝吗？不用特意给我弄一坛的。陆晨指了指自己身旁刚刚弄好的一坛樱桃酒，我喝这个，我的口味偏酸一些，怕你喝不惯。两个大人在说话，小糖宝却被另一个东西给吸引了注意力。一只胖乎乎的小手朝着桌上放着的樱桃就伸了过去。好吃的，嘿嘿嘿。第209章，好耶，做果酱。小胖手精准无比的朝着桌上陆晨洗净弄好的樱桃抓了过去，没想到在还差一点点地时候被抓住了。糖宝，你想要做什么啊？陆晨明知故问，微微低下头看向小馋猫糖宝。我没想做什么啊。被抓了个正着的小糖宝鼓着腮帮子，就是不承认想要偷吃。手洗了吗？陆晨戳了戳小糖宝鼓起来的腮帮子，圆乎乎的小脸像极了一只气呼呼的河豚。没有。小糖宝有些不好意思了，不洗手就吃东西的宝宝不是个好宝宝。陆晨从口袋中掏出湿纸巾，给小糖宝将手擦了擦，接着又用勺子给小糖宝装了一小碗的樱桃，给拿去吃吧。旁边的沈陆瑶看到糖宝拿着樱桃酒忙不迭地往嘴里送，连忙回身去给小家伙拿围兜。他拿下来的是个绣着胖嘟嘟大熊猫跟竹林的绿色围兜。小糖宝一眼就喜欢上了，是团团跟蛋蛋。妈妈，我好喜欢大熊猫呀！来，妈妈给你戴上。沈陆瑶笑着给小糖宝将围兜戴上。沈陆瑶架起画板，一边看着忙碌的陆晨与沉迷樱桃的小糖宝，开始作画。小糖宝坐在条凳上，晃着穿着黄色皮凉鞋的小脚脚，两颊边的梨窝灿烂。日头渐渐高升，陆晨的樱桃酒也全部酿好了。他还特意留了一大碗的樱桃在那，打算再做点果酱。小碗里的樱桃见了底，小糖宝乌溜溜的大眼睛就盯上了大碗中的樱桃。陆晨看小家伙意犹未尽的样子，则将自己要做樱桃果酱的事情跟小糖宝说了。好耶，做果酱，可以涂面包片的果酱。小糖宝拍了拍小胖手，脸上笑容明媚。那小糖宝要跟爸爸一起做果酱吗？陆晨揉了揉小糖宝的头，并且拉着小家伙将满手的果汁给洗干净了。我想跟爸爸一起。看沈陆瑶似乎在专心画画的样子，陆晨便拿着剩下的樱桃牵着小糖宝去了厨房中。樱桃下锅煮到软烂，再加入适量的白砂糖进去搅匀，最后再放入之前泡软的吉利丁片，简单直接又好吃的樱桃果酱便做好了。看小糖宝看着眼馋，陆晨将早上剩下的馒头切片，给小家伙涂了个果酱馒头片。啊呜，好好吃呀！一口咬上去，酸酸甜甜的，小糖宝发出由衷的赞叹。直播间的一直在开着。自从沈陆瑶跟小糖宝出来后，陆晨虽然没有跟网友粉丝们再次互动，但是也不影响大家看主播。陈哥他看着小糖宝的时候一直都在笑啊。
而且在发现小糖宝想要偷吃樱桃的时候，他也没生气，而是给小家伙擦了手，更是另外给糖宝装了一碗樱桃。好羡慕这样的家庭，我小时候这么干的话，不被发现还好，被发现了肯定逃不过一顿说。果酱抹馒头片，这是什么奇葩的吃饭 ？HHHH， 笑死了。其实馒头是面粉做的，面包也是面粉做的，所以这两者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不过就是制作方法不同而已。好吃，管饱就行，至于怎么吃，这是人家的自由啊。陆晨将其余的樱桃果酱装盒放入冰箱冷藏后，抬腕看了眼时间，忙碌了一上午，竟然已经快11点了。他要开始做今天的午饭了。昨天的羊肉还有些没烤完，他也懒得做什么大餐了，那便做个简单的羊肉汤烩面好了。反正材料都是现成的。当厨房中飘出浓郁的肉香味时，本来各自忙碌的人们都自发的出来了。东子跟博士两人更是夸张的特意跑到厨房门口探头询问：“陈哥，你做了什么？闻着好香啊！”羊肉烩面，来帮忙把这些端到桌上去。好嘞，遵命，陈哥。两人走上前来，将陆晨已经装好的面碗端走了。而陆晨也擦了擦额头的汗，牵着小糖宝从厨房中走了出来。看到仍旧在沉迷作画的沈路遥，陆晨将食指放在嘴边，朝着小糖宝做了个噤声的手势后，便蹑手蹑脚地走到了沈路遥的身后。透过直播画面看到这一情景的网友们也都被他难得的幼稚行为给逗笑了。陈哥这是要专门走到嫂子后面吓他吗？好幼稚啊，看着有点像蹑手蹑脚的样子，好夸张啊！哈哈哈哈。说真的，陈哥跟嫂子还有糖宝一家三人的模式太舒服了，实名羡慕了。只有我一个人觉得陈哥是想要看嫂子在画什么吗？不，还有我。随着陆晨逐渐接近沈路遥，画布上的图案也渐渐清晰地呈现在了直播间的画面中。那是一幅极其温馨以及美好的画面，且刚刚众多网友们实际上就已经看到了。陆晨看到沈路遥正在画的正是刚刚自己在那边做樱桃酒，小糖宝翘着脚脚坐在条凳上吃樱桃的画面。而这次沈路遥也在画面中加上了自己，与小糖宝同样的白色坠黄色碎花长裙裙摆随风飘扬，是个背对着画画的图案。陆晨看得不由得停下了脚步。一家三口的温馨日常被沈路遥用画笔在画布上定格。站在旁观者的脚步，他一眼便看到了画中自己上扬的嘴角以及小糖宝嘴边的果汁，同时画面中细微处的刻画也让陆晨看到了沈路遥一直关注着自己与小糖宝的目光。恰好沈路遥这时候也停下了手上的画笔。陆晨出声表达了自己对于这幅画的惊艳与喜欢：“路遥，你画得太好了，不管是我的表情还是小糖宝的俏皮可爱，都跃然纸上，光是看着就感觉很温馨。”真的吗？沈路遥有些不太确定。他刚刚只是看到那个画面十分的温馨，便一时冲动想要用自己的画笔将那一刻定格。真的，简直是太漂亮了，也十分的传神。看沈路遥还是十分不自信的样子，陆晨控制着拟态无人机，给这幅画来了个360度全方位无死角的特写。看来我一个人的夸奖对于路遥来说有些单薄了。家人们，你们觉得路遥的这幅画好看吗？第210章，直播间中惊现国家美术院院长。好看，超级好看的，主要是三人间的温馨相处的那种氛围感，真的超级棒的。对，就是那种感觉，可以感染人心的那种，光是看到就会感觉到幸福。陆晨拿出手机，调到自己的直播间，将满屏赞美的弹幕放到沈路遥的眼前。看，大家的眼神是雪亮的，不是我一个人觉得好看，你真的画得超级好看。看着那一连串的赞美与夸赞，沈路遥不知怎么的，觉得自己的眼眶有些湿热。一直以来，画面是他的爱好，也是他为数不多真正喜欢的东西。因为都是自己在家中画室独自画画的关系，他的观众只有自己以及管家陈叔。他从来都不知道自己的画竟然可以得到这么多的夸奖。陆晨这时候正在询问直播间的网友们一个问题：既然大家跟我一样喜欢路遥的这幅画，那如果满分100分的话，你们会给多少分？那当然是满分，不应该是200分好吗？你们冷静，都说了满分是100了，我给120分，我给99分，扣的那分怕嫂子骄傲。哈哈哈！就在直播间的网友们各种玩梗抖机灵的时候，一个名字前面带蓝色大 V 认证且名字也十分有辨识度的人出现在了弹幕中。大夏国家美术院，这幅画的氛围感跟感染力确实很强，但是笔触却稍显稚嫩了些。冒昧问下，您之前有系统性的学过画画吗？啊，是大夏的国家美术院，他们家的艺考分数超级高，超级难考来着。关键是我国绝大多数的美术界的泰斗们都在美术院中任职，那对于我们美术专业的学生们来说，就是圣殿般的存在啊！这么明显的官 V 标志，这是官方看中了嫂子的画画能力吗？看到这条弹幕，陆晨轻轻碰了碰沈路遥的手臂，他看出来沈路遥好像有些失神了。从思绪中出来的沈路遥
同样看到了这条不一般的弹幕。他点了点头，画画一直以来是我的个人爱好，没有系统性的学习过。几乎是沈路遥的这句话一出，陆晨的直播间中就弹出了一条连麦申请。连麦的申请人正是大夏国家美术院。路遥，陆晨没有点同意或者拒绝，而是将手机朝着沈路遥递了过去，同时他也将选择权给了沈路遥。接过陆晨手机的沈路遥按了绿色的同意键。你好，美丽的女孩，容我自我介绍一下，免贵姓吴，单名一个横字，冒昧申请连麦，实在是太过于激动了，不知道你是否有系统学习画画技巧的打算。手机那段传来的是一道有些苍老的声音，一言激起千层浪，直播间里的网友们全震惊了。卧槽，竟然是吴恒吴老师，他现在是我们国家美术院的院长啊！活久见了，吴老师这竟然是起了惜才之心，想要让嫂子去国家美术院学习吗？听，据说国内外想要报名当吴老师弟子的人数不胜数，偏偏吴老师一直都说他们不行。对，这事儿我知道，据说吴老师已经很久不带班，也不带学生了。我太激动了，吴老师竟然要带学生了，这是第211章，卧槽，有点东西。您好，吴老师。看到网友们的弹幕之后，沈路遥也已经知道了吴恒的身份，他的声音中也难掩激动。抱歉，您刚刚的问题我之前没有想过。原来如此。网线那顿的吴恒苍老的声音中仍旧带着些许的激动。那不知道你对于绘画是如何看待的，是否真心喜欢呢？这个问题，沈路遥从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知道答案了。喜欢的，很喜欢。画画对于我来说是表达自身想法的方法，也是最为亲密的玩伴。玩伴这2个字从沈路遥的口中说出后，不管是直播间的网友们还是吴恒都是极为惊讶的。毕竟玩伴向来指代的都是成年人，而画画却只能说是爱好而已。唯一理解沈路遥为什么这么说的只有陆晨，他悄无声息地伸手握住了沈路遥的手，给予对方无声的安慰。对，你说的没错，吴恒对于这个答案十分满意。画画可以是表达自身想法的途径，同时也是种爱好与陪伴。你在画画上的天赋尤其突出，如果就这么埋没下去，那肯定是大夏国绘画界的损失，更是世界的损失。现在你可以就是否系统学习画画这件事认真考虑一下，听从自己心的声音。不用现在就告诉我，可以慢慢考虑。当然，如果9月新学期开学时你能确定下来的话，那就更好了，我可以给你免试入校的名额，并且成为我的亲传弟子。好的，我知道了。沈路遥浅笑着点了点头，多谢您对于我的认可，我考虑好后会告知到您的。哪怕是隔着网络，都能轻易从吴恒的声音中听出对方的激动。语音挂断之后，陆晨则再次朝着直播间挥了挥手。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大家明天见。明天我教你们如何酿造米酒，有手就会的那种，超级简单。陈哥，别下播啊，蹲你一次直播太难了。对，而且难得嫂子跟糖宝都穿亲子装了，那不得好好让我们看看。陈哥，你就是想要关播去吃饭吧？咱们直接在线直播不就好了吗？根本不用下播呀。陆晨则朝着直播间的镜头眨了眨眼。那不行，我自己都还没看过瘾呢。他丝毫不顾网友们的再三挽留，直接将直播间关闭。抱起小糖宝，陆晨牵着沈路遥的手走到了客厅中。炖煮的软烂的羊肉跟香味四溢的肉汤，以及吸满了羊肉汤鲜味的烩面，得到了众人一致的夸赞。小伙啊，你这手艺真是越来越厉害了，我看都能开店了。一连吃了2碗羊肉烩面，徐老爷子冲着陆晨竖起了大拇指。陆晨却摇了摇头，爷爷您说笑了，我这也就是些家常菜，开店可是不够格的。主要是陆晨自己现在又是果园又是直播的，实在是不想再弄其他的了。况且他只是单纯喜欢做给自己跟在乎的人吃，对于烹饪本身并没有什么喜欢的。家常菜好啊，有人情味也有家的感觉。欧阳老爷子也朝着陆晨竖起了大拇指，相比于外面店里那些精致但毫无温度的食物，还是家常菜最为美味了。沈路遥跟小糖宝也同样表达了自己对于这道烩面的喜爱。陆晨，你的手艺是越来越好了，这烩面真的很好吃。爸，我还要面，超好吃的。只是一顿简单的羊肉烩面而已，陆晨没想到竟然得到了这么多的夸赞。饭后，陆晨推着欧阳老爷子回到了房间中，再次给老爷子诊脉，并且查看对方毒素拔除的情况。余毒已经清完了，我再用小锤敲一下，您感觉下腿部的情况。陆晨说着，从一旁的小桌上拿了个小的木锤子。好。欧阳老爷子连连点头，并且低头看向自己的双腿。他在没遇到陆晨之前，真的从来没想自己还能站起来。这几日的治疗中，因为陆晨给了他喜欢，他自己也对于这件事有了很大的期待。已经瘫了快20年的自己，真的还能站起来吗？老爷子，我开始了。拿着小木锤，
陆晨慢慢靠近欧阳老爷子的膝盖。好，开始吧。欧阳老爷子的视线一直追随着那个小木锤，直到对方与自己的膝盖进行亲密接触。一阵酥麻感从膝盖处传来，欧阳老爷子就那么有些愣愣的看着自己的小腿，不自觉地往上弹了弹。真的动了。对于这样的结果，欧阳老爷子惊喜万分。陆晨此时已经去敲击老爷子的另外一个膝盖了，这样的反应实际上也在他的预料之中。听到老爷子惊喜的声音，他也十分的开心。您今天就能让东子扶着站起来进行复健了，神经跟敏感度都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好，真的是太感谢你了啊，陆小友。欧阳老爷子连连跟陆晨道谢。从老爷子的房间出来后，陆晨跟着博士走到了临时给对方改出来的实验室中。博士，你之前说研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是哪个方面的？可以量产吗？不能量产，但是可以有迷惑敌人的作用。说着，博士从实验桌上拿起了一个硬币大小的银色金属圆球。陈哥，你看。在陆晨的眼前，博士将那个银色金属球用手掌直接给压扁了，并且将其进行了延展拉伸。整个金属球最后竟然被扯成了一块长约5米、宽约2米的薄膜状的东西。这东西是从陈哥你之前给我的拟态无人机的中提取出来的，有着很强的延展性。但是它最神奇的一点却并不是这个。说着，博士将那层银白色的薄膜状的东西带到了自己的身上。卧槽，有点东西！陆晨惊呼出声。在他的眼前，博士一个大活人竟然直接就那么消失了。第212章，陆遥，你有心事？嘿嘿，是不是很厉害？一只手臂出现在半空中，紧接着显露出博士的完整身形。确实不错，隐形材质嘛，雷达下也能够隐形吗？陆晨先是肯定了这东西的厉害，接着问出了最为关键的问题。现在不管是任何国家，在防御方面几乎都是更多的依赖雷达，而非人眼。如果这东西只是人眼隐形的话，那实际上的应用上还算是会受到限制。就我能接触到的雷达类别来说，可以完全隐形。博士将这个东西递给了陆晨，接着说出了自己的想法。陈哥，这东西的影响很大，而且也能给部队带来很大的提升，但是因为材质是从你之前给我的拟态无人机中提取的，所以是否往上面汇报，我听你的。陆晨微一沉吟，可以报，但是材料这方面，你可以用学术性的语言跟方式糊弄过去吗？嘿嘿，当然可以。博士冲着陆晨拍了拍自己的胸膛，我办事儿，陈哥你放心。既然陈哥你这么说了，我现在就上报了。等回到部队后，我再多测个几次，看看是否连最高端的雷达也能隐形。到时候若是弄个隐形部队或者是航母什么的，嘿嘿嘿。陆晨直接给博士泼了盆冷水，你先研究，目前拟态无人机我还办法大量的兑换出来。不急，博士也知道自己想多了，他有些惋惜的叹了口气，就是回部队继续研究的话，我就吃不到陈哥你做的好吃的了。哎，对此陆晨的回答可以说完全击中了博士的心。今天的晚饭我可以给你一个点餐的机会。刚刚还有些沮丧的博士立刻就满血复活了。那我要吃鱼羊锅。没问题。转过身的陆晨朝着身后比了个 OK 的手势。所谓的鱼羊锅就是鱼跟羊放在一起煮，这也是鲜这个字的由来。陆晨给队里的人做过一次，博士明显还惦记着。鉴于家里的羊肉都已经吃完了，陆晨找到东子让其再弄些羊来。听到鱼羊锅3个字，东子也不淡定了，说最迟今晚6点一定会让人把羊送来。陆晨倒是有其他的想法，他索性让东子这次多送些羊来，吃不完的话养着就是了。走到后院中后，陆晨在系统商城中看了一下，果然找到了羊圈。物品名初级羊圈，可升级，大小10米乘10米乘10米，售价 2W 震惊值。看了自己震惊值已经再次到达了将近60W， 陆晨果断点击了购买。如果是他自己搭羊圈的话，时间上面只要半天就行，但是单买材料也得半天，时间上面估计来不及。如同之前巨献系统奖励的东西一样，羊圈购买后也是自动出现在了陆晨选中的地点上，且周围的人对于这个突然冒出来的羊圈都没什么感觉。陆晨则带上捕鱼网跟钓竿，去后山的溪流处钓鱼了。家里鱼塘中的鱼苗还太小，现在并不能吃，等1-2个月长大后就方便了。傍晚时分，数只羊羔被私人直升机送来，陆晨挑了2只肥硕且月份差不多的，做了一大锅的鱼羊锅。小院中再次弥漫起诱人的香味与觥筹交错的声音，但吃饭时陆晨却发现沈路遥有些出神。等吃完上楼后，他便坐到了沈路遥的身边。路遥，你有心事？第213章，想去还是不想去呢？沈路遥点了点头，他微微侧身，将头靠在了陆晨的肩膀上。我在想要不要去学画画，重点不是要不要，而是你想不想。路遥，陆晨将沈路遥的小手握在手中，并且捏了捏。想去的话就去学。
如果不想学的话，就跟我一起留在靠山村。想去还是不想去呢？沈路遥的眼中闪过踌躇与犹豫。我想去，但是又不想离开小唐宝，同时他也不想离开陆晨。想去那就去。陆晨伸出手，将沈路遥搂到自己的怀中。至于我跟小唐宝，周末或者是节假日休息的时候，你回来或者我们过去找你都行。说着，陆晨又道：还是我带着小唐宝去找你好了，反正我天天在家也没什么事儿。你一个人带了唐宝那么久，就让我也来挑战一下单手奶爸好了。沈路遥侧过脸颊，轻轻地亲了陆晨的脸颊一下。陆晨，你不会觉得我想要学习是自私的想法吗？毕竟唐宝还那么小，而且他出生到现在都没跟我分开过。陆晨将沈路遥脸颊边的碎发拂开，亲了亲那边的脸颊。你是唐宝的母亲没错，但同时你也是沈路遥，也是我的女友，同时你更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为了孩子考虑没错，但是也要考虑一下你自己。本来养孩子就是两个人的事情。说着，陆晨朝着沈路遥眨了眨眼，毕竟你一个人也生不出孩子来啊。陆晨，沈路遥的手瞬间就捏上了陆晨腰间的软肉位置。还是跟之前一样，他仍旧是捏不动。现在距离9月还早，这个事情你可以慢慢去思考，不急。安抚完沈路遥之后，陆晨也把自己对于另一件事的决定说了出来。我决定了，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至少搞清楚他们当时到底是主动抛下我的，还是说迫于无奈，或者是说我是被拐卖的。这个答案我现在想要搞清楚。好，沈路遥反手握住了陆晨浅麦色的大手，我陪你一起去搞清楚。既然已经决定了下来，陆晨也就开始调查了。他记得小时候爷爷说过，他刚被捡到的那会儿，说话总会下意识带点话音，这是京城那边的说话习惯。20年前，因为科技不发达，警局所用的登记档案都是纸质的，要查起来很不方便。陆晨打电话给了自己之前的战友孙鹏兴，对方退伍后转业去了地方的警察局，上一次联系的时候说了被调到京城去了。20年前的失踪儿童档案吗？好，我帮你看看。陈哥，你怎么想起来查这个了？接到久未联系的老战友的电话，孙鹏兴也十分的惊讶。我小时候可能是被诱拐的。对于战友，陆晨也没打算隐瞒。既然是这样，好，我会帮你调查的，有消息就跟你说。那就多谢了，有机会一起聚聚。陈哥，这都是小事儿，不过聚聚是肯定的。挂了电话后，陆晨便拉上了沈路遥的手。下午我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第214章，什么？鳄鱼？既然要去好玩的地方，那小唐宝当然是要带的。陆晨跟沈路遥一起有下楼时，就看到小唐宝正在院子中跟那只小虎仔玩闹。准确点来说，是调皮捣蛋的唐宝把小虎仔当做了毛绒玩具。嗷呜！小屁孩，你放开本大王！放开！身体都扭成麻花了，小虎仔也不敢亮出虎牙，伸出利爪。他倒是挺想的，但是旁边大黑狗威胁的眼神犹如实质，还是怂一点的好。唐宝，走，带你去玩。陆晨将小唐宝抱起来，小虎仔这才有了机会逃脱。人类幼崽简直是太可怕了，他需要一只虎静一静。陆晨带着母子俩走到后山的小溪边，从河边树林间拉出来一艘木质的天鹅船，这是他之前看到天鹅待宰的画面后特意给小唐宝做的。哇，是小船，还是小鸟的造型耶？小唐宝好奇地围着天鹅船转圈圈，这边摸一摸，那边碰一碰的。唐宝喜不喜欢这个天鹅船？喜欢，唐宝超级喜欢。小唐宝说着，踮起脚尖，在蹲下身来的陆晨脸颊边亲了一口。那我们上船了。陆晨一把将小唐宝抱起来，放到了天鹅船中，将船推到河里后，陆晨才回过身来，朝沈路遥伸出手。路遥，你也来。好。沈路遥对于这个造型别致的天鹅船也十分喜欢，但他表现比小唐宝要镇定得多。可陆晨却看到了沈路遥闪亮的双眸，沈路遥那双桃花眼灿若星辰，明亮而耀眼，哪怕他只是穿着一身简单的碎花长裙，也美极了。等到沈路遥也上船后，陆晨将天鹅船系在岸边树上的绳子解开，自己一个灵活的翻身，便也上了船。路遥，你在看什么？看到沈路遥好像在床上找着什么，陆晨好奇询问。我在找船桨，不然我们这个船要怎么动？沈路遥眨了眨漂亮的桃花眼，他找了半天都没看到什么类似船桨的东西。这船不用将。陆晨说着打开机关，露出了2个像是滚轮的东西，用这个来控制就好了。这是什么？沈路遥低头看去，还是有点懵。这是脚蹬，原理跟自行车差不多，是人力发动的。原来是这样。沈路遥低头研究了下脚蹬后，便跟陆晨一起踩着将天鹅船滑动了起来。嘻嘻，划船了。被安全座椅固定在船上的小唐宝开心的摇头晃脑，一直在嘻嘻笑着。哇，有小鸭子耶！
陆晨顺着唐宝的视线看过去，看到了几只嬉戏的鸳鸯。唐宝，这不是鸭子，而是鸳鸯。原来这就是鸳鸯吗？沈路遥只是听说过这种成双成对出现的水鸟，他有些好奇的出声询问陆晨：这两只哪只是雄鸟，哪只是雌鸟？你知道吗？羽毛鲜艳而华丽，且有红色喙的是雄鸟，旁边那个灰褐色的则是雌鸟。看到雌雄鸳鸯的毛色后，沈路遥惊叹：好神奇，动物界好像相对都是雄性要比雌性漂亮的多，而且开屏的也是公孔雀。是啊，陆晨点头，确实是这样，但是本质其实跟人类社会一样，雄性之所以毛色更鲜亮，其实都是为了吸引雌性的注意力，本质上也是为了追求雌性。哎呀！小唐宝突然惊叫一声：怎么了，唐宝？陆晨就看到小唐宝瘪着嘴，委屈巴巴的指了指河面：爸爸，我的旺旺雪饼掉到河里了。掉了就不要了，妈妈这还有。沈路遥摸了摸小唐宝的头，从随身的包里又拿了袋雪饼出来。陆晨却看到从有什么东西正朝着漂浮在水面上的旺旺雪饼游去，距离有点远，他看不太清。黄金瞳发动，看清了那是什么的陆晨有点懵。什么时候山里竟然有扬子鳄了？什么？鳄鱼？沈路遥吓得脸色都白了几分。第215章，陈哥，你那到底是什么风水宝地？当听陆晨说扬子鳄并没有什么危险，反而在某些的保护区中有饲养员用旺旺雪饼来喂食，沈路遥十分惊讶。就在这时，小唐宝也发现了那只不认识的动物的目标是什么。爸爸，它朝着我刚刚掉的雪饼游过来了。果不其然，扬子鳄在吃了那块旺旺雪饼之后，甚至还抬头朝着船上的三人看了过来。如同鼓声的声音传来，陆晨的耳边也响起了一个疑似扬子鳄的声音：再来点，再来点，我还想吃。看来这又是一只吃货了。之后，陆晨三人的游湖之旅就增加了一个投喂扬子鳄的项目。小唐宝跟沈路遥投喂的开心，扬子鳄在离开时还送上了一条鱼作为感谢。直到回去的路上，小唐宝还在开心的与陆晨跟沈路遥说着话。众人吃过晚饭之后，部队来接博士的直升机来了。博士依依不舍地跟陆晨道了别，便带着自己这几天的研究成果离开了。而东子跟欧阳老爷子也来跟陆晨道了别。原来是欧阳集团出了些事情，需要两人回去处理。陆晨再次检查了下欧阳老爷子的双腿，恢复的情况良好，就只还需要简单的复健，不久后就能站起来了。第二天一早，爷孙俩就也离开了陆晨的小院，而陆晨也履行了自己的承诺，在上午开直播教了粉丝如何在家里酿制米酒。博士与欧阳爷孙俩一走，小院中就只剩下了陆晨、沈路遥、小唐宝一家三口与徐老爷子。徐老爷子没了骑友，明显情绪都有了些许的低落。陆晨看在眼里，便关了直播，提出与老爷子一起去钓鱼。沈路遥需要在家处理些自己公司的事情，就没跟着两人一起。小唐宝对于钓鱼没什么兴趣，却也不想在院子里，便也跟着一起去了。在小溪边，陆晨与徐老爷子一人一个小马扎，抛出鱼竿后便开始了比赛。陆晨昨天晚上将遇到扬子鳄的视频发在了自己的账号下，他一开直播便再次涌来了无数的网友们。陈哥，你那到底是个什么风水宝地啊？怎么连扬子鳄都能遇到？陆晨将手一摊，那当然是特别好的风水宝地了，好山好水好人家，不然也养不成我这样的不是吗？他这自恋的样子让网友们十分惊讶。呀，这还是我认识的陈哥吗？怎么这么自恋了？短短2个月的时间，抖家的粉丝就已经达到了将近250多万，且每次直播时的在线观众都能突破数十万，这成绩确实能够自恋了。就是陈哥可不是那种只有颜值的主播，我只想去靠山村旅游加游玩。对，陈哥，你们村现在如果过去的话，有地方住吗？陆晨摇了摇头，目前要住的话只能住在村民家了，而且农村生活无非就是种田跟在山间闲逛，没什么其他的。他之前跟陈川在吃饭时就靠山村的发展有过讨论，但是现在并没有彻底决定下来。靠山村也不是他家的，还是需要村民们一起来决定的，这些都可以等年轻人回来之后再说。结束时，陆晨清点了自己上午跟徐老爷子的收获：10条小鲫鱼，24条参条鱼，还有不少的小泥鳅。回到家中后，陆晨将这些小鱼清理出来之后，全部裹上面粉油炸了。小鱼条一个一个嘎嘣脆，简直香极了。小唐宝吃得最为开心。到了晚上，沈路遥就目前自己遇到的问题跟陆晨说了。我旗下的酒店目前是针对高端人群的，虽然已经打出了名声，也不缺客源，但是觉得有些单一化了。所以我现在想要开展新的方向，并且有点想往旅游业或者是农家乐的方向尝试一下。陆晨，这方面你比我了解得多，你有什么想法吗？听到沈路遥的问题，陆晨皱眉沉思了下后道：我只能说懂农村的生活，至于你说的农家乐或者是旅游并不清楚，但是如果你想要尝试的话，确实可以试一试。我平时直播的时候，
发现确实有很多人对于农村的生活是有向往的，也会想要在假期时体验一番。而且今天还有网友问我，如果来靠山村的话，有地方住吗？我确实是想要尝试一下。听到陆晨的肯定，沈路遥的眼睛闪亮亮的，他靠向陆晨的肩膀，那我就往这个方向定了，具体的细节估计还要忙一点。这几天唐宝可能得你多照顾点了。陆晨点了点沈路遥挺翘的鼻尖，你说的什么话？唐宝也是我的女儿，照顾她本来也是我的责任。第216章，好漂亮的小公主。之后几日，陆晨的生活还是与平日里没什么区别，每天无非就是带着狗子巡山，或者去果园检查一下果树的生长状态。大概1周后，村长张叔的一双儿女一起回来了，正是之前在群里跟陆晨聊天且说想回来的张大毛跟张二丫。早早收到儿女要回来消息的赵婶，从几天前开始就已经在准备饭菜了，而陆晨一家子也收到了张叔的邀请，过来一起吃饭。对此，沈路遥还有些奇怪，这种儿女离家许久回来，不应该是先自己家里先聚一下吗？为什么张叔跟赵婶会也邀请我们呢？而陆晨的回答让他对于靠山村的淳朴有了更多的了解，因为在张叔的心里，我也算是他的半个儿子，所以我们也是他的家人。既然都是一家人了，那家族聚会肯定要喊上我们的。原来是这样。沈路遥若有所思，到了饭点后便拉着小唐宝与陆晨一起去了张叔家。三人刚刚到附近，就看到了一个正滚着铁环的小男孩。小男孩看着5、6岁的样子，上身穿着件大红色的短袖，下身则穿着个黑色的短裤。小唐宝难得看到同龄人，便松开了拉着沈路遥的手，哒哒哒的跑了过去。小家伙今天穿的是条天蓝色的公主裙，半长的头发被沈路遥编了许多的小辫子，并且用五彩缤纷的小发夹给夹了起来。关键是小唐宝的头上还戴着个美轮美奂的小王冠，那样子妥妥的一个精致又美丽的小公主。她跑到小男孩身边后，好奇地询问道：“你玩的这个是什么？看着好好玩呀。”沉迷滚铁环的小男孩一抬头，却发现自己的面前站着个比自己矮了一头的小公主，惊讶的嘴都微微张圆了。好漂亮的小公主啊！她是在跟我说话吗？小哥哥你好呀，我是唐宝，你叫什么名字啊？话痨小唐宝不但是个10万个为什么，还是个小自来熟。见小男孩盯着自己不说话，他还伸出手在对方的眼前晃了晃。我叫张思博。小男孩愣了一下，才回答了小唐宝的问题。嘿嘿，思博哥哥，你在玩的是什么呀？小唐宝的注意力实际上还在那个大大的可以滚的铁环上，是铁环，可以这样滚着玩。张思博小朋友看到面前的小公主明显对于铁环很好奇的样子，便将铁环的把手朝向小公主递了过去。你抓着这里，然后朝前滚就可以了，很好玩的。好呀，我可以试试吗？小唐宝没有第一时间去接，而是有礼貌的再次确定了一下。张思博小朋友用力点头，小胖手又朝着小唐宝递了递。得到了允许后，小唐宝这才抓住了铁环的把手处，并且在小哥哥的指导下玩了起来。陆晨跟沈路遥看到小家伙玩得开心，两人也相视一笑。小唐宝这是有了个同龄的玩伴了。此时有一个男人从张叔家的院子中走出来，他是听到门口的动静后才走出来看看的。当看到门口那个穿着漂亮跟自己家儿子玩得不亦乐乎的小公主时，他也十分惊讶。好漂亮的小公主！陆晨走上前去给对方来了个大大的拥抱。大毛，好久不见。张庆生在陆晨的肩膀上拍了下，脸上有些纠结。陈哥，打个商量呗，我们都这么大了，连孩子都能打酱油了，就不叫我小名了好不好？好啊。陆晨先是点了点头，紧跟着却皱眉沉思。不过大毛，你大名叫什么来着？我记不清了。张庆生。张大毛的眉毛都瞪了起来。就在这时，赵婶的声音从院子里传了出来。大毛啊，是不是陈娃子来了？你倒是快喊人进来啊！怎么在院门口就聊上了？陆晨也适时的拍了拍张大毛的肩膀。是啊，大毛，你打算就这么跟我在院门口聊吗？张大毛很无奈，他觉得陆晨就是故意的。陆晨当然就是故意的，这种欺负童年好友的感觉实在是太久违了。到了院中，二丫跟张大毛的妻子也迎了出来。简单的介绍过后，沈路遥便跟2个女人凑在了一起，开始说起了悄悄话。而陆晨自然也跟张大毛聊了起来。丰盛的中饭过后，陆晨一家在张叔家一直待到下午才离开。而小唐宝看着那个铁环，颇有点依依不舍的意思在其中。张思博绷着张小胖脸，却故作大方地将铁环的把手朝着小唐宝递了过去。你喜欢的话，我可以借你玩几天。等等，1天就借1天。小唐宝却摆了摆手，不用了，谢谢你。我回去让爸爸给我做一个。我爸爸做的玩具可好了，我还有他做的独轮车跟竹蜻蜓，还有个大大的天鹅传忧。小唐宝摇头晃脑显摆的样子实在是太可爱了。无意中听见的陆晨听着唇边的笑意根本压都压不住，
而这也就导致了当天晚上张思博小朋友就缠着自己的爸爸张大毛先生，又是要独轮车，又是要天鹅船的。小朋友的想法很简单，别人有的他也想有，别人爸爸会的，自己爸爸也要会。这也苦了张大毛。第217章，对方竟然长得跟陈哥你一模一样。这天，陆晨接到了孙鹏鑫的电话。陈哥，我查到20多年前，京城魏家曾经报警说是家里的孩子丢了，1周左右后，对方就跟警察说找到了。奇怪的是，我好奇搜了下魏家当时走失的那个孩子现在的照片，对方竟然长得跟陈哥你一模一样。我现在把照片发给你。好。在孙鹏鑫发来的照片上，陆晨果然看到了个跟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觉得自己很有必要去趟京城了。不管魏家是不是自己的家，既然有了点线索，他必须去查一下。跟沈路遥简单说了下情况，并且答应小糖宝回来后给小家伙带礼物后，陆晨在当天就坐上了去京城的飞机。孙鹏鑫在上班，陆晨也没跟东子说自己到京城了，自然没有人接机。他借用之前的人脉跟网络，查到了魏家的企业魏氏集团的地址后，便去了大厦对面的咖啡厅。因为与魏家继承人魏明勋长相一致的原因，陆晨怕麻烦，还特意戴上了口罩。一边喝着咖啡，看着对面魏氏集团，陆晨一边查了魏明勋的资料。魏明勋，24岁，毕业于常青藤大学，国家顶级跨国公司魏氏集团的太子爷，身家超千亿，聪慧异常，商业嗅觉敏锐，是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人。关闭手机后不久，陆晨看到魏明勋从魏氏集团的大厦中走了出来。对方一身剪裁合体的深灰色高定西装，跟陆晨一模一样的长相，看着却有些高冷与不近人情。陆晨爱笑，性格也相对平易近人，看着就会让人感觉很舒服。可魏明勋不同，他有种生人勿近的感觉，浑身上下透着股拒人千里之外的距离感。将你太无人机变作飞虫趴到魏明勋的黑色迈巴赫上后，陆晨起身离开。路上，他看着魏明勋的车子一路开到了京郊的一栋看着就有些古老的四合院中。管家出来将车子开到了车库中，魏明勋则去了书房。那里有个胡子花白的老爷子坐在太师椅上，正等着他。陆晨搜了下老爷子的资料，发现正是魏家的家主魏丰远。爷爷，发生什么事儿了？怎么突然喊我来老宅？在面对魏老爷子时，魏明勋脸上的疏离相对少了不少。老爷子看着自己的孙子，开口询问道：“明勋啊，你之前可去过荣城？”“没有啊。”魏明勋有些奇怪：“爷爷，你怎么这么稳？”“没事。”魏老爷子若有所思，摆了摆手：“马上过几天就是你父亲的忌日了，到时候我们爷俩一起去拜祭吧。”“好。”魏明勋点点头：“爷爷，我知道的。”老爷子没跟孙子再说什么，就挥挥手让人离开了。他走到一旁放着的儿子的遗照前，若有所思，不知道在想些什么。陆晨看的也眉头紧皱，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总觉得这爷孙俩好像互相都有事情瞒着对方。顺手搜了下那张遗照上人的信息，陆晨看到这是魏家老爷子的大儿子魏阳硕的照片，对方正是在20年前的大火中去世，而魏明勋也是在20年前被绑架的，又是20年前的。陆晨的眉皱得更紧了，他隐隐觉得这些事情中透着些许的诡异，说不定也有关系。当看到跟魏阳硕当时一起出事的魏夫人在抢救后活了下来，但是却疯了，现在正在京郊的精神病院时，陆晨便决定去看看。不知为何，当看到魏阳硕跟魏夫人的照片时，他隐隐有些熟悉感，像是在哪里见过，可就是想不起来。对于有着过目不忘本领的他来说，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第218章，放开我的小勋。京郊的精神病院中，陆晨见到了魏夫人。小勋，你是我的小勋吗？看到陆晨时，魏夫人便走了过来。小勋？魏明勋吗？以为魏夫人是将自己错认成了跟自己长相一样的魏明勋，陆晨便没有表明自己的身份。他一边扶着魏夫人坐下，一边询问：“20年前发生了什么？您还记得多少？”“火，好大的火！不要杀我，不要！”魏夫人捂着自己的头，神情紧张，不断摇头，浑身颤抖。陆晨则抓住了魏夫人的手臂，发动了他的一级读心技能。不知是不是因为魏夫人情绪异常的原因，陆晨并不能读出完整的信息。他看到的是几个凌乱的画面。熊熊燃烧的游轮上，有个穿着深色西装的男人躺着血泊里，生死不知。等到看到对方的脸时，陆晨认出来这人正是魏家的大儿子，魏夫人的丈夫魏阳硕。而他此时的视线像是透过什么的缝隙偷偷看到的。不对，准确来说，这应该是魏夫人的视线。他当时应该是躲在了类似衣柜之类的地方。画面在这时候出现了变化，一个5、6岁左右的男孩被一只明显是成年男人的手提溜着，出现在了视线中。躲在衣柜中的魏夫人猛然冲了出去：“放开我的小勋，放开！滚开！”看不清脸的男人粗暴地挥开了魏夫人，就那么带着孩子离开了。
而魏夫人此刻却猛地站了起来，将陆晨给挡在了身后。不要抢我的小穴，不要！因为魏夫人的声音过大，引起了精神病院的工作人员的注意。有医生跟护士朝着两人走了过来。快！病人的情绪出现了异常，赶紧拿镇静剂来。一针镇静剂下去后，魏夫人变得安静了许多。陆晨则询问起了医生：“你好，我想问下我母亲的精神状态一直是这样吗？”他来之前查过，魏明勋在魏夫人住院的期间偶尔会过来看下，因此精神病院的工作人员应该也是认识魏明勋的，并不是一直这样。穿着白大褂，胸口别着医生工作牌的中年女人摇了摇头。病人的情绪最近已经稳定了许多，很久没有出现这么大的情绪波动了。你是不是做了什么刺激对方的事情？没有。陆晨也摇了摇头。当陆晨想要离开时，魏夫人却抓住了他的手。你千万要小心他，他就在你的身边，而且无处不在。他是谁？陆晨不明所以，连忙追问。魏夫人却将自己的右手食指竖起，放在了自己的唇上。他就是他，嘘，不能讨论他的，会被听见的。事情越来越诡异了。陆晨刚想再问，脑海中却响起了久违的主系统的声音。咦，宿主，你面前的这个女人跟你有血缘关系？你等等，我详细扫描下。卧槽，这是什么情况？我得到的数据显示，她应该是宿主你的亲生母亲。等等，我记得宿主你不是孤儿吗？怎么就突然冒出来了一个母亲出来？我这就去帮宿主你调查。你等我回来。陆晨，他根本一句话都插不上，系统就已经再次消失了。不过他已经从魏夫人身上跟系统那里得到了相当多的信息。接下来就是去查20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个神秘的男人究竟是谁，以及自己当年为什么会失去记忆，出现在千里之外的荣城了。第219章，大黄很无奈。时隔太久，当年的知情人也不是死了就是疯了。陆晨的调查实际上并不顺利，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在京城一待就待了将近半个月。期间，沈路遥经常会打语音电话过来询问陆晨事情调查的进度。当然，还有小棉袄小糖宝也会在视频中露脸，奶声奶气地问巴巴什么时候回来。每一次小糖宝都会在视频电话中跟陆晨分享今天自己做了什么，包括但不限于把邻居家的狗狗抱回家。问原因，小家伙说小狗狗长得跟大黄很像，他觉得很像是大黄的孩子。大黄很无奈，这只胖狗仔的花纹跟他一点都不一样。可大黄能怎么办呢？只能将狗仔叼回去还给人家。可小狗仔不知是喜欢上了陆晨院中的狗粮，还是觉得大黄跟大黑两个同类再有安全感。之后的几天，长得圆乎乎的小家伙总会在不请自来、自动自发地跑到陆晨的院子中。邻居家的老奶奶有次发现了乱跑的小狗仔，跟了过来。结果老奶奶看到了在院中画画的沈路遥，以及跟3只狗、1只虎崽子玩闹的小糖宝。院中热闹的气氛太好，老奶奶便上去跟沈路遥搭话了。她丈夫早逝，一双儿女都在外地打工，家里就自己一个人，平时太孤单了，便找人买了个小狗仔，想着养了陪着自己，却不想这小狗是个闲不住的。沈路遥听着觉得老奶奶有些孤单，便找了些话题与老人家聊了起来。小糖宝也哒哒哒的抱着小狗仔过来了。奶奶，以后你要是想找人说话的话，就来我家呗，我家人多，猫猫狗狗的也多。钓鱼回来的徐老爷子看到家里来了外人，也有些奇怪。听明了原因后，他一边数落了大黄，又一边跟老奶奶搭起了话。奶奶姓陈，今年65，比徐老爷子小5岁。没聊几句，徐老爷子就大妹子的叫上了。当听到沈路遥说是陈奶奶时，陆晨便知道是哪个陈奶奶了。陈奶奶的爱人当年是下乡的知青，好像还是个什么教授，但是在壮年的时候生了场重病就走了，是陈奶奶一个人将家里3个孩子拉扯大的。我记得之前他家的儿女就想要接老人家去城里来着，他去了没几天，就因为带不习惯回来了。老人家说城里太冷清了，街坊邻居间也不走动，没什么烟火气儿，他待着都长蘑菇了。这之后陈奶奶便经常过来家里串门，她每天临走时再将同样串门的小狗仔带回去。吃好玩好的小狗仔跟吹气一样，一天一个样儿，长得越来越圆了。这小家伙甚至还跟小灰灰做了好朋友，后面经常跟着一起漫山跑。看到大黑会跟2只小的一起出去，沈路遥便也放心让他们一起玩。这也导致了唯一留在家里的小虎仔承担了所有来自小糖宝的爱。陆晨时常能够在视频中看到小虎仔一脸生无可恋的样子，被小糖宝抱在怀中。再后来，小虎仔便也经常往山上跑了。第220章，另一个系统拥有者。被禁止独自上山的小糖宝摸了小动物们的陪伴，便去找张思博小哥哥玩了。滚铁环也好，抽陀螺也罢，或者是竹推车之类的，小家伙玩得格外开心。后面更是被带着玩起了泥巴。当听闻陈奶奶会刺绣时，沈路遥便跟陈奶奶学习上了。
而当陆晨将沈路遥绣的鸳鸯认成了野鸭子时，沈路遥的一张脸都涨红了，也不知道是羞的还是气得。总之那天是近几天视频电话挂得最快的一次。时间拖得越久，陆晨就越是想念在家中的沈路遥跟唐宝。很快便到了东子的生日宴，自然的陆晨也被邀请了。沈路遥与小唐宝也乘坐私人飞机来了京城。多日不见，陆晨对于母女俩的思念近乎实质，恨不得天天与其黏在一起，却又因为要调查自己的身世，偶尔会离开。欧阳家是欧阳彦老爷子白手起家一点点建起来的，与京城的那些个名门贵族实际上还有点距离。但老爷子交友较广，欧阳集团也日渐做大，宴会上自然有许多盯着欧阳家的人。当隐约听说这个生日宴又是给欧阳家继承人欧阳东浩牵线相亲的后，便有很多人都动起来了心思。陆晨在听到东子说连魏家的老爷子都来了时，他便做了个简易的易容，将自己与魏明勋完全一样的容貌遮掩了起来。他想趁着这次宴会与魏家的老爷子认识，如果能够拉近些关系，那对于调查当年的真相肯定有帮助。可让陆晨没想到的是，当他真正看到魏老爷子的第一眼，就有了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陆晨的黄金瞳竟然自动发动了。通过黄金瞳，陆晨看到了魏老爷子与魏家大儿子魏阳朔20年前的最后一次见面。他这才知道，当时老爷子是想要将整个魏氏集团传给魏阳朔的。后面因为魏阳朔意外身死，魏夫人重伤昏迷后疯癫，魏氏集团才由魏家的二儿子魏阳明代管。陆晨查过魏阳明的资料，他为人有些懦弱，平时办事魄力不足，在代管的10多年中，也被迫让整个魏氏集团的权力被董事会架空了不少。这种情况一直到魏明勋回国后接手了魏氏集团才有改善。当听说魏老爷子最近总是头疼且视线偶尔会模糊后，欧阳老爷子想到了陆晨神乎其神的医术，便提出让陆晨帮其看一下。陆晨易容后也与欧阳老爷子说了下，所以他实际上也是在帮助陆晨找机会接近魏老爷子。到了客房后，陆晨一番探查之后，发现魏老爷子的情况并不乐观。恰好这时陆晨的黄金瞳升级到了第2级，每天的使用次数也从1次增加到了2次。通过黄金瞳，陆晨看到魏老爷子的脑袋里竟然有个鹌鹑蛋大小的阴影，他一时也没办法判断是淤血还是肿瘤，便只能让隐晦的提了下，并提醒老爷子一定要去医院检查。正当魏老爷子跟陆晨等人告别时，消失了许多天的系统再次在陆晨的脑海中出现。宿主，魏老爷子脑袋里的肿瘤不是自然形成的，我在那个东西的周围检测到了有辐射的情况，而且还有其他系统的能量残余。结合我这几天的调查，我怀疑你当年之所以会出现在荣城，很可能有其他系统捣乱的原因。直到正常送走了魏老爷子，一个人回到客房后，陆晨才开口与系统对话。你的意思是，不只有你一个系统存在？对，系统的声音罕见的凝重了起来。之前的小鱼小虾都被我吞了，现在这个虽然有些麻烦，但应该也问题不大。宿主，我们需要先查明另外这个系统的宿主是谁，近距离接触后，我才能收集到足够多的信息来进行分析。陆晨对于这个神秘的宿主心中已经有了猜测。要说从当年事情中受益最大的，应该就是魏家的二儿子魏阳明了。但是我隐隐觉得魏明勋可能也有问题，他还是不太相信这世界上竟然会有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况且这几天陆晨也调查得很清楚，魏阳朔与魏夫人当年出事的时候，身边只有一个5岁的儿子，并不存在孪生子之类的情况。那宿主，我们就从魏阳明跟魏明勋查起。陆晨点了点头。正当系统纠结要以什么身份接近这叔侄俩的时候，陆晨已经想到办法了。看来我得去魏氏集团一趟了，刚好还没体验过打工人的生活呢。回到沈路遥的酒店总统套房后，陆晨将自己还需要忙一段时间的事情跟沈路遥说了。知道陆晨是去查自己的身世情况，沈路遥并没有说什么，只是叮嘱了陆晨要注意安全。在知道了爸爸没办法陪自己之后，小唐宝提出了自己的要求。爸爸，这周末你可以跟妈妈一起带我去游乐园吗？唐宝想穿漂亮的公主裙，还想要去玩滑滑梯，这要求并不过分，陆晨当然是笑着答应了。当天晚上，陆晨久违的与母女俩再次睡在了一起。次日清晨，沈路遥雪白的大腿也再次架在了陆晨的身上。第221章，摩天轮上的吻。用了1周的时间在魏氏集团调查事情，陆晨倒是有了几次接触那叔侄俩的机会。在使用了初级的读心术与系统的数据探测之后，他发现了问题。魏家二儿子魏阳明对于20年前的事情毫无记忆，那段时间中，他因为出了次车祸而得了脑震荡，导致记忆出现了缺失。可这未免也太过于巧合了点儿。而系统则在魏家的魏明勋身上检测到了其他系统的能量。好消息是，据系统所说，对方身上的系统等级没有自己高，他可以将其解决。坏消息却是，
他发现魏明勋对于20年前的记忆也存在缺失，在毁灭对方系统的同时，并没有绝对的办法找到当年的真相。事情直接就卡在了这里。陆晨自己在动用了所有的关系与排查之后，还是隐隐怀疑魏明勋与自己的关系。周五趁着在公司偶遇到魏明勋时，陆晨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对方的头上拔了根头发。系统，帮我鉴定这根头发的 DNA。好了，宿主请稍等。第一，鉴定成功。该头发的 DNA 与宿主拟有 30% 的相似度，存在亲缘关系，但是并不亲密。听到鉴定结果时，陆晨虽然惊讶，但也还在他的猜测之中。系统，我之前在小说或者是电视剧中有看到过类似于亲属间更换命格且李代桃僵的事儿。你的同类们有类似的能力或者是分类吗？有的，我们系统分类非常之多，确实有这种类似于夺取命格的同类。宿主，你的意思是怀疑魏明勋偷了您的命格，所以才会长得跟您一样吗？陆晨只是怀疑，并没有完全确定，这个事情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查清楚的。等到了周六，他便履行了之前跟小唐宝的约定，带着沈路遥一起一家3口去了游乐园。穿着桃粉色公主裙亲子装的母女俩，因为超高的颜值，而就如同从画里走出来的仙女一般，吸引了无数人的注意。一身蓝白色的休闲装的陆晨，直接沦为了护花使者与拍照与拎包的工具人。陆晨自己对于游乐园属于不排斥，但是也不会特意去玩的人，所以这也是他第一次到游乐园中。因为唐宝刚刚3岁，身高与年龄都受到了制约，导致很多的游玩项目都没有办法去玩。但是陆晨还是找到了许多适合小家伙的项目。首先便是旋转木马，在绚烂的灯光与欢快的音乐声中，小唐宝开心地挥舞着小手。软乎乎、胖嘟嘟的小姑娘用自己的笑声与纯洁灿烂的笑颜，说明了自己对于这个项目的喜欢程度。陆晨坐在前面，期间回头用手机给母女俩拍下了许多的照片与视频。接下来，他们则去了一个儿童剧的剧场。剧场里说的是小女孩在游乐场中走失，期间遇到了个玩偶，并且被玩偶照顾着且找到爸爸妈妈的故事。小唐宝看得聚精会神，时不时还挥舞着小拳头，想要教训剧里的反派。沈路遥看着看着，却靠着陆晨的肩膀睡着了。等到剧场结束，全部演员出来谢幕的时候，沈路遥却醒了。他有些迷蒙地看着一切，已经结束了吗？结束了。陆晨递给沈路遥一瓶灵泉水，是累了吗？没，就是有些困了。说着，沈路遥喝了些灵泉水，他笑着朝着陆晨晃了晃瓶子。我现在不困了，等会儿去哪里玩？爸爸，我们等会儿去哪里玩呀？小唐宝也在晃悠着陆晨的手。陆晨抱起小唐宝，牵起沈路遥的手，接下来我们去看烟花秀。从剧场出来时，陆晨看到剧场里出现的玩偶手办，便给小唐宝买了个。小家伙看到旁边还有不同色系与姿势的毛绒背包，便要了个。抱着玩偶，背着毛绒书包的小唐宝在爸爸的怀中看了场极其绚烂与精彩的烟花秀，而沈路遥则靠在陆晨的怀中，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烟花秀。这是他从不曾有过的经历，也是曾经他曾幻想过的场景。小唐宝玩累了，在陆晨的怀中睡着了，而陆晨则带着沈路遥一起去坐了摩天轮。在摩天轮即将到达最高点时，陆晨跟沈路遥说了那个传说。路遥，我听说当恋人在摩天轮的最高点上接过吻，那么他们则会受到祝福，永远不会分开。当陆晨的话刚刚说完，他们的所乘坐的摩天轮刚好到达最高点。陆晨刚刚想要有所行动，沈路遥却快了一步。他通红着俏脸，双眼微闭，紧张的纤长睫羽不断颤动，却义无反顾地主动朝着陆晨吻了过来。陆晨自然加深了这个吻。他们两人的身后刚好是绚烂夺目、五彩缤纷的烟花秀，一个粉色的巨大爱心在空中爆炸开来，将一家3人圈在其中。还很漫长。第222章，你们想不想糖宝呀？回到酒店后，小糖宝倒是出乎陆晨预料的醒了过来。小家伙一边嚷着肚子饿，一边在回忆今天玩耍的事情。我好喜欢游乐园呀，有滑滑梯跟大木马，还有好看又好听的故事。爸爸！小糖宝一下子扑过来，抱住了陆晨的小腿，并且仰着脖子看向陆晨。我们以后可以天天去游乐园吗？那可不行。陆晨将小糖宝抱起来，指着手机上的外卖问小家伙：糖宝想吃什么？爸爸来买。看到陆晨像是要叫外卖，沈路遥则阻止了。陆晨，不用叫外卖，我家酒店的餐厅味道很好的，要不一起下去吃点，看看合不合你口味。听到不能每天都去游乐园，小糖宝则有自己的小情绪了。小家伙嘟着嘴从陆晨的腿上下来，哒哒哒的往沈路遥的身边跑。妈妈，我们明天还去游乐园好不好呀？不带爸爸去。小家伙故意板着脸的样子让沈路遥忍俊不禁，他蹲下身来，明知故问地问小糖宝：为什么不带爸爸去啊？因为爸爸刚刚说不能每天都去游乐园，爸爸坏。转头看了眼正朝着这边走过来的陆晨，小糖宝粉嘟嘟的脸像是个鼓起来的小河豚。
你们都去玩的话，巴巴一个人在家里会伤心，也会不开心的呀。陆晨蹲下身来，故意在小糖宝的身边装作委屈的样子。说着，他调出家里院子的监控录像。画面中，大黑、大黄两只狗子正百无聊赖地趴在窝里，一副不开心的样子。等巴巴把这边的事情办好后，就带糖宝你回家好不好？你想不想妞儿？大黄跟大白、滚滚、小灰灰他们想。重重点了点头后，小糖宝抱起陆晨的手机，开始跟镜头前的大黑跟大黄说话。你们想不想糖宝呀？糖宝想你们了。巴巴说，我们很快就能回去了，嘿嘿嘿。小孩子的注意力很容易的就被转移了。之后，小糖宝就一直抱着陆晨的手机，与家里的两只狗说着想念与这几天的见闻，可可爱爱的样子让陆晨怎么都看不够。他在抱着小家伙跟沈路遥去餐厅时，趁机在小家伙的脸巴子上亲了一口。爸爸，你的脸上又有东西了，硬硬的。陆晨知道是自己的胡渣又出来了，他便故意去用胡渣蹭小糖宝的脸。父女俩笑闹成一团，沈路遥看得眼里的笑意根本藏都藏不住，当然他也不想去藏，这样幸福的生活可是十分难得的。到了餐厅中，点餐交给了沈路遥，陆晨则仍旧在逗弄着小糖宝。吃到了好吃甜点的小糖宝，笑容甜的就像是从天上来的小天使，光是看着他都觉得开心。点了一堆米其林的西餐之后，沈路遥也看向那笑容满面的两人，这是他的家人，也是他的港湾。他不止一次的感激当初决定留下小糖宝的自己。吃过东西回去，陆晨将白天在游乐场拍摄的照片跟视频剪辑了下后，全部分门别类的分类好。他有个想法，最近也在付诸行动了，也算是给小糖宝的一份礼物。陆晨这边能够调查的东西都已经差不多了，剩下的可能涉及到命格以及李代桃僵的事情，他则拜托给了系统。被赋予了重任的系统十分开心，调查起来效率也极其的高，没几天就有结果出来了。第223章，我的系统怎么消失了？当听到事实真相的时候，陆晨是震惊的。魏明勋是从其他世界穿越来的，且知道陆晨是这个世界的主角，他便想来个李代桃僵，且抢夺原本属于陆晨的运势与命格。所以魏明勋便利用自己的系统去策划且实施了20年前的事情，并且将当时年幼的陆晨给直接抛进了海中。怕自己以后后悔，也怕后续会出现其他问题，魏明勋竟然要求自己的系统抹除了他对于这件事的记忆。这也导致了他实际上也一直以为自己就是魏家大儿子的孩子，而魏家二儿子身为魏明勋的生父，偶尔在与魏明勋的接触中会产生莫名的亲近感与熟悉感，这些都会让他想起自己早逝的儿子，因为这个原因，他便对于魏明勋格外照顾。陆晨所看到的画面是他系统将魏明勋的系统吞噬之后所找到的相关记忆，他竟然不知道自己的人生与身份竟然是被人给偷换调包了。如果按照他原本的人生轨迹来生活，那现在的自己会不会不一样？消化了这样匪夷所思的事情之后，陆晨便找到了魏明勋。对方因为失去了系统，正在歇斯底里的发疯。系统，我的系统，我的系统怎么消失了？你快点回来！没有系统的帮助，我没办法做好事情。看到对方这样疯癫的样子，陆晨心中还是有怨恨的。现在这样的结局还是太便宜他了。陆晨让系统解除了所有魏明勋系统之前所隐藏的真相，并且以杀人罪将魏明勋给送进了警察局。至于5岁的孩子为什么可以做出当年那些一系列的案件，陆晨则动用了系统排除了相关警员与法官的怀疑。而魏明勋每天晚上都会被困在无穷的噩梦中，永远没办法脱离。仅仅是1周后，陆晨就听到了对方在监狱中自杀的消息。他动用了些手段，把人救活了，并且在其身上留下了系统的印记，使其无法以任何形式自杀。无尽的痛苦要比直接杀了对方更加解恨。当蒙蔽被撤去，魏家老爷子在再次看到陆晨时，抱着这个失而复得的孙子老泪纵横。他实在没有想到自己疼爱了这么多年的孙子竟然是杀子仇人。陆晨安慰了下老爷子，并且告知了对方自己这些年的经历。失去记忆后在荣城被爷爷收养，爷爷过世后在靠山村里吃百家饭长大，并且在成年后去参军等等。他特意略过了参军时的辛苦与执行任务时的凶险，而着重说了退伍后因为直播爆火而被沈路遥带着糖宝找上门后的日子。这些一桩桩一件件的事情陆晨都说了出来。而在说这些的时候，他自己也想通了，正因为这些经历，他才长成了现在的自己。如果一直在魏家长大的话，那他的物质生活上虽然相对会好，但也是另外的一条人生轨迹。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失去的那些东西已经以另外一种形式回馈到了自己的身上。面对魏老爷子心疼且关心的目光，陆晨轻笑，爷爷，这些就是我所经历的事情，也是我之所以成长为我的原因。看魏老爷子还要就这个话题再说，陆晨则喊来了沈路遥与小糖宝，与他们一起进来的还有魏夫人。
将那些弯弯绕绕关于系统的事情全部省略。陆晨已经告诉沈路遥自己找到真正的家人了，且这些天他也查看了魏夫人的状态，并且给她用了不少的灵泉水。魏夫人的精神状态好了不少，要不了多久就能完全恢复了。而魏老爷子脑袋中的肿瘤虽然检查后是良性的，但是也已经开始压迫脑部神经了，同样也需要静养。看到可爱的小糖宝，魏老爷子喜爱极了，他竟然连重孙女都有了。隔代亲这个词在魏老爷子对待陆晨一家子的表现上得到了体现。老人家给陆晨、沈路遥以及小糖宝一人一张无限量的黑卡，并且定下来陆晨为魏氏集团的继承人。他没有强迫陆晨改名，只是问陆晨是否会留在京城生活。陆晨反过来邀请魏老爷子带上魏夫人跟自己回靠山村。靠山村依山傍水，环境格外的好，还有不少的珍稀动物，生活闲适而悠闲。您还可以跟徐老爷子一起钓鱼跟下棋，那里的环境跟生活都有助您跟我母亲的身体恢复。魏老爷子听陆晨这么说，也就答应了下来。好，那我也就跟你去看看靠山村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你二叔能力不足，我现在这个样子也没办法再管公司的事情了，小陈你也得开始管理事情了。听到要继承魏氏集团，陆晨心里有些发怵。他只会带兵，就算是做生意也是些小打小闹的，哪会打理公司。看到陆晨面有难色，沈路遥悄悄握住了陆晨的手。陆晨眼前一亮，论管理公司，陆遥可是行家，他完全可以跟陆遥取经。家里的事情处理完后，陆晨与东子见了面，说了自己打算回去的事情，而东子这边也已经把自己家里的事情处理好了。陈哥，给我爷爷投毒的人我已经找到了，是我的亲二叔。你说他怎么就这么狠心呢？爷爷也是他的父亲啊！烧烤包间中，东子狠狠地在桌子上捶了一拳，垂头丧气的。陆晨想到了关于自己身世的事情，也想到了哪怕是被系统蒙蔽，仍旧会隐隐觉得不对的魏老爷子跟魏夫人。东子，亲情这种东西，在乎的人心中跟不在乎的人心中是完全的两码事。确实啊，总有些不配做人的畜生投生在这个世界上。东子叹了口气，再次打开了一瓶啤酒。不说这些了，恭喜陈哥你找到自己的家人。谢谢。陆晨举起啤酒罐与东子碰杯。若不是沈路遥之前的话，他其实并不是打算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那自然也不会知道自己并不是被抛弃的。陆晨觉得自己应该好好感谢一番沈路遥才是。第224章，陈哥，你让我等得好苦啊。次日，陆晨一家便乘坐私人直升机回到了靠山村。不同的是，这次因为有魏老爷子跟魏夫人的缘故，他们分坐了2架私人直升机。魏家在整个夏国的影响力是空前的，也是夏国的顶级家族。区2架直升机而言，对于老爷子来说根本不是事儿。村长张叔看到从私人直升机上下来的陆晨，打趣道：“陈娃子，你再多来几次，我们这靠山村看来得建个停机场了。”张叔，我找到家人了。陆晨笑着扬声与张叔说了话后，转身便去搀扶从另一架私人直升机上下来的魏老爷子跟魏夫人。好，真好啊！陈娃子，你竟然找到自己的家人了。看到陆晨的举动，村长张叔欣喜地感叹：“爷爷，这是张叔，靠山村的村长，小时候对我照顾挺多的。张叔，这是我爷爷跟母亲。”陆晨与2人做着介绍。你们好，你们好。细看之下，陈娃子的眉眼跟您2位确实有些相像。看到来人是爷爷跟母亲，不见父亲的身影，张叔心里有了点猜测。他并未点名，而是笑着跟魏老爷子搭话。魏母站在陆晨的身边，一直紧紧拉着他的手。你好，多谢你照顾了我的孙子，比姓魏。魏老爷子伸手与眼前这个淳朴的庄稼汉握手。我这手上都是泥。张叔有些不好意思，他下意识将手在裤子上擦了擦，才伸出手去。陈娃子是个好孩子，他也帮了我家跟靠山村很多的，倒也不是我一直在照顾他。不管如何，我也该好好感谢你们一番。这2人越说越是投机，没一会儿就已经说到了陆晨小时候的趣事上了。陆晨连忙打断：“张叔，爷爷，我们要不先回家？这马上就要天黑了。”先回家。对，先回家。2人几乎同时应声。回去的路上，陆晨询问了张叔，才知道徐老爷子这几天好像心情不是很好，问了也不说，这几天都感觉像是有心事一样。陆晨心中有些担心，从徐老爷子到自己家已经有2个月了，灵泉水也一直喝着，会不会是老人家的病实际上已经好了，想起来了些什么，所以才会出现反常的情况。汪！陈哥，你让我等得好苦啊！汪！主人，欢迎回家！2声狗叫传来，陆晨就看到大黑与大黄一前一后的跑了过来。他一眼就看到了大黑愈发圆润的肚子。妞儿，你这几天伙食应该不赖啊，都发福了。嗷呜！陈哥，我是怀孕了，不是发福。大黑一边用头蹭陆晨的掌心，一边哼唧。
陆晨当然知道大黑是怀孕了，他就是评了一下，这德牧养的真好，油光水滑的，就是怎么感觉发福了？小陈啊，这就是你之前说的那条退役军犬妞儿吧？落后几步的魏老爷子看到大黑，满眼的喜爱，眼神却在看到大黑明显凸起来的肚子上停下了。爷爷，这就是妞儿。感觉到妞儿有些生气的开始发出低吼了，陆晨摸了摸对方的头安抚，妞儿不是发福，是怀孕了，而且怀的是一只白狼的种。白狼跟德牧。魏老爷子连连感叹，我开始期待小狗仔生下来是什么样的了。嗷呜！你要对我的孩子做什么？正说着，众人耳边响起一声狼嚎。陆晨听着声音有些熟悉，在听到对方话中的意思，他转头看去，果然看到了一身白毛被染了不少红的大白，他的脚下还放着几只猎物。第225章，这些日子辛苦你了。汪！我的崽儿跟你有关系吗？大黑汪汪叫的跑了过来，朝着大白就咬了上去。大白顾虑着大黑的肚子只有躲的份儿，这家伙还边躲边嗷呜嗷呜的叫，看着哪里有个狼样，简直像极了狗。陆晨跟众人看着都觉得好笑。回到家中后，陆晨并没有看到徐老爷子，给老人家打电话也没人接，心中有些担心的陆晨便放出了拟态无人机，在村子周围找起人来。焦急中，他偶然间看到家中的钓竿跟小马扎都少了一个，这才猜测老爷子是出去钓鱼了。当拟态无人机飞到后山的小溪边后，陆晨却再次扑了个空。泥泞的溪边有脚印，却并没有人影。他一边出门寻找，一边控制拟态无人机沿着回村的路寻找，这才找到走在回村路上的徐老爷子。爷爷，您这是去钓鱼了吗？收获怎么样？陆晨连忙跑上前去，接过了徐老爷子手上拎着的铁桶。你回来了。徐老爷子看到陆晨也十分高兴，一老一少走在田埂上，边走边聊。这次去京城怎么样？事情都办好了吗？挺顺利的，我还带了人回来，后面就又有人陪您下棋了。当即将到达院子门口时，徐老爷子突然停了下来，拍了拍陆晨的肩膀。这些日子辛苦你了，照顾我这个什么都做不了的老人家。陆晨心中一震，朝着徐老爷子看去。老人家双眼中没了之前的浑浊，此时正目光灼灼地盯着他。这样的徐老爷子跟之前因为阿尔茨海默而目光浑浊，每日里昏沉的样子截然不同。陆晨知道应该是自己的猜测成了事实，徐老爷子的阿尔兹海默症经过了这么久时间的灵泉水治疗与滋养，已经治愈了。他笑着与老爷子道：不辛苦，倒是麻烦您给我带孩子了。两个人都未将话说开，又彼此知道对方的意思。简单的吃过东西后，陆晨在院子中再次看到了在看着星星的徐老爷子。他走上前去，徐虎他是我的战友，曾经一起背靠背战斗过，而且您跟小时候带大我的爷爷也是战友。照顾您一方面是因为徐虎那小子早逝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我想要对早逝的爷爷尽孝，所以您心中不用觉得亏欠我什么。徐虎是我们那个队中年纪最小的，却也是脾气最臭的。那小子在训练中可没少被我罚过，那小子从小可就是个刺头。徐老爷子莞尔一笑，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了自己真正的孙子徐虎小时候的趣事来。小虎从小就比较皮，属于上房揭瓦啥都干的那种，说他两句吧还顶嘴，什么都跟你对着干。那样的一个刺头，当了个兵回来后竟然比原来要稳重干练了不少，这可是太出乎我意料了。这么看起来，他应该是在部队里吃了亏的。随着聊天，关于徐虎的记忆也在陆晨的脑海中鲜活了起来。他仿佛能够看到那个寸头青年咬牙切齿训练与受罚的样子，此外还有彼此一起并肩执行任务与战斗的样子。可那些记忆中的人却不在了。徐虎他会因为您的康复而开心的。徐老爷子极其认真地点了点头，接着又朝着陆晨道了声谢谢。陆先生，谢谢你查到小虎车祸的真相，也将那个恶人抓了进去。可我还是迟了一步。眼前的星辰灿烂而美丽，陆晨的心中却有着悲伤。徐老爷子再次拍了拍陆晨的肩膀，他看出来陆晨是真的为徐虎的逝去而伤心。小虎他也会感谢你做的一切的。那些夜明珠，陆先生您拿着就算是我这些天在你这吃住的费用了。陆晨连忙拒绝，那些夜明珠价值连城，您在我这可没吃什么山珍海味，哪用得了那么多。徐老爷子转身看向亮着灯的2楼，那就算我给小唐宝提前备下的嫁妆，这可是给我玄孙女儿的，这你可不能再拒绝了。提到嫁妆，再次勾起了陆晨对于小唐宝未来的担忧。他实在没办法想象自家的小公主被某个臭小子拐走的画面。第226章，你小子到底是怎么想的？这之后的几天，沈路遥就发现陆晨相较于之前变了不少，他竟然开始严防死守经常过来喊小唐宝玩的张恩博，每都不会让两个孩子单独在一起，还美其名曰是害怕他们出现危险。天气越来越热，大家的衣服也逐渐清凉了起来。
这天，陆晨从灵泉井中取出一个西瓜来，切开分给了大家。魏老爷子咬了口西瓜，赞不绝口：“这瓜可真甜，井水也透心凉。”陆晨笑着点了点头，还是井水冰西瓜最是好吃，冰箱冰的，总觉得味道会差点。我还是第一次知道，井水里竟然也能冰西瓜。陆晨，你是怎么弄的？吃完一片西瓜后，沈路遥眨了眨眼睛，用手肘支着下巴看向陆晨。很简单的，把西瓜放到打水的水桶里放着，然后再将水桶送进井里就行。小时候没冰箱，夏天都是用这个方法冰镇东西的。陆晨正说着，旁边伸过来一只沾满了果汁的小胖手。爸爸，糖宝还要西瓜瓜。诺。陆晨递给小家伙一片，再顺手用餐巾纸给小家伙擦了擦嘴。系统赠送的鱼塘里，之前丢进去的鱼苗都长得差不多了。陆晨也去稻田看了下，系统出品的果然都是精品，那些稻子抽穗的都要比普通的量大上不少。在稻田里看到了养得肥嘟嘟的大鲤鱼，他便将裤子撸起，下田去徒手抓了几只上来。稻田鲤鱼，这可是农村的季节限定美味了。等陆晨抱着鱼上来，就看到小糖宝正蹲在田埂上，不知道在看什么。将大鲤鱼放到桶里，陆晨走过去才看到小糖宝的面前是一块石头，旁边还有些爬行的痕迹。爸爸，刚刚好像有东西跑到石头后面了。看到陆晨回来，小糖宝指了指自己盯着的那个地方。陆晨已经隐约猜到了里面是什么。果然，他将石头移开后，便抓到了一只小螃蟹。张牙舞爪的小螃蟹被陆晨抓着中间，怎么扭动身体都没办法挣脱。哇，是螃蟹，好小啊！看到螃蟹，小糖宝的眼睛都亮了。爸爸，我想吃螃蟹。好，那我就再多找点。这种土螃蟹用来爆炒最香了。听小糖宝这么说，陆晨也有点馋。爸爸，这里。哇，还有这里也有，好多好多的螃蟹啊！咦，在田埂上到处找着小螃蟹的小糖宝轻咦了一声，接着指着面前的一个小水塘。爸爸，这个黑黑的还有着长尾巴的是蝌蚪吗？确实是蝌蚪。陆晨前几天晚上刚给小糖宝说过小蝌蚪找妈妈的故事，没想到小家伙这会儿一眼就认出来了。他拿出一个矿泉水瓶，将几只蝌蚪都给装了进去。糖宝，我们把这些蝌蚪带回家，等它们都变成青蛙后再放回来好不好？好。回去的路上，陆晨拎着装着小螃蟹跟鲤鱼的桶，小糖宝则拿着装着蝌蚪的矿泉水瓶。小家伙怎么看都觉得不可思议，这么个黑乎乎的小东西到底是怎么变成青蛙的呢？之后的几天，小糖宝对于张恩博一起玩耍的邀请都是拒绝的，他将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小蝌蚪上面。每一天他都会将自己观察到的细微差别告诉陆晨跟沈路遥。爸爸妈妈，小蝌蚪的尾巴肿起来了，它是不是生病了呀？陆晨揉了揉小糖宝的脑袋瓜，不是生病，是他要开始长后腿了。1个星期后，果然小蝌蚪的后腿都长了出来。爸爸妈妈，小蝌蚪的前面也肿起来了，这又是什么原因啊？这是在长前肢了，很快它就能变成青蛙了。哇，这几天小蝌蚪的尾巴都越来越短了，有点丑丑的，嘿嘿。炎热的夏季，在香甜美味的西瓜与小糖宝每天巴巴报告小蝌蚪的变化中悄然而逝。等到蝌蚪完全变成青蛙，已经过去了1个半月的时间。而这期间，陆晨也在魏老爷子跟沈路遥的帮助下，开始了解一些关于公司运营与管理的事情。借着直播与日常视频，陆晨在系统那里又得到了不少的震惊值。他直接兑换了一套自动灌溉系统，另外还弄了个温室，有些非季节性的水果跟蔬菜也得安排上了。魏夫人的精神状态也已经好了很多。对于沈路遥这个儿媳妇，她是越看越满意。可当得知自家儿子竟然到现在都没跟人领证时，平时温柔的她直接举着擀面杖就走到了陆晨的面前。你小子到底是怎么想的？妈，怎么了？在院子里跟徐老爷子打太极的陆晨停下动作，满脑袋的问号。这没头末尾的一句话，他实在是不知道母亲在说什么呀。第227章，可别把惊喜整成了惊吓。魏夫人的擀面杖朝着陆晨的方向就挥了过来。你说我说什么呢？就你跟路遥的事儿，你到底是怎么想的？那么好的一个女孩子，连孩子都给你生了，你倒好，这都在一起住了快大半年了，怎么一点表示都没有啊？我可跟你说啊，这媳妇儿我就认路遥了。你小子要是敢做对不起路遥的事儿，我第一个跟你急。微微位移避开了母亲挥过来的擀面杖后，陆晨连连叫屈：妈，我知道路遥对我好，也是好女孩，我都清楚的。这不是终身大事，需要提前做点准备吗？我总不能就这么走到路遥的身边，问他：路遥，你愿意跟我结婚吗？这也太过于随便了啊！陆晨是个直男没错，而且确实他跟沈路遥接触前也没有丝毫谈恋爱的经验，但是没谈过不代表他没看过呀。现在不管是短视频也好，还是之前系统奖励的那本花式追妻的10000种方法，
里面都有不少追女孩子的方法。他也由衷的希望给沈路遥一个美好的回忆。别人有的，沈路遥也需要有；而别人没有的，陆晨也希望沈路遥有。所以，你都做了什么准备？说来我听听。你们这帮子糟老爷们可是拿不准女孩子的心哟。听到陆晨的这话，魏夫人手上的擀面杖才放了下来。陆晨有些不好意思的伸手抓了抓自己的后脑勺，就是些小惊喜之类的。我确实不知道路遥会不会喜欢。他其实对于现在自己的安排并不满意，但又不知道要怎么改。要说认识的关系好的女孩子，陆晨只能想起来几个女战友，可实际上关系也不太熟，他都不知道怎么去跟人开口询问这些东西。而且好像女孩子的喜好都比较因人而异，别人喜欢的不一定路遥喜欢。你这傻孩子，不知道喜不喜欢就问啊！魏夫人刚说了陆晨一句，紧接着自己就将这话给否定了。不对，这事儿可不能你自己去问，就交给我了。等过几天我问到路遥的喜好后就跟你说，可别把惊喜整成了惊吓。好。陆晨连连点头，那就麻烦母亲了。跟我客气什么呢？我可是你妈。看到这个失而复得的儿子与自己说话还是这么客气，魏夫人心里其实有些不好受，但是她也知道急不来，毕竟孩子刚刚认回来，跟自己也不熟，来日方长，往后一起生活的时间还多着呢。想到这里，她再次叮嘱了陆晨一声，这事儿你可拖不得，女孩子的名声跟青春都很重要，而且我可还等着抱孙子呢。陆晨被说的有些不好意思，他跟沈路遥同床共枕了这么多天，可还什么都没做呢。刚转身走了几步后，魏夫人又回头问道，对了，你有路遥关系好的朋友微信之类的吗？可以问问他身边人，他平时都喜欢什么。陆晨想了想，路遥的朋友他好像确实没有认识的，但是他有沈家管家张叔的微聊。之前从路遥跟张叔的相处中，他能看出来那个老人家是真心喜欢路遥，也是关心路遥的，说不定从管家张叔那儿能问到些沈路遥的喜好。想到这里，陆晨便掏出手机给管家张叔打去电话。第228章，陈哥，你这会有点少啊。小姐她小时候一直很安静，除了在老爷跟夫人的要求下学习跟练琴之外，唯一的爱好就是画画了。对了，小姐她还喜欢跟我们院子喷泉池里的那只猪鼻龟说话，至于说些什么我就不清楚了。陆先生，您问这些关于小姐的事情是要做什么？电话接通后，管家张叔在听到陆晨的询问后，简单说了些他所了解的沈路遥。陆晨回话的声音下意识就低了不少，想给路遥些惊喜，就来问问张叔您。原来是这样，其实我与小姐的接触也并不多，并没怎么深聊过。不过之前您跟小姐的直播间我刷到过，小姐她现在的笑容是比原来多了许多，人看着也更精神了。真好啊！单是从张叔的语气中就能听出他由衷的喜悦。陆晨却是从对方的话中发现了突破点。沈路遥小时候是喜欢跟猪鼻龟聊天的，说不定那只有些憨傻的猪鼻龟才是关键。他与管家张叔又说了点话后，才将电话挂断。之后陆晨便开始忙碌了起来，连直播都停了一段时间。转眼间秋天便来了，小院中的树叶都也开始泛了黄，果园中迎来了这年的大丰收，不止村子里的人都来帮忙采收，连金丝猴族群跟猕猴群也都来了。就是这些个猴子们中少不了监守自盗，摘3个吃2个的事情时有发生。2个族群的猴王们看到后都会训斥几句，可陆晨过段时间转过头看去，却见这2个猴王是吃的最多的。小金钱豹经过了几个月的成长，体型也从幼崽变大了不少。这时候他正趴在树上，朝着叽叽喳喳的猴群们时不时亮出爪子跟尖牙，倒是个不请自来的监工了。陆晨果园里的监工当然不止这一只了，2大2小4只野生大熊猫竟然也来了。此时他们正一边监工一边帮助直播卖货。陆晨的身旁是一溜排装的满满当当的竹筐，里面放着红艳艳的苹果跟橘红色的柿子，现摘现采的苹果了，5元1斤，包脆包甜，嘎嘎好吃。还有这柿子也很好吃的，别看它头有点小，但这可是我家独有的脆柿子，保证色艳多汁，香甜可口。说着，陆晨附身从筐里拿了个柿子，在自己的衣服上随意擦了下，就咬了一口。那清脆的声音，直播间里听得十分清楚。在直播间里的网友们也纷纷开始下单了。仅仅是5分钟不到的时间，陆晨的小黄车就已经被抢空了。陈哥，你这货有点少啊！就是我这单身20年的手速都没抢到，你快多上点啊！怎么就看到萌宠在帮忙，嫂子跟小糖宝呢？看了眼采收的进度，陆晨又上了苹果跟柿子各1000斤的库存。这次他还特意加上了每人每样只能购买2斤的限购。兄弟们，这剩下的各1000斤刚刚买过的就先别买了，我眼瞅着这采收的进度还没你们下单的快啊！说到这，陆晨的眼前被丢下了一个果核，他抬头看过去，正看到一个金色的毛茸茸背影。
正是那只萌萌哒的川南金丝猴圆圆。见自己被发现了，小圆圆睁着圆溜溜的眼睛看了看陆晨，将自己刚刚摘下来的一个柿子递了过去。陆晨，他有些无奈地接过那个柿子，还跟小家伙道了谢。等傍晚左右，陆晨关了直播，回到家里，将沈路遥带出了门。至于小糖宝，则拜托给母亲跟爷爷照料了。他准备了那么多天，也忐忑了那么久，终于到了这一天。这些天，他一直在想，不知道沈路遥会不会答应自己的求婚。第229章，路遥，你愿意嫁给我吗？怀着些许忐忑的心情，陆晨将沈路遥带到了后山。在即将看到树屋时，陆晨冲着沈路遥笑着道：“路遥，你闭上眼睛，有惊喜给你。”好。沈路遥乖乖地闭上了双眼，可他纤长的睫羽一直在轻颤着，明显很紧张。正当沈路遥想要摸索着去寻找陆晨时，他伸出去的手就被一只大手握住了。路遥，我在这，慢一点走，我就在你身边。在这纯粹的黑中，沈路遥的其他观感被放大了。他不但能够更加清晰地听到林间欢快的虫鸣鸟叫声，更加能够清晰地感觉到握住自己的那只手上传来的热量。那只紧紧握住自己的手上已经渗出了汗水。知道陆晨跟自己一样紧张之后，沈路遥心里的紧张好像淡下去了点。可紧接着他便隐约听到了自己急促的心跳声。不知道陆晨给自己的惊喜是什么，又或者有什么话想要跟自己说。好了，可以睁开眼睛了。正当沈路遥七想八想时，他的耳边传来了陆晨温润的声音。闻言睁开眼睛后，沈路遥便认出这是到了那儿。陆晨竟然将自己带到了之前他帮小糖宝建造的那个树屋前。树屋与之前小糖宝生日时相比，已经又变了一个模样。沈路遥的视线第一眼便被树屋前的秋千给吸引了。倒不是说这个秋千很精致，而是它的造型让他眼熟极了。这秋千跟他在自己家别墅角落里的那个秋千一模一样。陆晨注意到沈路遥已经看到了秋千，便开口道：“秋千是我按照之前在那边拍的照片复刻出来的，就是现在季节没到，蔷薇花没开，有点光秃秃的，不是很好看。路遥，你喜欢吗？”沈路遥已经猜到这是陆晨特意为他做的，他连连点头：“喜欢，我很喜欢。”等到沈路遥抬起头来时，陆晨发现对方的眼圈竟然已经泛了红。他冲着沈路遥爽朗一笑：“喜欢就好，不枉费我花了功夫。你这些天就是在忙这个秋千吗？”想到这几天陆晨经常很晚回来，沈路遥开口询问道：“是，但也不全是。走，我们进去吧。”伸手拉住沈路遥的手，陆晨引领着人跟自己走到树屋前。他松开沈路遥的手，微微弯腰做了个绅士礼，请公主推开门。沈路遥的一双桃花眼眨了眨，里面亮闪闪的，带着明晃晃的期待与好奇。这是屋里也有惊喜吗？陆晨并不直面回答，而是再次微微躬身，请公主推开门。闻言，沈路遥也不再询问，而是缓缓推开了那道木门。随着门被推开，树屋里亮起了暖黄色的灯光，也让整齐放在地上的数个礼物盒子暴露在了沈路遥的眼前。这些事不明所以的沈路遥回过身，朝着陆晨看去。路遥，生日快乐！陆晨上前一步，笑着从身后拿出了一大束艳丽的百合花。实际上，他是从系统仓库中拿出来的。谢谢。沈路遥伸手接过，眼里的热意却更重了。他记得自己没跟陆晨说过自己喜欢百合花，可陆晨明显是知道了。生日也不用这么多的礼物啊！被感动到的沈路遥怕自己忍不住哭出来，移开目光，却再次注意到了那些个礼物盒。因为这些是我补给你的礼物，总共有24个礼物盒，依次补给1岁、2岁、3岁，直到24岁的你。虽然之前的23年都还不曾相遇，但是我也想弥补一些遗憾。沈路遥感动的已经说不出话来了，他拼命忍住的热泪因为陆晨的这番话而落了下来。在视线逐渐模糊中，沈路遥转身扑进了陆晨的怀中。谢谢，谢谢你，陆晨。陆晨没想到沈路遥的反应会这么大，连忙伸手抱住投怀送抱的枕边人。在陆晨耐心细致的安抚下，沈路遥的情绪才逐渐平稳。而当他终于缓解了自己的情绪后，再去看树屋中的摆设，却又发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东西。那是一只在水族箱里懒懒的翻着肚皮的猪鼻龟。猪猪！沈路遥走上前去，仔细打量了这只猪鼻龟后，肯定的叫出了对方的名字。噗噗！咦，有点眼熟的女人，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哇？算了，不重要，我在找我的小主人，你知道他在哪儿吗？好像有很久没见面了，小主人可能又躲在哪里哭鼻子了吧？我有点担心他。听不懂猪鼻龟在说什么的沈路遥，隔着水族箱去触摸这只猪鼻龟。猪猪，你怎么在这？又吐了这么多的泡泡，你是不是在说我的坏话啊？对不起，又是很久没去看你。沈路遥不是不想将猪猪接出来，
他只是单纯的不想回家，不想跟父亲接触。他之前也动过心思，想要给管家张叔打电话，拜托对方将猪猪带出来的，但是却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总是忘记。正当这时，从书屋的阴影中，有一个人推着什么东西走了出来，生日歌也随之响起。沈路遥抬头朝着传来动静的地方看去，就看到了推着蛋糕车出来的管家张叔。老人家仍旧穿着一身黑色的燕尾服，他正冲着沈路遥笑着道：“生日快乐，大小姐。”小糖宝欢快的声音也从树屋外传来：“妈妈，生日快乐啊！嘿嘿，爸爸从很久之前就开始准备了，我也有帮忙哟。所以妈妈，你有被惊喜到吗？”小家伙转到沈路遥的正面，一抬头却见沈路遥竟然是泪流满面，他吓得连忙出声：“妈妈，你怎么哭了？是不喜欢还是什么？你别哭啊！”沈路遥慌乱的将脸上的泪水擦了擦，伸手将小糖宝抱了起来：“妈妈，不是不喜欢，是太喜欢了。”这些是高兴的眼泪。闻言，小糖宝还是有些不太相信，他大眼睛滴溜溜的转了转，想到了之前在动画片中看到的一个说法，想到就做。小糖宝伸手碰触到沈路遥脸上的眼泪后，伸出舌头尝了尝味道：“哇，妈妈你骗人！动画片里说高兴时候的眼泪是甜的，但是你的眼泪是苦的。”陆晨与管家张叔二人听得忍俊不禁，都笑了起来。魏夫人与魏老爷的声音也一道传了过来，小糖宝就是他们两人带来的。经过了沈路遥的再三强调后，小糖宝才相信了他的话。好耶，妈妈喜欢就行。爸爸，你现在可以跟妈妈说那个了。小糖宝从沈路遥的怀中挣扎下来，举起挂在自己脖子上的粉色小相机，煞有其事的准备拍照。陆晨还有要说的吗？沈路遥下意识的看向陆晨，他以为这些就已经都是陆晨给自己准备的全部惊喜了。待沈路遥转过身来时，陆晨便从衣服口袋中掏出了一个红色丝绒的礼物盒，并且单膝跪地：“路遥，你愿意嫁给我吗？”第230章，婚礼与小糖宝的期待大结局。路遥，你愿意嫁给我吗？虽然在梦中曾经又梦到过类似的画面，但是此时此刻猛然间从陆晨的口中听到这句话，沈路遥愣住了。回顾这半年来，是他最为开心的时光。不但小糖宝有了疼爱他的父亲，而自己也已经收获了幸福。现在这份幸福即将升级，迈入新的领域。那么自己要不要答应呢？无数个念头与这段时间的记忆在沈路遥的心中闪过，一时之间他并没有答应下来。而陆晨就那么仰头看着沈路遥，等待对方的答复。我愿意。忍着热泪，沈路遥朝着陆晨伸出右手，陆晨则笑着从戒指盒中将戒指给取出来，戴在了沈路遥的手中。哇，妈妈怎么又哭了？爸爸明明没有欺负妈妈啊，我一直看着的。小糖宝有些奇怪的在爸爸妈妈两人之间扫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魏夫人走到小家伙的身边，将其给抱了起来。糖宝不用担心，你妈妈是高兴呢。往后啊，你爸爸妈妈就是一家人了。可是，小糖宝扑扇着紫黑葡萄般好看的大眼睛，说出了自己的疑惑。可是爸爸妈妈跟我本来就是一家人啊。奶奶你说的我不太明白。哈哈，对，你们三个呀，本来就是一家人。魏夫人笑着肯定了小糖宝的话。嘿嘿，小糖宝的家人可多了，有爸爸妈妈、博士叔叔跟东子叔叔，还有2个太爷爷，一个奶娘，还有好多的叔叔跟婶婶。对了，还有妞儿、大黄、胖团儿、滚滚跟月牙儿，还有其他的好多的动物们，有好多。魏夫人爱怜的看着掰着自己的手指头，挨个抱出家人的小糖宝。哇，小糖宝的家人真多，家庭也真大啊。嘿嘿，小糖宝高兴的仰着头，眼里映照着书屋里细碎的点点灯光。一旁的陆晨将沈路遥抱在怀中，一起看向笑得灿烂的小糖宝。看来小糖宝跟我母亲相处起来挺融洽的，不知道如果我们俩离开后，他会不会哭鼻子？陆晨若有所思，小声道。沈路遥有些焦急地抬起头，望向陆晨。离开？你要去哪里？这人不是刚刚才向自己求婚吗？怎么就说要离开了？陆晨低头亲了一下沈路遥的额头。不是我要离开，而是我们俩一起离开。等结婚后肯定要进行蜜月旅行的呀，尤其是要腾出时间来做爱做的事情。陆晨，你……沈路遥想到了什么，一双眼睛瞪得溜圆。陆晨则有些无辜。路遥，你之前不是说想要旅游以及出去玩的吗？蜜月旅行就是个好机会啊，而且小糖宝可以让我母亲待个几天，没事的。意识到自己会错意了之后，沈路遥满脸羞红，从陆晨的怀中挣脱开去，跑去跟小糖宝玩了。众人在树屋里将蛋糕分享加胡闹了一通后，才将树屋收拾干净，回到了院中。当陆晨在厨房中做饭时，看到了来帮忙的沈路遥，他立刻将人给赶了出去。寿星就去玩吧，
今天你可不能进厨房。沈路遥回头朝着厨房看了眼，陆晨，你做的什么？好香啊。陆晨则将手指竖在了唇边，秘密。见问不出什么，沈路遥只能带着好奇心回到了客厅中。小糖宝正坐在垫子上玩他的过家家游戏，看到沈路遥回来，小家伙拿着洋娃娃朝着他晃了晃。妈妈，我们一起玩好不好？好。沈路遥点了点头，接过了小糖宝递过来的洋娃娃。等到饭菜都摆上桌后，沈路遥才发现整整一大桌子竟然都几乎是自己爱吃的东西，他的眼眶又不自觉的有些湿润了。这就是被人爱护且疼惜的感觉吗？晚上，陆晨用明天带小糖宝去游乐园的诱惑，引诱小糖宝去跟奶奶睡觉。小糖宝颇有些纠结的同意了，但是还有再加上个新的洋娃娃或者玩偶才行。陆晨立刻表示没问题。没了小家伙的打扰，整个卧室中就剩下了陆晨与沈路遥。他自然与沈路遥做了某些之前一直想做，却因为不知道沈路遥的态度以及有个小电灯泡子而无法做的事情。第二天，小糖宝睡醒后一直没看到沈路遥，小家伙有些担心的去敲门，可开门的却是陆晨。爸爸妈妈呢？平时他这个时间点早就起床了。嘘，陆晨将不断探头想要跑进房间的小糖宝抱了起来。妈妈还在睡觉，我们先一起下楼好不好？嘻嘻，太阳都晒屁股了，妈妈还不起床，她成懒猪猪了。小糖宝笑着做了个鬼脸，竟然笑话起了沈路遥。当天，陆晨问过了母亲与爷爷，将婚礼的日子定在了1个月之后。而沈路遥在临近婚礼时也给了陆晨一个惊喜，他竟然将自己带着小糖宝来找陆晨后所发生的事情都给画成了4个动漫。活泼可爱的动物们跟软萌娇憨的小糖宝跃然纸上，还有陆晨与他自己都在其中。整本漫画简单有趣，却能让看的人感受到那些隐藏在其中的温情与爱意。陆晨惊讶极了。路遥，之前你一直不让我看的画就是这些漫画吗？沈路遥点了点头，我不知道画的好不好，但是却想要将这些日子都记录下来，所以就画了。正是因为陆晨一直在强调让沈路遥做自己爱做且想做的事情，沈路遥才想到用漫画的形式将这些记录下来。一方面是给自己留下个纪念，另一方面也是他是真的喜欢画画，可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将自己喜欢的人与事记录下来，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幸福了。在陆晨的建议下，沈路遥将这些4个漫画投稿给了出版社。婚礼前1周时，沈路遥收到了出版社的信息，漫画最迟年底就能出版。意料之外的信息让沈路遥开心极了，这还是他第一次通过自己的喜欢的方式赚的第一笔钱。他立刻就与陆晨分享了这一个消息。陆晨直接将沈路遥抱了起来，那就恭喜你了，我的大画家老婆。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2人的婚礼很快就开始了。因为陆晨的网红身份跟沈路遥的漫画在推广的阶段，2人最终选择了一场盛大的网络直播婚礼。花童自然就是小糖宝跟张恩博2个小朋友了。当陆晨的直播间开启时，那些网友们可以说怨气颇重。我去，陈哥你这是失踪人口回归啊，终于还记得自己有个直播间是吗？就是陈哥，你不直播也不发视频，知不知道我们都在担心你啊？陈哥，你家果园的水果还有吗？我想回购些。看着那一个个关心的弹幕，陆晨则控制着拟态无人机将整个草地婚礼的场景展示在了直播间中。谢谢大家关心，我没什么事儿，最近在忙着准备婚礼的事情，就没直播了。他这话一出，直播间的网友们都震惊了。卧槽，陈哥你跟嫂子掰了吗？而且竟然这么快就找到了下家，快说是谁家的姑娘，我这就让她去远离渣男。我想知道嫂子在哪儿，我觉得她需要安慰与陪伴。看着这群脑洞一个比一个大的网友，陆晨无奈极了。新娘当然就是路遥了，你们都不许惦记我媳妇儿。听到这话，网友们也都转变了话题。哇，祝福陈哥跟嫂子百年好合，早生贵子啊！不知道老二是妹妹还是弟弟，到时候小糖宝可是要当姐姐了。真好啊，一直看着陈哥的直播，不但认识了那么多可爱的动物们，也见证了陈哥跟嫂子以及小糖宝一家人的变化呢。等等，我看到了什么？陈哥的小黄车里有本4个动漫的预售，创作人正是嫂子啊！冲冲冲！我在封面上看了胖团儿跟滚滚那2只大熊猫，还有大黑跟大黄啊！看到已经有粉丝发现了小黄车中的漫画预售，陆晨也笑着进行了介绍。4个漫画是路遥记录的我们一家人的日常生活，其中还有很多直播与视频中没有说出来的故事，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自行下单。婚礼马上开始了，我就不多介绍了。草地宣誓结束之后，陆晨带着沈路遥进了个如梦似幻的，如同童话中的梦幻般的婚礼殿堂。在无数的灯光与众人的注目中，陆晨与沈路遥一起说出了婚礼誓言。陆晨先生，无论以后是贫穷富贵还是健康或者疾病，你是否愿意娶沈路遥小姐为妻？是的，我愿意。
一身深灰色西装的陆晨眼中只有身穿纯白婚纱的沈路遥，他极其肯定的点头。沈路遥小姐，无论以后是贫穷富贵，还是健康或者疾病，你是否愿意嫁给陆晨先生为妻？是的，我愿意。沈路遥满心满眼的都是陆晨，他含着热泪也重重点了点头。那么，我宣布陆晨先生与沈路遥小姐在此刻结为夫妻。现在陆晨先生可以给沈路遥小姐戴上戒指了。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戒指，陆晨极其小心的给沈路遥戴上。这场婚礼直播让陆晨获得了将近1000万的震惊值，他用这些震惊值买了不少系统商城新出的商品，并且全部送到了博士的手中。博士一边震惊于这些东西的神奇，一边又在叫苦说自己已经连续加班几个月了。婚礼结束后，陆晨与沈路遥在家里胡闹了几天后，便一起去了蜜月旅行。期间，陆晨也会将蜜月中的见闻与趣事偶尔剪辑几个视频发出去，而直播之类的却是搁置了。小唐宝在魏夫人与魏老爷子的隔代亲与细心照料之下，虽然觉得有些不习惯，倒也还算开心。他更加期待的是，现在妈妈肚子里是不是已经有了小妹妹或者是小弟弟了，自己马上就要做姐姐了，嘿嘿。全文完。